我家当初定的明明是你家大姑娘，临到头你就想要二姑娘替嫁，哼，贼心肝的！你们这是明摆着欺负人！萧家主母徐正香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对面的妇人喊：“你以为我想这样？要不是你家太穷，我家青青也不至于躲起来。二姑娘怎么了？总归是娶一个回去，你们老萧家不吃亏。放你娘的臭狗屁！要不是你家叶青青从小有个福星的名声，我们会花50两银子定亲。你出去打听打听，整个小荡村谁家嫁女儿能收到50两银子的彩礼呀？啊，有这个钱都能娶2房媳妇了。好家伙，50两呢！这叶家生了个好女儿，怕不是要当成金疙瘩卖？”村里的人一边看着热闹，一边窃窃私语。李正也赶了过来，看场面混乱不堪，他连忙开口劝道：“叶家嫂子，要我看，你就让叶青青赶紧回来吧。这婚书可是过了县衙门的，你们想赖也赖不掉。”我这命苦啊！好好的一个女儿，说不见就不见了，你们还逼着我要人，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啊！围观众人议论纷纷，混乱中，萧木看见一个穿着嫁衣的瘦小身影贴着墙根往外跑，便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没多一会儿，一个村民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不好了，不好了！叶家二姑娘跳河了！”这句话就像一道咒语，让在场的人都止住了声音。熟悉叶家的人都知道，叶洛心是个可怜人，他爹出身举人，娶的是京中大户人家的小姐。想当年，这在他们小荡村可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荣耀。可惜好景不长，在叶洛心7岁的时候，他爹娘出了意外，在去京城的路上被山匪所杀。叶洛心也受了惊吓，从那以后不再开口说话。大伯叶大成收养了这个侄女，并过继了他父亲名下的2处商铺和1处宅院。一个过路的和尚偶然见到叶洛心，说此女乃极贵之命，只是如今一魂离体，难以为继，等将来魂魄归位，将会福气绵泽，造福天下。因为这句话，叶大成将叶洛心认为女儿，夫妻2人更是盼着叶洛心的福气能早日降临，让他们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谁想叶洛心在新家住了不到半年，叶大成就染上了好赌的毛病，不仅输光了2处商铺和宅院，连自己在当铺里的活计也一并丢了。邹氏将所有的不顺都归到了叶洛心身上，那个野和尚一定是胡说八道，这哪里是极富贵之命，这明明是个丧门星。打那以后，他没事就打骂叶洛心出气，骂他先克死父母，又害得他倾家荡产，这种祸害就应该早点去投胎。如今叶洛心跳河自尽，众人纷纷摇头叹息，却见萧木从外面径直走了进来。他腿长步子大，几步就跨进门里，肩上还扛着一个人。扯个被子来，快！邹氏愣着不动，萧木的弟弟萧景反应最快，他跑到房间里面扯出一条花被铺在了堂屋的桌子上。萧木把肩上的人小心翼翼放下，将被子4角折起来，将人裹在了里面。被子里面裹的正是刚刚跳河的叶洛心，他面色苍白。邹氏缓过神来，伸手就去抢被子。哪个不长眼的，把我家新做的棉被拿出来了？这可是我用10斤新棉花做的，我还没舍得盖，怎么能给这个小贱蹄子用？话没说完，邹氏就感受到萧木飞刀一样的眼色，讪讪道：“这新被子这么用可惜了。他刚才呛了水，赶紧找个大夫过来看一下。”我家二姐儿现在可是你们萧家的人了，要叫大夫也是你们萧家去叫，没道理嫁出去的女儿还让娘家花钱看病的。哼，我看你是吊死鬼插花，死不要脸！徐正香指着邹氏骂道：“我们得了你家要偷换新娘子的信儿就赶过来了，你家二姐和我家老二1没定亲，2没拜堂，怎么就成了我们萧家的人了？”切，我家二姐儿是没和你家定亲，可是你家老二刚才对我家姐儿又是搂又是抱的，这肌肤之亲都有了，你还想抵赖不成？哼，你别含血喷人！徐正香气得鼻子都歪了。我家木哥那是为了救他，救他怎么了？可你家老二毁了我们洛心的清白，大家可都是亲眼看见的。刚才就是你家老二把我女儿抱进来的，你还想抵赖？呸！你个挨千刀的黑心贼！你家的丧门星没地儿安排，就想往我萧家塞？你做梦吧你！徐正香早就听闻了叶洛心灾星的名声，所以坚决反对换他进门。这会儿见邹氏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憋了一上午的火气，终于再也控制不住，他直接上手，啪啪2巴掌打在邹氏的脸上。老娘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也不能让你这个小人得逞！邹氏也不含糊，上去就想薅对方的头发，却被萧木给挡住了。萧木没有看他，而是面向徐正香，神态坚定：“娘，这姑娘我娶了。”徐正香愣住：“什么就娶了？这明明是叶家的阴谋！他萧家男人个个身强力壮，受这个窝囊气。”可萧木又一次坚持道：“娘，我不娶叶青青了，就娶叶洛心。”李正原本在一旁干着急，听见萧木的话，立刻来了精神：“对，叶洛心这姑娘多好，长得好看，又心地善良，虽然命苦了点，可是个过日子的好孩子。”那娶二姐和大姐可不能是一样的彩礼钱，叶家得退还我25两银子。我们叶家的姑娘就这个价，我家二姐儿虽说瘦了点，可你看看那身板，一看就是好生养的。更何况她亲爹可是举人，按理来说你得多给我家5两银子。邹氏说的正起劲儿，却被一道利落的声音打断了：“不想退钱就签卖身契。”什么卖身契？叶洛心的卖身契，把他卖给我，以后这人就是我萧家的，和你们叶家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呀呀！
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叶家没人啊！我叶家是嫁姑娘，可没人说过要卖姑娘。闭嘴！叶洛心我可以带走，钱也不需要你退，但是我要叶洛心的卖身契。你如果不同意，那就按照婚书所写，我娶叶青青为妻，就算掘地3尺，我也能把人挖出来。看萧木的样子，想多要几两银子也是不可能了。于是趁着李正在场，邹氏很痛快地签下了卖身契。萧家人也带着叶洛心离开了小徐正香，憋着一肚子气，带着小儿子和其他亲戚回村。萧木则背着叶洛心直接去了县城的医馆。医馆的刘大夫是个实诚人，萧木因为时不时过来卖药材，与刘大夫就更熟络一些。当得知这是萧木新娶的娘子时，刘大夫难免感叹了一番。等他给叶洛心诊了脉，眉头的川字纹更是皱得能夹死只苍蝇。此女子身子太弱，想要醒来不难，只是要养好，却得费些功夫。我先给你开15副药，喝完了再过来看。萧木应下，去外面雇了一辆牛车，拉着人和药一起回青山村。牛车颠簸到半路的时候，叶洛心终于醒了过来。他睁眼，先是看到了一个宽大的背影，像小山一样挡住了他的视线。正有些纳闷，一连串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就涌进脑海，他竟然穿越了。在25岁这年，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撒手人寰之后，临死前护士小姐姐问他有什么愿望，他便一直念叨着想要去乡下种田，想要过贴近大自然的生活，不然自己的植物学就白学了。没想到一闭眼，这个愿望就实现了。你醒了？这是要去哪里？我家。你娘把你许配给我了，我刚才带你去医馆看病抓了药，现在要回家去。他说着话，目光却一直落在叶洛心鼻尖的小痣上。娶亲这件事，萧木也是听从父母的意思。家里3个儿子，父亲萧长河一直偏心他，就连亲事也是精挑细选的。算命的说萧木命里带煞，要找个有福气的姑娘才能镇得住。萧长河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小荡村有个姑娘是福星，这才花了大价的彩礼将婚事定了下来。萧木原本对亲事没什么想法，可今天叶洛心跳河将人救起的时候，看见了他鼻尖的那颗小痣，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了小时候在家中看到的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小女孩软软糯糯，一直追着自己叫哥哥，看见他被罚跪，还偷偷给他塞了2个肉包子。哥哥快吃吧，不过我再给你拿。稚嫩软糯的声音飘忽悠远，而那个小女孩也在很多年前成为了一缕孤魂。你的卖身契你娘也给我了，以后你就和叶家没什么关系了。听见自己被卖掉，叶洛心嘴角浮现一丝笑容，一穿越就从邹氏那个疯子手下逃掉了，简直不要太幸运。牛车一直将人送到家门口，2个人前后下了车，叶洛心就跟在萧木身后，亦步亦趋的进了院。院子里来吃喜酒的人早就散了场，只有李正和村里几个亲戚坐在一起喝茶。看到2个人进了院，众人都停下手中动作看了过来。叶洛心被盯得心里发麻，低头盯着脚尖一动不敢动。萧木的嫂子杨凤走了过来，她手中拿着一个红盖头，一把盖在了叶洛心脑袋上，然后带着人往堂屋里面走，边走边小声说：今天这亲事虽然办得不顺利，但过场还是要走一下的。一会儿你们2个给爹娘磕了头，拜了天地，这亲事就算是成了。你也别太委屈，日子毕竟是自己过的，只要2个人一条心，肯定能越来越好。叶洛心有些紧张，小声的嗯了一声。没多一会儿，萧长河和徐正香都走了进来，边向用唱腔一样的语调喊出：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3个流程之后，杨凤又走了上来，将叶洛心搀回了早就收拾好的喜房。二弟说你身子虚，今天又着了凉啊，这是我给你找的新衣服，你身上那身应该还没干，赶紧换下来，然后到床上去歇着，我去给你做碗面。嫂子，我不饿，不用麻烦了。哎，折腾一天了，哪有不饿的？况且你晚上还得喝药，吃了饭才能吃药呢。那里面能不能加个鸡蛋？行，怎么不行呢？杨凤笑着答应，又风风火火走了出去。外面又开了2桌酒席，用的都是白天剩下的食材。为了今天的婚事，萧家也算是花了血本，光是买肉就花了2两银子，再加上给叶家的彩礼钱和置办东西的钱，花了足足70多两。萧长河为了办得体面，先是找村长借了10两银子，后来又让徐正香回娘家借了10两银子。现在新娘是接回来了，可这钱花的实在是窝囊。男人那桌还在天南海北的聊着天，到了女人这桌上，徐正香实在是没有心思招呼他们，只是有一口没一口的边吃菜边发呆。李翠花看徐正香的样子，忍不住偷偷的高兴。李翠花是萧长水的妻子，也就是萧长河和徐正香的嫂子。萧家兄弟4人，老3和老410年前就去了别的州府，只有老大和老2留在青山村。3年前，李翠花的儿子萧俊考中了秀才，在县里的学馆谋了个教书的差事，李翠花的身子就仿佛跟着长高了半截。从那以后，在村里就只拿鼻孔看人。身为秀才他娘，李翠花心安理得的认为萧长河一家
都得巴结自己。偏偏这一家人都不吃那套。今天看徐正香吃瘪，李翠花是打心眼里高兴。弟妹呀，儿子成亲这大喜的日子，我看你怎么不高兴呢？我可听说了，你家娶回来这个儿媳妇儿是个丧门星，你们以后可得小心着点。什么丧门星不丧门星的，不知道别瞎说。我怎么不知道？那叶家的事儿，我早就打听明白了。你这个儿媳妇儿命硬得很呐，从小就克死了他的爹娘。他爹娘死了，那是他爹娘命不好，跟一个孩子有什么关系啊？你家儿媳妇倒是命好，家里还开着油房，我也没看你跟着沾什么光啊。看你这话说的，徐正香一句话就戳到了李翠花的痛处。她这个儿媳妇出身倒是挺好，就是瞧不起他们家人。结婚3年，她统共也就见过3回面。我儿子在学堂里忙着教书，哪有时间回来？不过每次回来的时候，人家小两口又是买鸡又是买酒，酒可大方了。上次他爹说想尝尝天上飞的，儿媳妇还说改天去弄只大雁来尝尝鲜呢。上次你说的是去年的事儿了吧？去年怎么了？你别管是去年还是前年，反正这事儿早晚都能兑现。你家呢？你儿媳妇能给你弄来大雁吗？他的话音刚落，院墙处突然发出扑通扑通2声重物落地的声音。萧景跑过去查看，眨眼功夫又跑了回来，2只手上还各拎着一只长了毛的东西。他神色激动，边跑边喊：爹娘，你们看，我捡了2只大雁。徐正香和李翠花俩人愣住了，众人也顾不上吃饭了，全都停下了碗筷，哗啦一下将萧景围住。哎呦，快拎过来给我看看！萧景献宝一样的将东西呈上去。萧长河一看，这可不就是大雁吗？没吃过雁肉，但是见过雁飞呀。这毛色，这长相，可不就是天上那摸不着的大雁？老哥，你看，这还真是。他又将大雁递给李正，李正神色肃然，将大雁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2只大雁翅膀的位置都带着伤，应该是飞不动了才会从天上掉落下来。可在自家院子里白捡大雁这种事儿，他活了50多岁还是头一次见。长河老弟，这大雁好呀！李正颤抖着手将大雁还给萧长河。我听说有钱人家定亲纳彩的时候都送大雁，寓意一对新人不离不弃，白头到老。如今这一双大雁自己送上门，长河，你家老二这婚事是天作之合呀！是啊是啊，这种事儿我老头子也是第一次见，谁说不是呢？在场众人纷纷点头。娶妃成行，只成烈也，明嫁娶之礼，长幼之有序，不相逾越也。人群中孔夫子的声音响起：大雁人心，最懂长幼有序，礼让谦恭，如此吉兆，依老夫看，此女大吉。孔夫子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村民对他十分敬重。这一番话说完，叶落心在大家心中的形象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哼，听见没？我这儿媳妇是福星，福星。新房里，叶落心端端正正坐在床边，新房里收拾得很干净，连窗纸都是新换的，床幔特意用的大红色，红色的被褥上面撒着一把花生红枣。院子里说话的声音影影绰绰传进屋里，叶落心竖起耳朵努力分辨，还是不太能听清外面在说什么。他有些紧张，毕竟没谈恋爱就结婚，这属于盲婚哑嫁，他身无分文，卖身契又在人家手上，以后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房门吱呀一声响了起来，杨凤端着一碗面条走了进来。二弟在外面陪客人喝酒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快，你先把这碗面吃了，垫垫肚子。见叶落心不动，杨凤又把碗往前推了推。你快吃，一会儿该凉了，我去外面看看还有什么要帮忙的。等杨凤走出房间，叶落心小心翼翼地把那碗面端了起来。他拿起筷子，挑起2根面条，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本还想矜持一下的胃，这下彻底控制不住了。没多一会儿，一碗面条就见了底。他捧起碗，小心翼翼地把已经变得温热的汤一口一口喝掉，连汤底的2根碎面也没有放过。吃完之后，他终于满足地叹味了一声，好久没有吃得这么畅快过了。前一世他因为身体不好，胃口很差，这一世原主只有爹娘在的时候才能敞开肚子放心大胆地吃饭。可是那些记忆太过久远，久远的像梦一样。既来之则安之。叶落心安慰自己，萧家虽然穷了点，但对自己还不错，以后总能想到赚钱的办法。想着想着，他便靠着床边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门又响了一声。叶落心想要睁开眼，却觉得眼皮沉重，怎么也睁不开。怎么坐在这里睡？先起来把药喝了再睡吧。听见萧木的声音，叶落心一个机灵就醒了过来。你回来了。他捧起碗，发现药汁已经没那么热了，就一口气全都喝了下去。刚刚放下碗，萧木就把桌上的红枣推了过来，有些不自然地说：药苦，吃这个去苦气。农家人起得都比较早，叶落心醒来的时候，身边的人已经不见了，床上没有一丝残留的热气，应该是起了很久了。叶落心赶紧起来穿好衣服，虽然不懂这边的规矩，可是他决定先勤快一点。他跑到院子里，发现厨房里面已经有炊烟升了起来，徐正香和杨凤都在里面忙活。娘，大嫂。叶落心有些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口，徐正香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倒是杨凤
凤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边不用帮忙，你洗漱完就过来帮忙端菜。”好，有了流程，叶洛心就不那么无措了。洗漱之后，他就往厨房这边来。你来端这个。杨凤指了指2盘菜，一盘是昨天剩下的席面上的菜，另外一盘是刚炒好的水芹菜。叶洛心端着2盘菜去了堂屋，杨凤和徐正香也紧随其后。男人陆陆续续都走了进来，看样子是早起下田干了一会儿农活。他们洗干净了手脸，往堂屋来。杨凤给每人都盛了一碗糙米粥，大家都不说话，坐下来开始吃饭。叶洛心学着大家的样子，从笸箩里拿了一个馒头，就着稀粥慢慢的吃。昨天吃得好睡得好，今天感觉身体轻便了不少。喝了几口粥，碗里突然多了2块猪肉和1筷子炒芹菜。叶洛心歪了歪头，是萧木给他夹的。萧木没有看他，也没有说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喝着碗里的粥。叶洛心有一点高兴，这个男人好像没有看起来那么凶。萧景最先吃完了饭，擦了擦嘴：“娘，今天晚上吃大雁吧，昨天捡到的那2只。”提到大雁，徐正香有些不自然地看了看叶洛心。本来他觉得叶洛心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可现在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此女大吉。吃什么吃啊？2只大雁贵的嘞，今天让你二哥拿去县城，顺便卖了。吃过饭，萧长河分配了今天的任务，萧松、徐正香还有杨凤跟他一起下地，萧木去衙门改婚书，顺便卖大雁，萧景去学堂。至于叶洛心，暂时留在家里养病。我也能干活。你这个小身板下地能干多少活啊？在家好好养着吧，免得回头病重了还得多花钱。咱们家人手多，不差你一个，听你娘的，在家里养着吧。你留在家里吧，仓房里有晒草药的扁筐，一会儿太阳出来，你把筐都搬到院子里，里面的草药再晒2天就干了。好，我们中午不回来吃饭，你要是饿了，就自己热2个馒头吃。厨房缸里有咸菜啊，盖帘下的盆里还有昨天剩下的肉菜，你想吃就热一下。杨凤也嘱咐道。好。没一会儿，家里人全都走了，热闹的院子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太阳还没出来，叶洛心先去厨房把早上用过的碗筷洗了，给他煮的药已经放凉了，他端起药碗几口就喝了个干净。田间路上，萧长河对徐正香说：“一会儿老二去把婚书改过来，那洛心丫头可就成了咱家真正的儿媳妇了。这事儿没有回旋余地，你也别再想其他的了。”哼，我想什么？我之前就是觉得叶家欺人太甚，咽不下这口气。再说，不是你专门挑的儿媳妇吗？对方说换就换，你就不难受？昨天老二和我说了，让咱们别为难他。我是想给他选个好媳妇儿，可也得尊重他的意思，毕竟他可是……萧长河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徐正香却听明白了。我也不是那不能容人的。再说，昨天夫子不是说了吗？这丫头是有福之人，只要她好好过日子，我没话说。你办事儿，我哪有不放心的？哎，这些年咱们家多亏了你，日子好不容易好过一点，这又欠了20两的外债，少不得还得再紧一紧，争取明年年底前把债都还上。提起外债，徐正香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哎，20两银子呢，就算卖了秋粮，也顶多能剩下10两。老二家的还得看病抓药，老三还要读书，老二能挖到一些贵点的药材还好说，不然呢，真得勒紧裤腰带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且走着看吧。萧长河安慰老伴，说话间就到了地头，正是农忙季节，村里人早早都来到了地里，和离得近的打过招呼后，萧家几人也不再说话，每人2垄地，闷头就开始干了起来。晌午过后，萧木从县衙赶了回来，他刚进院子，就看见叶洛心正在细心地收拾晾晒的草药，阳光照在他的脸上，被细密的汗珠折射出几点光晕，将两鬓细小的绒毛都映得清楚起来。几颗汗珠慢慢滚到一起，沿着眉梢和脸颊一路向下，顺着白皙的脖颈往更深处流去。萧木忽然觉得今天的太阳太大，晒得人浑身燥热，他有些不自然地咳嗽了2声，然后抬腿继续往里走。叶洛心抬头看见萧木之后，赶紧站起身来：“你回来了。”萧木没有多话，目光倒是盯在叶洛心的手上，没有离开。我是看到川芎里面混着木香，便想着把木香挑出来。你认识草药？不太认识。叶洛心立刻意识到自己漏了破绽，原主不应该认识草药的。小时候娘教过我只记得1点。萧木心中有数，能准确地认出川芎和木香，恐怕不只是认识1点而已。你既然认识，就把木香都挑出来，单独放到一个扁筐里。这次是徐正香帮着晒的草药，把木香和川芎混到了一起。他原本想着等晾干了自己找时间挑出来，现在有了叶洛心，他倒是省去了很多麻烦。想到这里，他又不由得多看了叶洛心几眼。叶洛心低头抬筐，结果动作太猛，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就要向前栽倒。萧木赶紧扔掉手中的东西，上前2步将人给接住了。完了，不会摔个大马趴吧？太丢人了！没想到下一刻，他的身子就落到了一个宽大的怀抱中，搂着他的臂膊十分有力，稳健的心跳就停在耳边，让他不自觉地红了脸。
眩晕感散去后，叶洛心赶紧站了起来，解释道：“我就是蹲得太久了，有些头晕。不着急跳，回屋歇着吧。”叶洛心站在原地没有动，萧木看向他，见他盯着地上的自己刚刚扔下的东西，过去将袋子捡了起来，心虚的往身后藏了藏。没什么，都是家里用的。哦，叶洛心点头，他刚刚只是看到了一个漂亮的木钗，多看了几眼而已。萧木把东西送进堂屋，转身出来，看见叶洛心还站在院子里。我去河边起地笼，你要和我一起去吗？听见这话，叶洛心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去！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河边，走到萧木下地笼的地方，他让叶洛心站在岸边，自己则脱了鞋袜，卷起裤腿走到河中央。他循着记号找到压住地笼绳子的石头，抬起地笼的顶端，很快便将一条用竹篾编成的地笼往岸上拖去。萧木回到岸上，找了一处平地，抬起地笼的中间部分，将地笼口朝下，先头出来了几条巴掌长的小鱼和几只小虾。叶洛心赶紧伸手去捡，正捡得高兴，一条又黑又长的鳝鱼像是蛇一样滑了出来，落在地上还不断扭动，吓了叶洛心一跳。紧接着2条、3条、4条，等萧木停下动作时，地上已经有了8条胳膊一样长度的大鳝鱼。萧木一时也被今天的收获给惊住了，他从去年开始在河里下地笼，还从来没有捉到过这么长的鳝鱼，更别说一次捉8条了。拿来的竹篓显然不够装，快回家取一个大点的竹篓。好。叶洛心心中兴奋，脚步便迈得飞快。萧木低头抓鱼，再抬头时，那个柔柔弱弱的小女人就不见了身影。没多一会儿，他就背着家里的大背篓跑了回来。趁叶洛心回去的功夫，萧木已经把鳝鱼又都抓回了地笼。这次他让叶洛心扶着背篓，他自己则将地笼的口对准背篓，直接倒了进去。哗啦，一道重物落地的声音响起，8条鳝鱼都滑进背篓，几乎将背篓装了个半满。萧木折了几把野蒿，用蒿梗将背篓的口封住，同时也掩盖住了里面的东西。其余的小鱼小虾则被萧木装进了小竹篓中。他重新下水，安放好地笼，自己背起大背篓，让叶洛心拿着小竹篓，两个人满载而归。刚走进院子里，刚好萧长河也带着其他人回来了。看见两个人手里的东西，萧松先开口问道：“起地笼去了，怎么还顺便割了猪草？这种野蒿味太大，猪不吃，不是猪草。”萧木放下背篓：“是好东西啊，什么好东西？”杨凤凑上来看，当他看见萧木拨开野蒿，露出里面的鳝鱼时，忍不住大叫了一声：“我的个亲娘哎！喊什么喊？叫魂儿呢？娘！哎呀，真是好东西！哎呀，这是从哪里弄的？地笼里起的，就咱们那河里还有这好东西呢。”萧松也凑了上来：“真的是河里抓的，这还有一些小的。”好，鳝鱼可是大补的好东西，这都多少年没吃过了。今天晚上咱们改善改善，吃鳝鱼面。一听说吃鳝鱼面，连萧长河都高兴起来。这个好，你娘做的鳝鱼面那可是一绝。商店好了晚饭，男人们继续去后面的山上干活，女人们则留在家里做饭。不知道是不是受心情影响，叶洛心觉得徐正香今天对自己的态度都好了一些。你会石头鱼吗？徐正香问他。叶洛心有些不好意思，他以前也收拾过鱼，但鳝鱼这种滑不溜手的还真没碰过。看他的面色，徐正香就知道他不会，于是挥手道：“那你先去把药熬上，再给缸里添上水，把剩下的鱼放进去养2天。”好。叶洛心答应下来。打水的间隙，他看见徐正香拿一把刀把鱼肚子划开，把里面的东西都掏了出来，然后把鱼洗干净，切成几段。鳝鱼很滑，一个个扭曲着身体想要逃跑，但是徐正香动作十分干脆，手起刀落，丝毫不拖泥带水。杨凤在屋里和好了面，出来的时候就看见叶洛心正傻站着看切鱼。累了就坐着歇一会儿。嫂子，叶洛心有些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偷懒被人当场抓到了一样。娘就是怕你尴尬，给你找点活干，没指望你干多少。娘的脾气是大了点，但人可好，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叶洛心重重点头，他哪有不明白的？这个家是徐正香做主，如果徐正香不允许，杨凤昨天也不会给自己送面条。这几年年景不好，河里的鱼都被抓得差不多了，萧家也是难得吃一次鳝鱼面。晚上萧景放学回来，循着香味看见了锅里的鳝鱼面，高兴的在原地蹦了2圈，被徐正香拿筷子敲了一下脑袋，这才放下书箱去洗手。面条爽滑弹牙，汤汁浓郁鲜香，大家吃的都很尽兴。叶洛心被带动着也吃了2碗面条。晚饭过后，叶洛心和杨凤一起收拾了桌子，刷了碗，然后回到自己的屋里洗澡。洗完澡出来时，萧木还没有回屋。叶洛心坐在桌子旁边擦头发，忽然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根木簪，簪子用淡黄色的木料雕刻而成，簪体光滑，雕工细致，顶端一朵梨花栩栩如生。他觉得有些眼熟，这不就是自己白天在地上看到的那个簪子吗？原来萧木真的是买给自己的。叶洛心轻轻抚摸着花瓣上的纹路，心中又多了几分欣喜。他以前很喜欢汉服，还曾经买了一个柜子专门放置那些配饰，可他现在觉得手中的这根簪子是最漂亮的，因为这是他在这个世界得到的第一份礼物。月上柳梢时，萧木从外面走了进来，他进门先朝桌子上看了看，见木簪已经被收了起来，就知道叶洛心已经看到了。可萧木不回来，他也不想先睡，便从床头拿
拿了一本《左传》，坐在床边看。听见门响，他立刻放下书站了起来。我就随便看一下。想看就看，不过你竟然识字。萧木比较意外，其实也不认得多少，小时候爹和娘教了我一些，这么多年不看，都忘得差不多了。他这也不算撒谎，原主的爹和娘在他小时候确实教过他识字的。听说叶落心父母离世的时候，他也只有7岁，7岁的孩子，父母已经开始给他启蒙，应该也是打算把他培养成大家闺秀的。只是可惜造化弄人。萧木在心中感叹了一下，看向叶落心的眼神变得更加温柔。你想看什么书就和我说，老三那里有不少，要是有不懂的还可以让老三教你。听了萧木的话，叶落心微微点头应下。他现在算半个文盲，有时间是得好好学一下。农家过得都很节俭，平日里不能点灯就尽量不点灯。萧木见叶落心有些困了，就让他先上床休息，自己则熄了灯，摸黑去洗澡。今天的月亮很大，等到萧木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月光正好透过窗棂照在床上，流光如雪，衬得叶落心的侧脸也如同白雪一样晶莹。今天白天，萧木就发现了叶落心的皮肤很白，如果脸颊和脖颈都这么白的话，那么身上……想到这里，萧木的喉结不觉得滚动了一下。他躺到叶落心的身边，闻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觉得有些心浮气躁。他身子不好，况且自己还不喜欢他，不能压抑住脑子里的想法。萧木开口对身旁的人说道：“我明天要去山里，估摸着得小半个月能回来。你的药要是吃完了，记得和娘说，让她带你再去医馆看一下。”听说萧木要走，叶落心倒是不吃惊。他知道萧木是靠跑山谋生活的，一年大概得有半年多的时间都在山上。按理来说，我应该陪你回门之后再走，可是你和叶家的关系已经没有关系了。叶落心翻了个身，面对着萧木抢答：“他们不是把我卖了？”好，那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叶落心点头，眼睛亮晶晶的。这一夜，萧木睡得都不太安稳。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他便起来了。徐正香昨天晚上已经烙了20张饼，又用竹筒装了2个竹筒的咸菜，把这些都和萧木常用的工具装在了一起。娘，我自己来就行了，你再回去睡会儿。山崖陡峭，路上小心些，爬不上去的地方不要勉强。夜里睡觉也警醒着点儿，钱不是一时就能挣得完的。知道了，娘。正准备走的时候，叶落心也起来了。既然起了，去送送你男人。叶落心看萧木背后背着竹篓，身上挎着布袋，头上戴着草帽，手里还拿着一根光滑的木棍。路上小心。叶落心送萧木到门口。我在家等你回来。叶落心小声道，尽管声音不大，可是萧木听得很清楚。这声回答比刚才更响更坚定。回去吧。说完，萧木头也不回的上了路。虽然是已经走了很多遍的路，可是他觉得今天的路格外平坦，心情也更加舒畅。叶落心一直站在门口，直到萧木身影消失，才转回头往厨房走。今天也不用你下地，你一会儿吃完饭把鸡和猪都喂一下，然后再把昨天草药拿出来晒一晒。知道了，娘。干完这些，我再去割一筐猪草。叶落心主动给自己揽活，徐正香听了挺高兴。行，你自己掂量着干，别累到了。我知道了，娘。去田里的路上，徐正香对萧长河说：“老二家的挺懂事，今天早上知道起来送人呢。”老二的眼光毒得很，他相中的人应该不会错的。这孩子就是身体弱了点儿，要是搁3年前，保准能很快养过来。现在，萧长河叹了口气。3年前，萧木第一次跑山就挖了一棵何首乌，卖了50多两银子。萧家用这笔银子修了房子，又给老大萧松娶了媳妇儿。本以为这种机缘还多的是，可是3年过去了，萧木再也没挖到那么值钱的东西。嗨，那就慢慢养呗，还能怎么办？现在外债压身，家里的鸡蛋我都舍不得给老三吃，能多卖点钱就多卖点。后天镇上不是有集市吗？听到这个，萧长河突然问：“你去集市上看看，要是有合适的鸡苗，再买2只。咱家现在2只鸡，总共也下不了几个蛋。”我倒是想多养，可是去年那5只都没有活，白瞎了我40文钱。去年和今年又不一样，总不能不养了不是？萧长河拍了板，转眼就到了赶集的这天。早上，徐正香破天荒的没有起太早，而是等太阳露头了才起来。叶落心在杨凤的帮助下准备了一顿早饭。今天都不下地，你们俩陪我一起去集市上把攒下的鸡蛋卖了，顺便再买几只鸡苗回来。好的，娘。杨凤最喜欢去集市，早上做饭的时候就跟叶落心念叨了好几次。如今听徐正香一说，便回屋去换衣服。叶落心没有什么新衣服，只有嫁衣和当初杨凤给的一套衣服。她倒是想把杨凤的衣服还回去，可是实在是没有换洗的，只想着以后日子过好了，还杨凤一套新的。市集在10里外的青树镇，每到这个日子，村口就会有拉脚的牛车。徐正香跟车夫讲了价，3个人一共给5个铜板。集市上十分热闹，周围村子的人只要家里有点存货的，都想拿到集市上换点东西。画好的摊位都会收摊位费，不想交摊位费的就在外围的路边蹲着，把东西摆出来，也会有人来问价。徐正香他们来的还算早，在路边找了个显眼的位置就蹲了下来。这次一共拿来了40个鸡蛋，按照集市上的价格，2个鸡蛋能卖3文钱，这一筐就能卖60文钱。可一直蹲到晌午，只来了1个主顾，要了10
10个鸡蛋，篮子里还剩下30个。徐正香有些着急，这30个鸡蛋要是卖不出去，他们还得带回去，半个月后再来，这鸡蛋就不新鲜了。叶洛心也没想到卖个鸡蛋能这么费劲，他本来还想着看看人流量，自己琢磨个合适的小生意做，可他站了半天，发现最大的问题不是人流量，而是乡下人都没有钱，没有钱，有再多的人都没有用。娘，我们要不然换个位置吧。唉，换位置有什么用啊？赶集的人来来往往的，在哪里都一样。我看镇上的人好像都是从西边过来的，有一些人过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提着鸡蛋了，咱们挪到西边去，没准能卖得快一些。徐正香对此并不赞同，可看着篮子里的鸡蛋，他打算死马当做活马医，好歹试一试。3个人往西边一路走过去，快走到头时，正好一个卖菜的农民收拾摊位离开，3人就占了他的位置。没多一会儿，就有一个老太太走过来，看他们筐里的鸡蛋。徐正香连忙招呼着：“大姐，要买鸡蛋吗？咱们这个鸡蛋可新鲜了，都是最近刚下的。多少钱一个？”老太太问。3文钱2个。你给我算便宜点，这些我全要了。全要了。大姐，一看你就是有眼光的，咱们这个鸡蛋可都是老母鸡下的，个顶个的大，有的还是双黄蛋，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便宜的了。你要是全都要了，我白送你一个，你看行吗？老太太也是相中了筐里的鸡蛋。那你送我2个，我全都买下来。白搭2个鸡蛋有些心疼，可是能一次性卖出去也是好的。徐正香答应下来，数了数，筐里一共30个鸡蛋，送出去2个，那就是28个。2个鸡蛋3文钱，28个那是多少钱呢？一共是40文，给你拿着吧。老太太先算了出来，递了钱就想拿鸡蛋走。大娘，这个数不对。怎么不对了？娘说送你2个鸡蛋，那剩下应该是28个，2个3文钱。我们把这些鸡蛋分成14堆，一堆3文钱，应该是42文钱。对，我儿媳妇说的对，大姐，一共是42文。老太太本来以为他们几个乡下妇人不会算账，能占点便宜就占点便宜，可没想到这个小媳妇算得这么明白，便宜没占着，顿时有些不高兴了。我看你们这些鸡蛋也没有多新鲜，3文钱2个，有些贵了。大娘，您放心，我们也是经常来集市上卖鸡蛋的，东西保证好。大娘，您是有眼光的，要不也不能一眼看中我们的鸡蛋。您看着气度不凡，一定是大户人家吧？其实你们大户人家也不在乎1文2文的，图的就是好吃。您尽管放心，我们的鸡蛋绝对新鲜。老太太被奉承的开心，心中的那点不快也就消失了。行了，42文就42文，你给我装起来吧。杨凤和叶洛心一个一个的把鸡蛋放进去，徐正香也收了铜板，数好了放进荷包里。等到老太太一走，3个人相视一笑，高兴的收了摊。今天收摊早，老二媳妇又帮着追回了2文钱。走，娘给你们2个买油饼吃去。太好了，他来集市上最大的兴趣就是改善伙食。每次徐正香心情好，都能买点好吃的解解馋。有一个卖油饼的大锅正冒着烟，油饼4文钱一个，有脸那么大。徐正香买了一个饼，让老板给切成2半，给2个儿媳妇一人1半。娘，给你先吃。杨凤将油饼递到了徐正香的嘴边，徐正香咬了一大口下去，很香。叶楼仙也把自己的撕下一大块。娘，你吃吧，我不饿，剩下的你们吃吧。 3个人边吃边逛，逛着逛着，走在前面的徐正香脚步忽然停了下来。叶洛心没留神，差点踩上了他的鞋跟。娘，你怎么不走了？他揉了揉被撞的头，向前看去，也立刻知道了原因。对面邹氏带着叶青青正朝这边走过来。徐正香看见邹氏就气不打一处来，可当着叶洛心的面，他不想再说那些难听的话，便扭过头，不打算理这娘俩。谁知对面的邹氏却主动凑了上来。哟，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不是我亲家母吗？还有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怎么嫁了人连自己的娘都不认识了？这还是叶洛心第一次正式的见邹氏母女二人。叶青青一身绸衣，打扮得像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邹氏小个不高，眉间2道深深的竖纹，看样子像是大小姐身边的老妈子。谁是你亲家母啊？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别忘了，成亲那天你女儿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这是还惦记我宝贝女儿呢呀？我们青青那可是有大福气的，将来是要做官太太，吃香喝辣的，哪能跟你站在街头啃着4文钱一张的油饼？就你们家那落魄户，能娶到二丫头这种灾星，就已经烧高香了。不过我得提醒你，让你家老二上山小心些，别被狼给叼走了。呸！放你娘的狗屁！徐正香双手叉腰，我看你才是嘴上没德，命也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你那德行，还想养出官太太？哼！集市上人来人往，走过路过的听见一耳朵吵架，就都停住脚步，围上来凑个热闹。娘，叶青青使劲扯邹氏的袖子。她那天之所以逃婚，是因为她早就暗中勾搭上了许家的小儿子。许公子出身富贵，又在
刻苦读书，将来要是考上了功名，自己可就是货真价实的官家夫人。这么好的前途摆在眼前，她自然不能嫁给萧母去受苦。娘，我们赶紧走吧。哼，你自己没那个本事，倒也不用嫉妒我。要不是我这没良心的女儿嫁到你家，我看你一眼都嫌脏了眼睛。我娘是苏如玉，你不是我娘。一直没有说话的叶落心突然开口道，这么多年，这是叶落心第一次反驳他，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好你个小贱蹄子，这么多年我供你吃供你喝，就算是条狗也养出感情来了。要不是你，我们家早就发达了。转身你就不认人了，我看你不仅是个丧门星，还是个白眼狼。骂完他就抬起手，准备像以前一样扇叶落心几个巴掌。徐正香这个人一向护短，自己家的孩子自己怎么打骂都可以，别人动一根手指头都不行。看邹氏抬手，他一把攥住了邹氏的手腕。哼，你敢动一个试试？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将洛心卖给我家了，现在他是我家人。那还不是你儿子逼的？好好的，我怎么会卖女儿？看周围人都伸长了脖子，看得津津有味。徐正香用力甩掉周氏的胳膊，把他推了个趔趄，面向周围人道：大家伙都听听，青天白日的，我们一个破落户哪来的本事逼迫他们这富贵人家？还不是他家耍无赖，非要把姑娘卖给我。我当初买这个丫头可是花了50两银子呢。50两？这么贵？这家人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就是，要我说，就是为了这么多钱吧，那可是50两呢。叶落心皮肤雪白，五官精致，特别是一双眼睛明亮干净，不笑的时候眼睫也带着弯弯的弧度，就是身材瘦小，一看就是常年吃不饱饭。这样的姑娘就算比一般人家的女子漂亮些，在人牙子手里顶多也就卖个10几两，这农户家肯定是吃了亏了。众人的窃窃私语一句一句的传到两人耳朵中。徐正香趁热打铁，现在这年景，就算是日子过得苦了点，可谁家就舍得卖女儿了？还不是因为不是自己生的，隔着肚皮。原来不是自己生的呀，怪不得会卖呢。大伯娘，叶落心对着邹氏突然跪了下来，把众人都看得一愣。大伯娘，你养了我这么大，心儿对您感激不尽，只是这些年心儿吃不饱睡不好，尽心尽力的照顾大伯一家，父亲留下的产业当初也全数交由大伯打理，心儿一分都不带走，这些也算是还了大伯一家的养育之情。如今你们既然将我卖掉，恕心儿以后就不能再伺候在大伯娘左右，求大伯娘手下留情，不要再打我了。面对叶落心明着感激实际指责的话，邹氏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叶记绸缎庄？那可是我这个儿媳妇的亲爹开的铺子。多年前他亲爹亲娘出了事儿，他大伯就接手了人家的铺子和孩子。这么多年过去了，铺子花没了，孩子也被他们两个黑心干的给卖了。哎，要是这孩子的亲娘泉下有知，看见自己的女儿落得这么个下场，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呢。人心就是这样，在不关乎自己利益的时候，正义感总是比较强。徐正香寥寥几句话就勾出了一副富贵人家托孤，结果亲戚占了钱财又虐待孤女的故事。这家人还真是没良心啊！叶记绸缎庄我也听说过，当初生意很好的，里面的绸缎花样十分好看，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销声匿迹了。原来是出了这样的事儿，这一家人心真黑。就是收了人家那么多钱财，竟然还把人家女儿给卖了，这也太猪狗不如了。你们别听他胡说，这些年要不是我，这丫头早就饿死了。那你到底收没收人家的银子？就是啊，光那个绸缎庄恐怕也得有上千两银子了吧？养个姑娘而已，能花几个钱？这要是把钱给我，我肯定得把姑娘养得溜光水滑的，哪能养得这么瘦？真惨呐！就是啊，你们看他自己家的女儿倒是身材标致，穿的也好，原来用的都是别人的钱，简直是猪狗不如。邹氏本想好好恶心一下徐正香，实在没想到事情是这个走向。叶青青快被他娘给气死了，好好的逛个集市，他娘非得找这不痛快，要是让许公子知道了，肯定会嫌弃自己。想到这里，他也顾不得邹氏了，猛地一转身，钻出人群，快步离开了这里。邹氏怕叶青青走远了，也顾不得和徐正香吵架，一转身灰溜溜的逃走了。看见邹氏落荒而逃，徐正香总算是出了胸中那口恶气。杨凤赶紧伸手把叶落心扶了起来。叶落心转身问道：娘，你怎么知道我家以前的事？都是老二打听到讲给我听的，他怕我觉得你是个灾星，特意去打听了这些消息告诉我。嗨，他也真是的，那个邹氏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连这点事儿都拎不清吗？徐正香说的正义凛然，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对叶落心态度是转变，是因为成婚当天掉落的那2只大雁。他的话又让叶落心想起了那个离家多日的男人，已经第12天了。叶落心突然发现，原来自从他离开，自己一直在默默地算着日子，手里没多少钱。徐正香本来不打算买新衣服的，况且杨凤和叶落心都是儿媳妇，虽然叶落心是新婚，但是
杨凤这些年一直都很听话，总不能偏了这个，或者是相亲了那个。可是刚才邹氏竟然嘲笑他们穿的寒酸，哼，他徐正香就是少吃一口，也不能让人小瞧了去。抱着这样的想法，娘，我不用买衣服，家里还有3、4套呢，都没破。娘，我也不用。我说买就买。徐正香的倔脾气也上来了，不过成衣买不起，他带着2个媳妇到了旁边的布庄，布庄里料子花样也很新，不过好看的大多不便宜。老板娘看他们3个挑了半天都没打定主意要买，就知道这是钱不充裕的主顾。她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块淡青色的料子，对徐正香说：“客官，要不要看看我这块料子啊？这块料子质量好，颜色也艳丽，就是花样老了点，但是便宜呀，这不到20尺的料子，给我200文就成。200文。”徐正香在心里算了一下，200正好是一件成衣的价格。他自己做的话，这些料子做2套衣服还能有剩余，怎么算都划得来。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个料子，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你要是嫌弃花样老，这样我这里有些碎布头，这一堆算你5文钱，回去拼上点，不就好看了吗？徐正香看了看所谓的碎布头，其实都有巴掌那么宽，回去那个鞋底子是足够用的。那我就只要这些吧，这些碎布头可拼不成一件衣服。没事儿，我买来有别的用处。徐正香最后拍了板，老板娘脸色不那么好看了，大单的生意没有做成，最后就卖了点破布。不过苍蝇腿也是肉，能卖5文是5文。他把碎布头装到一起，全都卖给了这3个人。徐正香拎着老板娘给装好的布料，又带着2个儿媳妇去买了8只鸡苗和1小袋糙米，就坐着车往回赶。哎呀，衣服没钱买，可一人给那个鞋底子还是不成问题的。这堆碎布里头有不少好料子，可以弄2双好看的鞋面。今天运气还真不错。回去的路上，徐正香想，只是他没想到家里这会儿有更好的消息在等着他。他们3个回了家，叶洛心一眼就发现院子里多了东西。是萧木回来了吗？等走进堂屋一看，果不其然，不仅萧木回来了，就连萧松和萧长河都在屋里。他们3个正围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你们3个干什么呢？围在一起叽叽咕咕，神神秘秘，是不是老二又得了什么宝贝啊？嘘，什么呀？徐正香很少看见萧长河这副模样，立刻降低了声音，轻手轻脚凑上去看。杨凤也紧随其后，叶洛心不敢上前，就站在门口张望，正好看见萧木抬起头，眼中含着笑意，比平时清冷的面容不知道生动了多少。过来。叶洛心轻抬脚步，怀着满满的好奇走了过去。等他走近，你看，他低下头，就见竹篓里铺了厚厚的苔藓，苔藓上面一棵比指头粗的类似人形的植物躺在那里，他身子白白的，头上顶着几片绿叶。哎呀，这是人参呐！到底是徐正香见识多，一眼就看出了那个人形植物是什么。人参。叶洛心不由得又多看了几眼，以前在书本上倒是经常见到，也吃过切片的、打粉的，还有晒干装在盒子里的，这还是第一次见这么鲜活的。哎呀，这玩意儿老值钱了吧？杨凤瞪大了眼睛。以前师傅挖到了差不多大小的，卖了50两银子。那这个岂不是也……杨凤捂住嘴巴，没有继续说下去。不止这一颗，下面还有一颗。萧木说着，翻开一层苔藓，下面竟然还躺着一颗差不多大小的人参。老头子，哎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娘，是真的，真是人参！快闭嘴，小点声。对，小声点，不能让别人听到。快把这背篓放到仓房里锁起来。话音刚落，他又改了主意。不行，放在仓房里我也不放心，这玩意儿就得摆在我眼前才行。行了，别瞎忙活了，就拿到我屋墙角里放着，留不了。听见老两口都这么说了，萧木只好把东西拿进了父母的屋里。徐正香要一直盯着人参，最后晚饭还是叶洛心和杨凤做的。今天高兴，萧长河说把之前养着的鳝鱼全都炖了吃，庆祝一下。萧景回来时见自家大门紧闭，里面还上着锁，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使劲的拍门喊人。当他见到那一盆鱼的时候，总算明白了，家里难得吃的这么好，是不能让别人占了便宜去。不过吃饭的时候，萧景总觉得家里的气氛很怪。首先是他那个一向身体强健的娘竟然说身子不舒服，不想吃饭，然后就是剩下的这些人，他们一个个高兴的好像捡到了宝，特别是大嫂，光捧着一碗糙米饭在那啃，连鳝鱼都没尝一口，也不知道傻乐个什么。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哪有的事，小孩子别问那么多，趁着天还没黑，吃饭了就读书去。不对，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对劲儿，你们肯定有事情瞒着我。萧景今年只有13岁，萧长河怕他沉不住气到外面炫耀，早就和其他人说好了，先不告诉他。所谓财不外露，这种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咱家能有什么大事？快读书去，家里还指望着你考秀才呢。事出反常必有妖，萧景满腹疑惑，可没一个人肯给他解释，只好满腹狐疑的回了屋。晚上，萧长河和徐正香睡不着，还借着月光盯着眼前的竹篓。
孩子他爹，有了这2颗参，咱们可就能还上外债了。不光能还上外债，还能攒上一笔。之前你不说要垒个大点的鸡窝吗？这回我给你弄个双层的，养上它10几20只。萧长河看着自己媳妇，也跟着高兴。哎，他爹，之前小荡村的人都说老二媳妇是什么丧门星，可是你看看，自从他进了门，咱家都发生了多少好事了。前些日子的鳝鱼，这都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你说哪有那么巧的？我看孔先生说的没错，咱们这个媳妇就是个福星。萧长河十分赞同自己老伴的说法。我都说了嘛，咱们老二的眼睛最毒，他看上的人那绝对不带差的。那大雁是随便什么地方都掉的吗？肯定不能啊！你等着吧，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听见萧长河这么说，徐正香心中更美了。之前还觉得那50两银子亏了，现在看看简直是赚翻了。早知道这样，再多花50两，他也是愿意的。2个人越聊越高兴，等睡着的时候，都已经是下半夜了。另外一边，萧木和叶洛心的房间里，晚饭后还是叶洛心先洗了澡。等萧木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因为没看清，他一下子撞到了墙边的桌角上，哗啦一声响。叶洛心先是吓了一跳，等看到萧木气急败坏的表情，不知道怎么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桌子好硬啊，疼。声音里带着些委屈。撞到哪里了？要不要紧？不知道，就是疼得很，应该没什么事吧。快来，我帮你看一下，到底伤到哪儿了？他上下打量，这里。萧木指着自己的后腰，这儿吗？叶洛心顿了一下，要是胳膊腿受伤了还好说，伤在腰部，想检查萧木就得脱衣服。他从来没有见过男子的身子，这种事情光想着就让人面红耳赤。要不你还是自己看吧，这个地方我看不到。叶洛心安慰自己，自家男人看一眼就看一眼，应该也没什么吧。那你把衣服掀起来，我给你看看。萧木没有迟疑，干脆利落地脱掉上衣，露出了上半身健硕的肌肉。萧木的身体比一般的农家人都要强壮，可是他的身材却很好，宽肩窄腰，背脊挺直，仿佛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连腰间都没有一丝赘肉。叶洛心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又赶紧闭上了眼睛。可萧木那结实的肌肉和健美的轮廓，就仿佛刻进了他脑中一样，挥之不去。好像没什么事。真的没事吗？可我还是觉得很疼，你要不要再仔细看一下？叶洛心不得已睁开眼睛瞄了一眼，又快速闭上。没事。好吧，那我穿上衣服了。听出了萧木语气里的笑意，叶洛心突然意识到他是故意的。他睁开眼睛，你干嘛要故意吓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本来是疼的，可是一看就没那么疼了。叶洛心哪里受过这样的撩拨，脸顿时更红了。行了，睡觉吧，明天卖了参，我带你去抓药。萧木替他解围，叶洛心这才意识到，原来不光是他记着日子，萧木出门在外也一直记着他吃药的日子呢。他的药刚好要吃完了，他也就回来了。分开了10几天，2人之间的距离倒好像是拉近了不少。他们1里1外躺在床上，隔着的距离比之前近了一些，一夜无话。第2天早上，徐正香亲自下厨，做了稠稠的玉米糊糊，里面放了粗盐和青菜叶。吃饱后，萧木背着竹篓，在萧松的陪同下一起去了县城。萧木常年卖草药，早就有熟悉的药铺，他也不到处打听，直接带着2颗参就去了许家药铺。好久都没看见你来了，这次有没有挖到好东西？家里的药材都晒干了，不过刚得的好东西也是有的。萧松把身上背着的药材放了下来，许年示意伙计带着他去过秤检查，自己则一直盯着萧木手中的那个背篓上。萧木把背篓放到桌上，轻轻掀起盖在上面的苔藓，让里面的人参露了一个头。掌柜一看人参头顶的炉头，外面人多眼杂的，你把这个拿着，咱们2个进去看。徐掌柜就带着萧木走进了药铺的里间。许年没用萧木动手，他小心翼翼地把人参拿出来，端详了一下身形，然后仔细数着炉头。不错不错，这颗参看着不太大，却是50多年的老参了。许年摸着山羊胡问萧木，你想要多少钱？我也是第一次挖到这么大的参，许叔说多少就是多少。这参虽不到100年，入药用却也足够了。正好朱府的李掌柜前些日子还问我有没有这等好东西，你也不容易，我就给你60两，你看怎么样？那就按照许叔说的来，不过我下面还有1颗，许叔一起给看看。还有1颗？许年有些吃惊你这个小子为什么不早说？这颗人参比上面的还要小一点，看年头也没有第1颗的年头长。徐掌柜把2颗放在一起看了一下，这2颗虽然一大一小，但是形状互补，放到一起倒是可以凑成一对夫妻参，肯定有人喜欢。你小子也是好运气，这样这颗我也给你凑个整数，给你50两，一共110两。萧木听完喜从心来，这一下子收入110两，能还了外债不说，至少1年之内不愁吃喝了。那就谢谢许叔了。哎呀，咱们2个客气什么？你记得以后得了好东西，第一往我这里来就行了。那是肯定的。2个人边说边起身，许年
撵到了外面，让伙计给萧木结账，110两银子，他要了10锭10两的银子，剩下的10两要了一些碎银子和铜板，其他草药卖的1两1000银子也都要了铜板。哥两个也不多说话，背好银子去街上买了1袋米1袋面，又买了一些猪肉，就雇了车往家里走。今天徐正香和萧长河只干了半天的活，就从地里回来了。他们等在家里，迫切的想知道昨天的2颗参能卖多少钱。萧木把10锭银子摆在2人面前，娘，这是卖参的100两银子，20两还债，剩下的你们放好。好。徐正香笑的嘴都合不拢了。剩下的2两银子我就自己留着了。如今萧木成了家，手里自然要存些银子。行，你一下子交这么多钱，娘也都给你记着，你要是想用了再和我要。都交代好了，兄弟2个就各自回屋了。萧木回到房间，便把自己兜里的钱全都掏了出来。他身上没有荷包，银子都塞在怀里，掏出来的时候哗啦啦撒了一床。这么多钱啊！还有100两都给了娘，我特意换了2串铜板给你，用起来也方便。放在我这里啊？叶洛心不敢相信。对，放在你这里，我留1-2块碎银子身上就行。可这都是你赚的呀，这不是我的。可是我爹的钱就都是放在娘那里的。叶洛心心里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对呀，她现在是萧木的媳妇呢，媳妇管钱也是应该的。她不再矫情，起身去后屋找了个废弃的坛子，将坛子刷得干干净净，才把这些钱都放了进去。现在没有好的营生，这些钱不用随便乱用，将来也许要靠这些钱翻身的。下午我带你去抓药，这次有钱了，先抓上1个月的，差不多能吃到我下次回来。这么快又要上山了吗？叶洛心觉得心里有些空落落的。师傅种的药快成熟了，我得去山上守着，免得被山上的动物给糟蹋了。那这次要走多久？差不多1个月。叶洛心心情低落的垂下头，脑子里的一个念头却越来越强烈。萧木说的是去山上守着，而不是四处走。如果守着的话，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和他一起到山上去？土里刨食终归收入有限，以他现在的情况，不了解当地风俗和饮食习惯，没有知根知底的人脉资源，不如去山上看一看，没准儿有意外的收获呢。他觉得这个念头有点荒唐，可越想越觉得可行。抓完药回来，徐正香已经用新买的面烙了饼，还把猪五花煮成色泽鲜润的酱肉。为了吃得尽兴，徐正香又拿出2个鸡蛋与晒干的蘑菇一起打了半锅的蛋花蘑菇汤。萧景放学回来就被家里的伙食吓了一跳。娘，今天怎么吃夹肉饼还有鸡蛋汤？咱家挖到宝了。吃你的饭，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哎呀，快吃，吃完嫂子再给你卷1张饼，多放点肉。见众人一副你别看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萧景知道自己也问不出来什么，干脆不再好奇，埋头干饭。只要家里能天天吃上这东西，他可以什么都不知道。第2天，萧长河和萧松正常下地，其他人都留在了家里。萧木需要好好休息，吃完了早饭就继续回屋补眠。徐正香则带着2个儿媳妇给他准备上山所需的东西。杨凤知道萧木上山辛苦，给家里交的钱也多，所以平时婆婆偏向着萧木，她从来也不计较。这次走的时间长，得多带点吃的，饼做多了也存不住，就烙上15张，再给他带半袋米半袋面啊，还有衣服，上次穿的那件都刮破了，还得做出2件来。娘，上次剩的料子还有，衣服我来做，还有鞋也得多带1双，山上路滑得准备出来，袜子多带几双。细细的想了一堆东西，徐正香又开始发愁。这次要进山1个多月，以前可从来都没走过这么久。你说他一个大男人，到时候吃饭都成问题。我这个心呐，实在是放不下。娘，要不这次我和木狼一起上山吧？那可不行。徐正香被他吓了一跳，立即否决道：山路难行，你去了可跟不上男人的脚步。再说那山上豺狼虎豹什么都有，万一遇上了，就你这小身板啊，都不够给人家塞牙缝的。娘，木狼说这次是去山上守着，我和他一起走，就是上山的时候慢了点，等到了地方不就不用到处跑了吗？徐正香愣了一下，是这个理儿。他不会做饭，等饼子吃完了肯定饥一顿饱一顿的，下山的时候指不定饿成什么样呢。我去了还能照顾他一下。这一点说到了徐正香的心坎上，他可不就是担心这个。可是叶洛心身体还没养过来，这要是去山上转一圈，亏得更厉害了，那可怎么弄啊？我觉得还是不行，你跟着上山，怕是老二也不会答应。徐正香思来想去，还是没给做这个主。等下午萧木起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和萧木说了。萧木也挺意外，叶洛心竟然有这种想法。还是算了，山上风大，夜里也凉，我怕他遭不住。我能行，我从小洗衣做饭，去山上挖野菜捡蘑菇也都干过，不是一点苦都吃不得。再说这段时间喝药，我的身体也好多了。看叶洛心清澈的眼神里透着那股倔强又坚定的神情，萧木忽然觉得很有意思，他以前还是小瞧他了。带你去也行，但是说好了，万一觉得苦，可不能哭鼻子。我才不会。被萧木这么一调侃，叶洛心又脸红了起来。徐正香的一颗心也总算落了地。真能行吗？没事，有我呢。事情就这么敲定了下来。想到那深山里可能藏着各种野果野菜和没被人发现的药材，叶洛心有抑制不住的兴奋。去了山
山上，发财的机会就多了，一下子多了个人去山上，要准备的东西也多了起来。2个人的衣服、鞋子、袜子，还有吃的用的都要准备。现在多了叶洛心，萧木还打算带上一床被子。看着这么多的东西要买，明天咱们一起去县城。第2天，萧木和家里的3个女人一起去了县城。赶车的刘二看见娘几个，调侃道：萧家嫂子最近是发财了呀，怎么3天2头的往县里跑？小门小户的，哪里来的发财？我家新娶了儿媳妇，还不得置办点东西啊？刘二听了徐正香的话，把目光挪向叶洛心。萧家这个小媳妇倒是比刚来的时候圆润了一些。萧木察觉到了他的目光，立刻上前将人挡在了自己身后。刘二不敢惹萧木，只扬了扬鞭，催着众人上车。萧木这次进城要买的东西不少，山上蛇虫鼠蚁多，他得把驱虫的药给备足了。此外，他还打算买一把新的匕首和一些尖钉。徐正香与他的目标不同，到了县城之后，他们便分开行动。娘3个先是去了布庄买了布，紧接着又去棉花商铺买了一大包棉花。做鞋子用的时间太长，徐正香干脆咬咬牙，给萧木和叶洛心一人买了一双新布鞋，穿的都置办齐了。他又去粮店买了半袋精米和半袋白面。几个人拿着这么多东西走不动，干脆就坐到粮店不远处等着萧木来接。没过多久，萧木就从集市另外一头走了过来。看看，我儿子就算在这清河县城，那都是模样，都是出类拔萃的，都是娘厉害，才生出这么好看的孩子。要是将来我的孩子也能像他二叔这么高就好了。杨凤说完这话，想起自己成婚3年都没有子嗣，又有些难过起来。叶洛心抿着嘴看着萧木的方向，那个男人神情从容，目光坦荡，虽说出身农家，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孤傲姿态，显得那么与众不同。现在这个男人是属于他的，都是娘生的好。那可不。徐正香得意应下，2个儿媳妇都没有发现他眼中闪过的一丝别样的神色。萧木腿长步子大，很快就来到了几个人的身边。东西都买的差不多了，我们去铺子里吃点东西，然后回家。哎呀，花那个钱干嘛？路边随便买2个馒头吃就行。杨凤嘴快地说道。徐正香也没有在外面吃饭的习惯，可他想的比杨凤多。儿子带着新婚的小媳妇儿在外面解解馋，自己这个当娘的也不能驳了儿子的面子。更何况萧木刚刚挣了那么大一笔银子，吃个饭算什么？去吧，带你媳妇儿吃点好的。路边有一家小店，萧木就带着几个人走了进去。小二很热情，连忙将几个人引向一张大桌。客官想吃什么？你这里什么最好吃？客官一看就没来过咱们店里，我们夫妻2个在这开店也有10多年了，主要就是卖的虾仁小馄饨，里面包的是新鲜虾仁，汤头用的是老母鸡吊的清汤，保准你吃了一次还想再吃。虾仁馄饨倒是很合叶洛心的胃口，4个人一人1碗馄饨。萧木又要了2样店里的小菜，菜上的很快，4个人火速吃光了馄饨，又喝光了馄饨汤，2盘小菜却没动几口。老板，把这2个小菜给我装起来带走，另外再多加1份酱牛肉。家里还有3个男人没有吃到，干脆带回去大家一起吃。2份肉菜拿回家，一家人吃得小心翼翼，恨不得咬一口肉能救下半个饼子。别省着了，现在天气热，放到明天没准就坏了。萧景这才把一大块酱牛肉炫到嘴里，眯着眼睛细细品味着。二哥，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肉了。叶洛心看着他那陶醉的样子，心里动了动。做酱肉的话，他也在行的。时间过得飞快，3天后进山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萧木和叶洛心也准备上山了。这天全家都起了个大早，就连一向不起早的萧景都爬起来给哥哥嫂子送行。二哥，嫂子身体不好，你别走太快了，把嫂子给累着。二嫂要是坚持不住，你就先把她送回来，什么都没有身体重要。小三啊！萧景看着二哥不耐烦的脸，你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是把你们先生的啰嗦劲儿学了个10成10。我自己的媳妇儿我自己会照顾，你回自己屋看书去，读书。我每天都在读书，你们等着吧，明年县试我肯定能拿到前3甲。行，你要是拿到前3甲，我就给你买你一直都很喜欢的端溪砚，真的。萧景闻言眼前一亮，还是算了，那个砚台要2两银子一个呢，我买很多粮食了，我用别的砚台也是一样的。你要是真能考得好，二哥一定说话算话。说话间，饭吃完了，东西也收拾妥当了。萧木背起大背篓，叶洛心背着烙好的大饼和咸菜，在众人的注视下，迎着晨光向山上走去。山上的路确实难走，刚到山脚下的时候还行，越往上走路就越陡峭，稍不留意就会滑上一跤。太阳还没有照到树林里，树叶上、草丛上的露水都还没干，打在身上很快就湿透了。萧木在前面开路，尽量将伸到路上的树枝扯到一边，让叶洛心能好走一些。不过用处不大，走了不到1个时辰，叶洛心
心已经气喘吁吁，正好前面有一块平整的大石板。萧木放下背篓，拿出一个垫子，让叶洛心坐到石板上休息。累吗？要是受不住，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不回，再往上走可就不能回头了。我可没那么容易放弃。好，再走上2个时辰就能到落脚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在那里休息。山上还有落脚的地方？叶洛心有些惊讶，他一直以为跑山人就是走到哪里歇到哪里，随遇而安的。有，我们跑山的一走就是10天半个月，怎么能没有个落脚的地方？不过是临时休息用的，等你到了就知道了。又走了大半天，叶洛心果然看到一个在山间矗立的小木屋。这是你准备的？不是，是上一个住客。萧木放下背篓，把东西靠在墙角。上一个住客？叶洛心不明白，萧木又接过他手中的东西，安置好，耐心解释道：这是我们跑山人的规矩，大家风里来雨里去的，在山上不安全，所以才建了这么一个木屋，走过路过的跑山人都可进来休息。这里的水和粮食也可以随便用，就是有一点，用过的东西必须及时给补上，所以这里水常年都是满的，那一点粮食也经常换新的。大家上山方便的时候也会带一点锅呀碗啊，慢慢的这里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原来如此啊，一行有一行的门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又怎么敢相信这深山里还有这种地方？下一个落脚点太远，今天就睡在这里。萧木说着，将背篓里的防虫药找出来，沿着房子周围撒了一圈，又熟门熟路的找来柴火烧上水。叶洛心也不闲着，趁着这个功夫把带来的东西倒腾一些出来。他拿出一把精米下锅，准备熬上2碗粥，又在锅上架个帘子热饼，然后把徐正香给装好的咸菜疙瘩拿出来，切成小块，稍微拌了一下，一顿简单的饭就做好了。明天我们再走上1天，后天差不多就能到了。等到了地方，我给你弄点好吃的解解馋。好。叶洛心高兴的点了点头。山上日短，还没等太阳彻底落山，就已经暗了下来。走了1天，2个人都有些累了。山上风凉，你就将就擦一把身子吧，我去外面看一看。叶洛心知道他是想化解自己的尴尬，但是他现在有更尴尬的事情要做。等一下，叶洛心憋红了脸，我想方便一下，可是外面天黑，我有些害怕。不用怕，我陪你去。可是我……叶洛心不知道怎么说，他肯定是希望萧木陪着的。你要是怕，我就离得近一些。不用，你远远站着就好。月黑风高，心中的恐惧战胜了羞涩，他急急忙忙解决完，跑回了屋里。萧木站在门外等他擦完身子，换好了衣服才进屋。刚才我看了一下月亮，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叶洛心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干脆背过身去。紧接着他听见一声轻笑，还有一阵稀稀簌簌的声音。回过头就见萧木已经脱掉了上衣，在用水擦拭上半身。这个男人一定知道自己的身材有多好。萧木擦完，他这才反应过来，立刻转身用被子盖住已经红透的脸。叶洛心钻进去后，身上的香味就被蒸腾了出来。萧木掀开被子准备上床的时候，闻到的就是这个味道。他感觉身体里有一股燥热的气息在四处游走。叶洛心的身子还是小小的缩成一团，他躺下来，轻轻地靠过去，等手臂终于轻轻贴上叶洛心的后背时，原来只要这样轻轻地碰一下，他就会得到满足。叶洛心感觉到男人贴了过来，吓得不敢动。虽然成亲以来2个人的关系亲近了不少，可是他心里还是没底。萧木的手一点点向下，等他的大掌抚上叶洛心的腿上时，叶洛心终于不再装睡。别走了1天的山路，我帮你捏一捏，不然明天会很疼。叶洛心感受着他温热的掌心带着不轻不重的力道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不知不觉的竟然睡了过去。第2天2个人没有早起赶路，等太阳升起来了，这才简单的吃了早饭，收拾东西继续出发。还行吗？没问题。萧木没再说什么，第一次爬山难免腰酸腿疼，没有个10天半个月休息不过来。他专挑平缓一些的地方走，有的时候山路太陡峭，还特意绕远了一些。这一绕远，虽说路是走得多了一些，却也有了意外的收获。就在他们转过一个不起眼的大松树的时候，一只兔子不知道怎么了，从远处玩命一样的奔过来，砰的一声就撞在了树干上，倒在了距离2个人不到2米远的地方。萧木进山这么多次，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他走过去将兔子捡起来，已经断气了，便装进了背篓里。山上的兔子也不全都这么傻，这种我也是第一次见。叶洛心点了点头，兔子要是都这么玩，那恐怕早800年前就绝种了。2个人继续前进，晌午过后，他们终于到了第2个落脚的地方。这里比之前偏远，房子建造的就更简陋了一些。叶洛心照旧点火煮粥，热了饼。萧木则带着兔子去了河边，趁着兔肉还新鲜，他要把兔皮剥下来。完整的兔皮晾干了之后，可以拿来换钱，就算不卖，自己做个皮褥子或者皮袄也是可以的。萧木动作麻利，等叶洛心做好了饭，从屋里走出来时，就见他已经生好了火，把兔子架在火上烤。豆豆，把盐给我拿一些。萧木突然喊他的名字，叶洛心从未被人叫得这么亲切，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去屋里拿了盐，然后他就搬了一块木墩子坐在旁边，看萧木一边烤一边往上面涂盐，拿出锋利的匕首，将烤熟的肉切一片下来，递到叶洛心嘴边。尝尝。叶洛心张开嘴，小心地咬住。
水。萧木吓了一跳，赶紧进屋盛了一碗水，看着叶洛心灌下去。很难吃吗？萧木自己切下一块放进口中，立刻知道了叶洛心为什么不说话，实在是太咸了。我真没想到会这么咸，我以前舍不得放太多盐，想着今天多放一些会好吃。他有些语无伦次的解释。没事，放到粥里还是可以吃的。叶洛心轻轻一笑，安慰他。这个男人着急解释的样子有些可爱，是怎么回事啊？香喷喷的烤兔肉没有吃成，两个人老老实实回屋喝了粥，吃了饼。不过今天多了一道咸菜，兔肉咸菜，也挺不错。晚上洗漱好，萧木照旧给叶洛心捏腿。有了这2天的紧密接触，今天的萧木胆子更大了一些。睡觉的时候，他故意与叶洛心挨得很近，然后借着他翻身的机会，将人轻轻地搂在怀里。怀里人十分柔软，贴得近了，那股淡淡的柑橘香味就一直往鼻子里钻。这个味道，萧木以前只在深山里闻过，想不到自己的小媳妇居然也有这么清新的果香。他一边闻着好闻的味道，一边畅想着未来的生活，很快便进入了梦乡。一夜好眠。第2天，两个人照样收拾了东西往山上走。这一次没有走多久，将近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到了目的地。这个房子比之前2个都要大，甚至有院子，有大门，院子里面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像是世外高手隐居的地方。这里也是你们的歇脚地？不，这里是我师父原来居住的地方。果然是世外高人。那师父他老人家在里面吗？他呀，说是有急事，半年前就下山了。叶洛心一边听着萧木说话，一边仔细打量院子里的陈设。房子比较大，一共有2间，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院子里同样铺着青石板，院墙也是用石头垒砌，用红土浇筑过的。看得出来，修建的时候正正经经的花了大力气。萧木把东西搬进去，把粮食全都安置在厨房，然后又走出来，带着叶洛心在院子周围转了一圈。这里白天很安全，如果我不在，你也不要走得太远。迷路的时候，抬头找一下这个红色的标志，就能回来。叶洛心抬头看见院子角落里竖着一个很高的杆子，杆子上边绑着一个布条，说是红色，但是现在根本看不出颜色来，应该是矗立在那里很久了。以前师傅在的时候，我1个月来看他老人家1次，现在他下山了，我也很久没来了。你进屋好好歇一下，反正晚上还要接着吃饼，也不急着做饭，我先去打几桶水回来。说完，萧木去角落里拿出水桶。山里安静得很，时不时传来的鸟鸣声就成了这会儿唯一的动静。叶洛心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这里果然是常年住人的地方。厨房里东西齐全，连调料都有好多。卧室一共有2间，萧木把被子放在了东屋的床上，那西屋就一定是他师傅原来住的地方。萧木总说师傅是个传统的跑山人，在叶洛心心中就把他想象成了身材结实、淳朴能干的老人。但西屋的陈设却做得非常清雅，靠窗的地方摆了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筒之外，还摆着一套茶具。再往里是一张木床，床幔洁白如雪，床上被褥也十分整洁。让叶洛心最意外的是床头挂着一张古琴，谁家真正的跑山人还精通音律啊？看起来萧木的这个师傅并没有那么简单。叶洛心没有进屋查看，东西还没有归置，他得把带来的食物都放好。他进了东屋，把床上的被褥全都换了下来，接着又把新带来的被子和褥子铺到床上。收拾完屋里，他又来到厨房，厨房里的米缸和面缸都有存粮。叶洛心找来了2个盆，把原先的米面全都倒出来，又把新带来的粮食倒了进去。这几天先吃陈粮，新粮还能多放一段时间。除了米面之外，厨房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食物了。不知道这位师傅是把菜都吃干净了才走的，还是他原本就不吃菜。还好他们带来的咸菜还剩下半罐多，点着火，先烧一盆水，借着热水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直到窗明几净了，这才满意。然后他又重新给锅里添上水，拿出精米，又拿出唯一的一点地瓜干，全都放到锅里煮。这样煮出来的粥不仅有米的香味，还有地瓜的甜味。粥还没熟，萧木就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一只手拎着一只死掉的野鸡，另外一只手上的东西却是树叶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让人看不到是什么。洛洛，看我找了什么好东西回来。萧木神色愉悦，扔掉鸡，自己从架子上取了个碗下来，就把手中的叶子扣到了碗上。叶洛心探过头去看，这才看见碗里有一块白色的东西，白色下面有黄澄澄的液体慢慢流出来。蜂蜜！他惊喜地喊道。是啊，今天运气好，一整个蜂窝都被我摘回来了。叶洛心闻言赶紧抬头打量萧木，摘蜂窝可不简单，蜜蜂们报复起来那都是不要命的。萧木虽说身强力壮，叶洛心还是在他的额角看到了2个红包。疼不疼啊？不疼。萧木满不在乎，从碗里掰了一小块白色的东西，上面沾满了浓稠的蜂蜜。他将这一块递到叶洛心嘴边，快尝尝，甜不甜？叶洛心伸出舌尖舔了一下，感觉这蜜甜得他舌尖都麻了。一会儿找个罩子把碗盖住，蜂蜜放得住，可以留着慢慢吃。你吃了吗？我不喜欢吃甜的，都给你留着。尝一块吧，很好吃的。叶洛心也从碗里拿起一小块送到萧木的嘴边，2个人一起嚼着，然后相视一笑。这一笑间，不光扫走了连日的疲劳，也扫走
走了两个人之间还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陌生感。之前下的套里面没有捕到什么，只有一只野鸡，虽然不大，也够我们两个吃了。叶洛星早就看到了，这个怎么吃啊？我只会做烤的，你若不想吃烤的，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昨天刚刚烤兔的惨状还历历在目，今天我们吃个不一样的，你把鸡收拾干净，然后生一堆火，剩下的我来做。好。萧木很高兴，媳妇都敢使唤自己了，说明他和自己的关系更近了一点。叶洛心去院子外面的座树上摘了几片大叶子回屋洗净，又在厨房的调料罐子里挑挑拣拣，选了能用的调料，用酱油汁把调料调匀，然后来到外面，看见萧木已经洗完鸡回来了。萧木生火，叶洛心就用一把小刷子将刚才调好的酱汁均匀地涂抹在了鸡皮和肚子里。涂好了之后，他用叶子将鸡包裹住，然后用草扎紧。这时候萧木的火已经生好了，接下去就不用管了，等这些柴烧光，下面的鸡就熟了。萧木恍然大悟，他在外面这么多年还真没有想过，原来鸡还可以这么做。这样做出来的鸡比较嫩，以后你自己出来的话也可以试试这么吃。萧木搓搓手，让叶洛心去屋子里面休息，自己则趁着这会儿功夫把院子的柴又劈出来一些。你说的望风河就是院子后面的这棵树吗？叶洛心来到这里之后就一直在留意着萧木说过要守着的东西是什么，看了一大圈，也就这一棵树看起来像点样子，上面结着两个莲藕状的果实，看起来快成熟了。是，望风河十分难成活，而且必须长在溪旁林中。师傅说他也是走遍了大梁的山川，才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这么一株。正常一棵望风河10年开花，在10年结果，还好师傅找到这里的时候只剩8年的时间。叶洛心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物种存在，估计是繁殖不易，后世早已绝种。那这果实一定很贵重吧？据说是一味药材，师傅要用这药救一个人。果然不是一般的东西。既然这样，他们两个就要在山上守到果实彻底成熟了才能走，怪不得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带来的粮食不多，若是只吃这些，太单一不说，每天还要算计着，不然到最后可能会断粮。叶洛心可不打算这么干，他想好好开发一下附近的美食。明天我和你一起出去转转吧，看附近有没有野菜，我们带来的咸菜也没多少了。好，这个萧木赞同。叶洛心身体不好，当然不能一直吃咸菜，附近虽然危险，不过有他在身边自然是没事的。又过了一会儿，火堆的光亮渐渐灭了下去，萧木拨开火堆，用木棍拨开浮面的土，把裹着鸡肉的柞树叶子拿了出来。他打开树叶，鸡肉的香味立刻从里面飘散了出来，直往鼻子里钻。萧木洗干净手，先把鸡腿鸡翅膀卸下来，又把鸡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先吃这个。他递了一个鸡腿给叶洛心，鸡肉很鲜又很嫩，咬上一口，肉里面的汁液就流了出来，鲜美无比。好吃。他点着头示意萧木，快尝尝。野鸡体型不大，叶洛心吃了一个鸡腿之后又啃了半个翅膀，剩下的全都被萧木吃得干干净净。吃到后面，叶洛心干脆盛了粥出来，两个人围着快灭掉的火堆吃了一顿舒心的晚饭。晚风微凉，吹走了一日的燥热，树影摇晃，摇碎了点点星光。第二天，叶洛心刚睁开眼，萧木就已经不见了。他起身走到外面，看见萧木围着院墙挖了一条小沟，小沟不深，这会儿已经快挖完了。这是要做什么啊？把防虫蛇的药埋上。萧木直起身，擦了一把头上的汗。夏天虫蛇多，埋了药他们就不敢进来了。叶洛心从房间找来药，按照萧木的提示把药均匀地撒在沟里。萧木又把土重新埋回去。这次药埋的足，挺到冬天没问题。叶洛心点了点头，这样他就不用担心白天自己在家有大蛇爬进来了。你不是说要采一些野菜吗？那边山泉边上好像长了很多野芹菜，一会儿我去放地笼，你和我一起去吧。好。简单吃过早饭，两个人就收拾东西去了萧木说的山泉边。他们这个位置选得好，窝风的平地，不怕山林里的大风，离水源也不远，走个10分钟左右就到了。你看那里。萧木指着绿油油一片的野芹菜，这里芹菜不少，你就在这边摘，我往上走一走，去下地笼子。好。不用萧木说，叶洛心看着又肥又嫩的野芹菜已经挪不动步了。山里没人，野芹菜长得又高又大，叶洛心掐了一根，竟然还很嫩，这么一大片，摘不完，根本摘不完。他抬头看向远处，发现萧木也正在回头往后看。这一会儿他已经走出了几10米，看起来好像不太放心，回头查看叶洛心的
情况。叶洛心朝他挥了挥手，萧木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抬起手也僵硬地摇了摇回应。怀着满心欢喜，叶洛心继续采他的野菜，除了野芹菜，西边还长着一些别的能吃的菜，灯笼花、山蕨菜。采到一颗灯笼花的时候，花的枝叶有一部分伸到水中，叶洛心轻轻一拽，一只透明的河虾竟随着枝叶一起被拉了出来。被惊扰的大虾十分愤怒，挥舞着大夹子，咔嚓咔嚓地向叶洛心示威。还有这好东西啊！叶洛心眼睛一亮，伸出2根手指捏住大虾后背，让它有力气没地方使。大虾使劲用虾尾拍打着腹部，看起来十分可怜。可叶洛心脑中闪过的是麻辣、清蒸、蒜蓉、白灼10多种虾的吃法。这会儿他也没心情抓什么野菜了，伸手拨开岸边的水草，能看到一只只河虾在水底悠闲的觅食。哎呀，本来你们可以无忧无虑长大的，结果遇到我，只能怪你们命不好了。他脱掉鞋袜，慢慢踏入水中，然后伸出手，稳准狠地将一只又一只大虾放入背篓之中。萧木下完地笼，再回身看的时候，半天都没有捕捉到人影，他吓得一个机灵，忙大步下山来查看。洛洛，你在哪儿？叶洛心抓虾抓得正起劲儿，听见萧木的声音，连忙起身招手。我在这里。萧木那颗砰砰乱跳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但走路的速度却一点都没有减慢。你怎么下水了？山泉多凉啊！还行。叶洛心伸出手，摇晃着刚刚抓到的2只虾。你看我抓到了什么？大虾还在他的手中使劲挣扎，可叶洛心毫不手软，准确地将它们投入背篓中。今天晚上我请你吃虾。这还是他到这个世界以后第一次自己找到食物，满足感让他笑得格外明媚。家里有捕虾的我。萧木本来想说，可是看叶洛心这么高兴，他也脱下鞋袜和叶洛心一起徒手抓了起来。不过抓着抓着，他就察觉出了不对。以前在山下下地笼的时候，偶尔也会捕到这种虾。这红须虾肉质爽脆，味道鲜甜，唯一的缺点就是数量少。可这会儿也不知道怎么了，整条小溪的虾就像受到了召唤一般，前赴后继地往这边奔来。一会儿一个不说，还个个都有手指那么长，难道是被什么吸引过来的？他抬头看了一眼叶洛心，见他沉浸在抓虾里无法自拔，又摇摇头笑了。哼，管他呢，反正晚上有虾吃了。昨天晚上洛洛做的烧鸡就很好吃，今天的虾不知道又会做成什么新花样。叶洛心没有让他失望，他充分利用了厨房里的调料，用干辣椒和麻椒炒了一盘香辣虾，虾肉弹牙，外面裹着一层刺激的辣劲儿，吃的萧木不停的嘶哈。好吃吗？好吃，就是有些辣。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那慢点吃，剩下的那些明天做成不辣的。好。萧木点点头，他自问活了20年，还从来没有这么贪过口腹之欲。以前在家中都是有什么吃什么。对了，师傅有好东西，我找来给你尝尝。萧木说着擦了手，出去半天之后，兴冲冲抱回一个小坛子，还有2个瓷碗。是什么？桃花醉，师傅亲手酿的。说话间，他拍开坛子上封着的泥，掀开坛子盖，一道粉红色的液体随着他的动作倾泻而出，一时间酒香四溢。我不太会喝酒。叶洛心看着碗里的酒，是甜的，你尝尝。在萧木的注视下，叶洛心端起碗，小小的品尝了一口，果然入口甘甜，回味还带着桃花香。好不好喝？叶洛心点点头，随即又喝了一口。以前身体不好，他从来没敢尝试过喝酒，没想到这山里的桃花酿竟然是这般滋味。没多一会儿，他就觉得头有些晕，两颊也浮现了红晕。看他有些醉了，原来你是半杯倒，下次少给你倒一些。谁说我倒了？醉意让叶洛心的话语里不自觉带上了撒娇的意味。他伸手抢过萧木手中的碗，仰着头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这哪里是酒，明明就是饮料，我才不会喝醉。什么是饮料？就是甜甜的水啊！我最喜欢喝甜甜的饮料了，特别是夏天，一杯气泡水加上冰块，再加上半片柠檬，简直太爽了。萧木不太能理解他说的那种冰爽气泡水是什么，不过看叶洛心的样子，一定是非常好喝的。你要是喜欢，等下山了我就给你买。他哄着人，单手扶着他去床上休息。喝了酒的叶洛心和平时的样子完全不同，胆子也大了很多。他一屁股坐到床上，不肯躺下休息，反倒是拉着萧木的手盯着他看。你知道吗？我一开始还挺怕你的，我怕你脾气不好，因为自己吃了亏，一巴掌拍死我。可是时间长了，觉得你这个人还挺不错的，长得好看，能赚钱，能吃苦，还知道为别人着想。猝不及防的，他开始倒斗一般，把心里的那点秘密全都说了出来。说完了，还看着萧木嘿嘿的傻笑。他实在没想到几口酒就能让叶洛心这么大胆，便饶有兴趣的坐下来听他接下来还要说什么。还有你到底是不是男人？怎么了？萧木懵了。你是对我这个媳妇不满意吗？没有的话，就是你对我很满意了。可是你从来都没有碰
碰过我，为什么呢？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不是吗？我们都成亲这么久了，你一次都没有碰过我，也没有亲亲和抱抱，我觉得你应该不喜欢我。这是叶洛心比较在乎的。虽然成亲了，他还是想和两情相悦的人过日子。不过萧木要是真的不喜欢他也没什么，他现在是新手期，等时机成熟了，他赚到钱成为女富豪，还可以出去寻找新的生活。萧木自然不知道叶洛心心里的想法，在他看来，眼前这个小女人因为自己没有碰她，现在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你真的想试试我行不行？他双手搭在叶洛心的肩膀上，仿佛他只要点头，他就会直接推倒。叶洛心没有回答他的话，反倒是盯着萧木的眼睛，猝不及防的在他的唇上啄了一口，蜻蜓点水，一触即分。嗡的一声，萧木只觉得心神俱震，脑子里最后的一根弦崩断了。洛洛，你这是要我的命！他立刻俯下身去，用力加深了这个吻。两个人都没有经验，这个吻有些兵荒马乱。等一下，你刚刚喝了酒，现在是清醒的吗？明天起来会不会后悔？萧木被气笑了，这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真该早点让她见识见识自己的本事，就是希望她不要后悔。她正准备更进一步，我想洗澡，今天还没有洗澡。萧木这下是彻底没脾气了，原来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女人一定是装的，否则她怎么喝了酒胆子就变得这么大？做完晚饭后，锅里一直热着水，这会儿叶洛心要洗澡，萧木就去拿出浴桶把水温调好。叶洛心把萧木赶了出去，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浴桶里，脸色比之前更红了，心中却有些小雀跃。萧木是喜欢自己的，他真的喜欢自己。这一晚，萧木觉得自己半辈子的耐心都耗费光了。他在屋子外面等了半天，发现里面没动静，再进去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睡着了。萧木无奈地叹了口气，见她睡得香甜，干脆将人从水中捞出，送到了床上。经过这一晚，两个人算是彻底地告别了原来的青涩感，只是苦了萧木，满腹的火气无处发泄，只好狠狠地把人拢在自己的怀里，以慰藉心中那点委屈。叶洛心睡得很累，他梦见自己在森林里到处乱晃，一棵大树突然倒下来，将他压在下面，动又动不了，喊也喊不出。直到他睁开眼睛才发现，原来自己被萧木拢在怀里，他那粗壮的胳膊横在自己的小腹上，搂得结结实实，他的脸瞬间就红了。都说醉酒误事，这回他也算是切身体会到了，要不是喝了酒，给他8个胆子，他也不敢对着萧木说他不行啊。他动了动胳膊，尽量轻地挪动身体，谁知下一秒，萧木的眼睛就睁开了。醒了？醒了。看他这副样子，萧木突然勾了勾嘴角。既然醒了，我们先把昨天的账算一算。叶洛心心里一慌，算什么账？我昨天喝多了，我都是胡说八道的。昨天喝多了没关系，今天清醒了就好。话音刚落，萧木就轻身过来，叶洛心还没来得及反应，萧木的大手已经抚了过来，一点不给他反抗的机会。极寒遇炭火，久旱逢甘霖。萧木起初还轻微克制着，可慢慢的，原始欲望被勾起，哪里还控制得住？东方既白，原本勤劳的两个人却没有出现在院中。东边的房间里，床架咯吱作响，久久没有平息，在这寂静的山庄小院里不断回响。过了不知多久，萧木起身烧水，又抱着叶洛心进浴桶沐浴。他煮了粥，把昨天剩下的虾煮熟后剥皮，放到粥里一起煮，熬得软糯了，才端到床头喂给叶洛心吃。叶洛心很是疲惫，却也没到需要人伺候的地步。他现在的最大感觉是害羞，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看见萧木忙前忙后，神情又一派泰然。我自己能吃，你去忙吧。中午你再自己吃，这顿我喂你。眼见拧不过萧木，叶洛心只好张开嘴。不过刚才被折腾得很了，他没什么胃口，吃了半碗之后就摆摆手不吃了。你先休息，我去看看。不用担心我，你只管去山上采药，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萧木没有说话，转身离开。叶洛心也终于陷入了昏睡之中。再次醒来时，太阳已经偏西，身上的酸痛感终于没那么明显了。叶洛心起身下床，没有看到萧木的身影，却在厨房的小炉子上看到一个砂锅，锅里正鼓鼓地冒着热气。这个小炉子原本是他用来熬药的，可现在锅里明显不是药，锅里是煮的奶白色的鱼汤。正在这时，萧木从外面走了进来，他解下身后的背篓，从里面拿出了一捧红色的水果。我刚从山上摘的，很甜。叶洛心接过水果，其实你不用这样的。不是我一定要怎么样，只是既然成亲了，照顾你就是我的责任。叶洛心心里一暖，既然成亲了，夫妻2个就应该互相扶持。我也不是什么娇养的大小姐，明天你去山上采药吧，我也去附近转转，找一些别的食物。萧木点了点头。晚上两个人吃着糙米饭，喝的鱼汤，又炒了一盘野芹菜。当晚两个人上床休息，叶洛心怕他还要再来，看他没有动作，这才放下心来。不过相拥而眠的感觉却很不错。第二天两个人都起得很早，简单收拾了之后，萧木就背着背篓进山了。叶洛心跟着他走到林子边缘，就停住了脚步。我在这里看看有没有菌子或者野果，一会儿我会自己回家的。山上危险，你别走得太远了。萧木叮嘱道。不用萧木嘱咐，叶洛心也不会走远，毕竟这条命来得不容易。叶洛心沿着森林
林的边缘寻找，没多一会儿，还真让他发现了好东西。几朵牛肝菌就那么恣意的长在树根下，又肥又大。叶洛心高兴的把这几块都收入自己的篮子里，再往周围一看，围着这一圈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牛肝菌。他只顾着低头捡蘑菇，采完了这朵，前边又出现好几朵。丰收的喜悦让人忘记了周围的危险。叶洛心自己都没有注意，自己已经离开森林边缘，越走越深，直到篮子都装满了，他才注意到已经看不到外面的房子了。糟糕，他心下一沉，拔腿就往树林外面走。还没走几步，就听见后面传来了哗啦哗啦的声音，似乎有什么东西跟在身后。是狼还是熊？他本能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忙收紧篮子，加快脚步向外跑去，恨不得拿出100米冲刺的速度。眼见着就要冲出林子，鞋子里忽然窜出一个人来，一把将叶洛心搂入怀中。救命！露露，别怕，是我。听见熟悉的声音，叶洛心这才抬起头，看见满眼关切的萧木。有野兽追我！他将叶洛心挡在身后，自己则健步上前，从大树后面拎出了一只兔子。兔子浑身雪白，睫毛却是长长的黑色，2只毛茸茸的耳朵被萧木拎在手中，4只脚无助的乱蹬，嘴里还发出吱吱的声音。我当是什么？一只兔子都敢出来吓人了，还真当我会心慈手软吗？说着，萧木就要上手扭断他的脖子。等下！叶洛心看出来吓唬自己的是兔子后，差点跑丢的3魂7魄终于归位了。难得抓到这么活蹦乱跳的兔子，我们把它留下来养吧。是瘦了点，那就养肥了再杀。我不是想吃兔肉，留着它还有别的用处。闻言，萧木将兔子倒了手，用另外一只手捏住它的后颈的皮毛，道：既然你喜欢，就暂且留它一条小命，等你不喜欢了再杀。蘑菇被撒了一地，叶洛心蹲下来，重新将蘑菇都捡到筐里。你看，我捡了这么多的蘑菇呢，晚上做一个清炒蘑菇，吃不完的切片晒干，回去给爹和娘也尝一下。好。萧木接过他手中的篮子，另外一手拎着兔子，两人一起下山去了。趁叶洛心做饭的功夫，萧木把兔子五花大绑，然后去山上砍了最粗的竹子，做了一个简易的兔笼，把兔子关在里面。兔子劫后余生，一点逃跑的心思都不敢有，乖乖地窝在笼子的一角。叶洛心这边已经做好了饭菜，一盘油亮亮的炒蘑菇片，一盘炒野芹，一碗用蘑菇碎末熬成的蘑菇酱，2碗糙米饭。蘑菇滑嫩肥厚，蘑菇酱味道鲜香，十分下饭。萧木连吃了3碗。山上危险，明天开始你还是不要自己出门了，下次再来我从山下买只小狗，关键时刻也能防身。今天是被蘑菇迷了眼，明天我会注意的。萧木还是放心不下。你想出去，那就和我一起。行。叶洛心很高兴，有了萧木的陪伴，他就能在山里走得更深了，没准儿还有别的发现。第二天醒来，天气有些阴沉，2个人没有上山，趁着还没下雨，叶洛心提议去河里捉鱼。溪水里养的鱼很是好吃，要是能多抓一些就好了。上次萧木起地笼的时候捉到了3条鱼，本来以为这次也是一样，可到了溪边一看，清澈的溪水里挨得密密麻麻好多鱼。这么多啊！叶洛心睁大了眼睛，萧木也麻了，好像洛洛在场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不正常。黑云压顶，鱼儿们也都将头伸出水面，拼命的呼吸。叶洛心想到一个词，这不就是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情景吗？这鱼伸手就能捉到。他兴冲冲的脱鞋下水，谁知没走2步，那些鱼受到惊吓，立刻向四处窜去，眨眼间一条都不剩了，没了。叶洛心丧气的看向萧木，萧木笑了笑，扶着叶洛心上了岸。你先在岸边等着，我把地笼先拿出来。他动作麻利，很快将地笼拖上岸。这次的收获颇丰，里面有10几条银旗鱼，还有20几只红须虾。叶洛心慌手慌脚把鱼和虾捡进背篓里，然后意犹未尽地看着水里。刚刚那些鱼得有几百条吧，要是能都抓起来就好了。这个也简单。萧木看着他，信心满满地说：真的啊？叶洛心不信，水里的鱼游得飞快，就算萧木有些身手，想捉鱼也没那么容易。真的，我们先把这些鱼送回家，然后拿工具过来。2个人兴冲冲地往家走，回到院子里没来得及收拾，就拿了2个空的背篓，还有一个盆出门了。你不会是想用盆把鱼盛上来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萧木神秘地笑了笑。出门后2个人没有去溪边，萧木带着人直接往后山去。喂，是不是走错了？没错，我记得这里有一棵树的。叶洛心满腹狐疑地跟在后面，看着萧木一直走到一片林子前面才停了下来。就是这个了。萧木指了指一棵并不高大的树，这棵树与其他树木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树叶椭圆，枝叶间有一串串小花垂下来。见到这棵树的时候，叶洛心终于明白了萧木的打算。洋枫别名马柳树，胡桃科，大乔木，树皮入药能解毒，树叶捣碎了，枝叶可做杀虫剂。把这个叶子摘下来捣碎，可以让鱼昏睡一会儿，你就能抓到了。叶洛心点点头，随后在树的旁边发现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一棵八角树，树上的八角已经微微变色，用不了多久就会成熟了。你在看什么？做菜用的调料，想不到这山里还有这好玩意儿。他
先摘了一小把，然后又转回头和萧木一起弄麻柳枝，两个人一起动手，先是摘了满满一盆树叶，然后又找了2块平整的石头，将树叶放在石头中间，用力的砸，树叶就被捣烂，里面的枝叶也流了出来。全部弄好后，两个人一起走向河边。萧木没有急着下药，先是从岸边找来石头，在溪水中间拦了一道，让水流的速度减慢，然后走到上游远一点的地方，开始把盆里的树叶和砸出来的枝叶慢慢倒入水中。叶落心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河面，没过多久，河面慢慢浮起白色的鱼肚皮，慢慢的翻出的鱼肚皮变得越来越多，白花花的，几乎铺满了水面。叶落心再也等不下去，重新脱鞋跳入水中，伸手就抓到了一条鱼，小鱼只是昏了过去，并没有死，被人抓住的时候还扭着身体挣扎了几下。萧木也已经跳下水来，两个人相互配合，抓起一条一条的鱼就用力的甩到岸边，水面上的鱼才慢慢的不见了踪影。药效时间已过，还没有被抓到的鱼赶紧摆着尾巴逃跑了。够了，再多就拿不回去了。萧木扶着叶落心上了岸，一看岸边一片银旗鱼在地上蹦跳，简直是掉进了鱼窝里。萧木蹲下捡鱼，2个背篓都装满了，地上还剩下7、8条。萧木抬头看了看天，天已经阴得不像话了，大雨马上就要来。他折了根柳枝，把剩下的鱼穿到一起递给叶落心，自己则背起一个背篓，剩下一个用手提着。我们快点走，不然要淋雨了。话音刚落，远处天边忽然闪了一下，一道惊雷在天上劈响，紧跟着黄豆大的雨滴就铺天盖地的砸了下来。两个人拔足狂奔，尽管离得不太远，可当他们到家的时候，早就浑身湿透了。萧木放下背篓，迅速脱下外衣，看叶落心冻得牙齿打颤，赶紧推他进屋去换衣服。你先把身子擦干，我去烧水，一会儿洗个热水澡。烧柴点火没那么快，等叶落心坐到热气腾腾的浴桶里面时，嘴唇都已经有些发紫了。他身子太虚，根本受不得寒。萧木放心不下，不肯让他一个人洗，站在桶边，又用手在他的胳膊上、身上轻轻的按摩，加速血液循环。刚刚擦干了，怎么不钻到被子里暖和？就这么傻傻的冻着？我是怕把被子弄脏了，晚上就没办法睡觉了。叶落心嘴唇颤抖的解释。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缓了过来。好多了，你也来洗一洗吧。自从回家，萧木就一直在忙活，根本没有顾得上自己。你确定？浴桶太小，你还是等我洗完以后再洗吧。萧木嘴角勾了勾。无妨，挨得近一点即可。说着，他也脱了衣服进桶。我洗完了。叶落心很想跑路，萧木一手揽过他的腰，任凭一抹柔软摩擦着身体。要说第一次的时候紧张多过享受，这一次他才真正觉察到叶落心的身子到底有多软，滑嫩的肌肤吹弹可破，让他忍不住上去咬了一口。疼！叶落心娇哼出声，委屈的泪水溢满眼眶。浴桶里地方太过狭窄，转身伸手都不方便。萧木试了几次没有成功，一伸手将叶落心从水里捞了出来，向床上走去。外面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屋子里面却是另外一番风雨。这一次叶落心终于得了一点乐趣，酸酸麻麻的感觉一直冲到头顶，让他推人的动作都没了力气。一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屋子里面的风雨才堪堪停止。叶落心没了力气，完全不想动。萧木再次起身，燃起已经灭掉的灶火，烧水洗澡。晚上的饭又是萧木做的，他不擅长做菜，但是熬煮的鱼汤却十分好喝的，做了一碗鱼肉疙瘩汤。收拾干净后，他才进屋喊叶落心起来吃饭。叶落心本不想动，奈何身子消耗太大，腹中饥饿，这才从床上爬了起来。萧木并没有让他失望，第一口疙瘩汤入口，他就睁大了眼睛，实在是太鲜了。晚上吃完饭，两人又借着火光把捉来的鱼都收拾了出来。第二天是个艳阳天，早饭后，萧木收拾了一下上山用的工具。今天我去深山里找药材，你留在家里把昨天的鱼晾上吧。不用萧木嘱咐，叶落心也知道今天的鱼必须晒起来，否则容易坏掉。正好昨天摘了八角，叶落心用盐和八角把鱼肉简单的腌制了一下。萧木走后，他又在院子中间拉了一根绳子，在鱼头中间穿上绳子，把鱼一条一条的吊起来晾晒。绳子承受力有限，吊了一半就已经快绷不住了。叶落心只好找来扁筐，把剩下的鱼放在扁筐里。收拾妥当后，叶落心进屋继续打扫。没多一会儿，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咕咚一声，有野兽进来了。他慌忙中拿起锅边的饭铲，跑出去查看情况，环视了一圈，也没看见有野兽的动静。低下头，这才发现一只褐色羽毛的大鸟被压在了扁筐之下。原本晒在扁筐里面的鱼干洒出来了一半，只剩下一半还留在筐里。叶落心气恼，拎着锅铲就冲了过去，一把抓住大鸟的脚，把它倒挂起来。你们一个个的还真是欺负我力气小是吧？想吃鱼不会自己去抓吗？跑到我家里来偷。大鸟哀嚎着挣扎，奋力扇着翅膀。叶落心这才看清自己拎着的是一只猫头鹰。猫头鹰的左边眼睛闭着，似乎是受了伤，右边眼睛瞪得圆圆的，显得呆萌可爱。不过此刻他快要拼出老命了，那点可爱也变成了狰狞。看清来者后，叶落心手上的力道松了松，保护动物呢，不能随便宰杀。这一犹豫间，手上的猫头鹰就已经脱了手，拍着翅膀连蹦带跳。不过他眼神不行，好死不死的正好飞进叶落心没有关的房门里，房门直通厨房。进了厨房后再也找不到出去
去的门。他像无头苍蝇一样横冲直撞，直到撞翻了锅盖，一只活蹦乱跳的猫头鹰就被盖进了锅里。叶洛欣从外面追进来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猫头鹰嚎叫一声，把自己盖起来了。好家伙，真会玩，直接铁锅炖猫头鹰。这头鹰对自己挺狠呐。晚上萧木回来的时候，叶洛欣正在砂锅里煮鱼片粥。大锅里面是什么？你打开看看。萧木怀着一丝好奇掀开锅盖，就见一只羽毛散乱的猫头鹰蹲在里面。你怎么抓的这玩意儿？它有没有抓伤你？没有，它是嘴馋来偷鱼吃，自己把自己扣进锅里了。这只夜猫太瘦了，好像还受伤了，可能没办法觅食，闻着鱼味就过来了。早上那会儿还凶巴巴的鸟耸拉着脑袋，圆圆眼珠里竟还泪汪汪的，配上它本来就呆萌的样子，倒是有几分可爱。我看它有点可怜，不如我们喂养几天，伤好了再放走，如何？萧木点头应下，把猫头鹰扔在地上，拉着叶洛欣出去。叶洛欣走出房门，就看见原本的兔笼里又多了2只兔子，2只兔子都是黄灰色，比昨天的白兔子还要大上一些。昨天你不是说想要养小兔子吗？今天运气好，又抓了2只，一公一母，这下可以生小兔了。叶洛欣看着新来的兔子十分高兴，这下自己的养殖大业又有新进展了。一转头就看见受伤的猫头鹰竟从房间里溜溜达达的走了出来。不准惦记我的兔子，要是敢吃它们，我就抹了你的脖子。吓得猫头鹰小跑着退到墙角缩起来。眼见着威胁见效，叶洛欣心情大好，从扁筐里拿出晒着的鱼干，切成小块投喂给猫头鹰。几天后伤养好了，也没有离开的迹象。它好像不想走。我也看出来了。萧木点头，猫头鹰也点了点头。那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叶洛欣很是高兴，他前世曾经有一只猫，非常粘人，颜色和这只猫头鹰差不多。猫头鹰也有个猫字，他就当做前世的小伙伴，又来陪自己了。那名字就由娘子来定，要不就叫虎子吧。他取了和原来的小猫一样的名字。好。萧木有些迷糊，这夜猫和老虎好像没有半点关系，不过娘子说叫虎子，那就叫做虎子好了。决定养它之后，叶洛欣赏了它整整1条鱼，从野鸟晋升为宠物，那地位肯定就不一样了。结果虎子也没让他失望，第2天就给他带来了一个大惊喜。第2天是叶洛欣先醒来的，他伸着懒腰出门，左脚刚踏出门口，一声惨叫就打破了早上山林里的宁静。怎么了，洛洛？老鼠啊！萧木看了看躺在地上嘴角流血的老鼠，还有站在一旁歪着头的虎子，显然这东西就是他带回来的。看来是虎子送你的。他为什么要送我这玩意儿啊？或许把你当成是自己的亲人。那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不？我不想做他亲人呀。虎子没明白眼下这个情况，见叶洛欣迟迟不肯伸手，就用嘴叼起老鼠，又往他的脚边送了送。叶洛欣嗷了一声，退回屋内，啪的一声关上了门。猫头鹰吃了闭门羹，好像明白了什么，他有些失落的低下头，叼起老鼠，拍拍翅膀飞走了。萧木把叶洛欣护在身后，重新打开门，见猫头鹰和老鼠都不见了，这才让叶洛欣出门来看。他叼走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送我老鼠了？应该是的。萧木也不确定。接下去的几天，萧木上午去山上采药，下午会早一点回来，陪着叶洛欣在周围采野菜、捡蘑菇、抓鱼。几天的时间，他们已经攒了2筐鱼干、1筐蘑菇干，还有半罐子虾干。后院空着的缸里也养着几尾活鱼，另外还猎到了2只兔子和10只山鸡。猫头鹰也同样没闲着，这几天他分别给叶洛欣送来了1条蛇、半只蝙蝠、2只金龟子和7只甲虫。每一次叶洛欣都吓得大叫，直到萧木掐着猫头鹰的脖子警告他，再敢送东西就打折他的腿之后，他才歪着脑袋，瞪着呆萌的大眼睛，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山间的岁月静谧而美好，没有纷争，没有苦恼，日子便如流水一般的过去。萧木算着日子，5天之内望风河就会彻底成熟，到那时候师傅就该回来了。他抽了半天的时间，和叶洛欣一起把师傅的房间好好打扫了一番。3天过后，他们没有等来师傅，却等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贼人是半夜跳进院子的，当时2个人早已熟睡，是以2个人都睡得有些沉。不过萧木还是第一时间听到了动静，在来人落在院子里的第一时间，他就睁开了眼睛，从床下拿出一把匕首，倾听外面的动静。贼人是奔着望风河来的，轻轻拉开门，闪身而出，然后快速的向后面跑去。什么人？来取药的人？哼，口气不小。我在这里能不能取走，就要看你的本事了。萧木右手伸进怀中，取出事先揣好的匕首，向对面袭去。对面的人也早有准备，右腿后撤一步，身体后仰，躲过了袭击。紧接着一个侧转身袭向萧木的后背。萧木反应极快，一招未了，手中的匕首忽然就转了方向，再次朝着来人的脖颈刺去。他动作干脆，招式更是凌厉，不知不觉间2人走了50多个来回，竟也未见胜负。来人到底是功力深厚一些，80几个回合后就慢慢占了上风。瞅见萧木的一个漏洞，他正准备偷袭过去，却不知道从哪里飞出一只大鸟，奔着他的眼睛就啄了过来。大鸟又凶，力气又大，还专门找眼睛啄。他格挡几次都未能将鸟打落，干脆不再与萧木纠缠，反倒是奔着大树去摘树上的果子。萧木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来人刚
刚一转身，他就从侧面跑去，跑到院子中立着的杆子下面，伸手一拉，一张巨大的网腾空而起，又立刻收紧，将来人都在了里面。你这是耍阴招，胜之不武！一边挣扎一边高声大喊：阴招对付你这种贼人正好合适。萧木嘴角勾了勾，仔细打量来人的模样，他大概40多岁，身材健硕，脸大如盘，下巴上还留着山羊胡，嘴边一颗凸起的痣。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那逍遥老儿倒是会找地方，找了这么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怪不得我这些年都找不到他。你到底想要什么？被绑在这绳子里面好难受，不如你把我放下来，没准我高兴了会回答你。既然这么有骨气，那就不为难你了。只要你死了，就没办法威胁到师傅。一看萧木来真的，来人立刻急了：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动起手来了？你再问我2句，没准我就招了呀。不必。萧木将匕首进一步推进，刀口舔上皮肤，立刻见了血。住手！住手！我有你师傅的信物。什么信物？萧木闻言停了手。你先把我放下来，窝在这网里怎么给你拿？拿不出来，那就等能拿出来再说。更深路重，我先回去休息。萧木说完，抬腿便走。好，你等等，我试试看能不能拿出来。费了9牛2虎之力，他终于将怀中的东西取了出来。你师傅说这玩意儿只要你见到就能认识，让你目无尊长，看完之后有你后悔的。萧木伸手接过荷包，打开来看，里面是一枚通体翠绿的玉佩，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小木我儿为师师务缠身，特让你于明师叔带我前去取望风盒，见到玉佩后可放心将望风盒交予他，待为师处理好这边的麻烦再回去看你。确实是师傅的字体。萧木走到木杆边，按下机关，大网哗的一下打开，里面的人反应不及，咚的一声掉在地上。嘿，你这个臭小子，你这是想要我的命！你就这么对你的师叔？师叔小点声，我要吵到我娘子睡觉。你，我爬了2天山，吃不好睡不好，乖师侄，你快给我弄点吃的来，若是吃的好了，我就原谅你刚才的无礼。他哼哧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想找个台阶下。师叔，天快亮了，要不等天亮后再吃？你若是饿得很了，我给你盛2碗水来。于逍遥那个老家伙就是个没人情味的牛鼻子，没想到把你也养出了这种性子。你说你堂堂一个，你怎么一点悲天悯人情怀都没有？师叔说的哪里话？我一介草民，能吃饱穿暖已是奢望，悲天悯人实在无能为力。两人说话间，房屋的门突然打开，叶洛西从里面走了出来。夫君，可是师父回来了。不是师父，是师叔。萧木迎了上去。更深路重，娘子还是莫出门的好。师叔好。叶洛西没有回去，而是微微俯身行礼。好，侄媳妇好。随即他又感叹道：这么漂亮的姑娘，真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师叔说笑了，夫君很好，是我高攀了。你现在是不了解他，等你知道他这个臭脾气了，后悔都来不及。听说渔民饿了，让萧木生了火，用砂锅熬了一锅鱼汤，又在大锅里炒了虾仁芹菜和麻辣兔肉，蒸了一小盆粒米饭。渔民本来就饿，闻到炒菜香味后，肚子更是咕噜咕噜响个不停。等到饭菜端上桌，他也顾不得别的，一边嚷着烫，一边大口的吃。这兔子肉也太嫩了，辣得恰到好处。这个虾仁也好吃，甚合我心。最好喝的是这个鱼汤，我在京城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鱼汤。侄媳妇儿，你做菜用的什么香料？这个味道很是特别呀。京中翠云楼的厨子恐怕都没你做的好吃。早知道山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就应该早动身，在这里多住些时日。师叔，身上食物有限，你要是常住，我们恐怕就要饿肚子了。看渔民把叶洛心辛苦做的饭菜都吃光，萧木心里很不高兴。他一个外人，凭什么能吃洛洛亲手做的饭？渔民也不是脸厚之人，从怀里掏了掏。这次来得及，也没带什么，我这儿还有3两碎银子，要不就当做饭钱。师叔不用了，师叔千里奔波，想来路上也吃了不少苦，这些银子留着您回城的时候吃饭住店用。渔民看着叶洛心，真是越发觉得这姑娘顺眼。萧木真是走了狗屎运，都落到如今这个境地了，也娶到了这么知书达理又厨艺精湛的姑娘。也罢，今天就当师叔占了你们的大便宜。若日后你们去京城的话，师叔一定在翠云楼摆上一桌。京城？叶洛心心中一动，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去那么远的地方。吃完饭后，渔民就到了师兄的房间休息。第二天，叶洛心醒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见踪影了。师叔呢？带着望风盒回去了。这么急？叶洛心有些惊讶。萧木点了点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听说那个人快不行了，希望还来得及。山上的任务既然已经完成，萧木和叶洛心就准备收拾东西回家。这一晃也来了山上1个多月，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了。看着这些日子攒下的东西，两个人都犯了愁。不然就先把腌的兔肉、野鸡还有3只兔子带回家里，其余的等下次我再
自己来的时候再带走。叶落心看了一圈，蘑菇干和鱼干就占了3筐。这些日子萧木采的药材也有1大筐，这么多东西，就算是萧木再来一次也带不回去。你不是会编竹筐吗？正好山上的背篓也够用，你把这些背篓都编了盖子盖牢，我们一点点运回去吧。怎么运？后院有一条长绳，就用绳子做索道，我们把东西慢慢滑下去。听到这里，萧木眼睛一亮，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不仅方便，还省下了很多力气。但他还是摇了摇头，这个办法不行。为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在山上停留的时间就会变久，而且深山里面常有野兽出没，我离开你的距离不能超过2米。萧木说的也有道理，两个人权衡了一下，还是决定先带一部分东西回去。临行前的一夜，叶落心终于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夫君，你的师傅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萧木闻言点了点头。那你……叶落心不知道该怎么问。这2天他一直在想于明的话，按照于明的意思，萧木将来是会去京城的，而且萧木明显认识师傅要救的人。可萧木不是在青山村长大的吗？他怎么会认识京中的人呢？莫非他不是徐正香亲生的？他觉得自己的脑洞有点大。萧木也察觉到了叶落心的怀疑。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和你说，你只要知道，不管将来怎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的夫人。好，既然萧木这么说了，他就不再追问。为了回去的路上不挨饿，他学着上山时的样子，准备了很多吃食。虎子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想着他到底是生活在山中的野禽，叶落心也没想把他带回家里。等他们离开之后，这只猫头鹰找不到人，应该就会回去过原来的生活了。第2天天刚刚亮，他们就启程了。按照原来的行程，他们依旧是在路上休息2晚。第1晚一切正常，临走时，萧木还特意在小房子里留下了5条鱼竿。等到了第2个休息站的时候，却出了点意外。可当天下午他们进入木屋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片狼藉，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装米袋子被撕开，装盐的罐子被打碎，就连床铺上铺着的稻草都被弄得一团糟。谁这么坏，到山上来搞破坏？叶落心看着一片狼藉抱怨：不是人。对，能做出这种事确实不是人。我不是这个意思。萧木知道他误会了，我是说这不是人做的。真的不是人？叶落心吓了一跳，都说山上有野兽，可是他来了山上这么久，别说野兽了，就连野兽的影子都没见到一个呀。难道这临下山还有让他开眼吗？萧木警惕地把屋内检查了一下，又围着房子转了一圈，都没有发现破坏者的影子，看来已经逃走了。可等他准备生火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灶堂里竟然趴着一只白毛黑纹的小老虎。萧木心中一惊，立刻拔出匕首，老虎好像睡得很死，面对危险没有任何反应，死了。萧木这才伸出手，把老虎从灶堂里面拽了出来。老虎大概3个月大，身子已经有2尺多长，它浑身沾满了草木灰，还有一些已经干涸的血迹。他伸手探了探鼻息，呼吸微弱，还是活着的，看样子是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要不是锅底的草木灰止血，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叶落心听见这边的动静也走了过来，他看见老虎的时候先是吓了一跳，继而又惊喜起来。这只老虎长得真好看啊，我们把它养在身边吧。萧木嘴角抽了抽，洛洛的体质好像对林子里的动物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自上山以来，他们养了兔子，养了夜猫，这些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要养老虎。这老虎长大以后，2个洛洛都不够他一顿吃的。这个不能养，不过老虎浑身都是宝，虎皮可以做垫子，虎胆可以入药，虎骨可以泡酒。这只老虎虽然好小，送到徐掌柜那里应该也能卖上好价钱。可是叶落心看着小老虎毛茸茸的脑袋，有些于心不忍。它长得真的很可爱，你别被它的外表给骗了，老虎毕竟是凶兽。萧木并不松口，就在叶落心准备放弃之际，白毛老虎仿佛是受到了上天的指点，突然睁开了眼睛。它蓝色的眼睛里泪水盈盈，下弯的眼角里透出满腹委屈。它盯着叶落心看了几眼，嘴里忽然发出几声呜呜的叫声。这谁顶得住啊？叶落心的心都快被这个30多斤的猛兽给叫化了。他有些费力的从萧木手中接过老虎。这只老虎还小，不能吃人，养1个月，如果它不亲人，你再卖掉它好吗？那就试试，如果它伤人，我一定不会留情。好，叶落心答应下来。萧木无奈的摇了摇头。小老虎像是听懂了2个人之间的对话，自从醒来之后就一直趴在叶落心的身边，不肯离开半步。晚饭简单的吃了馅饼，叶落心还从中拿出了1张分给了小老虎。小老虎多日没有进食，几口就把馅饼吞了下去。叶落心无奈，又连着喂了它5个，这才有了吃饱的迹象。晚饭过后，叶落心细心的将老虎身上的草木灰洗干净，看到它的腹部和2侧有几道被野兽咬伤的伤口，应该是在兽口下面逃生出来的，伤口基本已经愈合。叶落心还是给它擦了金疮药，擦完药后，他乖乖的趴在2个人的脚下，安安稳稳的睡了一觉。为了给老虎养伤，他们又在山上多停留了1晚。好在第3天起来，老虎已经恢复了力气，可以自由行走了。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回家，就一直跟在我们的后头；如果你不愿意，就自己去山里寻找食物，听懂了吗？小老虎懵懂的眨着蓝色的眼睛，根本不知道叶落心在说什么。不过2个人起身之后，他就一直跟在2个人的身后，有时候撒着欢的跑到前头，还会停下来等一等。萧木就从没见过如此狗腿的老虎，简直比村里2牛家的旺财还要狗腿。天刚刚
擦黑的时候，两个人终于到了家，家里人都已经吃过了晚饭，准备休息了。只有萧景房间里还亮着煤油灯。没多一会儿，萧松披着衣服走了出来。哎呀，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快进来！爷娘，老二两口子回来了。很快，萧长河、徐正香都从屋里走了出来，就连杨凤和正在读书的萧景也全都迎了出来。萧松早就接过了叶洛心背后的背篓，带着他们一起往堂屋里面去。哎呀，胖了，这次你们上山，两个人都没有饿肚子。娘，我们在山上吃的还行，你们怎么样？挺好，都挺好，就是太久没有你们的消息，你娘有些担心，这些日子都睡不好觉。娘，有我在呢，我会照顾好他的。是，有儿媳妇在，以后我就不担心了。徐正香也笑了起来。萧景先是兴奋地看着哥哥和嫂嫂，见两人都平安无事，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他们带回的东西上。哥，笼子里装的什么？是兔子，活的啊？活的？一家人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过去。萧木打开背篓的盖子，3只兔子整整齐齐趴在里面。哎呀，活兔子好呀，卖到饭店里一定能给上高价。这兔子不卖，洛洛说要养起来。洛心是要养啊。娘，兔子好养活，平时只吃草，繁殖的又快。我想着好不容易捉到活的了，我们不如把它们养起来，等到下了小兔子，把小兔子养大再去卖，这样可以多赚一些。哎，好，这个方法好，1只生2只，2只生4只，4只生8只，很快咱们家就能有一群兔子了。杨凤也听得热血沸腾，娘，那能卖好多钱吧？嗨，那当然了，而且这个母兔子还不用咱们花钱买，简直是太划算了。叶洛心也跟着笑了笑，他确实是打算养兔子，不过并没有徐正香他们那么乐观。养兔子是个技术活，也得好好谋划才行。娘，这次上山还抓到一些野鸡和野兔，不过已经死掉了，不容易存放，就被我腌制一下晒干了。哎呀，这么多！哎呦，这山上果然不是白待的，多住几日就能有这么多的收获。怎么这么香啊？娘，咱家以前腌的那个兔子可没有这个香，是一种香料。叶洛心说着，从筐底掏出一把茴香。这种香料腌肉能去腥提香，你们闻闻。嫂子你可真厉害，有了这玩意儿，咱家以后做菜就更好吃了。对了，你不是去看药材了吗？你师傅回来把药取走了。一家人都惦记着吃，萧长河到底还是稳重一些，还记着萧木此次最重要的事。取走了，是师傅的熟人给取走的。对了，刚刚进院的时候，我看你们还带了一条狗回来，是在路上捡的狗吗？要是没主的话，家里养一只狗护院也不错。哥，那不是狗，那是一只老虎。老虎！萧木话音刚落，大家全都瞪大了眼睛。二哥，你什么时候有了驯兽的本领？你是不是看错了？老虎那是要吃人的，你捡的该不会是条野狗吧？你哥活了这么大，还能连狗和老虎都分不清？那真的是老虎吗？谁叫老虎听人的话呀？不得已，叶洛心出门将那只老虎拎了进来，直到看清它身上一道一道褐色的纹路，还有头顶上的王字，大家终于没话说了。弟妹，你不怕吗？你还敢抱老虎啊？不怕，它乖得很，不信你摸摸。叶洛心说着，往前送了送胳膊。杨凤吓得往萧松身后一缩，声音颤抖：“不了。”弟妹，要不你还是把它抱远一点吧。叶洛心这才感受到了别人的害怕，他又看了看其他几个人的脸色，退后几步，将老虎放在了地上。萧长河与这只活的老虎对视了半天，终于缓过神来。这老虎毕竟是凶兽，你们有把握它不会伤人？父亲放心，这老虎受了伤，我们先在家里养上一段时间，等它的伤好了，我就把它送回山上去。听见萧木这样说，大家才放下心来。好在这老虎也确实是小，没什么攻击力，看它乖乖的依偎在叶洛心的身边，还时不时的拿头蹭蹭叶洛心的腿，真像个狗腿子一样，也就不觉得害怕了。萧景胆子最大，适应了一会儿，走上去摸摸老虎的头，见它没什么反应，又大着胆子去老虎的屁股上摸了一把。哥，你们看，我摸老虎的屁股了，我摸它屁股了。咱们青山村，我肯定是第一个摸到老虎屁股的。有本事你等它长大了再摸一个试试。萧景瘪了瘪嘴，看得众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哎呀，你看我这么半天了，都没想起来你们还没吃饭呢。等着，我这就去给你们做。说着，他起身去了后屋，从葫芦里面摸出4个鸡蛋，和上面粉，一起摊了4个大大的鸡蛋饼。一顿饭4个鸡蛋，这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待遇啊！萧景闻见鸡蛋饼的香味儿，不由吞了吞口水。我回屋看书去了，时候不早了，我们也回去了。这次的鸡蛋饼比脸还大，又香又软。叶洛心只吃了半个，另外一半喂了小老虎。老虎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一开始还只是低头拿鼻子闻闻，直到吃了一小口，尝了味道之后，立刻张开大嘴，把半个饼直接吞了下去。萧
萧木看他吃的太少，又硬塞给他半个，另外一半给了老虎，他自己吃了2张饼。徐正香默默地观察小两口的互动，看见他们2个比上山前亲密了许多，心中高兴，只要他俩感情好，自己抱孙子就指日可待了。你们在山上待了这么久，这次回来就多住一段时日，正好田里的稻子也快要成熟了，老二在家里给帮忙。行，等收完了稻子，让哥哥陪我一起去山上，正好把村子那里的食物都取回来。第二天，叶洛心早早起床，看见小老虎依旧趴在门外，3只兔子已经被安排进了笼子里。萧长河一大早就起来盯了一个大笼子。萧木、萧松趁着天气不热去田里干活，看厨房里不用帮忙，叶洛心干脆拿起筐去外面割草。他背着筐刚出院门，就看见邻居家的赵大嫂也从里面走了出来。木根媳妇儿，你这是去割猪草啊？叶洛心点了点头。这不是巧了吗？我也要去，咱俩一起走。赵大嫂非常自来熟，靠近几步。你家木根儿最近是不是弄到好东西了？我怎么总能闻到你家里做菜有肉味呢？也没有总做肉，就是我身体不好，夫君说要给我补补。哎呦，叫的这个亲热，还夫君呢，不像我们都喊当家的。想不到木根儿还是个会疼人的。不过说起来，他疼人的功夫怎么样？厉不厉害？叶洛心哪能想到这里的人这么开放，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正好院子里传来徐正香的声音：洛心，别出去了，回来吃饭。以后出门啊，看着点儿，别和那不三不四的人靠得太近。知道了，娘。叶洛心转头往院子里走。我说萧家婶子，你这是骂谁呢？我可是正经人。徐正香没再理他。叶洛心听见身后传来切的一声，再回头看，就见赵大嫂拧着屁股一步3摇的走远了。以后出门看见那个狐狸精躲远点，别让他的骚味熏着你。叶洛心还想问问为什么，见杨凤朝他眨眼睛，便闭了嘴。吃过早饭，叶洛心特意和杨凤凑在一起洗碗。那个赵婆娘是个能惹事儿的，你以后还是离她远一些。她干什么了？哎呀，说起来也是个可怜人。她家男人去年被她的房子砸断了腿，家里还有一个瞎婆婆和2个半大的孩子，是挺可怜的。哎，开始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娘看她可怜，去年还送了一袋糙米给她。那怎么又成了今天这样呢？你猜怎么着？她来还袋子的时候，趁着娘不在家，竟然想要勾着爹做爹的姘头啊！叶洛心惊掉了下巴。嘘，小声点儿。哎呀，别让娘听到了，否则爹又要倒霉了。爹也没做错啊，不是那个赵娘子的问题吗？嗨，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当初爹睡了1个月的厨房，娘才消气，所以这个事儿谁都不能提，懂了吗？叶洛心回头看了看脸色不太好的徐正香，似乎是明白了。青山村200多户人家，有1半以上都是姓萧。为了抢收成，到了收稻子的时候，村民们都是互相帮忙。萧长河家的田还有一点青，所以时间约在了5天后。这一天开始，他们先帮着李正家和萧大红家收田，帮忙割稻子都是全家一起出动。叶洛心当然也不能闲着，男人们负责割稻子，几个手法熟练的女人负责捆稻子。叶洛心和杨凤还有李正家的小女儿萧朵就跟在后面捡稻穗，并时不时的把散在一边的稻子归到一起。李正媳妇只在成婚那天见过叶洛心，这次再见就觉得这小媳妇已经变了一副模样。怪不得结婚那天都说你家老二媳妇是个小福星，看现在的模样倒是招人喜欢的紧呐。徐正香也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媳妇，什么福星不福星的，只要老实本分的过日子就是好媳妇了。众人正干得起劲儿，一辆马车从村口奔驰而来，到了村里，马车也没有减速的迹象。村子里没人买得起马，能见到马车更是个稀罕事儿。听见声音，田里干活的人全都直起腰来，朝着马车的方向看去。眼看着他在萧长水家门前停了下来。哎，到你嫂子家的，是不是他家儿媳妇和儿子回来了？嗨，回来就回来呗，1年回来一次，回来一次够他吹1年的。李正媳妇的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回来的果然是李翠花的小儿子和儿媳妇。不过他们没有停留太久，太阳落山之前，马车就离开了青山村。晚饭过后，李翠花就穿着一身土黄色布料的新衣服出现在村子里了。哟，萧大婶子，吃晚饭了呀？吃完了。儿子买的猪肘子酱好，香的不行。这一身新衣服不错呀。儿子给买的，我说我有衣服，他非要给我买，净浪费那钱。哎，你家儿媳妇家里开油铺的，家里有钱着呢，给你买衣服才几个钱？那倒是，我儿子一个秀才，能娶她一个商户之女，他家都得烧高香，可不得对我好点。他得意洋洋地绕过路口，又碰见回家的村民。萧大娘遛弯呢。儿子给买的新衣服儿子回来了啊，这衣服好看，那还用说，文人的眼光高着呢。他一直在村子里转悠，直到天色暗到对面看不清人了，这才往家走。走到萧长河家门口，看见院子里还闪着火光，围着几个人。你们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今天正帮家里收稻子，忙得晚了点，刚吃完饭。嫂子吃了吗？哎，瞅瞅你们这日子过的，忙了1天就是这玩意儿啊。他指了指炉子上面烘着的红薯，撇
撇了撇嘴，这红薯是今年新下来的，不好吃，就不给大嫂尝了。徐正香从炉子上面拿下来2个，拍了拍灰，递给2个儿媳妇。李翠花见状，切了一声：“谁稀罕这玩意儿？我儿子这次回来带了一份酱猪肘，那酱猪肘可是徐记酒楼的招牌菜，要半2银子一份，一般人可吃不起。”大嫂，你吃了什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又不分给我们吃，告诉我们干什么？你这个人就是小气，是不是看我穿的新衣服，又吃的酱猪肘，所以心里嫉妒啊？这都是命，谁让你儿子读书不行呢？他虽然只生了萧俊这1个儿子，但是1个儿子顶徐正香3个，这是他最骄傲的地方。正准备再挖苦徐正香几句，院子角落突然跑出来一条狗，火光之下，嗷呜一声就咬伤了他的新裤子。李翠花吓了一跳，你们也不管管，这狗是想造反啊！元宝回来！小家伙听见喊声，乖乖回到了叶落心的脚边。狗仗人势的东西，下次再咬我，看我不剥了你的皮！说完这番话，李翠花赶紧朝着外面走去。萧景看了看大伯娘的背影，又看了看娘的脸色。娘，等我考上秀才了，我天天给你买徐记的酱猪肘。你好好读书就行，考上了秀才再接着考举人。娘不爱吃什么酱猪肘。萧景心中默了默，谁不爱吃肉啊？那肘子听起来就很好吃，等有钱了他一定买了给娘吃。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全在田里忙活，小老虎养在叶落心和萧木的房间里，很是乖顺，从来不到处乱跑。到了第5天，终于轮到自己家的稻子了。这天他们全都起很早，虽然连干了4天活，大家都已经累得腰酸背痛了，可一想到新粮食下来马上就能吃到香喷喷的新米了，一个个还是干劲十足。自己家的不同于帮忙，白天割稻子，晚上还得抽出一些时间把稻穗撸下来，这是个费手的活儿。稻子在田里已经晒得半干，所以这东西十分扎手，用手撸的话用不了几下就会被扎出血。萧家人按照往年的方法，第1个晚上他们干到很晚，也才拖出10多斤的稻谷。今年预计收成有8、900斤，等割完田里的稻子，光是脱粒就得半个月的时间。今年咱们家收的本来就晚，这活儿啊得抓紧点干，趁着天气好把稻子全都晒干，万一下起雨来就不好弄了。俺家人多，还都能干活，用不了多久的，你也别太着急。晚上洗漱好后，叶落心觉得自己的身子就像是散了架，脱力的时候虽说是用了新办法，手上还是被磨出了几个血泡。一想接下去的半个月都要这么干，他顿时觉得乡下的生活也没那么值得向往了。萧木心疼媳妇，自己手上也出了血，还是先给叶落心涂药。你明天少干一点吧，我多做点就行了。那怎么行？大嫂他们都干着活呢，我也不能少干。这种脱力的方法又慢又累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还有什么好办法？我想想吧。说完这句话后，叶落心便沉沉睡去了。不过梦里他也没闲着，脑子里一直都在回想着自己曾经在书上看到过的简易脱力机的构造。第2天醒来的时候，脱力机的模样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面成型了，怕忙起来会忘掉，他第一时间磨了墨，打算画出一幅简易的构造图。可他忽略了一件事儿，毛笔远没有铅笔和钢笔用起来那么简单，画不了几笔，一团墨滴下来就把一张纸全都弄脏了。换一张纸后，笔尖一会儿粗一会儿细，一张图下来根本看不出画的是什么。正在犯愁的时候，萧木从外面走了进来。英子，这是干什么？快，你来帮我画。昨天夜里有个白胡子老头托梦给我，告诉了我个可以给倒过力的器具，有了这个东西，咱们能省下很多力气。画我不行，等着我喊人。说着他走出门，没一会儿萧景就屁颠屁颠的跑进来了。嫂子，你叫我。我想画一个东西，需要你帮忙。叶落心说着就把自己脑中所想的图纸一点一点描述出来。萧景很聪明，听叶落心说完就开始在纸上画。这里还有一个脚踩的东西，对，是和上面连起来的，最好后面再弄一个挡板。在叶落心的指挥下，萧景很快就把脱力机画了出来。其实叶落心说到一半的时候，萧景已经大概明白了他心中所想，所以2个人配合的十分默契。真厉害，还得是读书人。萧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他挠了挠头。嫂子，这个东西要是做出来，可就解决大问题了。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叶落心想了想，可能是昨天太累了，在梦里抱怨了几句，就有个神仙来指点我了。真的吗？我之前在梦里抱怨过很多次四书太难背，怎么都没有神仙来指点我呀？可能读书这种事还得靠自己吧。早饭过后，大家照样去田里收稻子，做脱力机的事情要等稻子全部割回来后才有时间研究。今天差不多就能把大片的地收完，剩下零碎的地就由萧木和萧松2个收尾。活干到一半的时候，萧景也来到田里来了，他脸色不太好。你不在学堂读书，跑回来干什么？夫子病了，我们今天放假。孔夫子病了，大家都吃了一惊。知道是什么病吗？这我怎么知道？上着课突然就晕倒了，李正说要送到县城医馆去，我本来想跟着一起去，可是牛车跑得太快，我追不上，就只能回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等一起去的人回来了，
就能有消息了。收完了稻子，萧家人没有急着脱粒，萧长河带着萧景就去了李正家里。李正媳妇见有人来了，赶紧迎了出来。嫂子，李正大哥回来了吗？还没有呢。李正媳妇也是一脸愁容。哎呀，按理说也该回来了，怎么这么久了都没消息呢？几个人只好坐在院子里等，直到月上柳梢之后，外面才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听见李正的声音，院子里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李正走了进来。夫子如何了？李正摇了摇头，还没醒。医馆大夫说他是忧思过度导致的气血瘀滞，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怎会如此？萧长河愣在原地。青山村并不算富裕，村里本来没钱修学堂请先生。10年前，这位孔夫子路过青山村，说是看好了这里的风水，便带着哑奴住了下来。他不要束修，只要村里管吃管住就行。青山村的村民们没有太高的要求，自家的孩子只要能认几个字，会写个名字，就算是学成了。算起来，真真正正在夫子手下求学的，现在也就17、8个孩子。如今夫子病倒，这17、8个孩子一下子就没了主心骨，以后读书的事儿都成了难题。夫子这边看病抓药肯定要用钱，李正大哥，要是钱不够用，你尽管开口，怎么也得让夫子醒过来。哎，你放心，我已经找了县城最好的大夫给夫子诊脉，可他毕竟年事已高，能不能醒还要看他自己了。当晚，萧长河又带着萧景去看了孔夫子。孔夫子孑然一身，只有个哑奴在身边照料。如今病倒之后，院子里倒是人来人往，全都是来探望的村民，大家送什么的都有。徐正香咬了咬牙，干脆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交给哑奴。夫子身体不好，这个就给夫子补身体，你给多熬一会儿，上面的浮油撇去之后再给夫子喝。这些叮嘱，哑奴一一点头应下，没有疏堵。萧景也加入了秋收的行列。今天，萧松和萧长河去割稻子，萧木则带着萧景去找村里的檀木匠研究脱粒机的零件。他们把图上需要的东西分解了一下，挑着比较复杂的零件一一讲给檀木匠听，说明了尺寸大小和要求。等全都做好之后，再去把东西拿回来自己组装。萧木想的比较多，只是这个东西实在太过新颖，万一真的有用，也算是大功一件。这个功劳得是洛洛的，不能让旁人抢了去。檀木匠手艺很好，3天之后零件全部做齐，连滚轮上凸起的木钉子都弄得十分结实。萧木看了十分满意，按照原来约定好的价格支付了450文钱。看着萧木把这些零件的木料收拢起来准备带走。你弄这些是干什么用的？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木匠，还从来都没见过这种东西。萧木笑了笑，我家娘子想做个物件，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如果能成，谭叔，你以后就不愁生意了。檀木匠一头雾水，看着萧木带着东西离去。回家之后，萧木和萧景立即动手，把所有的东西一一组装起来。里面的脱粒滚轮和连接用的齿轮都是檀木匠做的，下面的船型挡板则是萧木这2天自己钉出来的。你们一天天的到底在干什么？大家都在干活，你们呢？研究几个破木板子，都快研究出花来了。今天李大嫂和我说，她家的稻子都弄出来一半了，咱家这连一半的一半都没有。娘，你别急，我们这马上就快了。萧景脸上全是兴奋的神色。哎，行了行了，我再给你们半天的时间，要是今天下午再弄不好，就全都给我乖乖干活。等忙完这段时间，你们爱怎么研究怎么研究。杨凤对他们做的这个东西也十分好奇，碍于徐正香一直在干活，他也不好意思闲着，只能边干边看着3个人捅咕那一堆木料。第一次做这种东西，叶洛心切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动嘴容易动手难。好在萧木动手能力很强，有一些做的不对的零件他自己就能改过来。中午徐正香喊他们吃饭的时候，萧景突然发出嗷的一嗓子，成了成了！大中午的鬼叫什么？哎，真的成了吗？娘，好像真的成了，我们试一下。萧木把机器摆正，脚上用力，中间的滚轮真的动了起来。随着他脚上的动作，滚子越转越快。叶洛心从地上拾起一把稻谷递给萧木，萧木将稻穗的一头搭在滚轮上，随着唰啦啦一阵响声，稻粒纷飞，又被挡板拦住，落到了机器下面的地上。这一眨眼的功夫，一把稻子就被脱粒脱得干干净净。娘，成了！快再弄一次我看看。萧木再次踩动机器，只需翻个个，一把稻子就被脱得干干净净。哎呦喂，这也太快了！这孩子的脑瓜，哎呀，是怎么长的呢？这么好用的东西是怎么想出来的呢？有了脱粒机的加持，第2天下午，徐正香家的稻子就全部脱完粒了。他们把稻草堆好，院子里全部空出来，用来晒稻粒。李正媳妇从他们门前路过时，被吓了一跳。啊，你们怎么这么快呀？前2天还比我们少一大半呢。徐正香乐呵呵地给他介绍了家里的这台脱粒机。李正媳妇听完，立刻让自己儿子过来，把这台机器借了过去。
去，一下子村里的人都知道了萧长河家有个能快速脱力的好玩意儿。平时不怎么走动的村民都故意过来讨好徐正香，就是想把机器借回去用一下。来借机器的人多，萧长河也不是个小气的，干脆让他们去李正家里排号。赵娘子家里也种了2块田，去年丈夫断腿后，她把家里的薄田都卖了，给丈夫治病，就留了2亩肥田。今年收成不错，她本来想去萧家插个队，可徐正香根本就没给她好脸色，告诉她再来萧家那脱力机就别想用了。她悻悻地回了家，听见瞎眼婆婆又开始骂人：你这个丧门星，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么多年连个儿子都养不出来，生2个赔钱货不说，又害得我儿子断了腿。为什么断腿的不是你呀？赵娘子早就习惯了这种骂人的话，一边生火做饭，一边指挥2个女儿去外面敲稻穗。别以为老婆子我眼睛瞎，你做的那些龌龊事儿我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敢欺负到我们娘俩头上，我将来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娘，吃饭吧。说着，她又去扶起自己的男人，让他依靠着墙，把野菜团子和咸菜装进碗里递到他手上。男人腿疼得厉害，咬了2口野菜团子，又摇了摇头，放下了。娘，他看着自家男人，我看大山这腿越来越严重了，还得再找个郎中给他看一看。咱家的2块田，要不再卖1块吧？还卖田？家里的田都快被你卖光了。我赵家原来也有10几亩田地，被你卖的就剩下那么2亩肥田，你还敢惦记着？是不是把田卖光了？你要拿着钱拍拍屁股去找你的野汉子去。娘，你别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老太太我鼻子灵着呢，你的那股子骚味儿，我隔着10里地都能闻得到。自从我家大山断了腿，你就在外面勾3搭4，我今天就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这2亩田谁都别想动。田还是别卖了，卖了田你们以后吃什么？我这腿反正也治不好了。可我也不能这么眼看着你受罪，田不能卖，我儿子的腿也得治。那2个赔钱货养这么大，也到了该报答的时候了。明天你找个人牙子，2个丫头，不拘大的还是小的，卖1个出去，治病的钱不就有了，还能省下1个人的口粮来。不行，这2个孩子都能干活了，平时家里的活都是他们干，他们吃的也不多，有1口野菜就能养活，为什么要卖了受罪？留着有什么用？早晚还不得去别人家干活去？他们爹都弄成这个样子了，难道真要眼看着他们爹死了？这也是我的女儿，我说不能卖就不能卖。大花和小花在院子里把大人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姐姐，我不想被卖掉。放心吧，有娘呢，要是他们非要卖咱们，就让他们卖我。不行，我想和姐姐在一起。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孩子是我们老赵家的，还轮不到你做主。娘，你别忘了，大山瘫了这1年，你们吃的喝的都是我挣来的，我凭什么不能做主？你挣来的那都是你养汉养来的，我养汉那也是我的本事，没有我养汉，你们都得饿死。行了，都别吵了。赵娘子红着眼睛走出房子。当天半夜，叶落心睡得正熟，就听见隔壁传来了杀猪一般的嚎叫声。儿啊，我的儿啊，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没过多久，隔壁院子里陆陆续续传来了人声，萧家正屋的门也打开了。萧长河穿好衣服起来查看，一问之下才知道是隔壁的赵大山没了。有人说赵大山走得并不安详，临死都是睁着眼睛的。实际上只有赵娘子和老太太知道赵大山是自己吃了药走的。2个孩子跪在父亲的尸体前痛哭流涕，老太太一直不停地骂儿媳妇是个丧门星，是她克死了自己的丈夫。赵娘子却像是失了魂，眼睛一直看着前方一点，眨也不眨的，对别人的问话也没有反应。李正赶来的时候，已经有好心人帮着给赵大山的尸体盖上了破布，家里没个能张罗的，李正只好亲自出面，和众人一起商议着下葬的事情。赵大山没有儿子，下葬的时候没有人给摔盆，这事儿还得找他们本家人商量。第2天就有村民去了隔壁村，把赵大山的堂哥请了过来。堂哥叫赵大和，进屋之后没有安慰瞎眼的婶婶，反倒是屋前屋后巡视了一圈，一脸满意。赵前世听说赵家来了人，仿佛是找到了主心骨。大和，你弟弟苦啊，年纪轻轻的就被这恶毒的妇人给克死了，你可要替你弟弟做主，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赵家去。婶娘，大山刚走，现在休妻，我怕大山会怪我。怪什么怪？要不是他，我儿根本就不会死，我恨不得他替我那可怜的儿子去死了才好。既然婶娘这么说了，这恶人就由我来做了。我弟弟已死，你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去吧，大家好聚好散，别弄得太难看了。我走了，2个女儿怎么办？你女儿是赵家人，自然不能跟你走。一个瞎眼的老太太，2个未及笄姑娘，她们怎么过日子？谁给她们吃？谁给她们喝？你吗？当然是我了，难道还指望你不成？好，既然如此，那你说说，你每年能给他们多少银两？老太太若是生了病，你能不能拿钱给她医治？我女儿到了出嫁的年岁，你能不能给他们找个好婆家？今天乡亲们都在，就让大家给做个证，你打算如何照顾他们？赵大和正想着该怎么回答，门外又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赵大山的
叔叔赵忠上门了。这位叔叔多年不曾走动，进了门来，哎，二嫂啊，白发人送黑发人，真是苦了你了。外面响起呜呜咽咽的哭声，有个孩子的哭声尤其大。这是谁家的孩子哭得这么伤心？是专门来送咱们大山的吗？是我小孙子，今年刚满10岁。你家大山没有儿子，总得过继一个，给他摔盆扶棺。我孙子机灵，看在大山的面子上，我愿意将他过继给你们家。才10岁，那三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和大山是亲兄弟，过继儿子也是先从我家里选。我小儿子14岁，过继给我弟弟正好。按理来说应该过继你家儿子，可是别人不清楚，我却清楚得很。你那个小儿子心智不全，连话都说不清楚，继承了大山的家业，不能照顾老太太不说，这点家业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这是我们的事儿，不需要你操心。事关赵家的家产，我怎么能不关心？大山他没有儿子，只要是赵家的人都有资格分得一份田产。平时也不见你过来走动，现在过来趁火打劫，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你不也是看上了他家的田产？要不你能来？老太太一直听着他们的话，到后面也听出不对来，合着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他的死活，只想把那点田产抢走。他悲从中来，心中的那点期盼也全都化作了怒意。你们都给我闭嘴！我老太太还活着呢，你们休想分走我儿子田产。婶娘，大山没有儿子，这些田产早晚都得分出去，与其给了别人，不如就给了我家俊生，到时候让俊生住到你们家里来，我再给你搭个偏房，肯定短不了你一口吃的。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又觉得赵娘子没有那么坏了，至少她什么都听自己的，吃喝拉撒也照顾得周全。你们都给我滚出去！有我在一天，谁都别想抢走我儿子的家产。老太太状似疯癫，拿起手边的东西就往外撇，不管是谁乱打一气。没多一会儿，屋里人就全退出去了。他们又把赵娘子当成了目标，赵大和也不提休妻的事儿了。两家人围着赵娘子，非要让她选出一个继承人来。徐正香在外面看了半天热闹，对赵家这些趁火打劫的行为十分反感。青天白日的，你们还想趁火打劫呀？我们青山村的人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就是啊，你们少到我们青山村来欺负人，小心逼出人命来。出了事儿，李正肯定要将你们告到县衙去。说曹操到，李正听见这边的动静，立刻走了过来。我朝律法，寡妇要为自己的丈夫守孝3年，她婆母还在，你们这些外人也做不得主。赵前世，你若不想过继赵氏子侄，我就帮着你把这些亲戚赶出青山村去。以后的日子，你们娘几个自己研究着过。把他们都赶出去，以后谁都别想打我家田产的主意，否则你们再来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让你们全都给我偿命。眼见着事情不成，赵家来的这些人也不再哭灵，骂骂咧咧的全都离开了。3天后，赵大山下葬，赵娘子花了50文钱雇了村头赵疯子的傻孙子给摔了盆。傻孙子没见过这么多钱，下葬当天哭得相当卖力，倒像是真的死了亲爹一样。赵娘子终于用上了萧家的脱力机，干完活当天，她就背着一袋粮食去给徐正香还粮食。徐正香依然对她爱答不理，收下粮食就让她离开。赵娘子却一改往日的态度，规规矩矩给徐正香行了谢礼。小婶子，以前都是我不好，多有得罪了。那天赵家人来欺负我，多亏了婶娘帮我说话，我也没什么可报答的。婶子若是不嫌弃，以后有什么粗活，尽管找我帮忙。我家一个老头子，2个儿子，有什么活能用得上你？你就规规矩矩把你自己家2个女儿养好得了。婶娘说的是，我会的。赵娘子一改往日不羁模样，十分规矩的应了下来。娘，新米都下来了，要不咱们今天蒸个新米饭吃吧？吃，就知道吃。怎么人家洛心脑子里装的东西就和你装的不一样啊？娘，看你说的，弟妹那可是福星，我怎么比得了？我想不出那些复杂的东西，只要跟着弟妹沾点光就行了。徐正香说晚上要吃新米，萧长河就把2个多月没有用过的石缸拿出来，倒了一些稻谷进去，挥着木锤子开始敲打。萧景最近一直待在家中，看父亲要冲新米，就知道晚上又有好东西吃了，赶紧上来帮忙。爹，我来吧。你能行？怎么不行？我力气大着呢。萧景把锤子抡得如同捣蒜，冲完这一轮，2条胳膊都要抬不起来了。这活也太累人了，做农活哪有不累的？你整天叨叨读书累，那是因为没下地干活。等你像你2个哥哥一样，在地里干上半年，你就知道了，读书是最轻松的事情。爹，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读书的。不过这农活也不一定非得这么累，我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舂米轻松一点。自从上次和2哥2嫂一起做了脱力机，萧景就对改良农具这件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萧长河舂米的时候，萧景就一直拿个棍子在地上画画。等徐正香装米的时候，看见萧景偷懒，就知道玩，没看见你爹在舂米吗？这么大小子了，一点眼力劲儿也没有。娘，我正研究舂米的工具呢，你这一拍，我全
真都忘了。正好叶洛心从外面割草回来，萧景站起来跑到叶洛心身边，把头伸了过去。嫂子，你快来拍我一下，我这脑子都被娘给拍笨了。叶洛心觉得好笑，摸了摸她的头发。怎么会？咱们小景聪明着呢。萧景嘿嘿一笑，接过叶洛心的背篓，扯着她的袖子就往里面走。嫂子，你快来看，我刚刚画了一个冲米的工具，可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扶手太长，往下压的时候费力气。其实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用手操作，如果能用脚踏的话，应该会更轻松。萧景恍然大悟，啪的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脑门上。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用脚踩不仅可以把手空出来，还能省很多力气。他迅速用手抹掉画的不对的地方，重新添加了内容。没多一会儿，一个脚踏式的冲米器就出现在了地上。冲米器前段是一个大大的圆头，被一条长杆连着，长杆中间穿过一个用作杠杆的横梁，后端是修得扁平的脚踏板，在脚踏板两端钉两个木杆，可以用作扶手。叶洛心看完，满意的点了点头。得到嫂子的肯定，萧景立刻跑到屋内，用纸笔把刚才地上的画重新画了一遍。明天就让二哥找木匠做出来，以后冲米的活都是我的，我一个人就能干。徐正香在厨房听见小儿子的豪言壮语，对着干活的杨凤道：听见没？估计是馋稀米馋的，脑子不清楚了。杨凤正往锅里下青笋，三弟聪明，没准又折腾出好东西了。叶洛心也洗好了手走进来，弟妹，快看看你锅里卤的肉怎么样了？那肉味早就冒出来了，闻着就流口水了。肉是萧木早上去县城集市上买的，特意去里面买了酱肘子。酱肘子金贵，要150文一斤，一个肘子就花了他410文钱。你这挣点钱也不容易，何必去和那个李翠花比呀？一个酱肘子而已，我就是一辈子不吃，我也不觉得李翠花她压我一头。娘，夫君也是一片孝心，不过酱肘子也没有那么好吃嘛。嫂子，这还不好吃啊？你难道吃过更好吃的肘子？吃过，真正好的酱肘子要肥而不腻，软烂适口，连外面的皮都是糯糯的，这样才好吃。萧木今天又去县城卖药材，正好买了肉回来，为了让家人吃得尽兴，他花70文买了一个肘子，又花180文买了5斤猪肉、4个猪蹄和几根大骨头。这是叶洛心第一次在萧家大展厨艺，此时的肉已经用小火煮了2个时辰，肉类独有的香味立刻散发了出来。熟了，他拿了家里最大的2个盘子，一个盘子里装满猪蹄和猪大骨，另外一个盘子里则切了半盘肘子、半盘五花肉。嫂子，张嘴。叶洛心顺手将一块边肉塞到杨凤的口中。好吃，娘，太好吃了！不就是卤肉吗？又不是没吃过。你看你那贪吃的样子，像800年没吃过肉似的。还没上桌，哪有富人家先偷嘴的？哎呀，这个味道不一样，实在太香了。徐正香想给小辈们立个规矩，叶洛心已经切好了另外一块肥瘦相间的肉，递到了他的嘴边。肉味实在太香，徐正香也睁大了眼睛。是有点好吃，娘，我就说吧，是真的好吃。下次不许这样了，饭菜做好了要去桌上再吃。这肉里放了什么？怎么吃不出腥味啊？这肉好吃，一个是因为放了糖，还有一个是放了一些山上摘的香料，这些东西都放全了，味道肯定差不了。你原来家里不是对你不好吗？那你是从哪里学的这个手艺啊？小时候我娘亲教给我的。这个借口实在好用，凡是解释不通的都可以拿原生的父母出来解释了。你原来的爹娘真好。徐正香怕叶洛心想起往事伤心，立刻打断了这个话题。咱家难得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一会儿让小景给孔先生送一些过去。小景还在完善他画的图，得了命令，抱起装肉的碗就往孔先生的住处跑。到书院的时候，雅奴正在院子里生火，孔先生如今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还不能起床。萧景问候了先生的身体，又回答了孔先生提出的几个考题。耽搁一会儿之后，撒腿就往家里跑。萧家人围坐一圈，看着这么多肉，一时间都没有下手。等萧景到家了，人齐了，都吃吧。大家这才挥起筷子来。稍微凉下来的卤肉，肉质更加紧实，肉皮也变得筋道弹牙。人齐了，都吃吧。大家这才挥起筷子来。稍微凉下来的卤肉，肉质更加紧实，肉皮也变得筋道弹牙。萧长河吃了一口卤肉，然后看着叶洛心，这个味道确实比酒楼做的还要好，想不到咱们家洛心还是个手艺人。他这么一说，全家人都一起点了点头。对，萧景已经拿了一个猪蹄抱在手里啃边重重的点头。这个猪蹄做的实在太好吃了，又软糯又筋道，还没有怪味，简直绝了。就洛心这手艺绝对不比酒楼大厨差，咱们家要是开个酒楼，专门卖这个，生意肯定红火。开酒楼费用太高，光是租金1年就得几10两银子。
子，更何况洛洛身子弱，厨房的活恐怕不适合他做。徐正香听见儿子这么说，摆摆手道：哎，我就是随便说说，咱们这样的人家哪里敢奢望着开酒楼的事儿？我都去酒楼吃过饭，要真开个酒楼，那不得吓死我啊！我们现在开不起酒楼，倒是能研究点小吃的生意。我做这个卤肉，其实也是想让大家帮我尝尝味道。刚才大家都表示这卤肉的味道还行，我觉得这个生意就可以做。咱们本钱少，就先弄一些便宜的，价格低一点，先去集市上卖，如何？那我们先做什么呀？猪肉也20文1斤呢，做好了价格是不是得翻倍？可是卖的这么贵，真的有人买吗？萧松第一个问道。对，你大哥农闲的时候常在县城做零工，他对县城里的事儿还是了解一些的，出力气干活的都舍不得花钱，要是咱们的肉做好了没人买可怎么办？哎，别人我不知道，如果是我是不会买的。为什么？大家全都看向他。因为什么？因为我没钱呐！这1斤卤肉的价格都可以买3、4斤的粮食了，想吃肉大不了割一块自己回家做，反正是肉总比野菜好吃，剩下的钱还可以买粮食吃。那我们先定好目标群，看到底什么样的人能买我们的卤肉。这么贵的肉，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才吃得起，我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那肯定是不行，大户人家的门也不是那么好敲开的。再说贸然去送，别人也不会吃，不如我去问问酒楼，看几家酒楼愿不愿意收我们做好的卤肉，这样一来有了固定的销路，这生意就能做起来了。老二说的对，你就找个机会带着咱们做好的卤肉去问一问。其实还有个办法。萧景啃完了一个猪蹄，我也是刚刚想到的，嫂子做的这个猪蹄这么好吃，不如我们在下个月秋闱之前去书院门口卖卤猪蹄。咋，读书人喜欢吃猪蹄？这说法真是闻所未闻呢。嫂子你不知道吗？考生在考试之前，亲友都会送猪蹄，寓意猪书提名，图个吉利。每到秋闱之际，考生们互相送猪蹄的也特别多。咱们的猪蹄这么好吃，肯定受欢迎，所以到书院门口卖准没错。小景说的对，确实有这个习俗。那真是太好了，这种事情上大家都不会吝啬那几文钱，咱们在他们赶考前到书院门口试试去。叶落心有了主意，晚上洗漱后，萧木破天荒地拿起了书架上一直都没有看过的书。叶落心之前就在奇怪，萧木又不是萧景，屋子里为什么会有书架和书桌？原来萧木也是识字的，而且认识的还不少。今天怎么想着要看书了？随便看看。萧木一边答一边自然而然地拉过叶落心的手，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发现萧木看的是一本策论，这绝不是入门级别的书，看来他还是小看了萧木。怎么看起策论来了？娘子这么能干，我总不能太过落后了，免得以后落个吃软饭的下场。萧木轻轻一笑，一只手开始不安分起来。见他不肯好好回答，叶落心便想起身离开，萧木却突然加大手上的力度，将他更紧地搂在了怀里。夫君啊！叶落心低低地喊了一声，这个姿势他已经明显察觉出萧木身体某个部位的变化。快点放开我！不要！元宝都看到了。萧木抬头看见小老虎趴在门口，正歪着脑袋看他们。他目光一冷，对着老虎沉声道：躲远点儿。他反应灵活，在萧木有下一步动作之前，赶紧拖着尚未痊愈的腿躲开了。萧木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可如今他仿佛是对眼前的女人上了瘾。月影婆娑，叶落心的眉目舒展，时而紧皱。半晌之后，月亮仿佛是害了羞，扯过一丝云朵挡住了脸，屋子里彻底暗了下来。可那种细密的哼声却又持续了很久很久。你说什么？青山村的早稻全都收好了，他们今年的粮食减产了这么多。回禀老爷，小人问过李正了，说是没有减产。青山村有人研究出来个好东西，能快速脱粒，是以大大减少收稻子的时间。这个萧大生有了好东西也不知道上报，你去让他速速来见我。算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我和你一起去青山村看看。是。第二天，一辆马车驶进了青山村，村民们纷纷围观。只见一个身着衙役服的人上前，从里面浮出了一个身形瘦小、眉目温润的中年男人。男人身着绯色罗袍，头上戴着一顶乌纱帽，竟然是县官老爷。一群百姓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官，纷纷跪下行礼。刘县令倒也没有什么官架子，摆摆手让众人起来，简单询问了下今年的收成，便和手下一起奔着李正家而去。李正正在田里插秧，听说县令来了。县令大人怎么来了？莫非萧有才那个小子在县里犯了什么事儿？哎呀，呸！你怎么不望着你儿子好点啊？我家有才可不是那种惹是生非之人，没准是好事儿。哎，你快回去看看吧。李正娘子帮着自家老头子稳住了心神，才撒腿往家里跑，边跑边在心里念叨：佛祖保佑，可千万别是什么坏消息呀！县令一路上观察着村子里的情况，果然如衙役所说，稻草都被堆成了草垛，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晒着稻粒，还有人家已经晒好了，都开始装袋了。要是所有农户都能有这个速度，一定不会耽误西苗插秧了。清河县每年能种2季稻子，但有的人家因为忙不过来，会错过最好种植时间。我大哥在黄山村，昨天他和我说还差一半的稻子没有脱粒呢，这几天都在忙着脱粒，怕是下起雨来就不好晒了。说
话间，走到李正家的门口，远远看见李正也从远处一瘸一拐地跑回来。小人见过县令大人，怎么不请我们进去喝杯水？请，大人里面请。李正媳妇儿这会儿也跑了回来了，张罗着烧热水煮茶，把李正珍藏了许久的白茶拿出来泡上。刘县令也不废话，在院中的石凳上坐下之后，我听说你做了个好东西，能加快求书的速度啊！前来大人是为了这个来的。我们村里确实做了个脱力的器具，不过那不是我做的，是萧家的老二鼓捣出来的，正好村里的村民都用完了，昨天已经还回去了。大人若是想看，我这就让他们送过来，何必那么麻烦？我和你一起去他家看看，正好看看做出东西的人。闻得此言，李正赶紧让人去萧家送了消息，自己则带着县令往萧家走。你刚说这个东西是萧家的儿子做出来的，他是个木匠？不是，他是个跑山的，平时去山上采点草药补贴家用，今年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弄出这个东西来，倒是十分的好用。说话间，几人已经到了萧家门口。萧长河得到了消息，已经带着家人们从田里飞奔回来，将那台脱力机放在了院子的中央。县令一进门就看到了，就是这个。是。萧景答道。作为家中唯一一个读书人，萧景被推出来回答县令大人的问题。这个农具是你想出来的吗？不是，是我二嫂想出来的。想出这东西的竟然是个妇人，你家二嫂何在？民妇参见大人。朝着县令微微一礼。县令看着叶落心，虽然长相清秀端庄，却也做村中农妇打扮，他略略有些失望，还以为是什么落难的大户人家小姐，看起来是他想多了。你是如何想到做这个农具的？叶落心再行一礼。其实是家夫和弟弟心疼我们干活辛苦想出来的，民妇只是提出了一个想法，图是3D 化的农具是夫家找人打磨并且组装起来的，他们把这个功劳安到民妇头上，民妇实在不敢当。叶落心不想要这个功劳，在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一个弱女子若是太出挑了，反倒会引起种种不便，况且她现在还没强到要出头的时候。他说的可是真的？回大人，是的。萧景应了下来，朝着县令微微一礼。那图确实是他画的，农具也是二哥找人做的，可是主意是嫂子想的呀。可否为我演示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脱力的？这个就有点难了，要是县令早几天来，这脱力的方法随时可见，如今想找一把未脱力的稻子却也不容易了。用稻子演示恐怕不行，不过我们可以用别的东西替代一下。用什么？众人一起看向他。就弄一把地里的稗草，若是这个脱力机能将稗草上的种子脱下来，那脱起稻粒来肯定更加容易。嫂子就是聪明。萧景心中感叹一声，便要去地头拔稗草，谁知刚走出院门，已经有人将稗草送了过来。原来村民们听说了县令到了萧家，连地里的活都顾不上了，全都跑过来围观。听见里面说要用稗草，有较快的立刻就去拔了一大把。县令看着被打得纷飞的稗草种子，心中的欢喜之情越来越盛，这可是个宝贝呀！他当官这么久，还没有听说哪个县城做出了这么好的农具，若是将这个脱力机交给知府，自己这一年的政绩岂不是就有了？李正，你可愿意将这台农具上交县衙？李正挠了挠头，区农具能入得大人的法眼，是草民一家的荣幸，只不过这东西也是我们一家耗费心血所得，打造的时候木料工钱也耗费了不少，不知道大胆！随行衙役大喝一声，县衙大人，纡尊降贵来到这里，区一介农户还敢跟大人讨价还价？退下！谁准许你们如此嚣张跋扈的？说完他又转头看着萧木，上下打量一眼后，你们好不容易做出来的农具，我当然不能说带走就带走，我不光要补偿你们的工钱和料钱，还要嘉奖你们。不如你来说说需要多少银两？我不想要银子，那你想要什么？刘县令一愣，他再次将目光投到这个年轻人的脸上。大人把脱力机带回去，一定会在全县推广。清河县今年的夏收一定是整个州府最快的，这对整个县城的百姓都可以说是功德一件。到时候大人定会得到全县百姓的称赞。大人若是将此器具献给知府大人，相信知府大人也会为大人记上一笔功劳。有了这些功劳，他能得到的何止区几百两白银，升迁官职、提高俸禄，全都指日可待。这么看，只给萧家100两银子确实是少了。你想要什么？村里的孔先生病了，一群孩子没有书读，希望县令大人能给村里派个教书先生，同时安排最好的大夫给孔先生治病。安排大夫是小，可给村里安排教书的先生，这个可不是小事。他辖下10多个村子，没有学堂的就有5、6个，单独给清河村安排教书先生，似乎有失偏颇。还有吗？若是知府大人提高今年的赋税，请县令大人为民请命，保住我们清河县3/10的税，老百姓好不容易有了个好收成，让大家都缓一缓。萧长河听了萧木的话，赞同的点了点头。外面的村民听了，又佩服又惊讶，合着萧木提了2条，每条求的都是大家的利益。萧木大义呀，平时看他不怎么和大家伙接触，没想到有了好事，想的竟全都是乡亲们。谁说不是呢？这要是我，肯定要向大人
人求100两银子，盖上2间房子，再娶上一房老婆。那幸亏不是你做出的脱力机，否则都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刘县令听了萧木的要求后，哈哈大笑2声。后生大义，若我辖下子民都如你这般，岂不是天下昌盛了？草民不敢当。萧木双手抱拳，草民之所以提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书院和税赋都与草民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并非什么大义之举。见刘县令神色犹豫，兵贵神速，大人若是有心将此物进献，还是要快一些，免得被别人抢了风头。这县令感到一丝从没有过的紧迫感。萧木说的对，青山村这么多户人家都用了这个脱力机，难道没有跟外县亲戚说的？若真的被哪个有心之人学了去，提前上报，这个功劳他可就抢不到了。都怪李正不及时上报，可现在说这个也晚了，当务之急是赶紧上报到州府去。你说的这2件事，我都会尽力去办。减税之事，若有变动，我一定会尽力争取。武正，你拿出1张银票给这位萧家的2公子，算是本官格外赏赐给他的。刘县令着急要走，便把所有的事先答应了下来。萧木接过银票，多谢大人，草民恭候大人的好消息。时间紧迫，刘知县也不顾的去县衙再调马车过来。李正帮忙叫了刘二的牛车，县令赏了刘二1两银子，由刘二拉着脱力机跟在县老爷的马车后，一路护送着把脱力机送到县衙去。送走知县后，村民们纷纷进院对萧家人贺喜。秋二哥，你家3个儿子真是一个比一个出息，老二平时看着不声不响的，没想到一下子就给乡亲们谋这么大个大福利。是啊，咱们青山村的所有乡，大家别客气，别客气。徐正香也觉得脸上有光，而且既得了钱又得了好感，这种好事儿真是难得遇到一回。见大家都在夸萧木，他将站在自己身后的叶落心一把拉到身前来。哎呀，都是我这个儿媳妇有福气。当初先生和李正不是说了吗？洛心呐是个大吉之人，本来我是不信的，可是你看这成亲还没有半年，家里就有了这么好的事儿，可不就是借了儿媳妇的光吗？隔壁的赵娘子身上带笑，还凉之后就再也没往萧家院子里来过。在院门口听见徐正香说的话，她也对着身边的妇人说道：哎呀，萧婶子说的还真是，我记得萧家老二成亲当天有大雁掉下来了是吧？如今又有县令亲自登门拜访，萧婶子这个儿媳妇儿还真是个吉利人儿。谁说不是呢？这么一看呢，萧婶子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可不是嘛。众夫人笑成一团，唯独李翠花格格不入。不就是见个县令吗？至于高兴成这样，没见识。萧家大婶，话可不能这么说的。你家儿子秀才出身，如今也住在县城里，这县令大人可是随便就能见到的。对呀对呀，你家秀才见过几次县令大人呀？其他妇人也应和道，他们早就对李翠花不满了，不就是有个秀才儿子，天天炫耀起来没完没了的。一群没见识的村妇，我才不告诉你们。李翠花被堵得没话说，气得一扭身走远了。几天后，萧家的2茶水道全部插秧完毕，叶落心的卤肉大计也终于提上了日程了。因为萧景的话，他们打算先做猪蹄，靠这些学子们宣传宣传。多方打听后，县城最大的长亭书院共有84名学子，加上院长、直学和书院里的先生，一共有100多人。所以叶落心不打算弄太多，就按照1半的人数，也就是50对猪蹄来准备。萧木走遍了整个县城的肉铺，又雇牛车去了2个隔壁的乡里，才勉强收购了50对。前几天是5文钱1斤的，今天有10文钱。不过我收上来的许多都是没有收拾干净的，和他们讲了价，给的7文钱1斤。这些一共花了260钱，260钱不到3两银子。叶落心在心中算了一下，为了让自己的猪蹄高端大气，他还得去买漂亮的食盒，把猪蹄装起来。夫君，县城有没有专门卖食盒的地方？我们还需要买50个食盒。有，城南的王记就是专门卖各种食盒的。第2天，徐正香带着杨凤几人在家刮猪蹄，萧木则带着叶落心去城中挑选食盒。食盒的款式有很多种，最贵的能买到20两银子一个。叶落心看得直咂舌，木头食盒最差也要80文钱，最后还是挑了最便宜的10文钱一个的竹编食盒。洛洛，一个食盒的价格都快赶上半个猪蹄了，会不会有些浪费了？怎么会呢？人靠衣装，马靠鞍，这送礼的东西一定要很讲究，才能卖得出高价。若是说起面子，这个竹篮的食盒似会撑不起这样的作用。没关系，我有办法让它看起来高级一点。选好了篮子，又是刘二的车给他们送回家。你们一下子买了这么多篮子，是不是又要做什么大事了？要是需要用车，一定记得喊我。刘二叔，那就麻烦你了。这2日我还真要用牛车，早上走，晚上回，只拉我们家的人和货，1天30文钱，能行不？行，怎么不行呢？1天30文都用不上，你给我20文就成。那就麻烦刘二叔了。回家之后，徐正香和杨凤已经把猪蹄收拾出来了。娘，大嫂，你们辛苦了。叶落心说着
着，从随身提着的食盒里拿出2盒云片糕。这2盒云片糕是给娘和大嫂的，你们快尝尝。杨凤十分欣喜，没想到叶洛心还会给自己带东西回来，把自己的那份接过来。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要不还是不要了吧，这又得花不少钱。嫂子，我看你上次去集市的时候盯着这个东西看了很久，想着你一定会喜欢的。叶洛心没有接，又把另外1盒递给了徐正香。娘，这个很甜，你一定会喜欢的。他接过叶洛心递来的云片糕。你爹也没吃过这玩意儿，我留着晚上和他一起吃。嫂子，有我的吗？萧景一直在旁边看着。有，怎么能少了你的呢？叶洛心从篮子里又拿出1盒。你自己1盒，但是我有条件哦。不等叶洛心说条件，萧景就出手把糕点盒子抢过来。嫂子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只要是嫂子让我做的，我都去做。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叶洛心说着提起一个食盒，我想让你用朱砂在这个食盒上帮我写4个字，金榜题名。这有什么难的？写个字而已。其实我二哥的字比我还好，你怎么不让他写啊？叶洛心嫁过来这么久就没见过萧木写字，他歪头看着萧木。你要是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写。当天晚上，叶洛心第一次看见了萧木写字，之前只见过他握刀，没想到提起笔来倒是多了一份儒雅之气。萧木先是对着食盒观察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下笔，一个接一个，写得很快。萧景一脸崇拜地蹲在旁边看。嫂子，还得是你，我都好几年没有见过我哥握笔了，你看他写得多好看。这是叶洛心第一次想探究萧木真正的身份，没有几年的功夫是练不出这样的笔迹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探究的时候，他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做。想要提高食盒的档次，光是题字肯定还是不行。叶洛心也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好了，还要在篮子上做一些小装饰。之前买的碎布有一部分用来大写底了，还有一部分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用，这次正好可以用这些碎布做一些永生花的装饰。不拘是什么颜色，只要把花瓣捏出来，再配上几种颜色，就是很漂亮的一朵花了。永生花是他最喜欢的东西。杨凤眼看着叶洛心用碎布东拼西凑，没几下就做出了一朵花，简直惊呆了。他指着叶洛心手中朱红色配着湛蓝色和黄色的花朵问道：弟妹，你刚刚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只看见你翻了几下就弄出了一朵花。叶洛心拿起另外3种颜色的布，重新给杨凤展示。你看，就是这样的，这3个叠在一起，捏几个皱，然后把这条抽出来缠一下。杨凤看的眼都直了，这玩意儿看起来有点简单，可是眼睛会了，手好像没会呢。他拿起3个布条捏了一下，又一绕，立刻就散了花。不对，你刚刚这个应该这样。叶洛心又重新展示了一下，杨凤还是有些糊涂。明明是这样，怎么不对呢？婶婶，不是那样的。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是隔壁赵家的大花，也不知道他趴在墙头看多久了。你个小孩子，你娘没教你不要爬墙头吗？小奶奶，我不是故意爬墙头的，我到上面来捡东西，看2个婶婶在用碎布叠花，不小心就看入迷了。你刚刚说的不对，那你看明白了吗？能看懂，那你编一个给我看看。叶洛心说着来到墙边，将3根布条递到大花的手上。大花稍微想了一下，按照脑中的记忆，就把刚才叶洛心的动作全都重复了出来。虽然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稍微调整一下就成型了。你好厉害，你愿意来给我帮忙吗？大花听见夸赞，先是不好意思，听见要帮忙，她连忙点头，又回头看了看自己家屋子。没事，你回去问问你娘，看她同不同意。你就说隔壁的婶婶想要雇你帮着做花样，1天给3文钱。她听完叶洛心的话，立刻从墙头跳下去，飞快地奔回家里。没多一会儿，她就又爬了回来。婶婶，我娘说待孝没过49天不让我去你家，但是我可以坐在这边帮你干活。我娘还说不收工钱。经过上次的事儿，徐正香已经对赵娘子没有那么讨厌了。她家大花一直乖巧懂事，叶洛心想让她帮着干活，徐正香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也可以，我来教你花样，你学会了就拿回家里做，做好了就从墙头递给我。叶洛心最后定了下来，做永生花是个细致活，她自己做50个的话恐怕得2天，有了大花的帮忙，进度能快不少。天黑之后，大花把做好的10多永生花递过来，加上叶洛心自己做的，正好凑够了25个。第2天天还没亮，西屋的小两口就起床了，消木生火，叶洛心炒糖色，下猪蹄，放调料。当太阳升到树梢高的时候，猪蹄也出锅了。萧家人一齐上阵，帮着装好猪蹄。叶洛心又把锅里的一块猪肉捞出来，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都忙活完了。哎呀，这么多猪蹄，一下子能卖完吗？天这么热，这猪蹄可放不了2天呢。娘，您别担心了，要是卖不出去，咱们可以自己吃。萧木安慰他。呸，这么多猪蹄，你得吃到什么年月去？花了那么多银子呢，这钱可不能这么糟践。徐正香越说越上火，恨不得让他们赶紧出门。正好约好的刘二赶着牛车到了院门口，叶洛心和萧木、萧松3人就一齐出发，奔着长亭书院而去了。书院门口有人看守，他们进不去。
去。刘二把牛车停在一处树荫下，肖家兄弟把货卸下来，打发刘二先回去。3个人便一起等着，等书院中午放学的时间。午休时候，学院里的书生三三两两往外走，看到拉货的牛车，他们只看了一眼便擦身而过。叶罗新以前没有做过生意，但他知道做生意得主动招呼。猪蹄，新鲜出锅的猪蹄嘞，味道好的不得了，吃了能保佑金榜题名嘞。一开始没人往这边看，后来终于有人感了兴趣。猪蹄儿熟的吗？怎么做？看，一个食盒里面装着2个猪蹄，里面的猪蹄都是早上刚做的。说完，他把食盒的盖子掀开，把里面的东西给对面的人看。新鲜软辣，回味无穷。酒楼的酱肉都好吃，干嘛要在路边买？味道肯定不如酒楼的。我看这个食盒还挺特别的，是挺好看的，这花弄得跟真的一样，这个字写的也很好。这是你们谁写的？家中弟弟写的。原来你们家里也有读书人呢。不过你们一看就不是经常做买卖的。虽然我们在考试前也会买猪蹄送给同窗，可是我们一般不会在路边买。酒楼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做猪蹄，我们都习惯去他家。买不买的无所谓，你们尝尝我家的味道，一点不比酒楼的差。叶洛新并未受影响，打开盛肉的食盒，用刀切了一块肉递给2位顾客。切下来的肉盛在洗干净的树叶上，看起来干净卫生。第一个人率先拿起一片肉来放到嘴里，好吃啊！他说着把另外一片肉也拿了过来。这个不是我的吗？你怎么也想一起吃了呀？没关系，我这里还有。说着他立刻又切下一片肉递了上去。2个人吃下肉去，这玩意儿还真他娘的好吃啊！见2个人站在这里，其他同窗也围了上来。干什么呢你们？卖猪蹄的过来看一下，猪蹄干嘛要在这里买啊？这里好吃啊！第2个姓李的同学应道。真好吃吗？真的，我刚刚尝过了。看他们的样子，其他的学生也开始好奇起来。叶洛新带一块肉来，目的就是给大家尝尝味道。眼见着聚集的人多了，他又切出了10片肉，放在洗干净的树叶上，让萧木和萧松递给围观的学生们。萧木和萧松没干过这种事儿，个个僵硬的像块石头。可是看叶洛新应对的那么自然，他们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尽量弯起嘴角给这些学子们递肉。他们2个一个比一个高大，露出这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显得十分吓人。怎么样，我家的酱肉味道确实好吧？多少钱一份？终于有人问了价格，300文一盒。来之前叶洛新算了一下，2个猪蹄成本30文，做好之后按照翻倍的价格计算就是60文，加上一个食盒的价格是65文，永生花自己做的也按5文算，那就是75文。把雇佣牛车的价格也算上的话，满打满算不到75文钱，刨去人工，这就是他所有的成本。卖到100文，他就算是赚钱了。300文很便宜啊，比酒楼的便宜200文。虽然便宜，但是我们也是真材实料，而且食盒也是精心设计过的。永生花搭配金榜题名，寓意吃到的人能在考场上妙笔生花，金榜题名。好，这个寓意我喜欢，妙笔生花，我就要妙笔生花，给我来1份。我也要，给我来2份。你们都买啊？那给我也来1盒，反正就300文钱。萧木和萧松都没想到叶洛新短短几句话就能让这些人高高兴兴的掏钱。萧松更是想不明白，这些连6、70文都嫌贵的猪蹄竟然能卖到300文钱，这和抢钱有什么区别啊？可现在抢钱的是他自己的弟妹，他不仅不能说，还得帮着他一起抢，但是这种感觉还挺爽的。没多一会儿，25份猪蹄就卖剩了1份。中午出来觅食的学子们也差不多都返了回去，还有一些在书院里吃饭的人没有出来。要是等到晚上下学，这1份肯定能卖出去。不过叶洛新不打算等那么久，一会儿如果还没有人要的话，他就打算回去了。正在这时，后面传来一个声音：猪蹄是吧？给我来1份，我倒要看这农妇家里能做出什么好味道。叶洛新听见心下一喜，看来这1份也不用带回去了。谁知他一回头，却看见了一个最不想看见的人——叶青青。叶青青也认出了叶洛新，他回过身：许公子或许不认得，这是我妹妹。既然是自家人，妹妹就送1份给许公子吧。我又不认得他，为什么要送给他？你不过是1份猪蹄而已，换做是平时，许公子看都不会看一眼，你怎么还给脸不要脸呢？伸手跟别人要东西，你才不要脸。叶洛新也没心情卖了，收拾篮子准备走。站住！叶青青伸手想要拉住叶洛新，还没等碰到他的衣角，他的胳膊就被一股大力推远了。你干什么？光天化日还敢对女子动手？是他先对我娘子动的手，你该庆幸他没有碰到我娘子，不然我不保证他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许公子啊！叶青青朝着许昭撒娇，他们竟然敢欺负我！叶洛新以前就听说过叶青青认识了有钱人家的公子，这还是第一次见。他身材消瘦，衣着华贵，腰间还挂着3、4个翠绿色的玉佩，方方正正的脸上透着疲态，眼底乌青，一双眼睛也是带睁不睁，透着一股肾亏的模样。和萧木比起来，他的
身体太弱了。大胆刁民，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许昭是何许人也？敢欺负我的人，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吧？你是许家公子，算你有见识。哼，识相的就快给青青道歉，否则有你们的好果子吃。许公子说的哪里话？我们虽然出身农户，却也知道天下还有王法在。刚刚明明是许公子身边的姑娘想要抢我们的猪蹄，为什么是我们道歉？笑话，我堂堂许家公子会抢你们的猪蹄？不是吗？刚刚叶青青不是说让我把这份猪蹄送给许公子吗？我作为货主没有同意，他就擅自要将我的东西送人，不是抢又是什么？许昭回头看了一眼叶青青，小门小户出来的就是见识短，以他这种身份被别人知道想强行要别人的猪蹄，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叶青青察觉到了许昭的不悦，是我大意了，我都忘了妹妹嫁的是个山野村夫，家里穷的只能吃野菜，这2个猪蹄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对于他们来说可是天大的一笔银子呢。许公子啊，要不你就出钱把猪蹄买下来吧，也可怜可怜他们几个。这有什么难的？许昭说着就想要掏钱，不卖。叶洛心将食盒递给萧木，品行不端的人不配吃我的猪蹄，你说谁品行不端呢？你竟敢出言污蔑我们，谁问就是说谁喽。姐姐与许公子如此亲密，不知姐姐几时成的亲？成什么亲？没成亲吗？我还以为姐姐早就嫁给许公子了呢。叶洛心的一句话让2个人的表情都有些难看。姐姐当初悔婚逃跑，母亲为了贪图那50两的彩礼钱，将我卖给萧家，我还以为姐姐从此过上飞黄腾达的生活了呢，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叶青青被气得脖子都红了。对了，你看到了吗？我的夫君萧木原本是与你定亲的那个人，他一点也不比你的许公子差，至少身体上要好很多。许昭顺着叶洛心的话看向萧木，萧木高大的身材给人无穷的压迫感，原来这就是当初和叶青青定亲的那个男人，怪不得叶青青总说让他注意身体，原来是有这么个人在这比着呢。眼见2个人的脸色都变了，叶洛心的目的也达到了，他不再理会2人，和萧木萧松一起离开学院门口。刘二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见几个人过来吃了一惊，这么快就卖完了啊？没有，还剩下1份，不卖了。刘二暗暗高兴，说好了雇1天的牛车给30文钱，现在只用了大半天也给30文，萧家的人生意还真好做。回家的路上谁也没提叶青青和许昭的事，萧木倒是暗暗记下了2个人的长相，这个许公子一看就出身富贵，只怕不肯吃这个哑巴亏，他得提前做好准备，以防这个姓许的找麻烦。至于叶青青，他无比庆幸当初叶青青悔婚逃跑，怎么看他也不像是能好好过日子的人，自己要真是娶了她，萧家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闹腾呢。到家之后，其余4个人还没有回来，叶洛心把大门一关，坐在屋里和萧木萧松数起钱来。萧松去找来麻绳，数好1000个铜钱就穿成一串放好，等全都数完了，足足有7整串。叶洛心数了数剩下的铜板200枚，加在一起一共7200文钱，正好是他们今天的收入，一文不差。原来做生意这么赚钱，这1天的时间都快要顶上我1年打工的收入了。这也就是碰巧赶上了，要是去市场卖卤肉，肯定没有这么高的利润。那我们卖猪蹄能赚多少钱呢？5两银子，只多不少。5两银子，5两银子，1天赚5两银子，1个月就是150两。二弟，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你能不能教我算数？我以后也想学着去经商，哪怕1个月赚5两银子也好，这有何难？明天去城里，我买个算盘，慢慢的教你算数。萧木话音刚落，院子里传来小女孩的声音：姐姐，我把今天的花都做好了，你看看行不？是隔壁的大花。她走出门去，看见大花坐在墙头上，一共是25个，我都做好了，这么快？叶洛心有些惊讶，让我看看你的手是怎么长的，怎么这么巧？大花纤薄的手掌上满是干裂的细纹，指头上布满老茧，摸起来十分粗糙，这根本不像是一个10几岁小姑娘的手。来萧家之前，叶洛心自己的手也是这样的。你做得很好。从怀里掏出了5文钱，今天做的比昨天好，多出的2文是奖励你的，这可以吗？怎么不可以？这是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你的手很巧，怎么不学着去做一些绣工活？做绣工活也能养活自己的。我奶不上，做绣工活得买布料和彩线，我家没钱买，那剩的这些碎布就送你吧，你先拿这些练练手，说真能绣得好，我带你去绣庄看看能不能接到活。真的吗？大花脸上的笑容绽放开来，就像是掉入水中的人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姐姐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绣的。没过一会儿，徐正香几人就回来了。叶洛心让萧景把剩下的1对猪蹄送去给孔先生，又把今天的收入和徐正香汇报了一下，一共卖了7200文，成掉的钱我们已经串好了。哎呀，卖猪蹄原来这么挣钱呢！要我看，以后你们都别忙家里的事儿了，专门做猪蹄去。娘，哪有那么容易？等过了秋闱，这猪蹄就不好卖了，卖完这50对，我们还得研究卖别的。是这个道理。徐正香点了点头，你放心，以后不管你想卖什么，娘都支持你。当天卖的7200文钱，叶洛心想要上交，却被徐正香给拒绝了。今年老二已经交足了中工钱，以后你们小两口挣的钱全都归你们自己，你们都大了，以后
后每年大房二房只要上交2两银子就行。我和你爹年纪大了，也不想管那么多了。既然这个钱归我了。叶洛心把穿好的铜钱重新打开，数了500文交给徐正香，另外500文交给了杨凤，又拿了250文给萧景。这次卖猪蹄大家都出了力，这些钱就当是给大家的工钱了。我们帮你都是应该的，都是一家人，还谈什么工钱？一家人也要明算账，咱家以后挣钱的日子在后头呢，总不能大家都帮我，最后挣钱全都落进我自己的口袋里。以后我会根据每个人的付出给钱的。杨大嫂，你们就收着吧。见叶洛心态度坚决，徐正香示意杨凤和萧景把钱收起来。自打嫁进萧家，杨凤手里还从来都没存过这么多钱。当叶洛心把500文钱交到他手上时，他连忙捧着钱交给了徐正香。娘，我们今年的中工钱还没交够2两，这些钱都给您。既然是洛心给你们的工钱，你就好好收起来。中工的钱不急，你呀也给自己添置点东西。谢谢娘。杨凤之后，萧景也把钱递给了徐正香。娘，我吃的用的都是花家里的，我这份钱就上交吧。哎，行了，你们1个2个都没听明白我的话是吧？你大哥二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没让他们往家里交过钱，你嫂子给的你就留着吧，攒着买你喜欢看的书。徐正香拍了板，一家人都乐呵呵的回自己屋里数钱。叶洛心和萧木则开始准备明天要用的食盒。萧木写字，叶洛心用花朵装饰。这字写的不错，练了多少年啊？5年。那5年你在哪里生活？京城。萧木终于停下写字的手，直视叶洛心。有些事情不是我想瞒你，实在是不知道要比知道好得多。又是这样，叶洛心知道萧木肯定有不能说的理由，那就等你觉得能说的时候再告诉我吧。他继续手上的活，并迅速转移话题。希望今天买到猪蹄的那些人能在学院帮着宣传一下，这样我们明天一下就能把这些食盒卖完了。萧木点点头。第二天，2个人依旧起得很早，猪蹄还没出锅，其他人也都起来帮忙了。等他们装好食盒准备出门的时候，却看见门口蹲着一个人。大花，你怎么蹲在这里？大花看见叶洛心，十分高兴地站了起来，指了指自己身边的背篓。我知道你们家里养了兔子，每天都需要割很多的草，我早上多割了1筐送给你，谢谢你。你要是有时间，每天早上都帮我割1筐草，我1个月付你10文钱好吗？不要钱。大花连忙摆手，草又不值钱，都是顺手割的。行了，你把草放在门口，等会儿萧景过来说，我这边还着急，等回来之后和你说。他们到达书院的时间比昨天早了一点，叶洛心没急着卸车，想等会儿再弄，谁知对面街上却有5个人直走了过来。走，谁允许你们在这摆摊的？赶紧把你们的东西带走。几位可是书院的管事。什么书院的管事？既然不是书院的人，为什么要管我们在书院门口摆摊？别说是书院门口，就是整个清河县，我们家主子说不让你摆，你就不能摆。谁叫你们不知道天高地厚，酒楼的生意也是你们能抢的。我们就卖个猪蹄而已，怎么能抢了酒楼的生意？酒楼生意做得那么大，总不至于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吧？叶洛心轻蔑一笑，他实在不敢相信一个大酒楼竟会把他们这种小买卖放在眼里。和他们废什么话？不是告诉你们砸了就行吗？从刚刚5个人出来的地方，一个翩翩公子哥走了出来。他身材微胖，面若冠玉，一身的绫罗绸缎，手中还摇着一把折扇。把他们的东西都给我砸了，谁敢？5个手下刚要动手，萧木就把叶洛心拉到身后，站到几个人面前。哟，还挺硬气。你们几个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胳膊扭不过大。腿子还没说出口，萧木上去一脚踢在了他的膝盖上，他立马就跪了下去。竟敢对我们徐少爷动手！几个手下见主子吃了亏，深知自己保护不周，连忙冲了上来。萧木也不着急，一脚踢飞一个。乡下人哪见过这种场面？赶车的刘二受了惊吓，眼见着一个人朝他们冲来，他吓得一鞭子挥在牛屁股上，老牛吃痛，甩开蹄子横冲直撞，直到撞在一棵大树上才停了下来。人和牛都没什么事儿，可是一车的猪蹄却遭了难，全都洒了出来。一切变故都在一瞬间。等叶洛心反应过来的时候，食盒全都撞坏了。快去报官！几个刁民当街打伤了徐少爷，让官老爷把他们抓起来。徐公子有手下跑去报官，叶洛心几个都留在当场没有动。这种事当然要报官，他们不报，叶洛心也要去衙门讨个公道。没多一会儿，几个衙差来到现场，将在场的几位全都带到了县衙。到了县衙之后，还没等升堂，叶洛心听到有徐公子的手下对着县衙的衙差道：二哥，就是这3个人当街打伤了徐公子，快把他们捆起来，押进大牢。县令还没升堂，你们就给定罪了？当街打人，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不成？说着，姓白的衙役就想动手拿人，碰巧同值的另外一个衙役过来，看见了叶洛心和萧木，脸上露出惊异之色。萧公子，你们怎么来了？县令大人昨天还说过要去青山村找你们，想不到这就碰上了。3位请随我来，我通报一声县令大人。李大哥，他们可是当街打人的犯人，你还想把他们引荐给县令大人？你可知道他们打的是谁？白兄弟，这可是县令大人的贵客，打人的事还是稍后再说。真的？那莫不会误会一场？若真的是县令大人的贵
贵客，徐公子也可以暂时放他们一马。这位大人，民妇要告状。状告何人？告状徐家徐公子当街抢劫，欺压百姓，并且无视我朝律法，连县令大人都不放在眼里。他家家丁放言，整个清河县的地界都是他们家徐公子说的算。李兄，你可别听一个农妇胡说，徐公子不是这样的人。对，我家主子不是这样的人，是与不是，还是听大人决断吧。来人，升堂。升堂令惊动了周围的百姓，听见声音的百姓全都聚集在堂前。叶落心和萧木萧松跪在堂中间，旁边跪着许公子和他的5个家丁。堂下何人？有何冤屈？叶落心抬头看着县令，正要把之前发生的事情细细道来，徐才却抢着开了口：徐主，是我，这3个人他们打我，大胆！大堂之上哪里来的？你说说。一旁负责记录的主簿喝道：公堂上攀附关系，这可是大忌，请大人归草民做主。萧夜氏，你来说说怎么回事？大人，民妇与夫君大哥只是在书院门口摆摊卖食盒，这位徐公子二话不说，上来就让手下砸我们的摊子。夫君想要阻拦，他们就动手打人。夫君常年混迹山林，有点身手，这才让民妇免遭毒手。民妇带来的25盒猪蹄全部被打翻，民妇几人也被他们威胁，只是这样也就罢了。最让民妇不能忍的是这位徐公子声称自己在青山县可以为所欲为，他到处这样宣扬，到底将王法置于何地，又将大人置于何地？大胆徐才，他刚才说的可是真的？大人明鉴。徐才吓得连连叩头。草民没有说那些话，草民也没有抢他们的猪蹄，都是他胡编的。那我问你，你并非书院书生，因何清早带人在书院门口出没？小人只是路过去做什么？还不说实话吗？来人，把徐才的家丁拖下去，单独审问。大人饶命！家丁吓得磕头求饶。就在这时，一个男人闯入公堂之中，对着徐才的脸就一巴掌打下去。座上的主簿连忙喝道：大胆！何人敢擅闯公堂？来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人恕罪，小人是徐子商，正是徐才的父亲。既是熟人，主簿并没有往下追究。你来干什么？徐子商赶紧叩头：犬子不懂事，纵容家奴做出此等仗势欺人之事，实在是我徐家家门不幸。小人不才，特来求这3位苦主网开一面，损失的财物，小人愿意10倍赔偿给他们，你们看如何？刘大人问叶落心3人：大人，徐才到底是纵容奴才犯错，还是指使奴才犯错？这件事草民无法分辨，草民只想提醒大人考虑清楚。像这样的事情，如果一味纵容，清河县以后的风气又当如何？是不是任何一家的奴才都可以随便扬言这清河县是自家主子的地盘？这2口子说话真是如出一辙呀，尽挑着人的软肋捏。徐才，你纵容手下欺压良民，又口出狂言藐视律法，你可知罪？我小的知罪。那宵夜氏，你的货价值多少？回县令大人，民妇的食盒一盒售价300文，这个学院里的书生可以作证，一共25份，价值7200文。好，徐才，本官判你赔偿宵夜氏纹银76两，并罚掌嘴10下，你可认罚？好民认罚。大人，宵夜氏，你还有什么诉求？大人，叶落心向上行了一礼：民妇谢大人为民妇几人做主，不过民妇还有一句话想问徐公子。但问无妨。不知道徐公子今天为何要到书院门口找民妇几人的麻烦？我们不过是做了25盒猪蹄而已，这点体谅对酒楼的生意没有任何影响。按理来说，不应该引得徐公子亲自前来。那么，到底是谁在背后说了什么，才引得徐公子到此呢？在叶落心说这番话之前，徐才心中全都是对萧家人满满的恨意。这一次挨了罚，他早晚要报复回去才行。可是叶落心的话就像是打开了他脑中的某个开关，让他一下子就惊醒过来。都是那个许昭，是许昭和我说你们在书院门口卖酱肉，还扬言说比酒楼的好吃，酒楼做的就像屎一样。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才决定给你们点颜色看看。许昭，他还真是小气。我昨天不过是没有卖猪蹄给他，他竟然就记恨上了。什么？你昨天没有卖猪蹄给他？是啊，他那种人根本不配吃我做的东西。可是他说你们做的猪蹄确实很好吃，不能任凭你们这样发展下去，否则早晚会影响酒楼的生意。一旁的徐父听见这话，用双手捂住脸。他自问自己这辈子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为什么这个儿子就这么不争气呀？不管怎么教，都能随便被别人利用。就他这样，以后如何把生意放心交给他？或许自己真的该续弦了。徐才还不知道自己在父亲心中已经快成了废号一个，还沉浸在对许昭的怨恨之中。等我离开这里，我要立刻去找许昭算账，我要打得他满地找牙。胡闹！回家给我好好思过，1个月不许踏出书房半步。
头。真相已明，刘县令立刻就要宣判，叶落心却再次对着上面叩首。大人，民妇有个不情之请，又有何事？薛公子掌嘴的这10下，能不能让民妇自己来打？可以。你们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你打我可以，你身后2个人不行。叶落心轻轻一笑，薛公子也是被人利用，这18掌我先记在账上，说是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我一起打。听叶落心说先不打，徐才终于放松了下来。在县城的监督下，徐家人交了银子，几个家丁也挨了棍子，这个案子终于结案了。叶落心几人被县令留了下来，他们随着县令来到后堂。今天的事儿让几位受惊了，来喝一杯茶压压惊。县令大人不必客气，民妇愧不敢当。有了叶落心的应对自如，萧家兄弟全都不说话，只静静地陪在身后，倒像是叶落心的随身护卫。当得起，你们当得起。这次本县去给知府大人进献脱粒机，受到了知府大人的赞赏。知府大人已经下了命令，立刻按照样品做出50台脱粒机，送往各个县衙，让每个县按样自行打造。咱们安昌府今年的收成肯定会比往年大大的提高，你们也是大功劳一件呢。都是大人慧眼识珠，才让脱粒机发扬光大。民妇一妇人，并不敢贪这个功劳。今天把你们留下来，是有几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第一件就是今年的税赋，宋知府已经答应了，我们清河县今年还是10税3，并且保持3年不变。这3年，县里的子民可以好好的休养生息了。对于农家人来说，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萧松听刘县令说完之后，忍不住惊呼了一声：太好了！除了这件事，我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上次你们不是说青山村缺一位先生吗？这次我去安昌，碰巧遇到了昔日的一位好友，他愿意来咱们青山村教书。您的好友是同乡吗？叶落心没想到找先生的事这么快就办好了。非也，他是我昔日的同窗，当年院士考试中也是我们中考得最好的，只是可惜了。后来发生了什么？萧松听得认真，忍不住追问。后来他被人盯上，有人想让他在考试的时候帮忙作弊，被他拒绝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那么多，就在成绩出来半个月后，他一次外出之时被几个蒙面人围住殴打，他一个文弱书生毫无还手之力，硬生生被打断了一条腿。当时的县令派人查了半个月，最后查出打人的是山里的土匪，那帮匪徒见财起意，所以才动的手。可周正后来和我们说，他当天出门身上只带了10枚铜板。那后来呢？萧木听到这里皱了皱眉头。那窝土匪不久之后就被朝廷剿灭了。周正养伤1年，错过了第2年的会试考试，本想3年后再考，可是考试当天有人举报他夹带。真的吗？萧松顿时傻眼了。真的，当天真的从他带来的煎饼中查出了夹带的手抄纸啊！周正虽然一直喊冤，称那东西不是自己的，可是人证物证俱全，他当场就被赶出了考场。从那以后，他就从高高在上的举人老爷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均州，就连乡下的学堂都不肯用他教书。他学问那么好，怎么会夹带呢？我们也不信。周正他为人正直，从来不屑于做这种作弊的事情，谁能想到他却栽在了自己最厌恶的事情上。真是惨啊！这个结局让叶落心都不得不感叹一句：那个时候他上面还有60岁老母在，为了照顾母亲，他只能留在均州老家，靠抄书和帮人写信的微薄收入谋生。3年前母亲离世，他守孝期满后才离开均州，结果刚到安昌就被我碰到了。当年17岁的翩翩少年郎，蹉跎了这么多年后，已经是年近40的落魄中年人。除了会念几首酸诗，会写一手好字，这位满腹才华的读书人竟然身无长物，连谋生都成了困难，何其令人唏嘘啊！前几天我遇到他，正好想起你们村里缺一位先生，他的举人功名已经被取消，如今没有功名傍身，不知道你们村里能不能接纳？这有什么不行？对，这有什么不行？萧松也附和道：我们村里条件不好，很多孩童都目不识丁，真正在读书的也就那么10几个，束修会比较少，还希望周夫子不要嫌弃的好。既然这样，那我就把这周夫子引荐给你们。县令说完起身离开，再回来时身后就跟着一位身着素色麻布衣衫的中年男人。男人身材瘦小，两颊的肉也都凹进去了一块。他穿着朴素，但收拾得十分干净，头发用木簪挽起，一缕山羊胡修剪得十分整齐。周正平静地看着眼前3人，让叶落心感到惊奇的是，他眼中没有被生活磨平的消沉，反倒是充满了坚定和希望。那我就随3位一起走吧。牛车带着4人回了青山村，没有
有直接回萧家，而是第一时间去了李正家里。出去的时候是3个人，回来的时候车上却坐了4个人，这让看见的村民都十分好奇。他们跟着牛车一起到了李正家。李正一听这是县令新给村里寻的夫子，立刻高兴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周先生一看就气宇不凡，县令大人果然说话算话。村民们一听这是村里新来的先生，也全都打量了起来。就像李正所说，这个新来的夫子气度不凡，虽然瘦了一点，但是更显得仙风道骨，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趁着天还没黑，我先带夫子去看一下住的地方。李正怕慢待了周正，赶紧带他往学堂里去，一路走着，一路给他讲村里学生的情况。我们村呢人口不多，之前在学堂读书的一共是60多个孩子，这些孩子呢也不天天都来上课，赶上农忙的季节就在家里帮着干活了，所以这个束修啊我们都是按月给的。孔夫子之前说过，村里有10几个孩子还是有些资质的，所以这10多个孩子一直都在跟着学，他们的水平我之后会考究一番，也好因材施教。听周夫子心中这么有成算，李正彻底放下心来。书院里如今没有学生，只有孔夫子的院子里飘出一缕青烟。走到院子门口，一股药味从院子里飘了出来。亚奴坐在泥炉前煮药，看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了一惊。他起身迎了上来。没事儿，没事儿，孔夫子身体怎么样了？亚奴摆了几个手势，让几人进屋。孔夫子还躺在床上，时不时传出几声虚弱的咳嗽。李正走到床边，夫子今天感觉怎么样？孔夫子点了点头，又看向其余的几个人。当他看向周夫子的时候，脸上立刻露出吃惊的表情。周正也在看见孔夫子的一瞬间，双手颤抖。他跨出几步走到床边，半跪在床前，握住了孔夫子的手。先生，我终于见到你了。叶落心和萧木几个都看傻了，这俩人认识？你怎么会来？随后叶落心几人都退出了房间，周正在里面待了很久才出来，慢慢的给几个人讲起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孔先生也曾是周正的夫子，就在当年周正出事以后，身为老师的孔夫子在第一时间就多方去调查，希望能查到事情的真相。可惜当时人证物证俱在，孔夫子多方求告无门，甚至因为闹事被衙门抓进去关了3个月，出来之后连功名都没了。孔夫子一身读书人的傲骨和犟脾气，他不相信天理昭昭真的就让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学生蒙受不白之冤。于是了无牵挂的孔夫子决定上京告御状。那时周正还不知道自己的老师要去京城，等他知道的时候，孔夫子已经走了10多天了。当时他无暇分身，只想等着老师回来，他就劝说老师放下此事。谁知这一等就是20多年。这次出门他也是想着要四处游历一番，寻找老师的踪迹。我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恩师。可是老师的身体，见周正露出担忧的神色。夫子前几日突然病倒，现在已经大好了，周夫子不必担心，县令大人已经答应了，会请最好的大夫来给夫子看病。周正擦了擦眼角，那就好，那就好。本来李正还有些犯愁，这学堂住宿的地方就一个院子，但是让周夫子和孔夫子一起住，怕他不愿意。有了这一层关系，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刚才已经让婆娘准备了饭食，周夫子今晚就到寒舍用饭吧，我们给你接风洗尘。除了萧长河之外，他还请了村里几个有威望的长辈一起作陪。叶落心3人便回到家中，家里还有做好的酱肉和酱骨头。叶落心让萧景送去，给他们夹菜。晚饭后，他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和徐正香和杨凤几个人大概的描述了一下。他们一边听一边唏嘘，怎么也没有想到做个买卖竟然会牵扯这么多，看来这钱还真的不是好赚的。你说那个徐公子，他以后不会报复咱们吧？怕什么？他要真的敢来，看我打不打断他的腿。我一条老命换他一条小命，看是谁吃亏。他应该不敢来。我看那个徐公子虽然有纨绔子弟的习气，但是他那个爹好像是个好人，应该会管住他的。我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是吗？叶落心点头。行了，今天有惊无险，又带回了教书先生，这是2件大喜事。不过呀，我这里还有件大喜事要告诉你。什么好事？咱家的兔子生小兔子了，你猜生了多少只？5只。哎呀，不对。杨凤笑着摇了摇头。7只。杨凤还是摇头。到底几只啊？17只。这么多啊！叶落心傻眼了。对呀，2只怀孕的兔子呢，1只生了8个，还有1只生了9个。半年以后，这些兔子还能再生崽，它们的崽还能生崽。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家是不是放不下这些兔子了？叶落心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那么多的兔子，子子孙孙无穷尽，那个场面可真是有点震撼的。今天母兔生崽，有没有给他们夹好吃的？加了，娘让我给他们拿个半碎玉米，隔壁的大花带着小花特意去割了2筐嫩草过来呢。快
我带你去看一下。杨凤拉着叶洛欣的手，两个人一起来到关兔子的笼子前。2个兔笼里都有一个由兔毛围成的小窝，这些兔毛是兔妈妈在生产前从自己身上拔下来的。在小窝里，几个粉红色肉团子挤来挤去，软乎乎的睡得正香。透过它们，叶洛欣似乎看到未来自己的兔子养殖场，看来是时候盖新房了。娘，咱们村里还有没有合适的空地？我想买一块大点的，专门弄个养兔子的地方。有，怎么没有？我和你爹早就相中了一个地方。徐正香相中的地方就在他家后面，直接从后面的菜园子延伸出去，可以扩到300-400平的面积。我早就和你爹说好了，我养的那些鸡和鹅都长大了，原来的地方肯定不够用，直接把后面的空地全都圈起来，养上几百只兔子都够用。这么大一块地要多少钱啊？哎，不多，你爹问过村长了，他说那块地石头多，没人爱要，只要15两银子。那太好了。叶洛欣盘算着兜里的钱，买地绰绰有余。趁着天还没冷，我们先把这些棚舍盖出来，兔子、鸡、鹅还有猪全都分开养。另外，给咱们家元宝安排一个单间，晚上有他守着，肯定没有贼敢来偷鸡。元宝歪着脑袋，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听几个人说话，完全不知道自己即将沦为看门狗。他们这边讨论扩建的事，另外一边，李正家里正进行着热闹的欢迎宴。天气还热，宴席就摆在了院子里。吃过晚饭的村民都聚集在村长家门口，一边聊天，一边看村里新来的先生。周父子模样周正，有一副文人气质，与村民们坐在一起，立刻就显出不同来。此时宴席过半，喝了点酒的村中长辈也没有了一开始的拘谨，开始夸起人来。父子一表人才，一看就是才高八斗的能人志士，能到我们村里来，实在是让我们这个小地方蓬荜生辉呀。是啊是啊，孩子得到周父子的教导，实在是他们的造化。这些孩子有福了。谁说不是呢？赞赏的话一句接着一句，让周正的脸有些发烫。李正媳妇见了，问道：我看周夫子来的时候是一个人，那周夫子的家人还在老家吗？你几时去接他们过来呀？我现在孤身一人，没有什么家人了。哎呀，那太好了。哎呀，不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父子孤身一人来到我们这里，不如就在我们这里安定下来，寻个合适的人成个家。咱们青山村虽然穷了点儿，但是人都还挺好的。对，父子若是不嫌弃，咱们村里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媳妇儿，让张媒婆给你相看相看，以后就在这里安定下来吧。李正没有将他的事情告诉大家，但是周正觉得自己不应该隐瞒。就在大家热烈讨论时，他突然站了起来，看得在场村民全都愣住了。我知道大家对我寄予了厚望，但我曾经因为考场舞弊被取消了功名，我不是你们口中的高义之人。众人的表情仿佛被定住，空气安静的落针可闻。安静的环境让周正感到压抑，他害怕自己重新回到那种被人骂、被人瞧不起的日子。今天谢谢大家款待，天色不早，我先回去了。他仓皇而逃，留下村民们面面相觑。哎，这个周夫子怎么死脑筋呢？当初的事情他也是被人冤枉的呀。村民们都好奇当初发生了什么，李正只好把自己听来的事情大概讲给村民们听。周夫子的事情萧母都和我说了，而且周夫子是孔夫子的学生，孔夫子当初还为了他去四处告状，这件事肯定没错。那周夫子还真可怜呢。是啊，要是我家娃读了那么多书，最后被人给害了，我得多难过呀。就是啊，怪不得周夫子到现在还是一个人，连个媳妇儿都没有。那孔夫子当年也是为了周夫子离开家乡的呀，这对师徒都挺不容易的。谁说不是呢？第二天，周正早早起床，梳洗停当后，先是去看望孔夫子，然后就走到学堂里，坐在讲席之上。他翻开了一本书，边看边等学生的到来。周夫子，李正的声音突然传来。上学的时间，李正怎么会来这里？难道那些学生都不来了吗？不知李正前来所谓何事？昨天只顾着接风洗尘，也没详细和你说束修的事。咱们村里不富裕，之前孔夫子执教的时候，束修都是200文钱一个月，家里没有钱的可以拿粮食或者别的东西抵。不知道周夫子觉得这样行吗？那就按照老师原来的数额收取即可。那就好啊。李正擦了擦额角的汗，对着外面喊道：别在外面站着了，都进来吧。教室外呼啦啦进来了一大群学生，刚刚还安静祥和的教室一下子变得吵闹非常。吵闹的不光是孩子们，还有他们带来的各种生物。二蛋，你把你家的大鹅抱远一点，它刚刚啄我的屁股了。四牛，你家鸡拉屎了，都拉在你脚上了。这是我娘新给我做的鞋，让我上学穿的，这下可怎么
办啊？周夫子莫怪，咱们村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有的家里就拿这些鸡呀、鹅的抵束修，课还没有上，束修不用这么急。哎，那哪行？大家都说了，夫子远道而来，又没有家眷，我们就得多照顾点。生活方面你也不用担心，反正你也和孔夫子住在一处，以后他们给孔夫子准备那些柴火呀、粮食啊什么的，就多准备出来一份就行。李正见周夫子没有说话，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悦，立刻去唤来哑奴，让他把该收的东西全都收起来。过了一会儿之后，教室里终于恢复了平静。他退出教室，没多一会儿，听见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李正脸上露出了轻快的笑容。听了一会儿，李正走出书院，就看见前来寻他的萧长河。长河老弟，你怎么过来了？李正大哥，你弟妹想要买我们后面那块地，之前不是和你打过招呼吗？你看这个什么时候能办？萧长河道：这有什么难的？你要是着急，我这就给你办。那行，我现在就回家取银子。你家的房子不是盖了不久吗？现在买这块地又要干什么？老二家他们喜欢养一些鸡呀、鸭呀什么的，现在院子里放不下，我们想着干脆扩出一块地方来。这样啊？李正点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记得和我说。行。萧长河回家取了银子，李正也带着人来丈量，将地界划了出来。村民们看见萧家又买了一块地，纷纷过来询问：秦二哥又要盖房子呀？现在的房子不够住吗？家里又要添丁了。添丁有什么稀奇的？人家2个儿子都成婚了，也该抱孙子了。不盖房子就扩个院子，也好养一些鸡鸭。二蛋娘，你回去问一问，二蛋爹要是有时间，明天让他过来帮着打土坯。行。还有谁有时间的都过来帮忙，我这边给工钱，1天20文。萧长河又对在场的人说道。一听说有工钱，大家全都来了兴致。我家那个力气大，我让我家那个也来行不？我家孩子二蛋不会干，但是可以一边学一边干，让他也过来，1天给10文钱，可以不？行，怎么不行？萧长河应了下来。昨天晚上，叶洛心用炭条画了一张图，上面明明白白的画出了兔舍、猪舍和鸡鸭鹅舍的分布。看完图，他算出大概需要2到3万块的土坯，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要光是靠着他们自己家几个人，得干到上冬去。而且叶洛心要求不低，这些鸡窝、兔窝有棚顶、有地面，还有排水用的沟渠，弄起来很费时间。徐正香是想在天冷前把这些活都干完，想赶工就只能花钱雇人，而且人越多越好。徐二哥，那明天我们的人可就过来了。来，有时间的都过来，自己带着点工具，1天20文，但是不管午饭。第二天，萧家人起得都很早，知道今天就要开始动工了。叶洛心昨天兴奋的差点没有睡着觉。早饭是1人1碗的鸡蛋水，配上新蒸的菜团子，夹着卤肉吃，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萧景尤其满意，他边吃边对萧长河道：爹，周夫子让我们每人准备一个沙盘呢。什么是沙盘？就是用木头钉一个盒子，里面放上沙子，可以用来写字，写完了还可以抹掉。要那个干什么？周夫子说大家家里都没钱，买不起笔墨纸砚，就先用沙盘练习，实在有必要了再往纸上写，这样可以省下不少。这个周夫子还挺有办法。萧长河点了点头。行，今天我找时间给你做一个。还没等他们吃完饭，院子里就来了10几个大汉。徐二哥，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这就开始干了。一共是15个人，萧长河按照他们力气的大小给他们分派活，有的挑土，有的铡草，有的负责搅拌打土坯。叶洛心也随着萧长河一起出去，给来人一人发了一个刻字的竹片，告诉他们晚上凭着竹片过来领工钱。小二哥，我家二蛋娘说4蛋来干活也行，所以我今天把他也带来了。4蛋和萧景一样大，小孩子没什么力气，也没有手艺，4蛋爹怕萧家嫌弃。二蛋娘昨天和我说了，村里新来了周夫子，很多孩子都去学堂了，二蛋不去读书吗？读什么书啊？他脑子和我一样笨，他将来能把地种好就行了，农闲了就出去干点零工，多攒点钱，早点把媳妇儿娶了。那行，我昨天和二蛋娘说1天给4蛋10文钱，他今天要是干好了，明天就和你们一样，都按20文钱算。谢谢小二伯。二蛋谢了一句，就赶紧跑去干活。没多一会儿，又来了5个村民。萧长河把他们一共分成了5组。第一组由萧松带着6个人，负责挑土、搅拌；第二组2个人负责铡草；第三组4个人负责在空地上扫出一块一块的平整地方。剩下的8个人，3个由萧木带着，按照图纸挖地基。图纸上有3间房子和7、8间的窝棚，房子的地基需要挖深一点。还有5个负责收集空地上的平整石头，由4蛋爹带着，把窝棚里的地面都铺上石板。按照叶洛心的说法，
兔子喜欢打洞，要是不铺上石板，以后养多了不好控制，所以这次修的鸡窝、鹅窝、猪窝、兔窝全都铺上石板，这样打理起来也方便一些。萧长河有点纳闷，自己这个二儿媳妇懂得还挺多，会做脱粒鸡，会做卤肉，现在还会养兔子，简直是无所不能，也不知道这些本事从哪里学来的。趁着休息的功夫，叶洛心晾了一大壶水拿出来给大家喝，村口就传来了马蹄声，众人纷纷停下手中的活向村口看去。叶洛心也直起腰看着远处的马车。长河叔，这马车好像是来你们家的。二蛋爹道，我看也是，这次又是什么人呢？不会又是县老爷吧？说话间，马车已经到了家门口，车夫停住马车，一个身穿官差服饰的人从车上跳了下来。萧家人在吗？在。叶洛心赶紧迎了出去。李大哥，你怎么来了？萧家弟妹，我这是奉县令的命令，把县里最好的大夫给送过来了。他说着打开轿帘，里面坐着一位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头。叶洛心朝着老人施了一礼。那真是太好了，孔先生的身体迟迟没有大好，劳烦大夫去给看一下吧。白胡子老头一脸严肃，看见叶洛心施礼，只轻轻点了下头。这是裴树裴神医，裴神医常年云游四方，难得能到我们这里来一次，县令谨记当初的承诺，遇到裴神医的第一时间就让我将神医请了过来。那还真是有劳了。就你家县令能请得动我，要不是老夫自己想来，他刘勉就是给我磕头也休想请得动我。这李衙役有些尴尬。那辛苦神医，去给孔先生看一看吧。马车刚刚调转车头，迎着面又来了另外一辆马车。这又是谁？众人皆惊叹，能在村里一次见到2辆马车，还真是稀奇事儿。对面的马车像是认识县衙的车，主动打马让了路，可这边李衙役却不走，将马车停了下来，横在了路中间。怎么了？对面是酒楼的马车。酒楼不就是前几天刚刚赔了银子，又欠了萧家10个巴掌的酒楼吗？难不成在县衙受了气，到萧家算账来了？徐掌柜，你寻到此处，难不成是对刘老爷的判决不满，想要寻仇吗？李衙役话音刚落，对面车上就下来一人。叶洛心定睛一看，果然是徐子商，徐掌柜。徐掌柜十分客气，走到马车前，对李衙役弯腰行了一礼。不知道关老爷在此，让关老爷的马受惊了，你为何到此？关老爷有所不知，上次与萧家这位小娘子和她的家人有了冲突之后，我一直愧疚于心，今天是特意带犬子来赔礼道歉的。车上的随从把轿帘打开，车里除了徐子商，还堆了一堆礼物，看起来真的是来道歉的。既如此，那我就不拦你了。但是你记住，若是你敢对萧家人动手，大人肯定不会放过你。关老爷说笑了，你看看我们几个，全都手无缚鸡之力，若是真的动起手来，谁吃亏不是一目了然吗？徐子商看着走过来的萧木，摊了摊手。怎么了？萧木走到叶洛心身边，挡在他身前。叶洛心刚要解释，就听见车里的神医道：还不走，慢慢腾腾，在这磨蹭什么呢？夫君，我要带裴神医去给孔夫子看病，徐掌柜这边你先招待一下吧。好，那让娘陪你一起过去。没关系，有李大哥在呢。叶洛心摇了摇头，放心，我很快就回来了。李衙役挥动长鞭调转马头，转弯间马车车帘掀动，车内裴神医高傲的余光突然扫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要不是他知道那个人在京城养病，几乎要以为是他来到了清河县。想不到这世上竟有长得如此相像之人。不对，你是萧木也看到车里的人。我是萧木。马车还在往前走。等一下，你是青山村人吗？你父母是谁？你在京城有没有熟悉的亲人？娘子，不如你留在家中，我陪这位神医去学堂吧。也好。叶洛心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这位裴神医好像认识萧木。这边徐子商一直在等叶洛心招呼自己，见他迟迟没有回应，只好喊道：萧夫人。叶洛心这才回过头来。徐掌柜，不知徐掌柜到我们这里所谓何事？要是道歉的话，那就免了。当初徐掌柜已经赔了银子给我，况且徐公子还欠我10个巴掌，咱们一码归一码，道歉就不用了。这说起来惭愧，上次的事情多亏了萧公子和萧夫人大度，我那不成才的儿子才没有什么大事。说着，徐子商冲着马车吼了一句：还不给我滚下来！爹，不是说好了你不再骂我了吗？我倒是不想骂你，可是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徐掌柜若是想要教训儿子，还是带回去教训吧，免得让村里人看了笑话。萧夫人说的是，让夫人看笑话了。徐掌柜这次来到底是什么事？其实我是想问问萧夫人愿不愿意到我们店里指点一二。上次萧夫人做的酱猪蹄，我朋友曾给我送来一份，那味道确实要比我们店里的好。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还
还没等叶洛心说完，徐子商就抢着道：我知道你家里肯定也有很多事情做，我愿意每个月出10两银子，只要萧夫人将手艺传下来，我愿意再出500两银子。500两！杨凤和徐正香早就凑了过来，听见徐掌柜说500两的时候，都张大了嘴巴。哎呀，我就说弟妹做的比酒楼好吃多了。那是当然了，也不看看是谁挑的儿媳妇。这边叶洛心冷笑一声：徐掌柜怕不是把我当傻子吧？这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换谁也不会同意的。那萧夫人怎么才肯让出配方？我让徐才拜你为师，1日为师，终身为母。你把手艺传给他，他保证能让你们萧家吃喝不愁，你看如何？还是别了，这么老的儿子，我可消受不起。徐才瞪圆了眼睛：徐掌柜，你就别费心思了，我家将来还要靠着酱肉生活，祖传的东西概不外传。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了。徐才，你把车上的礼物搬下来，给萧夫人送进去。徐才身边的小六子闻言，立刻跳上马车，把车上的礼盒摞起来，打算搬下马车。可是礼盒太多太重，他根本抬不起来。徐才看着他的样子，骂了一句：蠢死了，便上手帮着拿了一半下来。他们抬着东西就想往萧家进，叶洛心立刻拦在路中间：无功不受禄，我们不收礼。徐正香和杨凤看见了，也帮着叶洛心将人挡了回去。我们家虽然穷了点，可也不是什么都收的。拿都拿来了，难不成还要搬回去？又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就几10两银子而已，你们不要，我就扔在地上了。那你就扔，扔了被别人捡走，和我无关。就在双方僵持之时，叶洛心突然听见一声鞭子响，紧接着是马的嘶鸣声。众目睽睽之下，徐掌柜竟然丢下自己的儿子，下马车逃跑了。老爷！小六子向前追了几步，眼见着马车跑得飞快，路上只剩下一阵尘土。少爷，老爷怎么把我们给忘了？徐才看着远去的马车，再也不管什么体面不体面，把礼物盒子往地上一扔，自己也坐在了地上。他不是忘了，他就是故意丢下我们的啊！小六子呆在当场，老爷平时最心疼的就是少爷，怎么舍得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的？少爷，我们现在怎么办？你们手里有银子吗？怎么，你不是不要我们家的钱吗？这会儿又想要银子了？我不要你的钱，你如果有银子，我可以帮您叫牛车，让刘二送你回去。我不回去，回去了他又要把我关起来，还不如在外面自在。哦，那倒也行。徐公子财大气粗，定能找到回去的办法，我这边就不送了。叶洛心说着转身要走，徐才却突然站了起来。我爹说让我拜你为师，学满1个月才能回家。叶洛心都被气笑了。拜师学艺讲究你情我愿，我不想教你，你就赖在我家，你们这叫死皮赖脸。我知道你的手艺概不外传，我也不指望能学到什么东西，你就让我在这里住满1个月就行，我交房钱。说着，徐才从腰间掏出荷包，他把整个荷包递给叶洛心。这些够不够？见叶洛心不接，他又把手上的玉扳指和腰间的玉佩解了下来。再加上这些呢？叶洛心还是不答，只是盯着徐才的脸看。这难道就是传说中人傻钱多的富二代？富二代显然误会了叶洛心的意思，一把捂住自己的脖子。不行，这个玉坠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不能给你。要是觉得不够，你说个数，我以后补给你。我不要，我怕你留在我家偷师学艺。我才不学呢，也就我爹对你的配方感兴趣，我不想做这个。我将来要走遍整个大梁，去做更大的生意。就你，到时候别被人骗的裤子都没了，回不了家。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少爷。我爹给我下了令，要是不能在这里住1个月，今年就不允许我回乡去祭拜我娘。我保证不会偷学手艺，你就让我住这儿吧。说这话的时候，徐才的眼眶有些红。好家伙，情绪转折这么快，不做演员可惜了。叶洛心一边腹诽，一边又生了一丝同情之心。这些钱我收了，就让你住上1个月。不过你可别把我这当客栈，指望着我派丫鬟伺候你。在我这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坚持不住想要跑，我可不退钱。行，不过别的都好说，我和小六子都不会做饭，你不会连饭都让我们自己做吧？饭可以在我家吃，但是你刚刚给的只是住宿钱，想要吃饭就得用公实话。哦，徐才和小六子都傻眼了。现在家里正好在盖房子，你们可以干这个，没有工钱，管3顿饭。你这也太黑心了，我去天香楼住1个月用不了这么多钱，你可知道我那个玉扳指是多少两银子买的吗？徐才痛心疾首。那你就去天香楼住。行，知道了。1个月后，我要让我爹把这里的田都买下来，到时候看我怎么折腾你们。哦，叶洛心笑了笑。你确定你爹会听你的吗？咱们走着瞧。徐才气哼哼地朝着干活的地方去了。后院里，萧长河正在指挥大家挖一块大石头，老远看见2个年轻人朝自己走来，还以为是叶洛心刚招来干活的，他迎了上去，立刻察觉出了不对，谁干活会穿这么好的衣服啊？ 2位公子，你们要找谁？
我这里正在挖地基，别再往里走了，免得弄脏了衣服。不找谁，我们是来干活的。你是工头吗？干活？这下轮到萧长河愣住了，这两个人一看就不是差那20文钱的人，怎么会跑到他家来干活了？正纳闷时，杨凤跑了过来，爹，弟妹来让我说一声，这两个人是过来干活的，爹看着给他们安排点能干的活。这是酒楼掌柜家的儿子和随从，弟妹说他们一看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爹给他们安排点简单的活就行，累一点也没关系。徐才一直竖着耳朵听两个人说话，当他听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几个字时，心中的怒气值几乎达到了顶点。这个村妇一直都瞧不起自己，我堂堂徐少爷没干过活，还没见过别人干活吗？盖房子有什么难？不就是把这些土砖摞到一起？他完好衣袖，把袍子的下摆掖进腰间，弯腰就去搬地上的土砖。萧长河没有留意这两个人的动静，听完杨凤的话，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离谱了，怎么能让徐家公子干这些粗活呢？万一磕了碰了，那徐掌柜不得找他们麻烦？简直是胡闹！话音刚落，徐才手中的泥砖就裂成了两半，掉到地上碎成了渣渣，场面一度陷入尴尬。徐才没想到这村里的土砖会这么不结实，自己明明没有用力，怎么就碎了呢？可他真的不是在胡闹。萧长河知道对方误会了，连忙解释，我不是说你胡闹，我是说我家孩子，你这种公子哥平时娇生惯养的，干这种活怎么行呢？徐才生性好强，平生最不想听到的话就是别人说他不行。我怎么不行？今天这活本公子非干不可。说着他又弯腰去拿地上其他的砖块，萧长河赶紧上去拦住了。哎，停，徐公子，这个砖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还没有晒干，你一拿就碎了呀。你们自己做的？要不这样吧，徐公子要真的想干活，那就去那边挖土好吧？那我和公子一组，他来挖，我来运。小六子已经看出了点门道，看见那边是两个人搭配，他们正好也是两个人。好，这里有工具，两位到那边挖就可以，咱们干活的人多，不用着急，能挖多少是多少。匆匆交代完，萧长河就到前院去找叶落心了。他得问清楚了，这俩人到底为什么会来自己家？前院，叶落心和徐正香正在整理徐掌柜送来的东西，这些礼物看着都挺贵，却也不是华而不实。里面有翠芳斋的点心，上好的丝绸料子，一对翠玉的手镯，还有崭新的文房四宝。看样子挑礼物的人是确确实实用了心的。徐正香见萧长河回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安排了两个年轻人去后面干活吗？你不给照应着点儿？我就是来问这个的。那个徐公子不是徐掌柜的儿子吗？他怎么来咱们家干活了？这是闹的哪门子？爹，是徐掌柜亲自把儿子送过来的。叶落心说着，还拿出荷包给萧长河看，你看，给了几块碎金子呢。这个徐公子要在咱们家住1个月。住就住，怎么还让人家干活呢？咱们家粗茶淡饭，只要他能受得了，住1个月也没什么问题。哎呀，你知道什么？这徐掌柜家可是和咱们家打过官司的，洛心还能不如你知道的清楚吗？洛心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那两个人年轻力壮的，又累不坏，干点活怎么了？嘿，你那让他们干多少啊？爹，你就把他们当成是二蛋一样就行。二蛋和那个小随从差不多大吧，二蛋能干的他们就没问题，要是有不会做的，爹就叫人教教他们。那行吧。这真是活得久了什么都能看见啊！以前都是穷人到富人家打工，现在好了，这富人还到穷人家里做工了。哎呀，想不通，一点也想不通。他这边一走，徐正香立刻问道，洛心呐，我还是没明白，徐掌柜为什么要把儿子扔在咱们家呀？娘，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能想到的，可能徐掌柜是想让他儿子来我们这里偷手艺，结果他儿子不配合，宁愿干出力的活，也不愿意偷着学。那这么说起来，这个孩子还挺好的呢，人虽然笨了点儿，但至少比他爹正直。这也都是我猜的，正好这1个月咱家都要盖房子，多一个人多出点力，他要是受不住，那就偷偷跑回去，咱们也不拦着啊。我看行，看他那细皮嫩肉的，估计也待不了几天。天色将晚，叶落心和杨凤开始准备晚饭，饭菜准备妥当，萧长河也带着人回了院子。叶落心看见徐才的第一眼就忍不住笑出声来，之前还风流倜傥的公子哥，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没了形象，他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右脸上还沾着几块泥巴。有什么好笑的？让你们去干活，没让你们跳泥坑，你干什么去了？哎，这两个小子，我说少装点少装点，他们偏不，装得满满一筐，结果走到半路被石头绊了一下，一下子就摔到了拌好的泥浆里。徐正香看见那个漂亮的公子哥眨眼变成了这样，心生不忍。后院有冲澡的地方，这会儿没人，你们赶紧去洗一洗。我不去。为什么？徐正香诧异，这孩子都弄得这么脏了，怎么连澡都不肯洗呀？有钱人家的少爷不爱干净吗？徐才难得有说不出口的时候。我家少爷身子金贵，怎么能在四面漏风的地方洗澡？万一被别人看光了，那可怎么办？小六子说出了徐才的顾虑。那破地方洗个澡都被
会看光了。本少爷就是脏死也不会洗的，谁会看你呀？那地方多好，通风凉快，洗完都不用擦，一会儿就吹干了。晾干的时候就面朝大山，还能吸天地灵气。咱家老大老二都这么习大的。吸天地灵气？你当我是人参啊？算了算了，少爷身子金贵，你们两个呀到我屋里去洗。可是我们没有换洗的衣服。徐才还是有些尴尬，来之前他真没想到自己会留下来。他爹是有这个打算没错，徐才以为只要萧家人拒绝的彻底，他爹也没有办法。谁知道他爹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直接把他给丢了下来。衣服我们倒是有，只要你们别嫌弃就好。没多一会儿，徐才和小六子两个洗漱回来，小六子穿的是萧景的旧衣服，徐才穿的是萧松的旧衣服。众人正要开饭，萧木正好回来了。回来的正好，快过来吃饭。萧木没着急过来，身子一让，却又从身后走出一个人来。这是萧长河都傻了，今天什么情况？这怎么又捡回来一个？这位是给孔夫子看病的裴大夫。裴大夫说夫子的病还需要调理一段时间，这几日他就住在我们家里。原来是给孔夫子看病的神医。神医快来坐，裴神医请上座。说是神医不嫌弃，就在这用个便饭吧。神医也不是外人，大家都坐。徐才闻言一屁股又坐了下来。今天干的活比他长这么大干的所有活加在一起还要累，哎呀，实在是站不住了。那哪行，给孔夫子看病，那就是我们村里的大恩人，裴神医千万不要客气，快请上座。徐才闻言一看，合着就他自己坐下来了，萧家人是一个都没坐。没办法，他又撑着膝盖站了起来。小六子见少爷动作困难，忙上手扶了一把。少爷小心呐，这位小哥年纪轻轻就体虚成这样，怕是脾肾都亏虚的厉害，还是要多加注意。你才肾虚，你挑半天的土试试，看看还能活蹦乱跳不？就是挑一天的土，老夫也比你现在要好。小年纪你这样就是肾虚。裴神医，您别和他计较，他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今天下午也是第一次干活，所以才有些疲累。徐才，你少说两句吧，吃了饭赶紧去休息。裴神医也劳了一天了，吃过饭也早点休息吧。终于可以吃饭了，徐才看着这一桌子菜，却完全没有胃口。没别的菜了，干了一天的活就吃这个。那你想吃什么？我想吃四喜丸子、梅菜烧肉、烤鸭、酱鹅、松鼠绝鱼。我们家可没有那些东西，想吃的话，徐公子立刻坐车回家，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哼，不吃就不吃。我就说呢，这么不懂规矩，原来不是萧家的孩子呀，连家都回不去了，还挑三拣四，惯的臭毛病。都吃饭吧，不想吃的可以不吃。此话一出，刚刚还剑拔弩张的两个人全都闭了嘴。徐才夹了一筷子兔肉，勉强放进嘴里，嚼了几下之后，他眼睛突然睁大。这是什么肉？怎么这么好吃？这世上还有本少爷没吃过的肉？这就是普通的兔肉，你怎么可能没吃过？不可能，兔肉不是这种口感的。这是我们腌制过的兔肉，做之前先焯水，再用油稍微炸一下，炒出来就是这个味道了。你不怕我偷师学艺了？家常便饭而已，有什么好偷的？少见多怪。裴树终于忍不住讽刺道，同时他也夹了一块兔肉扔进嘴里。一顿饭吃的主客都很满意，除了这一老一小有些看不对眼。到了睡觉时，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了。萧家只有一间客房，我不和他住一间房，这种小辈根本就不配和我住一间。徐才，你别闹了，能和神医住一个房间是别人求都求不到的好事，你竟然还推脱，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暂时先这样住着吧，明天我再想办法。两个人只好气鼓鼓的同意了。客房里有2张床，3个人显然睡不下。小六子主动道，我睡地上就可以，我打个地铺，别麻烦了，我都要困死了。今天我们两个挤一挤。少爷，这怎么行？怎么不行？都这样了，还讲究那么多干什么？过来吧。徐才往里挪了挪身子。小六子知道少爷最讨厌别人和他对着干，只好扭捏着躺到床上。徐才累得很了，到这会儿才察觉出自己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跌到泥浆里的时候，他的腿上还擦破了一块皮，要是搁在以前，肯定要找医馆的大夫给看一下。可这是乡下，他翻了个身，忍不住哼唧了几声。少爷，你是不是疼得睡不着？你怎么知道？我也是，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疼得更厉害。要是明天我们不能干活的话，萧夫人不会真的不给我们饭吃吧？不吃就不吃，反正也饿不死。说完，徐才就想起了刚刚吃的兔肉和鱼，觉得肚子又有些饿了。少爷，要不我们明天回去吧？老爷看见你这样肯定会心疼的。那不行，我要回乡祭拜我娘，必须在这里住够1个月。老头子向来说一不二，我要是半路跑回去，他肯定不会让我去祭拜的。那我们坚持1个月。你们两个到底睡不睡觉？太累了，不想和你吵架，我们这就睡了。徐才懒懒的道。过了一小会儿，你们不是浑身酸痛睡不着吗？我这里有药，你们吃不吃？你的药好用吗？废话，我裴树的药能不好用吗？别人想吃都吃不到，你到底要不要？刚刚在饭桌上，徐才听到了萧木说这个老头是个神医。行，我们吃。徐才坐了起来。想吃我的药可以，以后在这里你得听我的。那你药还是留着自己吃吧。行，
行，算你有骨气。我老头子就是嫌弃你们太吵了，吵得我没办法睡觉，要不然我才不给你药呢。这个药内服，还有这个。他又拿出一个白色的瓷瓶，这个药涂在伤口上。吃下药丸后，小六子又给徐才处理身上的伤口。小六子一点一点帮着他涂着药。夜色沉沉，主仆二人吃完药后很快入睡，萧家院子也陷入一片沉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徐才就醒了过来。他刚睁开眼，就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正在低头看着自己，当时吓得尿意都没了。你干什么？不识好人心，我就是看看你脸上的伤怎么样了。徐才这才缓过神来，他动了动脖子和肩膀，出乎意料的身上竟然不疼了。徐才犹豫了一下，你昨天给我的药很管用，谢谢了。哦，这回知道我的药好了吧？昨天还说不想吃呢。裴树有些得意，你们这些后生啊，总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老人的话也听不进去。要不是怕你们吃亏，你以为我会留在这个地方？裴大夫，你在说什么？哎，罢了罢了，说了你也不懂。天光渐亮，村子里也恢复了生机。萧家人都起得很早，等徐才洗完脸走出房门的时候，早饭都已经做好了。徐正香看见徐才，远远招呼他：快来，正做卷肉饼呢，这个刚卷好的给你吃。徐才走了过去，徐正香把一个大大的卷饼递到他的手中：快吃吧，昨天累坏了吧？你先吃着，下一个给你的小六子做。谢谢了。从昨天到现在，他一共说了2个谢谢，这2个谢谢都是发自真心的。以前身边的人表面上都在奉承他，背地里却经常笑他傻，笑他笨。这里的人虽然说话不那么好听，还逼着他干活，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好都是真心的。徐才突然觉得未来的30天也许没那么难过了。徐才咬了一大口饼：徐大娘，你手艺真好。这算什么的？今天让老二去买肉回来了，洛心做卤肉给你们吃。大娘，他们说你家的卤肉做的好吃，到底是不是真的？怎么不是真的？你不是住在县城吗？没听书院的学生说吗？当初许昭也是书院的，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坑你的那个小子啊。徐正香问。他已经卷好了另外一张饼，一边递给小六，一边说：我看呐，你这个孩子倒也不像有多坏，以后啊再聪明点就好了。听着好像不是夸我。这会儿裴大夫正好走了过来。裴大夫，早上没有做别的，只有卷饼，我再给您冲一碗鸡蛋水好吧？裴树点了点头。为什么我没有鸡蛋水？你一个小娃娃，总和我比什么？你干的那些活还不够吃鸡蛋。凭什么？凭什么？你可知道给我们干活的这些乡亲一天只有20文的工钱，你干的不如他们多，也不如他们勉强才能够得上20文。20文钱能吃到肉吃到饼已经很不错了，你自己想想，你花20文能买到什么？那他没干活怎么也有鸡蛋吃？徐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竟会因为一个鸡蛋和别人斤斤计较。小六子也奇怪，少爷平时都不吃鸡蛋的，他说鸡蛋里面有一股鸡屎味，难吃得很，今天这是怎么了？裴树好像故意要气他，听见这话故意朝徐才呲了呲牙。叶洛心真是被这2个幼稚鬼打败了。裴神医救死扶伤，又能给孔夫子治病，就是吃山珍海味也不为过。你们也别小看了我，我虽然不懂医术，不会盖房子，论做生意你们都不如我。那你倒是说说，若让你掌管酒楼，你有办法把它做得比现在好吗？一个酒楼而已，撑死了1年也就几千两银子的收入。若是我掌管酒楼，我必定要把挣到的钱投在其他地方，不会死守着这一个酒楼。那你想做什么？能做的可多了。生意若想赚大钱，就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爹现在做的这个酒楼，生意再好，客源也就是清河县和周边几个县城的，菜式花样再翻新，也引不来京城那边的客人。可若让我做吃的，我就想让全大梁的人都知道酒楼，让远在京城的人也能吃到和清河县酒楼一样口味的卤肉。叶洛心有被他这个想法惊讶到，原以为这小子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没想到他的想法还挺超前的。可现在这个年代，没有真空包装，没有飞机火车这些快速的交通工具，说什么让京城吃到和清河县一样味道的酱肉，简直是天方夜谭。叶洛心原以为只有自己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想到这小子也有。想到这里，叶洛心仔细打量了一下徐才，这小子该不会也是穿越过来的吧？你这个想法挺好的，我觉得可以考虑。真的？你真的觉得可行？不是哄我？他再一次确认。当然了，你说的这个也是我正在想的，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个对策出来。不过现在先吃饭，然后起来干活。好，
得到认同后，徐才有一种终于找到同道中人的感觉。原来他的同道中人不在市井，更不在京城，就在这山村农户之间。想到这儿，他觉得自己干活都有力气了。徐正香说是给裴树冲一碗鸡蛋水，实际上做的时候把徐才的也做了出来。这小孩长得好看，昨天干了半天的活，手上都划破了，也没见他怎么抱怨。徐正香觉得他还挺顺眼的。徐才接过鸡蛋水，心情更顺了，正想一口喝下去，他的裤脚突然被什么咬住了。谁啊？想抬脚踢，结果低头一看，半边身子都不会动了。这是老虎吧？救命啊！有老虎要吃人了！一院子的人都看着他。小六子本来蹲在他身边吃饼，听见少爷的声音，一下子将徐才扑倒在地。少爷别骂，我保护你！徐才猝不及防，摔得一口气差点上不来。元宝不知道这两个人在干什么，他又凑近了一些，闻了闻徐才的嘴。救命！元宝过来！小老虎听见自己的名字，一颠一颠的跑到叶洛心身边，用头蹭了蹭叶洛心的腿，又亲昵又听话。见老虎半天没有动静，徐才一把将小六子推到一边，便长长舒了口气。你可压死我了！你们怎么还养老虎啊？你们就不怕老虎咬人吗？你看他这个样子，像是能咬人吗？叶洛心摸摸老虎的头。元宝自从跟着回来后，个子长了很多，站起来都快有叶洛心高了。可他的性子却十分温顺，平时不吵不闹，也不到处乱跑，吃东西更是不挑，给什么吃什么，不让吃的绝对不碰。最喜欢吃的就是冲好的鸡蛋水，一次能喝一大碗。像是听懂了叶洛心的话，老虎朝着徐才张大嘴巴吼了一声。裴树一直默默看着发生的一切。老虎刚出现的时候，他也眯起了眼睛，看着老虎被叶洛心收拾得服服帖帖，又多看了这个女子几眼。这就是萧木的妻子，模样倒是好看，还有驯兽的本领。可是她真的适合做萧木的妻子吗？他念头还没有转完，突然感觉后背凉飕飕的，转过头去，果然看见萧木正不动声色，冷冷地盯着自己。裴树赶紧敛住神情，低头慢慢喝着碗里的鸡蛋水。早饭刚吃完，昨天干活的村民们又来到了萧家，大家不用吩咐，找到自己干活的工具，又开始劳作起来。人多力量大，经过昨天10几个人的努力，地基已经挖得差不多了。萧木今天去县城买青砖，地基不能用土砖，得用青砖才更结实。除此之外，还要买一些磨平的石板。叶洛心说有别的用处。徐才和小六子今天还负责挖土运土，有了昨天的经验，他们今天已经能够熟练地挑起扁担。一旁挑土的是村里的王二牛，他看徐才两个人磕磕绊绊的干活，忍不住问道：昨天就想问你们了，你们是县城里的有钱人吧？怎么跑这里来干活了？这粗活不适合你们干，这有什么不适合的？徐才擦了擦头上的汗。我原本也以为我干不了这个，你猜怎么着？本帅我现在觉得干活还挺好，累了以后吃得香，睡得也香，这可比在城里斗蛐蛐有意思多了。斗蛐蛐是什么意思啊？王二牛想象了一下那个场面，两个蛐蛐咬来咬去有什么看？不如看狗打架。狗打架有什么好看的？这回轮到徐才不懂了。狗咬狗一嘴毛，你听说过吗？两条狗打急眼了，能把对方咬成秃狗。王二牛不好意思的笑笑。行吧。徐才无语，呵呵，还是你们村里人玩的野。今天是学堂的休沐日，萧景得了徐正香的命令，吃过早饭就陪着裴树去学堂给孔夫子看病。裴神医施针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在一旁打扰，只留了萧景在屋里打下手。周夫子没事做，正好趁着这个时间在村里走走。当初他来青山村是萧家引荐的，来了这么久一直没有登门道谢，周正也有些过意不去。他从村民给的树修里面挑了2条干肉，准备送到萧家当做答谢礼。走到半路，迎面碰到了李正老婆。李正老婆看着周夫子一身青色长袍，端方俊朗，立刻又动了说亲的心思。周夫子这是要去哪里呀？原来是嫂夫人。周正朝着他拱了拱手。我去一趟萧家。哎呀，周夫子这身长袍穿着是很不错，不过这袍角已经破了，该补补了。周正低头一看，袍子的边缘果然破了一个洞。多谢嫂夫人提醒，我回去之后就缝补起来。哎，要我说，父子一个人生活确实有很多不便，哎，还是赶紧成个家吧。我身无长物，贫困潦倒，自己生活上有问题，还是不要拖累别人了。哎，这怎么能叫拖累呢？夫子一表人才，又这么有学识，不知道有多少姑娘倾慕夫子呢。夫子若是有意，我二姑家的、表哥家的、四舅家的3姑娘，哎，正好没有婚配，我给夫子说和说和。那姑娘长得好看，就是年轻的时候太挑剔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像夫子这种，他肯定能喜欢。周夫子吓了一跳，赶紧拒绝。不了，我并没有婚配的打算。没有婚配的打算？李正老婆上下打量周夫子，眼中露出一丝疑惑。周夫子知道那丝疑惑意味着什么，赶紧又拱了拱手，拎着2条肉干快步离开了。李正老婆看着周夫子匆匆离去的背影，气恼地跺了跺脚。二大娘全程听见2个人的对话，见周夫子走远了，才从墙角走了出来，和李正老婆一起看着夫子背影。嫂子，这夫子怎么跑得这么快？我看他
他挺害怕别人给他说亲的，该不是有什么隐疾吧？哎呀，谁知道呢？要真是这样，哎呀，实在是可惜了。哎，谁说不是呢？周正脚步匆匆，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出半个月，他就会成为青山村人人同情的对象。来到萧长河家，萧家人都在各忙各的，男人们都在后面盖房子。叶落心刚刚割了猪草回来，正在兔笼前面喂兔子。杨凤和徐正香在院子里称粮食。昨天李正已经通知过了，知府大人将脱粒鸡进献给朝廷，受到了朝廷的嘉奖。知府大人高兴，已经下令清河县连续5年保持30%的税赋。这几天天气好，李正张罗着让大家把上交的粮食都准备好，一起到县衙去交税粮。见到周夫子进来，徐正香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迎了上去。哎，周夫子怎么有时间过来了？周正赶紧把手中的肉干递了过去。来了几天了，一直没有拜会，这个是我从树修里选出来的，还希望萧家嫂嫂不要嫌弃。哎，夫子快别这么客气，咱们乡里乡亲可不讲究这些，更何况夫子是咱们村里的大恩人，您的礼我们可不敢收。周正闻言有些不好意思，正好看见叶落心走了过来。要说恩人，您家的儿子和儿媳妇才是我的恩人，若是没有他们引荐，我也不能到这里来。夫子才学出众，我们自然是敬仰的，不过既然是夫子的一番心意，娘您就收下吧，总不好让夫子再把东西拿回去。不过夫子也别客气，晚上就来家里用饭吧。叶落心一番话下来，周正也不好拒绝，便答应了下来。正在这时，隔壁的大花攀上墙头。姐姐，我做了一个荷包，你看看喜欢吗？叶落心于是走到墙边，接过大花的荷包仔细端详。荷包针脚细密，做得十分精巧，上面用紫色的线绣着一朵栩栩如生的兰花，兰花上一只蜻蜓立在上面，振翅欲飞。好看，真好看，你怎么想到绣这个的？大花被夸得不好意思。我昨天出去割草，在山上休息的时候，正好看见一朵兰花，看着十分好看，便绣下来了，果然是个天才。叶落心看着荷包爱不释手，这个荷包姐姐若是不嫌弃，就送给姐姐吧。那怎么好意思，这可是你好不容易绣出来的。不会，只要2天就绣出来了。那行，那我就收下了。你荷包做的这么好，改天我去买几尺好一点的料子，你全都做成荷包，我帮你拿到县城去卖，好不好？真的吗？大花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正向叶落心道谢的时候，他看见萧家院子里站着一个男人，他和村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村里的人都穿短衫，但眼前这个人却穿长袍。长袍虽然有些旧了，却是将洗得十分干净。男人还在和徐正香说着话，他说话的时候十分谦和有礼，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容，那种谦和端庄的气质是大花从来没有见过的。叶落心欣赏了会儿荷包，抬头的时候就见大花看周夫子，看得眼睛都直了，看呆了。大花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那我回去了。匆匆道别后，大花立刻从墙头爬了下去，一直走到屋里。大花的心还在砰砰直跳，仿佛一直被生活压得很苦的心突然找到了新的窗口。另外一边，和徐正香说话的周夫子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个小女孩一直在盯着自己。孔夫子已经和我说过了，萧景是个聪明的孩子，自己又肯用功，学过的东西比别的孩子掌握的都要扎实一些，明年的院士肯定没有问题。夫子莫要宽待他，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夫子尽管打骂，再不听的话就告诉我，我让他2个哥哥收拾他。读书这件事，除了天赋和努力，还要看他自己的意愿。他若是想学，自己就会下功夫；他若是不想学，别人逼着也是没用的。夫子说的是。徐正香应了下来，他觉得夫子说的有些道理，就像现在在后院干活的徐才，放着好好的书不读，非要到他们家来吃苦，这可能就是个人意愿的事儿了。萧长河听说周正来了家里，赶紧从后院回来招呼。坐在院子里刚喝了一杯茶，萧木就回来了。萧木身后背着背篓，手中还拎着一盒点心和一个纸包。他先跟周夫子和父亲打了招呼，然后把背篓和点心盒子送进厨房。送完后，他没有直接出去，而是拐了个弯，把手中的纸包送回自己的房间，这才出去招呼客人。青砖什么时候送过来？明天就送过来了，一共订了1000块。那个马老板说咱们买的多，就格外送了100块。好，那明天就能把地基打起来了。周正看了一圈萧家的院子，萧大哥，我看你家的院子也不小，怎么又想着加盖房子呢？你看我盖的这么大，其实不是用来住的，那是用来养禽兽的啊！周正吓了一跳，看见周正脸上的表情，萧长河就知道他误会了，连忙解释：禽兽就是禽和兽反正就是孩子们想养一些兔子什么的。我家老伴儿喜欢养鸡，他们都说要弄一个大一点的场地。原来是这样。
也不怪他多想，主要是以前从来没见谁家养鸡养鸭的，还专门盖个房子，这也太奢侈了。他又仔细看看萧家院内的装饰，怀疑自己是不是小看这一家人了。没多一会儿，徐正香和杨凤分好了粮食，就进屋准备晚饭。今年的粮食交完税后还能剩下不少，吃的不用那么省。徐正香就让杨凤晚上烧一锅新米饭，这还是粮食下来后他们第二次煮新米吃。杨凤把上次做好的冲米器搬进院子里，一边冲米一边和叶落心聊天，干得游刃有余，看得周夫子心急得不得了。这个东西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啊，是啊，是景儿想出来的呢。这个冲米器呀，踩着非常快，比原来的省了不少力气。好办法，好办法呀！周夫子称赞他读书这么多年，书中的东西从来没有用到生活中来。萧景这孩子将来必成大才。托夫子的吉言，一会儿他回来，我就让景儿正式拜您为师，还请您不要嫌弃啊。夫子和师傅是有所不同的，夫子只是教学的老师，可是师傅却比夫子的关系更进一层。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认了师傅，两个人就有了一层亲情在。我这个身份怎么好做别人的师傅？周夫子别过谦，要我看，周夫子比一般的先生才学还要高，只要您认景儿，就是我们萧家的福气了。萧长河说的情真意切，周正便不再推脱。师傅不必认，但周某定竭尽所能，把毕生所学的都教授于他。他在别的方面可能不如别人，但若论读书，他还是有些自信的。既然自己这辈子没办法实现心中的抱负，那就把这一腔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学生身上。等学生功成名就的那一日，自己就算是死了，也能含笑九泉了。晚上，萧家做的是卤五花肉、酱肘子、豆腐丸子、凉拌黄瓜，还有大骨熬的藕片汤。这一桌子菜，连徐才都说不出不好的话来。徐正香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汤，招呼大家赶紧吃饭。徐才别别扭扭的夹几块酱肉放到了裴叔碗中。谢谢裴神医昨天给我吃的药，今天身上一点都不疼了。我现在没什么感谢的，等将来回了家，我一定让我爹好好感谢你。算你小子有点良心，我老头子的药可是很贵的，不知道你爹付不付得起。我爹可是酒楼的掌柜，你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有什么药是我爹付不起的。刚缓和了一会儿，气氛又开始变得紧张。今天有周夫子在，萧木没让他们吵起来。都吃饭吧。裴神医便不再说话，徐才也闭了嘴。晚饭后，萧景打着灯笼将周夫子送回书院休息。萧家其他人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休息。萧木和叶落心分别洗完澡，叶落心坐在床边擦着头发。萧木突然把白天带回的纸袋子拿了出来。这是什么？给你买的衣服。萧木说着打开纸包，里面端端正正的包着一件鹅黄色的浅色纱衣。这叶落心只看一眼就被这件衣服吸引住了。这件衣服料子很软，看起来像是真丝织的。这裙子很好看，可是不是太贵重了？我今天本来想给你买件细布衣服的，可是一进去就看中了这件好看，衬你。这件衣服又贵又不经脏，平日里没有机会穿呀。那你就穿给我看啊？给你看？怎么看？就在房间里穿上给我看。萧木拿着衣服上前，我想的没错，这个颜色果然很衬你，我喜欢。这个男人从来不会说情话，这还是他第一次说我喜欢。明明也不是多么动听的情话，可是叶落心却听得心里酥酥麻麻的，好像又回到了喝酒的那个晚上，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当天晚上，元宝又一次被赶出了房间，他趴在墙角竖起耳朵，听着房间里传来呜呜咽咽的声音，总觉得女主人被欺负得很惨。15天后，萧家的养殖场已经初具规模，徐才也越来越适应这里的生活。小六子比他会的更多，现在已经会砌墙了。少爷，要是哪天你不要我了，我也可以凭着自己的手艺赚钱了。小六子一边干一边说，跟着本少爷还委屈你了，跟着我不比砌墙赚得多吗？少爷别气，我只是随便说说，我哪儿都不去，就在少爷身边伺候。看你这段日子表现得这么好，等回了家，我就让我爹给你涨工钱。谢谢少爷。小六子受宠若惊，虽然在这里的日子也挺有意思的，但是两个人还是有些想家了。徐才盘算着回到县城一定要睡上3天3夜，等休息好了，他再来这边和叶罗心研究做生意的事儿。一切都计划的挺好。这一天，县城那边却传来了消息，这还是他们两个来到青山村后，家里第一次有人来送信。来的是家里负责养蛐蛐的小五。看见徐才和小六，小五踉跄的身影立刻瘫软下来，跪在徐才面前嚎啕大哭。小五，小六子吓了一跳，你这是怎么了？少爷，少爷！小五一把抱住徐才的腿，少爷，老爷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老爷昨天晚上被几个官差抓起来了，咱们家里还有酒楼，
全都被封起来了。什么？徐才吃了一惊，到底是因为什么？奴才也不知道，只听说是犯了很大的事，老爷可能要被问斩了。听了这话，徐才一下子呆住了。父亲本本分分经营徐记几十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路边摊，慢慢发展到这么大。他爹从来都是安分守己的，就连自己在外面惹了事儿，他爹都要对他狠狠训斥一番，告诫他要低调守规矩。他不信他爹能犯这么大的事儿。小六子，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回城里去。他心急如焚，抬脚就要往外走。少爷，咱们虽然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可是真要回县城的话，咱们是不是得换身衣服？那还不赶紧去？等他们主仆二人换好了衣服，萧木和叶洛心已经等在了门外。听说徐才一个家仆找来了，他们也想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徐二哥，嫂子。徐才拱了拱手，多谢你们这段时间的招待，我现在必须立刻回家，就此告别了。刚刚你家家仆已经说了家里发生的事，我建议徐少爷还是别急着回去的好。那怎么行？那可是我父亲，我得回去打点一下。他老人家岁数大了，万一受点刑，我怕他受不住。徐少爷说是要回去打点，那我问你，你手头可有银子？没有。对呀，他家都被封了，他哪里来的银子？那徐少爷可有认识的朋友愿意帮忙？徐才在脑中过了一遍自己的酒肉朋友，竟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徐才的心凉了一半。无论如何，我要回去看一下。当初我就觉得奇怪，我们平日里并无交往，又刚刚发生过那样的事，徐老爷为什么要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我父亲说让我来学习卤肉的方子。按照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他可是那种强人所难之人。不是，我爹以前就没办过这种事。依我看，你父亲把你送过来，就是想要保全你。保全我？徐才彻底傻了。现在还不确定，不过你父亲既然将你交到我们家，肯定是深思熟虑过的。你在没有了，我父亲当年就是独自一人来清河县打拼的。这件事，徐子商和徐才吹嘘过很多次，每次喝完酒，他都要给他讲述自己当年是如何白手起家，顺便教育一下，让徐才不要好高骛远。那可有走得近的朋友？走得近的，徐才想了一下，唯一走得近的可能就只有许家了。许家？你说的许家是那个骗你的许昭家里？是的。你爹平时和许家走得很近吗？听说早年徐记刚开的时候，许昭的爹是投了银子的，现在他们许家还从我家里拿分红呢。这次我爹出事，他们许家别想置之不理。等我回到县城，我就要去找许昭的爹，让他拿钱把我爹给保出来。别轻举妄动，我一会儿去县城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啊，你们和县老爷有交情，能不能帮我爹说几句好话？不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你爹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待我打听之后再说。一听说萧木要去城里，我也要去。你去能做什么？你放心，我去了也不露头，我只跟在你身后，听你打探情况。徐才恳求，那可是他爹，他真的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等着别人给他消息。叶洛心朝着萧木点了点头，行，那就带你去，你只管跟着，不要说话。好。萧木从仓房里拿出一些药材，装进背篓，当做要去卖药材的样子。徐才则用一个大斗笠遮住脸，身上也背着一个背篓，扮作萧木的跟班。两人乘着刘二的牛车到了县城，第一站先去了医馆。医馆掌柜一见萧木来了，忙迎了上去。上次不是说要晚来几天的，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正好家里这些药材晒干了，就拿来了。萧木把徐才身上的背篓接过来，递给小二，让他去过秤。等掌柜的结了钱，萧木又状似无意的说道：娘子说想吃酒楼的酱猪肘，今日得了钱，正好去买给他。哎呀，你前几日怎么不说去买？今日去买可买不到了。怎么了？酒楼还能关门停业？可不是关门。徐掌柜凑近一点，是被查封了。萧木像是吓了一跳。怎么了？不就一个酒楼吗？怎么还被查封了？里面出人命了？没有，但是啊，这事可比出人命还要严重。那是听说呀，酒楼的徐掌柜贩卖私盐。私盐？在大梁贩卖私盐可是死罪。可查实了？查实了，据说昨天从酒楼里翻出一担细盐，全部都是私盐。不可能！站在萧木身后的徐才指尖发白，听到这里忍不住说道：他不可能贩卖私盐。徐掌柜根本没有注意萧木带来的人，还以为是他的弟弟。听见徐才说话，他这才打量起来，不过这人戴着帽子，根本看不清长相。徐掌柜心中有了怀疑。萧木知道徐掌柜是个人精，他暂时不想让徐才暴露身份。谢谢掌柜告知，既然酒楼不能卖了，那我就去别家看看吧。说着他就招呼着徐才离开。徐才紧跟在萧木身后，两个人走得很快，一直转过一个墙角，进到一条胡同里，萧木才停了下来。不是说不让你说话的吗？徐才低头没有说话，等他抬起头来，萧木才看到他的眼睛红了。对不起，我刚刚没忍住，但是我爹肯定不会贩卖私盐的，他能提前将你送走，心中肯定已经有了打算。这件事你说他完全不知情，我是不信的。徐才眼泪流了下来。我爹曾说他一个人拉扯我长大很不容易，让我要记住他的好，老了以后要好好孝敬他，到时候他也不要想什么锦衣玉食，就有一个小院，每天吃喝不愁的就很满足了。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更不能
能贩卖私盐。行了，现在你说这些也没有用，你想一想，你爹平时有没有和你透露过什么？又或者你爹隐晦的嘱咐过你什么？这些没准能帮到你。徐才擦了擦眼睛，仔细想了想。走的时候，我爹什么都没和我说，但是他曾经和我说过，历年来的账本都在书房的暗格之中。我爹要是贩卖私盐，肯定也会有账。我想回家把账本拿出来。你家现在已经被封住了，外面有官兵把守，其实你想进就能进的。我知道我家后院有一个秘密通道，那个秘密通道一定没人。如果我爹出了事，这件事一定和许家脱不开干系，我一定要找到证据才行。许家、许昭、叶青青的相好，也是在背后怂恿徐才找他们麻烦的人。既然许家也参与进来，萧木倒是想看看这里的水到底有多深。我陪你去。两个人穿过窄巷，一路尽量避开人群，走到徐家后院。在这里，萧木终于看到了徐才说的那个后门，这不就是狗洞吗？我先进去，你在后面跟着我。等徐才费了9牛2虎之力从狗洞钻进去的时候，看见萧木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我操！徐才吓了一跳，你是怎么进来的？萧木指了指墙头，这么高的墙你都能爬进来？徐才对院中的路十分熟悉，两人借着树木和杂草隐藏身形，一直走到书房的后面。前面有2个人在把守，进不去怎么办？徐才不甘心，进去可能就会被发现，可如果不进去就没有办法拿到账本。我去将他们引开，暗格就在书架的花瓶下面，你拿起花瓶就能看见按钮了。你别动，还是我去吧。萧木猫着腰走到墙角，看见守卫后，他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轻轻一抛，石头正好打在其中一个人的头上。被打的看守一愣，查看一周没有见到人影，最后把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同伴。你看我干什么？刚刚是不是你打的我？我打你干什么？这院子里除了你我，根本就没有别人，谁知道怎么回事？难道闹鬼了不成？两个人各自转过头去，没多一会儿，萧木又扔了一块石头，还是打在刚刚那个人的头上。这次被打的人什么也不说，回过身去就打了同伴一拳。你竟敢打我！是你先打的我根本没动手，除了你还能有谁？你他妈的就是故意的，看我不打死你！两个人掐在一起，你一拳我一脚，其中一个打红了眼，抄起了腰中的挎刀，另外一个见状撒腿就跑。见他们两个的身影消失不见，萧木立刻招呼徐才向前。他们肯定是知道你家书房里有东西，不然不会派人守着，赶紧把账本找出来，我们得快点离开。不用他说，徐才也知道现在情况紧急，他跑到书案前面，轻轻一按，后面的墙就打开了一条缝隙，一个暗室露了出来。快进来！你爹是个精细之人，我爹喜欢算账，在我印象不是在记账，就是在翻以前的账本。这里账本太多，我们拿不走，以前的都不用拿。我相信我爹没有问题，早几年的账本不用看，只看这1年来的就好。按照徐掌柜的习惯，1个月一个账本，从过年到现在一共是9个月，也就是9本账本。徐才脱下外衫，将账本裹在里面，然后向后看着萧木。现在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已经回来了？你先待着别动，我出去看一下。透过窗纸的缝隙，他看见刚刚打架的2个人已经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人。你们2个怎么回事？不是说了让你们好好守在这里，你们怎么还自己打起来了？徐老爷，都是赵武，他跟个疯子一样，突然就扑上来打我，这不把我的鼻子都打出血了。徐老爷，您评评理，我们2个好好的站在这里，马三他3番5次的偷偷用小石子偷袭我，打我也就算了，次次打的都是那个地方，他这是没安好心，想让我断子绝孙呢。赵武，你别含血喷人，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打你？还打你那个地方？还不是因为豆腐西施心小娘子，她只喜欢我，不喜欢你，她都和我说了，你那玩意儿不行，我看你就是极恨我和她走的近乎，伺机报复。赵武，你他妈找死，你才找死！2个人剑拔弩张，又要打作一团。好了，我给你们银子，是让你们给我把守望风，可不是去找什么豆腐西施的。今天可有人来过这里？没有。赵武和马三齐声回答。那就好，我要进去找点东西，你们帮我望风。若是有其他人来，千万别让他们看见我。等我找到东西，银子肯定少不了你们的。徐老爷，你有什么要找的，和我们说一声不就行了？何必自己跑这一趟？就你们。许仲元鄙夷地看着2个人，2个人缩了缩脖子，都不说话了。萧木听见许仲元的话，立刻闪身寻找躲藏的地方。书房内陈设简单，除了几个书架，就只剩下一张黄花梨木的大方桌。情急之下，萧木脚尖点地，一个闪身躲到了房梁之上。在他躲好的一瞬间，一个圆滚滚的肚子先挺了进来。许仲元身材矮小，一身肥肉，进来后，然后开始在书房内翻找。几番翻找之后，他终于发现了书架上的白色瓷瓶。许仲元拿起瓷瓶，看见了压在下面的白色开关。藏的倒是挺深，伸手去按开关。就在他的手摸上开关的一瞬间，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凉风刮过，紧跟着后颈一疼，直接晕了过去。萧木伸手抄住他的腰带，将人轻轻放到地上。饶是这样，外面还是听见了一丝动静。徐老爷，马三在外面轻轻呼唤，可有什么需要小的帮忙的？滚！财神爷发了怒，为了不招来晦气，他们连滚带爬的就离开了书房。见没人看守，萧木赶紧拿开瓷瓶，打开了暗
暗格的开关。拎着你的账本，快走。两个人出门后直奔后院，一路跑到狗洞边。你从这里出去，穿好衣服，在外面等我。那你呢？我还有点事，马上出来找你。出去以后，他把账册掏出来，放进自己带来的背篓中。他这里刚刚套上外衫，就听见院中忽然传出了几声呼喊：“走水了，走水了，走水了！”徐才大惊，他家里着火了，万一烧起来把房子都烧没了怎么办？徐才趴下身子，想要爬回去查看，忽然觉得眼前一花，萧木仿佛从天而降，落在了他的眼前。干什么呢？我想看看是哪里着火了。是书房的门，我放的火，放心吧，很快就会有人来救火了。你放的火？徐才十分惊讶，不放火，难道让那个徐老爷睡醒了直接回家吗？萧木说完，抬脚就走。徐才恍然大悟，徐宅的书房着火，毫无关系的徐掌柜却出现在这里，光是这一点就够那个许仲元喝一壶的了。还是萧兄想的周到，还是赶紧走吧。两个人不再管徐宅里面发生的事儿，从小路绕到街上，直接回家了。回家路上，徐才一直缠着萧木问，刚刚他是怎么出来的？我怎么感觉眼睛一花，呼的一下你就出来了？你会武功？不会，那你怎么跳得那么高？萧木不再理他，直到萧家门口，萧木都没有回答徐才的问题。徐正香在家里焦急的等待，直到他们两个走进院子，徐正香才拍了拍胸口：“哎呀，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样，东西找到了吗？”“找到了，萧二哥和我还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啊，什么秘密？”“那个许仲元真的和这件事有牵连，他今天偷偷跑到我家书房来找账本了。”“啊，听说许家不是京中有人吗？这事儿会不会闹得很大呀？”“如果徐掌柜真的贩卖私盐，徐才恐怕也难逃干系。我们知道的有限，现在也只能从账本中寻找一下蛛丝马迹了。”“哎呀，这个徐掌柜真是个老狐狸，这事儿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他非要把儿子送到我们这里，是想把我们家也牵连进来是吧？”“萧大娘，对不起，如果我爹真的出事，我立刻就走，绝对不会拖累你们的。”“哎，说起来，我和你还是同一个姓，没准儿啊，800年前是一家。哎，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并不是我萧家遇事没有担当，而是这件事啊，和我家根本就没有关系。将来你徐家若真的犯下什么大案，我一定会将你送到衙门。”徐才有点难受，但还是点了点头。“可你若真的有冤屈，我们愿意倾尽全力帮你。至于结果怎么样，就只能看你的造化了。”徐才红了眼睛。“大娘，不管将来怎么样，萧家的大恩大德，我徐才这一辈子都铭记于心。”“行了，你这孩子看着也不像是个坏人，这些事情我也不懂，剩下的就让木儿和心儿他们帮你吧。”徐正香摆了摆手，去厨房准备晚饭了。走进厨房，看叶落心还在烧火。“哎，怎么样？我刚才说的好不？”叶落心朝着他眨了眨眼。“娘，你真厉害。”徐正香得意的笑了。“还不是你说的，要什么恩威并施？要是按我的想法，这个好人我就不做了。”“如果他们真的犯事，我们肯定不会沾边。但如果这对父子是冤枉的，我们趁机收拢他们，将来会有大用处。”叶落心边说边在锅底添了一把柴，火光映得他脸上熠熠生辉。徐正香看了两眼，对这个儿媳妇愈加的满意。哎，真不愧是我的儿媳妇，胆子大，想得远，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晚饭过后，徐才迫不及待地拿出账本来看。徐才现在无比后悔，之前没有和老爹好好请教记账的方式，现在看着这密密麻麻的数字，竟有些无从下手。叶落心看他急得焦头烂额，随手拿起一个账本也看了起来。开始2页他还看得不大明白，越往后翻，竟然看出一些门道来。徐掌柜的账记得很明白，每一笔收入都有对应的支出部分。现在的账本太多了，你一个人肯定看不过来，我让萧景过来，大家一起帮忙，看能不能从中看出问题来。为了防止出现遗漏，叶落心定了一个轮流查看的方法。徐才先看第1册，萧景看第2册，叶落心看第3册。全都看完之后，徐才把第1册传给萧景，萧景把第2册传给叶落心，叶落心再把第3册传给徐才，这样能保证每一本账本都有2个人过目，防止一个人查看出现遗漏。萧木给他们端来茶水。这么晚了，喝点茶水润润喉。这里好像不对。他伸手指向书中的一处记录，他一出声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什么不对？这里有一项支出，我清楚记得前面几个账本上都没有这项支出。徐掌柜从来不会记这种模糊的账，他会写上买菜、买盐或者送礼。可是你看，只写了景兴阁，连备注都没有。对，后厨的支出每个月金额都差不多，就这个月多出了500两。再翻一下7月份的，看有没有这笔。徐才赶紧翻了一下手中7月份的账本，没有。我爹给景兴阁500两银子干什么？难道我爹真的参与贩卖私盐了？徐才看着那一笔账，心凉了半截。不一定，现在盐的价格是200文1斤，若是500两银子全都用来买盐，能
能买到2500斤。你们不是说官府从酒楼里面只翻出一担，那么剩下的盐又去了哪里？私盐在我朝一直控制的比较严，徐掌柜若是想要贩卖，肯定得有固定的渠道。8月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营支出，那么他的经营渠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更倾向于徐掌柜是用这笔钱买了一批私盐，也可能是在他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我爹肯定是不知情的，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盐已经到家了，所以他才偷偷的把我送到乡下来。这个就要看他自己怎么说了。今天许仲元到书房去寻找东西，我怀疑他要找的就是这个账本，他一定是知道什么。可是光凭这个账本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500两银子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既然这个账本说明不了问题，那许仲元要找的肯定是别的东西，那个东西一定还留在书房之内。不可能！徐才立刻否定了这个观点。贵重的东西，我爹从来都不会放在外面，而且暗室里我们也看了，里面除了账本什么都没有。难道真的是账本？几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叶洛心一边想着其中的可能性，一边继续翻看，想从字里行间找到蛛丝马迹。藏头诗没有，奇怪的暗示没有。若这个账本真的有问题，那徐掌柜未免藏得太深了。叶洛心有些头疼，他想把账册放到书案上，自己先休息一下。忽然间灵光一闪，他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他快速捡起1、2月份的账本，打开扉页，仔细对比三者的不同。怎么了？我觉得这个账册的封页好像有点不一样。账册的封页都是用牛皮纸制成，又厚又硬，可是8月份比1月份和2月份的都要厚一点。我看看，确实不同。就在众人一起看着他，等着他解惑的时候，萧木忽然伸手将封页从账册上扯了下来。这是做什么？这个封页里面夹了东西，夹了东西，真的？几个人全都看着完好无损的封页，根本看不出里面藏有东西的样子。老三，你去打一盆水过来。萧景立刻去用木盆盛了满满一盆水过来。萧木把封页放入水中，让它飘在水面上。泡了一会儿之后，几个人眼见着完好的牛皮纸的边缘张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牛皮纸是防水的，但是浆糊不会防水。萧木说着，把账册封页从水里捞了出来。他拿出一把小刀，伸到缝隙之中。其余3人大气都不敢出。看萧木细心地割开缝隙，将2张牛皮纸剥落，2张素笺露了出来。哇，还真的藏了东西啊！我爹可太会藏了。萧木并没有将素笺拿起，依然让它依附在牛皮纸上，将素笺的内容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就说都是许仲元陷害的我爹，怪不得他要去我爹的书房找信。有了这2封信，我爹一定能洗脱冤屈。不行，我现在就要去县衙击鼓鸣冤，我要让县老爷为我爹做主。这么晚了，你怎么去啊？我爬也能爬回去。你猜县老爷现在有没有睡觉？你半夜去敲鸣冤鼓，会不会有人理你？我就是太着急了。有了这2封信，至少能证明你爹没有贩卖私盐。至于其他的，就要听县老爷定夺了。早点睡吧，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第2天，萧木陪着徐才3人一起到了县衙。小五和小六听老爷有救，一个个都激动得不行。徐才把鸣冤鼓击得震天响，看见衙役出来，他都不肯停手。快把鼓槌放下！你还想把这县衙的鼓敲漏了不成？小爷就愿意敲，敲坏了小爷赔得起。到了公堂之上，徐才跪在中间，小五和小六跪在他的身边。他刚要拿出昨天找到的证据。徐才，本官正想找你，想不到你就自己投案来了。来人，把他们3个给我绑起来！老爷，小的是来申冤的，不是来报案的。小的有证据证明我爹是被冤枉的呀。徐才跪着向前爬行了2步，请大人明鉴。大胆！县令啪的一下拍了一下惊堂木，惊得站在外面的百姓都抖了一抖。本官亲眼看到从你们酒楼搜出的私盐，这还能有假？我爹那是被人给骗了，是许仲元，是他陷害的我爹，证据都在，你胡乱攀咬又有何用？你父亲已经收押在监，不日将送往州府，由州府大人亲自审理此案。你既已出现，就在县衙牢房里住上几天，等候发落吧。大人，小的有证据，小的有证据啊！这个小子太聒噪了，赶紧把他绑起来。2个衙役一边一个，像李小鸡一样把徐才双手拎到背后，把他们押下去吧。刘县令摆摆手，末了向其中一个衙役示意，用手指了指徐才的胸口的位置。衙役会意，立刻将人带了下去。身边人群散开，萧木视线轻转，突然在人群之中看见一个熟悉的大肚子身影，是许仲元。经过昨天的着火事件之后，他不仅没有被抓起来，还能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县衙门口。看见徐才被押起来，许仲元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摇摇头，随着人群一起离开了。萧公子，李大哥，老爷知道萧公子就站在外面，特让小的来请萧公子到醉翁楼茶馆一叙。好。萧木不知道这个刘县令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是点头答应下来。县令进门什么都没有说，直接向萧木伸出了手，手中竟是徐才揣在身上的2张信笺。萧木立刻站了起来。大人这是何意？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天徐才都是住在你们家里的。不瞒大人，徐才确实在我家住了半月有余，这事只要问一下村里人，大家都知道。可是那个徐才是他爹扔到我们家门前的，我娘心善，不想他饿死，才被迫收留。实在没想到他家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2家没有关系，若是
是你不想给他们帮忙，那这个东西放在你那里也无用，还是我自己收着算了。大人等等，大人说要我帮他们，可是我是一介草民，他们犯了那么大的事，我该怎么帮？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刚刚冲动了，我真不该指望你一介平民去做什么。大人，我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那徐才家里和你们家真的没有关系？大人是不是忘了我们上次对簿公堂也没多长时间？罢了罢了。刘县令将2张信笺收回自己的怀中。我知道你们夫妻2人都是好人，这件事我也不瞒你们，那徐家父子确实冤枉，信件都在，这个做不了假。依我看，他许仲元才是倒卖私盐的主谋。大人既然知道，怎么还将徐才抓起来了？那还不是因为他乱说话？说起这个，县令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刚刚那么拦着他了，他还一直叨叨叨。我要是真有本事把许仲元抓起来，还用等到现在吗？既然证据有了，为什么不能抓人？证据？昨天我本来已经将那个许仲元抓起来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摇了摇头，就冷笑一声。今天早上知府大人就送来了公文，令我3天内将徐子商押解到州府府衙。许仲元举报有功，立刻放行。许仲元举报的徐子商？萧木很是意外。信上不是说他向徐子商借钱周转，低价盐也是他卖出的吗？信上什么信？今天若不是我及时将这2封信截了下来，你以为这信还会存在吗？萧木心中了然，州府衙门有意包庇许家，刘县令若是将信呈上去，恐怕立刻就会被销毁，到时候口说无凭，徐掌柜想翻身就难了。不知道县令大人刚刚将信交给我，是打算让我如何做？你与那徐家真的没有关系？你的脑子里装的是豆花吗？一句话到底要问多少遍？他喝了一口茶，压下心中情绪。确实没有关系，现在没有关系，恐怕也要变得有关系了。那徐才在你家住了那么久，青山村里所有村民都可以证明，徐子商父子若真是被判有罪，恐怕你们萧家也要受到牵连呐。大人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让我去做事，大人不妨先说说要做什么。萧木不想再和他绕圈子。县令闻言面上一喜，据说那钦差沈大人正在来安昌府的路上，若是能在他到安昌府之前将这2封信呈与沈大人，再与他说明这其中的缘由，相信沈大人一定会查明真相，还徐家父子一个清白的。沈修言，你怎么知道？县令先是吃了一惊。沈大人是朝中名臣，不徇私情，以沈大人的名声，你知道倒也没什么奇怪。萧木思考一下，行，这件事我可以试试。真的？县令大喜，只需要将信交到钦差大人手中就好，其余的我这边来应对。萧木将信纸揣下，信我一定送到，但是我有2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白跑腿的事情我不干，事情之后大人得给我100两银子作为赏钱。100两？县令一听就知道萧木这是没见过大钱的，做这么危险的事儿，竟然只要100两银子。好，我答应你。还有一件呢，我们村里人不想惹麻烦，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之后若是有人问起，大人一定不能透露送信的人是我。一言为定。县令痛快应下，2人以茶代酒，碰杯以示合作的达成。喝完这一杯茶后，萧木起身离开茶楼。萧木揣着2封信走到街上，他左右看了一下方向，并没有踏上去往安昌府的路，而是转过身往长宁街的尽头走去。长宁街的尽头是一处当铺，萧木走进去。这个客官，你可是有东西要典当？有，典当什么？典当这个。萧木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客官，你莫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这里不当信件，你要不去问问你家掌柜？这好吧。小伙计突然想起，之前掌柜交代过，只要遇到什么上面盖了章的东西，一定要拿给他过目。你等着，我进去问一下。说完，小二从柜台离开，走进了内室。不到半盏茶的时间，一个衣着不整中年男人从里面跑了出来。他一跑出来，立刻朝着柜台外面看，可是那里已经空空如也，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人呢？人哪儿去了？我让他等在这里的，怎么没了？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你来看看，外面这些人里有没有？小二赶紧跑了出去，外面行人不多，一眼就看出来根本没有刚刚的那个人在。刚刚那个人长得十分高大，有这么高？外面没有。话本误人，话本误人。他在此待了20多年，从一个小伙计干到了当铺的老板，今天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八卦符，结果却连送信的人都没有看到。罢了罢了，初一让15备马，我要出去一趟。太初门规第1条，印了八卦符的东西必须半个时辰内送到指定的驿站去。是。走出当铺的萧木此刻已经拐出胡同，走到了长乐街上。他走得很慢，边走边张望道路两旁的摊位，看到一个卖胭脂水粉的，他停下步子，选了2盒浅粉的胭脂。卖胭脂的大娘见萧木选了2盒，立刻喜笑颜开。这位相公是知道疼人的，咱们女人家最喜欢的就是这些个胭脂水粉了。2盒多少钱？2盒20文。萧木付了钱。这女人啊，一辈子什么苦吃不得，最想要的就是自家男人心中记着自己，想着
自己，一盒胭脂它都不足1斗米的价格，但是你买回去能让女人高兴上半年呢。见萧木不搭话，这位相公年纪不大，是不是新婚不久的？新婚夫妻感情最是火热，有了这2盒胭脂啊，你以后想天天吃肉都没有问题。萧木还是没有搭话，揣起胭脂转身离开。前走了10几步，他才反应过来，刚那个大娘说什么？天天吃肉，这个肉她正经吗？金山村里，萧家人已经准备好了晚饭，但是谁都没有心思吃。下午萧木几个没有回来，萧长河就派萧松去县城询问了。徐家的事弄得沸沸扬扬，萧松刚一开口，就有吃瓜群众把上午的事情和他说了。那个徐家的小公子，他可真是个傻子，自己爹犯了那么大的事，他不赶紧逃跑，竟然还异想天开，想给他父亲伸冤。这下好了，一家老小全都被人抓了进去，整整齐齐，一个都别想逃。除了徐家公子，还有别人被抓吗？什么别人？徐掌柜难不成还有私生子？没有。他后来又问了几个人，大家说法都一样，徐才和他的2个随从被抓了进去，萧木没有被抓。得了准确的消息，萧松便第一时间就回家里送信。得知萧木没事，萧家人的心只放下去一半，另外一半还悬在嗓子眼。他们都在等萧木回来，好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徐正香在家里实在坐不住，便拿了一个鞋底子到他门口坐着，边纳鞋底边等着人回来。结果萧木还没回来时，李翠花却先寻了来。老儿媳妇儿，我听说前几天在你家住的那个徐家的小公子，他家好像出事了。徐正香并没有理他，李翠花却浑不在意。这有钱人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攀上的。你也不想想，那有钱人要是没事，能看上你们家？当初是你那个儿媳妇儿将人留下来的吧？我早就说你这个儿媳妇儿，她就是个丧门星，你还不信？现在怎么样？惹祸上身了吧？我听说徐家那个事儿可不小呢，你们自己留的人，到时候可别连累我们。滚！什么？李翠花没有听清，我说你给我滚！你李翠花叉着腰，我是好心提醒你，你别不知好歹。徐正香，你别是被那个丧门星迷昏头了吧？非得家破人亡了你才。清醒2字还没说出口，徐正香突然站起来，抄起门口的扫帚就向李翠花的身上打去。你个老不要脸的长舌妇，我家过得怎么样不需要你操心。要说丧门星，你才是丧门星，弄得萧家一家子家宅不宁。我今天就替死去的婆婆好好教训教训你。李翠花没提防，徐正香忽然就动起手来，她转过身撒丫子就跑，到底反应的慢了，被扫帚狠狠地抽了2下。徐振香，你疯了，你疯了！他边跑边喊，徐正香边追边打，追了一段距离追不上了，拄着扫帚站在路中间，冲着李翠花的方向喊道：以后别让我看见你，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再告诉你一遍，我儿媳妇是福星，福星！赶跑李翠花，徐正香气呼呼地回到家门口，鞋底子是没心情纳了，他就坐在门口呆呆望着村口的方向。萧长河也从屋里走了出来，看见徐正香气鼓鼓的，他走上前去劝道：别担心了，一会儿老二就回来了。我不担心，就是看不上你大嫂那副幸灾乐祸的样。这么多年了，她不就那个样，不用和她计较。你总说不要计较，不要计较，多少年了，孩子都懂事了，她还是人事不通的样子。我看她就是欠教训。行，你教训得好。萧长河说着往四周看了看，见左右无人，便伸手拉住了徐正香的手。你别气坏了身子，孩子们都长大了，什么事儿让他们自己拿个主意就成。哎呀，干什么呢？大白天的。两人正低头说着话，冷不丁叶落心的声音从前面传来：爹娘，相公回来了吗？徐正香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手。萧长河也立刻站直了身子，掩饰性的咳嗽了一下。洛心回来了呀。叶落心身后还跟着大花小花，三个人身上都背着一筐青草。看着天马上就黑了，我们就赶紧回来了。叶落心看出了两个人的不对劲，意识到自己似乎回来的不是时候。夫君他还没回来吗？还没，也不知道他干嘛去了，是不是出事儿了？不会的，叶落心说的肯定，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正说着，村口处一个高大的身影迎着夕阳走了回来，是萧木。叶落心扔下背篓，紧跑2步迎了上去。萧木张开双臂：你可算是回来了，爹娘都很担心。没事，只是处理一些事情。萧木声音轻柔，在他的头顶上抚摸了2下。哎呦，你看看这2个孩子，大庭广众的，太不像话了。萧长河指着不远处的小两口：哎呀，孩子的事情少管，你自己不敢做，怎么还不让别人做呢？萧木放下叶落心，拉着他朝着父母走过来。爹娘，让你们担心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没受伤吧？没有。萧木弯腰拿起叶落心割回来的草，咱们回家说吧。大花小花也把割回来的草也交给萧木，一家人转头往院子里走去。杨凤还在厨房里收拾，看见几个人回来了，忙到后院去招呼干活的萧松。等坐上饭桌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
了。裴神医和萧景一起从学堂回来，看见屋子里的几个人。徐才那个小子呢？众人皆是一阵沉默。裴树一看，立刻就明白了。我一直骂他蠢笨，他还总是不服气。你们说哪有这样的？上赶着把自己往牢里送，还真是白费了他爹的一番心思。这孩子也是个仁义的，自己老子在牢里，总不能坐视不理。老二，你来讲讲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萧木于是讲述了一下白天发生的事儿，又说了县令的怀疑和打算。不过他隐瞒了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没有提县令让自己送信的事情。接下去怎么办？等吗？要是徐家真的有事，到底会不会牵连我们家人？那个沈大人他真的会管这件事吗？萧长河问出了心中最关心的问题。爹，剩下的事情只能刘大人去办，我们只要听消息就行了。可是万一……萧长河还是不放心。刘大人安民如子，一定不会让徐氏父子蒙冤的。吃晚饭后，萧长河睡不着，又趁着月光去后院转转。明天就是原定的上梁的日子了。在青山村，上梁可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主人家要安排宴席和彩头，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来凑个热闹，给主人送上几句吉利话。可是现在出了这码子事儿，上梁的事还能继续吗？萧长河围着准备好的梁木转了2圈，始终拿不定主意。这时萧木走了过来。爹，李正叔他们明天什么时候来？说好的吃过早饭就过来。但是老二呀，我在想咱们这上梁的日子要不要往后挪挪？爹，这不是孔夫子给算的日子吗？怎么还往后挪？不瞒你说，我这心里没底，总觉得要出什么事。爹，都是没影的事，别太担心了。况且村里人都看着呢，要是真把日子改了，他们可能以为咱家真的出什么事了。萧长河闻言点头，对，就按原计划来，我得让他们看看咱家啥事没有，都好着呢。第二天天刚见亮，萧木和萧松兄弟2个就雇了牛二的车去集市买菜。等他们回来时，正好看见李正带着一群人上门。小老弟，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专门找来咱们村8个有福气的年轻人来给你抬大梁，以后你们家这日子呀，一定过得红红火火的。多谢李正大哥，快来，都到院子里坐，来院子里坐。萧长河将人都招呼进来，徐正香拿了一个笸箩出来，里面装满了瓜子和芝麻糖，让这些人每人先抓了一把，沾沾喜气。咱们今天这席面弄得挺隆重啊，我看俩孩子买了不少菜回来呢。准备了6个菜呢，准保让你吃了之后忘不了。那感情是好了，哈哈。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闹哄哄的气氛驱散了萧家人心中的阴霾。萧长河带着3个儿子和瓦匠、木匠以及村民们一起准备上梁的事儿，徐正香则带着2个儿媳妇，还有几个来帮忙的妇人们一起烧锅添水，准备今天的宴席。二大娘有做饭的好手艺，今天由她和徐正香2个人主厨。叶洛心和杨凤也不闲着，他们有一道硬菜要准备。昨天晚上叶洛心就和徐正香商量过了，宴席上想上一道卤肉，可10多桌席面要是全弄猪肉，那正经得不少钱。于是叶洛心提议用猪下水配着猪肉一起拼一盘。猪下水不值什么钱，40文就能买一副心肝脾肺肠。徐正香对卤肉有信心，可一听猪下水啊，那玩意儿能行吗？娘，你放心吧，猪下水做得好了，比肉还香呢。行，徐正香拍板定了下来。除了这道卤肉之外，宴席的菜谱上还有回锅肉片、蘑菇炖鸡、红烧河鱼、清炒野芹、酸辣笋丁。二大娘看着这么多的肉菜，羡慕得不得了。嫂子，你看你弄这么多的肉菜多浪费啊！那个河鱼其实换个豆腐什么的就行。二大娘，咱们这是上梁的席，可不行吃豆腐啊！不是说喜宴不能上豆腐吗？怎么盖房子也不行啊？家里没盖过房子，二大娘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的规矩。那可不是，豆腐嘛，一穷二白的，肯定不吉利。再一个，这房子得结结实实的用上100年，可不能像豆腐那样一碰就碎。所以你记住，以后你家盖房子也别吃豆腐。二大娘连连点头，知道了，就是不知道我家什么年月才能盖上房子。另外一边，杨凤和2个大婶边收拾买来的下货。刘大婶以前吃过这玩意儿，见他们都不熟练，就揽下来了最难的洗肠子的活儿。这玩意儿啊，得用这个草木灰洗，使劲搓，使劲揉，多洗几遍就干净了。就是不管怎么洗，那个味还在，做出来也不怎么好吃。大婶你放心，我弟妹做卤菜的手艺最好了，就今天这些，保证你吃了之后还想吃。好，今天就让老婆子尝尝你们做的是什么味道的。小半天的时间，他们的菜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后院的祭梁仪式已经开始了。叶洛心听见那边有说有唱，只觉得热闹非常。徐正香看他好奇，你也过去看看，一会儿上梁之后还要抛彩头呢，你也跟着凑凑热闹去。叶洛心闻言拉起杨凤，风一样的朝着后院跑去。
等他们到的时候，祭良仪式已经结束，李正找来了8个青年，已经站在最上面开始拉梁。嘿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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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声不绝于耳，木匠也开始念起了上梁词。今日大吉来上梁，主动修的好华堂，华堂修在龙口上，大家齐心来上梁。上1步一品当朝，上2步双凤朝阳，上3步3元及第，上4步4季发财，上5步五谷丰登，上6步6合同春，上7步7星高照，上8步8仙飘海，上9步9子登科，10步上的全，荣华富贵万万年。随着上梁词的结束，一根大梁已经稳稳当当的被拉上屋脊。木匠敲下最后一锤后，萧长河大喝一声：“抢彩头喽！”一把一把混着铜钱和糖块的花生被他从上面抛了下来。这时，不分男女老幼，全都上去抢彩头。杨凤拉着叶落心一路向前冲，终于在一阵鞭炮声中抢到了2块糖和一个铜板。一片热闹声中，前面的席面已经摆开，大家分别落座，喝酒的喝酒，吃饭的吃饭，全都喜气洋洋。叶落心和杨凤陪在夫人的2张桌上，大家对今天的席面全都十分满意。还得是小二哥家，我这1年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多的肉呢。可不咋的，虽说咱们也带礼来了，可和这席面一比，咱们带的那几个鸡蛋也太寒酸了。大家今天都辛苦了，都多吃点。刘大婶吃了一口卤大肠，嚼了几下之后，眼睛都亮了。杨凤刚才和我说你家这个卤肉做的好吃，我还不信，这也太好吃了吧？到底是怎么做的呀？能不好吃吗？咱家做的卤猪蹄那可是卖100多文一个呢。这样啊？一听这话，刘大婶就知道了，人家这是挣钱的手艺，不能随便外传。可这东西是真好吃，只能趁着这个机会多吃一点了。大家都吃得十分尽兴，今天的宴席让萧家挣足了脸面。徐正香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吩咐萧景去把我留出来的菜给裴神医和2位夫子送一些。萧景扒下最后一口饭，站起来后，他接过2个食盒，刚要出门，却见一辆马车朝着他们家门口驶了过来。马车跑得飞快，没多一会儿就到了萧家门前，在他身后还跟着另外2辆马车。中间的马车车身宽大，用料考究，前面驾着2匹漂亮的枣红马，看着比县令坐的马车还要气派。院子里的村民都顾不上吃饭，大家全都站起来向外张望。李正已经有些醉意，他看着这么多马车，长河老弟，这又是哪个大户家的马车？你小子不地道，你们家什么时候结识了这么多的有钱人呢？萧长河没有回答，自己家的事情自己最清楚，除了县令大人和徐家，他们可不认识别的有钱人。很快，前面一辆马车上跳下来6个护卫模样的人，他们快速跑向后面的2辆马车，分别站在车身2侧。中间的车夫也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他拿出脚踏凳，规规矩矩地放好，然后打开帘子，一个圆咕隆咚的脑袋就从里面钻了出来。这谁呀？不光是村民，萧家人也全都愣住了。这人面生得很，从来没有见过，只有萧默一个人心中一惊，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日被他打晕了的许仲元。许仲元扶着车夫的手走了下来，此时后面马车上的2人也走了下来。许昭走到许仲元身边，爹，这破地方都脏死了，叫下人来不就行了？我们干嘛要自己来啊？从衙门被放出来后，许仲元再次回到徐家的书房，这次他找到了密室，并且翻阅了所有的账册。许仲元想了想，徐子商把儿子送到这里，说不定他要找的东西早就被送到这里来了。管家走到自家老爷身前，冲着院里喊道：“谁是萧家的当家人？徐老爷大驾光临，还不赶紧出来迎接！”里面没人应声，管家气急败坏，朝前走了几步，伸头往院子里探望。好家伙，黑压压一群人站在那里看着自己，个个人高马大的。管家顿时吓了一跳，你们谁是萧家的当家人？来者不善。萧长河刚要应声，萧木先从里面走了出来。我父亲刚刚喝了酒，你们有什么事？一见萧木，许昭立刻激动起来。爹，就是他，那天就是他去卖猪蹄，他瞧不起我，还辱骂我行为不端。今天小爷要让你好好尝尝我的厉害。萧木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仿佛恍然大悟，原来是你，那天就是你娘子向白要我们的猪蹄。听见娘子2个字，许仲元立即扭头盯着许昭，许昭脖子一缩，低声质问萧木：你胡说什么？不是吗？你们2个不是一起的吗？我记得那个姑娘原本是许给我的，后来因为和你勾搭成奸，才在成亲之日逃走了。许昭慌了，他爹早就告诉过他，不准和叶青青来往，连做外事也不行。爹，我没有，他都是胡说的。许昭连忙解释。许仲元抬眼看了看眼前的年轻人，这件事我们回去再说，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他抬眼示意了一下管家，管家叉腰站在院中。萧家人自己站出来，其余的人赶紧离开，以免伤及无辜。这时李正站了出来，我们青山村200多户人家，1半以上的都姓萧，你要找的是哪个萧家呀？自然是收留了徐才的那个
萧家。萧长河也站了出来，你找我们萧家人到底要干什么？哼，干什么？管家冷哼一声，来人，把这对父子给我抓起来。是。6个护卫得令便要向前。我看谁敢动手。长河一家是我们全村的恩人，你们一介商户哪里来的权利来我们这抓人？管家闻言冷笑，一介商户，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是咱们景兴阁的徐掌柜，京城的齐王那是咱们掌柜的表姐夫。别说是你们了，就是清河县县令看见咱们徐老爷也得客气一番，不想惹祸上身的就赶紧滚出去，惹怒了我家老爷，你们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李正甩开萧长河，拉着他的手迈了几步向前，他指着管家道，今天就是齐王来了，他也不能说抓人就抓人，你们这些人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其他村民一齐道，对，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哼，跟我们讲王法，我看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萧家窝藏私贩，我们今天就是来抓人回衙门问话的，谁敢阻拦，与萧家人同罪，一起带去衙门关起来。管家说着退后一步，右手向前一摆，招呼6个护卫上前。李正站在最前面，眼瞅着就要被抓住肩膀，这时鞋子里伸出一只手来。萧木本来站在李正身后5步远的地方，谁都没有看清他怎么一下子就滑到了李正身边，并且抬手替李正挡了那一下。护卫甲却在被碰触的一瞬间感受到了钻心一样的疼痛，他的胳膊疼得不能动，立刻侧着身子退了下来。护卫乙见他一击没有得手，抬起一脚就朝着萧木的胸口踢来。萧木轻轻抬起左手握住他踢来的脚掌，往右轻轻一拧，只听咔吧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声响彻整个小院。好呀，你们反了天了，竟然连徐老爷家的护卫都敢打！管家边说边往后退，剩下的4个侍卫见同伴吃了亏，彼此对望一眼，一起朝着萧木扑了过来。萧木不慌不忙，左手握拳，右手前探，与4个人缠斗到一起。这一切就发生在一瞬间，被踢的护卫疼得满地打滚，围观的村民全都鼓掌叫好。李正叔牛啊！没看出来李正大哥还有这本事呢。其实刚刚那一下，李正的脚趾头踢得生疼，可是看大家都在叫好，他也不好意思喊疼，只好面无表情地忍了下来。许仲元原本一直在后面看着热闹，他本来以为自己的护卫想要对付这群村民轻而易举，他要等着萧家人跪地求饶，然后再让他们乖乖地交出徐子商的账本。既然他敢瞧不起我的儿子，那就打断他的一条腿，让他以后像狗一样的活着，这样也算是替儿子出一口气了。结果半炷香没过，他带来的侍卫就被对方打得屁滚尿流。你们这是要造反呐！等我禀报了县令老爷，你们村子里的人一个都跑不了，全都抓去牢里关起来。话音刚落，另一辆马车沿着村路疾驰而来，村民们十分好奇，这又是谁来了？等马车走近，大家都看出来这是县令大人的车驾。刘勉走下马车，来到许仲元面前。大人，你来得正好，我本来要替你把这些窝藏要饭的罪人抓回去，没想到你这就亲自过来了。萧家人不肯认罪，这些村民更是从中阻挠。刘大人，快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李正吓得酒都醒了，他看着县令，大人，您怎么过来了？真的要来抓萧老二家的人吗？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李翠花扒着人群往里挤。让开，让开，让我看一下！我早就说了吧，他们家早晚都得出事。当初要是听我的，别让那个儿媳妇进门，哪有今天这么多的事？萧家院中，刘勉面无表情地听许仲元说话，直到他停下来，才开口问道：说完了吗？说完了呀。来人，把人给我抓起来！他一声令下，手下衙役立刻上前，将许仲元父子和几个护卫全都抓了起来。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你抓错了人！抓错人？钦差大人有令，带许仲元父子回去问话，我如何能抓错？院子外面的人听不清院子里说的话，李翠花还在和别人说：我家儿子多好，读书好，娶的媳妇儿也让人省心。这娶儿媳妇儿一定要看准了人，要不像长河家里这样的，自己倒霉不说，没准还要连累我们，到时候我们得有多冤枉？别说了，县老爷根本就不是来抓萧长河一家的，人家县老爷是来给他家做主来了。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县老爷怎么说的？可是大家都在抻着脖子看里面的情况，根本没人理他。刘县令让手下将许家人全都抓起来带到一边，又偷偷给萧木递了眼神，示意他随着自己到一边说话。萧木跟着他的脚步走到房檐下。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快就把信交到钦差大人手上了？萧木疑惑，做出疑惑的表情。大人，我没去啊，你昨天不是把信要回去了吗？刘县令一惊，我昨天喝完茶就回去了，我什么时候把信要回去了？昨天分开后
后不久，有一个戴着斗笠的人说大人已经找到别人送信了，不用我去了。我虽然想赚那100两的银子，但是大人既然不信任我了，这差事我就不干了。刘县令急得一脑门子汗，此时声音再也压不住了。哎呀，你这个憨憨，你把信交出去，也不看看对方到底是谁。萧木一脸无辜，刘县令想要责骂几句，可是仔细一想，这件事自己办的也不够稳妥，他就不该把信给萧木。他一个村里人，不懂世人狡诈，这才会着了别人的道。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等我忙完了这些事，再来找你算账。县令整顿人马准备要走，萧木余光一扫，看见县令带来的人里有那天在徐家书房前给许仲元望风的2个。萧木对刘县令指了指那2个人，这2个人有问题。刘勉一看，这2个人平时很少在自己眼前晃，就是县衙里干杂役的，人手不够的时候才会用到他们，这就奇了。萧木怎么认识的他俩？你怎么知道有问题？都是巧合。我那天去买豆腐，正巧碰见他们2个为了那豆腐西施在打架，其中一个说另外一个拿了许仲元的好处。真的，等我回去定要好好问问他们干过的好事。许仲元被抓，马三和赵武本来就心惊胆战，现在县令的眼神看了过来，他俩立刻紧张的手都不知道怎么放了，特别是马三。县令收回眼神之后，他立刻走到路边，趁人不注意将一个什么东西扔进了附近的草丛之中。同伴们都没有发现他的动作，互相吆喝着准备上路。萧木却将一切看在眼里。县令一行走远之后，萧木走到刚刚的草丛边，从里面捡起一个布袋，布袋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有几块碎银和一本书，书的封面上写着易经2字。萧木觉得有意思，这样的人竟会去研究易经。他随手翻了2页，直到看清上面的内容，脸上的神情立刻就变了。这书里竟然画着许多男女亲密的姿势。萧木又看了2眼，看着那闻所未闻的姿势，耳朵都红了。好在四周没人。萧木举手想将书扔掉，可是手好像不听使唤，犹豫了几下后，他将书重新放回袋子里，揣进了自己怀中。乡亲们还围在萧家门前询问今天的事情，萧长河自己也一头雾水。这许家父子来得快，去得也快呀，好在县令来得及时，不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另外一个圈子里，李正说能不能教教我，也教教我。几个年轻人诚心求教。这有什么难的，就看准敌人的方向，腿这么一抬。李正再次踢腿，结果身子一扭，差点把他的老腰给闪了。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当时那一刻的反应，遇到危险了自然就会了。天一点点黑下来，村民们终于都回去了，院子里已经收拾的差不多，萧长河吊着的那颗心也终于放了下来。今天这个上梁宴虽然有点波折，但是呀，结果是好的，有惊无险，咱家以后这日子差不了。徐正香点头应和。就是不知道那个徐家父子会不会有事啊。娘，谢老爷今天不是说了吗？上面派人来查徐家了，估计徐家没事，咱们再等等结果。3天后，村里又来了一辆马车，现在村里人都已经习惯了，只要村口出现马车，都默认是来萧长河家里的。有离萧家近的，直接站在萧家门口等着一会儿看热闹。马车到了萧家门口，果然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几天被关起来的徐才。徐才下车之后，二话没说，跪在萧家门口就哇哇大哭起来。徐正香第一个从院子里跑出来，看见徐才后，立刻叫他起来。这孩子是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徐才擦了擦眼泪，看着徐正香，声音哽咽：大娘，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呢。你这孩子，这不是出来了吗？出来就好，出来就好，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你爹呢？我爹的案子还没完，县令说他没事，让我来这里等他。车夫见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便对着徐正香拱了拱手，赶着马车离开。徐才在徐正香的搀扶下站了起来。萧大婶，我能继续在你家住吗？住呗，咱家新房子都盖起来了，别的没有，空房间还是够的。徐才闻言一愣，房子都盖好了，那我干什么换饭钱呢？你这个孩子，大娘家不短你一口吃的，既然县令老爷让你来，你呀就好好在这住下吧。徐才干不来田里的活，割除草又都是妇人们在做，徐正香干脆安排他出去放鹅吃草。前段时间萧长河给家里买了10只鹅苗，小鹅不大，还没褪下绒毛。徐才手里拿根棍子，走在小鹅的后面，赶着他们到青草丰富的地方去吃，吃饱了之后再赶回家。5天之后，这些小鹅就已经和徐才混熟，不用赶，徐才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堂堂徐家公子，一夕之间就混成了鹅头领。又过了10天，萧木和萧长河去了山上，2个人这次去把山上最后一批搬下来。萧家建的鸡棚、兔棚、猪棚已经全都晾干，趁着风和日丽，徐正香便带着孩子们把家里养的这些牲畜们全都换了地方。上一窝小兔已经长成半大，里面黑的、黄的、白的、花的，什么花色都有。叶洛心亲自动手，将白色的兔子关在一起，其他颜色的兔子另外关了一个棚子。嫂子，这几个有什么不同啊？白色兔子少见，我把这些纯色的关在
一起，让他们尽量生出白色的后代，这些兔子将来能卖上高价。哦，原来是这样。萧景点了点头，他现在特别喜欢和嫂子在一起，在学堂和先生学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仁义礼智信，在家里和嫂子学的怎么能更好吃一点，怎么能挣得多一点，这2样他觉得都有用。此时徐才躺在草地上，嘴里叼着狗尾巴草，眯着眼睛看远处的大山。他回来这么久了，小五和小六竟然一次都没回来送消息，也不知道爹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正想得入迷，一只鹅来到他的身边，对着他的头发啄了2口。徐才立刻起身，你们吃饱了？吃饱了咱们就回家吧。他背着手悠哉悠哉地往家里走，10只小鹅跟在他身后。快到徐家门口的时候，徐才突然看见前面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爹！那个人回过头来，正是徐子商。也不怪徐才看不出来，徐子商以前总是一身绫罗绸缎，头上也总戴着软金帽子，看起来温文尔雅。可如今的徐子商一身布衣，头发只用一根木簪固定，脸上满是沧桑，除了站姿仪态，完全看不出往昔的样子。徐子商看见徐才的时候，心中也是一惊。他那个往日吊儿郎当、挥金如土的儿子，如今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布衣。神奇的是，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对白鹅。爹，你回来了。回来了。院子里的徐正香听见鹅叫，知道是徐才回来了。怎么不进来说话？哎，快进来！这对父子这才走进院中。刚进院子，徐子商就让徐才跪下，感谢萧家的收留之恩。真是叨扰诸位了。哎呀，干什么这么客气？快点让孩子起来。这段时间亏了萧家人的照顾，我无缘无故将萧家卷入这次事件中，心中也是十分愧疚，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哼，既然知道这件事做得不地道，那还说什么？就多多补偿我们呗。嫂子说的对，此等恩德补偿多少都是应该的。只是徐某此番人虽然回来了，家产却已全部被没收，不如徐某写下欠条，补居多少，来日一定还给嫂子。徐正香虽然见到他一身穿着破旧，却没想到他家财产竟然全被没收了啊！怎么回事啊？你们不是被冤枉的吗？怎么还被没收家产了？徐子商叹了口气，此事说来话长。话长那就慢慢说，你先在这院子里坐一坐，我去沏茶。萧长河陪着徐子商坐在院子里，看见他这样子，萧长河不由心生感慨。上次见面的时候，徐子商还是富甲一方的富商，这次见面就成了身无分人的穷光蛋。徐才虽然之前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是听到自己父亲变成穷光蛋的时候，他心中还是一酸。完了，这下真的什么都没了。但好在父亲回来了，这勉强算得上是最好的安慰了。一杯茶水落肚，徐子商开始给萧家人讲述这些天发生的事儿。10多天前，沈大人避开安昌府巡抚的迎接，直接抄小路来到清河县，当晚就让人围了徐家的宅院和他家在城南的别院。可是找了什么？据说在徐家主宅翻出了南疆盛产的玛瑙，北疆盛产的玉石，更是在他家别院中翻出了几10担的细盐。这么多啊！萧家人都大吃一惊。这还不止呢，据说河边码头的一艘货船上全都是他家准备运出的细盐，这些细盐有上千斤。萧景眨了眨眼睛，他家不是做文玩的吗？我还去他家看过砚台，可贵了。本来大家都是这样以为的，结果事情一出，大家这才知道他家做文玩字画是假，实际上一直在背地里偷运私盐。他家的私盐曾经卖到过南疆、北疆还有西北各地，这件事情恐怕还要牵扯京中不少人呢。对了，听到这里，叶落心好像想起什么。我听说是他举报你贩卖私盐的，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之间有什么仇怨？本来我也没有想明白，不过我昨天晚上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半年前那许仲元曾经找我商量过，要从我手中把酒楼买过去，我没有同意。后来他又托人问过我几次，每次都被我严词拒绝。现在想来，他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惦记着我家的酒楼了。竟然是这样吗？萧家人一起吸了一口气，原来这一切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就谋算好了。据县令大人说，朝廷也在查这条私盐的买卖，前段时间刚刚抓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发现卖私盐的贩子在清河县出没。许仲元应该是得到了消息，趁机想把这件事推到我的身上，所以才故意引我上钩。叶落心了然，许仲元故意卖了1担私盐给你，然后又向上告密，说你家中藏有私盐，是故意将查案人的目光往你身上引。是。徐子商颔首，等查案人将你定为贩卖私盐的罪人后，只会用尽各种手段逼你供出同伙，如果你供不出来，就只有死路一条。徐子商默默点头。许仲元在府中有人，就算我说出事实，
时，福州衙门也只会当成是我借机报复。等我被处死之后，所有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他这条私盐的运输线也会暂时蛰伏下来。到时候只要他不动，朝廷就算是想继续追查，恐怕一时半刻也找不到别的线索了。唉，还真是好谋划。徐正香听得正愣愣的，这些生意人心思也太深了。萧长河听得也是一惊，这徐掌柜能逃脱这样的算计，还真是福大命大。既然已经证实了许仲元是这件事情的主谋，那和你应该就没有关系了。为什么官家把你的家产也都给查封了呀？这一点大家都很奇怪。这件事有点复杂。一来我酒楼当初就有许仲元投的钱，跟他也算有些瓜葛；二来我从他手中低价买盐，本就是犯了本朝的律法，若是深究下来，我也很难说得清楚。所以我就听从了县令大人的提议，主动将自己家的产业全都上交给朝廷，以证明我的清白。原来如此。众人纷纷点头。徐掌柜决断的如此干脆，也真的让人佩服。爹，钱没有了还可以再赚，您放心，我以后一定不会让您吃糠咽菜的。徐子商看了看自己的儿子，分别这么久，徐才黑了，也壮了一些。最主要的是，当初那种流里流气、阎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的狂傲姿态不见了，他有些欣慰。老子又没到不能动的时候，还不至于要指着你吃饭。那小五和小六他们两个怎么办了？家里的仆人该遣散的都遣散了，他们两个签的本来就不是死契。回来之前，我和刘县令借了10两银子，给众人分了分，已经打发他们回家了。徐才虽然舍不得自己从小的玩伴，可他也知道，如今他们爷俩就是连吃饭都困难，更别说养仆人了。离开他，这两个人还能过得更好也说不定。徐正香看两父子的日子，虽然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但是一个个还算是乐观。既然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那我晚上就好好露上一手，为徐掌柜接风洗尘。不敢当，不敢当，以后哪里还有什么徐掌柜，嫂子就叫我徐平就行。你们父子两个都是聪明的，既然当初能赚得了钱，现在自然也能赚钱。有句话怎么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不是？洛心、阿凤，咱们3个去准备晚饭，让他们男人再好好聊聊。晚上，萧景陪着裴神医回到萧家，到了饭桌上，萧长河照例询问孔夫子身体的情况。那孔夫子年事已高，有多年愁绪淤积，身体早就被掏空了。那孔夫子他……徐正香担心起来。有本神医在，有什么好担心的？有我在，他就是2条腿都踏入鬼门关了，我也要把他给拉出来蹦跶几天。哎呀，神医果然厉害。徐才在旁边听得明白，见裴神医得意洋洋。裴神医等的就是这一句吧？都多大年纪了，做事还是要别人夸？你是小孩吗？别人夸我那是我的本事，你来这么久了，我怎么没见主人家夸你？你就是倚老卖老。徐子商哪见过儿子这个样子，赶紧呵斥道：没大没小，这位神医年纪比我都大了，你怎么这么和人家说话？见徐才低头不敢反抗，裴树笑着拍了拍手。好呀好呀，现在总算来了一个能管住你的了，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和我老头子犟嘴。犬子不懂事，刚刚言语冲撞了神医，还望神医见谅。爹，为什么要让他见谅？见谅什么见谅？一会儿吃完了饭，你好好罚一罚他，就罚他不能睡觉，或者罚他在外面跪2个时辰，给我好好晾一晾他。徐才一听这话，立刻炸了毛。你就仗着薛二哥不在家，借着我爹欺负我，等薛二哥回来，看我怎么告你的状。告状？告什么状？我又没把你怎么样。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吵到一处。徐子商刚想训斥徐才，徐正香朝他摆了摆手。哎呀，不碍事儿不碍事儿，他们2个一直都是这样的。裴神医小孩性格，吵过了就好了，他也不会往心里去的。这一吵一闹间，徐子商刚来时的那种尴尬和无措倒是被驱散了许多。萧家人口兴旺，即使萧默和萧松不在，吃饭也是满满一桌子人。相比于之前他和徐才2个人用饭的情景，实在是热闹了许多。快尝尝，咱们农家的手艺和你们酒楼还是不同的。徐才和裴树看见大家都动了筷子，顿时很有默契地停止了战斗，一起投入到干饭大军中来。徐子商先是尝了一口卤肉，那卤肉肥而不腻，鲜而不柴，比起他们家以前大厨做的，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卤肉放了什么材料？怎么有一种很独特的香味？爹，你别问了，这可是人家的秘密，你酒楼都没了，还想着学人家配方呢？你这个臭小子！不好意思，我就是吃到这个卤肉觉得很好吃，随口问问。没事，放的就是一些常见的调料，也有几种是我们自己从山上摘下来的。原来是这样的。徐子商不再深问，怪不得当初吃到的人都夸赞萧家人做的好吃，
原来还是用了特殊香料的。晚饭后，徐正香用红果干煮了茶，给大家消食解腻。几个人坐在院子里，边看着天边的月亮，边闲谈着田里庄稼的收成。裴神医一向不懂田里的事儿，总是插不上嘴。他突然开口道：对了，你们父子如今都没了营生，不知道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徐子商喝了一口茶水，羞愧道：才儿在这里叨扰了这么久，我今天过来，一来是来谢谢萧兄和嫂夫人，二来我也是来接他跟我一起回去的。你也别总是谢来谢去的，我们村里人不兴这个。徐才来了之后，也没有每天躺着白吃白喝，每顿饭都是他干活换来的。徐才听了猛点头：爹，我到了萧家之后，真的没有好吃懒做。你刚刚说接他回去，回哪儿去？再过1个月就是才儿母亲的忌日，我们2个先回乡祭奠她母亲，祭奠完后，我们就留在老家，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做的。徐掌柜不考虑在清河县重振旗鼓吗？想要重整旗鼓谈何容易？出了这件事以后，以前合作的那些商铺都对我有了戒心，回到故乡至少还有亲戚可以依靠。爹，你不是说大伯一家不欢迎我们回去吗？以前我们都是祭奠完母亲马上回来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别瞎说。我知道徐掌柜有鸿鹄之志，可能看不上我们这些小买卖，可是我有手艺，徐掌柜有门路，若是能够合作，何愁赚不到钱呢？姑娘实在是太客气了，以姑娘的手艺，不需要我在清河县也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只有手艺还不行，得有经营的本事才行。徐子商垂着头没有回答。叶洛心看他的样子就知道多说无用，他站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没多一会儿又走了回来。他将2锭银子放在徐掌柜的面前，这是20两银子，给徐掌柜当盘缠用。徐子商刚要拒绝，叶洛心又拿出了一个扳指和一个玉佩，这2个都是当初徐公子放在我这里的，你们回乡之后或许要用钱，把这2个带着防身吧。徐子商看着眼前的东西，第一次因为钱感到眼眶发酸。多谢侄儿媳妇了。徐子商将东西收了过去，这些银子以后我定当加倍奉还。当晚，徐子商和徐才被安排在新盖的房子里住，裴树自己住在房间里，莫名还觉得有些孤单。这个臭小子终于滚蛋了，滚蛋了好，以后就没人跟我抢房间，也没人向我老头子打呼噜了。他躺下之后来来回回翻了几个身，也没睡着，气得他干脆坐了起来。这臭小子回去之后也不知道还回不回来，他回老家别人肯定烦死他。算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说起来还是小景这个孩子好，又懂事又勤快，这样的孩子以后才会有大出息。第二天天刚亮，徐家父子就起身告辞。走之前，徐才把大白鹅从圈里放了出来，带着他们去吃了最后一次草。鹅呀鹅，我就要走了，希望你们能晚点变成别人的盘中餐，这样没准我们还能再见到。徐才有些恋恋不舍，大白鹅围着他嘎嘎地叫着，因为吃到了鲜嫩的青草而高兴。徐正香烙了10几张饼给他们带着，路上吃，还带了卤肉和咸菜。回去以后，若是过得好了，就让人给咱们报个平安；若是过得不好了，不好就回到这边来。我们家洛心可是有大福气的，和他一起做生意，保证亏不了你们。徐子商不好意思地接过肉和饼，郑重地点了点头。2人走后，萧家的生活又一次回到了原本的节奏。3天后的傍晚，萧木和萧松也从山里回来了，他们每个人背着一个大背篓，里面装的全都是摘来的八角。除了大背篓之外，他们身上还挂着很多东西。家中男人回来，杨凤和叶洛心都迎了上去，2人把带回来的东西都放入仓房。萧松立刻从怀里掏出3个果子，递给杨凤：“这是我从山上摘下来的，给你和弟妹还有娘一个。”“什么果子啊？”杨凤看着红红的果子，很是稀罕。“谁知道呢，反正是甜的，你尽管吃就是了。”萧松语气生硬，杨凤也不计较，乐呵呵地把果子接了下来，挑了个大的递给叶洛心。叶洛心伸手接过，果子不大，样子和苹果差不多，咬上一口，酸甜生津。叶洛心一边吃着果子，一边看萧木：“你呢？你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呀？”萧木早有准备，将挎着的布兜解下来，递给叶洛心。给。叶洛心连忙接过，打开布袋，里面是一颗颗圆滚滚的栗子。山上的栗子都熟了，明天我们去山上捡一些，放进沙子里埋起来，可以吃到冬天呢。一听说山上有很多栗子，叶洛心立刻就兴奋起来。要去山上住吗？不用，这边山上就有，村里人每年也都去，今年栗子丰收，能捡到不少。太好了，嫂子，咱们明天一起。去山上3个字没有说出口，叶洛心转过头的时候，看见大哥和大嫂蹲在一边，说着什么悄悄话。大嫂一边乐，一边把果子递给大哥咬了一口，萧松只咬了一小口，然后看着杨凤傻傻的笑。叶洛心看着自己啃剩的果核，有些尴尬的朝着萧木笑了笑。见叶洛心尴尬，他倒是打心眼里笑了起来。他拿起一个
个栗子，用手捏开，把外面的皮剥掉后，塞进了叶洛欣的嘴里。这个很甜的。生的栗子没有熟的那么软糯，但是嚼起来有甜甜的汁水。叶洛欣觉得十分好吃，吃完之后示意自己还想再要一个。萧木于是又给他剥了一小把。叶洛欣一边吃着栗子，一边打量萧木。离开的这几天，他好像是瘦了些，不过瘦了之后更显得强健有力。以前看着觉得害怕的粗壮臂膀，现在看起来只觉得安全感满满。他自顾自地欣赏眼前的肌肉，等缓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萧木也在盯着自己。你干嘛这样看着我？没有，只是见你刚刚有些走神，想看看你在看什么。看什么了？叶洛欣有些心虚，不会刚刚看人家的肌肉被抓包了吧？没关系，凑近一点，小声说，自己家的，随便看。两对小两口诉完了中肠，又开始收拾他们带回来的东西。这里面八角最多，叶洛欣找了一个大扁筐，把所有的八角都倒了进去，放在仓库里阴干保存。叶洛欣把东西一点点拿出来，分类放好。当他掀开最下面2条鱼竿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弯弯曲曲的东西。怎么了？其余3人全都围了上来，萧木也一把把叶洛欣搂在怀里。蛇！叶洛欣坐在地上，靠在萧木怀中，指着那个东西，声音颤抖。萧木眉头一皱，走上前去，扒拉开鱼竿，果然看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蛇竿，是一条死后被晒成干的小蛇。这只该死的鸟！萧松也觉得蛇竿有点眼熟，听见萧木的话后，还真是那条蛇呀！什么蛇啊？哪条蛇啊？阿木和弟妹在山上养了只鸟，这次我们在山上住，他每天都会在屋子门口放一条蛇，二弟把蛇丢出去，第2天他又会捡回来，这一来二去的，几天之后蛇都变成蛇干了。啊，这什么鸟啊？怎么比你还犟啊？萧松无言以对。萧木拿着那条蛇走到后院，远远的扔到草丛里面。那只猫头鹰一直都不肯离开山上的房子，之前我去的几次，它有时候也会露面，这次也不知道怎么了，非要把这条小蛇送给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把蛇装进筐里的。虎子长大了吗？他的眼睛是不是彻底好了？还真有点想他了。等下次有时间，我要去山上住几天，好好看看他。萧木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点点头，嗯了一声。晚上，萧家人齐聚一堂，萧景给2个哥哥讲了徐家父子离开的事儿。他们真的可以不用走的，反正徐才哥也挺喜欢放鹅的，他在这里放鹅，我们又不会赶他走。裴树听完冷笑了一下，也就是你们，就他那样的放鹅我都不放心。徐掌柜真的不打算在清河县做事了吗？萧木觉得有些可惜，倒也不为别的，只为叶洛欣以前花过的那些心思。人各有志，合作不合作也要讲究个缘分。既然徐掌柜不肯和我们合作，我们再找别的办法。对，嫂子，没有他们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反正你什么都会。嫂子，咱们家以后也开酒楼吗？叫萧记还是叫叶记？裴树闻言皱了皱眉，亏你还是个读书人，那脑子是拿来用的，不是摆在脖子上面看的。一个酒楼就非得叫什么记吗？你就不能想个更好听的名字？萧景以前听惯了裴树和徐才吵架，听的时候只觉得热闹，现在裴树这火气突然烧到自己身上了，吓得他不由缩了缩脖子。这个名字的问题，嫂子要是需要我想，那我一定好好翻书，想个好听的名字出来。萧木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徐掌柜这边破财消灾了，那许家人是怎么处置的？这徐掌柜没有说，恐怕那边一时半会儿还审不完。若是真的牵扯到京城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押到京城去审。无论如何，那许家也算是败了，弄不好还有连累许家亲人，也算是他们罪有应得了。众人又感叹一番。吃过晚饭，大家各自回去休息。萧木从山上回来，身上又是汗又是土，叶洛欣便打发他先去洗澡，他自己则在屋子里整理萧木穿回来的脏衣服。没过一会儿，萧木突然在浴室里喊：洛洛，给我拿块布巾。在浴桶旁边的架子上。那锦衣呢？也在架子上。过了一会儿，洛洛，叶洛欣觉得他今天很不正常。怎么了？过来帮我擦背。这个男人今天这么多事儿，他绝对是故意的。叶洛欣气哄哄地走了进去，萧木背对着他，小声开口：背篓太沉了，胳膊有些酸，后背够不到。叶洛欣的气顿时就消了，他拿起软巾在萧木背后轻轻地擦。这样会疼吗？不疼。我轻一点，哪里疼了你就说。底下有些疼。底下？叶洛欣顺着他的话向下看了一眼，顿时红透了耳根。不知羞。他把软巾扔到浴桶里，抬脚就要往外走，萧木却突然伸出手，一把拉住了他，细密的吻很快落了下来。别闹了。叶洛欣觉得有些痒，他伸手推拒了一下，可是他手上的力度太过微小，比起拒绝更像是一种无声的邀请。我这几天好想你。四周寂静无声，叶洛欣听见自己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他白皙的脖颈瞬间变得粉红。别闹了。萧木的手开始不安分起来，弄得叶洛欣的衣服上全都沾上了水。我还没有洗澡。别洗了，反正一会儿还要洗。叶洛欣还想说什么，萧木却从浴桶里站了起来，
他大步跨出浴桶，伸手一抄，便将叶落心打横抱在了怀中。一会儿我给夫人洗。这一晚，萧木仿佛换了一个人，比以前的每一次都要温柔。最后，他将叶落心抱在怀里，一直贴着走到浴室。浴桶里的水荡漾不停，直到洒出来一半，屋里的动静才终于停了下来。第二天，本来是他们约好要去山上捡栗子的日子，萧松走出房间，见到萧木之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女嫂子昨晚为我缝补衣服弄得太晚，今天就让她多睡些时候。”萧木点点头：“洛心也是，不如我们明天再去。”说是晚起，到了做饭的时间，两个人还是都爬了起来。叶落心走出房间，伸了伸酸痛的身体，忽然余光一闪，在后门看见了一个可疑的东西。他带着怀疑定睛一看，心脏顿时漏跳了一拍。蛇！这次他的声音没那么大，可萧木一下子就从院子里跳了过来。眼前的蛇十分眼熟，正是他昨天扔掉的那一条。虎子，你给我滚出来！萧木对着空气喊道。他刚喊完，一只大鸟拍着翅膀，扑灵灵从草丛里飞了出来。他欢快地叫着，热情地奔向叶落心。叶落心也十分惊喜，想不到这只大头夜猫竟然从山上飞了下来。就在猫头鹰虎子即将落到叶落心的肩膀上时，一只巨型生物忽然腾空而起，一爪子拍在了猫头鹰的身上，将它从空中打了下来。猫头鹰发出一声惨叫，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元宝一口咬上它的翅膀，将猫头鹰叼在嘴里，炫耀似的站在叶落心面前。元宝，快给我放下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一身伤，谁能想到第二次刚见面他又弄了一身的伤。叶落心抱着受伤的猫头鹰，仔细给他检查身上的伤口，还好只有左边的翅膀流了一点血，其他地方都好好的。猫头鹰气息奄奄地叫了一声，把头靠近叶落心的掌心里，一副随时都会晕过去的样子。这不会是被拍出脑震荡了吧？本来就不太聪明，要是在脑震荡，怕是一辈子都要靠人养着了。脚下元宝委屈的呜呜直叫，叶落心蹲下身子摸了摸元宝的头，看到没？这只傻鸟以后就像家里养家禽一样，都是你的朋友，不许再打它了。元宝拿头蹭了蹭叶落心，他一只山中猛兽，根本不需要这些朋友啊。好了，一边玩去吧。叶落心摸摸元宝的头，虎子气息奄奄地躺在他的怀里，见他还是不动，又从柜子里面找出来一件旧衣服，叠起来围成一个窝，将他放了进去。他走出房门，刚好看到打拳回来的裴神医。神医，我有一只鸟病得很重，能不能劳烦您给看看？我可是妙手回春的神医，你让我给一只鸟看病？裴树刚想拒绝，突然感觉背后投来冷飕飕的目光，回头一看，萧木果然在看着自己。看看就看看，治死了我可不负责。裴树进到房间，看到趴着的猫头鹰，询问了一下他受伤的原因。这鸟啊，脑子本来就小，要是被摔散了脑花，成了傻鸟，留着也没什么用。余光一扫，看到鸟窝旁边放着的蛇干，这条是七星蛇呀。这蛇是从哪里来的？这只鸟找来的。这只鸟，裴树再次看着这只没什么精神的鸟，忽然觉得它好像也没那么笨。这七星蛇隐匿在深山老林，平时最是难抓，不过它浑身是宝，蛇皮蛇胆皆可入药。我这段时间正在研究一种解百毒的药粉，正需要这蛇，若是把这鸟治好，它是不是就能为我抓来几只？应该能吧，只要把它治好了，一切都有可能。裴树再次盯着眼前的鸟，他确实不擅长给鸟治病，不过为了他将来帮自己抓蛇，裴树还是回到自己的房间，从箱子里拿出了最好的补药，捏开猫头鹰的嘴巴塞了进去，让它躺2天歇歇就好了。说完后，他又拿起一旁的七星蛇，这蛇就当是他给我的枕巾，我拿走了。叶落心总觉得神医治疗的有些敷衍，可是又没有证据，只好点了点头。裴神医收拾东西准备出门，一脚踏出门槛，见萧木不在外面，便又停下脚步。我在这儿也住了有些日子了，并没有发现姑娘身上有什么过人之处，可是你身边既有老虎相伴，又有着夜猫送礼，就连身边的男人也对你言听计从，不知道姑娘你使的什么手段呢？裴神医说的哪里话？鸟兽不通人语，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本能。或许我运气好，救的这一虎一鸟都懂得知恩图报，所以才会愿意待在我身边。至于家中的男人，一家人过日子，不就应该是互相关心的吗？神医是觉得萧木不应该对我如此好，还是说我不值得他对我如此好？裴树没想到叶落心如此明白，一下就听出了他想说的重点，难得的没答上来。
我听说神医单身了一辈子，不懂得别人夫妻恩爱，倒也正常。裴树被噎得没了话说，他老头子潇洒了一辈子，从来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不知道有多快活，没想到有一天就会被一个小辈嘲笑不懂夫妻恩爱，实在是可恶至极。他黑着脸回到自己的房间，连早饭都没吃，就背着药箱去了学堂。徐正香看着他的背影还有些纳闷，今天这神医是怎么了？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呢？他老人家可能有些事情想不通，想出去静静吧。萧木察觉出叶洛心话里有话，早饭后他把叶洛心堵到房间里。裴树是不是和你说了什么？叶洛心也不隐瞒，便把两个人早上的话重复了一遍，又问萧木道：你可觉得我配不上你？萧木眼神先是一暗，听到叶洛心嘲讽裴树的时候，眼中浮现出一点笑意。他抬手揉了揉叶洛心的头。得既如此，夫复何求？裴树怎么会懂我的心意？叶洛心嘴角一翘，我也是这么告诉他的。不过你以后若是有什么想法，可千万不许瞒着我。好，不瞒你。萧木又摸了摸他的头。艳阳高照，早饭后家里的男人们全都下田干活，叶洛心和杨凤则留在家里收拾后院的畜舍。现在家里有1头猪、10只鹅、20只兔子和20多只鸡。猪是徐正香过完年就买的，现在已经长到半大，本来打算养大了就卖掉换钱，家里如今收入还可以。徐正香又改了主意，准备一直养着，留着过年自家吃。那20只兔子中2只母兔子又怀孕了，再过3个月，那窝小兔子也会继续繁殖，到时候兔子就要及时做好分窝和消毒，这样才能减少生病的可能。为此，叶洛心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鸡、兔、鹅的棚舍每天都会清扫一遍，每隔半个月还会用草木灰煮水，将所有的畜舍都喷洒一遍消毒。叶洛心的第一个目标是在明年夏天的时候养上500只兔子，以后可能还需要更多。收拾完畜舍之后，叶洛心和杨凤又拿着镰刀和背篓去山上割草。走的时候，他们叫上了隔壁的大花和小花。之前叶洛心答应过大花，每天割猪草送过来，1个月给他10文钱。路上，大花边走边从兜里掏出自己最近绣的花样给叶洛心看，蓝色的底部上绣着2朵绽放的野花，野花迎风而立，上面还有2滴露珠。你这样的花绣几朵了？只绣了3朵，家里活多，晚上又看不清，只能白天找时间绣。那等你绣满5朵的时候，都交给我，我拿去城里帮你卖掉。以前叶洛心还说要去问一问，现在看到大花绣出来的成品，直接就不用问了。一听说能卖钱，大花立刻激动了。姐姐，真的能卖钱吗？我之前在绣庄见到过类似的花样，应该没问题。小花一听姐姐的花样能赚钱了，她也激动起来。洛心姐姐，我也会绣花，我可以和姐姐一起吗？可以，你们2个只管绣，到时候我帮你们一起卖。2姐妹十分高兴，割起草来劲头更足了。她们能赚钱了，娘是不是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昨天奶奶又和娘提卖一个丫头的事儿，娘说了，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卖自己的姑娘。姐姐，要是我奶奶非要卖我的话，你能将我买下来吗？大花听见妹妹这么问，你胡说什么啊？姐姐都这么帮我们了，你怎么还为难她？你们怎么了？姐姐，你别管了，我们家挺好的。大花遮遮掩掩。小花见叶洛心问，姐姐，我娘病了，她说她快死了。赵家人都是吃人的狼，娘那边也没什么亲人。小花知道叶洛心可能是她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了。你娘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都是奶奶，我爹死后，我奶总是折磨我娘，半夜不是叫我娘起来端尿盆，就是让我娘给她揉腿。她那么能折腾，你们不帮着你娘吗？我们帮我娘了，可是每次奶奶都故意找茬，说我们伺候的不好，一定要我娘来才行。说着，大花红了眼圈。每次我娘不如她的意，她都要坐在屋子里骂上半天，说我娘不守妇道，故意气死了我爹。我娘怎么会气死我爹呢？我爹生病的时候，明明都是我娘在照顾的。此话一说出来，2个姐妹都掉了眼泪。叶洛心听得胸中闷闷的，她以为以赵娘子的性格，不至于被一个瞎眼的婆婆拿捏。那你娘有没有和你们说，她若是没了，你们怎么办？我娘只说让我们快跑。小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娘说，趁着她还有一口气，让我们跑得远远的，这样就算是她死了，奶奶也找不到我们，就没办法卖我们了。可是我们不能扔下娘一个人呀。大花也泣不成声。我们想多赚点钱，让娘不那么辛苦，给她买药，让她不要死。大花今年14岁了，再有1年就会及笄。可就算她及笄了，只要她的奶奶在，这个家里她也坐不得住。那你们回家问问你娘，她若是同意，我愿意将你们2个买下来。真的？大花小花齐声问道。杨凤在旁边也一脸惊讶，弟妹，这能行吗？在杨凤的认知里，花钱买姑娘回家，那都是买来做媳妇的。现在家里没有成亲的，就萧景一个。弟妹，你买他们2个不会是为了老三吧？老三还小呢，而且这大花小花2个姑娘，总不能都给小景做媳妇吧？这事儿是不是还得和婆婆商量一下？嫂子，我只是想帮帮他们，跟老三没关系啊。
那买回来怎么办？大嫂，我们能做的可多了，我会洗衣服、做饭，还会割猪草、绣花，田里的活也全都会干。你们把我买回去，只要给我口饭吃就行，你们让我做啥我就做啥。哎，不是，小花，嫂子不是这个意思，你们都是好姑娘，实在不行，嫂子回家借点钱给你们，这日子再苦也过得下去呀，别总提什么卖不卖的。嫂子，这事儿不急，他们要回家和赵娘子商议，我也得回去问问娘的意思才行。当晚，叶洛心就在饭桌上把大花小花的事情说了，其他人听完都没有吭声。买2个下人回来，这也太超出他们的认知了。徐正香想了一下，洛心呐，娘知道你是好心，可是这赵家人你也看到了，那老太太就是个魔人精，赵娘子也未必是省油的灯啊，咱们家实在没有必要掺和到他们家的事情里去呀。叶洛心似乎早就料到了徐正香的答案。娘，我帮他们也不全是因为好心，那大花手巧，小花也聪明，我把他们2个收下来，留在身边，将来也是个助力。见徐正香还有些犹豫，娘，当初我也是被家里卖掉的，不过我命好，被娘买了下来，到了萧家之后一点苦都没吃，还处处得你们照顾，所以看见大花小花这样，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我合计着咱们女子的命也是命，凭什么要掌握在别人手中？我有能力帮他们一把的时候，就想帮一把。叶洛心这话把徐正香说的心尖尖都疼起来了。当初买叶洛心他也是不愿意的，谁能想到他们如今感情这么好。行，洛心说要买，那咱们就买。萧家这边说好了，就等着赵家那边的信。结果过了2天，赵家一点动静都没有。叶洛心问大花和小花，他们也只是摇了摇头。他以为赵娘子是舍不得卖2个女儿了。直到这天傍晚，叶洛心割草回来的时候，被迎面走来的人给喊住：小木媳妇儿，小木媳妇儿，你别害怕，我听小花说，你前2天说可以将他们2个买下来，这是真的吗？对，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那你能不能明天就把他们买下来？为什么这么急？今天早上他奶奶又说要找赵家的人过来为他主持公道，我怕他们真的来人之后，我就做不得主了。2个女儿，你打算卖多少钱？要是太贵了，我可买不起。不贵不贵，5两银子可以吗？叶洛心没有回答。赵娘子以为他嫌贵了，连忙说道：3两也可以，3两银子可不够你去看病抓药。赵娘子咧嘴苦笑：还看什么病？人都垮了，我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你可以问问神医愿不愿意帮你。不用了。赵娘子摇摇头：等签了卖身契，就让大花小花都搬到你们家里，你们萧家都是好人，2个女儿给你家做下人，我也放心。我给你10两银子，不过你要想好了，卖给我以后，你这姑娘可就是萧家的下人了，和你赵家再没有关系。赵娘子闻言，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那一身晦气之色好像也消散了。她朝着叶洛心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我保证赵家再也不会找他们的麻烦。以前都是我糊涂了，为了家里的口粮，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我一直都没和你娘说一句抱歉。叶洛心想起了杨凤曾经和她提起的八卦，如果真觉得抱歉的话，你应该和我娘本人说。是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自己和她说吧。当晚，赵娘子用家中所剩不多的新米煮了一锅新米饭，又洗了刚摘的野芹菜，炒了一盘。大花和小花上桌之后，看着桌上的饭和菜，迟迟都不敢动筷。娘，今天怎么吃这么好啊？咱们的新米不是都卖了换糙米了吗？剩下的这些不是说留着过年吃吗？他又开始咳嗽起来，将饭碗往2个人面前推了推：快吃吧，娘，你也吃。大花见桌子上只有2碗米饭，便把自己的1碗推给了母亲：我不吃，你们吃吧，我看你们吃就高兴。3个人还在推来推去，里屋忽然传来敲盆的声音：你们快吃，我进去看看。娘，我去吧，你别动。大花小花看着娘走进屋里，没多一会儿，屋里又传出老太太的叫骂声：你个不要脸的娼妇，我看你就是想让我死。自从我儿子死后，你就对我没安好心，有本事你弄死我，弄死我以后，让关老爷把你们3个都抓起来，一个都别想跑，你来呀！这样的叫骂每天都在发生。大花小花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出声。骂了一会儿之后，屋里没了声音，赵娘子也端着尿盆从屋里走了出来：你们2个怎么还不吃饭？一会儿天黑下来，你们要是敢摔破了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娘，我们一起吃吧。小花跑出去拿了另外一个空碗进来，她把自己的饭拨了一半进去，大花也赶紧把自己的饭拨了一半进去，然后把碗推到赵娘子的面前：娘，别生气了，我们一起吃饭吧。赵娘子叹了口气，终于坐了下来。新米饭，没有杂粮的新米饭，野芹菜里也放了一点点油，实在是太香了。他们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香的饭。第2天，赵娘子如约来到了萧家，她还专门找了李正和自己一起过来。她不认字，卖身契需要李正帮着写，也顺便让李正给做个见证人。卖身契的内容很简单，赵大花、赵小花以每人5两的价格卖给萧家，从此以
后，两人与赵家再无关系。大花、小花还有赵娘子都需要在契约上按手印。两个孩子看着母亲，一个个都红了眼睛。哭什么哭？就隔着一道墙，想见还不是天天见？以后你们就到萧家享福了。赵家老太太眼睛虽然看不见，耳朵却十分的灵光。她听见外面闹哄哄的，隔着窗子听了一会儿，就听出赵娘子把女儿卖给了萧家。天杀的妇人，丈夫刚走你就卖了女儿，打算自己去享福。这两个孩子是我赵家的姑娘，卖了银子应该归我所有。赵娘子不好意思的朝大家笑笑。我们继续，别理他。你们萧家要是把钱给这个小娼妇，等她跟着野男人跑了，我老太太一个人活不下去，我就天天坐你家门口。大花小花就算卖了，那也是我孙女，他们就得给我养老送终。李正听见这话，停下手来，有些犹豫的看向徐正香。赵娘子看出大家的犹豫，她苦笑了一下。我家老太太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放心，我日后肯定不会让她来你家门前闹的。你能管住你家这老太太呀？怎么管不住呢？她不就是想要钱吗？我把钱给她，她还能翻出花来呀。李正摇了摇头。以后赵老太太要是敢闹事，你尽管来找我，我管不了的，咱们就去县城报官。我就不信了，还治不了她了。徐正香摇头。都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我倒是要看看这赵家大嫂能做成什么样子。在咱们青山村，我徐正香还没怕过谁。李正做中间人，过了手续之后，大花小花留在萧家，赵娘子则拿着10两银子回了自己的家。围观众人看着赵娘子的身影，听着赵老太太喋喋不休的叫骂，心中升起一股隐忧。这大花小花也是有福气的，离开赵家之后就不用受那个老太太的气了。谁说不是呢？那萧家大嫂也是个心善的，要是我就算有钱也不买他们家的姑娘，免得惹一身麻烦。瞅着吧，那赵家老太太以后还不定作什么妖呢，老害人精，也不给孩子积点德。两个人都摇了摇头。大花小花站在萧家的院子里，有些不知所措。以前虽然也和萧家人来往，可那时候的身份和现在的不一样。那时候是邻居，除了贫富，大家没什么差别。现在两人是萧家的下人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送走了李正，徐正香收拾了一下，准备下地，刚想坐下穿鞋，小花立刻凑了上去。阿奶不是主子，我来给你穿吧。徐正香被吓了一跳。哎呀，小花，谁叫你这么害人的？咱们家可不兴这个，以后你们两个还是叫我阿奶吧。小花看了看大花，两个人对视一眼之后，又一起望向叶落心。叶落心点点头。你们还按照原来的习惯叫就行，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不过家里不养闲人，想偷奸耍滑肯定混不过去。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看住的地方，再看看院子里都有哪些活。两姐妹赶紧点头。叶落心把她们安排在西偏房，那里原本是裴神医住的地方，不过新房子建好之后，萧长河便把裴神医请到了新房子里住。姐妹俩走进自己的房间，顿时不知道该把脚往哪里放。这屋子太干净了，连窗纸都白得透亮，和他们自己家暗沉沉的屋子完全不同。你们两个不要太拘谨了，以后你们就住这里，先把院子里所有的活都熟悉一下，过几天我还有别的安排。好，那我们可以回去看我娘吗？就是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之后，我抽空回去看她一眼，只要把活干好，你们随便看。两姐妹十分感激。谢谢姐姐。看完房间，叶落心又带着两个人去后面看了看畜舍，告诉他们怎么打扫、怎么消毒和应该注意的事情，都交代完。别的活可以慢慢学，割草的事你们熟，就先去干这个吧。原来家里养了这么多兔子，怪不得每天都需要那么多草。我们以后出去把筐压实一点，这样每次可以多背一些回来。这一下午，他们来来回回送了3次草。叶落心看着后院堆成一堆的草，告诉他们今天的够了。大花小花不肯闲着，自己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把晚上要烧的柴全都给劈了。叶落心见两姐妹一直找活干，也没说什么，毕竟是新的身份，大家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晚上萧家的晚饭是肉丸汤、炒野芹菜，还有1人1碗2米饭。大花和小花不肯上桌，帮着端了菜之后就躲到外面去。哎呀，吃饭就吃饭，你们两个躲什么躲呀？娘说了，我们不能和主人家一起吃饭。我们知道阿奶和姐姐对我们好，但是这一点规矩我们必须得守着。徐正香没办法，让杨凤给他们分了一些菜和汤，让他们自己在外面的桌上吃。大花和小花很久都没吃过肉了，刚刚端菜的时候看见肉丸子，他们的眼睛都瞪圆了。还有野芹菜，他们昨晚明明吃过，可是萧家炒的时候放了很多的油。杨凤看着他们两个，催道：“快吃吧，快吃吧，今天的肉丸子可香了，咬一口，满嘴都是肉香味儿。哎呀，不说了，我得回去继续吃饭了。”大花和小花感觉像是做梦一样，他们两个是被卖了做下人的，可是这下人的生活比他们自己家的日子好了不知道多少。两姐妹
妹心中怀着忐忑，万分幸福地吃了在萧家的第一顿饭。赵娘子白天拿了3个铜板去桂花娘那里换了2个鸡蛋，晚上蒸了一碗软乎乎的鸡蛋糕。赵娘子把蒸好的鸡蛋糕从锅里端出来，她把手伸进怀中，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一些白色的粉末。她把这些白色的粉末倒进鸡蛋糕中。赵娘子把菜团子和咸菜端进里屋，放在赵老太太吃饭的桌案上。娘，吃饭吧，爱欠刀的小娼妇！我刚才明明听见你打鸡蛋的声音了。鸡蛋呢？你想自己吃独食是吧？你有了好东西也不给我吃，你是不是诚心想要饿死我？今天收的钱呢？钱你都藏哪儿去了？卖了孩子，你想跑是吧？明天我就让赵大和他们过来，打折你的2条腿，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娘，你说的什么话？孩子都在村里呢，我能往哪儿跑？你想吃鸡蛋是吧？我这就去给你端。当赵娘子把鸡蛋糕端过来的时候，老太太迫不及待地端起碗，也顾不上鸡蛋糕还有些烫嘴，3口2口就吃了下去。蒸个鸡蛋糕，你放这么多盐干什么？吃着都有点苦了。现在手里不是有银子了吗？你去买2只鸡，你一天给我做1个鸡蛋糕，行？赵娘子顺从地回道。我告诉你，你别想着跟我借光，到时候偷吃我的鸡蛋。我年纪大了，得吃点好的补补，你还没到这个岁数，吃点咸菜就得了。我晓得了，你又不安好心是吧？我告诉你，我虽然看不见了，可我耳朵灵着那3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老太太头一歪，倒在了桌案上。赵娘子看着倒下的老太太，脸上浮现出一丝古怪的笑容。娘，那10两银子可是我女儿的卖身钱，换鸡蛋你怎么吃得下去？我可是给你准备了更好的东西。说完，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她走到厨房角落里，拿出2罐菜籽油。今天的10两银子，2两从一个游医手中买了蒙汗药，1两买了这2罐菜籽油，剩下的7两都被她埋在了后院的杨树下。她把1罐菜籽油撒在赵老太太身上，另外1罐全都撒在了自己的身上。做完这些之后，她拿出火折子，擦出火星，直接引燃了2个人身上的衣服。火势一点点蔓延起来，当火舌舔舐到头发的时候，她终于感受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感。这个压在自己身上的石头终于被自己亲手解决掉了，以后大花和小花就再也不用被她折磨了。旁边睡得像死猪一样的赵老太太却疼醒了过来。哎呀，疼啊！这天杀的可是要疼死我！赵娘子吓了一跳，她使出浑身最后一点力气，爬到了赵老太太身上，用自己的身体狠狠地堵住了赵老太企图呼救的嘴。你不说我想杀了你吗？你不是说我想要你的命吗？现在我就让你如愿了。很快，火焰将2个人彻底吞没，刚才还挣扎的2个人彻底没了动静。赵家的火是下半夜着起来的，那时人们睡得正熟，要不是二蛋爹半夜起来上茅房发现了火光，估计赵家这房子就烧没了。听见隔壁传来说话的声音，萧木第一个睁开了眼睛，他仔细听了一下，外面有4个男人。看见萧木出来，隔壁院子的二蛋爹赶紧对他说：萧木，快去通知李正，赵家着火了，你先设法救人，我马上回来。他腿脚快，眨眼间跑到了李正家里。李正说：快起来，赵家着火了。李正睡得正香。什么？他猛地坐起来，人还有些不清醒。李正说：赵大山家着火了。这回李正听清楚了，他立刻起身下地。赵家烧成什么样了？火势大不大？他边跑边喊。萧木一见李正出来，立刻道：我刚才看了一下，火势不算大，应该能控制住。那就好。李正边说边从布袋里面掏出锣和锣锤，当当当地敲了起来。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起来，拿上家伙事到赵大山家救火。什么？着火了？快起来救火！村民们全都爬了起来，大家拿着桶和盆，有的家里人口多，盆不够的，有人甚至拿了个碗。等萧木和李正回来的时候，赵家院子里已经站了好多人。叶洛心和徐正香正在指挥大家，把村民分成几个队伍，分别从前后左右4个方向灭火。大花和小花的哭声从人群中传了出来，二蛋娘和杨凤一人搂住一个，阻止他们往房子里冲。萧木看到二蛋爹，怎么样？烟太大，根本进不去，而且我们在外面喊了很久，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估计是……萧木神色肃然，他不再问话，也加入了灭火的行列之中。萧家和赵家离得比较近，为了防止火势影响到他家的房子，萧松和萧景还有裴神医一直守在这一边，不断地把水泼到火苗上去。2个时辰之后，大火终于被扑灭，赵家的房子已经被烧得黑黢黢一片。萧木一脚踹翻门框，刚看了几眼，就在堂屋的地上看到2具烧黑的尸体。找到了吗？他觉得眼前的尸体有些奇怪，眼前的2个人比房子烧得还要严重。如果他们是死于这场大火，想要逃生却没逃出去的话，不应该是现在这种状态。小木，快过来吧，大火刚灭，
没准一会儿还会塌。等明天我们再来看。李正喊完之后，萧木就从屋门口退了回来，众人全都将目光集中在他脸上。萧木看着众人，缓缓地摇了摇头。这可真是造孽呀，好好的怎么就会着火呢？是不是晚上灶台里的火忘了灭，结果着出来了？谁知道呢，没准还是他们不想活了，自己放的火呢。不知道别瞎说，火灭了，大家都辛苦了。赵家还有亲戚，一会儿我就让人去通知他们的亲戚过来。这是否要报官，还有2个人的后事该怎么办，都由他们赵家人定夺。大家都回去休息吧。听完李正的话，大家都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去。刚才情况紧急还不觉得，这会儿他们只觉得身子乏累，得赶快回去补个觉才行。这天早晨，青山村格外安静，一向忙忙碌碌的田里很少能见到几个身影。萧家人也都回到屋里补眠。叶洛心没睡，她坐在屋子里，前面站着双眼红肿的大花和小花。我知道你们因为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难过，两姐妹的眼泪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但是你们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刚离开家里就会着火？事情真的有那么巧吗？大花擦了擦眼睛，不解地看向叶洛心。姐姐，那是怎么回事？是你们的娘在为你们以后的日子铺路。回来的时候，萧木和叶洛心说了自己看到的情况，2个人同时猜测到了一种可能性，他们是自杀的，人比房子烧得还厉害，那只能说明火是从人的身上开始烧起来的。叶洛心本来可以不把这些告诉2个女孩，可是生活残酷，她们必须坚强起来，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娘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姐姐，你是说我娘？大花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叶洛心点了点头。就是你想的那样，你们的母亲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她想用最后一丝力气再帮你们一把。姐姐，对不起，我们不应该哭的。回房间吧，好好哭一场，哭完了就好好生活吧。大花点了点头，拉起妹妹就走了出去。看着2个女孩的背影，叶洛心轻轻叹了口气。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赵娘子别的方面也许做得不好，但是在对2个女儿的事情上，她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的。你在想些什么？我在想，他们2个还是幸运的，至少他们2个还有一个一心想着他们的娘亲。萧木走过来，坐到她旁边。萧木握住叶洛心的手，轻声说道：洛洛小时候一定也是有娘疼的。叶洛心闻言闭了闭眼。现在你有我，你可以对我撒娇发脾气，你想吃什么想玩什么都可以和我说。叶洛心闭着眼睛笑了起来。怎么，你还想做我娘不成？在我这里，你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小姑娘就好。好，那小姑娘现在要去床上睡一觉，你可以抱我过去吗？萧木二话不说，将人抱到了床上。小姑娘睡觉需要哄吗？萧木话音刚落，手掌也随着轻轻落下，拍在叶洛心的背后。叶洛心又一次睁开眼睛。你小时候，你娘就是这么哄你睡觉的？我一个大男人，哪里需要人哄我？你睡吧，等你睡着了，我再走。叶洛心重新闭上了眼睛，她感受着萧木的大掌不轻不重地拍在后腰的位置上，很快就沉入了梦乡之中。叶洛心睡熟之后，萧木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把后院的畜舍都打扫了一遍，正想给兔子和鸡鹅重新添些草，大花和小花就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小二叔，这些活我们来做吧。萧木抬头看了一眼，两姐妹眼睛虽然还是红的，但是面上的神情已经比刚才好了不少。可是萧二叔是什么？洛洛不是姐姐吗？他怎么是叔啊？萧木想了一下，2个女孩叫自己的母亲阿奶，叫自己二叔好像也没有问题。他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后院。刚刚走到前院之中，他听见隔壁又传来说话的声音。这房子怎么烧成这样了？烧成这样根本就不能住了。谁说不是呢？也不知道那老太太把地契藏哪儿去了。这一把大火，恐怕地契都烧成灰了吧？烧成灰了，我们2个还来这里做什么？我告诉你，赵大河，你可不许做那给人家疏失善后的事情，别给我出头做什么好心人。今天要是能找到地契，你兄弟的事还可以管一管；要是找不到，你就赶紧跟我回家去。行了行了，知道了。李正跟在2个人的身后，听见他们的话，不由撇了撇嘴。见他们还想往里走，李正忙伸手拦住。两位，你们先别往里面走。怎么着？这屋子不能进？不是不能进，这屋子是被大火烧的。按理来说，咱们应该报个官，让官府来看一下。但是现如今你们是赵家人，你们来定要不要报官。要是报官的话，我劝你们2个还是先别进屋里，免得把里面都踩乱了。报什么官呢？算了，咱们还是别管这个事儿了。要不咱们就回去
吧。这不是明摆着家里起了大火，人被火烧死了，有什么好报官的？关老爷来了，也无非是走个过场。这房子都烧成这样，能看出什么来？就是，不用报官了，我们先进去看一下。说着，他们也不听李正的话，两个人顺着残破的门就走了进去。还没走2步，赵李氏好像踩到了什么，等他低头看见自己踩的东西时，突然嗷的一声跑了出去，站在院子里哇哇的吐了起来。夫人！赵大河跟着从后面跑出来。你跑那么快，怎么不等等我？我还等你，赵大河，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遇见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这种事情还需要我亲自来，我要是不来，能踩到这东西吗？我刚才都说要走了，是你非要进去看看。赵李氏闻言气急，一巴掌打在赵大河的脸上。你还敢怪我？都是你的错！你这个臭娘们，你是不是疯了？赵大河当着外人的面挨了打，脸上立刻挂不住了，一时怒向胆边生，一巴掌打了回去。你敢打我？有本事你就打死我！两位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两人的后事了？他们2个的后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不是他家的亲戚吗？我记得上次大山的这位兄弟还来争过赵家的田产，这次他们家没人了，连房子都可以过继过去，你们怎么还不要了呢？他们人都死了，房子田产自然都是赵家的，谁说我们不要东西了？我们就是不想管他们的后事。毕竟是一家人，这后事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吧。光想着占便宜花钱的事一点不管，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他们家的事情凭什么要我们管？赵李氏叉着腰看着李正，反正人死在你们村里了，你们赶紧收拾收拾，把人给埋了，收拾完这房子我们还有用处呢。对了，我听说那对姐妹不是被她母亲卖给村里人了吗？这后事得找那对姐妹管，她俩要是管不了，就让买他们的人管，反正总会有人管的，是不是？等办完了后事，记得叫我们。走，我们先回去。这可不行啊！李正伸手想要阻拦，赵大河立刻亮出自己的拳头。你别拦着我们，不然小心我的拳头！李正一看，立刻躲开了。他在梦中可以做一个英雄，在现实中可不想冒那个险。赵大河和李氏2个人快步走到门口，迎面却走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鹤发童颜，穿着一身白衣，看着倒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我看两位印堂发黑，刚才在院子里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那又怎么样？冒犯了尸体，这可是大忌。屋子里的死者被烈焰焚身，死得痛苦，怨气本来就大。如今你们2个冲撞了尸身，正好被他们赖上。要是不好好安葬，再找高僧超度749天，这股怨气恐怕会缠着你们一辈子。下半生你们2个会疾病不散，厄运缠身，就是走路都可能会平地摔倒，日日都有血光之灾。唉，惨呐！老人摇头，露出一副惋惜的模样。赵李氏一开始还有些害怕，可听到老人说让他们安葬赵娘子和赵老太太，还有找和尚诵经，赵李氏的脸色立刻就变了。我还当是哪里来的高人呢，原来是李正一伙的。我们是不会掏钱给他们花的，还找高僧念经。我爹死了都没这待遇，他们做梦。就是我们走。赵大河伸手要去推裴神医，裴神医身子一转，避开了他的手。与此同时，赵大河和赵李氏同时感到膝盖一软，身子控制不住的往前倾倒，直接往前一扑，摔在地上，一股鲜血立刻从他的鼻孔中流了出来。流血了！赵李氏看见丈夫摔破的脸，顿时露出惊恐的神情。你敢下黑手？赵大河认定是老人干的，站起来就要朝他扑去。老人退后几步，眼睛没用可以挖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手了？你们明明是自己摔的。难道我们真的被这2个人的冤魂缠上了？赵大河不以为然。你别听他胡说，大白天的哪来的冤魂？赵李氏双腿发软，全靠着赵大河的力气才勉强站起来。谁知赵大河这时膝盖又是一疼，身子再次向下倒去。他这一倒，赵李氏也支撑不住，身子跟着往下栽，一张脸正正好好摔在了赵大河的后脑勺上。他感觉自己的鼻子一酸，一股热流就流了出来。血！赵李氏心中更加害怕了。大河，我们是不是被他们的冤魂缠上了？这是血光之灾啊！2个人正惊魂不定，不远处突然传出了猫头鹰的叫声。这叫声没多一会儿，一只夜猫腾空而起，落在残破的房檐之上，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直直地看向地上的2人。当家的！赵李氏颤抖着手指向猫头鹰，你看，是夜猫啊！夜猫出现了！赵大河双膝跪地，朝着房子的方向。婶子弟妹，你们不要缠着我呀！我和你们无冤无仇，你们就是有怨气，也应该去找大花小花啊！你们找我俩干啥呀？这是造了什么孽哦？我们老实本分了一辈子，到头来被自家人给坑了。
不对，我们是被你这个李正给坑了。赵李氏好像突然找到了该发泄的目标，他朝着李正要撞过去，结果还没跑2步，膝盖又是一软，再次向前扑倒，两人哭成一团。村里路过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众人纷纷议论这2个人的事儿。听说是冲撞了屋子里的尸身，被冤魂给缠上了。谁让他们贪图人家的那点钱呢？谁说不是呢？当初大山刚死，他们就跑过来想霸占人家的田地，根本不顾娘几个的死活。现在好了，活着的时候赵娘子拿他们没办法，死了以后他们可就不是赵娘子的对手了。议论声中，裴神医站在人群后，眯着眼睛看着站在墙那边的萧木。他堂堂神医，萧木竟然让他来扮一个装神弄鬼的臭道士，真是忍无可忍，还得继续忍。萧木手中还捏着小石子，只要赵大河和赵李氏一有动静，他就从手中弹出石子，将2个人置在当地。虎子还立在房檐上看着下面的众人，这些人在他眼中都是黑乎乎一片，不过跪着的那2个人好像更黑一些。婶婶，你们饶过我吧，我保证会好好安葬你们，给你们请最好的大师超度。你们饶了我们吧。赵李氏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不停地磕头求饶。萧木见时机已到，虎子，一直站着纹丝不动的猫头鹰立刻拍拍翅膀，从房檐上飞了下来。大家都没留意到萧木叫的名字，他们只以为这是夜猫听懂了赵大河2个人的话，所以才离开的。还真是有冤魂啊！所以说啊，这赵家的房子以后可不能随便进。那天萧木不是也走到门口了，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那能一样吗？萧家可是帮了赵娘子大忙的，萧木的媳妇儿还做主买了大花小花呢，这是大恩德，他们家人静肯定没事儿。徐正香的这个儿媳妇儿还真是个福星啊，人又有福气，心地又善良，萧家可很是捡到宝了。谁说不是呢？这种宝啊，咱们怎么捡不到呢？赵大河和赵李氏终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赵家的大门。踏出门口的那一刻，他们还心惊胆战，生怕脚掌一落地，他们又会平地摔倒。离开萧家后，他俩像是逃命一样，飞快地往村外跑。但是，一只猫头鹰却不紧不慢地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在路上跑，猫头鹰就在天上飞。他们坐下休息，猫头鹰就停在树上，不停地咕咕叫。2个人被吓破了胆，刚刚到家就立刻从柜子里拿了钱，去棺材铺订了棺材，又去附近的小庙里找到了住持，捐了10两银子，说动庙里的和尚给赵家婆媳做一场法事。大花和小花后来听裴神医提起的时候，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他们看向叶落心，又看向萧家的其他人，心中深深明白，他们欠萧家的绝不止10两银子那么简单，也许是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人情。第2天仍旧是个好天，萧家人全都不下地，一起去山上捡栗子。萧松拉着板车，让徐正香、叶落心和杨凤3个人坐在车上，其余的人都跟在车后面走。这次上山，叶落心还特意带上了元宝，这是元宝到萧家后第一次被允许出门。车子只能拉到山脚下，把车子绑在一棵大树上后，他们就一起进了林子。秋天的山林里果实丰富，除了栗子之外，还有榛子、蘑菇、山楂和野葡萄。叶落心和杨凤一起找到了一棵大栗子树，树下掉了一层成熟的栗子。2个人一人拿个棍子，使劲地敲打几下，圆滚滚的栗子就从带刺的壳里滚了出来。大花和小花第一次进山，看见什么东西都觉得新奇。徐正香教他们认识了榛子和蘑菇，他们就遇到什么捡什么，把看到的东西全都往筐子里面扔。叶落心眼尖看到了一棵果松，松尖上结着很多松塔，这个东西可不常见，而且松塔长得太高，普通人上不去，根本就摘不到。萧木看叶落心对着松塔叹息，他二话不说，双手抱住松树，很快就爬了上去。他在树尖上把松塔一个一个摘下来扔到地上。徐正香一年到头也就到山上来几次，他最喜欢的就是捡蘑菇。大家都在用最快的速度收集大山的馈赠。元宝到了山上之后就消失了踪影。弟妹，元宝半天都没有动静了，是不是回到大山就想回自己家，不想回来了？叶落心摇摇头，他要是想走，早就走了，不会那么乖的待在家里。天色渐晚，萧长河招呼大家把东西归到一起，准备下山。叶落心这才喊了一声元宝，他的声音不大，但是对元宝来说已经足够。没多一会儿，叶落心身后的草丛里就传来响动，一只老虎从草丛后钻了出来，嘴里还叼着2只半死的兔子和1只野鸡。元宝，你这也太厉害了！萧松迎了上去，从元宝的口中接过了那
那2只兔子和1只野鸡。徐正香看着3只奄奄一息的动物，我的个乖乖，我还以为这只老虎不会捕猎呢。哎呀，就他这本事，咱家那些鸡和鹅都不够他一晚上霍霍的。娘，咱们家里养的这些都是和元宝一起长大的，他怎么下得去口？是不是啊，元宝？叶洛心说着摸摸元宝的头，元宝围着叶洛心转了一圈，用头蹭蹭他的掌心，呜了一声，表示对叶洛心说法的赞成。一家人看到他这样，全都哈哈大笑，就连原本害怕他的大花和小花，这会儿也觉得这只老虎变得可爱起来。我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把东西分移一下，赶紧回家吧。于是大家拿来自己的筐，找了一个平整的地方进行分装。栗子、榛子和松塔一共装了3个袋子，蘑菇、葡萄还有山楂分别放在不同的筐里面。今天的蘑菇比较多，一个筐装不下，只能分开2个筐。2只兔子和1只野鸡被放进了单独的一个袋子。下山的时候，萧松和萧木背着最重的栗子，萧长河背着榛子和松塔，大花小花一人拿了1筐蘑菇，叶洛心、徐正香和杨凤分别拿着葡萄、山楂和兔子、野鸡。元宝兴奋地跑在几个人前面，这次上山收获颇丰，比去年多了许多栗子。等回去之后，就用这新栗子焖一锅米饭，这栗子又甜又糯，掺在饭里好吃的很嘞。太好了，去年吃的栗子饭我到现在还记着味道，就等着吃新的呢。这栗子不光是放在饭里好吃，和鸡炖在一起也好吃。什么？鸡和栗子能放在一起烧吗？当然能了。今天的鸡啊，我想到了一个别的吃法，等下次再捕到野鸡，咱们做一次试试。元宝跑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叶洛心指着杨凤肩上扛着的袋子，他知道里面装的是自己捕来的猎物。见叶洛心脸上全都是笑容，他又是得意的翘起了尾巴，转头就跑进了山林之中。等萧家人快到山脚的时候，元宝终于从后面跟了上来。大家一看，好家伙，他不知道又从哪里捉来了1只野鸡。元宝把野鸡放在叶洛心的脚边，乖乖坐好，等着叶洛心表扬。哎呀，元宝，你可真是个大聪明，你是不是能听懂我们说话呀？你也想吃栗子烧鸡？弟妹，就得给元宝做一个吧。叶洛心笑了笑，咱们元宝表现得这么棒，应该奖励1只鸡。来到山脚下，萧木把绑在树上的绳子打开，把车子挪到路中间，然后大家把背着的东西全都放到车上去。这回车上没了坐人的位置，回去的路上都只能步行。萧木力气很大，拉着一车东西走，也走得十分轻松。徐正香、叶洛心几个跟在后面，追的竟然有些费劲。萧景和裴神医已经等在家里，裴叔来了萧家这么久，这还是第一次回到萧家之后，家里没人，看着空荡荡的院子，还有后院那些嗷嗷待哺的鸡鹅，他突然有点不适应。小子，你爹娘都不在家，晚上我们俩怎么办？萧景正在给鸡和兔子添草，听见裴神医的话，头也不抬地说：别急，一会儿也就回来了。喂完后院的动物，萧景又蹲在地上开始画图。他最近又在研究改良拖力机，因为叶洛心说了，那台拖力机虽然能用，但是有点笨拙，不利于挪动不说，操作起来也比较费力气。裴树看他画的认真，你画什么呢？画拖力机呢？嫂子说我们的拖力机还能再改良一下。不是，你哥听你嫂子的就算了，你怎么也听你嫂子的？裴树不解，他算是发现了，这个家当家的是萧长河2口子，说的算的是徐正香，但是最有主意的好像是那个看起来十分规矩的叶洛心。我嫂子说的都对，我为什么不听她的？而且我嫂子是我们家的福星啊，自从她来到我们家，我都能吃上鸡蛋和肉了。她身子不好，我当然得听她的，不然气到她了怎么办？什么福星啊，不过是个山里的女娃娃，就你们当成宝贝一样。裴树嘴上还是不服，心中却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好好观察一下。他倒是要看看这个叶洛心到底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人，万一学到了，没准儿还能让萧木听自己的话。萧景的图画到最后，总觉得有一个地方不对，他改了好几次都没有合适的办法。于是他抬头看了看裴树，你知道这个地方怎么改才能让转轮转得更快吗？裴树看了一眼，完全看不出他画的是什么。你这画的和刚才有什么区别吗？就知道问你也没用，等嫂子回来我还是问嫂子吧，我嫂子这点就是比别人强，你有什么不服的？萧景说完没有再理他，低头将自己刚刚画的地方擦掉。裴树还想再说什么，萧家人都从外面赶了回来，萧木拉着车子率先走了进来，车上装得满满的，看起来每个人都很高兴。裴树本来还在生萧景的气，这会儿又不知不觉被他们吸引，走过去想看看他们得了什么好东西。萧木停好车子，和萧松一起把栗子先抬了下来，其他人也一起动手把一个个筐从车上卸下来。收获不少啊。是不少，今年年景好，连山上的野货都比往年多。这些栗子要是慢慢吃，可以吃到过年呢。这些葡萄和红果放进仓房里，那里面凉快，可以多放几天。徐正香指挥着萧景道，转过头他又招呼大花和小花，来，你们2个把蘑菇拿到这边来。咱们今天呢，先把这个鸡腿蘑菇挑一些出来炒了，
剩下的明天再收拾。那我和阿松一起去河边把鸡和兔子给收拾出来。行，我扒一些栗子留着煮饭，再挑一些大的，一会儿埋在火里烧着吃。裴树看着这些忙碌的身影，不知不觉地笑了，这种感觉才对味。大家全都去收拾食材，叶落心和徐正香一起走进厨房。娘，今天都累了，现在天也凉了下来，咱们晚上吃点特别的呗。吃点什么？吃火锅啊，就我前几天和你说过的那个。徐正香想起来了，半个月前叶落心去集市上的时候，特意买回了2个红泥炉和一堆木炭。当时自己问他买这个做什么，他说等天凉了做点好吃的。哦，你说的这个火锅它好吃吗？好吃，而且做起来简单，一会儿让老三把泥炉的炭烧上就行。行，那就吃那个什么火锅。大家都累了一天了，做点简单的正好可以省些力气。屋外放了一张4方桌在院子中间，2份锅底摆在桌子上，围绕着锅底是一盘盘待煮的食材，兔肉、五花肉、鸡腿膜、牛肝菌、笋干、白菜、生菜、土豆等东西全都摆好。萧家人都有些傻眼，活了这么多年，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吃法，把所有生的东西都端上桌，这怎么吃啊？叶落心看大家都愣愣的，大家洗了手就快来做吧。众人纷纷就坐，就连平时不和他们一起吃饭的大花和小花也在一个桌角坐了下来。这2份汤底里都有鸡肉，1份辣，1份不辣，你们一会儿可以试一下，要是接受不了辣的就吃不辣的锅底。一会儿我们就把这些菜放到锅里面煮，青菜很容易熟，烫一下就能吃，土豆和蘑菇可以多煮一会儿。他一边说着，一边往2个锅里倒了一些土豆和蘑菇。然后就是兔肉，这兔肉我让嫂子特意切得薄薄的，也是稍微煮一下就能熟，我们可以边吃边下。他说着夹了一块肉放进不辣的锅里涮了一会儿，直到兔肉打了卷，他把肉捞起来放进徐正香的碗中。娘，你尝尝。徐正香迟疑地把肉夹起来，在众人的目光中将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双眼突然亮了起来。哎呀，真鲜呐！你们都尝尝，真好吃。大家一听见徐正香的话，也全都按耐不住，纷纷伸手去夹食材放进锅里。每个人在入口的前一刻都是迟疑的，可是第一口吃到嘴里之后，全都点头称赞，好吃，真好吃。裴树本来还想矜持一下，大家都尝了之后，他才慢慢的夹了一块辣锅的鸡肉放在碗里。切，不就是鸡肉吗？还能吃出花来？可当鸡肉放进嘴里，麻辣与鲜香的味道同时冲击着味蕾，还真是挺好吃的。他看了看叶落心，这个小姑娘还真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小景，那块兔肉最肥嫩，留给你娘吃。裴神医，你别光盯着肉，吃块白菜，这个白菜特别好吃，特别是蘸点辣味，真是绝了。哎，大花小花，你俩别愣着，快点吃啊！一片烟火气中，萧家人围着炉火吃得意兴盎然，热气腾腾，食材丰富，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冒出了细小的汗珠。一顿火锅吃得酣畅淋漓，吃完之后，大家才想起来问叶落心：嫂子，这个火锅太好吃了，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怎么感觉你不是第一次吃这个了？小时候我娘做过几次，我也是按照记忆中的味道随便做的。你娘可真厉害啊！我老头子走南闯北几十年，这种做法从来没有听闻过。你娘是哪里人？我娘是京城人士。你娘是从京城来的？这点裴树十分意外。不过我在京中住了好几年，也没见过这种吃法。我娘喜欢研究美食，也许这是我娘自己想出来的吧。落心呐，我刚才吃着那个白菜煮着挺好吃的，如果我想把野芹菜或者菠菜放在锅里煮，可以吗？当然可以，火锅可以煮万物，只要是娘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煮。我记得小时候爹娘最喜欢煮的其实是牛肉和羊肉，切得薄薄的，再蘸上专门调配的料汁，十分鲜美。他这么一说，大家刚吃饱的肚子好像又饿了。那我们明天再吃一顿嘛，就吃牛肉火锅，放好多牛肉的。牛肉，我看你长得像牛肉，家里有现成的兔肉和鸡肉，你还惦记着吃牛肉，那不得花钱买吗？我们可以拿兔子换啊，咱家现在都有86只兔子了。你嫂子养了这么多兔子，肯定是有大用处的，你少惦记。徐正香敲了一下他的脑袋。娘，你又打我头了，再打下去我就变成傻子了。嫂子，你给我评评理，不打也没见聪明哪儿去。裴神医，你再说风凉话，明天我可就不陪着你去书院了。二蛋他们每天都等着和我一起走呢，不陪就不陪，我又不是不认识路。裴神医毫不在乎。说完，他又看着徐正香道：这脑袋呀，是不能总打，万一下手没个轻重，可就比现在还要笨了。徐正香听出来裴树这是为萧景说话啊，知道了，裴神医，以后不打脑袋。
裴树转头看向萧景，得意地摸了摸胡子。想吃牛肉火锅，等哪天你二哥去集市上，让他买回来就行。至于咱们家的兔子，我养着它们确实是有用处的。要不明天晚上咱们不吃火锅，我做卤兔肉给大家吃吧。一听说要吃卤肉，萧景立刻就不再提牛肉火锅的事儿了。嫂子，卤兔肉比鸡肉更好吃吗？兔肉鲜嫩，咱们自己家养的兔子比山上打来的肉质还要细嫩一些，吃起来和鸡肉、猪肉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明天你自己尝过了就知道了。正说着话的功夫，埋在泥炉炭灰下面的栗子突然爆开，发出啪的一声。徐正香赶紧拿来夹子，把烧好的栗子夹出来，每人分上2个。萧木怕叶落心烫到手，把4个栗子全都拿到自己面前，扒掉壳，把栗子肉放在嘴边吹了吹，才递给叶落心。徐正香看到了，用胳膊肘怼了怼萧长河，萧长河把头扭到一边，假装没看见。徐正香又咳嗽了2下，萧长河终于无奈地回过身来，把栗子拿起来，仔细地剥皮，然后递给徐正香。裴树眼尖，把这老老少少4个人的互动都看在眼里，不知怎么的，他突然觉得手里的栗子不香了。天色不早了，我回去睡觉。他站起身离去。我也回去看书了。剩下几个人吃完了栗子，把院子里打扫干净之后，也都回了房间。萧木先沐了浴，等叶落心洗完澡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等着他了。爬了一天山，有些疲累，萧木不轻不重地帮叶落心放松着双腿，可捏着捏着，手上的动作就变了味。叶落心觉得自己就像是漂泊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没有船桨，也不知道何处是岸。不知道颠簸了多久，风浪终于停了下来。萧木抱着叶落心去重新洗了澡，回到床上后，然后将人搂在怀中。就在他将要入睡时，蜷缩在怀中的小人像是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一下子坐了起来，眼神亮亮地看向他。睡不着吗？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我怎么会认识不三不四的人呢？叶落心认真地想了想，有好几次进城，你都回来得很晚，难不成是去了什么烟花柳巷，或者是认识了什么别的小娘子？萧木心中一惊，脑中的睡意一扫而空，他立刻睁开眼睛，也跟着坐了起来。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我没有啊。看萧木的表情也不像撒谎。那你为什么这2次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上一次叶落心就有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技术突飞猛进，好像从一个入门级学者突然变得小有所成，这很难不让人怀疑啊。叶落心本来已经释怀，觉得自己想多了，可是当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萧木的脸色突然就变了，好像被人戳穿了什么心事。你还真有事情瞒着我，你是做了什么吗？萧木犹豫了一下，然后他翻身下床，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下来。这是要让我学学3从4德。叶落心还是接过了萧木手中的书，是一本易经。为什么给我看这个？他一边问一边随手翻开，等他看清书中内容的时候，立即啪的一声把书合上，看着萧木说不出话来。这是我从路边捡的，本来想扔掉，可是我看上面的东西也许有些用处，我就……萧木见他不说话，当他还在生气，我也没看几页，明天我就把这本书扔掉，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把书上看的东西用到你身上。别扔，就放在那儿吧。那我还放在书架上了。萧木起身又把这本书放回架子上。叶落心抬头看了一眼，从外表看真的看不出如此普通的书里面竟然有这么不普通的内容。他默默记下了书的名字，打算等萧木不在的时候自己拿来看一下。2个人重新回到床上睡觉，经过这一遭，彼此好像更近了一些，没有了心事，这一觉就睡得更香了。第2天，叶落心让萧木杀了2只兔子，按照之前的方法把兔肉做成了卤味，兔皮则洗干净晾干之后找有经验的师傅做成熟皮，这个还有别的用处。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对卤兔肉赞不绝口。嫂子，我们养的这个兔子果然比山上的野兔还要嫩。那是自然，山上的兔子只能吃草和树皮，咱们家里的兔子偶尔会喂一些玉米，所以肉质会细嫩一些。咱们家有这么多兔子，我们做了卤兔肉拿去卖吧，一定有很多人喜欢。萧松说道。自从上次卖卤猪蹄赚到钱，萧松一直对做生意的事情很有兴趣。大哥说的对，我养这些兔子就是想做卤兔肉的。为什么一定要做卤兔肉？卤鸡、卤鸭，还有之前做的卤猪蹄，不是都可以吗？那些当然都可以做，但是大嫂，当初咱们卖卤猪蹄赚了钱，也是正好赶在秋围前，大家图个吉利，才会愿意花大价格买。这种生意挣的都是俏钱，要想真的做大赚钱，还得有自己的招牌，有招牌就得有特色。我想着，我们不如一鼓作气，就靠着兔肉在清河县打出咱们家自己的招牌来。我看行。徐正香听着叶落心的话，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兔子是野味，有那些大户人家想吃的，也得提前预定，或者赶巧有猎人去卖才能吃到。咱们家就打下这个做卤兔肉的招牌，让他们一想吃兔子，就自然而然的想到咱们家。他这一巴掌拍得响，把
把在座的人都吓了一跳。裴树虽然不懂得这些，但是听娘几个的话确实有些道理。你家这个兔子确实做得不错，比我在京城吃到的还要好吃，只是可惜这清河县离京城太远了，不然呢，你们把店开到京城去，一定也能受欢迎。裴神医说的正是我所想的。我的想法，我们先在清河县做出自己的招牌，只要把名声打响了，慢慢的就能做到府城去。等赚到了钱，不光是京城，我要让整个大梁的人都能吃到和我们店里一模一样味道的卤肉。你这个小姑娘看起来小小一个的，怎么有这么大的野心呢？裴树惊道：做生意啊，当然是往长远了看，不过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铺得那么大，我们慢慢来。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萧松已经有些迫不及待。首先，我们得有一个店面，我们现在手里的钱不多，租不起大店面。我想明天先和夫君去县城看一下，有没有便宜的铺面可以租。就按照洛心说的来吧，万事开头难，还是稳妥一些的好。行，那我明天陪着洛洛去县城看铺面。萧木说：你们一大家子这么多人，这件事这么快就定下来了，你们不再想想？这有什么好想的？我家想做这个生意都好久了。卖卤肉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而这一晚，萧家很多人都没有睡好觉。萧长河种了一辈子的地，总觉得土地里刨食才是最稳妥的。虽然之前叶落心也卖过猪蹄，而且赚了钱，但那个时候没租铺面，本钱也不小，就算赔钱了也伤不到根本。这回要弄铺面，那铺面租金可不便宜，每天一睁眼就已经有钱花出去了，这要是不挣钱，那得多恼火。相比而言，徐正香要更想得开。咱家洛心脑子活，那点子一个跟着一个的，还能挣不到钱？你别在那瞎操心了，你这些话可不许当着孩子的面说，免得他们着急上火。这还用你说？你看我今天说什么了吗？啊，好，以后也不许说，等他们店里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就多去给帮忙就行了。另外一个房间里，并拿出萧木之前送他的算盘。杨凤看见他低头拨算盘，我看你没事就拿出来用一用，现在练习的怎么样了？萧松憨厚的笑了笑，和二弟三弟比不了，但是简单的账目还是可以算一下的。人家两口子都会算账，就是做了生意也未必用你算账吧？杨凤有些担心的问。他倒不怕别的，就是萧松没读过几天书，他怕自家男人这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自信再给磨没了。这个家里老二两口子脑子好使，老三读书好，将来肯定要考个功名回来，只有他们两口子什么都不会，种地倒是行，但是家里人人都有本事，他们也不想差得太远了。第二天早饭后，叶落心和萧木早早的就坐牛车来到县城，他们沿着长宁街慢慢走，看街上哪个位置更适合做生意，只是把整条街都逛到了头，一时也没什么头绪。要不我们去牙行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铺子。叶落心点头应下。好。长宁街上一共有2家庄宅牙行，他们一一看过去，牙行里登记的铺子要么位置不合适，要么价格有点贵。2家都看完了，叶落心也没有找到心仪的地方。要不还是刚才那一个吧。刚才他们看到一处铺子在长宁街东边的转角处，位置有一点偏，但是地方够大，价钱也相对较低。行，2人退出牙行，准备往另外一家走，不想刚出门就有一个人冲撞了过来。萧木把叶落心往身后一拉，将他挡在身后。看路。来人抬头看见萧木高大的身形，立刻后退了2步。不好意思，我走得太急了。萧木刚要让开路，身后就传来牙人的声音：哟，这不是隋公子吗？怎么着，你家那个铺子肯出手了？500两，你若是肯出500两，我就把铺子卖给你们。隋公子啊，您可真是狮子大开口，你那个铺子顶多也就值350两。你胡说，上次你还说是400两，今天怎么又变成了350两？就我那个铺子的位置，卖800两都不嫌贵。隋公子，您这是说的哪里话？蒲玉轩的那个地方，若是鼎盛的时候，您就是叫价1000两，没准也有人愿意出钱，谁不想接手个旺铺呢，是吧？可是隋家如今衰落，蒲玉轩也跟着关了门，这个铺子它不吉利，就是350两，也是我们家老板看在隋老爷子的面子上，多给了那50两呢。叶落心听见2个人的话，眼睛却亮了亮。蒲玉轩，这不就是长宁街和永顺路交汇口那一处的一个铺子吗？刚才他和萧木路过的时候，看见蒲玉轩落着锁，打听了一圈，也没人听说这个蒲玉轩有要租赁的意思。原来店铺主人在这儿呢。打扰，我想问一下，2位是从牙行出来的，想必也有这方面的需要。我那有个铺子，前面屋子很是宽敞，后面还有一个大院，2位可想买？500两银子有点贵，不知道能不能便宜一点。牙人听见他们双方竟然搭上了。隋公子这事做得不地道，怎么还到我牙行来抢人了？隋思远并不理他。你们真的要买？如果诚心要买，我也不和你们多要，给我300两银子，这个铺子立刻就是你们的了。
牙人听见这话，眼睛瞪得老大。隋公子，我给你350两你不卖，你竟然要卖他们300两！叶洛心和萧木两人也没想到转机来得这么快。300两的话，这个铺子我要了。不是，隋公子，那个铺子你卖300两的话就赔钱了呀。这样，我再给你加50两，400两，你把铺子卖给我，我出400两，这样450两，不能再多了。你把这个店铺卖给我，隋公子，你休要哄我。你现在答应的好好的，等这2个人走了，你再次把价格压低，逼着我卖给你，你别做梦了。今天你就是给我1000两银子，我也不会卖给你了。你们既然要买，就跟我一起去看看铺子。牙人还想上来纠缠，萧木转过神，冷冷地瞪了他一眼。他立刻觉得后脊一凉，站在原地不敢再向前一步。萧木和叶洛心随着隋思远来到璞玉轩，隋思远站在门前，掏出一串钥匙，他弯腰打开门锁，推开门，请进。叶洛心两人随之进去。店铺果然宽敞，里面的柜台和其他东西全都搬走了，所以看起来空荡荡的。这个铺子以前是用来做什么的？加工售卖玉石。那怎么不干了？应该挺赚钱的吧？他在屋里走了走，看见屋内转角的包边都是用玉石打磨而成。隋思远没有说话，他总不能告诉这2个人，父亲去世后因为打理不善，工艺师傅和下面的人全都被挖跑了吧。3个人又抬脚去了后院，后院比前屋还要宽敞，而且也收拾得十分干净。这2间房之前是给下人住的，你们若是用不上，也可以拆掉。萧木点了点头，叶洛心对这处铺子真是越看越喜欢。这么大的铺子卖300两银子，实在是太划算了。他们回到主屋，叶洛心摸了摸墙上镶着的白玉。这么好的铺子，卖了不会后悔吗？你到底买不买？买。身上带了银子吗？今天身上没带银子，我们明天一早过来交易如何？那明天午时之前，若是过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卖了。好，那一言为定。回到家里之后，叶洛心将今天的事情和大家都说了一遍，然后对徐正香道：娘，我们2个这段时间只攒了150两银子，剩下的150两，您和爹先借我们，等赚了钱我们再还，好不好？徐正香立刻道：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这笔银子放在我这儿暂时也没什么用，你们有需要尽管拿去用。不过那个铺子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他为什么要卖那么便宜呀？那个人不会是个骗子吧？娘，买房子我们只看地契文书，只要手续齐全，他是什么人和我们都没有关系。而且街上的铺子我们都看过了，租一个铺子1年的租金最少要60两银子，位置还没有这里好。300两银子看着是多，但是细算下来却要比租铺子便宜得多。将来就算是不做卤肉了，我们再把铺子转手卖出去，也是稳赚不赔的。好，这些细账你们自己算明白就好。只是你们记得办手续的时候千万要看清楚，咱们家比不得那大户人家，这300两来的可不容易呢。第2天，萧木和叶洛心早早去了县城。为了稳妥，徐正香非要萧松也跟着一起去，多个人就多一份力气，真要有什么事儿也能帮得上忙。好在这个隋思远真的就是个靠变卖祖业维持生活的败家子儿，这中间也没有什么波折。他们签订了交易文书，过了地契，又到县衙去过了名目，这铺子就算是过到叶洛心名下了。屋子里面的装饰当初也费了我不少心思，你们若是觉得还行就留下来。那些玉石虽然不值什么钱，可也不是谁家都能装上去的。知道了，这铺子我盘下来以后要做卤肉店，隋公子要是方便就过来赏个光，我请你尝尝我家的手艺。两边正说着话，衙门里却来了人，对萧木道：小公子，我家老爷听闻你来了，想叫你和夫人进衙门里说话呢。叶洛心和萧木面面相觑，县令找他们干什么？两人辞别了隋公子，让萧松先去街上买东西，然后就跟着衙役来到县衙的后堂，看见刘县令穿着便服正喝茶等着他们。大人。萧木上前见礼，不知大人找我们所谓何事？来了，坐吧。草民还是不做了，请大人明示，找我们所谓何事？这里又不是公堂，两位不用客气，快坐。萧木两人只好坐在县令对面。许家贩卖私盐的案子总算有了结果，知府陆云林与许家暗中勾结，这些年贩卖私盐所得银两不计其数，5日前他们已经全部被押解回京，等待大理寺进一步审理。这其中的细节我就不和你们一一说了。这等大事，大人实在不必与我们这些草民说道。我本来要与你们说的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叶洛心很是好奇，立刻竖起耳朵倾听。新任知府大人10日前已经上任，是从京城调来的冷不言冷大人。冷大人勤政爱民，调任前又在户部任职，所以很是关心农民的粮食收成。前几日翻看卷宗，得知我们县曾经上交了一台脱粒机，冷大人十分高兴。叶洛心和萧木没有开口。冷大人说，民间有此创举，值得大力嘉奖，只是上一任知府失位素餐，并没有将此事报给朝廷。原来朝廷还有奖赏，我以为县令之
前给的已经是奖赏了。原来是上任知府没有上报，我还以为是朝中大人把这份功劳都摊下了。刘勉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萧木的这个朝中大人也把他包含在内了吧？他刘勉就算是为官多年没有建树，也不至于他一个村民的功劳。更何况这种事情出在他管辖的县城，他的奖赏肯定也是少不了的，至少在政绩上要狠狠地记上一笔。朝廷官员又不是个个都像陆云离那样，他贩卖私盐中饱私囊，当然不会把这种民生的小事放在眼里。你们也是运气好，摊上了这位冷大人。冷大人已经和我说过了，会给你们请一个封赏，只是你们家那么多人，这个封赏要给谁？当然是给我娘子。那个脱力机是你娘子想出来的？刘勉又一次惊讶地看着叶洛心，这样构思巧妙的东西，这么多读书人都想不出来，竟然是一个女子想出来的。这个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头？我只是提了个想法，具体还是夫君和三弟两个人做出来的。叶洛心还是维持之前的说法，这件事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们都是按照娘子的想法去做的，所以如果有封赏，这个封赏一定是给我娘子的。好，那我就提前祝萧娘子能得到朝廷厚赏。县令夫人突然从屏风后走了出来，招呼叶洛心道：萧家娘子如此厉害的人物，怎么能不让我认识一下？叶洛心回头看着萧木，萧木朝他点点头，他知道这应该是县令想支走他，单独和萧木谈事情，便起身随着县令夫人一起去了后花园。县衙的后花园很大，里面有一处荷塘，此时荷花已经过了最盛的时候，但是依然开得艳丽。县令夫人将叶洛心请到荷塘中央的凉亭上，立刻有丫鬟送上糕点和茶水。她仔细地打量叶洛心，看她一脸从容，既不害怕也没有受宠若惊的表情，立刻笑了出来。我之前听徐才那个臭小子说了，说萧家二郎的娘子又凶又狠，罚他下地干活，累得他连腰都直不起来。他是这样说我的。是啊，可是后来他又改了口，说你长得好看，心又煞，主要是有远见，有成算，和他很投脾气，是个能成大事的人，还真是难为他了。叶洛心叹了口气，唉，他还能为我说两句好话，我看那个小子是佩服你佩服得紧，他个性跋扈，有时候连他爹都不服，能被你拿捏如此，实在是不易。叶洛心也笑了，夫人说笑了，我哪里拿捏得了他？只是他父亲突然将人扔到我们家，他总得按照我们的生活习惯来，不能我们一家子去适应他，您说是吧？在理，在理。县令夫人点头，我看你言谈有度，举止有礼，你真的是出身农家吗？不敢隐瞒，我生在小荡村，嫁到青山村，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农妇。不过夫人为何对徐家公子如此熟悉？他之前就隐隐觉得这刘县令好像格外偏袒徐家，特别是徐家出事之后，刘县令的表现就更明显了。姑娘不知道吗？我家与徐家是递了帖子的，两家孩子3年前就定了婚姻啊！这下轮到叶洛心惊讶了，原来徐才这个小子是县令的准女婿啊！徐才在姑娘家住了这么久，竟然没提过吗？没有，也难怪。我家老爷和徐老爷交往比较好，但是2个孩子都不同意这门婚事，他要是提了，才是奇怪。听到这里，叶洛心开口：强扭的瓜不甜，若是小姐不同意，还是不要勉强的好。县令夫人点头：是啊，徐家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之前就和老爷提过解除婚约的事，只是老爷没有应允，年底再看吧。叶洛心默默地吃着糕点，实在没想到自己来一趟县衙，还能听到这样的消息。这县令夫人看来也是快言快语，没什么城府的。2个人倒是相谈甚欢，另外一边县令却对着萧木变了脸色。你到现在也不肯和我说实话。大人想听我说什么实话？巡抚沈大人说，徐家那2封信是有人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他手里的。大人怀疑是我，当然是你。我把信交到你手里，然后就到了巡抚手中。我之前和大人解释过了，那封信被我弄丢了。怎么会那么巧？我之前就觉得不对劲，怎么那么巧？我们刚刚分开，就有人找你拿了信。难道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还有别人知道？大人说这件事是我做的，那大人觉得我是什么身份？我从小在青山村长大，除了上山挖药材，几乎没有离开过村子，如何知道那个所谓的特殊渠道？萧木一句话让刘县令哑口无言，这正是他想不明白的地方。以他对萧木的了解，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有100两的赏银就已经十分满足的那种人。可这件事如果不是萧木做的，还能有谁呢？难道真的有人在暗中一直盯着这件事，并且对他们的动向了如指掌？你保证真的不是你？大人有这个时间问我，不如派人调查一下被什么人盯上了。萧木好意提醒，刘勉再一次陷入迷茫之中。自从沈巡抚说了那一番话，他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今天之前，他几乎认定这件事就是萧木做的了。可是对上萧木，他又动摇了。萧木太从容了，看样子完全不像撒谎。如果他真的是在撒谎，那他的心思实在太缜密，这与他的身份完全不匹配。算了，
这件事我会继续去查的。如果被我发现是你干的，我绝饶不了你。萧木弯了弯嘴角，祝大人早日查到真相。事情谈完，萧木去后花园接了叶落心，两人一起离开县衙。这会儿功夫，萧松已经把要买的东西全都买回来了。回去的路上，叶落心把自己听来的八卦讲给两人听。徐子商有县令这么好的靠山，竟然不想着借势东山再起，非要回什么老家。越是这样的关系，就越是要避嫌。他这次借了刘勉的力，恐怕以后徐才和县令家的小姐就更难相处了。叶落心想了想，好像有些道理，便也没再纠结，转而问道：那刘大人找你偷偷说什么了？哪有偷偷，只是简单说了私盐案子的事。这件事说来也奇怪，他们贩卖私盐这么久，以前从来都没有被查到过，这次只是涉及了徐子商这么一个商人，竟然一下子就被人翻了老底，这其中肯定有很厉害的人做了手脚，就是不知道是谁。看叶落心一副费脑筋的表情，萧木嘴唇蠕动了一下，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萧家晚饭时，萧木主动提起了今天刘县令给的好消息。什么？朝廷会给我们封赏？会给什么？银子还是田地呀？不知道，县令说新来的冷知府会向朝廷请功。这还有这种好事呢？刘大人今天问我，这件功劳该归到谁的名下，我自己做了主。这脱粒机是洛洛想出来的，功劳就应该归他。众人听完都没有异议。对，确实该归洛心，应该的。其实都是大家的功劳，图还是小景画的。嫂子，我都是按照你描述画的图，点子又不是我想的，就算我不画，别人也能画，这个功劳和我没关系。这件事我们自家人都心知肚明，若是论奖赏，肯定非你莫属。就是萧景一个男子汉，想要奖赏得自己去争取，哪能占着别人的功劳？弟妹，你也不用让来让去，反正朝廷不管赏下来银子还是田地，咱们都能跟着沾光。听见这话，徐正香立刻道：那我先说好了，虽然咱们没有分家，但是朝廷赏下来的东西都是二房的，你们都别辩解。见大家没有异议，到时候洛心和老二想分给你们什么，你们就收着什么，若是他们不给，你们也别想拿这个做文章。娘，知道了，放心吧，娘。当初贡献脱粒机的时候，萧木提出了3点要求，县令都给实现了，谁也没想到这事儿还能有后续。这叫什么？是不是那个新官上任3把火？这把火现在烧到我们家了。那还是洛心的点子好，连知府大人都看上了。我就说咱们家洛心的这个脑子啊，点子真是多。叶洛心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哪里是点子多，这些都是群众的智慧，他只是碰巧学到了一些而已。接下去的几天，叶洛心和萧木一直都是村里县城两头跑，新买的铺子需要装修一下，做卤肉用的调料还有锅灶等都需要采买。这天萧木又去县城收拾铺子，叶洛心在家里画卤肉店的装修图，调料什么的都买得差不多了，等装修好了，他们的铺子就可以开张了。在叶洛心的计划里，前面的铺子被分成2个部分，靠外面的1/3放上柜台，里面的2/3全都用来做厨房，后面的院子里还可以再搭建一个屋子，和原来的2个一起做库房以及临时居住的地方。他正画得认真，大花轻轻走近，给他端上了一碗葡萄糕。姑娘，奶奶说让你赶快尝尝，说是觉得酸了，她再放点糖呢。来到萧家之后，大花和小花的称呼变了几次，最后还是学着大户人家叫起了姑娘，觉得这样比较顺口，于是就定了下来。叶洛心不太计较这个，倒是叫什么都可以。他放下笔，拿起勺子吃了一口葡萄糕，立刻被酸得眯起了眼睛。娘，这里面放糖了吗？简直酸掉牙了。那我赶紧去告诉奶奶，不着急，等下再去。说着，他站起身来，从抽屉里面取出30文钱，交到大花手里。姑娘，这个是……大花拿着钱，有些不知所措。我不是答应过你要把你绣的花样拿去卖吗？之前没顾得上，昨天终于去绣庄问了一下，5个绣样一共卖了30文钱。因为你用的绣线和绣布都很便宜，所以卖不上高价。谢谢姑娘，这已经很多了。大花十分感激，但是下一刻，她伸手把铜钱又递了回来。我现在是姑娘家的下人，姑娘不用再给我钱了。这不一样，这个绣样是你之前就做出来的，我也答应你了，该你收的钱你就收着。不过你来萧家之后做的事，我不会再付你酬劳。我知道，姑娘买下我和小花，就是救了我们的命，我们愿意给姑娘做事，我们不要酬劳，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行，你现在做的就很好，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想交给你做。仓房里有几张煮好的兔皮，我想用这个东西做几个小巧的荷包，你琢磨一下，看能不能做出来。兔皮啊？怎么不行吗？不是啊，姑娘，我是想着兔子皮毛这么贵，万一被我弄坏了可怎么办？我知道你手巧，东西交给你我放心，这个不着急，我晚些时候去把兔皮拿给你。你现在赶紧去让娘给葡萄糕里加糖，顺
顺便把我这碗也多加一些。哎。大花立刻应了下来，她端着碗想去厨房，刚走到院子里，就听见门外有人问道：“请问这里是萧长河家吗？”大花回首打量着站在门口的2个人，一个40多岁的村妇，还有一个穿着绸缎衣服的姑娘。是长河爷爷家，你们是谁？我们是叶洛心的娘家人，洛心在家吧？2人说着就往院子里走。姑娘的娘家人？大花听见，撒腿就往厨房跑。奶奶，是姑娘的娘家人来了。徐正香一怔，一时没反应过来叶洛心的娘家人是哪个。他走到厨房门口，看见站在院子里的2个人，立刻就明白了，正是那个不要脸的邹氏和叶青青。谁家的狗在叫啊？赶紧给我滚远点儿，不然我可关门打狗了。徐正香站在门口，手里还握着一把沾了葡萄糕的勺子。亲家母，原来你在家啊！我今天是来给你们送礼来了。他说着抬了抬手中拎着的纸包。哼，呸！谁是你亲家母啊？晦不晦气？我们家洛心可是我花50两银子买回来的，和你们家一点关系也没有。亲家母这是说的哪里话？再怎么说洛心也姓叶，他就是华成辉，他也是叶家的人，对不对？我是叶家人，但不是叶大成的家人。我爹是叶怀兴，和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叶洛心也从屋里走了出来。洛心也在呢啊，这怎么说的？你见了姐姐和娘，也不说请我们坐坐，给我们倒杯茶喝。我们家的茶只给人喝，不给狗喝。徐正香用勺子指了指2个人，对大花说：“大花，赶出去！”哎，大花已经看出来了，这2个人十分不受欢迎。他走上前：“我家姑娘和奶奶都不想看见你们，你们赶紧走吧。”邹氏2人都没挪地方。你们不走，那我只能把你们推出去了。大花说着就要上手。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懂不懂规矩？还敢对长辈动手？邹氏说着，一把推在大花身上，将大花推倒在地。上我家来还敢动手？哼，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徐正香说着就要往前上，正在这时，从后院突然冲出一把大扫帚，不，准确的说是小花扛着一把大扫帚从后院冲了出来。让你们欺负我家姑娘，让你们欺负我姐姐，我和你们拼了！小花的大扫帚挥舞的虎虎生风，邹氏和叶青青躲闪不及，全都挨了打。叶青青气急败坏地喊道：“我的衣服，我的衣服！你把我的新衣服都给刮坏了！滚出去，滚出去！”小花眼里耳里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一心要把这2个人打出去才算完。邹氏和叶青青扛不住，终于退出了门外。娘，你看我的衣服都刮破了！邹氏气得跳脚：“你们萧家人就这么对待亲家吗？主动上门送礼，你们就给打出来！就你们这么蛮横无理，我看以后谁敢和你家结亲！”他故意扯着嗓门喊，引得周围的邻居都探出头来看热闹。一看有人旁观，邹氏就更来劲了：“亲家，你也不用像防贼一样的防我。当初咱们2家定亲定的是叶青青，可不是叶洛心。后来因为你家儿子和我家洛心有了肌肤之亲，没办法，这才换了洛心嫁过来。这件事我们都不计较了，你们又何必放在心上？”哟，还真是奇葩天天有，今年特别多。我见过不要脸的，就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亲家，我们今天不是来找事的，真的是来送礼的。不信你看。他说着就想显摆拎来的纸包，结果手中只剩了一段绳子。邹氏傻了眼，他抻着脖子往院子里一看，他买来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掉到了地上，这会儿里面的糕点早就被踩扁了。哎呦，这可是我花了200文买的糕点哟，就这么被你们踩扁了。他看着大花小花，刚想骂人，忽然想起今天来的目的。踩就踩了吧，这俩闺女是你女儿吗？你可真是好福气呀，亲家。大花小花听见邹氏的话，十分不待见的道：“我们是这家里的下人，你们再敢放肆，我们绝对不会饶了你们。”下人？邹氏和叶青青对望了一眼，萧家都有下人了？下人好，下人好，亲家，我今天来其实是来给你贺喜来了。本来应该嫁到你们家的就是青青，现在是洛心占了青青的位置，我想着也是时候把青青和洛心换回来了。咱家青青是个福星，娶了青青，你们萧家日后一定会过得风生水起。叶洛心冷笑一声，徐正香也气笑了。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我家萧木和洛心成亲都快半年了，谁要娶你家那没人要的东西啊？乡亲们都围在一旁看热闹。这半年萧家真是喜事坏事一件跟着一件，每一件都能刷新他们的认知，实在是太刺激了。娶了洛心也没关系，反正她们是姐妹嘛，姐妹2个共侍一夫，互相也能有个照应不是？呵，二女共侍一夫啊，这当娘的是个狠人呐。萧木是个好福气的呀，我看叶家这个姑娘长
长得也不错。还行吧，我看没有叶落心好看。就是，那还是叶落心更好看一些。哎，不是，你看那姑娘身上穿的都是上等的绸缎呢。叶落心刚嫁过来的时候可不穿这样。之前萧家二嫂不是说了吗？这个后娘偏心眼儿啊。这一身穿着是真好看呢，给我穿我也能变好看。哎呀，就你那胳膊比我腿还粗的身材呀，可拉倒吧，估计衣服到了你身上啊都成布条了。你这么着急把叶青青送过来，怎么许公子被抓走了？你女儿怀孕了？啊！嚯！周围人群沸腾起来。我天哪，这事怎么越来越刺激了？二大娘，你给我站着位置，我得回家抓把瓜子儿。我看这事儿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我看热闹就喜欢吃瓜子儿。行了，你快回去吧，记得多抓点，给我带一把。行了，知道了。桂花娘家离得近，转头就往回跑。这边邹氏和叶青青听见叶落心的话，脸色立刻就变了。叶落心，你胡说什么？你姐姐可是没有嫁人的黄花大闺女，你就这么往你姐姐头上泼脏水？除了这个原因，我实在想不到叶青青为什么这么着急嫁人。难不成上次看见我夫君，觉得我夫君比许公子好，他一见钟情了？我与许公子君子之交，你别含血喷人。这姑娘可不好对付，这要是娶回家里，肯定把男人拿捏得死死的。桂花娘已经回来，一边吐着瓜子壳，一边说：“会说几句话就能把男人拿捏死死的啦？你看他那娇气的模样，能下田还是能做饭啊？”二大娘不服：“这你就不懂了吧？能干的再多有什么用？还不是个受累的命。像人家这样的，只要几句话就能把男人耍得团团转，这叫能干的，不如会说的。那我家二蛋以后可不能娶这样的。你和许公子是什么交，都和我没关系。但是你想嫁给我夫君，门都没有，他这辈子就只能娶我一个。叶落心，你别不知好歹。当初和萧家定亲的可是你姐姐，现在你站的是青青的位置，他萧木这辈子只娶一个，娶的也应该是叶青青，而不是你。既然是叶青青的位置，为什么现在嫁过来的是我呢？还不是因为你不知检点，和萧木有了肌肤之亲。邹氏，你是老母猪拱柴火垛，全仗着脸皮厚是吧？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啊？当初不是叶青青跟人私奔，你们才逼着我嫁人的吗？别以为你们做的那点事大家都不知道，整个青山村谁不知道萧家当初是被人悔婚才换了个媳妇？就是，当时萧家还上门去要人来着。围观众人议论纷纷，原来这姑娘是跟人私奔了呀！真是人不可貌相，这姑娘看着溜光水滑的，想不到这里子都坏透了。我记得那时候还说把福星换成丧门星呢。萧家现在过得不知道有多好，哪里来的丧门星？没准是弄反了，把丧门星换成了福星也说不定。众人一阵哄笑，邹氏听见这话，脸上挂不住了。我女儿叶青青可是福星，这是算命大师给算出来的，你们知道什么？别瞎胡说，谁瞎胡说了？二大娘说道：“你女儿真要是福星，你不得当宝贝一样供在家里，哪有这样急着往外送的？”对，她这像是送烫手山芋似的，别是这女儿在家搅和的家宅不宁，送来祸害别人家吧？你们不要胡说了，叶落心在家里的时候连话都不会说，她怎么可能是福星呢？她就是个傻子。呸！你说谁是傻子呢？你才是傻子！徐正香本来一直拿着熬葡萄糕的勺子，听见这话，怒从中来，一勺子扣在了叶青青的脑袋上。娘，他打我，他竟然敢打我！邹氏看女儿变成这样，心疼得不得了，他冲着不远处的树丛喊道：“叶大成，你们几个还不出来，等什么呢？”此话一出，不远处的树丛里面立刻站出了3个男人。我看看是谁打我女儿的。这个男人浓眉大眼，本来应该生得不错，不过他一脸肥肉，又挺着个肚子，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更像是个无赖。就是他打的咱们女儿。叶大成看了看徐正香，第一次见面，你好啊，亲家。不过你这见面就打人，恐怕不合规矩吧？哼，你们自己来讨打，我要是不打，岂不是白瞎了你们的心思？呵，这话说的硬气，我喜欢。叶大成脸上带着笑，一副流里流气的样子。我告诉你，我女儿可金贵的很，我们平时那是捧在手中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一个村妇还敢动手打我女儿？今天这事儿卖100两银子，咱们没完。对，赶紧拿钱吧，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众人有些糊涂了，刚才还说要把女儿嫁到萧家，这会儿怎么又开始要钱了？邹氏本来想让叶大成出来稳定一下局面，没想到他张嘴就要钱，他赶紧拉住了叶大成的袖子，使劲朝他使眼色。100两？你是喝酒喝多了，烧坏了脑子吧？你这姑娘是金子做的吗？啊，碰一下会掉渣？那我就试试，看到底掉不掉。徐正香说完，手上的勺子再次扣在了叶青青的脑门上，打得叶青青脑瓜子嗡嗡的。哼，看这也没掉渣呀，
娘，你快管管啊，我都要疼死了！叶大成一看火了，朝着邹氏喊道：你看看，我就说要点钱就得了，你还非要把女儿嫁过来。他转而对着徐正香道：我再告诉你一遍，你赶紧给我拿钱，我要100两银子，否则这事儿咱们没完。呸，没完你个头啊！徐正香已经不想跟这一家人废话，一勺子扣在叶大成的脑子上。叶大成反应很快，一把抓住了勺子，他嘿嘿一笑：本来我也不想打女人，这可是你逼我的。说着，他把勺子往自己身边一带，徐正香来不及撒手，被勺子带着就往前倒，眼看着就要倒进叶大成的怀里。娘，小心！过来吧你！叶大成脸上挂着坏笑，徐正香弯腰收力，想干脆借着机会将叶大成撞倒，没想到叶大成的恶心的笑脸突然一歪，被一个拳头重重打到一边，徐正香的身体也被一个坚实的胳膊搂住。什么恶心玩意儿，还敢对我家老婆子动手，活得不耐烦了。长河兄弟回来了，这一下好了，我还正要上去帮忙。刚刚太紧张，叶洛心没注意到，这时才看见萧长河和萧松全都赶了回来，他们身后还跟着气喘吁吁的杨凤和大花小花。你们什么人敢到我家撒野？萧长河看着眼前的3男2女，都是误会了，亲家。叶大成这几年游走于清河县各大赌场，因为善于阿谀奉承，又油嘴滑舌，后来也在赌场谋了个差事，专门负责要账催债。他带来的这2位就是惯常跟着他的小弟。我们没有你这样的亲家，赶紧滚！萧长河说着就要带着徐正香转身离去。不行，我们就是要做，也得把叶洛心带走。她是我们叶家的女儿，当初是没有办法才卖给你们萧家，现在我们要把她买回来，不然怎么对得起她死去的父母？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一天早上起来，叶青青突然对着早饭干呕。自那以后，她不仅对家里的饭菜挑3拣4，还特别喜欢吃酸的。作为过来人，邹氏一看就觉得她不对劲。前几日，他带着叶青青特意去很远村子找大夫给号了脉，结果不出所料，叶青青真的怀孕了。哼，这是我儿媳妇，岂是你说带走就带走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徐正香甩开萧长河拉着他的手，一回身用手里的勺子把邹氏的鼻子打出了血。萧家要杀人了！萧家要杀人了！邹氏大喊起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萧家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叶大成也叉腰站在门口，你们叶家人也欺人太甚了。杨凤气不过，村民们见了纷纷为萧家抱不平。我说你们叶家人怎么回事？明明都把姑娘卖了，还上门闹事，真不要脸！就是别欺负我们村里人见识少，你要是敢去大户人家这么闹，看人家不把你们送去衙门关起来。你们既然不想走，那就留在这里给我家守门吧。萧长河不愿搭理他们，想让家里人都回去。叶大成哪能让他们回去啊？趁着萧家人不备，他滋溜一下越过萧长河，站在了萧家大门口。亲家别走啊，今天我家婆子和女儿都挨了打，这事儿咱们得好好说道。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说的，要是再敢打扰我家人，我就只能拳头伺候了。叶大成当惯了地痞无赖，根本就不怕这个架势。听见萧长河说要拳头伺候，他朝着自己的2个跟班使了使眼色，2个人从2侧戛然而上，准备偷袭萧长河。萧松眼明手快，立刻冲上去。爹，小心！叶洛心怎么也没想到叶大成一家会这么不要脸。我和叶家早就断绝了关系，你们如果再纠缠下去，我们就只能报官了。报官就报官，反正现在挨打的是我叶家人，我倒是要看看县令大老爷到底要怎么判。说曹操到，叶大成话音刚落，一辆马车就出现在村口，朝着萧家驶了过来。车刚刚停下，县令刘勉从车上走了下来，看见萧家门口站满了人，刘勉皱了皱眉头。这是在干什么？县令大人来的正好，有无赖来我家闹事。大人，请您为草民做主，这萧家人无故出手伤人，打了我们一家3口，还望大人能够为我们讨回公道。刘勉看了叶大成3人一眼，又看见了站在他们身后的另外2人，对手下说道：来人，把他们5个给我绑起来，带到一边去。大人，您惹错人了，我们才是被打的呀！把他们的嘴都给堵起来。是。手下立即上前。大人，我们冤枉啊！大人，叶大成终于没了声音，刘勉这才回身。刘勉清了清嗓子：圣旨到，萧家人跪下接旨。刘勉喊道。一听这话，在场所有人全都傻了眼，他们没听错吧？圣旨是皇帝的圣旨吗？圣旨怎么会送到他们这个小村子里来？萧家人虽然之前听到了风声，说是朝廷要给赏赐，可也没想到皇帝竟然会亲自给下了圣旨。扑通扑通，萧家人面对刘县令全都跪了下来。叶洛心跪在后面，眼看着跪在自己前面的
徐正香双腿抖得十分厉害，他轻轻地拍了拍徐正香的小腿。娘，别怕。风。旁边突然又传出一声扑通的声音，人群中一个妇人站立不住，也跪了下来。紧接着扑通声响成一片，在场所有村民都跪了下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金河县有女叶落心，秀外慧中，匠心独运，将脱力机发明于世，解百姓之愁，助国运之昌，此乃利国利民之大计。着即册封叶落心为七品儒人，赐封号慧，赏儒人服一身，儒人冠一顶，翡翠玉器10件，玛瑙10件，锦绣10匹，纹银1000两，钦此。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岁！萧家人一起叩头行礼。慧儒人接旨吧。叶落心连忙抬头，将手举过头顶，接下了圣旨。青山村的村民都沸腾了。儒人是个什么官位？他们没听说过呀。儒人的俸银每个月朝廷都会拨下来，慧儒人可以每月15到县衙来取。看见没，人家叶落心是吃官饷的人了。我老婆子活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看见女子受封，可算是开了眼界了。这萧家的热闹可是越看越大，再这么下去咱们可就看不起了。萧家人已经全部起身，一一向县令致谢。多谢大人，大人受累了。使不得，慧儒人如今也是7品，与我可是平起平坐，这个礼我可受不起。村民们一听县令这话，看向叶落心的眼神里全都带上了崇敬的神色。圣旨宣完，村民们一个个都跟着站了起来，然后他们就眼看着官差们把一样又一样的赏赐送到了萧家的院子里。萧家二嫂，你可真有福气啊，娶了这么个儿媳妇儿，你现在可是儒人的婆婆了。徐正香还在震惊中没有回过神来，别人说的时候她只顾着点头，等她反应过来才惊道：哎呀，我儿媳妇是儒人呐，吃官饷，有品阶，我是儒人的婆婆了。我们家出了一个有官身的。那可不是，以后走在路上碰到了，我们都得给慧儒人行礼呢。那我在家用不用天天给他行礼啊？哪用呢？你们这一家人在家里不用讲究那么多。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徐正香点了点头，他正和人说着话，萧景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娘，我听说嫂子受朝廷封赏了。可不是嘛，你看这一院子的东西都是朝廷赏赐给你嫂子的。哇，嫂子这下可发达了。他凑上去看看这个，又翻翻那个。娘，这么多东西二哥屋里能放得下吗？这不用你操心。徐正香说完，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才想起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在学堂读书吗？你这个臭小子还敢逃课！他说着又要打小景的脑袋。娘，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回来看看吗？先生都准许我回来了，还说要给咱们家贺喜呢。先生允许了也不行，你赶紧给我滚回去读书！徐正香抄起一根棍子，萧景一溜烟的就跑没影了。东西陆陆续续搬完，在萧家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县令看着这些东西，乐呵呵地问道：怎么样，对这些赏赐可还满意？满意，怎么敢不满意呢？多谢大人，都是大人出面，才为我家争来了这么多的赏赐。这哪里是我的功劳，都是你自己才智过人，想出来脱力机这么有用的东西。我听沈大人说，咱们这地方田少，所以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在江淮一带，这个脱力机可是有大用处的。本来要拖拖拉拉干2个月的活，有了这东西，用不上半个月，所有的粮食就能入仓。他看着叶落心，你想想看，这个东西省了多少劳力？原来这东西用处这么大。萧松和萧长河全都露出震惊的神情。不然上面怎么会给这么大一个赏赐？叶落心也笑了笑，有用处就好。说完，他转身回到房间，从房里拿了一把碎银子，给衙役们每个人塞了一小块。今天辛苦了大家，这些只是给大家沾沾喜气。最后还剩2块，叶落心把1块给了师爷，另外1块想给县令大人。不用了，这喜气我已经沾到了。大人何时沾到的？叶落心惊讶。冷知府说我今年政绩考核优良，待明年任期满了之后，就要举荐我去京中6部做主事呢。那真是要恭喜大人了，祝大人早日高升。同喜。大家正说的高兴，一个差役过来小声问道：大人，门外绑着的5个人如何处置？他们是什么人？外面一家3口，是我大伯一家，在我父母死后养了我一段时间，不过把我父母留下的产业都败光之后，又把我卖给别人，我现在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打算如何处置？
置？只要他们不来犯贱，我倒是懒得理会他们。去，把他们5个人的绳子解开，我倒是要看看他们想干什么。衙役得令，按照刘县令的吩咐，给几个人松了绑。叶青青刚把口中的布拿出来，立刻就跪在一旁干呕起来。你们5人因何到此处喧闹？大人，你刚刚说叶落心被封了儒人，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还能有假？大人，这个儒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家叶青青的，怎么会是叶落心的呢？乱了，全都乱了。邹氏西行几步上前，大胆！刘县令黑下脸来。大人，本来应该嫁到萧家的是叶青青，如果嫁过来的是叶青青，这个儒人就应该是青青的。你们几个可听清楚了，皇帝赏赐的是叶落心，不是萧家的儿媳，跟你们说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可是叶落心她嫁人之前什么都不懂，怎么可能做出脱力机呢？你们的意思是皇上识人不明，赏错了人？确实是赏错了。邹氏边说边给县令磕头。大胆刁民，你们对惠儒人不敬，还敢对当今圣上提出质疑，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人，这5个人每人掌嘴50。大人，我们什么都没说呀。你们没说不代表你们没想，既然能跟着叶家人一起来闹事，那就是怀着和他们一样对皇上不敬的心思，给我打！一时间萧家门前的打脸声此起彼落，围观的村民光是看着就觉得自己的脸疼。等50个掌嘴打完后，这5个人的脸都已经肿成了猪头。以后还敢对惠儒人不敬吗？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那好，从此以后你们不许再踏入清河村半步，看到惠儒人也要主动退避3舍，如果再惊扰了贵人，本县绝不轻饶。我们再也不敢了，一定不来了。谢大人饶命，谢大人饶命！几个人屁滚尿流的滚出了清河村，走到村口的时候，正好碰上赶着回家的萧木。看见萧木后，邹氏和叶青青屁都没敢放一个，灰溜溜的逃走了。而萧木看见几个鼻青脸肿的人，根本就没有认出是谁，也没往心上去。等他到家的时候，县令还坐在院子里和叶落心和萧长河喝茶。他看着满院子的赏字，也震惊了好一会儿，直到萧松把之前发生的事情都和他讲清楚了，萧木才轻轻的点了点头。你怎么才来？错过了接圣旨的好时候，那实在是不巧了。上次我问你这件事是谁的功劳，你说一定得是你娘子的。谁想好了，你娘子如今是惠儒人，你却什么都没有，以后只能受你夫人的庇护了。夫人的朝廷赏赐本就是我们萧家一家的荣耀。萧木的态度倒是出乎刘勉的意料。行了，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宣读圣旨，也算是沾了你们家的光。有了这个封赏，你们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多谢大人吉言，也祝大人官运亨通。客气完，刘勉起身离开了萧家。村民见县令的马车走远了，这才凑上来给萧家贺喜。萧家媳妇，我老太太一辈子都没见过圣旨什么样子，今天能不能让我老太太开开眼？怎么不行呢？只是这是当今圣上的东西，咱们可不敢乱碰。我举着给大家看一眼，你们可别伸手啊。不伸手，碰坏了可是要杀头的。一群妇人连连点头。徐正香于是举着装着圣旨的匣子，从每一个人面前走过。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对面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这圣旨是什么料子做的？可真是好看啊！那还用说吗？那可是皇宫里的东西，能不好看吗？还有皇上赏赐的这些物件，也都好看的不得了。老太太，我今天开了眼，就算是死了，也能瞑目了。小二婶，皇帝赏了这么些东西，还有1000两的银子，你们是不是一辈子都花不完了？这可是皇帝赏赐下来的东西，银子可以花，但是这些物件都得好好供起来，留给子孙后代们好好瞻仰。也是，这件事可以吹几辈子了。大家说着话，李正从外面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他今天有事去了别的村子，正好错过了县令宣读圣旨。回来听说之后，他后悔不已。他来到萧长河家，与萧长河商议道：长河老弟，你看这圣旨宣完了，你放在家中也只能自己看，我合计问问能不能摆在祠堂里，让村民们没事的时候就可以瞻仰一下。这个萧长河有些犹豫，若是以前，以他的性格肯定会说没问题，但是这件事涉及了叶落心，我进去问一下。他说着就进了里屋。叶落心和萧木、萧松他们正在屋子里摆放皇帝赏赐的锦缎和玛瑙摆件。这个玛瑙镇纸就放在桌上吧，以后没准还用得上。萧长河不好意思地开口问道：那个落心啊，怎么了，爹？你李正伯说要把圣旨供在祠堂里，你可有什么意见？你要不愿意，我这就去回了他。
他。爹，既然大家都喜欢看，那就供在祠堂里，这不是萧家的祠堂吗？萧长河很是意外，也很高兴。那好那好。正在这时，外面又有人喊道：惠如人，能不能把你的官服穿上，给我们大家开开眼啊？喊话的又是赵家老太太。叶洛心走出门，老太太十分虔诚地说：我老婆子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来都没有见过朝廷命妇长什么样，惠如人，你就让我们开开眼吧。其他人也附和道：是啊是啊，让我见识一下。徐正香看着叶洛心一脸骄傲：洛心，你就把你那身穿上，让大家都看看。怕自己穿不明白，他还特意叫上了杨凤帮自己。哎呀，弟妹，这如人冠好像是用银丝做成的，虽然重，但是真的太好看了。洛心，平时只觉得你生得好看，但是这一套衣服装饰穿上，我才觉得你好看的简直不像我们村里的人。叶洛心闻言扑哧一声笑了。嫂子说笑了，我不像村里人，还能像哪里的人？就像对，就像是那官宦人家的大小姐。嫂子莫要哄我。叶洛心有些不好意思。哎呀，真的，不信我们出去让大家看一看。说完，他便搀着叶洛心的胳膊，两人一起走出了房间。外面村民们都在翘首以盼。在叶洛心踏出房门的那一刹那，头上的银饰立刻被阳光晃得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众人被这银光闪得几乎睁不开眼。一身蓝衣的衬托下，叶洛心原本稚嫩的脸庞显出几分金贵，头上的如人冠更是衬得她高雅大方。这副模样，哪里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叶洛心？这不就是传说中那些贵人的模样吗？这时，一群孩子从远处跑来，是周夫子和书院里的学生。原来萧景被徐正香打跑后，十分不甘心，硬是缠着周夫子带着书院里的孩子们一起来看热闹。叶洛心站在人群中，十分显眼。看见没？那是我嫂子，我嫂子太好看了。萧景，你真幸运，有个这么厉害的嫂子。那当然了，我嫂子不仅漂亮，人还聪明。孩子们热热闹闹地跑到跟前，忽然有人高喊一句：民妇拜见惠如人。赵家老太太率先拜倒在地，受她影响，其他人也纷纷下跪。曹民拜见惠如人。孩子们见状也都不急了，跟着大人们一起下跪。徐正香和萧长河看见了，膝盖有些发软，便也想随着众人跪下去。正好叶洛心看到了，赶紧阻止道：爹娘，你们这是干什么？大家快起来！好好好，我受过如人的搀扶，我就是立刻死在这里也值了。哎呀，洛心，你这头冠戴着重不重？既然大家都看过了，就进屋里去把衣服换下来吧，别累着了。叶洛心也觉得这身衣服好看是好看，就是有些太重了。他应了一声好，就回去屋里更换衣服了。今天是我们家大喜的日子，家里也没什么准备，刚刚老二从城里买了一些喜糖，一会儿大家伙都到我这里来拿糖，大家都别客气，就是给大家沾沾喜气。糖是萧木买回来准备新店开业的时候在村里分的，没想到歪打正着，派上了用场。众人一听，立刻喜笑颜开。如人夫君买的糖，如人婆婆亲自送的，他们这不是也和惠如人沾上关系了吗？人群中唯有李翠花看着徐正香的笑脸，轻轻呸一声：不就是一个如人，你看把他给乐的。萧家大嫂，你这话说的，如人不高贵吗？这可是咱们村里独一份啊，这不是比你儿子还厉害？人家可是有官身的，这要是萧俊做了官，萧家大嫂恐怕得把李正的铜锣拿出来敲一敲才算完吧。李翠花看着他们两个，脸色十分难看。瞧瞧你们这没出息的样，徐正香不就给你们几块糖，你们就这么帮着他说话了？人家得的可是1000两的赏银，拿出这么点东西来，跟打发要饭花子似的，也就你们这没见识的当宝贝一样。二大娘听完不乐意了，拔高声音道：你说谁是要饭花子呢？我告诉你李翠花，咱们都知道你处处想要和萧家二嫂比，可是在我们心里你就是不如她。这糖你不想要正好，一会儿我和二嫂说说，把你的那份一起给我得了，我怎么就不如她了？李翠花昂起脖子，像一只要战斗的公鸡。你长得不如她，脾性不如她，如今连儿子儿媳妇儿都不如她，你还拿什么和人家比？我长得不如她，好，就算我长得不如她，我儿子怎么不如他儿子了？人家儿子娶的可是个如人七品，你儿子有什么？我儿媳妇儿家里有钱，人家儿媳妇儿也有钱，1000两，每个月还能领月俸。李翠花有些词穷，在这之前她一直都比徐正香强，就凭她儿子是秀才这一点，她就能狠狠地压徐正香一头。可如今叶洛心成了7品如人，大家已经不把秀才放在眼里了。我看你就老老实实服输吧，你这
辈子都比不过萧家二嫂了。就是，这下可再也赶不上人家喽。李翠花的脸涨得通红，她和徐正香比了一辈子，她绝对不能输，心中主意一定。萧木有本事，跟他徐正香有什么关系？萧木又不是他亲生的。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李翠花疯了。萧大嫂，你比不过就比不过，这么说可就过分了。就是什么人啊，你真是什么都敢说。萧木不是萧二嫂亲生的，是哪儿来的？人家萧二嫂可是如人的婆婆，你这么说，怕是要被送去治罪的。徐正香和萧长河也听见了李翠花的话，徐正香脸色瞬间就变了。萧长河一看，吓得立刻朝后看去。萧长水本来也是混在人群里看热闹，直到听见李翠花的话，他立刻穿过人群，走到李翠花面前，啪啪给了他2个嘴巴子。你这个长舌妇，你不好好在家待着，到这里给我丢什么人？赶紧给我滚回去！李翠花根本就不怕萧长水，被打之后脸色都没变，更大声地说道：既然说了，我就没什么可怕的。他萧木本来就不是徐正香生的，你们都忘了，这孩子长到7、8岁了才被领回来，说是徐正香生在老家的。我告诉你们，萧家老家早就没人了，这孩子不知道是萧长河在外面跟哪个小寡妇生的。徐正香他凭什么和我比？他唯一有出息的儿子都不是自己的。李翠花还想说下去，但是萧长水发了狠，撕下一块衣襟塞进李翠花的嘴里，拖着她就往家走。大家本来不相信，但是李翠花说的有理有据，萧木是长大后被带回来的，也确有其事。这么一来，大家看萧长河的眼神都带上了一点探究。李翠花就是个疯子，你们都别听她胡说了，大家快来领糖，这可是如人给大家的喜气。人家儿子是不是亲生的，人家夫妻俩自己心里有数。你们见过谁对外面的人养的儿子这么好的？李翠花她就是比不过萧二嫂，在这胡说八道呢。萧二嫂把儿媳妇儿都快宠上天了，不是亲儿媳妇儿，谁能这么好呀？你们扪心问问，谁能做到？大家暗自思忖了一下，确实做不到，于是也都当李翠花是胡说八道。只有萧长河心里像是在打鼓。徐正香明明还在面色淡然的发糖，萧长河却已经连走路都走不利索了。爹，你怎么了？没事，就是突然觉得有点乏，你们先忙着，我去后面看看兔子吃饱了没。说着他就往后院走。杨凤满腹疑惑，朝着叶落心眨眨眼，爹好像有点不高兴呢。娘更不高兴，你没看出来吗？等村民们全都散去，萧家院子里终于归于平静。为了庆祝今天的喜事，徐正香拍板晚上还吃火锅，于是家里人杀鸡的杀鸡，洗菜的洗菜，全都忙活起来。等菜全都上桌之后，叶落心发现坐在上手的萧长河面色还是有些不自然。之前叶落心有怀疑过萧木的身份，却根本没有想过萧木是萧长河的私生子，这有点离谱吧。为了应景，徐正香让萧松从后院挖出埋了好几年的桃花酒，除了萧景，每个人都倒上一点。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们家洛心被封了儒人，这是我们萧家荣耀，也是青山村的荣耀。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喝上一杯。大家纷纷举杯。裴神医白天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就很惊讶，不过此时他好像想明白了，也不多说什么，举杯和萧家人一起庆祝。叶洛心站了起来，今天这个儒人虽然说是封上给我的，但是大家都有功劳，我不敢贪功，晚些时候我会把皇上赏赐的东西给大家分一分。这个不着急，这也是我想和大家说的第2件事。萧家人全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今天你们应该都听见李翠花说的话了，大家不问心里也会犯嘀咕。今天我就和大家说一声，木儿确实不是我亲生的。他话音刚落，萧松和杨凤全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萧景也十分讶异地看着萧木。相比而言，萧木是最平静的。不过你们也别想歪了，木儿也不是你们爹在外面和别人生的。对，萧木其实是我一个友人的儿子，他家逢大难，临死之前找到我，让我一定要收养他的儿子，把他当成是亲儿子一样对待。原来是收养，那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这件事情我没有征得你娘的同意就应了下来，十分对不起他。还好你娘深明大义，真的把老二当成自己的儿子。我们约定这件事只有我们2个和老二知道，绝对不会告诉第4个人。哼，那你为什么会告诉李翠花？你是不是和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没有，我怎么会和大嫂之间有什么秘密？那你告诉我，李翠花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徐正香盯着萧长河不再说话，那意思解释吧，我听听你要怎么狡辩。都是我的错，有一次和大哥喝酒，不小心说出了这件事，大哥也向我保证了，绝对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怕徐正香不信，我们可以找大哥对质。大哥一向说话算话，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件事告诉大嫂。人家2口子
是一个被窝里爬出来的，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也就你这么没心眼的，才会相信你大哥说的话。不过好在不是萧长河告诉李翠花的，他心中的恶气消了一点。娘，你是说二哥不是我亲哥，那二嫂也不是我亲嫂子了？萧木看了他一眼，谁说不是亲的？这些年我们不就像亲兄弟一样吗？可是萧景说了半天，到底没说出来可是什么。老三，你别纠结那个，爹娘都是把老二当成亲儿子一样的，这和亲的有什么区别？何况亲兄弟也有反目成仇的，咱们兄弟这些年相处过来，不是比亲兄弟还亲，都怪大伯娘，好好的干嘛要提这件事？他就是看不得我们家过好日子，这次我们得了赏赐，他肯定气得要死。哼，气死他才好。娘，以后大伯娘再到我们家里来，我可就不客气了，我拿着扫把立刻把人赶出去。对，不让他再踏进我们家半步，他要是再敢来，就让他像叶家人一样被打成猪头。说到这里，徐正香的气总算是消了。行了，这件事情本来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你们知道就知道，咱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裴树听见徐正香开口的时候，本来以为这事儿有门，可是萧家人说了半天，萧长河只说萧木是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至于这个老朋友是谁，竟然没人追问一下。而且萧家哥俩和2个儿媳妇竟然这么平静的就接受了，他们不怕萧木留下来争家产吗？不应该将他扫地出门吗？小老弟为人善良又乐于助人，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朋友是何方人士，能让你这么尽心尽力的帮他养儿子。我这个朋友以前也是一个村子长大，后来他有了大出息，还去了京城，据说是做了什么护卫，具体的他也没说清楚。不过这有钱人家的钱哪是那么好赚的？他说主家出了事，他因为受牵连也弄得家破人亡。这人呐，想多大的富贵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要我说，还是我们这样老老实实的种地好。靠天吃饭也要看老天爷高不高兴。你别忘了，前些年我们差点连税粮都交不起，东拼西凑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是，我那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还是像洛心这样有功名好，能领朝廷的俸禄，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裴树见这2口子越说越远，完全背离了自己刚才的话题。你那个朋友就没说过他在京中是为谁卖命的？那都没来得及说呢，人就没了，那他就没交代别的？话音刚落，他就感觉一道锐利的目光朝自己看了过来，萧木双眼如利剑一样盯在他的脸上。裴神医似乎对我的过去很感兴趣，我就随便问问。事情解释清楚了，徐正香又想到了其他的问题。洛心呐，你说咱们这手里有了银子了，那个店咱们还开吗？当然要开了。其他人说话的时候，叶洛心就一直在吃饭，等这会儿大家都说完了，他也差不多吃饱了。皇帝上的银子虽然也不少，但是往长远了看肯定还不够用，天有不测风云，谁也不能保证地里的庄稼年年都有丰收。况且小景要读书，将来要是考上进士，难免得上下打点。就算不说那么远的，咱们现在吃鸡肉火锅、兔肉火锅，明天又想吃牛肉火锅，后天也许还想吃羊肉、驴肉火锅，这些不都得银子？我们不能坐吃山空。徐正香本来觉得1000两银子很多，可是叶洛心这么一说，他又觉得这点银子好像也干不了什么。洛心说的对，我们还得多挣点钱。我老太太没什么想法，以后家里做生意的事就由洛心做主。你们要是想跟着挣钱，就按照她说的去做，要是不想听，那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掺和进来。我们都听弟妹的，我嫂子说的都对。萧木点点头，我自然是听娘子的。我都听你娘的，你娘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晚上回到房间，萧木非缠着叶洛心，让他把如人服又穿了一次给自己看。娘子穿这个真好看。萧木坐在凳子上，一本正经地夸赞道。叶洛心却有些不好意思，好看是好看，就是太重了。那我服侍如人更衣。萧木说着站了起来，你别乱来啊。不敢惊扰了如人，小的只是想服侍你而已。萧木说到做到，他真的只是帮叶洛心脱下了礼服。夫人如今是有官身的人了，以后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你？叶洛心正在整理礼衣。夫君为什么会这么问？我只是随便问问，娘子不要在意。如果今天被封的是夫君，夫君会觉得我配不上你，转头纳妾吗？当然不会。那如果别人觉得我配不上你，让你纳妾呢？我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夫人都维护不了，还做什么大丈夫？我也一样。叶洛心凑上去，在萧木的唇边轻轻地啄了一下。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萧木心口一酥，随即僵在当场。他没想到叶洛心会主动，更没想到他会给自己说情话，而且说得这么好听。但他显然低估了叶洛心的本事。就在他刚刚缓过来一点的时候，叶洛心突然扬起身子，双臂勾住萧木的脖子，他身体好像马上就要炸开了，于是当即伸手将叶洛心抱入寝褥之间。叶洛心仿佛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只能不断的沉浮。两人食髓之味已经越陷越深。
浪潮暂停后，萧木将头埋在叶洛心的颈间，一呼一吸之间全是他身上的梨花香味。我想洗澡。萧木这才起身，抱着他一起去了浴室。浴桶里，叶洛心的眼睛还是亮亮的，他看着萧木身上的痕迹。你也太心急了，我从书上学到的东西还没施展出来1/3。萧木立刻就明白叶洛心说的书是哪一本，他有些惊讶地看向叶洛心，叶洛心也十分坦荡地看了回去。那下次我忍一忍，让你把剩下的2分也施展出来。第二天，叶洛心和萧木早起就去了县城。今天不光要去铺子里看一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买一辆马车。店铺开张后，他们差不多天天都要往县城跑，自己有一辆车是最方便的。马行里的马匹很多，叶洛心不懂，只站在一边看，就见萧木在里面踱来踱去，一会儿看看马的鬃毛，一会儿又掰开马的嘴巴，看看它的牙齿，挑了半天，终于挑了一匹枣红色的马。马行掌柜将马牵了出来，客官果然识货，这匹马是我前不久刚刚淘到的，膘肥体壮，正值壮年，可是咱们这儿不可多得的好马呢。这匹马左后腿弯曲，一看就是受过伤的，这伤若是能养好还好说，养不好就是个跛子。就这样的你也叫最好的马？掌柜的一听萧木的话，就知道自己是碰上真懂行的了。小商，不碍事的，哈哈，你们要是喜欢，我就给你让点价格，就50两银子吧。30两，你这价格给的也太低了。这匹马我买来的时候还花了35两银子呢，你这一出手就让我坐地赔了5两银子，这些天的草料钱我还没算呢，就30两，不卖我们就走了。好，我看你们和这匹马也是有缘，既然这样，这匹马我就卖给你们，你们若是给它治好了，也算是他的造化。萧木交了银子，将马寄存在掌柜这里，两个人又去订了车。路上，叶洛心看着马匹受伤的左后腿，有些担心。夫君，这匹马真的受过伤啊？萧木点了点头。那能治好不？掌柜肯降价卖给咱们，是不是因为给马治病太贵了？有这方面的原因。萧木转头看着叶洛心，轻轻笑了笑。不过这确实是匹好马，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担心给马治疗的费用。裴神医不是在家闲着呢吗？这日秋风不燥，阳光正好，京城最有名的国医圣手，世家贵族预约2个月都不一定能看上诊的大梁神医裴树，此刻正蹲在萧家门前，对着马屁股出神。这匹枣红马性子虽然温顺，但是被别人盯屁股盯久了，也难免焦躁。他不耐烦地甩了甩尾巴。该死！裴神医，我看你都在这蹲了半天了，这马腿能治吗？小老弟，你这是瞧不起谁呢？这点小毛病还能难得倒我？我看你在这蹲半天了，一直没有动手，我以为治不了呢。这有什么难的？他这一看就是受了外伤，因为一直没有医治，伤口处自己又长好了，但是里面的箭头没有取出来，这块肉里面估计全都是脓水。这么严重，那还能治好吗？这点小伤就是看着严重，其实没什么大事，只要开刀取出箭头，再把腐肉割掉就行了。果然是神医，一眼就能看出病因所在。你也知道我是神医。对啊。萧长河没听懂裴叔的意思。老子是神医，不是兽医。自从来了你家，前有夜猫后有马，你家就是把我当免费兽医在用是吧？萧长河的脸立刻就红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孩子不懂事，要不你看看需要多少诊金，我让他们给你拿。我再说一遍，老子不是兽医，多少诊金我都不干。对。萧长河有些无措，正想着该怎么安抚这位神医。你把这个马腿绑起来，前面也用绳子拴好，一会儿我割腐肉的时候让他别乱动。好。他赶紧拿来绳子，先把马的缰绳拴牢，然后用绳子将马的2条后腿都固定住。裴树回屋拿来自己的药箱，从里面拿出一个鹿皮袋子，里面是7、8把不同形状的小刀。他挑出一把刀刃最长的，走到枣红马身后，然后手起刀落，一个利落的回旋，就从马的左后腿剜下一块肉来。枣红马疼得仰天长鸣。裴树又清理了一下创口，然后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瓷瓶，将瓷瓶里的药粉倒在伤口上。药粉倒上没一会儿，枣红马就安静下来，伤口也不再流血了。这样就成了？这是要换的药。裴树将瓷瓶塞到萧长河的手中。3天后再上一次药，7天后就能痊愈了。以后这匹马的事不要再找我。行。不过洛心昨天说了，家里兔子越来越多，以后难免生病。裴神医要是有什么灵丹妙药，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我们也好防备着点儿。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还没等说完，裴树就甩了甩袖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店里收拾的差不多了，这几天萧木和叶洛心干脆住在了铺子里。3天后，两人回到家里，并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店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妥当，
7天后就可以开业了。这么快？徐正香和杨凤都很兴奋。哎呀，这日子是先生算好的吗？是。叶洛心笑眯眯地回答。我和夫君特意去庙里求的黄道吉日。那我们开业那天都要做什么呀？这突然就要开始了，我有点不知道从哪入手。娘，你和嫂子负责在厨房给我看火和打下手，大花小花这几天先去帮忙洗菜打扫厨房，爹和大哥他们就负责收拾兔子，再给咱们送过来。好，你心里有数，我们就不慌了。洛心呐，咱们这个兔子要卖多少钱一只才能赚钱呢？你算过账了没有？算过了，娘，而且我们也打听过了，现在城里卤味卖的最贵的是摘星楼，他家的卤猪肘要卖到400文一斤，咱们也不多卖，也卖400文一斤就行。这么贵？虽然有了心理准备，萧松还是被这个价格给惊到了。这是不是太贵了？大哥，他家的是猪肘，我们的是兔肉，野味本来就是要贵一些的，而且我敢说咱们家的味道一定比摘星楼的好，这样算起来我们也是便宜的。400文一斤，我们能赚多少钱？徐正香都没有纠结价格，而是问了一个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按市价来算，一斤兔子50文钱，一只5斤的兔子也就是250文钱。剥了皮，清除了内脏之后，一只兔子差不多还是2斤半。按400文一斤算，一只兔子就是1000文。也就是说，宰杀一只5斤重的兔子，刨去兔子和调料的钱，咱们还能赚到差不多700文钱。而我们的兔子是自己养的，成本价格还要再往下降，一只兔子最少能赚800文钱。说到这里，叶洛心停了一下，他看着大家还算镇定。假如我们一天做20只兔子，那么每天就能赚到16两银子，一个月就是480两，一年就是5760两。啊！我的天哪！徐正香听完，嗓子干得说不出话。萧长河则扑通一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这么多呀！萧长河腿脚发软，萧木上去搀扶了一下，才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嫂子，你是不是算错了？萧景也不敢相信，他按照叶洛心说的价格，他在心中默算了一下，还真是那么多，5000多两银子，他们一年就能赚出5个皇帝的赏赐。除了叶洛心和萧木，萧家其他人都在消化这个惊人的数字，只有裴树在一旁暗暗点了点头。他们一开始说要开店的时候，裴树只当作是小孩子手里有了点钱在胡闹，一个卖兔肉的能赚几个钱，早晚有他们叫苦的时候。可听见叶洛心这么说完之后，他忽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小看了这个女子。那个，我就是问一下呀，咱们能一天卖出去20只兔子吗？村里人可能觉得贵，但是我之前问过了，摘星阁的卤猪肘一天都能卖出几十个呢。这东西谁家也不是天天吃，能吃得起的人还是不少的。那是摘星阁呀，去里面吃饭的都是有钱人，咱们这个小店有钱人看得上吗？那咱们就得做得特别一点，让他们觉得我家的兔肉非吃到不可。听完叶洛心的话，大家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样让有钱人知道自家的店，但是洛心一定会有办法的，他总是有办法的。7天后，新月斋新店开业，门口聚集了一大波看热闹的人。这个店铺是做什么的？好像是卖卤肉的。卤肉可以，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原来酒楼的好吃。酒楼原来的大厨不是去摘星楼了吗？想吃酒楼的味道，去摘星楼买啊！嗨，别提了，我原本喜欢吃的那个卤猪肘，酒楼只卖150文，到了摘星楼就卖到400文一斤了。我可吃不起那么贵的东西。这么贵？那我也不吃了。不知道这家卖的是什么？几个人又往里探了探头，第一个踏进铺子的人又一脚踏了回去。这里收拾的这么漂亮，东西一看就很贵，我还是不买了。别人一看他的架势，也都犹豫地停住了脚步。一时间，新月斋的门口人声鼎沸，屋子里却没有一个人进来。大家都堵在门口干什么？进来看看呀，看看又不花钱，而且我还给大家准备了试吃的兔肉，先到先得。一听这话，终于有人忍不住一脚踏了进来。他这一进来，别人也跟着走了进来。这新月斋里十分整洁，卖的东西也非常单一，3个柜台里都只有整只的兔肉。这兔肉色泽红润，被摆在一样大小的白色瓷盘内。玉兔卧盘香满屋，光是闻着这个味道就知道这卤兔肉味道一定十分好。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说道：这香味我早就闻到了，颜色看起来也很不错，一看就忍不住咽口水。旁边铺子的掌柜也说道：这色香都有了，就是不知道味怎么样，光是好闻好看，味道难吃也是百搭呀。我这盘子里有撕开的兔肉，大家可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那个书生模样的人第一个伸出手，
他挑了一块兔肉放进嘴里，然后闭上眼睛慢慢咀嚼。其他人暂时没有动手，都盯着书生看。鲜香浓郁，越到后面越能吃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香气，果然很妙。吕秀才，真这么好吃？我吕某人生平从不说谎，这新月斋的食物色香味俱全，可以说是咱们清河县里难得一见的好东西。听吕秀才这么夸，大家也都不再客气，纷纷拿几块肉放到嘴里品尝。每一个人脸上都露出惊喜的神色。叶落心看着吕秀才，朝萧木眨眨眼，那意思你搁哪里找来的这么个托儿啊？萧木轻轻摇头，表示我也不知道啊。这卤兔肉怎么卖？400文一斤。什么？400文？这不是和摘星楼的卤肉一个价格了？吃不起吃不起。姑娘，你这个店虽然收拾的清雅别致，可是卖的毕竟是卤肉，这个价格有些太高了，你要不要考虑卖便宜一些呀？萧家人听了大家的议论，心中也都没了底。对呀，太贵了，他们自己都觉得贵，别人一说他们就更没底气了。叶落心却丝毫不受影响。大家若是吃过别人家的卤兔肉，肯定能尝出来，我家的肉质和那个不一样。大家细品，我家的兔肉肉质细嫩，刚入口的时候只觉得鲜香，但是细细品味下来，里面还有回甘的香味。你还别说，确实是有回甘的香味。肉质也很嫩，这个香味就是我们家卤肉的特点。我敢说，除了我们家，别人家绝对做不出这个味道来。可是这价格太高，一只卤兔少说也得1两银子，我们也吃不起啊。本店半只起卖，有想要半只的，我们可以现场给钱。野味本来就难得，谁家也不能天天吃，偶尔花上1两银子吃一次，尝尝味道，还是很值得的。当然不买也没关系，大家尝完之后若是觉得好，就帮忙宣传宣传，之后一旦想吃了，随时都可以来买。算了，太贵了，不买了。听叶落心说完，有人已经转身离开。对此，叶落心并没有挽留，舍不得花钱的这些人并不是他的目标客户。他对剩下的人接着说道：兔子难得，平时哪儿是想吃就能吃到的，但是在我们新月斋，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到最美味的卤兔肉。不过我们每天也只能做20只，大家记着，若是想买一定要早点过来。那给我来1只，我带回去给我夫人尝尝。好。叶落心朝杨凤点头，杨凤立刻将兔子过了秤，让萧松算好价格，一共是1两2钱。陈老板付了钱，杨凤已经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只食盒，将兔子用纸包好，放在了食盒里面。食盒是叶落心专门定做的，用竹子编成，外面绘着一轮明月和一个身着粉色长裙的女子背影。女子望月而去，寥寥几笔就把嫦娥奔月的意境描绘得栩栩如生。陈掌柜原本也觉得贵，买来只图个新鲜，可看到食盒上的画，他又觉得十分新奇。闻之有香，观之有画，食之有味，妙哉妙哉。陈掌柜提着食盒，口中念念有词。他走出店铺后，叶罗心看了一圈，剩下的人竟然没有要买的。这位公子刚刚对我们的卤兔赞不绝口，公子不买一只吗？小生虽然觉得这兔肉乃人间美味，只可惜囊中羞涩。不过姑娘若是愿意送我一只兔子，我愿意将新月斋写在我的画本子里。我绝不是白痴，等我的画本子火了，一定让全大梁的人都知道新月斋的存在。围观人一听都窃笑起来，真不要脸，还全大梁的人都知道呢。空手套白狼啊！他都写了几年的画本子了，没见有一本好看的。老板又不是傻子，怎么会信他的话？吕秀才在众人的议论中头越来越低，就在他打算夺门而逃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悦耳的声音说：好呀。他不敢置信地抬起头，就见叶落心俊俏的脸庞上带着微笑，没有讥讽，没有嘲笑，只是很温柔的笑容，笑容里似乎还带着些鼓励。真的？自然是真的。叶落心示意杨凤又给吕秀才装了一份。你们就等着吧，等我出了书，一定马上给老板娘送过来。静候佳作。众人目送吕秀才拿着兔肉走了，其他人有点羡慕，可毕竟不是人人都有写画本子的本事。议论两句之后就都散了。一时间新月斋里只剩下萧家人，刚才来了那么多人，徐正香还以为他们做的这20只会不够卖，结果人群都散了，才卖出去2只，有1只还是白送的。洛心，我怎么觉得这个情况不太好啊？我担心我们这20只卖不完。娘，哪有早上刚开业就能把货全都卖光的？咱们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呢。啊，那倒也是，大家伙儿都嫌贵，咱们要不要便宜一点呢？价格是之前就定好的，如果卖便宜了，我们就赚不到那么多钱了。况且摘星楼能卖那么贵，我们怎么就不行了？娘，你放宽心，别太紧张。对，哎呀，我就是太紧张了，从早上起来，我这心就一直没放下去过。那什么，娘不在你面前唠叨了，都按你说的做。快晌午了，我去后面做午饭去。徐正香说完走向厨房，
想，就在他踏入厨房的同时，店里又进来了2个人，两人一身伙计打扮。老板，给我们来5只卤兔。2位可是摘星楼的。老板娘好眼力，掌柜的让我们赶紧买5只卤兔救急呢。怎么这么急？县令大人来我们店里吃饭了，大人点名要吃卤兔肉，可惜今天早上集市里的兔子都被买完了，我们转了一圈都没找到，听见这边有卖的，就赶紧过来了。那怎么要买5只这么多？掌柜的说多备几只，万一县令大人只喜欢吃前腿，或者只喜欢吃脖子，我们总不能说没有吧？县令大人吃个饭这么挑剔的吗？没准真的是这样的。5只兔子全都包好，一共是7两1000银子。小伙计二话不说，从怀里掏出10两银子，交到了柜台。萧松赶紧把多余的钱找了回来。等2个伙计一走，杨凤凑到叶洛心身边，弟妹，县令大人不是跟你和二弟很熟吗？他想吃卤兔肉，怎么不来咱们家吃啊？还是说咱家今天开业，你们没给县令大人送帖子？叶洛心看了看2个人远去的背影，轻声笑道：县令大人就是知道我们今天开业，才去摘星楼吃卤兔肉的啊！杨凤糊涂了。阿凤，你还不明白吗？弟妹的意思是，人家县令大人是故意去摘星楼吃卤兔肉，好让他们来咱家买呢。县令大人真是好人，竟然肯这样帮我们。什么？不是，你等等，你是说县令大人是故意今天去摘星楼吃饭，然后故意点卤兔肉，让摘星楼来我们这里来买？对啊。萧松应了一声，又看向叶洛心，叶洛心也点了点头。可县令大人为什么这么做？摘星楼来买我们的兔子给县令大人吃，然后呢？然后县令大人在摘星楼吃了咱们家的兔肉，赞不绝口。这样一来，不光是摘星楼的掌柜知道咱们家兔肉好吃，就连他家客人也会有人知道。有了这个名声，我们就能把摘星楼的客人抢过来了，对不对，弟妹？大哥说的对，但也不全对。我家的兔肉虽然好吃，但毕竟没有摘星楼那样的环境，也没有那么多菜肴可供选择。想在酒楼吃饭的话，人家肯定还是选摘星楼，而不会选我们。我们其实抢不来摘星楼的客人，不过我就是想让咱们家的新月斋一开业就在清河县出名，让大家都知道新月斋的兔肉县令大人吃了多说好。这样一来，他们在家想吃了或者办家宴的时候，就会考虑来我们这里买兔肉。杨凤终于听明白了，她盯着叶洛心的脸，左看看右看看，扑哧一下笑出声。你这个脑袋里是不是住着神仙呢？怎么这么好使啊？叶洛心这会儿也心情大好，2个人对着笑作一团。萧松想了想，这个方法虽然好，但还是有风险的。有什么风险？万一今天摘星楼买到了兔子，人家自己做了呢？难道要让县令大人说他只想吃新月斋的兔子？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只能麻烦县令大人帮我们说话了。不过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正说到这儿，萧木从外面回来，身上背着一个背篓，手里拎着2只兔子。老二，你这是去哪儿了？怎么还拿着兔子啊？他去集市上收兔子了。我们3天前就已经和常来的县城的几个猎户说好了，这3天的兔子我们全都要，收的价格还要比别的店多5文。妙啊妙啊！这样一来，不光摘星楼今天没有兔肉卖，别的酒楼也都没有了。辛苦了，今天一共收了几只呀？6只，不过6只都是死的，有2只毛皮也破损了，不如我们自己家养的好。没关系，一会儿你把这6只收拾出来，下午卤好了，我们拿去送人。几个人正说着话，徐正香从厨房走了出来。我煮了面，都来吃饭吧。娘，杨凤赶紧跑过去。你刚离开这一会儿，我们又卖出去5只兔子呢。啊，这么快？徐正香有些不敢相信。他数了数，果然又少了5只，这才相信了。哎呀，卖得这么快呀，都是弟妹想的办法。娘，我跟你讲，弟妹和二弟这真是太聪明了，他们竟然请动了县令大人。杨凤表情夸张地给徐正香讲自己刚刚听来的事儿，2个人边说边往后厨走。萧松让叶洛心和萧木也赶紧去吃饭，他一个人守在前面。你们2个也真是有办法，竟然连县令大人都请得动。萧木看了叶洛心一眼，都是娘子想的办法。都是夫君说动的县令大人，还是夫君有办法。杨凤吃完了半碗面，本来还想再盛一碗，可是看见2个人的笑容，她忽然觉得自己肚子饱了。哎，我吃啥了？怎么就饱了呢？萧木和叶洛心2人吃完饭出来替换萧松，萧松告诉他们，这会儿功夫自己又卖出了1只兔子。我看呢，咱家的兔子不愁卖。萧松一脸兴奋，叶洛心2人也相视一笑。大卖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摘星楼内，县令带着师爷、县丞和4个捕快在雅间里吃饭。大人，属下愚钝，实在不记得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大人请我们吃饭，可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还请大人明示。怎么，本官请你们吃饭还得找理由？没有，小的知道了，大人只是体恤下属，知道就快吃吧，话那么多。
其他人见师爷吃瘪，更是不敢言语，全都闷头吃饭。菜上到一半时，摘香楼的掌柜李永寿走进来，亲自端上了县令大人点名要吃的卤兔肉。大人，您觉得本店的菜可还合您的胃口？尚可。刘县令言简意赅，他夹了一块兔肉放进口中，慢慢嚼了2下。这个是你们店里做的？今天没买到活兔子，这个是我刚才让伙计去外面新月摘买来的。大人要是觉得不行，我给您换一道我们店里招牌卤猪肘，瘦而不柴，咸中带甘，好菜。几个手下一听，全都夹了一块兔肉放进嘴里。好吃好吃，可以被评为今日最佳菜肴。刘勉见李永寿还站在那里，便夹起一块兔肉递给他。李掌柜见识广，你给评价评价。李永寿受宠若惊，县令大人竟然给他夹菜，这是何等好运气啊！他赶紧将兔肉接了过来，本想顺着几人的口风夸赞2句，可真的尝到味道之后，他眼睛都瞪直了。原来他们刚刚所言非虚，这个卤兔肉确实味道非同一般。怎么样？好吃，好吃，好吃就对了。我也觉得好吃，这恐怕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卤肉了。刘勉觉得自己今天这趟来对了。昨天萧木来找他的时候，他本想一口拒绝，身为清河县县令，他怎么可能答应做这样的事情啊？可是当萧木拿出了杀手锏，他当初在茶楼花掉的那颗金瓜子的时候，刘勉不得不答应下来，那可是他最宝贵的金瓜子，少一颗就跟要了命一样的。大人也不必为难，只是让您去摘星楼吃个饭而已。您若是答应了，这颗金瓜子就是您的饭钱，我送给您了。刘勉觉得自己以前真是眼瞎，怎么会觉得萧木憨厚又没见识呢？这就是个汤圆啊，还是个黑芝麻馅的。没有办法，他只好答应下来，顶多是昧着良心说句他家的卤兔肉好吃，结果没想到这玩意儿是真的好吃。李掌柜觉得比你家的卤猪肘又如何？比我家的卤肉多了一份清香，少了一份油腻，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刘勉闻言点了点头。1个时辰后，县衙里的几位老爷满意的离开了摘星楼。县令大人力赞新月斋的消息，不胫而走。有好奇的特意绕路来店里买一只卤兔，他们倒是要看看被县令赞赏的卤兔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到申时，店里的20只卤兔就全都卖完了。叶洛心后座的6只卤兔也正好出锅，他让徐正香和杨凤他们先回家，他和萧木要去给县令家里送2只兔子。应该的，应该的，县令大人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呢。叶洛心不置可否，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萧木拎着2盒卤兔肉，2个人一起出门去了县令大人家，管家便将2人带到了县令夫人面前。夫人，这是我们刚刚做好的卤兔肉，今天新店开张，我们2个特意送来给夫人沾沾喜气。叶洛心送上了10盒，袁夫人赶紧接了过来。慧如人实在是太客气了，慧如人受封，我本来应该去贺喜的，怎么好意思让你们送礼过来？夫人不必客气，我能受封都是县令大人帮忙，说起来也得是我们来感谢才对。哪里，都别客气了，快进屋。袁夫人让2人进屋喝茶，萧木以男子身份不便为由推辞了，于是萧木留在院子里，只有叶洛心跟着袁夫人进了屋内。我昨天就听我家老爷说了，今天要去给你们捧场，他这个人平时端架子端惯了，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没有给你们添麻烦吧？多亏了大人，我家的卤兔今天卖得十分好。对了，除了兔肉，我还给夫人带了小玩意儿。叶洛心说着，从随身的袋子里拿出了2个雪白的小荷包。夫人，这是我用兔子毛皮做成的小荷包，你看好看吗？哟，这东西怎么这么好看呀？他接过荷包，小心地抚摸着荷包外面的绒毛，一边摸一边说：这么白，这么软，真是看得我的心都化了。夫人喜欢就好。叶洛心笑着说：这个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袁夫人惊讶地看了看叶洛心的双手。哪能呢，是我家大花做的，这孩子的手很巧，最会绣这些东西，这心思巧妙的，简直比绣荷庄的绣娘还要厉害。夫人若是喜欢，以后有新样式了，我再给你送过来。那怎么好意思，这兔子毛皮本来就贵，哪能让你再送我？若是再有好看的，我花银子来买。夫人觉得这个东西有人愿意买吗？这才是他今天来县令家里的真正原因。在计划做卤兔肉的同一时间，叶洛心就想到了兔皮的用法。若是卖给皮货商，一张完整的兔皮大概能卖到20文钱，这个价格太低了，根本就不在叶洛心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他想到了要用兔皮做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本来他还有些担心，日常见到大家用兽皮做的最多的就是入店、围脖和大氅。今天看见袁夫人的反应，他终于有了信心。新奇的东西总是会有莫名的吸引力。夫人若是带着这个出门，遇到感兴趣的人，还麻烦夫人帮着引荐一下。袁夫人也是个聪明的，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叶洛心的意思。上午刚刚找自家老爷给宣传了卤兔肉，下午就来找自己给宣传兔毛荷包了。
可他并没有觉得冒犯，反倒觉得叶落心这样聪明又有本事的自己很喜欢。那是自然了，我敢保证，咱们清河县这些个夫人里面，肯定有很多和我一样喜欢这兔毛荷包的。只是他又看了一下荷包，我见到的兔毛大多是土黄色的，我家马车上用的皮垫子也是土黄色的。你这纯白的兔毛是如何得来的？叶落心拿起荷包指给他看，夫人，你看这荷包的边缘有些微的不整齐，就是因为我们用的这张兔皮并不全是白色的，我只是选了白色多的这部分切下来，再拼接而成的。原来是这样。袁夫人点了点头。我就说我很少见到白色兔子，虽然少见，倒也不是没有。只要有意用白色的兔子一代一代繁殖下去，早晚都会有成群结队的白色兔子。真的？袁夫人惊讶地用手捂住了嘴。惠如人，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什么都懂？这些都是我夫君告诉我的。叶落心眼都不眨地撒谎道。萧木站在院子里，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喷嚏。他看了看天，天色已经有些晚了，再不走，到家天就要黑了。萧木走到房门前，正准备敲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是什么人？竟敢闯进县衙后院来？”萧木回头看，只见一个姑娘，约莫14、15岁，穿着一身火红色的罗纱裙，正叉着腰在后面看他。我是来送礼的。我爹又不在，我娘怎么可能接待男客？你少唬我！来人，把这个大胆贼人给我抓起来！小姑娘话音刚落，袁夫人站在门口，对着红衣姑娘道：“小祖宗，你又出的哪门子风？这可是惠如人的家人。”惠如人？只见娘亲身后站着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妇人。这就是爹说的惠如人？这还能有假？快来给惠如人行礼！刘小姐见到叶落心之后，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她一脸的不高兴，更不肯过来行礼。袁夫人倒是觉得奇怪，自己女儿平时虽然娇惯了些，但是规矩还是懂的，怎么今天这么没规矩？西月，你在干什么？没听见我说的话吗？夫人，我与夫人也算是一见如故，何必讲究这些虚礼？时候不早了，我们夫妻俩就告辞了。叶落心说着就想要走，萧默也转过了身，准备一起离开。谁知道这位刘大小姐却突然大声质问道：“惠如人，你既然已经成亲了，怎么还让徐才那个臭小子喜欢你？据我所知，如人也不能有2个相公吧？”袁夫人大吃一惊，赶紧上前2步，一把捂住了女儿的嘴。你这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胡说八道什么呢？夫人，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如放开小姐，咱们敞开了说。袁夫人很不好意思，这孩子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惠如人可千万别觉得冒犯。娘，你干嘛要捂我的嘴？我说错了吗？叶落心朝前走了一步。刘小姐刚刚说徐才喜欢我，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这还用谁跟我说嘛？徐才走之前在我面前提了好几次你，原本我还没有多想，可是你长得这么漂亮，徐才若不是看上你了，怎么会一直念叨你？叶落心看了一眼萧木，见萧木依旧冷着一张脸。徐才提起我。说到这里时，叶落心这才想起来，袁夫人之前说过，她家的女儿和徐才是定过亲的，只是因为徐才和父亲回了老家，这门亲事可能要作罢。但是当初袁夫人不是说2个孩子都不愿意吗？看刘小姐这个意思，也不像是不愿意的样子啊。小姐可能误会了，徐才在我家的时候，天天不是挑土就是放鹅，他若是总提起我，估计是恨我呢。才不是，他还说我脑子里都是浆糊，离你差远了。他真这么说？这回叶落心也觉得惊讶了，不过以他对徐才的了解，也大概知道了其中的缘由。可能是因为我们2个在生意经上有了相同的见解，不过这算不上是什么喜欢，我也更不可能对他有什么想法。你看不上他？刘希月忽然变了神色，认真地盯着叶落心看。叶落心被他这种小女子毫不掩饰的占有欲给逗笑了，他指了指萧木：“我都已经有夫君了，而且……”他靠近刘希月的耳朵：“我喜欢我夫君这种孔武有力的，像徐才那种毛头小子根本不是我的菜。”你的菜？什么菜？刘希月一脸迷惑，看了看萧木。萧木感受到了刘希月的目光，也看了过来，就见叶落心一脸俏皮的凑在刘希月的耳边说着什么。嘘，我就知道徐才这种臭小子谁会喜欢他呀？你不是挺喜欢吗？叶落心直接点破了他的心事。刘希月立刻红了脸。我才不喜欢！你们都还小呢，这种事说不准的。袁夫人见2个人说到一块儿去了，赶紧又招呼刘希月给叶落心见礼。你们总是说如人夫人，我还以为这位萧夫人有多老呢。要我看，还是叫姐姐比较好。你这么没大没小，让你爹知道，看他骂不骂你。我爹懂什么？你们那么叫，都把人叫老了，是不是？叶姐姐。还是叫姐姐吧。叶落心没想到自己能和县令的女儿这么快打成一片，看来她的脾气随了娘，和袁夫人一样，都是爽快的性子。既然你叫我一声姐姐了，那我再送你一样好东西。叶落心说着，把手伸进挎着的布兜，又从里面掏出了一个圆溜溜的兔子毛球。啊，这么可爱！刘希月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这
个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简单装饰用的。你不喜欢佩戴什么玉器，把这个毛球挂在腰间，再挂个铃铛，走路的时候叮铃叮铃的，一定很有意思。哇，我喜欢。刘新月一把把小毛球捧在手心，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他又从手上褪下一个玉镯，硬是套在了叶落心的手腕上。不能白收姐姐的礼物，这个就送给姐姐了。这怎么好意思啊？这个毛球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对我来说，特别的就是好的。姐姐若是不收，就是嫌弃我的回礼不好。不是，叶落心还想拒绝，慧茹人就别客气了，新月是因为喜欢你才肯把镯子送你的，你要是再推辞，他该不高兴了。见母女两个都这么坚持，叶落心也不再拒绝。那我就收下了，以后得了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我再给2位送过来。说完之后，叶落心和萧木就告辞，离开了县令家里。回去的路上，叶落心一直很开心，嘴边还哼着小曲。萧木看了他好几眼，很开心。叶落心点了点头。你看到了吗？县令夫人和他家小姐都很喜欢大花做的小玩意儿呢，这东西做出来一定大受欢迎。你刚刚趴在刘小姐耳边说了什么？两个人神神秘秘的说完之后，那位刘小姐立刻就改变了态度。说了什么？叶落心一时想不起来。就是你说不喜欢徐才之后。哦，那个啊，我是说我只喜欢你这样的，徐才他不如你。萧木看了他一眼，叶落心点头确认，他确实不如你啊。两个人又去铺子里看了一眼，确定都没有问题了，这才赶着马车回家。到家的时候，徐正香和杨凤在厨房忙着做饭，大花小花在后院喂大鹅和兔子，萧松萧景则帮着萧长河一起在揉制兔皮。叶落心进门就听见萧长河正在给两个儿子传授技术。这个石灰水的浓度一定要掌握好，太浓了容易熟过头，太少了熟的程度不够。那得什么样的才算是正好？1份石灰4份水，按这个分量肯定不会出错。想当年，爹，我们回来了。萧长河赶紧放下手上的活，招呼两人道：回来了，今天都累了吧？快进屋歇着去。萧景凑了上来，嫂子，听说今天的卤兔肉全都卖完了，咱家的生意可真好。还行，都是大家功劳。叶落心应承道，他又转头问萧长河：爹，梳好的皮子有多少了？晾好的差不多有10几张了，今天的这20张还得几天才能好。好，爹，你要是觉得累了就歇一歇，以后兔皮越来越多，干不过来的时候，咱们雇个人帮你一起。不用，我应付得过来。徐正香听见外面的动静，出来招呼道：都回来了，洗手吃饭吧。好嘞，你们吃吧，我要趁着还有光亮把这些皮子再检查一遍。爹，那我帮你吧。萧木和萧景也停下了脚步。就你们那半吊子水平，能检查出来什么？我得自己一一看过才能放心。别管他，让他一个人弄，你们都回来吃饭。几个人只好都回了屋。你爹他揉制这个皮子，心里高兴着呢，你们都不用管，他愿意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好，大家这才心安理得地吃起了饭。今天裴神医没回来，据说是孔夫子那边到了关键时候，这几天裴神医都要留在那边。大花小花忙完之后就回了自己屋吃饭，堂屋里今天就只有萧家自己人。等饭吃的差不多的时候，今天我们的20只卤兔全都卖出去了，我盘点了一下，一共卖了差不多24两银子。这么多，其余人都很兴奋。叶落心点头，这和当初预计的差不多，只要能每天维持这个量，我们每个月就能保证600两银子的收入。好多银子，这是没有刨去成本的。对，就是没有刨去成本的，刨去成本收入也很可观。不过我之后还打算开别的铺子，所以这笔钱不能乱用。那是自然，这笔钱都是你们2房的，我们只是给你们帮忙，不能让大家白帮忙，所以月底我会给大家发工钱。哎，不用，嫂子你太客气了，本来就是应该付的，虽然不能算得那么明白，但是我也会考虑每个人的工作量，只要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会支付每个人5两银子。在此基础上，爹每个月额外支付5两银子，除了小景外，其余每人格外支付2两银子。这么多，大家一听都顾不得吃饭了。嫂子，怎么还有我的？萧景一边不敢相信，一边还有些兴奋。你放学之后不是也经常去给兔子割草吗？还有上次你弄的那个喂水的槽子也很实用，这些都是你应得的，只是你做的没有其他人多，所以爹娘和大哥大嫂都要比你多一些。嫂子你真好，我都不敢相信嫂子竟然给我这么多。弟妹，你这给的也太多了，以前出去做短工累死累活，一个月挣不上2两银子。大哥，咱们自己家的生意怎么能和外面比？等咱们生意更大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加钱。哎呀，太好了，想不到我一个月也能赚这么多银子了。嫂子，咱们女子可不比男人差。杨凤使劲点头。当晚，萧长河和徐正香躺在床上睡不着。老头子，我怎么感觉
像做梦一样，现在还有些不敢相信呢。你以为我敢信呢？萧长河翻了个身，面对徐正香，你说说，我这老了，还干上年轻时候干不上的行当了。这事儿就是过年祭拜祖宗的时候，我都不敢这么许愿。我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一个月赚5两银子的时候，就是出去抢，我也抢不来这么多钱呢。就你那身板，还出去抢，不被抢就不错了。另外一个房间内，杨凤窝在萧松的怀里，呵呵直笑。赶紧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哎呀，我睡不着，我就在想着，按照洛心给的数，咱们俩1年不到就能攒下100两银子了。100两啊，就是养上3个孩子都够用了。你说的对，我们不用占二房和家里的便宜了，是该努力养孩子了。萧松说着，将杨凤压在了身下。西屋内，叶洛心拿着一根炭笔在纸上认真的画着什么。叶洛心画画的水平也一般，等萧木洗完澡出来看的时候，就见叶洛心手上黑了一片，图纸上黑乎乎的，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夫君，你快来看。萧木走了过去，我总是画不好，夫君帮我画一个。好。萧木提起笔，画什么？就是一个包包，椭圆形状，有一边长出来一点，正好能把开口处盖住，然后有2根长长的带子，可以斜挎在身上。萧木凝神想了想，然后随手一画。你说的是这个？粗糙的纸面上，一个现代版的斜挎包跃然其上。叶洛心不得不感叹，天赋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自己费了半天劲儿都没画出来的东西，萧木随便一画就好了。既然画了一个，那下面的就有些收不住了。叶洛心按照自己的想法，又让萧木画了单肩包、双肩包、系在腰间的包，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各种各样。等萧木停下笔的时候，早已到了深夜。不好意思啊，今天累了一天了，应该让你早些休息。没事。萧木看了看他，去洗个脸睡觉吧。哦。2个人只睡了2个时辰，就又起床了。大花、小花已经准备好了早饭。叶洛心吃饭前把大花叫到自己房间，又把昨天的画全都拿出来。这些是我昨天画的图，你看看上面这些，你能做出来多少？大花把所有的图都翻了一遍，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姑娘，这些荷包样式你是从哪里看来的？怎么都这么新奇好看？她指着一个斜挎包的图案说：我最喜欢这个荷包又大又精巧，里面可以放很多针线和布料，这样我就可以走到哪里绣到哪里啦。还有这个也很好看，这些图案你自己选，家里的皮子你觉得适合做哪个就做哪个。我只有一个要求，务必把皮子上面毛色的特点好好利用起来，尽量做到精巧和自然。姑娘放心，只要姑娘相信我，我一定做到最好。叶洛心看着大花眼中的喜色，深获她也是个天生的手艺人，自己当初没看错。今天马车上的人和货有点多，好在这匹枣红马力气大，跑起来丝毫不费力，很快就把人送到了店里。叶洛心没有自己操作，而是把流程一点一点的交给杨凤，让她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卤肉。杨凤本来就会做菜，叶洛心稍微一说，她就明白了流程。叶洛心已经把所有要用的调料都包在了细布内，杨凤只要把细布包放在锅内就可以了。哎呀，弟妹，这样也太简单了，有了这个调料包，岂不是人人都会做我们的卤兔肉了？我就是要让整个流程简单化，不过也不是谁都能做我们的卤肉，毕竟他们不知道调料包里放的是什么。对啊，最大的秘密就在这个调料包里了，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杨凤说着，把调料包又往锅里按了按。卤兔出锅的时候，40的梆子还没有敲响。叶洛心本来是想等一会儿再开门，不想门外却传来了叫喊声。叶掌柜，我闻着香味儿，今天的卤兔应该是做出来了，是不是可以开门营业了？听声音是隔壁的陈掌柜。叶洛心赶紧示意萧松把门打开，他也随之走到门口。陈掌柜，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你昨天不是说每天只做20只吗？我要是不早点来，怕是买不到。陈掌柜说着指了指自己身后，看见没，都已经10多个人了，亏得我这离得近，不然呢今天还真不一定能买得到。我家那小子昨天吃了卤兔肉赞不绝口，说什么都要我今天再来买一份。大家不用来这么早，我们40才开门呢。后面有人回应，我们和陈掌柜一样，都是怕买不到。掌柜的快开始吧。大家稍等，兔子刚出锅，还得稍微晾一下。叶洛心往后面看去，萧木和萧松已经把兔肉装在大木桶内，开始往前面搬了。这次他们连柜台里的摆盘都省了，一进门大家就喊道：我来1只，我来2只，我也来2只。萧松有些手忙脚乱的称算账，萧木见了赶紧上去帮忙。大家都别急，每个人最多买2只，给排在后面的人一点机会。什么？最多买2只？我2只根本就不够。对呀，我本来想买3
3只的。那可不行，你买了3只，我在后面的不就买不到了吗？谁让你们早点来啊？大家别吵，明天还会有的。今天要是买不到，明天再来。老板，那你多做几只不就好了？就是每天做50只，肯定够分了。赞成。大家纷纷和叶洛心商议，要他每天多做一些。杨凤和徐正香趴在门边听前面的热闹，边听边笑。看见没？当初你们还觉得贵，要我看就是再贵一点，咱们这卤兔啊也是有人买的。娘，谁能想到这么贵的东西要有人抢着买呀？哎，还是弟妹说的对，有钱人的钱最好赚。听见外面让叶洛心多做一点，咱们每天这20只，很快就要变成40只喽。杨凤正要表示赞同，就听见叶洛心在前面说道：家里兔子没那么多，目前只能保证每天20只，大家不愿意排队的可以晚几天过来买，等这阵新鲜过去了，也许买的人就没那么多了。嗨，掌柜的真有意思，人家都盼着生意兴隆，谁会让客人晚点过来呀？是啊，老板难道希望买的人少一点？不能等，我家的还等着吃呢，谁知道什么时候人能少？叶洛心听着大家的议论也不说话，只是笑着看着大家交钱拿货，等别人买完出门的时候说一句欢迎再来，态度十分之好。这家老板娘是会做生意的，就是做的太少了。嗨，你不懂，人家这是为了维持的更久一点。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很快店里的人都走光了，今天的卤兔也都卖完了，50还没到，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在店里面吃个午饭，今天的生意就结束了。几个人面面相觑，关门吧，看来咱们今天可以早点回去了。徐正香从后面走了出来，洛心，咱们生意这么好，真不考虑明天多做一点啊？不多做，怎么不趁着这个机会多卖点？我觉得我们每天做30只，咱家的兔子完全够用。账不是这么算的。看几个人都不理解，他对着徐正香问道：娘，我问你，说是你家里很有钱，又喜欢吃卤兔，你会天天吃吗？徐正香很认真地想了想，他以前的愿望是每天都能吃一个鸡蛋，现在家里鸡多，鸡蛋也不需要卖钱了，顿顿吃鸡蛋都没问题了。可是他连吃了几天就不想吃了，卤兔应该也是同理，不能天天吃。对有钱人来说，可选择的食物很多，他们就是再爱也不会天天吃一样的东西。现在卤兔刚出来，大家都想尝尝味道，吃的人多很正常，等这段热闹劲儿过去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买了。所以现在卖的少点也没关系，我要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我们新月斋的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让他们以后逢年过节想要买东西送人或者请客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新月斋的卤兔。不光是清河县，我还想让别的地方也知道我们的店，把新月斋推出去，生意才能做大。原来如此啊！徐正香还有些懵懵的，反正洛心说的都是对的，他们跟着干就完了。几人正准备关门，昨天买兔子的2个摘星楼的伙计又跑了过来，看见店铺要打烊，他们连忙招呼道：掌柜的，等一下，我们老板要买卤兔。卖完了。什么？卖完了？2个伙计闻言都傻了眼，这可怎么办？我家掌柜等着我们买卤兔回去救急呢。县令大人又去了。不应该啊，说好的只去1天就行了。不是县令大人，是有别的客人点名要吃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县令喜欢你家的卤兔，来的客人都想尝一尝。实在抱歉，今天卖完了，若是想要，明天再来吧。明天早点来，每个人只能买2只。听到这个消息，2个伙计只好苦着脸回去报信。锁好了店门，萧木让徐正香和大房2人先雇牛车回去，又转头对叶洛心说道：正好今天结束的早，我们去买些祭品吧。祭品？中元节不是早就过去了吗？明天不是岳父和岳母的忌日吗？岳父岳母，我的父母。叶洛心在脑子里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是明天。原主把这个日子记得十分牢，以前每年到了这一天，他都要去坟前跪上2个时辰。只是他穿越过来之后，逐渐的把这个日子给淡忘了。想不到萧木竟然打听到了。对，我这几天有点忙糊涂了，那我们快去吧。他们去买了酒，买了点心，又买了香烛和烧纸，这才赶着马车回到家中。第2天，因为萧木要陪着叶洛心去祭扫，店里就只有徐正香带着萧松和杨凤3个人去。他们早早的准备好了兔子，萧松赶着马车，萧木和叶洛心则去村头雇了牛车，往云州寺那边去。云州寺地处清河县与庐江县的交界处，当初叶怀兴和苏如玉出事的地方就在云州寺附近。据说出事之后，云州寺的和尚帮着收敛了尸体，京中苏家很快就派人过来，将2人的尸首全都带走了。叶大成扑了个空，就只好在云州寺附近建了2座衣冠冢，2座矮坟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叶洛心看着2座
座孤坟，有些发呆，一种悲痛的心情从心底涌了出来。两人跪在坟前，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见叶洛心不说话，爹娘，你们放心，我会好好对洛心的。叶洛心转头看了眼萧木，只见他神色严肃又十分虔诚，心里顿时暖暖的。烧完纸钱，两人准备起身回去。叶洛心这才发现萧木的手上、衣服上都是刚刚拔草留下来的泥土。他拿出帕子擦了擦，发现泥土已经干涸，根本擦不掉。没关系，一会儿路过有河水的地方再洗。要不我们去庙里洗一下吧？来都来了，我们也进去上炷香。好。两个人慢慢走到山顶，进了寺院。萧木由小沙弥引着去净手，叶洛心自己信步走到了正殿之前。叶洛心从小和尚手中接过3炷香，插在香炉之中，刚想往大殿里叩头，忽然被一个急匆匆的身影撞了一下。那人手中端着热茶，叶洛心虽然尽量闪避了，还是难免泼到了身上。你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叶洛心弹着身上的水，本来不想计较，想不到对方竟然先发制人。是谁不长眼睛？明明是你先撞的我。你知道你撞翻的这碗茶多少钱吗？叶洛心抬眼看去，对方的穿着打扮看起来是大户人家的丫鬟。怎么撞翻了主人的茶没法交代？现在想要找顶包的，你的茶叶再贵，弄湿了我的衣服也得给我赔钱。你冬梅怎么可以在大殿之前喧哗啊？老夫人。被叫做冬梅的丫头一听见声音，立刻屈身行礼。叶洛心转过头去看，就见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夫人站在身后。她面目和善，穿着一身宝蓝色衣衫，身上没有多余的饰品，一头银发反而成了最显眼的特征。家里丫头冲撞了这位姑娘，还望姑娘见谅。老夫人都这么说了，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冬梅却有些着急，老夫人，咱们带来的药茶只剩下7天的量了，这杯洒了，您回京之前可就要断药了。不吃就不吃，那老婶子的药茶那么苦，我本来就不爱吃。老夫人说的话倒是有些孩子气。叶洛心听着主仆2人的话，越发觉得这位夫人与刻板印象里的大户人家的夫人不一样。这位老夫人应该挺好说话的吧？她心中一动，立刻凑上前去，从兜里掏出一个圆圆的荷包。老夫人，我看您端雅大方，气质出尘，我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荷包，和您很相配，您看看喜欢吗？你退后，不许对老夫人无礼！冬梅一把抓住叶洛心的手，想要甩开。与此同时，老夫人也一把抓住叶洛心的手腕。如月，是你吗？你终于舍得回来了。叶洛心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就想往后退，可老夫人清瘦的手指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死死握住叶洛心的手腕，根本就扒不开。小丫鬟赶紧扶住老夫人。老夫人，您认错人了，这个不是小姐。如月，你就是如月，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叶洛心这才发现老夫人眼睛是浑浊的，所以离得远时她根本看不清人，可是离得近了也没好哪儿去，还是认错了。不好意思，我家老夫人认错人了，您千万不要喊，也不要叫，不然会吓坏她老人家的。只要喝了药，她就会好的。叶洛心点了点头。正巧萧木洗了手回来，看见这个场景，还以为叶洛心被欺负了，赶紧上前几步问道：洛洛，怎么了？叶洛心朝他笑了一下，做了个让他心安的表情。老夫人，外面风大，要不我们去屋子里说吧。来来往往还有别的香客，叶洛心也不希望引起围观，便哄着老夫人一路回了他们住的疗房。疗房里还有3个丫头，看见老夫人拉着叶洛心一起进来，全都吓了一跳，直到看见2人身后跟着的冬梅，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老夫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冬梅赶紧点了点头。2个人扶着老夫人坐在了软床上，老夫人还不松手，叶洛心只好随着坐了上去。春花，快把老夫人的药茶再泡1碗过来。春花听了赶紧去泡茶。如月，我就知道你肯定舍不得娘一个人走，虽然你10年都不回家看我一眼，但是娘不会怪你的，都是你爹的错，当初是你爹把你逼走的，现在娘找到你了，娘也不回去了，我们娘俩过，不要那个糟老头子了，行不？姑娘，不管夫人说什么，您尽管应承下来，等她醒来就都忘记了。叶洛心这才点头答应。行，我带您回家。春花很快端了茶出来，老夫人却歪着头不肯喝，见劝说无用，叶洛心从兜里掏出萧木给她买的桂花糖。你要是乖乖把药茶喝了，我就给你糖吃。那我喝了药要是睡着了，你可不许走。不走，不走，孙子才骗人。老夫人这才喝下了药茶。没多一会儿，老人开始打哈欠，临睡着之前，他还紧紧拉着叶洛心的手。我实在是太困了，等我睡醒了，咱们2个一起走啊。话音刚落，老人就进入了梦乡之中。叶洛心终于把手腕从老人的手中抽了出来，他的手里还拿着一只兔毛荷包，他把荷包放在老人的枕头边，这才起身离开。春夏秋冬4个丫头一起送行，走到门口时，冬梅不好意思地对叶洛心说：姑娘，刚才实在抱歉，是我太心急了，才对姑娘出言莽撞。
没关系，不过幸好我脾气好，要是遇到别人，建议你还是别太莽撞了。冬梅红着脸点了点头。拜佛的事情就这么被打断了。叶落心也不打算再进大殿，拉着萧木就要离开。萧木却看着他红着的手腕，皱紧了眉头。疼不疼？不疼。干嘛要帮他？叶落心眨了眨眼睛。我就是觉得老人家挺可怜的，他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女儿。那会儿看他好像挺开心的，我就想着让他多开心一会儿。下次就是想帮人，也不许把自己弄伤了。你看，只是有些红，并没有受伤，老夫人也没有使劲抓。看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萧木只好点了点头。两人下山，找到牛车，连忙往家赶。寺庙里，老夫人却睡了没一会儿就醒了。如玉呢？你们把我的如玉藏到哪里去了？4个丫鬟同时心里一沉。老夫人以前认错人的时候，只要吃了药，醒来就会清醒，并且知道自己认错了。这次醒来，怎么还在找人？难道老夫人的臆想症更加严重了？他们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随行的管家。管家苏忠立刻来到老夫人的房间。老夫人，您还认得小的吗？苏忠，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都敢来试探我了。小的不敢，小的不敢。他偷偷看向几个丫头。老夫人这不是挺清醒的吗？啊，不知道啊，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难道老夫人的病情又升级了，又该换药了？赶快去把我的如玉找回来！10年了，我好不容易又见到了女儿，你敢再把她弄丢了，就全部给我滚出苏家！老夫人您别急，我们一定能找到的。苏管家的后背都湿透了，这荒山野岭遇到的人，谁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可他不得不扯谎，先把老夫人安抚住。我限你们3天的时间，3天之内务必把人带到我跟前来。现在我要去找方丈，当年他竟敢弄假尸首来骗人，我倒是要问问是谁给他的胆子。管家还想说什么，可是老夫人已经风风火火地离开了疗房，他只好叹了口气。老夫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无人敢惹，这了然方丈怕是要倒霉了。老夫人走到方丈修禅的门口，二话不说，一脚踢开了房门。在蒲团上念经的小和尚立刻想上前去质问：阿弥陀佛，施主可是有要事找贫僧？宋小年，你个秃驴，别和我装什么大师。我问你，当年我女儿一家的事情，你到底隐瞒了什么？小和尚一听，怪不得这位女施主来势汹汹，居然还知道方丈俗家名讳，顿时多看了老夫人几眼。了然大师一脸尴尬，他摆了摆手，让小和尚们都下去，这才站起身来，对着老夫人深深一礼。林夫人，您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究竟是为了何事？老夫人姓林，正是京中安定侯府的老夫人。了然大师出家前，恰巧是安定侯府的一名侍卫。我问你，当初我女儿和女婿在上京的路上出了事，是不是你负责来收敛的尸身？正是。你可验过尸身？那尸体确实是我女儿一家。确实。胡说！老夫人大怒，当年大小姐身上的特征全都对得上，姑爷也是一样，这一点上京之后，夫人身边的嬷嬷也确认过了。老夫人听见这话，所有的希望都坠到了谷底。是啊，不光是嬷嬷确认过，她自己也曾经趁着夜色偷偷跑去查验过尸身。可是为什么她今天看到了一个和女儿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难道是如玉转世吗？不对，就算是转世，10年的时间，她的如玉也长不到这么大，看来真的是弄错了。夫人既如此说，老衲心中其实也有一个猜测。什么猜测？当年夫人的尸身被找到时，她怀中还死死搂着一具孩童的尸体，人人都以为那具尸体就是小小姐。可当时尸体头颅已湿，在山上遍寻不到。老衲在想，那具尸身真的就是小小姐吗？你是说我孙女可能没有死？贫僧也只是猜测，毕竟当初只是凭着衣着判断的。虽然人人都觉得那是小小姐，但贫僧以为不是没有断错的可能。好呀！林老夫人红了眼眶。头些年我不能出京，这些个下人就只会糊弄我。如今我既然来了清河县，定要把当年的事情好好查清楚了。老夫人，话虽如此，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小姐就算是活着，也早已长大成人。茫茫人海，又如何寻找呢？找个人而已，有什么难的？别说是清河县，就是整个安昌府，我也能把它翻个底朝天。你这里的香客都是来自何处的？了然双手合十，云州寺香火旺盛，自然是迎八方来客。香火旺盛，我在这住了也有7天了吧，总共也没见到过几个人。既然你香火这么旺，
那今年定安侯府的香火钱就省了吧。阿弥陀佛，定安侯府的香火在，云州寺才在。云州寺地处清河县与庐江县的交界处，来的无非是附近几处的村民，有青山村、小荡村、元安村、乐吉村。当年那个拐走我女儿的叶安，他是住在哪里的？老夫人问。姑爷和小姐定居在清河县。行了，我会找清河县的县令帮忙查找。至于云州寺的香火，我孙女要是找不到，你们这寺庙不要也罢。听见这句话，了然一向慈悲的面容忽然出现了裂痕。他只是多说了一句话而已，怎么云州寺就要保不住了？这是不是太草率了？不理会他错愕的神色，老夫人已经抬脚离开了禅房。很快，苏管家就奉命下山去找县令，老夫人则通知丫鬟们把东西收拾一下，她要下山去客栈里住。老夫人，咱们来这里的时候说好了只住半个月，连药都是带了20多天的量，这突然要住下来，一方面侯爷不放心，另一方面这药吃完了该怎么办？哼，侯爷一颗心全都在朝政之上，哪有时间理会我这糟糠之妻？可是老夫人，夏禅也劝道，您这么久不回去，世子恐怕也会寝食不安呢。寝食不安就吃药，我这不也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了吗？老夫人丝毫不为所动。4个丫鬟最知道老夫人的脾气，知道再劝下去老夫人肯定要发火，只好交换了眼神，开始收拾行李。青山村，叶洛心和萧木回到村里，徐正香几人也已经到家了。洛心，快来，你猜今天我们卖了多少钱？24两。叶洛心假装猜测道。哎，不对，是26两，比昨天还多了2两银子呢。好，叶洛心笑了笑。摘星楼的伙计今天又来了吗？没有，不过摘星楼的掌柜却来了。摘星楼掌柜，他怎么自己来买？之前不是都派店里的伙计过来吗？是不是有别的事情？还是你聪明，你猜他来干嘛？他竟然想要买我们的方子。看徐正香的表情，叶洛心就知道他肯定是拒绝了。他也不想一想，咱们家的方子能随便卖出去吗？他还在我们面前装大度地说愿意出5000两银子，说有了这5000两银子，我们就不用每天这么辛苦的早起开店了，这些钱都够用到孙子辈了。切，他蒙谁呢？当我是什么都不懂的乡下老太太，见钱眼开，就这5000两都不够我们1年赚的。那你是怎么回他的？我回他，别说是5000两，就算是5万两，我们也不可能卖这个方子，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概不外传。洛心，不瞒你说，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能有机会走进摘星楼啊！别说是走进去，就算是从他家门口路过，我都有些不好意思。结果今天见了掌柜本人，忽然就觉得也不过如此嘛。他一个老头子，比起我们洛心还是差远了。叶洛心也跟着笑了起来。娘，人家怎么说也是个大掌柜，我们的小店还是没办法和他比的。哪儿能呢？你比他可年轻多了，等你到了他那个岁数，保准比他有钱。到时候给娘买上一个庄子，让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就在庄子里养满了兔子。娘，那我就负责喂兔子。3个人一起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萧松则把今天的账目拿出来，连银子一起一一给萧木过目。萧木收下银子，并把账上记得不对的地方指出来给萧松看。哥，你现在简单的账目已经没有问题了，等空下来我再教你一点复杂的。萧松连连点头。第2天，他们照常去铺子里卖卤兔，没想到原以为再也不会露面的摘星楼掌柜又一次出现在了店里。李永寿来的时候，店里的卤兔已经卖完了。叶洛心正在收拾柜台里的盘子，听见脚步声，赶紧说道：抱歉，今天已经卖完了，明天请赶早。来人并没有离开，打量了叶洛心2下。你就是店里的掌柜？叶洛心抬头看见小老头。我是，请问您是？我是摘星楼的李永寿啊。李掌柜，不知道李掌柜到访有何贵干？要是想买方子，抱歉，昨天我娘已经和你说过了，我们家的方子不卖。昨天你家老夫人确实是和我说过了，我也想了一晚上，方子这事是我唐突了，所以我今天来，一方面是想道个歉，另一方面我想问问你家的卤兔能不能多做一些，专供我们摘星楼。你是说想要从我这里进货？对，
李永寿一听好像有希望，立刻陪着笑说道：不需要进货价，就按原价400文1斤，每天卖给我10只，怎么样？李老板是想从我这里400文1斤拿货，出去再卖高价吗？也不敢高价，我想着就提高100文的价格，按照500文1斤卖，你觉得可还行？这几天来店里要卤兔的客人越来越多，店里的厨子自己也做了几次，可是每次都被客人说味道不对。要是换了别人，李永寿用上点手段，威逼利诱的，总能想法子把方子弄到手。可他打听了一圈，这个新月斋的掌柜据说是皇帝亲封的儒人，不仅如此，萧家背后还有县令大人撑腰呢。这2重身份摆在这里，谁敢动歪心思？实在抱歉，我们做不出来30只。啊！李永寿十分意外。不是，这就是多支一口锅的事，多做10只，你们也可以赚钱呢。我们不想多赚钱。走出来斩钉截铁拒绝道：哎呀，昨天不是和你说了，我们不卖方子，你怎么又来了？你们就当是做个好人，帮帮我呢。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李掌柜正想着以后要不让店里的伙计半夜就来排队时，叶洛心突然又给了他一线希望。什么办法？我虽然不能卖你方子，但是我可以把调料包卖给你。真的？李永寿不敢相信，把调料包卖给自己和把方子卖给自己有什么区别？对，不过你用我的调料包，我对你的店有要求。什么要求？第一，你用我的调料包，这道菜就得挂上我的名字，所以虽然是你店里做出来的，但是菜牌上也要写上新月斋卤兔。李永寿想了一想，大家要的本来就是新月斋的卤兔，而且只是这一道菜写了新月斋的名字，又不是让我改店名，这点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损失，没问题。第二，你那边要有专人来学习这个卤兔的做法，我也会不定时的去你店里品尝卤兔的味道，如果发现你家的味道变了，我会立即停止供应你的调料包，并且昭告整个清河县，摘星楼不再有资格卖新月斋的卤兔。这是肯定的，我们怎么会随便改变这道菜的味道呢？叶掌柜可还有别的要求？第三，既然是合作，我当然也要给你反悔的权利，你用了我们新月斋的名字，就需要支付我费用，1年500两银子，我给你做新月斋卤兔的资格。第2年你若是不想做了，就不需要再交钱，我们也会停止调料包的供应。李永寿生意做得久了，心里算盘扒拉得飞快，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哪里是给自己机会，这是收钱环节来了呀。这会儿他才明白，卖调料包和卖配方的区别大了去了。这500两银子我认花了，但是你的调料会卖得很贵吗？贵了我可就合不上了。叶洛心笑了笑，不贵，1包调料可以做10只卤兔，我只要4两银子。李永寿倒吸一口凉气，什么调料包又这么贵？当然是祖传秘方。叶洛心说完之后就不再说话，让李掌柜自己去算这笔账。虽然调料包的价格是高了点，但是因为卤兔的利润本来就高，这一笔一笔的算下来，李掌柜做20只卤兔的成本也就在13两左右。叶洛心其实给他留了10两的利润空间。昨天听说摘星楼的掌柜来问方子的事情后，叶洛心立刻就想到可以借着摘星楼把卤兔的名声打出去。李掌柜也不必急着决定，你可以回到摘星楼之后再细算一下，若是觉得可行，我们双方签订一个合同文书。行。李掌柜咬咬牙，这有什么不行？我今天就回去准备银子，我们明天就签订文书，就是明天的卤兔，叶掌柜能否多做出几只来，让我们店里先用着？李掌柜都如此痛快了，我怎么会说不行呢？明天我就多做出10只来，可以给李掌柜按300文1斤的价格结算，算是表达我的诚意。这诚意好像不是很真诚，但是李掌柜已经没有心情去计较那几两银子，真正花钱的日子在后面呢。两人敲定之后，叶洛心出门送李掌柜。第2天，李永寿早来到新月斋等候，随他一起来的还有账房先生和2个随从。叶洛心看他这严阵以待的样子，心中倒是满意。本来他以为人气和名气这个东西怎么也得攒个1年半载的，想不到店没开多久就吸引来了一个大客户。合同文书我已经准备好了。叶洛心说着，拿出2本装订好的文书。李掌柜只需要在后面签上名字，摁上手印就好了。这个我再好好看一下。李掌柜说着，把文书接过来，递给身边的账房先生。2个人捧起文书，看得十分认真。除了昨天我说的那几条，我又加了新的内容。叶洛心提醒道：“这里规定了，你店里的卤兔售价不能低于400文1斤。调料的价格这么贵，我咋可能低于400文1斤呢？除非是我疯了。那就好，恶意低价，停止合作。”李掌柜心里苦啊，这个慧如人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脑瓜子里全是算计？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还
还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账房先生看了合同文书之后，脸色也变得不太好看。这个卤兔生意确实能赚钱，但是赚的不多，限制很多。掌柜的，这个利润确实不太可观。我还不知道不可观吗？我有什么办法？不过他毕竟是老生意人了，昨天立刻就想到了应对的方法。这件事说的复杂，但总结起来无非是花500两银子，让小姑娘放松警惕，把调料包卖给自己。等调料包到手之后，他立刻让人按照里面的东西把调料配齐。有了配方，以摘星楼的名声，压根不需要新月斋。不光是不需要，甚至能通过价格把新月斋这个小店给挤没了。李掌柜心中自有成算，于是双方十分痛快的就签了合同。叶洛心把今天做的卤兔交给李掌柜，李掌柜也让账房拿出了1009两银子，500两是加盟费，500两是预定今年调料的钱，还有9两是今天卤兔的钱。叶洛心这边收了银子，告诉李掌柜调料包得慢慢准备，3天之内能准备出50包来。李掌柜却有些着急，调料包能不能先出5包？明天叶掌柜去到店里先传授一下做法，我店里客人实在催得急，出得慢了我也很为难呐。行，毕竟是首个加盟店，叶洛心还是希望他能够好好做。第二天卖完卤兔关店之后，叶洛心带上打磨好的调料去了摘星楼。叶洛心到的时候正巧是中午的饭点，李掌柜亲自接待，让叶洛心先稍作喝茶，等忙完了这一波再传授手艺。然后他就叫来了李大厨，让李大厨先把5包调料收好。叶洛心从背包里取出5大包调料，为了你，这可是我们家连夜准备出来的。李掌柜笑呵呵地伸出手，辛苦了，辛苦了。可等他接过调料包，并用手指捏了2下之后，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了。这里面的调料好像不对劲。他没忍住，当着叶洛心和萧木的面，直接打开调料包看了一眼。这一看，才彻底傻眼了。这是调料，碾得这么细，谁还能分辨出来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叶洛心看见李掌柜变了脸色，自然知道是因为什么。小样，你那点小心思，我早就猜到了。可是他面上不动声色，喝了口茶。李掌柜可是有什么不舒服？怎么脸色看起来不大好？没有，只是没想到有一天能见到这调料，实在是太高兴了。高兴的脸都黑了。叶洛心和萧木对视一眼，两个人谁都没说话。在提出卖调料包的当天，萧家人都有些不解，觉得这样很容易被别人掌握调料包的秘密。不过叶洛心当场就表演了一个石杵碎调料，碎完之后再也看不出来原来是什么了。这个好，这样他们就没办法识别了。其实时间久了，有心之人应该也能猜出来。再不济，你们还可以一点一点的试出来。只是他故意卖了个关子。这是什么？只是那个时间太久了，久到我们新月斋的卤兔已经要响遍大江南北了。对，一定是这样。到时候他们就算是研究出来配方了，别人也只认新月斋。偷配方的念头，李永寿肯定也有过。叶洛心越看他的脸色，越觉得好笑。这么大一个店的老板，也把别人想得太简单了。正想着，一个小二跑进了后厨，面上有些惊慌。掌柜的呢？掌柜的，您快去看看，那位京城来的夫人，她又开始砸盘子了。李掌柜闻言，赶紧起身告辞。叶洛心十分疑惑，便问李大厨道：京城来的夫人为什么砸盘子呀？据说这位很有身份的老夫人来了清河县后，住在最大的悦来客栈，吃饭都只在摘星楼吃。摘星楼是咱们清河县最好的酒楼了吧？可是这位老夫人连着2天了，每天中午只点一道酒酿圆子，还非说我们做的酒酿圆子味道不对。她来摘星楼只点酒酿圆子，你家老板该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吧？这是叶洛心的第一反应，得罪了上面的人，所以别人故意整他。以李老板的智慧，应对这种事情应该没问题吧？他继续与萧木品茶，并不断看着厨房里端出的一道道精品菜肴。看着看着，肚子咕噜响一声，饿了。叶洛心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那我们2个上楼去吃饭。两人正要迈步，店里的小二又风风火火的跑了回来。李大厨，快！掌柜说让你再煮一碗，要煮得刚刚好的，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酒味不要太浓，也不要太淡，里面还要加一个鸡蛋。又煮，我都已经煮了3碗了，想不到做了10多年的大厨，最后连个酒酿圆子都煮不好。看来这摘星楼的活儿我是干不了了。酒味不浓不淡，除了酒酿的多少之外，放的时间也很重要。你要是不会，我来教你一个方法。李大厨正在苦闷，听见叶洛心这么一说，连忙鞠了一躬，请叶掌柜赐教。圆子想要有味道，就不要搓得太大，大概有指甲盖这么大就可以。煮的时候，等圆子浮上水面，记得要往锅里添1碗冷水，等冷水开了，再下入1碗酒酿。原来如此。这个时候加一点糖进去，再放一点点桂花干，把打散的蛋液淋入锅中，这样就可以了。我就按照这个方法做一次。
只是给你个建议，你想听就听，那位老夫人若是不喜欢，我可不管。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李大厨按照他刚才的说法又做了一碗，这次做完后端上去没一会儿，店小二又跑了下来。怎么了？那位夫人又摔盘子了？李大厨，那位夫人说这次的味道很好，让你上去领赏呢。谢天谢地，这都是叶掌柜教我的，这赏应该是给叶掌柜的。可是这会儿叶洛心已经和萧木上楼点菜吃饭了，他只好一个人去了天香1号房。此刻林老夫人正在房间里吃一碗酒酿小圆子，这酒酿做的恰到好处，味道也是她最喜欢的。老夫人忍不住多吃了几口，春花忙在一旁劝道：老夫人，这个圆子不好消化，孙御医说过让你少用呢。他在京城那么远，还能管得了我？你别管，我就多吃2颗。说着他又吃了一颗圆子下去。这时秋月带着李大厨走了进来。这圆子是你做出来的？是小的做出来的。你是这店里的大厨？是。我问你，你既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酒酿，之前为什么做的那么难吃？你是故意的？回老夫人的话，这碗酒酿虽然是我做的，实际上是有人指点之后我才做出来的。老夫人一听来了兴致，那怎么不让指点的人一起来？李大厨卡了壳。秋月催促道：老夫人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要隐瞒。教我的那位姑娘，她不是我们店里的人，现在正在楼上吃饭。哦，林老夫人有些意外，她回头看着秋月：你带人去找找看，我想见见这位姑娘。林老夫人本来是不喜欢吃酒酿圆子的，只是女儿嫁人后回到家里曾经给自己做了2次，出事后想女儿的时候，她就让下人给她做一碗，只是家里的厨娘不管怎么做都做不出女儿的那个味道。她今天心情不好，找这个酒楼的麻烦，本来也就是想出气，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让自己碰到了做酒酿圆子和女儿味道一样的人。秋月和李大厨每个房间找过去，等找到叶洛心的时候，他正在啃一块糖醋排骨，看见李大厨还以为他又被人找了麻烦。不是和你说了，做得不好不要找我。李大厨紧张的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还是秋月抢着说道：姑娘，原来是你，云州司一别，想不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原来是你呀，你怎么下山了？你家老夫人的病好了吗？老夫人本来不太高兴，但是吃了姑娘的酒酿圆子，现在心情大好，想让姑娘过去说话呢。我只是说了一下我平常的做法，酒酿是李大厨做的，有什么话还是和李大厨说吧。老夫人口味刁钻，一下子就吃出来，那个味道和李大厨平时做的不一样。姑娘人美心善，咱们老夫人这些年身体不好，难得能喜欢吃什么吃食，不如姑娘去咱们那里细细的把做法教给我们几个，我们以后也好做给老夫人吃。听见秋月这么说，叶洛心也不好拒绝，便起身跟着秋月一起去了天香1号房。天香房里，老太太已经点了一大桌子菜，听说那位姑娘正在吃饭，老太太立刻让小二把店里所有的招牌菜都端上来一份。快来快来！老夫人招了招手，叶洛心走到老夫人跟前，微微行了一礼：见过老夫人，快起来快起来！林老夫人连忙伸手扶起了叶洛心，她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眼前的姑娘。难怪自己在山上的时候会认错，这个姑娘和自己的女儿长得实在是太像了。想起了了然的话，老太太越发激动，没准眼前的这个姑娘真的是自己的外孙女。她握着叶洛心的手紧了紧。姑娘，你是哪里人士？昨天苏中回复说叶安是小荡村人，只要这个姑娘也是小荡村人，那她一定就是自己的孙女了。我是青山村人。青山村。林老夫人的心沉了沉，青山村不是小荡村，难道她不是自己的孙女，只是长得像？不对，没准是这孩子从小颠沛流离，出事之后被人捡去了青山村，她自己不记得了。不过没关系，苏管家今天已经去小荡村打听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现在他一定要看好这个姑娘，千万不能再让她走了。这么多菜，你喜欢吃哪个？我全都喜欢吃，那就快点入座来吃。还有你带来的那个人，也别在门口站着了，进来一起吃吧。萧木没有客气，也走了进来。刚在门外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了老夫人的身份，直到走到近前，他还是不敢相信，眼前的老夫人就是当年那个冠绝京城的林夫人。记得自己小时候见到她的时候，老夫人气质出尘，可如今老夫人的一头青丝已经全都变作白发，那双灵动的眼睛也变得浑浊，已经完全不复当年的风采。看样子林老夫人并没有认出自己，萧木也不打算说破。老夫人只顾着给叶洛心夹菜，叶洛心碗里的菜已经堆得快到胸口那么高了。老夫人，太多了，我吃不完。这些菜我虽然都喜欢吃，但是却没长这么大的胃啊。那林老夫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他要是不吃了，是不是就要走了？他如果走了，以后找不到了怎么办？没关系，你慢慢吃，吃不完就让老板把这些菜都包起来，咱们带回家里吃。
他点了点头，又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咱们带回家吃。对呀，老夫人点了点头。咱们回家吃。回哪里啊？叶洛心心里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测。回你家啊？老夫人说的理所当然。萧木正坐在一旁喝茶。回他们家？老夫人难道认出他来了？不应该呀。叶洛心也有些急了，他这是什么体质？先是徐才，然后是大花小花，现在又来了一个老夫人，怎么大家全都要到他家住啊？老夫人，我听说您不是住在城里最大的悦来客栈吗？悦来客栈可是清河县最大最豪华的客栈了，屋子宽敞明亮，每天还有下人鞍前马后的伺候。我家房子小，况且在乡下，您一定住不习惯的。你骗我啊！上次你明明说要带我回你家住的，不是那个。叶洛心望向4个丫头，不是说醒来之后就会把他们说的话全都忘记吗？怎么听老夫人这意思，她全都记得呀？4个丫头全都红了脸，一脸的无奈和歉意。你说了，孙子才骗人。如果你没骗我，那今天就带我回去；如果你骗了我，那你就是我孙子，更应该带我回去。姑娘，要不你就让我们去您家住几天，我们会付房钱的，就按照悦来客栈的房价支付，你看行吗？叶洛心还想拒绝，春花又走过来。不瞒姑娘，我家老夫人的癔症这几天又加重了，每天都在发脾气，可是她只要一见到你就会高兴。姑娘就当做好事，让我们过去住几天，我们夫人定有重谢。她看向萧木，一脸祈求的表情。萧木最受不了叶洛心这样看自己，那就住上几天也无妨。我就说你这个孩子一看就很诚实，肯定不会骗我。哎，对了，你姓什么？是不是姓叶？我确实姓叶，老夫人是如何得知？不等叶洛心问完，老夫人就等不及，赶紧招呼道：春华，快收拾东西，我要和我孙女回家。是。哎，不是，老夫人，我不是您孙女。林老夫人根本不理会她。下场别忘了把我的那套皮影带着，我去了还有用呢。哎，好的，老夫人。秋月，你快去买上一些礼品，多买些姑娘喜欢的。是。冬梅，你就留在这里，等管家回来了，让管家去找我。是。冬梅应下之后，赶紧问叶洛心：不知姑娘家住在哪里？我们去何处寻去？叶洛心不说话。林老夫人看出她还是不想承认是自己的孙女。我有病，你就别和我计较了。我说你是我孙女，你又不吃亏。好吧。叶洛心又一次认输。青山村萧长河家。他说。这时李掌柜也走了进来。只要青山村提慧如人，肯定人人都知道。慧如人？老夫人看向叶洛心。对，这位萧娘子是皇帝亲封的慧如人，上了官服和顶戴的。你还能得到皇帝的赏赐呢？老夫人一脸惊喜之色，她小声地朝春花道：真不愧是我孙女，不需要侯府的背景，一样能从皇帝那里争功名。春花心情复杂，却又不能说。苏管家还没证实呢，万一不是，那老夫人的病岂不是更严重了？她面上却陪着笑容。咱们侯府的小姐聪明劲儿都是随了您了。那是自然，要是随了苏乐贤那个老顽固，那可就惨了。他叶洛心溜走，老夫人一直抓着他的手不肯放松。叶洛心没有办法，只好跟着他一起回悦来客栈收拾东西。不收拾不知道，等东西全都搬上车，叶洛心才发现这位老夫人的行李可太多了，整整3大车。老夫人，您只是去短住，用不着搬这么多东西吧？这哪行，车上这些可是我每天都要用的，我家里小，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来放这些东西啊。见劝说不行，叶洛心只好来硬的。真不行啊。叶洛心点头，他只好回过头对春花道：去挑一些留在客栈，只拿1辆车的东西。说完，他看着叶洛心，像是要征求意见。叶洛心无奈的点了点头。等他们这一行一共4辆马车到达萧家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之后了。青山村的人又一次开了眼界，自从萧家买了马车，村里的人再也不觉得马车是什么稀罕物了。可今天萧木他们走的时候是1辆马车，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4辆。萧家好像又有热闹看了。这次带回来的是什么人呢？哎，之前那个徐家就很有钱，这回这个看着比徐家的马车还气派耶。肯定是个大人物，跟着萧家我们可长了不少见识啊。众人议论纷纷。这时有见过侯府马车的村民走了出来，他一看见那个挂着苏字府徽的马车，侯府的马车？什么？二柱爹，你说清楚，什么侯府啊？看见没？就是那辆。我今天在城里，人家说那是京中侯爷家的马车呢。侯爷是个什么官？比县令还大。赵家老太太又挤到了最前面。赵大娘，你这是什么话？侯爷那可比县令大多了。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侯府的人。你说这侯爷比县令大这么多，都能到咱们村里来。我要是再多活几年，是不是就能见到皇帝到咱们这里来了？赵大娘，你想什么呢？可不能胡说，皇帝要是知道了，要杀
杀头的。马车停在萧家门前，就见最前头的马车上，叶落心和萧木先跳了下来，紧跟着后面的马车上又下来了3个仙女一样的姑娘。侯府的姑娘可真漂亮啊！要是能娶上这样的姑娘，一辈子都无憾了。二大娘听见，一巴掌拍在她的后脑壳上。天还没黑呢，就开始做梦，娶侯府的姑娘，你当你是王爷啊？大家都以为这3人是叶落心他们带回来的侯府的贵客，没想到这3个姑娘下车之后，全都走到后面的一辆车前。车上下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夫人，她一眼扫过，每个人都想跪下来给她磕头。老夫人走下马车，往周围看了一圈，也不知道谁带的头，那些村民哗啦啦跪倒了一大片。拜见侯府夫人。赵家老太太带头喊道：拜见侯府夫人。大家也不知道这么喊对不对，反正有人带头，便全都喊了出来。这村里的人也太热情了些。老夫人稳住身形，不必多礼，大家都起来吧。老夫人让起来，可是没人敢动。3个丫鬟也对众人说：夫人让大家起来，大家就别跪着了。众人得了令，这才陆陆续续站起。与周围人群不同，这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跪下的就是萧家人。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刚把萧木和叶落心迎了过来，刚想开口询问，大家就已经跪下了。可萧木和叶落心没跪，身为他们的父母和兄弟，自然也就不用跪，这就是一家人给的底气吧。在叶落心的引荐下，老夫人走到萧家院中，看了看宽敞的庭院，老夫人点头道：挺好。徐正香到现在还是懵懵的，他一脸错愕地看向叶落心：这是谁呀？娘，这是京里来的侯府夫人，她说想来咱们家住几天。住，随便住，夫人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娘，叶落心朝他眨了眨眼，徐正香也眨了眨眼，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想让他在这里住太久吗？那个，他还想找补一下，可是话都说出去了，再收可就难了。林老夫人一下就抓住了这个话头，高兴地应道：好，你就是欣欣的婆婆是吧？我觉得你十分对我的性格，我就在这里住下了。杨凤看出来叶落心似乎有话想对婆婆说，她上前施了一礼：老夫人，您远道而来，一定累了，快来堂屋里坐，我给您倒茶。徐正香趁着这个空档，把叶落心拉到一边：怎么回事啊？这位林老夫人为什么要来我家住啊？你都不知道人家为啥来，你就让她随便住，关键是我也不知道她为啥来呀。那边林老夫人和杨凤说了几句话，她却说什么都不肯进屋，只站在那里等着叶落心。见叶落心还在和徐正香小声说话，她便喊道：欣欣，外祖母渴了。外祖母？徐正香瞪大眼睛看着叶落心，叶落心忙转过身，背着老夫人在徐正香面前摆摆手，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徐正香一下子就明白了，怪不得老夫人要来他们这儿住，原来是脑子不好使啊，把落心认作自己的孙女了。哎呀，这位老夫人，你说她明白吧？她竟然认错了人。可是你若说她糊涂，她不认张三，不认李四，偏偏认下了洛心。这老夫人还是有些眼光的。老夫人既然说渴，叶落心便带着她去了房间，在后院新盖的那一排房子里面，裴顺英所住的院子的旁边，3个丫鬟指挥小厮把东西全都搬进屋子，他们又赶紧掏出被褥和枕头，把房间里的床重新铺了一下。徐正香看见，啧啧了2下，果然是大户人家的夫人，那被子的布料一看就是滑滑的，又轻又软。杨凤端了茶水进来，叶落心给老夫人倒上一杯，几个丫头就跟着徐正香和杨凤一起去熟悉院子里的环境了。一时间，屋子里只剩下了叶落心和老夫人2个人。老夫人喝了一口茶水就放下：欣欣啊，这就是你生活的地方啊。是啊。叶落心点了点头。要是早知道你还在世上，我该早一点来寻你，让你过上好日子。叶落心坐在了老夫人的对面。夫人，虽然我不是您的孙女，但是我还是想说，并不是吃得好穿得好就是好日子。相比而言，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自由自在，没有那么多规矩，也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没有钱了我可以自己挣，没有房子我们也可以自己盖。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就是你呀，嫁人嫁得太早了，要是在我身边，一定要再留你几年再嫁人，那我岂不是成了老姑娘？叶落心笑着看向站在门口的萧木，萧木跟着来到这里，一直站在门口。你看你都跟了半天了，一直站在门口，不进来也不离开，怎么，你是怕我这个老太婆欺负你娘子不成？听见这话，萧木也走了进来。等萧木走近，老夫人看着他的样子，
突然觉得有点眼熟，好像是见过，可是再仔细一看，又好像没见过。你小子啊，真是有福气！我这么好的孙女，竟然被你捡去了，也不知道你上辈子烧了多少高香。想当年，他家小孙女可是和成王家的小公子定过亲的，要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不过都过去了。老夫人觉得现在孙女活着就是最好的。老夫人说的是，能娶到洛洛是我的福气。不过刚才老夫人有句话说的不对。哪句话？您说洛洛嫁人嫁得太早了，我对她相见恨晚，我倒是希望能够再早几年见到她。折腾了大半天，老夫人喝完茶便想休息一会儿。叶洛心随着萧木一起回了房间。一路上，叶洛心觉得萧木的眼睛一直都在自己身上，一直进了房间，萧木还在看着他。叶洛心回看过去，这才发现萧木的眼睛虽然在自己身上，但是看样子却像是在透过自己看另外一个人。夫君怎么了？成亲这么久，他还是第一次在萧木的身上看到这种眼神。没什么。萧木摇了摇头。是不是累了？要是累了就先休息会儿。本以为萧木会拒绝，谁知道他却点了点头。萧木躺在床上，脑中一直回想着林老夫人今天说的话。洛洛是他的外孙女儿，真的是吗？萧木第一次见这位林夫人，其实是在自己的定亲宴上。是的，定亲宴，他和苏家外孙女的娃娃亲。那年他只有7岁，还叫萧景文。据说那个和他定亲的小姑娘比他还要小3岁。小姑娘粉粉糯糯，像个团子一样，一见面就哥哥哥哥叫个不停，还一直跟在他的身后。萧木觉得很烦，为了躲开那个小姑娘，他一个人藏在后花园的假山里。小姑娘找不到他，又被石头绊倒了，趴在雪地里哭。他想出去把她扶起来，又怕扶起来之后他又会缠上她。正好有丫鬟听见声音往这边来，他便躲在假山里没有动。后来小姑娘被抱走了，再后来他也被找到了。爹发了脾气，让自己跪下给侯爷和侯夫人认错，他便在那个时候看见了艳冠群芳的侯府夫人。父亲似乎觉得光是认错还不解气，于是又罚他去祠堂跪着抄写经书。那段时间家里从上到下都觉得王爷讨厌他，因此都躲他远远的。只有那个原本哭得很伤心的小团子又过来找他，还从怀里拿出了2个热乎乎的包子。哥哥，地上凉吗？你饿吗？我给你带包子来了。小女孩的样子已经有些模糊，她印象最深的就是那2个包子，还有小姑娘鼻子上的一颗小痣。那个孩子和包子是那个冬季里唯一给了她温暖的人和事。在那之后不久，她的院子突然走水，不过一瞬，大火就把整间屋子都包围了。人们都以为她死了，可是她却被人救了出来，被身边的护卫送到了青山村。但是从那一刻起，萧景文已死，活着的便只有萧木。这些事情萧木很少会回想，只是因为老夫人的一句话勾起了以前的回忆。他看着叶洛心的背影，心中在想，真的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吗？虽然叶洛心说老夫人认错了，当年师傅也告诉自己那家人出了事儿，全都被山匪所杀，但是姓叶，清河县，长相相似，似乎所有的指向都在说确实是他。他娶了洛洛，便只想和洛洛共度余生，只是没想到兜兜转转，自己娶的还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似乎冥冥之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叶洛心还在盘点今日的进项，萧木看着他纤细的背影，心中一阵柔软。洛洛，叶洛心便放下笔走了过来。怎么了？你是在因为今天的事情不开心吗？萧木摇摇头。如果你真的是那位老夫人的亲人，你会跟着她回去吗？她不是我外祖母，就算她是，我也不会和她回京城的。可是我是你娘子，自然是要跟你在一起。萧木嗅着叶洛心身上的梨花香，觉得无比安心。那一刻他打定了主意，他的洛洛值得这个世上最好的东西。如果洛洛想去京城，他就跟着一起去。也许是时候用到母亲临死前给自己留下的那些人了。因为侯府夫人的到来，一向沉稳的徐正香没了主意。看徐正香焦虑无所适从，在原地转来转去。你别上火了，有什么不懂问洛心去啊。哎呀，对呀，你看我这急的，有洛心在呢。哎呀，我瞎担心什么呀？他走到2房门口的时候，元宝正趴在门前睡觉，虎子站在他的头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在休息。这一猫一虎相处的倒是挺和谐。徐正香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动静，再敲，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碰掉地上的声音。徐正香有些疑惑，明明有人却不说话，真是奇怪。他转身要走，刚迈出一步，后面的门就吱呀一声打开了。娘，你找我？是。徐正香转过身，哎呀，我就是想问问你，咱们晚上吃什么呀？老夫人千金之躯，也不知道咱们这粗糙的食物合不合。口味2个没说出来，徐正香就看到了叶洛心的脸色。
白皙的脸庞上飘着一朵红晕，眼睛里更像是汪着一汪清泉。完了，徐正香暗暗道一声，自己好像搅和了什么好事啊。洛心呐，要不我还是一会儿再来吧。徐正香说着要走，叶洛心却在同一时间开口：娘，进屋来坐。徐正香不能挑破，只能硬着头皮进到屋内。屋内，萧木坐在凳子上，衣着整齐，脸色正常。可若仔细看，就会发现他右边的耳朵整个都是红的。见徐正香进来，萧木站起身道：娘，你来了。我就是来问一下，晚上吃什么呀？萧木闻言皱了皱眉头。叶洛心认真想了一下，说道：林老夫人第一次来，不能太随便，但是现在去城里买菜也来不及，不如晚上我们就吃火锅吧。啊，好，火锅好啊，那我去准备了。然后便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叶洛心有些奇怪，他看着萧木：娘，这是怎么了？萧木摇了摇头，心说娘肯定是看出了什么，可是这话不能对叶洛心说，可能是比较着急吧。家里吃了几次火锅，准备起来轻车熟路，大花小花洗好菜，又收拾了刚杀的兔子和鸡。等林老夫人上桌的时候，看到桌子中央2个泥炉子呼呼冒气，她十分惊讶地问：你们怎么在桌上炒菜？家里没有灶台吗？啊，老夫人，这是火锅，把菜在里面涮一下就熟了，好吃得很。老夫人半信半疑，直到第一口肉吃进嘴里，这才感叹道：你们乡下人可真会吃啊！我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吃到火锅这东西。这都是洛心想出来的，我今年也是第一次吃呢。欣欣啊，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徐正香知道老夫人是认错人了，说到小时候，那肯定不是叶洛心小时候。她笑着没有说话，老夫人却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自己外孙女小时候的事。她那个时候特别淘气，有一次和丫头们玩捉迷藏，把古玩花瓶打碎了好几只，气得侯爷半夜瞪着眼睛睡不着觉。那侯爷没打他呀？他敢，先不说我，就是我家女儿那脾气，他爹也绝不敢动手打他的宝贝女儿。说起来，这孩子还是挺有福气的。唉，哪儿来的福气？父母死得早，从小颠沛流离，早早就嫁人了，还是乡下人家。说到这里，老夫人又赶紧解释道：亲家母，不是说你家不好，只是我家的孩子，他本来可以更好的。是，心里却在嘀咕着，若真是侯府的小姐，我这小门小户的哪里承受得起呀？我这个做婆婆的，怕是给人提鞋都不配。还好洛心不是侯府小姐。一顿饭吃完，侯夫人吃得十分舒爽，3个丫头见了也都很高兴。往常老夫人一顿只能吃半碗饭，今天这顿用了1碗呢。夏蝉说：大夫不是说老夫人只要用得下饭，这病就好了一半了。秋月也跟着说，只有春花满面愁容。你们2个别忘了，这位姑娘可不是真的小小姐，说是老夫人知道真相，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住。唉，那可怎么办呢？要不就让这位叶姑娘认下这门亲事，以侯府的条件，以后他们家肯定是有享不完的富贵。秋月试探着说：要是一般人肯定早就应下来了，可是这位叶姑娘不肯呢。唉，讨论完，3个人的脸上都没了笑容。饭后老夫人又用了药，便早早歇下了。春花见叶洛心还在院子里消食，没有睡觉，便过来感谢她。多亏了姑娘，我们这么多人来，给姑娘添麻烦了。我与老夫人一见如故，倒也算是有缘，你不必客气。奴婢还有一事相求，希望姑娘能帮着想想办法。什么事？老夫人的药已经吃了多年，纵然如今心情大好，也不敢给夫人断药。可是我们带来的药就只剩下5天的量了。姑娘若是得空，能不能帮我们劝劝夫人，让她早点回京？好。叶洛心爽快地应下，春花施了一礼：多谢姑娘，我们这马上就要收稻子了，老夫人住在这里也不方便，还是回自己家住的好，打扰姑娘了。当晚老夫人睡得也很安稳，原本一夜要醒3次的，这一晚却一觉睡到了天亮。欣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知道叶洛心出去赚钱了，老夫人没说什么，只是问了几次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一般晌午之前就能到家，等他们回来了，一定会给你买好吃的的。老夫人被这话哄得高兴，趁着阳光正好，吃了饭就和徐正香坐在院子里。快到晌午时，他们没等回叶洛心，一个留在客栈的小厮倒是来给老夫人送来了一个好消息。姑
恭喜老夫人，苏管家说小小姐已经找到了，请您回客栈与小小姐相见呢。小厮单膝跪在老夫人面前，心中高兴万分。老夫人这些年因为思女心切，落了一身的毛病，自己如今带了这么好的消息来，老夫人一定会重重赏她的。不过她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老夫人听完之后，忽然把手中的茶碗往桌子上一放，咔嚓一声，吓了小厮一跳，同时也吓了徐正香一跳。你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假消息？大胆奴才，还敢蒙骗我！小厮连连磕头。老夫人明鉴，苏管家真的找到了小姐，特意让奴才来寻老夫人的。我孙女就在这里，那个苏中又是从哪里寻来的人？苏管家说是从小荡村找到的。小荡村，叶安原来住的地方。老夫人的心往下沉了沉，难道自己真的弄错了？可是如果不是自己的外孙，怎么会和女儿长得一模一样？你让苏中把人给我带来这里。小厮得了命令，立刻回客栈去通知苏管家。此时叶洛心和萧木几个已经回了家，正如徐正香预料的那样，叶洛心真的给老夫人带了点心，是一包夹心桂花芝麻糖。老夫人吃得十分开心，吃了一块之后还想再来一块，却被叶洛心给拦住了。美味不可多用，小心牙疼。我牙还全着呢，就让我再吃一块呗。老夫人，我给你买糖是为了解馋，但是吃多了反倒得不偿失了。哎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连吃块糖都要被人管着。老夫人叫苦连连，三个丫头却全都站在一边捂着嘴笑。就老夫人这脾气，在王府里谁敢说个不字？谁敢让老夫人受这种委屈？这叶姑娘还真是有本事。一家人都围着老太太乐不可支。这时一辆马车却出现在村口。自从进入青山村的那一刻，邹氏的心就开始忐忑，她不停祈祷，希望那位老夫人做客的人家千万不要是萧家，只要不是徐正香的家里，她100%能搞定老夫人。可马车越走，她的心就越紧张，直到马车在萧家门口停下，她的一颗心彻底凉了。又是萧家，又是叶洛心，当初就不该收养叶洛心，叶洛心生来一定是来克她的。管家已经跳下马车，请小小姐下车。叶青青躲在车里，根本不敢下来。管家在车前站了半天，见里面没动静，请小小姐下车。这时外面的动静已经引起了萧家的注意。萧松第一个从院子里走出来，请问你找哪位？管家见院子里的人出来，立刻行礼。请问侯府的老夫人是否住在贵处？是住在我家里。你们也是侯府的人吗？快请进。管家很是高兴，想立刻进去给老夫人报喜，可是车上两个人说什么都不肯下来。我知道两位一定是第一次见老夫人，有些害怕，但是你们别怕，老夫人为人还是很随和的。老夫人对自己的孙女儿应该是随和的吧？邹氏也知道一直躲在车上不是个办法，只好从车上探出头来。刚伸出头，就看见了从大门口走出来的徐正香，他一下子又把头缩了回去。可尽管他动作很快，徐正香还是看见了他的身影。邹氏，你在车上做什么缩头乌龟？你还敢来青山村？上次打的巴掌已经不疼了是吧？姓徐的，你别得意，说出来怕吓死你。我告诉你，我家青青可是侯府的小小姐，你再敢嚣张一个试试？你女儿是侯府小小姐，那你不是侯府大小姐？不是我瞧不起你，就你那鸟拉屎都看不上的脸，我不信侯府能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来。住口！不许对小小姐的恩人不敬。苏中，你好大的威风！苏中一下子就听出了老夫人的声音，他连忙转身弯腰。老夫人。林老夫人从院子里走出来，看了苏中一眼，又看了一眼马车。什么人藏在车里？回老夫人，是奴才刚刚找到的小小姐，车下的这位是她的养母。我苏家的人什么时候这么见不得人了？苏中一听，脸都白了。叶青青知道再在车上不下来就有些过不去了，她只好硬着头皮走下马车，站在邹氏身边。老夫人眼睛一直盯在两个人身上，被那样一双浑浊的又严厉的眼睛盯着，邹氏觉得后背起了一层白毛汗。见老夫人没再开口，邹氏把叶青青往前推了推，叶青青不得已往前迈了2步，拘谨地站在老夫人面前。老夫人只看了一眼就撇过头，转头看向管家。这就是你给我找来的人？回老夫人，奴才多方打听，叶安原名叫叶怀兴，正是小荡村人。这位夫人说，这位姑娘就是叶家的小姐。小姐和姑爷过世后，小小姐便养在她的膝下。她？老夫人再次看向叶青青。外祖母，孙女给您见礼了。叶青青
轻俯身行礼，先别叫得这么亲热，是不是我外孙女还需要证实过了再说。我且问你，你的父母是谁？我的父亲是叶怀兴，我母亲是苏如玉。叶青青，你不要脸！叶洛心原本还在看戏，不知道叶青青什么时候有了一个这么有钱的外祖母，直到听见叶青青说出这句话，他直接炸了。徐正香也听得明白，叶洛心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紧跟了一句：哼，脸呐，拿去糊墙了，还是拿去做鞋底子了？我家马的脚掌都没你们的脸皮厚。此话一出，老夫人和管家同时看向这婆媳俩。老夫人，我不知道你要找的人原来是叶怀兴的女儿，别的事我可能不知道，你去十里八村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叶洛心才是叶怀兴的女儿？我这儿媳妇在他们叶家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刚到我家来长得就跟豆芽菜似的，她邹氏和叶大成贪了人家的铺子，却虐待人家的女儿，这种事就该天打雷劈，老天爷瞎了眼呐，才让他们这种人渣还活在这世上。想不到他们还能做出更不要脸的事儿，竟然还能做出冒认别人父母的事情，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徐正香咔咔一顿输出，句子都不带断一下的，听得苏管家出了一身的冷汗。完了呀，我可能真的找错人了。老夫人也很会抓重点，她只听见了叶洛心才是叶安的女儿，她一把抓住叶洛心的手，高兴道：我就说吧，你是我孙女，你看看我老太婆眼光毒得很，女儿是养在我家的，别人怎么知道哪个才是我亲生的？就因为老二和弟妹留了铺子给我们，所以我们夫妻两个必须好好的给她养女儿。我们对青青可是一心一意，半分都不敢怠慢。相反，正是因为洛心是我亲生的，我们才敢让她吃苦。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你不怕他爹娘半夜来找你算账？老夫人环视了一圈，这件事想要确认简单的很，我们滴血认亲不行。哼，滴个血而已，又不是砍你的手，怕什么？徐正香得意地笑了起来，老夫人果然是有见识的。杨凤心下又紧张又有些兴奋，滴血认亲呢，她这种大场面她从来都没有见过。没过一会儿，她风风火火跑了出来，手中端着他们屋里的洗脚盆，盆里还放了半盆的水。徐正香扶额，杨凤砰的一声把水盆放到了邹氏母女面前。老夫人看看管家，动手吧。是。苏中领命，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邹氏一看那匕首，腿脚立刻就软了，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老夫人，老夫人，我们不认亲了，我们不认亲了，我要带青青回家。来都来了，今天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谁都别想走。苏中，管家后背一凉，他立刻上前，干脆利落地捏住叶青青的手腕，伸手一划，几滴鲜血就落入了水盆之中。他将邹氏的胳膊拧到水盆上方，紧接着银光一闪，邹氏手掌上出现一道长长的伤口，10几滴鲜血落入水中，血滴很快就融合到了一起。老夫人，这两个人确实是母女。他转身看向邹氏，大胆邹氏，竟然敢欺骗侯府夫人，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邹氏吓得嗷嗷大哭，叶青青在一旁也急得直抹眼泪。都怪你，都怪你，非要贪图什么侯府的富贵，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啊？邹氏仿佛从梦中惊醒，他看了看女儿，立起身来，朝着老夫人西行几步。求老夫人明鉴，青青她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的主意，我的主意。老夫人要罚就罚我，求您放过青青。她不知道她是你的女儿，还是她不知道自己不是侯府的千金？我侯府的门槛什么时候这么低了？这种不入流的东西都敢冒充侯府小姐？苏中，这件事交给你去办，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一眼，也不想听见他们多说一个字。说完，老夫人转身进了萧家院子，其余人也跟着走了进去。直到这时，那些听到风声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们才大大的舒了一口气。还得是侯府夫人，做事就是这么干脆利落的。她方才说话的时候，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对呀，我还抓了一把瓜子呢，一个都没敢吃。到底是经历了大场面的人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萧家老夫人十分得意，自己虽然老了，但终究是没有认错人。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外孙女。快叫声外祖母让我听听。老夫人目光灼灼，竟然看得叶洛心不好意思了。叫吧，哎呀，叫吧，别不好意思。外祖母。叶洛心终于小声地叫了一声。哎，老人赶紧应下来，笑得合不拢嘴。你这个孩子，当初问你说家里是哪儿的，你怎么不说小荡村？如果知道你是小荡村的，今天保证不让那两个现眼的狗东西来这里。老夫人，你呀也别怪这孩子，当初洛心可是被那对夫妻给卖掉的，我们用50两银子买断了他和那家人的关系。自从到了我们家，这孩子就把这
这里当成是自己家一样了，根本就不想再认他们。什么？那对没心肝的竟然敢把我的孙女卖掉50两，我孙女就值50两银子。老太太心疼的不得了，连忙示意春花将自己的信物拿来。这个是我在永丰钱庄存钱的信物，一共5万两，钱不够花了，就拿着这个去钱庄兑钱花，想兑多少兑多少。外祖母，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况且我的银子也够用，拿着，这点钱算什么？侯府里还放着永乐钱庄、亨通钱庄和亨宝钱庄的信物，那时候也不知道你还在世，我就是随便存了一点，早知道这样，我应该多存一些的。这下叶落心也不好再拒绝，默默地收下了信物。见他收了东西，老太太这才高兴起来。不过啊，现在也不算晚，我身子还算硬朗，你想要什么，我照样能给你弄来。别的事情都暂时放在一边，但是我听春花说，您这次过来带的药都快要吃完了，您是不是该回去了？我不回去，除非你和我一起回去，我才去。外祖母，村里马上就要秋收，更何况铺子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我真的走不了。你不走，那我也不走，反正那些大夫的药屁用都没有，我吃了10年的药，没有一天像今天这么快活过。只要你在我身边，那就是我最好的良药了。叶落心知道老夫人有赌气的成分，再次劝道：高兴归高兴，但是药还是得吃的。我刚刚找到了外祖母，当然也希望外祖母能够长命百岁，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可咱俩才刚刚相认，这一来一回的，少说也得1个月，我这小心肝怎么受得了哦？老夫人说的凄凄惨惨，像是想到了什么。那个裴树已经小半年没回京城了，我就算回去了，侯府也未必能找得到他。侯府的那些府医只会照方子抓药，反正我已经让人去京中拿药了，左右几天就能回来。等经理来信说裴神医回来了，我再回去，行不？他和叶落心商量，本来也没指望叶落心能马上答应，谁知道叶落心听完他的一番话后，突然变了脸色。您说给您开方的大夫是谁？裴树啊！老夫人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她不知道外孙女为什么听见这个名字突然就变了脸。这个老头子1年能有半年在京城就不错了，关系好的能排上队，关系不好的任凭你身份再高，还是连人都看不到。按理来说，我走之前他应该在京城的，不知道今年跑哪里去了，可能是被什么病重的人绊住了脚了吧。叶落心也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要说是病人给绊住脚了也没毛病，可是孔夫子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最近裴神医除了研究解毒药丸，就是给萧家做兔子防病的药包。要是让京中大家知道了他在干这些，还不得杀到青山村来把萧家给撕了。叶落心看了看萧木，见萧木面上没有什么惭愧的表情，便要继续说道：我这里倒是也有一个姓裴的大夫，不知道是不是外祖母要找的那个。萧松去学堂找裴神医，一路上所见的村民全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萧松出去啊。萧松，听说那位侯府夫人是老二媳妇的外祖母。那你们家岂不是和侯府搭上关系了？你娘和侯府夫人是亲家呀。萧松面无表情的应完，赶紧快步离开。碰见别人都不敢再开口，生怕他们问出什么自己答不上来的问题。村民们看着他的背影议论纷纷。哎呦，我就说吧，我没听错，那个叶落心才是老夫人的外孙女。老萧家这是走什么运气，竟然娶了侯府家的外孙女？这和在路上走着一低头见到夜明珠有什么区别？那当然有区别，萧家这个儿媳妇儿本事可大着呢，一辈子不知道能赚多少个夜明珠。谁说不是呢？消息传到李翠花的耳朵里，李翠花算是彻底服了气。自己的儿子就算是再厉害，那儿媳妇家里再有钱，也不可能和侯爷家里比啊，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西瓜比芝麻吗？败了，他这辈子在徐正香面前都翻不了身了。学堂里，裴神医正在和孔夫子下棋，孔夫子的黑子已经成回笼之势，在裴神医下完一颗白子之后，他下了最后一颗黑子，顿时裴神医的白子全都被杀光了。不行，我要重下，不能悔棋。你不让我悔棋，我今天就再给你多扎上10针。那我让你悔棋，你今天就不扎我，悔一步我可以少扎1针。你这不是耍赖吗？你可别忘了，我对你是救命之恩，你这条命都是我从阎王手里救出来的，我就悔个棋怎么了？互不相让。这时哑奴走了进来，比划着手势，示意外面有人找。让他进来。萧松走进来，向2个人微微一礼，然后说道：裴神医，侯府林老夫人找您。萧松想着，他一直都把裴神医当作座上宾，没有让裴神医跑腿的道理，所以他搬出侯府夫人到底有些身份。谁知裴树根本不放在心上。不去，我正忙着呢，侯府夫人的面子都不给。他想起临行前弟妹嘱咐的话，我二弟萧木找裴神医有要事相商，
老夫人都请不动的人，说二弟的名字能好用吗？萧嵩心里没底，谁知裴树听见后面这句话，立刻直起腰，把手中的棋子往棋盒里一扔。今天暂且饶过你，等我明天过来，我们两个再战300回合。说完，他看了看还在愣着的萧嵩，说了一句走啊，便第一个抬腿走出了房间。两人回到萧家，看见院子里的林老夫人，裴神医还是愣了一下。林老夫人看见裴树，更是大吃一惊。裴神医，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两人异口同声。说完，老夫人看了看叶洛心，裴神医则用眼神瞄了瞄萧木。我来自然是为了我的外孙女。我来自然是为了村里的教书先生。裴神医看了看萧木，话在半途就拐了弯。我眼睛不好使，你当我脑子也不好使吗？你裴神医什么时候会为了一个病人耽搁这么久？我记得去年太后生病，你也就在宫里住了10天。现在你告诉我，为了一个教书先生，你能留在这大山沟里1个多月？我不信，除非你告诉我，那个教书先生是你相好的。林夫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我哪来的相好的？再说，孔夫子是个男的，胡子比我都多。林老夫人也觉得自己有些失言。我只是气你为什么要骗我？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还有人能管得了我？不说就不说，有什么了不起？有了裴神医在，林老夫人也不必急着回京城。裴神医给林老夫人把了脉，然后开了药方，让老夫人的丫鬟按此药方去抓药。因为不用回京城，林老夫人对裴神医的态度也好了很多。大家正聚在一起说话，忽然听见院外传来了拍门的声音，嘟嘟嘟，拍门声又快又急。紧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萧兄在吗？我是徐子生。”徐掌柜。大花赶紧去外面开门，只见徐掌柜衣衫不整地站在门外，而且他的后背还背着一个人。大花赶紧将人让了进来。萧纵和萧木两人也从屋里走了出来，一把接过徐掌柜后背背着的人，仔细一看，竟然是徐才。只见徐才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赫然已经晕过去了。怎么回事？萧木皱着眉头问：“裴神医在吗？快，先救人！”这时裴树也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昏迷的徐才，连忙伸出2指搭在他手腕的脉搏上，然后皱着眉头看向徐子商：“徐才这是怎么了？怎么会中毒？”徐子商也来不及解释，忙给裴神医行了一礼：“求裴神医救救我儿子！”情况紧急，裴神医也不再多问，他从腰间掏出一个荷包，选中里面最长的一根针，朝着徐才的痰中穴扎了下去。昏迷的徐才眉头一紧，一口黑血从嘴里吐了出来。快把人扶到我房间去！萧木、萧松2个人一起把徐才抬进了裴神医的房间。裴神医让小花去倒了一碗水，他将药丸化入水中，吩咐大花将药给徐才灌了下去，这才叫众人随他一起走出房间。毒性暂时控制住了，我开一个方子，再喝上半个月的药，应该就能根除。徐子商一听这话，立刻要给裴神医跪下，谢裴神医救命之恩。裴神医立刻伸手将他扶了起来。徐掌柜，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回老家了吗？徐才怎么会中毒呢？萧家人和裴神医也看着徐掌柜，心中都是同样的疑问。这件事说来话长，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坚持回去。当初我就应该听姑娘的话，留在这里，而不是执意回到老家。如果姑娘不嫌弃，还愿意收留我们父子，我徐子商愿意全心全意辅佐姑娘，不管姑娘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说完，他双手抱拳，深深鞠了一躬。只要徐掌柜肯帮忙，我自是感激不尽。正好现在我家的生意刚刚起步，正是用人之时，以后还要辛苦徐掌柜了。多谢姑娘。当天晚上，叶洛心就把如今生意的情况讲给了徐子商，并和他细细地研究了鲁兔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天，萧家2对小两口一起去店里，不过这次又多了徐子商。徐子商开惯了大酒楼，猛一见他们家的小店，心里还不由打了个突，这个店面也太小了。不过等他走到店内，看见店里的布置，这才明白叶洛心用的心思。昨天叶洛心已经大概给他讲了现在的运作模式，所以看见顾客飞速抢光了店里的卤兔，他倒是没太惊讶。萧松和杨凤先回家里，等关上店门，叶洛心、萧木和徐掌柜去了摘星楼。今天是他最后一次去摘星楼验收他们的学习成果。摘星楼的后厨已经熟悉了叶洛心，见到他忙热情地打招呼。叶洛心回应过后，就去锅里看他们今天的成品。他们现在做的与我家里的卤兔味道基本相同，以后所有的店达到这种水准就可以。几人刚想要走，李掌柜忽然匆匆忙忙跑了过来。慧如人且慢，楼上来了一位重要客人，想要吃卤兔，我怕这边应付不来，还请如人稍待一会儿，看看这位夫人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什么客人让掌柜这么紧张？就是那位京城来的侯府夫人，如人前2日也见过的。侯府夫人？叶洛心大吃一惊。早上走的时候，老夫人还在家里嗑瓜子，说好了在家等着她回去，这会儿怎么跑到城里来了？还专门跑到摘星楼吃卤兔。老夫人，您怎么来了？老夫人朝他挤了挤眼睛。我听人说新月斋的卤兔味道一绝，但是他们家要排队买，但摘星楼卤兔是专门和他家学的，所以我特意过来尝一尝。叶洛心瞬间明白了老夫人的意思，摘星楼卖的也是新月斋卤兔，老夫人尽管放心品尝，味道是一样的。你既然来了，就坐下来陪我一起吃。于是叶洛心也在房间内坐了下来，外面的李掌柜这才放下心来。还得是你夫人，我真怕有发生上次酒酿园子的事，这位夫人的怒火我们小店可承受不起啊。萧木冷漠地点了点头，徐子商看着李掌柜却不由摇了摇头。这可是老夫人的亲外孙女，还有什么搞不定？李掌柜也是这时候才顾得上和徐子商说话。徐掌柜，好久不见，最近在哪里发财啊？李掌柜在下如今并不是掌柜，而是叶掌柜的一个管事，您就叫我徐管事就行。李永寿大吃一惊，当初徐子商店铺被封，他可是第一个联系的徐子商，诚邀他到摘星楼来帮自己管店，可是徐子商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半年没过，他竟然肯屈就在叶洛心的手下了。那个新月斋比自己的摘星楼小了可不止1星半点儿，这个慧如人到底有什么魔力？李永寿想不通，徐子商也没打算给他解惑。打完招呼后，就和萧木一起下了楼。他们在摘星楼对面随便找了个馄饨摊，一人吃了1碗馄饨，眼睛却一直盯着摘星楼的门口。等叶洛心和老夫人出来，老夫人吃了饭后叫了掌柜的进去。你们店里的卤兔很好吃，我很满意。秋月，把我带的东西拿上来。是。秋月应下，从放在角落的背篓里拿出了一个用兔毛织成的仿真兔子。老夫人将假兔子放在怀中，这只兔子我最喜欢，如今就赏给你了，你可以把它放在大堂之中，就说是定安侯府的老夫人赏的。李掌柜受宠若惊，连忙双膝跪地，伸出双手接下了那只兔子。谢老夫人赏。赏你算是让你捡了便宜，都是新月斋的兔子味道好，吃得我心中高兴。老夫人说完，慢慢站起身来，在叶洛心的搀扶下慢慢走出房间，下了楼。叶洛心扶着老夫人走出店门，萧木和徐子商立刻迎了上来。走出几步之后，叶洛心才问道：外祖母，你怎么特意到这边来吃卤兔了？你昨天不是说现在卤兔的名声还不够响吗？那我就来加把火，让那个李掌柜再努力，把咱们家卤兔的名声打出去。叶洛心扑哧一笑，还是外祖母有办法，这算什么的？他要是敢不好好给你宣扬，我还有办法治他。那李掌柜岂不是成了被利用的冤大头？秋月也在旁边咯咯直乐。他冤什么？老夫人瞪了秋月一眼，他乐不得呢。有了咱们家的卤兔，他不知道要多赚多少银子，便宜他了。祖母莫气，这世上的钱啊，不是一家能赚得完的。他卖得越好，我这边的调料和兔子卖得越多。况且我还有别的生意想做，这酒楼的钱就让他赚好了。夫人，如今我既然已经回来了，夫人不如就在原来的预算上再加上酒楼一项，有了卤兔加持，我保证能干得风生水起。先不用，如今有更重要的事情想让徐掌柜去做。叶洛心想让裴掌柜去做的事，就是去别的县城考察酒楼的营业情况。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家酒楼掌柜前来询问想要做新月斋卤兔，可叶洛心一直没有答应。按照他原来的计划，一个县城只能有1家新月斋卤兔店，因此他需要去考察对方的实力。加盟的酒楼可以没有摘星楼这么强，但必须有一定的规模。自己一直没有时间，现在徐掌柜回来了，正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做。叶洛心简单说完之后，徐掌柜立刻就明白了。好，我明天就启程。不着急，等徐才的身体好一些再走也不迟。等他们说完了话，林老夫人这才一把拉住了叶洛心的手。走，祖母带你去个地方。去哪里？外祖母带你去买衣服。说完，林老夫人还瞪了一下萧木。身为男人，连媳妇儿都不知道疼。现在我来了，我要好好的疼我孙女，早晚让她对你失望。林老夫人，你怎么还要抢我媳妇儿？外祖母，我现在衣服够穿，人靠衣装，马靠鞍。你长得这么漂亮，现在又是新月斋的掌柜，当然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况且有我在呢，你祖母天天穿得这么好，没有你穿得不好的道理。说完，他拉着叶洛心继续往前走。叶洛心拗不过，只好乖乖跟在后面。他们去的是县城最大的一间成衣店珍宝阁。珍宝阁店面装修华丽，一共有3层。几位贵客想买什么样的衣服？我这个孙女儿，你看看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小二朝着叶洛心看了几眼。这位姑娘面容姣好，皮肤白皙，而且胖瘦均匀，穿什么都漂亮。老夫人听得高兴，
那就把你们店里最好的衣服拿出来。好，4位请跟我去3楼。恭敬地带着几个人往3楼走，他边走边给几个人介绍。小店一共有3层，每一层的衣服价格都不同，越高的楼层价格越贵。像咱们3楼啊，展示的衣服都是特殊定制的，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清河县有身份的姑娘们才能来3楼挑衣服呢。老夫人听完点点头，没有说话。在京城，比这大的多的成衣店她见多了，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小店放在眼里。几人上了楼，叶洛心放眼看去，简直被店里精工剪裁的衣服晃花了眼。小二果然没有说谎，这3楼的衣服雍容华贵，面料上乘，一看就价值不菲。小二挑出一件桃红色的衣服给众人看，这条裙子是用桑蚕丝料精心裁剪而成，上面的刺绣是10几个绣娘做了半个月才做出来的。你们看这手工，这花纹是不是非常漂亮？还有吗？还有这件。小二又拎出一件杏色的掐腰细裙，这条裙子颜色素淡，可是特别衬人的皮肤，像这位大小姐这样的长相才能撑得起这条裙子的美。老夫人点了点头，刚想让叶洛心去试一下，叶洛心却指着一件墨绿色绣荷花的开衫说：外祖母，您试试这件看起来很衬您，给你挑衣服呢，你都给我挑起来了，快去快去，我们2个一起买。叶洛心把老夫人推去了后面，秋月也跟着走了进去。徐子商看着这个环境，自己待着不合适，便告辞下楼。萧木也陪着他一起下去，一时间屋子里就剩下了叶洛心一人，他还在仔细挑选，总觉得这件好看，那件也好看。这时楼下忽然又传来了脚步声，紧跟着一个个头不高、面色有些黑的姑娘走了上来。她瞥了一眼叶洛心，我的衣服呢？常小姐，您稍等，我马上去后面给您取。小二离开后，常小姐看了一眼叶洛心，嘴里哼了一声，哼，珍宝阁还真是越来越不上档次了，真是什么人都往里放。叶洛心没有理他，她选中了一件浅紫色的窄袖长裙，她在身上比了比，好像大小也合适。正好小二走了进来，递了一个盒子给常小姐。常小姐，您的衣服。谁知这位常小姐并没有急着打开盒子看，而是指着叶洛心手里拿的衣服说：我还要这件，这个也给我包起来。常小姐，咱们店里每款衣服就只有1件，这条裙子这位姑娘已经拿在手里了，要不您先看看别的。怎么，我都在你们这儿买了10几条裙子了，还不如一个新顾客，我可是你们店里的大主顾，让他让我怎么了？小二十分为难，既不敢坏了店里的规矩，也不想得罪常小姐，他弯腰给常小姐鞠了一躬。常小姐，实在对不起，来到咱们店的都是贵客，小的一个也得罪不起，要不我给您看看咱们店里新到的宝贝。哼，我就是想要这件，你敢说不行？那订的这件衣服我也不要了，以后我再也不来你家买了，我倒是要看看你敢不敢得罪我这个大客户。小二额头上见了汗，他走到叶洛心面前，这位姑娘，您看。叶洛心倒是无所谓，一件衣服而已，也没有美到非要不可的地步，他这么喜欢就让给他好了。他正要开口，老夫人却从后面转了出来。我看看是谁想从我孙女手中抢衣服。他看了一眼屋子里的3个人，将目光锁在常小姐身上。就是她。叶洛心点了点头，老夫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常小姐。这位姑娘，你自己长得这么黑，还想穿紫色，是觉得自己看起来不够像一块黑炭吗？常小姐生平最讨厌别人说她黑，听见老夫人这么说，她立刻气得直跺脚。谁说我黑？我明明不黑。老夫人道：这话你骗骗自己还可以，难不成还想骗别人？我老太太眼神是不怎么好，可你如今和我孙女站在一起，一个如阳春白雪，另外一个就是烧焦的黑炭，你还敢说自己不黑？难道你的眼神还不如我？小二，你家的衣服还想不想卖了？你要是想留住我这个客人，就赶紧把这2个人给我赶走，得罪了我，看你家的衣服以后还卖给谁？小姑娘，别太自以为是。哼，另外一个女娃娃不要在外面太招摇，免得给你家里添不必要的麻烦。你常小姐气得咬牙切齿，你还敢威胁我？你也配？老夫人说完之后，不再给他一个眼神，转而对着小二道：小二，把这层楼的衣服全包起来，除了紫色的那件，我看那件有点肥，欣欣穿不太合适，还是让更合适的人穿去吧。是。小二听完，手脚都控制不住的瑟瑟发抖。他来珍宝阁7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主顾，这下他再也不怕得罪常小姐了，立刻上前去，把墙上挂着的衣服一件一件拿了下来。常小姐还没缓过神来，这是哪里来的土豪啊？她堂堂清河县县城的女儿，3个月就只能买1件珍宝阁3楼的衣服，这个土包子竟然一下把所有的衣服都买走了。小二，你别上当了，
你卖了这么多年的衣服，难道还看不出客人的实力吗？小二没有说话，收衣服的动作却不停。他心想，你自己眼下可别捎带着我了。那位姑娘虽然看起来穿得有点寒碜，但是那位老夫人来时穿的衣服可都是进贡朝廷的料子，这玩意儿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吗？放眼整个清河县，就连县令大人都穿不到这样的料子。秋月嫌常月娥聒噪，对着他道，我家老夫人已经将这里包场了，这个姑娘还留在这里干什么？过眼瘾吗？要我看，其实2楼的衣服更适合姑娘，不如姑娘下楼去看一下吧。常月娥平时确实是在2楼买衣服的时候多，被秋月这么轻易的就戳中的心事，她双手捂脸，转身朝着2楼跑去。外祖母，买这么多的衣服，怎么穿得过来呀？买来的衣服又不是必须得穿，放在那里看着高兴，也算是没白花钱。叶落心暗暗吐了吐舌头，心说，您这是女版霸道总裁吧？老夫人看着店小二把最后一件衣服叠好，还是觉得不满意，便又问道，这3楼的衣服就是你家最好的衣服了吗？其实我们掌柜的还有一个秘密仓库，里面有一件特别漂亮的衣服，只是因为做工太贵，至今没有人买。哦，老夫人听完来了兴趣，那今天你就让老太太我开开眼，到底是什么样的衣服这么宝贵？得嘞，我这就带您过去。小二叫来自己的同伴，让他们将3楼的衣服都装好，自己则带着老夫人和叶落心去了3楼后面的一间密室。密室里放着9颗拳头大的珍珠，每一颗都散发出柔和的光线。在密室中央放着一个黄铜制成的箱子，小二拿来钥匙将箱子打开，一条闪着七彩光晕的裙子顿时展现在几个人的眼前。这条裙子是用1000年冰蚕丝织就而成，每一根冰蚕丝都有5米长，才能保证裙子的完整性。据说这条裙子触体冰凉，能根据人身体的温度变换出不同的颜色。冰蚕丝十分难得，光是凑齐材料就花了18年的时间。那位老匠人本来是想将这件衣服送给自己的女儿，可是女儿远嫁他国，送去的途中被盗匪所劫，这件衣服就流落到民间，直到被我们掌柜的所收藏。不要编那么多富丽堂皇的故事，多少钱？小二比出2根手指，2000两。叶落心愣了一下，不，小二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2万两。2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啊？叶落心差点冲口而出，他拉着老夫人的手，外祖母，我们走，外面那么多裙子还穿不过来，这个不要了。谁知老夫人却看着裙子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2万两我要了。不是，怎么就要了呢？叶落心大为不解，这条裙子虽然漂亮，可是价格实在是贵得离谱啊！把这条裙子穿在身上，不就成了行走的2万两？走在路上都得提心吊胆，生怕别人打劫了吧？老夫人却像是找到了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面上全都是欣喜的神色。小二，把这条裙子也给我包起来。是。外祖母，我看你对这条裙子的感情不一般，莫非你知道这条裙子的来历？见小二下楼后，叶落心问，老夫人的眼神变得悠远。我不光知道这条裙子的来历，还知道这条裙子里面还有一件小衣。叶落心十分惊讶，她上前挑开裙子的衣领，发现里面果然有一件同样材质的小衣。她睁大眼睛问道，外祖母，你不会就是那个远嫁他国的女儿吧？老夫人走上前，那小伙子编来骗人的话你也信啊？他竟然是骗人的吗？若是我不知道这裙子的来历，定然也被他骗过去了。可偏偏这条裙子当年是我找人做的，所以他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我一下就能识别出来。既然是您找人做的，那这条裙子怎么会流落到珍宝阁来？当年这条裙子是我送给你娘的，只是在那之后没多久，你娘就出了事，这条裙子也不知所踪。原来是这样。叶落心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老夫人眼睛看着远处，就如小伙子所说，这套裙子全部是用冰蚕丝织就而成。你母亲从小身体不好，我听说冰蚕丝养人，特意找人织了这条裙子给她，原本是想等她出嫁的时候给她当嫁妆，结果没想到她早早的就看上了你爹，2个人私定终身，还跑到这偏远的清河县来。老夫人说得很慢，像是陷入了回忆之中。整件事情听下来，叶落心一边觉得这2个人的爱情挺伟大，另一边又觉得叶怀兴挺不靠谱的。老夫人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怎么就这么给人拐跑了呢？老夫人继续说道，他们2人逃走后，你外祖父大发雷霆，下令再也不准女儿进侯府的门。你母亲在外面也不准提自己是侯府小姐的事。听到这里，叶落心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之前大家都知道苏如玉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却没人知道她是侯府小姐。你母亲也是个倔脾气，从小到大遇事从来不肯低头，你出生之后，这种情况才缓和下来。
你小时候长得好看，站在那里像个小雪团子一样。你娘写信说是女儿想见见外祖和外祖母，你外祖父这才找到台阶，允许他们夫妻2人回京。他们回京的次数不多，不过我明显能感觉到，你娘自己做了母亲后，对我和侯爷的态度都好了很多。在你5岁的时候，你爹娘还同意把你许给了成王家的小公子，可惜那个孩子也是个可怜的，小年纪就没了性命。再后来，你6岁的时候，这条裙子刚刚做好，我派人将裙子送给你母亲，也算是全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只是怎么也没想到，我最后也没见过你母亲穿上这条裙子的样子。老夫人眼神悠远，眼中尽是遗憾。我一直在想，这条裙子这么漂亮，你母亲肯定会喜欢吧？叶落心看得不忍，对老夫人说道：外祖母，你稍等一下。说着，她喊了秋月带着裙子，随自己一起去了后堂。半晌之后，她穿着那条冰蚕丝的裙子走了出来，银白的凤尾裙将她的腰束得极细，腰间挂着一条用珍珠串成的腰带，更衬得整件衣服雍容华贵。随着叶落心缓慢轻移脚步，裙子反射出粉白色的光芒，将整个人笼罩其中。老夫人看着她慢慢走来，一时间竟然看呆了。淑月。老夫人低声呢喃。外祖母。叶落心轻轻呼唤。老夫人抹了抹眼睛，勉强笑了一下。好看，我就说我孙女这条裙子一定好看，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样子的，是你娘没这个福气。外祖母，娘的事情。叶落心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很难再查清楚。不过我始终不相信几个山匪就能有那么大的胆子。好在他顿了一下，又微微一笑。好在你还活在世上，如今又找到了你娘当年遗失的裙子。看来冥冥之中，老天还不想让我这个老太婆走上绝路。外祖母，您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您。叶落心握住了老夫人的手。那就说好了，我不回京城，你也不许催我回去。叶落心没想到老夫人这么会抓时机。若是普通妇人，她把老夫人留在这里也无妨。可是这可是堂堂定安侯府的当家主母，一直留在这里，真的会没有问题吗？只要京城那边不催您，我是不会催您回去的。叶落心又去后面换回了自己的衣服，等回来的时候，小二已经打包好了所有的衣服。他将一张购买凭证交给秋月，然后对老夫人和叶落心道：夫人，姑娘，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小店的贵客，从这里买的衣服可以随时拿来小店进行调改，只要我们珍宝阁在，您就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秋月将凭证收好，恰好萧木和徐子商也走了进来，两人看着打包好的包裹，大吃一惊。徐子商指着7、8包衣服，忍不住说道：这么多衣服要穿到什么时候去？好像是有点买多了。叶落心也小声说道：这些男人懂什么？我们女人就是要有很多的衣服，穿不穿的不重要，主要是得有。说完，他看了一眼萧木，萧木立刻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知道了，外祖母。老夫人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些天看下来，你这个夫君还行，除了身份低了点。叶落心朝着萧木悄悄吐了吐舌头，没办法，谁让外祖母这么强势呢？衣服太多，光是一辆马车拉不下。于是徐子商又去街头雇了一辆牛车。几个人回到家里，发现昏迷的徐才已经醒了过来。徐才的身体还很虚弱，他看见徐子商：爹，你回来了。徐子商快步上前：孩子，你醒了，你终于醒了。有老夫出手，还有什么醒不过来的人吗？不过幸亏有老夫在，不然你可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喽。说着，裴神医拿出一块晒干的肉干，递给了身边的猫头鹰。最近虎子又给他找来了2条七星蛇，这次给徐子商解毒的药就是用七星蛇的蛇胆配出来的。所以裴神医刚才已经和徐才说过了，除了自己，这只猫头鹰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徐子商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的事，他听了老神医的话，对着裴树：多谢老神医。你们也不必谢我，我老头子四海为家，要不是有萧家人，我们也没有这个缘分。想谢你就谢萧家吧。以后我徐子商就是萧二公子和叶姑娘的管事，二位有什么吩咐，徐子商万死不辞。徐才看着叶落心，也虚弱的笑了笑：叶姑娘，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我还能跟着你把事业发展到大梁各地吗？尽管徐才面色苍白，可是萧木依然觉得他的笑容刺眼。他不动声色地往叶落心身前挪了挪，挡住了徐才看过来的视线。所有的事情都在筹备中，现在就等着你身体恢复，好为我们的大计出一把力呢。太好了，太好了。
我一定会很快好起来。到时候姑娘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吩咐。我家后院的大鹅也比较想你，等你身子恢复好了，先放半个月的鹅吧。徐才垮下脸来，在场众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10日之后，徐才的身子彻底好了起来，因为他还有些虚弱，叶洛心真的让他先去放鹅，运动加恢复。徐子商也忙了起来，他根据叶洛心给的信息，先去了玉安县和阳江县2个地方，都有几家酒楼来找过叶洛心，想要做新月斋的卤兔。徐子商一番考察下来，每个县城各自选了比较合适的酒楼，谈妥了加盟的事情。这样一来，就有3家的调料和兔子需要供应，光凭着萧家自己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哥，你现在账目做得好，以后咱们家的兔子就全都由你来负责吧。有来买兔子和需要送兔子的，包括给兔子买玉米和买药材的花费，都由你这边记，我们1个月一核对。萧松闻言吓了一跳，这怎么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流水，你真的放心全都交给我？叶洛心一笑，咱们是一家人，如果连你都信不过，我还能信谁啊？行，既然你信得过我，我一定把这件事处理得妥妥帖帖的。杨凤见自家男人出息了，也很是高兴。洛心，你放心，你哥肯定能把这件事办好。还有我，你想让我干什么就直说，我现在做卤兔的手艺也好了，要不我就天天去店里做卤兔吧。那怎么行啊？新月斋可是咱们家的门面，这种事还是得洛心自己做才放心。嫂子，不是不放心你，只是店里现在来询问加盟的人多，我必须得去。但是家里有个活，必须嫂子做，我才放心。什么活儿？听说自己这么重要，杨凤也兴奋起来。当然是养兔子的事，没有兔子，别的一切都是空谈，咱家生意就进行不下去了。对，我养兔子可是很厉害的。那兔子喜欢吃什么草，喜欢睡什么窝，还有几个月怀胎，什么时候要产崽，都得专人盯着。是啊，嫂子还得记得把毛色相近的分到一起，我想尽量培养一些纯色的兔子。没问题。还有娘，嫂子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得辛苦娘帮着照应一些。嗨，这有什么辛苦的？都是一家人，说什么2家话？那我呢？这时，一个焦急的声音响起。叶洛心回头一看，毫无意外的是外祖母林老夫人。她在秋月的搀扶下走了过来。你们一个个的都有事情做，总不能让老太太我无事可做吧？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怎么敢劳烦您老人家呀？不行，我也不能白吃白喝，必须得给我分点活。见外祖母这么积极，叶洛心笑着说道：“您还真别说，我真有件事想让外祖母帮我去做。”洛心，林老夫人是咱家的客人，你怎么能让她干活呢？我外孙女家里，我怎么能是客人呢？合着你们就没有把我当成自己家里人？不是。娘，您别担心，我不会让外祖母累到的。我是打算让外祖母去城里再帮我挑2个人，咱家活越来越多。外祖母眼光好，看人肯定准，这还不简单？你是想要手艺好的，还是要能干活的？要2个能干活的，也不用家奴，长工就可以。行，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任务分派完毕，叶洛心又找到萧长河。爹，家里要熟的皮子越来越多，我给你找2个徒弟吧。就我这手艺，可不敢收徒弟，你干脆找2个成手来，这样做起活来我也放心一些。好，那明天让主母顺便选2个熟皮子的工人。不过，爹，现在要用的兔子越来越多，咱家这养兔子的地方还得再扩大，要不您找李正说说，咱家再买1块地吧。买？要我说也得买，这养兔子需要地方，晾皮子也需要地方。我去找你李正叔，就把东边那一大块空地包下来得了。东边的一块地有50多亩，从萧家后院延伸出去，正好也够得到。等把这块地建好了，我和你娘就搬到对面去住，地方太大，总得有人守着才行。爹，不用，家里不是有虎子和元宝吗？有他们2个在，别说是小偷，就是一只狐狸都进不来。萧长河想了想，也确实是那么回事儿，有他们在，确实是比人看管强多了。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找你李正叔研究去。萧长河兴冲冲地离开，没过多久就走了回来。回来的步子有些犹豫，好像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爹，怎么了？李正叔不同意吗？你李正叔倒是没说不同意，不过他和我提了一件事，我正在想着这件事该怎么和你们说。什么事？李正他又说什么？徐正香听见这话也走了过来。这件事啊，别人说的不算，要我看还是得洛心做主才行。哼，我告诉你，萧长河，你别为了你那个什么破面子，在外面又乱答应什么事儿，然后回来就为难咱们洛心。你且说说
说是什么事儿？要是听着不顺耳，在我这儿就过不去，就不需要洛心做主了。徐正香的架势一摆出来，萧长河心胆怯了3分。他看了看两个人的脸色，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不是要去买东边那块地吗？李正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说那块地土质不好，就按薄田的价格卖给我，1亩地只要2两银子。1亩地2两银子，50亩就是100两。现在100两银子对于萧家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在村里人看来，这绝对是个大数目。2两银子还算是合适，这有什么不能说的？这不是还有别的事吗？买地的事情商量完了，李正又和我说了别的事。别的什么事儿？哎呀，你倒是说呀！他说咱们家现在赚到钱了，能不能帮帮村里人，让大家都跟着赚点钱？哼。他倒是会做人情，当初咱们家穷的时候，也没见他出面说让谁帮帮咱们。现在我们赚钱了，怎么咱们就要做大好人，带着大家一起赚钱？这不是他李正的活吗？怎么还交给我们了呢？你消消气，消消气，我就是转述了一下他的话，我也没答应他。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事儿得洛心做主。不用洛心做主，我就不同意。爹娘，咱们现在生意刚起步，虽然赚了点钱，但是这点钱也不好干什么的，咱们还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不过咱们家现在的活越来越多，像是上山割草、清扫兔窝、晒皮子、做荷包，这些活将来都需要雇人。等我们有人的时候，就先从村子里找人，这是不是也算是帮他们的忙了？算，怎么不算呢？其实李正和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刚才没说明白。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徐正香瞪了他一眼，多大岁数的人了，这点事儿说不明白？咱家雇人，他们干活，我们付钱，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是，还是夫人说的明白。要不您跟李正叔叔说说，我家正好需要2个割兔草的，还有2个打扫兔窝的，让李正叔在村里帮我选2个人。洛心，花那个钱干嘛呀？这兔草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山上割呗。还有萧景，让他从学堂回来就去山上，一天也能割1筐。娘，叶洛心挽住他的手，这钱啊是挣不完的，该花的地方咱们还是得花。再说了，我们挣钱不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这要是把你和爹累坏了，我可没地方哭去。徐正香知道儿媳妇心疼自己，我和你爹干了一辈子活了，哪能说累倒就累倒了？娘，这人早晚都得顾，早顾2个熟悉一下环境也好。你和爹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吗？对了，娘心中有合适的人选吗？要是有合适的人选，就让李正叔帮着问问，每人每天30文钱，给割5筐草，行不？行吧。徐正香还是舍不得银子，不过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兔子越来越多，光凭他们几个根本忙不过来。我看老周家的媳妇和二牛家的媳妇就很好，人本分，不讲究是非，还十分能干。行，那就先按娘的想法来。萧长河一直在旁边听2个人说话，现在听说连人都选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李正家，让他给帮着问问。之所以通过李正，一方面是卖李正个人情，另一方面这种长期的用功，经李正那边知道，日后要是有个什么纠纷，也好让李正从中调解。这次萧长河匆匆忙忙而去，又风风火火而归。李正说了，他今晚就去给问完了就给咱们回信。徐正香看他一脸兴奋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哼，花钱你就这么高兴？不是啊，我这不就是按照你们娘俩研究的去做的？哼，我看呐，你就是高兴。改明家里来了外人，你要是敢盯着看，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呦喂，我自己的活都干不完呢，哪有时间盯别人？萧长河说完摇了摇头，又去翻看他泡在石灰水里的皮子。吃过晚饭，叶洛心和萧木回到房间里，一个人清点这些天收入的银子，另一个人记账，直到钱和账目都对上了，2个人才去洗漱睡觉。最近太忙了，萧木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和叶洛心一起入睡了。今天洗完澡，他特意坐在床头看书，等叶洛心出来，这才把书放下。怎么还不休息？等你，想要抱着你睡，想和你一起睡。一起睡也好。叶洛心说完便坐到萧木旁边。今天有话没来得及和你说，今天说了那么多，其实最重要的是调料的做法。调料的配置都是我们来做，但是一定要保证里面的配方不外流，这个就比较难。萧木明白叶洛心的意思，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随着新月斋的牌子越来越响，觊觎这个配方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可是他们要大量生产，就一定要雇人做这件事。如何保证配方一定不会被外人知道？这确实是个难题。我这2天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头绪。夫君，快帮我想想办法。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只是还没来得及和你商量。什么？夫君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叶洛心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她的样貌本来就清秀，这样睁大眼睛更显得无辜和可爱。以后这种难题直接交给我就好，夫人还是不要太累了。叶洛心轻轻靠在他的胸前。那夫君给我说说，到底要怎么做才好？原本我们是配好之后再把一份份调料碾碎。对，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在配之前先把调料碾碎就可以了，先碾碎，再把调料粉掺到一起，这样不仅能保证配方不会外传，还能提高速度。这个我倒是也想过，可就算我们让所有人见到的调料都不一样，也难免会有人专门一个个的问过去，时间久了就都能打听出来。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20种调料，我们让别人接触的就只能有18种，剩下的2种必须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信任的人来做。这样一来，在外人眼里，我们的调料包里就只有18种调料，但实际上里面缺了最重要的2种。明白了，还是夫君有办法。夫君也是想了好久才想到这个办法的，耗了很多的心神，所以需要夫人好好奖励我一下。萧木说着，将倚在自己怀中的叶洛心推倒，淡淡的梨花香萦绕在鼻尖。萧木像品尝美味的点心一样浅尝辄止，可刚刚进行到一半，叶洛心忽然翻身坐起，将萧木压在身下。夫君，书上的内容你都看了吗？萧木睁大了眼睛，看着洛洛垂着头，脸上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叶洛心说着开始有所行动，萧木几乎要抓狂。每次他想要慢一些的时候，叶洛心总是能打断他的计划。他就像是山中的精魅，人间精灵，一颦一笑之间都能引得他自乱阵脚，身体沉沉浮浮，似快乐似痛苦，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等萧木回过神来的时候，他暗暗下了决心，下次一定要洛心知道我的本事。院子里，虎子和元宝都瞪圆了眼睛，听着某处吱吱呀呀的声音。来了萧家这么久，他们已经能够判断出哪些声音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像现在这样的，时不时就会有的动静，绝对没有什么问题。他俩眨巴着眼睛，互相看了看，然后一起看向了别的地方。第二天，萧松、萧木早早起床收拾了兔子，叶洛心便和萧木一起去了店里。这次和他们一起离开的还有大花和小花。路上，大花有些不确定地问道：姑娘，我和小花真的要去学绣工吗？学这个很费钱吧？而且学了绣工，白天我们2个就不能干活了。你俩以后是咱们手工坊的主力，手艺必须得好。姑娘，是不是我做的荷包太差了？所以并不是，你手艺很好，眼光也不错，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是差了一些。这次带你去绣庄，你和师傅学学最精细的手艺就好。大花点了点头，知道了，姑娘，我一定会好好学的。叶洛心点点头。小花的手艺比姐姐稍微差了一点，不过也没关系，你能学到多少就学多少，以后跟着你姐姐好好学。好，小花乖巧地点了点头。家里面，老周家的媳妇和二牛媳妇已经一人背着一筐青草来到了萧家。昨天李正和他们说完之后，2个人高兴得半宿都没睡着觉。一天30文钱，30天就是900文，那可是小1两的银子呢。主要是一天只要10筐草，干完这个，他们还可以去田里干活，赚钱顾家两不耽误。徐正香看见2个人来了，赶紧迎了上去，看见2个人筐里的草，却皱了皱眉头。咋的啦，萧家大嫂，这草不嫩吗？我俩可是特意去山脚下找嫩草割的嘞。二牛媳妇赶紧说，老周家媳妇也应和道：对，我们挑的都是鸡鸭爱吃的草，我们也没有养过兔子，兔子不爱吃这玩意儿啊。哎呀，不是，他从筐里抓了一把草，指给2人看，你看这草还是湿的呢，这是早上的露水还没干。洛心说了，兔子不能吃沾露水的草啊，不能吃啊，我们不知道啊。那这2筐草都扔掉吧，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等会儿我们再去割2筐。嗨，没事儿，问题不大，等会儿我把这些草拿太阳下晒晒，晒干了就能用了。就是你们俩呀，以后不用起大早去割草。我俩也是怕你家兔子没有吃的了，想早点呢。说完他又笑了起来，没想到兔子这么娇气，还挺不好养的嘞。嗨，可不是嘛。哎呀，这玩意儿啊，想要养好可不容易，除了吃草，多少还得喂些粮食。前些日子老二还专门买了1车的玉米回来呢。啊，2人听完都愣了一下，兔子还能吃玉米，这不是比人吃的都好？这也太费钱了吧，
这样一来还能赚到钱吗？原本看萧家养兔子养得风生水起，这几天总有马车过来收兔子，村里好几个人都想试试呢。可是一听说还要吃玉米，两个人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赚还是能赚一点的，只要兔子没病没灾，平安长大，还是能赚上一些。老周家媳妇和二牛媳妇两人对望了一眼，心中同时升起一个想法。原以为萧家养兔子挺赚钱的，这么一看还是老老实实种地的好。放下草，两人又去割了第二筐了。村里有其他妇人知道了这个事儿，纷纷去向李正打听。李正大哥，那萧家雇人干活了，下次能不能叫我啊？是啊，这草我也能割，能不能找我呀？你们……李正在院子边竹筐，细长的竹条铺了满地，他一边编一边说：长河家挣点钱也不容易，我给找的人肯定得是最能干的。你们自己想一想，平时在家里干活是不是偷懒？萧家有事的时候有没有主动去帮忙？那个牛儿媳妇儿平时也没见她帮萧家什么啊。桂花娘说道。但是人家不嚼老婆舌。说完，他放下手中的活，抬眼看着围了一圈的妇人。我告诉你们，以后这样的机会还有，就看你们能不能抓住了。行，我们知道了，以后啊，我们都得和萧家嫂子搞好关系呢。对呀，本来关系就不错，这回更是得用心点才行。行了，以后机会还多的是，等有活了我喊你们。人群散去，李正也没什么心思编筐了，他背着手走到萧长河家，看见徐正香几个都在忙着，他走过去问道：弟妹，今天没去县城？李正大哥今天没去，以后老二他们去就行了，咱们就在家里忙活家里的事儿。我已经叫了人，待会儿去给你家量地。这块地你们是不是也要盖房子呀？眼瞅着秋收了，这会儿可不好找人。不着急，我和长河都商量好了，等秋收之后再盖，到时候大家都没啥事儿了，正好请乡亲们给帮帮忙。好。萧长河家现在可是他们村里的指望，等秋收完，一有些劳动力的本来都是要出去找活干了，这下好了，不用出村子就能找到活。李正看徐正香忙着，晃晃悠悠准备往外走，转头的功夫看到了一只庞然大物趴在萧家墙角睡觉。这狗稀罕，竟然是白毛的。家里养虎的事情，萧家人一直都没往外说，本来是想着等他伤好了就把他送回山上，可是后来看见这只老虎温顺听话，大家就谁也没提这个话茬，只要他不出去惹事儿，就让他留在家里也没什么。徐正香见李正往元宝的方向走，正要开口阻止，谁知睡觉的元宝听出了陌生人的脚步声，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昂起了头。我的个妈呀！李正吓了一跳，一个跟头栽倒在地。这是老虎啊！老虎怎么下山了？他坐在地上，手指颤抖地指向元宝。李正大哥，你看错了，这是我家狗。徐正香连忙站在李正面前，挡住了他的视线。弟妹，你大哥我就是再没见识，那还分不出狗和虎，就你家这玩意儿比2条狗还大，你管这叫狗？要不是元宝实在是不会汪汪，徐正香真想让元宝伪装一下，眼瞅着瞒不住了，他便也不再隐瞒。这老虎是2个孩子在山上捡的，刚捡来的时候只有那么小一只，没想到养着养着就长了这么大，不过已经养出感情了，就不能再把它赶走了，你说是不？能和老虎培养出感情，算你有本事。这只老虎真的不伤人？不伤人，他连家里的鸡鹅都不吃，又怎么会伤人？元宝，过来！徐正香说着，朝着老虎招了招手。元宝懒洋洋地走了过来，徐正香用手摸了摸他的头。你看，这只老虎很通人性的，不然我们也不会留在村子里。李正看着徐正香一下一下摸着老虎的头，看得心里直痒痒。他犹犹豫豫地伸出手，也朝着老虎的脑袋摸去，谁知道老虎忽然侧过头，凶巴巴瞪了他一眼。李正彻底吓尿了。你们看好他，千万别让他伤人呐！不然能怎么办呢？打是打不过老虎的。现在萧长河家里又是村里的倚仗，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抖着双腿往院外挪，背后忽然又传来了一个声音：且慢。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前几天住到萧长河家的侯府夫人。这位夫人，您有何吩咐？小李正，这只老虎体型虽大，但是确实不轻易伤人。我老太太初来乍到，没见他呲过牙，发过怒。老夫人看李正频频点头。不过这东西怎么说也是畜生，不能用人的行为去衡量。既然萧李正已经知道了老虎的事，不如就去村里通知一下，告诉大家萧长河家养着老虎，让大家出来进去都小心一点。是。
李正连连应下。谁没事会在别人家出来进去啊？老夫人这番话，恐怕是在让我告诉大家，不要眼馋萧家养的兔子，人家养着老虎，万一惹怒了老虎，那后果可不堪设想。李正赶紧在村里召集了一下人，给大家说了秋收后萧长河家里要用人干活的事儿。盖房子和上次一样，要做泥砖、挖地基，想赶在入冬前完成，所以用的人手比较多。大家要是没和人家约定的，就先别急着出去找活了。太好了，这下不用去张老爷家看他家门房的脸色了。那可不是，白天干活，晚上还能搂着媳妇睡，再也不用几10个人一起的大通铺了，好得很啊！这活少挣点我也愿意干，少点也少点，反正在自己家附近，吃喝又不花钱，一来一去就勾回来了。哎，谁和你们说价钱低的？李正说，那萧家说给多少钱了吗？李正伸出了一个巴掌。5文钱，这还不少啊？对啊，5文太少，可是50文又太多了。你们也知道多呀，知道人家给的多，大家就都好好干。上次盖房子还是20文钱一个人呢，这次长河和我说，因为时间比较紧，每天干活的时间要延长一些，所以给大家加了钱。可你们自己算算，这时间就是再长，能有2天多吗？不能。大家都很兴奋。你们心里有数就行，反正长河还雇了我做监工，到时候谁要是偷懒，谁第2天就别来了。李正叔火眼金睛，有你坐镇，谁还敢偷懒啊？哈哈哈哈！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你们别光顾着笑，我还有件事要通知你们。什么事啊，李正叔？弄得这么严肃，怪吓人的。桂花娘调侃道。李正清了清嗓子，那个萧长河家养了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老虎，大家以后进出他家都小心点，特别是有一些有歪心思想半夜爬墙的，自己心里掂量一下，能不能斗得过老虎。李正一口气把话说完，人群沸腾起来。什么？萧长河家养老虎？老虎可是百兽之王，怎么能听人摆布呢？昨天还打他们家门前路过，根本没注意到啊！看大家都心神不宁。你们一个个别瞎担心，人家这老虎养了好几个月了，如果不听话，早就出来咬人了。这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我就是提醒你们，千万不要看萧家有钱了就起什么歪心思。李正叔，看您说的，咱们乡里乡亲的能有什么歪心思？没有最好。今天我也算是正式给你们打过招呼了，以后如果谁半夜爬进萧家被老虎咬死，这个可怨不得萧家人。多吓人，那谁敢呢？家里养老虎，这也是咱们清河县第1人了吧？他家老虎竟然不吃人，不吃人也就算了，他们家养了那么多只兔子，也没听说老虎祸害兔子。这只老虎不会是吃草的吧？众人小声讨论，大多是好奇大于害怕。人群中，一个矮个子男人握了握拳，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几人回到村里，徐正香把陈大陈二安排在了家里原来的仓房，等新的兔舍盖起来了，给你们俩在那边留个房子住。没事，我俩风餐露宿惯了，在田边搭个草棚子给我俩住就行。这俩人来得正好，第2天村里就开始秋收了。徐正香发现老夫人给找的这2个人是真能干，别人一上午能割1小块地，他俩在一起能割出别人的3倍。哎呀，洛心说的对呀，老夫人眼光就是好，找的人太能干了。不光能干，还能吃呢。早知道他俩这么能吃，当初他真得合计合计。早上徐正香给蒸的杂面馒头，一共18个，合计够俩人1天的口粮。这俩人可倒好，咔咔一顿就给造光了。哎，没事儿，现在不是农忙吗？等闲下来的时候就没这么能吃了。这次叶落心不参与田里的活，老夫人带着几个丫鬟一起下田帮着紧稻穗。陈二看见徐正香和老夫人，两位夫人，这田里的活不由你们伸手。另外，我看咱家的田不太肥，等明年好好沤点肥，1年多产个200斤粮食不成问题。徐正香听得高兴，你要是能让田里多产200斤白面的馒头，随便你吃。好嘞。听了这话，陈二手下动作更快了，连着几天都是好天，村里的稻子都收得差不多了。今年年景好，2茬水稻种的又及时，收成比往年多了不少。最重要的是，今年的赋税并没有增加，村民们收完稻子回家一算，今年比往年能多剩200-300斤的粮食。有这些粮食在，他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个好年，来年春天也不怕青黄不接了。大家出门脸上都带着笑容，李正也时刻不忘提醒村里人，你们可别忘了，咱们村里今年能有这么低的税，那可都是惠如人的功劳，做人要有感恩之心。哎呀，村长，您就放心吧，以后长河叔家里有什么事儿，只要招呼一声，咱们立刻就去。几天后，萧家正式开始建兔舍，
这次给的工钱高，来的人又多，所以进程很快，一天能出几百块泥砖。徐才养了这些天，身体也养得差不多了。他本来也想跟着大家一起挑土做砖，却被叶落心阻止了。徐公子，你这身子骨脆弱，这种活就不用沾手了。我身子骨怎么就脆弱了？我很强壮的好吗？我不是那个意思。叶落心微微一笑，只是徐公子本来就不是做这些粗活的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让徐公子帮我去做。什么事？徐才心中暗暗高兴。前些日子大家都得到了重用，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放鹅，现在终于轮到他了。想让徐公子去县城帮我送货。徐才大失所望，原来是送货呀，这种事情是个人就能做好，根本用不着他出手。算了，那我还是在家放鹅吧，等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你再喊我吧。叶落心看出他心中所想，这件就是重要的事情，而且非你不可。这什么人送货呀，就非我不可？叶姑娘，你可别骗我了，当初我都是仗着我爹的本事在外面胡作非为，现在我家酒楼都没了，谁还能把我放在眼里？当然有。叶落心故意卖了个关子，明天等你见到的时候就知道了。徐才将信将疑，第二天还是带着一背篓的荷包和叶落心一起上了路。本来他可以不用出来这么早，但是回到清河县以后，他一直住在青山村，还没来叶落心的店里看过。看着叶落心和萧木两个忙活一早上，结果就煮了20只卤兔，一会儿就卖光了。徐才彻底绷不住了。我说叶姑娘，你们就不打算开个大点的店来做吗？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而且清河县太小了，要开大店得去安昌府才行。徐才听完拍掌大笑，对，就应该是这样。当初我也和我爹这样说，一个小小的清河县能有多少客人，不如去安昌府。可是我爹一直都没同意，死守在清河县有什么前途？生意不同，想法就不一样。你家当初是酒楼，牵扯的东西比较多，而我这个完全是轻装上阵，去哪里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徐才听着有点道理，但也不完全同意。对了，一会儿我要去哪里送货呀？其实我觉得这铺子里的活更适合我。徐才还是不太想做个送货郎，谁知道他话音刚落，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店里的事情有我，就不需要徐公子操心了。说话的是萧木。自从徐才醒来后，总觉得萧木看自己的目光里带着防备和不满，他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是哪里得罪了这位大爷了。不过他也没时间去把这件事想明白，因为等马车停下来的时候，徐才发现叶落心带自己来的地方竟然是县衙的后门。叶姑娘，徐才有些结巴，咱们不是去送货吗？怎么跑到县衙来了？是不是送错了？没走错，咱们要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徐才，把背篓拿下来。徐才把背篓递给萧木，自己却迟迟不肯下车。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那怎么能行？你难不成想吃白饭？叶落心问。徐才看着车下的两人，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总觉得萧木嘴角露出了一抹讥笑。行，去就去。徐才心一横，跳下马车。反正刘希月天天往外跑，不一定在家。再说了，他又不吃人，有什么可怕的？徐才给自己打气，和萧木、叶落心一起走到了县衙的后门。不过他这波运气确实不好，因为后门一打开，他就看见刘希月站在门口，十分热情地招呼叶落心。叶姐姐，你终于来了，我在这等你半天了。刘希月说完才发现叶落心身后的徐才。徐才被刘希月一瞪，心中就是一惊，他下意识地转头就想跑，却被萧木一把按住了肩膀，站在原地动弹不了。徐才觉得自己不是怕刘希月，主要是怕他缠着自己。徐才哥，你身体恢复了，真是太好了。然后他就继续转过脸，搂着叶落心的胳膊往院子里走，实在太过意外。徐才有些呆，看着两人走远了，还站在原地没有动。还是萧木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才背着背篓跟了上去。他边走心里边想，刘希月不是最喜欢往外面跑，参加一些什么诗会吗？难道这些日子刘希月转性了？等到了后花园一看，他才知道自己想多了。刘希月没出去参加诗会，那是因为他把诗会开在了家里。后院一群莺莺燕燕打扮的花枝招展，欢声笑语响彻整个园子。丫鬟看见徐才纷纷行礼，徐才停下脚步。这么多小姐，我一个外男在这里不方便，放下东西我就先出去吧。你没看见那边还有几个才子吗？我俩就坐在这边看看热闹，顺便等落心。你都成亲多久了，怎么还这么黏你夫人？萧木没有理他，一双眼睛只盯着叶落心看。徐才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看到的却是站在叶落心身边的刘希月。这就是我之前和你们说过的叶姐姐，她可是当今圣上亲封的慧如人，我身上的小荷包就是叶姐姐做的。
今天他特意多拿了一些分给大家。他话音刚落，就有丫鬟把徐才刚刚背进来的背篓拿了过去。刘希月弯腰从里面挑了一只纯白小巧的荷包，对着众人晃了晃。这个和我身上的是一样的，我记得是谁要来着？啊，我最先要的。众家人全都伸长了胳膊。那就张小姐吧。刘希月把荷包送给了离自己最近的张小姐。张小姐如获至宝。啊，怎么给她呀？不给我呢？啊，我的呢？其他人纷纷抱怨。刘希月不慌不忙，从背篓里又拿出一个荷包，这个比刚才的要大一些。这个不是更好看吗？这个比刚才的大，能装更多东西，而且造型别致。我呀，看看我！在场的小姐们又是一声惊呼。她们平时见到的精巧荷包数不胜数，这个虽然算不上是最精巧的，但是很别致，很漂亮，把大家都给迷住了。桌子上喝茶的公子们不知道好好的诗会怎么变成如今这样的。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马公子站起来说道：刘小姐，这只荷包很好看，我想出10两银子买下来送给宋小姐，你看可以吗？坐在人群中的宋小姐立刻红了脸。宋小姐前几日刚和马公子定了亲，马公子借着这个机会向宋小姐表达爱意，一切都恰到好处。不好意思，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为什么？难道是我给的价钱太低？那我出100两，如何？哇，马公子出手好阔绰啊！100两哎！有人推了推宋小姐，并投来羡慕的目光。宋小姐脸一红，想要开口阻止，可是刚张口，又反应过来自己现在没过门，没有立场管人家，到嘴边的话又被憋了回去。马公子，您误会了，今天叶姐姐带来的荷包都是要送给大家的，哪能收大家的钱呢？既然马公子这么喜欢这个包，马公子与宋小姐又是两情相悦，我们就成人之美，把这个荷包送给宋小姐怎么样？好哎！太羡慕了，要是有人能送我一个就好了。就在现场一片祥和的时候，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清雅之地，大雅之堂，为什么弄这些污浊之物，平白的毁了雅兴？说话的是典史家的小儿子，他今年刚考上秀才，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诗会。宁公子怎么能说这些是污浊之物？这明明是我们女子的心爱之物啊！刘希月不满的道：刘小姐，我没说你的荷包是污浊之物，我只是觉得咱们诗会上谈的是诗词歌赋，讲的是经史子集，满口的黄白之物，岂不是坏了我们的雅兴？徐才听了，一群伪君子。宁公子这么说，我倒是有一事想问。刘小姐尽管开口。宁公子既然如此瞧不起这黄白之物，不知道你平时吃的喝的用的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宁修竹万万没想到刘希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就连徐才都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向刘希月。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刘希月吗？宁修竹认真想了一下，这些都是家母置办的。好，都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倒是想问问宁公子，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这天下的黎民百姓。既然是为了天下百姓，那我请问宁公子，天下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天下太平，国泰安康。不对，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最关心的是地里的粮食、家里的米缸，还有后代的前途。刘希月鼓了鼓掌。叶姐姐说的很对，饭都吃不饱的话，谁还有心思关心天下大事？宁公子脸上的笑容转瞬即逝。就算百姓最关心的是银子，可是这和我们的诗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参加诗会本来就是来吟诗作对的，文人讲究的就是志存高远，清新脱俗。如果在这样的场合都不能免俗，我们和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好比刘小姐身边的这位慧如人，纵然有皇帝的封赏，可刘小姐与她之间的共同话题，难道比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要多吗？一句话暴露了宁修竹心中的想法。即使叶落心是皇帝亲封的慧如人，身为读书人，还是瞧不起这样出身农家的小娘子。她的一句话也说出了在场好多人的心声。大家虽然都喜欢叶落心做的荷包，但是从心底里还是瞧不起她这样的商人的。刘希月不高兴了：宁公子，请你慎言，叶姐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的真知灼见能和我说上3天3夜，这些你们可比不了。如果慧如人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厉害，那区区在下不才想和慧如人比试一下，如何？他想用这个方法让叶落心知难而退，以为自己找回点面子。萧木听到这里皱了皱眉头，他站起身来想要上前去阻止，却听见叶落心声音再次响起：好，比什么？不如就比即兴题诗。宁修竹最擅长的就是题诗，提出这个比试，他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刘希月却火了：哼！宁修竹，你臭不要脸！哪怕你和叶姐姐比投壶、比猜灯谜，我都没这么瞧不起你。你一个大男人，拿自己的长项来比别人的弱项，欺负我们女子，算什么本事啊？宁修竹满脸通红，却还是坚持道：慧如人若是觉得为难，可以退出比试。
不用，虽然没写过，但是偶尔也听家中小叔念过几首，我可以试试。姐姐，没必要和这种傻缺置气，我们不和他比。没事。叶落心却是一派淡然。就是不知道宁公子想要以什么为题。围坐的贵女们互相交换了眼神，眼中全是对这位慧如人的同情和嘲笑。他竟然敢和宁公子比作诗，宁公子可是他们清河县最会作诗的读书人了。怎么，我这位姐姐还是个才女？别乱攀关系，她不是你姐姐。那好，我换个说法，萧夫人是才女。徐才改了口，萧木没再理他，一双眼睛只看着叶落心。场上大家还在小声讨论着该以何种事物为题。我们女孩子都喜欢花，不如以花为题如何？如今已经深秋，百花凋零，此时以花为题并不应景，不如以秋为题如何？啊，这好像有些难度啊。对呀，四时景色可比写物难多了。众贵女纷纷嘀咕，就连在座的几位男子都觉得宁修竹似乎太过认真，有点仗才欺人了。迎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儒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光彩的。就是修竹兄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以他的才学，不管写什么都能轻轻松松赢对方，何必呢？好，就写秋天。不过既然比试，我们以什么为赌注好呢？若是我输了，我愿意从此封笔，此生再不作诗。这种小事何必拿前途做赌注？不如这样，你要是输了，就叫我三声姑奶奶，如何？别说姑奶奶，我若是输了，奶奶也叫得。好，叶落心抚掌，公平起见，你若是赢了，我叫你三声爷爷。这赌注虽然粗俗了点，但是听起来很刺激，众人兴致更盛，一直盯着两人。府里的丫鬟们呈上笔墨纸砚，两人限定一炷香的时间。宁修竹坐在自己的案前，开始拧眉思索。半炷香之后，他终于灵光一现，不再重复刚才的动作，提起笔来一气呵成。秋意深浓满地霜，呼之无力舞疯狂。明月如水映寒景，孤影随行入梦凉。好诗，好诗啊！修竹兄文采斐然，短短半炷香的时间就能做出如此美妙的诗句，果然非同一般。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已经有人低声吟诵这首诗，想要把诗句记到心里。宁修竹享受了一番大家的赞叹，然后转头看向叶落心。慧如人迟迟没有动笔，可是没有思路。若是实在想不出来，也可以不写，毕竟你是一个女子。谁说我想不出来的？叶落心凉凉地说道。他看着宁修竹，心中暗存：这三声姑奶奶，你是叫定了。老娘虽然不会作诗，但是会背呀，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直接拿出来一首就能吊打你100回合。只不过我只是不会写字，得让我夫君上来帮我写才行。叶落心说着，朝萧木莞尔一笑。萧木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样，迈着大长腿就走了过去。萧木走到案前坐了下来，他拿起笔蘸了墨汁，然后他抬起眼看向叶落心。他的小娘子从来都不会胡闹，既然他敢硬下来，就说明他心中早有胜算。叶落心看到萧木的眼神，朱唇轻启，吟诵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是唐朝刘禹锡《秋词2首》中的其一。写下第一句的时候，萧木还没有意识到什么，可是等到他听到第2句，激动的心情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何等的胸怀啊！他忍不住看向叶落心，叶落心还是朝着他微微一笑。萧木这才稳住心神，将后2句也写了下来。不用上来查看，大家在叶落心吟诵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诗的内容。等4句念完，众人一点声音都没有，整个后花园落针可闻。姐姐，你也太厉害了！最终还是刘希月打破了这份寂静，他扑到叶落心的身上，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姐姐，你是才女，你是清河县第一才女啊！不，你是大梁第一才女，你实在太会写了。他还在兴奋，忽然觉得自己的衣领紧了紧，回头一看，萧木正冷着脸看着他，一只手还拎着他的衣领后面的2根带子。刘小姐，我家夫人身体弱，你不要抱得太紧了。哦，好。刘希月吓得赶紧松手，其他人也走了过来，大家围在叶落心的案前，轻轻地吟诵刚刚叶落心做出的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妙啊，实在是太妙了，得是何种才情才能做出这么好的诗？你们看，这字写的也很好。李家小姐提醒后，大家这才发现纸上的字体笔锋犀利，笔力遒劲，真是运笔如流水，落笔如云烟。看了这个字，再去看看刚刚宁公子的字，简直天差地别。宁公子也看到了大家的眼神，
他感到十分的羞愧。他败了，却没想到会败在自己瞧不起的农妇手中。胜负已分，大家纷纷看向宁修竹。宁修竹的脸色变幻不定，倒是越来越黑。有同窗学子开解道：哎呀，我们以诗会友，慧如人确实技高一筹，不过赌注什么的就不必太当真了，对吧？对，赌注什么的就算了吧。不行，刘大小姐何必如此认真？还有人在替宁修竹求情。哼，愿赌服输，耍赖的是乌龟王。想当乌龟还是想做孙子？你选一个。我叫。他转身朝着叶洛心鞠了一躬。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哎，叶洛心脆生生答应，然后笑呵呵地看着宁修竹。宁修竹万万没想到叶洛心还能回应自己，胸中似有千言万语，却又说不出来，最后只憋出了一句哼。哼完便转身离开了刘府。他走了就走了，正好没人打扰我们的雅兴，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谈钱不俗，没钱才丢人。宋小姐应和道：没有钱怎么买心爱的荷包？没有钱怎么给心爱的女孩子买她喜欢的东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努力挣钱，痛快花钱，这样的日子岂不痛快？慧如人快言快语，真是女中豪杰。想不到慧如人如此才学，又有封号在身，竟也舍得下身段来做这些事情。尽管称赞，可是大家对于商人还是难免会有偏见。叶罗心摇了摇头，拿起一个椭圆的小包展示给大家。大家看这个包，这个小荷包是用纯白的兔皮制成，你们看像不像是白色的玉盘？众人纷纷点头赞成，这种纯色的兔皮确实少见，因此显得十分难得。我让人在玉盘上镶嵌了2颗珍珠，所以给这个包起名叫做大珠小珠落玉盘。原来荷包还有名字，好文雅的名字。对，所以我刚刚摇头说你们说的不对，我做这个不叫放下身段，你们谈诗词，我却想把这些好听的诗句用具体的事物表现出来。一般来说，我们管这个叫做艺术。啊，慧如人，那我这个包包叫什么？张小姐举起了自己刚才拿到的荷包，叫沧海月明珠有泪。啊，这名字太有诗意了。把一个玩意儿的名字起得这么清新脱俗，慧如人恐怕是我清河县第1人呐。何止清河县，恐怕大梁也找不出第2个来。听到这个名字，我突然觉得刚刚说的100两银子好像也不算贵了。确实东西易得，但是这精巧的心思却难找。听着大家的议论，叶洛心微微翘起嘴角，看来自己的方向没有找错。要么怎么说读书人的钱好赚呢？把好东西配上好名字，就有翻倍的利润可以赚。大家谬赞了，我只是想把喜欢的东西呈现出来。新年之前，我打算在县城开一家卖荷包的店，到时候还希望大家能够捧场。如此有闲情雅致的店，我们当然得去。对，到时候我也要买一个，到时候大家记得早点，别让人把看好的都挑走了。我们做出来的荷包绝对没有2只一模一样的，大家若是有心仪的，确实要早点去。哪一天开业？对呀，哪一天开业，我们也好做个准备。大家被吊起了兴趣。等开业之前，我给大家送请柬。商定之后，刘希月和叶洛心一起将剩下的荷包送给了在场的姑娘，然后他们又谈起了诗词。叶洛心在众人的推崇下，又吟诵了一首《静夜思》和一首《红豆》，引得大家惊叫连连。徐才和萧木就像2个看客一样坐在外围，看着叶洛心和刘希月应付得游刃有余。徐才不禁称赞：嫂嫂真是个做生意的奇才，连那些孙府的书生都能搞定，这钱活该他挣。萧木闻言嘴角微勾，他看着场中那抹亮色，眼中全是温柔的笑意。不过刘小姐也挺让人意外的，我实在没想到她竟然还有这样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她以前有多烦人，总是缠着我说个没完。不过以后她要是缠着我说一些生意上的事情，我倒是挺乐意听的。你喜欢她了？徐才没想到萧木会突然问这个，红着耳朵连忙摆摆手：不喜欢，我才不喜欢她呢，幼稚无趣。可是徐才答完之后，突然感觉萧木的眼神变得锐利，他盯着徐才冷漠开口：不喜欢她，那你喜欢谁？徐才忽然觉得周围的温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我喜欢我谁也不喜欢啊！不是，我喜欢谁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是月老吗？你喜欢谁我不管，但是不许喜欢他。我就喜欢他，你能怎么？徐才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反应过来，萧木说的是叶洛心，他脸色变了变。我不喜欢嫂子，惦记也不行，我没惦记。管好你的眼珠子，没事少往他身上看。不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没误会，我只是在提醒你不要有非分之想。不敢，你这么凶，没人敢惦记你夫人。萧木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下来。场上，叶洛心和这些大家小姐们认识的差不多了，便起身告辞。徐才跟着他们一起离开，转身的时候还觉得刘希月一定会喊住自己，可是他都往前迈2步了，也没听见刘希月的声音，只好失望的离开了。
快进屋洗洗手，准备吃饭了。林老夫人看见叶洛心回来，也愉快地迎了上去，拉着叶洛心的手问：怎么样？今天累不累？忙不忙？要是太累了，就在家歇着，让春花替你去干活。不忙不累，轻松得很，你喜欢就好。嫂子，你可算回来了。他一看见叶洛心就迎了上去。叶洛心摸了摸萧景的头，说道：今天功课忙不忙？累不累？萧景嘿嘿一笑：不累，今天先生还夸奖我了呢。那就好，你好好学，明年给嫂子考个秀才回来。嫂子你放心，我肯定会考个前3甲。徐正香听见这话，乐得见牙不见眼，但他嘴上还是骂道：哼，就会说大话，等明年考回来了再说。对了娘，孔夫子的身体恢复好了，他今天还说过段时间要办一个女子班，专门收村里的女娃娃进去读书。孔夫子怎么突然要收女娃娃呢？萧景得意地说：那还不都是我嫂子的功劳，因为我嫂子又聪明又能赚钱，所以有人去问孔夫子收不收女弟子，想让自己家的女娃娃也去读书认字呢。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我小时候也想去读书，可惜家里穷，先生也不肯教，一直都没有机会。那娘可以去跟孔夫子学呀。嗨，得了吧，我这么大年纪跟一些小娃娃挤在一起成什么样子啊？徐正香想了想那个画面，就觉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娘，你想去就去嘛，管什么年纪大小，孔子不是说了吗？活到老学到老。孔子真这么说？萧景也瞪大了眼睛。嫂子，这是孔子说的吗？不是吗？我怎么记得是啊？叶洛心挠了挠头，两下一看，徐正香立刻觉得萧景学得不扎实，抄起手边木棍就指着他道：又不好好学习，一天天你都在想什么啊？看我不打你！萧景吓得拔腿就跑，边跑边喊：嫂子，真的是孔子说的吗？为什么夫子没有教给我们？叶洛心不好意思地扶了扶额，实在记不清了，把这句话安给孔子，主要是为了显得有道理，草率了。萧长河拿着一箩皮子路过，看见徐正香追着萧景打，在旁边帮腔道：又惹你娘生气，该打。叶洛心有些尴尬，转移话题道：爹，咱家熟出来的皮子有多少了？入冬后我想开店，皮子用量要加大了。那得用多少？库里怎么也得备着个180张的，以备不时之需。那可不够，这几天我得抓紧时间多弄出来一些。爹，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是得找帮手。叶洛心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上次老夫人去市集没找到合适的人，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下来。可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爹，你就在村子里收2个徒弟吧。你看你这段时间熟出来的皮子质量多好，你的手艺绝对没问题。没问题吗？没问题。叶洛心肯定地说。萧长河摸了摸手中的皮料，那就收。他总觉得自己学艺不精，不敢随便收徒。可既然洛心这么鼓励自己，他又觉得不妨就试试。二蛋爹来萧家放工具，听见2个人的对话，立刻说道：萧二哥，你要收徒弟吗？你看我家二蛋行不？萧长河听得一愣，急忙说道：二蛋这孩子不错，只是我还没定下来。拒绝的话还没说完，二蛋爹已经指挥着儿子说道：二蛋，快把你师傅手中的东西接过来，怎么没有眼力劲儿呢？二蛋眼疾手快，立刻接过了萧长河手中的皮子。师傅，放到哪里去？萧长河愣住，这对父子是来碰瓷的吧？虽然有碰瓷的嫌疑，但是二蛋到底是个勤快孩子，萧长河最后还是决定收下他。除了二蛋以外，还有二牛、马石、李达3个孩子。按照萧长河的说法，学手艺这件事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可以教这4个孩子，但是这4个孩子能做成什么样，还得看他们自己。拜师这天，他们齐刷刷地跪在萧长河面前，行拜师礼，敬拜师茶。萧长河尽量平复心情，但是端起茶碗时，却也还是红了眼眶。几个孩子拜完师，萧长河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出不来，还是徐正香给孩子们每个人封了一个小红包，让他们都站了起来。咱们家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收你们几个也是为了家里的活能有个帮手。你师傅已经和我说好了，他的徒弟只教3个月，3个月内你们在这里学徒，还帮着干活，我们每个月给30文钱。3个月之后，要是学成了手艺，每个月就是1两银子的工钱。学不成，那就说明你不适合干这个，乖乖回家干点别的去。 4个孩子互相看了看，现在萧家盖房子，他们去做帮手，一天就能赚25文钱。这个钱虽然多，可是过几天房子盖好了，就没他们的事儿了。还是学手艺更划算，学会了熟皮子，他们就可以在萧家一直干下去。我们都听师傅的，那就别愣着了，跟我去干活吧。有了帮手，萧长河干起活来更加来劲。
叶洛心这几天发现，萧长河虽然平时态度还算温和，但是教几个徒弟的时候却十分严厉，一丁点错误都不允许有。不过他也很有耐心，对于他们犯错的地方，他可以不厌其烦地讲上好几遍。叶洛心盯着几个人看，徐正香也凑上来道：“你看看你爹，像不像个严格的师傅？爹看起来气色不错。是，我觉得他最近年轻了不少。”两个人正聊得高兴，萧松却从后院跑了过来，边跑边喊叶洛心：“弟妹，你快去东边看看，元宝咬人了！”有人？徐正香和叶洛心都是一惊，元宝自从来了家里，连家里的鸡鹅都没咬上一口，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去袭击人呢？叶洛心急匆匆地往东边空地上跑，老远的就看见干活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离他们10米远的地方，元宝低头站在那里，在他的脚底下似乎还躺着一个人。慧如人，你快来看看，老虎要吃人了！叶洛心加快脚步，等他走近的时候，发现元宝爪子下面果然踩着一个人，那个人是村子东头的王六。元宝，老虎抬起头看着他，口中发出吼的一声，吓得王六闭上了眼睛。元宝，你怎么跑出来了？没有看到血迹，叶洛心的心放下去一些。慧如人，李正说你家老虎不伤人的。是啊，他要是咬伤了王六，我们以后可不敢来这边干活了。对，挣钱是好，可是还是命重要。老虎是野兽之王，怎么能养在村子里呢？我早就觉得这样不安全。你干了什么？王六抖得厉害，不知道是太害怕还是根本就没听到，他没有回答叶洛心的问题。元宝低下头，想要撕咬王六的胸口，却又像是有所忌讳，只低低的吼了一声。叶洛心看向元宝看着的地方，你身上藏了东西。王六的眉毛明显一颤，他没回答。大哥，你上去看看，他怀里藏着什么？萧松弯下腰，将手拿出来一看，果然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子。王六，你来我家干活挣钱，还敢偷我家的东西？我刚才去拿石料，看见石堆旁边有一只小兔子，我看它长得可爱，就把它揣在了怀里。石料堆在我家的院子里，兔子是有主，你难道不知道？我知道，我错了，我偷了你家的兔子，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慧如人放了我，别让这只老虎吃我，行吗？不等叶洛心开口，元宝又低吼了一声：“大哥，你再摸摸看，他怀里应该还有东西。”萧松再一次弯下腰，又摸到了一个袋子，他把袋子拿出来，朝下倒在地上，里面哗啦啦滚出一个绑着铜钱的吊坠，还有2小块碎银。这不是我的吊坠和碎银子吗？怎么跑你身上去了？我的钱坠子怎么会在你身上？我的碎银金怎么会在你身上？这可是我婆娘今天早上刚给我，让我去买粮食的。刚才搬石料，趁你弯腰不注意的时候拿的。王六竟然是个小偷，乡里乡亲，想不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二牛爹跪地将钱坠子和碎银捡了起来。要不是这只老虎，我这买粮食的钱就没有了。这只老虎救了我的大命啊！二牛说着朝老虎磕了个头。这老虎能辨出兔子的味道也就罢了，他怎么知道王六身上有二牛的银子？人家怎么说也是百兽之王，鼻子比我们灵敏100倍，别说是银子了，就是一根头发估计都能辨认出来。我操，那萧家以后岂不是什么都不怕丢了？你忘了李正的话了，有只老虎在，谁还敢惦记萧家的东西？就这样一只老虎实在是太好了，可惜我家没有，不然我家鸡昨天就不会丢了。我前天还丢了5文钱呢，不知道这老虎能不能帮我寻回来。诸位，你们也都看到了，并非我家元宝蓄意伤人。今天如果王六不偷我们家的兔子，元宝也不会将人扑倒。好了，东西我们都拿回来了，你可以放开他了。众人眼见那只老虎果然松开了前爪，李正没说错，这只老虎真的很听话。对呀，他好像能听懂慧如人的话呀，真的是一只有灵性的老虎。哎，你看他，兔子在嘴边的都不吃，这老虎养的也太好了吧？萧松叫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将王六抬到李正家里。王六被送到李正家后，为了给其他人做个警示，李正让他在村里游街。一路上，他被村里人骂得头都抬不起来。慧如人，您看这个兔棚里的粪便差不多每天都要打扫，这些东西又是很好的肥料，咱们不如在兔棚外面修建一条浅沟，到时候把每个棚子里面的兔粪扫出来，可以再沿着浅沟集中到一起处理。而且兔棚修建的时候稍微带上点坡度，下雨天所有的雨水都能顺着浅沟流走，这样不就能免得储水了吗？好，就按你说的做。你这个意见提得好，回头我和母亲商量一下，给你涨工钱。真的？能够提出好的方法，当然得赏。那我还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就是你们种田沤不沤肥嘛？沤肥？哪里来的东西沤肥啊？地那么多，粪就那么一点儿，还不够麻烦的。不过今年有了兔粪，可以沤一点了。既然你们也沤肥，那这个就不算我的点子。但是我沤肥可是一把好手，到时候去山上多弄一些树叶，再加上田里的稻杆，保准有多少地都能给你铺满。那可得不少东西呢。不用担心，东家有我呢，我去山上弄树叶，弄腐肥。好，只要你干得好，赏钱少不了你的。不过你们兄弟俩
两个，我看你好像什么都懂，你大哥就没有你这么明白呢。我大哥呀，陈二看着陈大，他就是个闷葫芦，其实比我还懂呢，就是嘴上不说而已。行，你们兄弟俩就好好干吧，要是一直都是这种干劲儿，3年之内肯定能娶上媳妇。谢谢东家，您就瞧好吧。家里这边干得如火如荼，徐子商那边却遇到了点麻烦。乐安县那家谈好的状元楼，在徐子商想要与他们签合同文书的时候，突然就反悔了。樊掌柜，你这事儿做得不仗义，当初荷香楼和你一起竞争，都想加盟我们新月斋卤兔，是你多次争取，最后我才选了你家，怎么没过几天你倒反悔了呢？徐掌柜，咱俩认识也有10多年了吧，你也是生意人，自然知道做生意不到最后一刻都有可能会变。那你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可是秘密，徐掌柜难道不知道这种机密是不能随便告诉别人的吗？好，徐子商立刻站了起来，以后樊掌柜就是后悔，我们也不会再合作了。那是自然。这边谈不妥，徐掌柜也不逗留，立刻就去找了荷香楼的李掌柜。以后玉安县是不是只能由我一家卖新月斋卤兔？那是自然，你们不会中途反悔吧？只要你按照合同文书上的内容行事，我们绝对不会反悔。那就好，那就好。李顺签下合同，拿出500两的定钱，然后又定了1年的调料用量。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徐子商带着银票和合同文书回清河县不久，乐安县那边就出了事儿。原来樊玉离之所以拒绝了新月斋这边的生意，是因为他找到了另外一个货源。据说他们做出来的卤兔味道和新月斋有90%的相似，但是价格却比新月斋便宜了2成。叶掌柜哦，你说这可怎么办？我真金白银的投进去，现在1分钱都没挣呢，生意却让人给抢走了。我开酒楼也不容易，1年也挣不上1000两银子，现在眼看着1000两要打水漂了，我这几宿都没睡好觉。李掌柜，你先别急，事情还没弄清楚，李掌柜还是再和我们说说细节。前几天那个状元楼放了炮竹，我还当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家又上了一道新菜，叫万月斋卤兔。我心想着这万月斋和新月斋难道有什么关系，就让人去打听了一下。这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人家打的旗号就是说他家卤兔味道比新月斋还好，价格却比新月斋低。昨天他们家摆了10几桌的酒席，玉安县有头有脸的人差不多都请过去了，被他这么一搅和，我这新月斋卤兔怕是就不好卖了呀。原来如此，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预料到了会出现这种情况。李掌柜可尝到了他家卤兔的味道？尝了，第1天就尝了。怎么样？这好像没有新月斋的好吃，但是也不差。不差是差多少？食物这个东西，有的本来就只是细微的差别，不挑剔的人可以用别的食物替代，但挑剔的人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李掌柜既然是做酒楼的，不能尝不出这其中的差别吧？李顺仔细回忆了一下，好像是少了几味调料，没有那种特别的香味儿。这就对了，看来我们卖出去的调料已经有人拿出去研究了，不过他们找不全的。掌柜的，那我们要不要去查一下，这调料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算了，这种事迟早都会发生，况且他们从我手中买的调料是拿去做卤兔还是拿去做研究，我们总不能一直盯着。现在既然是状元楼想抢我们的生意，我们就从状元楼下手，只要仿制的东西做不起来，慢慢的也就没有人有这个心思了。这件事掌柜的心中可是有什么成算了？我们靠智取胜，既然他们要模仿，那我就让他们都知道咱家的卤兔是没有那么好模仿的。还有李掌柜，李掌柜若是怕折了本钱，我们的合约可以作废，我将之前收您的钱如数退回。不用了，不用了，我不退钱，我还想接着干。就是有一点，我们店里原定于3天后上新月斋卤兔，这回不知道要不要延后一些。不延后，就在3天后。1天后，小二，听说你们这状元楼的卤兔好吃，劳烦你去状元楼给我买1份回来。小二笑呵呵地收下了银子。客官果然消息灵通，我们玉安县状元楼的这个卤兔刚上不久，现在可是很有名的，好多人都要排队去买呢。不过您放心，我跟那家的小二熟，我这就去给您买1份回来。没过多久，小二就拎着1只卤兔回来了。叶洛心打开纸包，发现卤兔的颜色有些深，切下1小块肉放在嘴里嚼了嚼。唉，李老板真的是多虑了，这个味道跟我们的卤兔何止是细微的差别，简直就是毫无关系。就这样的东西也敢跟新月斋比，未免有些高攀了。这家卤兔并不光是少了那几味调料，连火候上也差了一截。光凭味道，他们就赢定了。2天后，荷
香楼正式上了新菜，店里稀稀疏疏来了几桌客人，并不比平时多多少，还有2桌老顾客面对小二推荐的新菜无动于衷。我们前几天在状元楼尝过卤兔了，味道很一般，今天就是来吃你家4喜丸子的，卤兔什么的就留给其他人吃吧。晚上盘点的时候，堂食加上周围邻居买的，一共卖了11只卤兔，这比叶洛心和李掌柜原本估算少了很多。为了尽地主之谊，李掌柜晚上请叶洛心3人吃饭。叶掌柜，今天这个结果实在是始料未及，要是这买卖一直不景气，我可怎么办哟？做生意本来就是有赔有赚，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跟李掌柜说过了，如果李掌柜想要毁约，我可以立刻把钱退给你。最后是李掌柜坚持要做的。是，当时是我坚持要做的，我就是抱怨几句，叶掌柜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提到做生意，你应该比我有经验，今天只是第1天而已，又不是以后每天都这样，没准过几天就有转机了呢。踏踏实实保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最看重的就是第一天上新菜，有好奇的人都会过来尝一尝，以后好奇的人可就越来越少了。只是这次我没抓住机会，让状元楼抢了先机。没有了先机，那就靠后天的弥补。东西好不好吃，大家自有判断。而且我这个卤兔一开始定位的人群也不是贪便宜能将就的那些人，我们定位的是家里有钱，对吃又比较讲究的人，所以我们要的是质而不是量。像你这个店，一天只要卖出20只卤兔，就能带动20桌的客人，再加上你其他的营业收入，1年多个1800两的流水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论规模，你的店和状元楼还是有些差距。我只希望李掌柜赚了钱后，能把店铺的档次再提升一些。那是肯定的，我也希望将来能有转机。那就要看你能坚持多久了。晚饭后，几人回客栈时，徐子商还是一脸的愧疚。李掌柜这个人品还行，就是没想到做起事来这么破麻。按规模来说，荷香楼也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只是状元楼虽好，他家掌柜却有其他心思。相比而言，我倒是觉得这个李掌柜更让人放心些。而且他状元楼毁约在先，还敢打着向新月斋的名号赚钱，我觉得应该让他尝尝后悔的味道。按约定，叶洛心教会了这边的人，就直接可以走了。不过为了扶持荷香楼，他和萧木打算在运安县再住10天。这10天里，荷香楼的客人日渐增多，同时吃了状元楼和荷香楼卤兔的都觉得还是荷香楼的更好吃一些。等到第8天的时候，荷香楼每天能卖出的卤兔已经达到了20只。李掌柜乐呵呵地找到叶洛心，叶掌柜，我还想再加50份的调料，你回去之后一定要给我准备好呀。怎么这么快又要加订？等手里的调料用差不多了再说吧。不用，照现在这个情况发展下去，我原本订的调料很快就要用完了。叶洛心一笑，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李掌柜还想等第2天再提一下这个事儿，没想到第2天店里却出了事儿。出事的时间正好在中午，酒楼里照常有几桌客人吃饭，忽然闯进了几个高大的身影，举起凳子就摔了起来。张三，你敢来我店里撒野，你好大的胆子！我吃你家的卤兔吃坏了身子，当然得来找你算账。你什么时候吃了我家的卤兔？我家的卤兔每天只能卖出10几只，谁吃了谁没吃，我心里有数。你胡说，我就是吃你家兔子吃的浑身起了疹子，你休想狡辩，给我砸！张三手中的凳子刚要脱手，他忽然觉得手腕一麻，紧接着一阵剧痛从手腕传到整条胳膊。你们干什么？这是我和店家的恩怨，与你无关，不该管的事你少管。我偏要管，你能怎么样？男人手上再次用力，断了，手下饶命！小掌柜，你怎么来了？来人正是萧木。你们为什么来捣乱？是不是受了那个樊玉离的指使？谁敢指使我？是我自己来寻仇。你们的新月斋卤兔吃坏了我的身子，我来算账怎么了？你吃了新月斋卤兔？小掌柜，你别听他胡说，这几天吃卤兔的客人我都记着呢，他根本就没吃。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我是让别人来买的。好，那你倒是说说是谁给你买的，我这边都有记录。他说着就去翻自己的账本。你说你吃的是谁买的？哪天买的？昨天李长贵买的。李长贵？李掌柜翻了翻账本，根本没你说的这个人，昨天没有，前天也没有。你说没有就没有，你那个账本记的谁知道准不准？我记得当然是准的。你别吵了，有什么话留着到衙门再说吧。两个人齐齐望向萧木。去衙门？怎么，你的损失不要了？要去衙门。张三有些吓到了，店里的伙计拿了根绳子就把他们绑到了一起了。一行人来到县衙，县老爷却像是早就知道一样，已经坐在堂上等着了。李顺和张三各自诉说了冤情，县令审都没审，就要把两个人全都收监。县令大人，此案案情简单，为什么不当堂审问？对啊，怎么不当堂审问呢？怎么还等着看热闹呢？
对，大人给审审，到底是谁的问题？大胆！本县审案，难道还要你指点？到底你是县令还是我是县令？不敢，只是本朝律法，有罪之人才能收押在监。这2人的罪名还没定，如何就能收监呢？这2个人扰乱公堂就是大罪，至于其他的罪名，我要慢慢审问。退堂。起身离开，萧木眯起眼睛看着县令的背影，眼中露出一丝冷意。县令回到县衙后堂，樊玉离早已等在那里，他面前放着一匣子白花花的银子。樊掌柜，让你久等了。樊玉离立刻站了起来，大人公务繁忙，危见小民，等大人是应该的。不知道李掌柜的案子，大人打算如何审问？这件事李顺也有问题，但是据我看来是张三挑衅在先，这事儿恐怕……不等县令说完，樊玉离就把银匣子朝着县令的方向推了推。大人，案子该如何断就如何断，只是这李顺也伤了人，是不是也得好好审一审才行？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看让他在牢里住上7天，樊掌柜觉得如何呀？很好。另外一边，刚刚走路的时候看见的，快尝尝。荷香楼又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对家搞的鬼。萧木说着，将之前发生的事描述了一遍。至于对家是谁，2个人心里都清楚。让人回家去取我的印信，我要亲自会会这位孙大人。好，等印信来了，我陪你去。3天后，孙县令还在后院和自己的小妾调情，忽然听见管家传报，定安侯府的老夫人来了玉安县，要见大人。定安侯府老夫人？县衙大牢里，怎么看到老鼠想到自己了？你的本事呢？人人都说我是过街老鼠，我看你也没好到哪里去。你算什么东西，还想和我比？我算什么东西？你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我告诉你，我上面有人，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出去了。至于你还是继续在这待着吧，这时候就怕出来了，有钱未必有用。李顺正蹲在牢房里骂娘，没想到孙县令的师爷却亲自跑到了牢房。师爷，我在这儿，你是来放我出去的吗？李老板，我们大人有请。李大人，请吧。不去，你们莫不是要害我？怕什么？李掌柜，你不是有钱人吗？勇敢上啊！李掌柜，侯府老夫人正在云祥客栈等你，你确定不去吗？侯府夫人怎么要见他？李顺咳了2声，抬头挺胸走出牢房。李顺跟着师爷走进后堂，眼角瞟到上座坐着一位老夫人，县令陪在下手。草民见过老夫人，见过县令大人。县令立刻站了起来，快请起，快请起。老夫人，这位就是您说的李顺，因为一点误会，让他在监衙里住了4天，现在误会解除了，这人也该放走了。这点小事，您让人过来问一下即可，实在不必惊动您的大驾。解决了。孙大人，您身为百姓的衣食父母，可一定要秉公办事，不能因为我的一句话就罔顾我朝律法。老夫人，下官虽然官为严清，但从来都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一点马虎。李顺的事情，本宫已经查清楚，全都是那个张三故意上门闹事，所以李顺现在可以离开了。都是那个张三故意闹事？是。既然已经证明李顺没有问题，那县令大人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对李顺的赔偿了？赔偿？对，是要赔偿。张三砸了店里的桌椅，本县一定会责令他赔偿。不光是桌椅，李顺本来没错，孙县令却将他关在县衙4天。这4天，荷香楼一直关门停业。孙县令觉得这个损失该怎么算？这个损失也该赔。怎么赔？就按照平常营业收入的2倍赔偿吧。好，那我该找谁赔钱？张三吗？我审案的速度慢，这钱理应由我来赔。不，钱我不要了，不用赔。不要钱怎么行？这个钱必须得要。我身为县令，一定要以身作则。坐在上手的老夫人闭起了眼睛，丫鬟们摆摆手，示意老夫人要休息了。县令和李顺一起退了出去。2人走后，叶落心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外祖母，快回屋歇歇，这种小事儿我自己处理就行，您怎么还跑了一趟？老夫人这时却睁开眼，一点看不出来刚才疲惫的样子。当然是想你了才来的，解决他们只是小事，顺便而已。这个孙县令看着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他这样的人竟然也能做官，实在是百姓的灾难。对这样的官可有什么办法？大梁这么大，这样的官员又岂止他一个？就算是侯爷在，对这样的人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他犯了什么大错，惊动了上面的人，才有可能有人收拾他。不过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能管的，他要是作恶多端，自然会有收拾他的人。李顺与侯府有关系的消息不胫而走，所有认识李顺的人都没有想到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不过后来也有人查出来，并不是李顺
论与侯府有关系，而是新月斋与侯府有关系。李顺这一次是借了新月斋的光。新月斋的老板据说是侯府的小姐呢，这样的人物谁敢惹？李老板这下算是抱上大腿了。叶落心看这边没什么事儿，又陪着老夫人在玉安县玩了2天，几个人便准备启程回去。不过就在他们打算离开的当天，玉安县又出了件大事。想不到孙县令竟然会以这样的事情倒台。回来的路上，老夫人和叶落心坐一辆马车，萧默赶车，把徐子商赶到了原来老夫人的马车上。善恶到头终有报，他作恶多端，就算不除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事。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又这么巧。这要是在京城，我都要怀疑是你外祖父动的手脚。外祖母觉得这件事有人故意为之，很大可能是他既然能将尸骨藏3年，就有本事藏30年。最近没有大雨，没有雷电，好好的埋在后花园的尸骨，如何会突然被人发现？会不会是李员外派人查的？不会，若是李员外，他怎么可能等上3年？他肯定早就想办法让人来偷尸骨了。我猜定是当年的知情人被人收买了，才会有如今的这个结果。这样啊，也不知道他得罪了谁，不过能查到这个，肯定也是有本事的。萧木坐在车外，一直听着祖孙2人的对话，直到叶落心最后一句落下，他才轻轻地勾了勾嘴角。马车一路回到萧家，在门口就看见了多日不见的大花和小花。姑娘，您回来了，见过老夫人。这段日子学得怎么样？手艺精进了吗？多谢姑娘送我去长见识，学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之前很多方法都不对，运针、打结、藏针，这里面的说法可多了。姐姐也很聪明，绣坊的房主经常夸奖她。我们走的时候，房主还说要收她做入室弟子呢。小花，别胡说，姑娘放心，我和小花都是你的人，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没用的。你俩的卖身契都在我这儿，谁想抢都抢不走。不过我也要让你们知道，不管你们去哪儿，都不会有我这里自由。春花看见3个人一直在门口说话，也走了出来。天凉了，姑娘快进屋里坐。还有大花小花，你们之前做到一半的花样子，我帮你们做完了，快进来看看。啊，真的吗？太好了！春花，你也会刺绣？我们做丫鬟的都会一点针线活，我会的也不多，只是比别人好一点点。等叶落心3人看见春花绣的花样子，才知道她说这一点点到底是多少。春花姐姐，你这个手艺怎么看着比方主的还要好？姐姐，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春花，既然你手艺这么好，我有一件事想让你帮我做。姑娘有什么吩咐尽管说，什么帮不帮的。我想弄一个手工作坊，现在人手不够，想在村里再选几个和大花小花一样能做手工活的。春花姑娘水平高，跟着外祖母眼光也好，所以我想让春花姑娘帮我选人。这有什么难的？这人的手艺好不好，我只看几眼就能看得出来。生手每天30文钱，熟练的每天80文钱。叶落心找到李正，把自己的想法和李正说了之后，又把定下来的工钱说了一下。我就说你们萧家肯定是有办法带着村里人一起赚钱嘛。上次你爹还不敢答应我，非要回去问一下。按你的意思，现在不光是男人能赚钱，女人更能赚钱。女人赚钱挺好，挺好。李正说，你没听过吗？女人能够顶起半边天呢。有些活只能女人干，所以有些钱就只能女人赚。对，我看见慧如人我就懂了。这女子啊，有时候比男子还要厉害。等开班以后，我要让我女儿也去学。今天先留40人，没有座位的，明天再来。春花十分紧张，进教室前手抖得连针都握不住，最后还是被老夫人骂了2句，她才稳了下来。我告诉你，人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人，你要是讲砸了，打的可是我侯府的脸。我带你出去见的场面还小吗？这都稳不住，你这大丫鬟的位置就让给别人吧。被骂后，春花心一横，自己连达官贵人都不怕，还能怕这些村民？好在今天要讲的也是刺绣最简单的东西，她十分熟练。春花负责讲课，秋月和夏蝉就负责给她打下手。除了他们，还有大花小花也过来帮忙。春花示范之后，几个人就在下面检查，有做错的他们就给指出来。手要这样，针不能从这里过，要这样扎进去才可以，注意不要刮坏了布料。4个人都十分有耐心，大花小花不仅吃得好穿得好，还成了传授针线活的师傅。他们2个可真幸福，做下人也没什么不好的。时间过得很快，一朵花还没有绣完，2个时辰的时间就过去了。对于村里的女子的情况实在是不太乐观。大家把布料和针线带回去，自己琢磨一下，把剩下的绣完，后天再上课的时候，我检查你们绣的情况。春花朝着叶落心摇了摇头，太差了，这得什么时候能学会？本来也不是为了把所有人都教会，我们只是从中选出最有灵性或者手艺好的几个人，至于其他想学的，也可以留下来慢慢学。至于能不能学成，也要看他们自己的本事。慧如人，你还没走，真的太好了，我还有事情想找你商量。叶落心和春花正说着话，突然听见门口传来说话的声音，他转头一看，原来是周夫子。周夫子有什么事？
是关于令弟的事情，慧如人不妨移步，我和你细说。周夫子说着往屋里看了一圈，叶落心也随着周夫子的眼睛看过去，只见屋里的人全都集中注意力在针线上，似乎只有大花往这边看了一眼。不过瞥见周夫子的目光之后，他又立刻低下了头。叶落心没往心里去，他随着周夫子走出教室，站在外面的回廊上。小景他怎么了？他最近住在学堂，我发现他读书很不认真，每天晚上坐在灯下，并不是看书，而是在画一些奇奇怪怪的图。我和恩师问过他几次，他都给含糊过去。明年就要参加乡试了，我还是希望他能把更多的心思用在读书上。听说他在萧家比较听你的话，要不你来问问他。画奇奇怪怪的图？对，就是这样，我也看不出他到底画的是什么。行，我去问问他。叶落心抬手敲了敲门。夫子吗？请进。是我，画什么呢？嫂子，这是什么？是播种用的，不过我还没有想出来怎么控制种子掉落的量。播种用的？你现在每天都在研究这个？嫂子，我这样不对是吗？我应该好好读书。没有，我只是高兴我们小景长大了，知道为家里人分忧了。对，我就是觉得大家种田太累了，每次播种的时候都要弯腰刨土，然后再把土盖上。如果我们用一种工具直接把种子种进去，一定能省很多力气。我来看看。我好像是懂得你这个图的原理了。把这个尖嘴插进土里，把种子种下去，等尖嘴拔出来的时候，种子就已经埋进去了，对不？对。萧景更加高兴，他就知道他做的东西嫂子一定懂。种子数量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个漏槽，想撒几颗种子就留几个孔缝，每次用力扎下去的时候，种子都能自己落下，但是一旦抬起，这个孔缝就能自动封住。原来可以这样。萧景顿时觉得醍醐灌顶，刷刷几笔就把原本缺失的地方补好。明天就把这张图交给二哥，让二哥找人试着去做一下。最近研究这个一定花费了很多功夫吧？嫂子，周夫子是不是和你说什么了？周夫子说你最近读书不太用心，他在担心你明年的乡试。小景是个聪明的孩子，我觉得你一定也花了很多心思在读书上。嫂子这次来也不是给周夫子做说客的，如果你读书实在太差，夫子自然会罚你，但既然没罚，就说明你的功课还不算太差。嫂子只是想让你想明白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下一步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为了这个目标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如果你觉得现在分心完全不影响你明年的县试，那就不必理会我现在的话。如果觉得自己没把握，就要按照夫子的要求走。嫂子，我懂了，我会每天按时完成当天的作业，等到有闲暇时间了再来研究别的。嫂子等你的好消息。周夫子送走叶落心后，一直在回廊里等着消息。夫子，你的衣角有些破了，不如你脱下来，我帮你缝一下。周夫子回头一看，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丫头。不用了，只是破了一点点，况且我的衣服也都是李正家的嫂子帮着补的，回头我找她就可以。夫子，您是咱们青山村的大恩人，这种小事谁都可以帮忙的。周夫子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见到叶落心出来了，他连忙迎了过去。大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有些失落，又有些不甘心。他再次看向周夫子所在的方向，目光恰巧被叶落心捕捉住。大花立刻低下头，转身回了教室。夫子，我和小景已经说完了，这个孩子懂事，他以后会注意。那就辛苦慧如人了，这孩子是同龄孩子中最有悟性的，我不能看着他走入歧途。夫子误会了，小景不是入了歧途，他之前画的其实是农具，他只是想帮家里人分担一些。竟然是这样，那我之前问他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说。可能是孩子比较保守，希望做成功了之后再和夫子说。那就好，这孩子心术正，又会怜惜家人，将来要是能做官，肯定是个好官。不知道大花刚才有什么事麻烦夫子？大花不是麻烦我，是他看我跑脚坏了，想要帮我补补呢。既然如此，夫子也不必客气，整个青山村针线活最好的几个人都在我家里，夫子以后有什么需要缝补的，尽管送到我们那里就好。那怎么好意思？夫子不必客气，以后我每周让小景来取一次周夫子和孔夫子的衣服好了。叶落心不由分说，把这件事定了下来。回萧家后，叶落心没有急着做别的，而是把大花叫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娘，您叫我有什么事？我刚才和周夫子说过了，以后让他把需要缝补的衣服全都送到这边来。你针线活好，以后就要辛苦你来做这件事了。不辛苦，只要小姐让我做的事情，我都愿意做。叶落心看着他的脸色，知道自己之前的猜测是对的。大花，你喜欢周夫子？姑娘，我没有。你可知道周夫子比你大了20多岁，等你20多的时候，周夫子已经两鬓霜白了。谁知大花闻言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即使这样，你还是觉得喜欢他吗？姑娘，既然姑娘都看出来了，我也就不瞒着了。
我第一次见到周夫子的时候，就觉得他和我见过的所有男子都不一样。他有气度，有学识，有风骨，我很仰慕他。只是我和周夫子的身份有别，我不敢有什么奢望，只希望姑娘不要介意，也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能为周夫子做一些事，我就很高兴了。你真的不嫌弃他年纪大？你到底图他什么？不图什么？说是非要说的话，可能是图他给我带来的那一丝希望吧。除了姑娘，周夫子就是我最佩服的人了。可是大花，你这样喜欢周夫子，周夫子却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样你不会难过吗？不会吧，我本来也没指望夫子能记得我，我喜欢他是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心。夫子这么有才学，原本就是我高攀不上的，我怎么敢指望他能记得我呢？大花，你也是个好孩子，不用太妄自菲薄。夫子虽然有才学，但是你有手艺，在做刺绣手工这一方面，你还是很有天赋的。以后我的手工作坊还要靠你给我把关。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的。好。叶洛心没有再说其他的，其实他想告诉大花，只要你做得足够好，站得足够高，总有一天你喜欢的人是看得见你的。第二天，春花继续给村里的女孩子们上课，这一批人比昨天的要好上一点。春花从里面挑出7个比较有天赋的，加上昨天的，一共是10个人。叶洛心算了一下，10个人只要能学成，就能够一人带5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再加上大花小花就是12个组。这些人每组每天能做2个荷包，一天24个，只要1个月的时间，他就能攒够上架的荷包数量。春花毕竟是外祖母身边的人，以后作坊里的活还得你精心操管。姑娘，我能行吗？你当然行，论手艺没人能比得上你，你只需要以自己的手艺服人就可以了。若是真的有不服管教的，直接就让他走人。你要记住，我把这件事交给了你，你出去代表的就是我，你要替我看好每一个荷包的质量，一点纰漏都不能出。是。东边空地的房子已经盖得差不多了，最靠近里面的是3个超级大的房间。叶洛心说，这个房子是要用来做手工坊，这里的冬天有点冷，为了冬天的时候做手工能够不动手，叶洛心还特别让工匠研究了一下，做了个地热的结构。房子还能这么盖呢？这烟从脚底过，真的能够让地面变热吗？会的，不过烟道设计的时候要注意通风，不能让烟倒灌回来。那是怎么个方法呢？这我就不懂了，你们是专业的，这种事情还是你们来研究。几个瓦匠面面相觑，合着还得我们自己想啊。叶洛心大概说完之后，几个人研究了3天，就研究出了方案。等房子盖好之后，朝南的灶台一生火，还真的没有浓烟倒灌回来。惠茹人真会想办法，哪怕冬天最冷的时候进到屋里也不会觉得冻手了。谁要是能到这手工作坊里干活，那可是享福来了。这个东西好，等我回家也弄一个去。我家婆娘最是怕冷，要是我家也能修这种地热，那她数9寒冬的时候就能下地了。以后谁家盖新房子都可以做这种，还可以做成热炕，以炕代床，冬天睡在上面，整个身子都是暖和的，肯定有很多人喜欢吧。刘叔啊，明天你就去我家给我研究一个热炕。我也想要。还有我，去后面排着。这次要大一点的，2层楼，地段热闹一点。要这么好的，那就只有长宁街上的那个铺子了。不过这次我可不会便宜卖你。不用你便宜卖，只要按照市价来就好。你上次买我的铺子时，好像手里还没多少钱，这才几个月，你又有钱买别的铺子了？我买了你的铺子之后，一直在好好的做生意，现在铺子生意还算红火，攒下了一些钱。薛思远仿佛受到了什么触动，对方在赚钱买铺子，而他自己一直在赌钱卖铺子。你为什么能赚到这么多钱？勤勤恳恳，再加上动一些脑筋，手里有了一些底子，自然要比普通百姓赚钱更容易一些。今天和你说了这么多，新铺子是不是应该也给我便宜一些？喂，现在是你在发家致富，而我在越过越惨，为什么我还要给你便宜些？因为我给你说的这些道理，别人不会给你说。你胡说，明明有很多人和我说这个道理，但是你未必都听得进去。好像有点道理的样子。看过房子后，叶洛心对这个铺子十分满意。这个铺子要多少钱？隋思远伸出了一根手指，1000两。1000两是不是有些贵了？什么？1000两你还觉得贵？这已经是我看在你刚才说的那番话上给你便宜的价格了。隋思远有些气急败坏，不便宜也行。你刚刚说铺子对面有一间住宅，不如一起卖给我吧。隋思远没想到叶洛心有这么大的胃口，他刚想拒绝，却听得叶洛心说，反正你日后也是卖，不如都卖给我，以后你想回来看看，我这个人也比较好商量。最终叶洛心给了一个让人心动的价格。
得。徐思远终于答应了下来。房子找好后，工艺品店就开始筹备了起来。这天，叶洛心让徐才去刘希月那里取他写好的请柬，徐才终于有了和刘大小姐单独说话的机会。刘小姐，以前你不是不喜欢做生意吗？甚至还有些瞧不起生意人，如今怎么自己也参与进来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的我不懂做生意的好，才会有偏见。可惜那个时候有些人没长嘴，也不屑于告知我这些，把我当成小孩看。哼，自从认识了叶姐姐之后，我明白了很多东西，自然也就懂得其中的好处了。徐才没想到自己随便一问，刘希月竟然说了这么多。你说的有些人里面包括我吗？不是包括你，我说的就是你。刘希月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怨气。洛心姐姐说了要让自己冷落徐才的，对他爱答不理，让他自己抓心挠肝。刘希月本来还不信，如今这么一看，这招确实有些用处。行了，我不和你说了，请柬我已经写完了，你快给赵家小姐和李家小姐送去吧。说完，刘希月把2封请柬递给徐才。徐才默默接下请柬，还想再说点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只好转身准备离开。喂，见到赵家小姐和李家小姐不要多说话，送完请柬立刻就回来。徐才脚步一顿，心里却有些暗暗高兴。刘希月这边按照和叶洛心商量的结果，给自己熟识的20多个大家小姐写了请柬，还没派发完，叶洛心就来到了府中。刘希月和娘亲一起接待了他，刘夫人依然热情好客，见到叶洛心欢喜得不得了。刘希月则缠着叶洛心讲今天和徐才见面的事儿。他问我为什么喜欢做生意了，我就告诉他都是因为姐姐教得好。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没有，不过我让他不许和别的小姐说话，他竟然点头答应了。要不是我熟悉他，我真的要以为他是被别人夺舍了。这才哪到哪儿，只要你绷得住，他肯定比你还要紧张啊。那我忍不住怎么办？我看见他就忍不住想和他说话。那就等到新店开业那天我一定让你大放光彩，彻底颠覆你在他心中的形象，到时候也许他就主动要和你说话了，也说不定。刘希月听完十分开心，一想到那时候要发生的事儿，他都激动得睡不着觉。手工艺品店要开张，需要准备的东西有很多，老夫人见孙女越来越忙，主动要求帮她管理手工作坊的事儿。这边一切有我，你尽管放心好了。外祖母，我不是不放心你，我是怕你累着。怕什么？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裴神医都说我最近身体好了很多，自从见到你，我夜里都不做噩梦了。裴大夫也说我的安神药可以不用吃了。老夫人怕叶洛心不放心，又解释道，忙一点，分散一下精力，我肯定能睡得更香。外祖母，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手工作坊的事，就劳烦您老人家帮我盯着点。不过有什么事，还是多让春花他们去做，您给个主意就行。行，你就放心好了。放下了这边的事儿，叶洛心又找到徐才，让他帮着雇佣几个长相秀气端庄的男孩。徐才选了一水漂亮的6个男孩，年纪都在14、15上下，个个身材修长，面目清秀。这些是我挑的长得最好看的了，他们家里都住在清河县，离你的工艺品店也不远。我和他们说好了，1个月2两银子的月钱，管1顿饭。等叶洛心过目点头之后，徐才悄悄地询问叶洛心，嫂子，你雇佣这么多男子做店小二，萧墨哥真的不会生气吗？你萧墨哥不是那样的人。不是吗？徐才瞪大了眼睛。上次他还和我说，让我不许多看你，等手工艺品店开业了，这么多男子天天围绕在你身边，我怕萧二哥会气死。再说了，荷包不是女孩子家喜欢的东西吗？为什么还找男子来卖啊？这你就不懂了。有些女子选这些东西很喜欢听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心上人的意见，她们不能直接去问，又不好去问别的男子。我店里小二是男的，就方便一些。可男女大房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成衣铺子里的小二都能是男的，我这小工艺品店又有什么不可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开业这天。叶洛心和萧木早早来到了店里，店铺门口站着6个长相俊秀的男子。见到叶洛心和萧木，他们齐齐弯下腰。掌柜的好，掌柜的好。萧木吓了一跳，快起来吧，一会儿客人就都来了，你们都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吧。6个人全都各自归位，为了方便客人称呼，叶洛心给他们都起了艺名，分别叫叶1、叶2、叶3、叶4、叶5、叶6。叶1、叶2、叶3在1楼的普通柜台，叶4、叶5、叶6在2楼的贵宾柜台。这几个人你是从哪里找来的？怎么二哥是看他们不顺眼吗？要不你直接警告他们一下，让他们不许看嫂子，还是警告一下嫂子，让嫂子少看他们？无聊，不想说就不说，有你后悔的时候，我会后悔。这种事情我喜闻乐见，我只会后悔当初找的人还不够多，不够好看。吉时一到，外面就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很快，叶洛心和刘希月邀请的各家小姐也都来到了店里。进店之后，立刻被店里各种各样的荷包吸引。
老夫人看着叶落心店里摆的这么多款式，一种自豪的心态油然而生。这可是她亲自监工做出来的，这可比以前在京中和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打牌有趣多了。今天小店开张，非常高兴大家能来捧场。不过在大家买包之前，我还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包的背法，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做出选择。角落里，一个穿着藕荷色衣服的女人轻抬手臂，一首婉转的曲子从她的手下古琴里发出来。随着悠扬的琴声，几个窈窕女子从楼上慢慢走了下来。她们以轻纱覆面，每个人或背或拿，身上都有一个新款的包包。哇，好美，确实好美。这个衣服配这个黄白相间的荷包，真好看啊！还有这个白色的包系挎在身上，真漂亮。对，你看，背带上绣的全是紫藤花。这几个姑娘看起来好美啊，她们遮住面容，看起来却像是天仙下凡一样。这样的展示真的好特别。徐才站在人群里，一开始也没有注意这几个姑娘，可是听大家一说，他的眼光也开始往姑娘的身上飘去。徐才正看得入神，屏风后又走出一个身穿火红衣服的少女。少女红纱遮面，在众多素雅颜色的衬托下，像是傲立雪中的红梅，耀眼又热烈。徐才觉得这个身形有些眼熟，他定睛一看，又见姑娘朝着自己眨眨眼。徐才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是刘希月。他大吃一惊，看见徐才的脸色变化，刘希月的眉毛轻轻扬起，又突然转身离开徐才的视线。几个展示的姑娘朝着刘希月聚拢过去，把她如众星捧月一般围在中间。她身上的白色荷包也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个白色的荷包就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它是用纯白的兔毛编织而成，上面缀着的是100年才会形成的东珠。好看好看，哇，实在是美丽端凤。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呢？徐才听着听着，心里突然有些慌了。他想对着众人喊，让他们别看了，但是叶落心在那里，他不敢。于是鬼使神差的，他突然转过身，将手挡在了萧木的眼前。别看了！萧木一把拍掉了他的手。爪子拿开！你什么毛病？你才有毛病！没毛病，你突然捂住我的眼睛干什么？我就是告诉你别看了，免得嫂子生气。我看的就是你嫂子，她生的哪门子气？看的是我嫂子呀，那还行。两人说话的功夫，场中的表演已经结束。虽然没有看到这几位姑娘的面容，但是红衣女子和手中的包包还是惊艳了众人。萧木看着几人退场的背影，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他嘴角一勾：怎么这么快就后悔了？后悔？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是谁说的？想让更多更漂亮的男孩过来？表演结束后，大家很快进入了购买环节。我想要刚才的那个背在后面的包，我想要这个带着珍珠的包，我想要那个。大家购买的热情很高涨，叶一、叶二、叶三应付的有条不紊。这个包很衬你的气质，这个小包拿在手中又方便，又能衬托出您的身份。好，那就这个吧。还有这个我也要了。最小的荷包也要2两银子一个，可是大家买起来却连眼都不眨。一方面是东西确实好看，又很新颖；另一方面，这种购买的环境让人觉得很舒服。他们觉得自己的钱花得很开心。缺的货我们很快就会补上来，下个月店里还会有新的样式，大家一定要记得1号的时候来店里挑自己喜欢的包啊！让每个进店的人都记住了下个月1号再次来店里的事儿。老夫人看着客来客往，你看看我们洛心多会做生意，短短半天时间就把店里的包卖出去了3成，他这个本事可以和他舅舅较量一下了。叶落心的舅舅那可是叶家最会做生意的人，咱们姑娘身上那可流着您的血脉呢，能不有本事吗？老夫人被哄得高兴，继续坐在一旁看着店里的热闹。这时候刘希月也换好了衣服，从后面走了出来。刘小姐。刘希月有些意外，转头看向徐才。刚才我认出你来了，以后这种事情你还是少做吧，伯父若是知道了不会同意的。哼，我才不要你多管闲事。我没有多管闲事。没有多管闲事，那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我就是觉得你这样不太好。我这样怎么不好了？你一个大小姐这样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哼，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管我？说完他抬腿就要走。我怎么不能管你了？我们2个不是定亲了吗？什么？刘希月停住脚步，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徐才。我没说错呀，我们2个是定亲了。刘希月觉得心底里好像有什么欢快的东西疯长起来。我娘说我们2个都不同意这门亲事，要退亲。要不是当初你和你爹走得太快，我们2家现在已经退完亲了。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用，反正我这样抛头露面的你也不喜欢，不如早点退了，我们2个还能各自找到自己别的幸福。你真的这么想？对，我就是这么想的。说完他立刻跑开，留下徐才独自一个人凌乱。这里好
好看的荷包这么多，你选一个漂亮的送给刘小姐不就好了？我送她荷包，她就能不和我退亲了吗？送一个不行，那就送2个；送2个不行，那就送3个。反正总有一款是适合她的，你说呢？不对啊，如果她一直不开心，那我就一直送下去。你是想把店里的包都卖给我是吧？我没那么想，因为我知道你买不起。另外一边，洛心姐姐，要是没有你，我根本都想不到，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生活。那你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是刘希月想了一下，就是每天研究一些食谱，和姐妹们做做花样，在一起谈论八卦。可是现在想一想，那种日子真的很无聊。你要是喜欢忙碌一点的，以后就都过来给我帮忙。好，看见熟识的赵小姐进来，立刻迎了上去。赵妹妹来了，你喜欢什么样的荷包？我给你介绍。徐才看着刘希月的背影，心里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可是刘希月这么能干，他又高兴，又隐隐有些担心自己被刘希月落在后面，于是也朝着顾客迎了上去，送走最后一波客人。几个小二也离开之后，叶洛心开始盘点今天的收入。开业第1天，营业额就达到了300两，卖出的荷包成本大约的是70两，净赚了有230两的银子。他把碎银和银票分开放在不同的匣子里，留下20两，剩下的交给萧木，让萧木拿去存在永丰钱庄里。这是你的工钱。我的？对啊，你现在也是我的得力帮手，当然要给你工钱。客气什么？我这个人一向公平，你是认真做事还是敷衍了事，我全都看在眼里。当初答应你爹，做好了给20两，我就给20两。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按照你的指示去做的。能听懂指示，并且不遗余力的执行，就已经很好了。更何况你爹可是经商的一把好手，身为他的儿子，你肯定也错不了。以后你若是能独当一面，做了我家大掌柜，那月银肯定能翻了10倍不止。翻10倍，那就是200两，1年就有2000多两的银子。这个收入都快赶上他家酒楼半年的收入了。他终于伸出手，收下叶洛心递过来的银子，却又拿出其中一锭递还给了叶洛心。这个给你。你把银子还我干什么？说好了给你20两就20两。我不是。徐才的脸有些红了。我想拿这10两银子在店里买个包。你买包？对啊，怎么我不能买吗？你当然可以买，我就是奇怪，你买包用来做什么？莫非是要送给哪个姑娘？我不知道刘小姐喜欢哪一种，嫂子知道吗？她啊，好像店里的都喜欢吧。啊？徐才表情有一瞬间的定格。她都喜欢，那我的银子好像不够。不是不够，是差的太多。不过没事，你可以先买一个。想了想，但是你买包给她干什么？是修二哥告诉我的，要哄她开心就送她包包，1个不行就2个，2个不行就3个。行吧，那我就帮你选一个她最喜欢的。说完，叶洛心走进展厅，从左边中间的格子里拿出一个白色带黑点的包。这个她很喜欢，不过能不能开心我就不能保证了。叶洛心把包递给了徐才，徐才千恩万谢地收下。叶洛心只收了他2两银子，说这是内部购买的价格。以后你想买哪个就跟我说，肯定给你最便宜的价格。只要刘小姐想要，我就给她买。2个人正说着，萧木已经存了钱回来。叶洛心锁了门，和萧木一起回家。徐才也奔着县衙后院而去。你干嘛？想要来和我娘告状？告状也没有用，我娘可不像你管得那么宽。徐才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她在小丫头心中的形象就是这样的。新月，你怎么又在欺负徐才？快点让他进来，正好和我们一起吃饭。小才，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今天晚上和我好好聊聊天。啊，不，我爹今天晚上回来，我要回去和他一起吃晚饭。伯母，我这就走了。说着，他也不再犹豫，从兜里掏出被他捏得有些扁了的荷包，一把塞在刘希月的手中。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掉。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刘希月也没有喊他，拿起手中的荷包，左右瞧了瞧，脸上慢慢露出一个微笑来。徐才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只烧鸡，徐子商最喜欢的梅花酿，这才回到家中。刚踏进家门，一股烧焦的味道就传入鼻子里。爹又在做菜了。徐才惊道，他快步跑进厨房，看见父亲果然在灶台前翻炒着什么。爹，你怎么又在做菜了？不是说好以后想吃什么我来做吗？我就是试试，都说豆腐最容易做，谁知道翻着翻着就糊了。再说了，你今天不是第1天上工，我想给你庆祝一下。谁说我第1天上工？今天叶老板都给我发工钱了。看见没？梅花酿，我用我的工钱给你买的。用你的工钱买的？对啊。好，我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
还知道给我买梅花酿，老父亲我十分欣慰啊。今天也别做菜了，我们父子俩喝一个。你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坐呀！徐子商举起酒杯。以前我总怕把你惯坏了，对你的管教有些严厉，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你都这么大了。既然是大人了，以后很多事情就学着自己做主，爹也不再约束你了。爹，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你不管我，还能有别人让你管吗？你这个孩子，我管别人干什么？那你今天突然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就是想和你来一场成年男人之间的对话，怎么就这么难？我没说错是吧？果然爹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你这么想让我独立？哦，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就？徐子商觉得徐才越说越离谱，已经放弃了和儿子喝一杯的想法。他端起酒杯，一口酒刚刚喝进嘴里，就听见徐才说：“你想续弦了是吧？你有中意的人了？”休要胡说！爹，没关系，我现在不是长大了吗？也不怕后娘虐待我什么的。你喜欢哪家的妇人，你尽管娶。她要是能接受，我就和你们住在一起，好好孝敬你们。她要是不能接受，我搬出去住也行。休要胡说！我都多大年纪了，年轻的时候没有续弦，老了，我还干这种事？爹，以前我不懂，一直拦着你相看亲事。现在我知道了，这人到了年纪，还是需要有个伴儿。你不用考虑我，只要你高兴就成。我的亲事不着急，等你成亲之后再说。萧家，叶洛心到家后，简单说了一下今天的收入情况，大家都很惊讶。还好我熟的皮子都赶上了进度，没有耽误你们做荷包。我们这边的进度也很快，开门红，这让叶洛心也很高兴。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如果没有大家帮忙，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销量。我今天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好，我们都喝一杯。弟妹，今天徐掌柜回来说，他那边又谈妥了2家加盟店，那边想订200只兔子，还有50包的调料。现在我们的兔子快要供不上了。这个问题你问我呀？咱家现在有100多只怀孕的兔子，4个月后兔子就能长大，肯定能供得上。对，大哥，以后兔子的事情你就问嫂子就好。我听说古水村也开始养兔子了，好像价钱比我们还低。以后养兔子的人多了，咱们的兔子会不会不好卖？大哥别担心，兔子也不是那么好养的。再说，就算别人也养兔子，对我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摘星楼和我们新月斋每天的用量差不多固定，我们做荷包还需要很多的兔皮，所以不用担心别人影响我们的销量。没事，你尽管养，卖不出去我给你们想办法，只要你们养得出，保证能卖上价格。听完这些话，萧松才彻底的放下心来。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吃了晚饭，正在院子里面聊天的时候，李正突然走了过来。进到萧家院子，他先是找了找趴在角落里的老虎，元宝看见他朝着自己走来，立刻抬起了脑袋。李正赶紧退后。长河老弟，我有件重要的事和你们说，听说咱们清河县有流寇出没，还有流寇往咱们村子这边来，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啊！流寇？我们村子这里怎么会有流寇呢？哎，还不都是粮食闹的？可今年是个好年景，应该大家的收成都不错呀。你是光看到我们村了觉得不错，但是外面还是有遭灾的，有些地方粮食减产，赋税却没降低，百姓们苦不堪言，能力壮的就出来做了流寇。但是我们村子也不富裕，往年很少会有流寇流窜到这边来。树大招风，可能是因为我们村今年风头太盛了吧。今年我们村粮食增产，但是赋税一点都没有提高，况且现在村里很多人都有了额外的收入。李正说着，忍不住看了看站在不远处的叶洛心夫妻俩。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肯定是有人把我们村现在的情况说出去了，才会让人惦记。那可怎么办？萧长河也有些急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多加小心了。咱们村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家，所以今天特意过来给你们提个醒，你们家现在这个情况肯定会惹一些人眼红，晚上务必小心些。多谢老哥提醒。李正走后，萧松和萧木就商定了一下，晚上2个人轮流值夜，一夜无事。大家都以为昨天流寇没来，谁知道第2天村里就出了事儿。住在村东头的张寡妇一早起来就嚎啕大哭：天杀的，是谁偷走了我家的猪？我家的猪都已经养到半大了，准备过年的时候卖了钱买药的，现在猪丢了，我拿什么买药啊？大家全都被他的哭声吸引，好多人聚集在他家大门外问询事情的经过。张寡妇早就失了主意，听见有人问，立刻就带着大家来到猪圈旁边，给他们看空空的猪圈。我家小白每天都趴在这边睡觉的，今天早上起来我过来喂食，没想到连猪的影子都没看见，我在院子里找了一大圈也没找见，不知道这头猪跑到哪里去了。说完，看见大家都没出声，他又说道：我家小白很乖的，一定是被别人偷走了，天杀的小偷，偷了我家猪的人一定不得好死。
我们村里一向都安安稳稳的，怎么会突然有人偷猪呢？就是，会不会是被猛兽吃了呀？对啊，畜生毕竟不是人，他就是再通人性，也保不准会干出一些偷吃的事情。对，猛兽毕竟是猛兽，哪有那么听话？听着这意有所指的话，徐正香顿时不高兴了。他从人群中走出来，叉着腰大声说道：哼，你们想说什么就大大方方的说，在那含沙射影谁呢？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就算是你偷走的，也不可能是我家元宝偷走的。怎么就不能是他？那毕竟是只老虎，放在村子里难免会伤人，是村里的家畜。哼，你也知道那是只老虎。我家元宝如果想吃猪，可以自己去山上捕猎，根本不需要吃你家养的这个东西。更何况不就是猪吗？谁家没有啊？如果元宝真要吃，他可以吃我家的，为什么要来你家吃啊？你家猪是长得比别的猪好看吗？你自己家养的他都熟悉，肯定不会吃，自然是要出来到别人家觅食。你刚刚不是说元宝是猛兽吗？猛兽想吃就吃，他还能看人的脸色？徐正香和张寡妇吵成一团，看热闹的人都围在两边，听得津津有味。萧木已经去周围查看了一圈。娘，别吵架，小心气到身子。猪不是我家老虎吃的，我有证据。什么证据？我刚刚去猪圈周围查看了一圈，发现了2道脚印。这2道脚印一深一浅，但看着都是男人的脚，而且脚印痕迹很清晰，一看就是近期留下的。所以我敢肯定，张寡妇家里的猪是被人偷走的。男人的脚印。面对大家的疑惑，萧木也不多做解释，只是带着众人走到猪圈的后方，指着地上的2个脚印给大家看。你们看，这里的脚印还很清晰，他从外面进来，一直走到这里，然后跳进了猪圈里面，这里还有脚印。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果然有2道脚印，而且这2道脚印的码数很大，一看就是男人的脚。我们只要顺着这2道脚印找出去，就能看出贼人是从哪里来的。小莫，那你快帮我找找。我可以去找，但我做这些不是帮你找猪，我只是想证明我家元宝的清白。萧木带着几个人顺着脚印一直走，直接走到了村子外面。是外面来的人。萧木皱了皱眉头，大家也都看清了脚印的方向，心中有了一个很不好的判断：流寇进村了。几个人把消息带了回去，村民立刻炸了。李正大哥，这可怎么办？我家小白是不是找不回来了？看来这些流寇确实是盯上了我们的村子，我们今天就得安排人巡逻，大家也都把家里的东西放好，家里养的鸡和猪鸭鹅全都管好，千万不要再让人偷走了。村民们心里都没有底，但是纷纷点头应了下来。这个时候只能李正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今天来不及了，我先安排几个巡逻的人，等明天咱们好好排个班。当天晚上执勤的是李正本人和二蛋爹，他们2个绕着村子走了半夜，直到下半夜才回家休息。可是第2天还是出事了，挨着张寡妇家的李茂业家养的2只下蛋的大鹅被偷走了。天杀的流寇，他们这是要我们的命啊！李茂业家的坐在路口哭闹。李正说：不行，我们报官吧。报了，前2天我就去县衙报官了，但是县令说现在清河县有流民到处流窜，县衙里的人都派出去了，根本没有人能派到我们村子里来。那可怎么办哟？这些流寇神出鬼没的，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村里的东西被偷光？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有人，自己的东西得自己保护好。咱们村里的青壮年有7、80个，一会儿都到我这里来报名。我们村里一共有2条主路，这2条主路必须派人把守，另外还有7、8条小路通往山上，这7、8条小路也需要有人看着，以防流寇从小路跑到村子里来。那咱们这些人够吗？除了青壮年，每户人家都需要多派出1个人来参与到我们的执勤队伍中，除非他家不需要防守。如果有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也没有必要住在我们青山村。那我们就按照李正的方法来办吧。已经连续2天有村民丢了东西，说明我们村已经被这些流寇盯上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负责巡防的人就12个时辰轮流值守，一旦发现流寇，立刻发出信号警示所有人。李正说，那是不是要把你的锣拿出来？1个锣不够，咱们得分成好几个队伍呢。1个锣确实不够，大家把家里的铁盆拿出来，一旦有了动静就敲铁盆。没问题，我家还有个铁锅呢，一起拿出来。对，我家没有铁盆，但是我家的炉钩子是铁的，我拿出来既可以防身，关键时刻也能敲盆用。小木，你经常上山，你有经验，你带着大家去路口做路障。没问题，设置路障的事情由我来做。另外，我家元宝十分机敏，如果大家不担心他伤人的话，我还想让元宝帮着在村里面巡逻。太好了，太好了！如果老虎能帮着咱们巡逻，那肯定事半功倍。就是一只老虎往村口一站，给流寇10个胆子他也不敢进来。
这回你们不担心老虎偷吃你家的鸡鸭了？哎呀，小家二嫂，之前都是误会。对，误会，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流寇可比老虎坏多了，老虎只是不通人性，他们呐，简直就是没有人性。就是，要是抓到流寇，直接让老虎咬死他。村里人排着队到李正家报名，李正也开始排班，安排执勤的人。萧家除了萧木、萧松和萧长河也都到李正家里报了名。元宝终于光明正大的从萧家的大门走出院子，他走在村里的小路上，一路上翘起尾巴，看着路边瑟瑟发抖的村民。元宝在村子里转了2圈，每到一处都有一群村民围着他好奇的议论，但是元宝丝毫不在意，所到之处威风凛凛，以一种睥睨的眼神看着众人。他在每一个路口驻足一会儿，仿佛是在查看地形，最后自己找了合适的地方隐藏住了身形。大家都有些放松了警惕。流寇是不是离开我们这里了？他们是不是去别的村子了？肯定是知道我们巡逻的严，都不敢来了吧？我们村里可是有老虎呢，给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进来。另外一边，青山村外的一座无名山头上，一群人在埋锅做饭，几个彪形大汉正围着一个火堆烤肉。大哥，咱们可是3天都没有什么进项了，青山村咱们到底去不去？要不咱们换个村子吧？青山村里可都有人巡逻了，怕是不好得手。老三，区区几个村民你就怂了？我们来之前可都打听好了，这附近一左一右就青山村人最少，偏偏村里还有个刚刚富起来的富户，据说他们家养着几百只兔子呢。等咱们进了村，干脆把他们家里人都杀了，占了他家的房子，把兔子都吃光了再走。二哥，咱们刚出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身材细长的老三说道，我们不是说好了光抢财物不伤人吗？那是以前，这一路走来你是不想伤人了，可是那些被抢了财物的村民哪个不想杀了咱们？与其被别人杀，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老二说着看了一眼大哥，大哥留着一把乱蓬蓬的胡子，肤色黝黑，一只眼睛被黑色的眼罩罩住，留在外面的眼睛透露出凶狠与贪婪。老二说的对，你看看我的眼睛，当初那个老太婆下得多狠的手，还敢用砒霜混着石灰伤我的眼睛，要不是我当机立断挖出了自己的左眼，现在坟头的草都有3尺高了。听见3个人的议论，一直在烤肉的老五抬头说道，这2天我都查看过了，他们在路口设置了障碍，但是后山还有一条小路通往村里，那条路有点险，所以他们没有派人值守。不如我们就沿着那条路下去，看情况先抓他几10只兔子。对了，听说那户人家还有马车，如果顺利，我们抓到他家的人，让他们把钱交出来，再用马车送我们出去。大哥，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我觉得老五说的对，兔子什么的总有吃光的时候。听说这户人家最近赚了不少银子，把生意都做到外县了，他们家里一定有不少好东西，咱们多抢点钱，到时候大家分一下，也能下山去过几天逍遥的日子了。对，球，就这么干。老大扔掉手中的棍子，站起来冲着周围的同伙喊道，大家都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我们研究一下路线，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发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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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威武。四面都传来了呐喊声，这群人群情激愤，他们早就等不及了，就等着干一票大的。大哥，这个时辰人还很精神，我们过一个时辰再下山，人困了肯定会放松警惕的。好，那我们再等一个时辰。萧木带着2个人守在大路口，萧松则带着2个人守在西边的山脚下，10几个身影趁着夜色往村子里走。大哥，今天晚上我们要发财了，今天晚上那户人家要是敢不配合我们，我们就把他们全都杀了，等到村里人发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钱跑了。行了，现在说这些还太早，我们赶紧按照原定的路线往里走。就在他们想要拐弯往村子里面走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老虎的叫声。老虎？这村子里面怎么会有老虎？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元宝已经扑了上来，一巴掌拍在最后那个人的后脑勺上，将人直接打晕。不好了，不好了，老虎进村了，我们被老虎盯上了。一行人四处逃窜，这边的动静很快就惊动了村里其他人，所有巡逻的人都往这边赶。等他们到的时候，看见10几个人全都趴倒在地，有昏迷的，有吐血的，就算清醒的也被老虎吓得一动都不敢动。萧木和萧松也赶了过来，元宝虽然下手比较重，但好歹给这些人都留了一口气在。萧木数了数，一共是16个人。你们一共多少人？谁是带头的？别以为你们不说话我们就找不出来，不想说也可以，反正最后都要交给县老爷去审判，你们有什么话都跟县老爷去说吧。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们只是路过，想借点过路钱，并没有想要害人性命，求你们手下留情，不要将我们交给县衙，否则我们将会死无葬身之地。废话，你们做了错事就要接受惩罚，没犯罪，县老爷难道还能冤枉你们不成？不过就算是犯了罪，这罪也有大有小，但是你们既然都不
想招供，那就让县老爷同罪论处好了。不是，我们不是老大，我们都是听人命令行事的。我不是老大，我们这里没有老大，我们老大没有跟我们在一条路上走。什么？萧木闻言心中一凛，他一把抓住说话人的领子。你们老大没跟你们走同一条路是什么意思？就是没走同一条路的意思呀。我们老大说这条路上没人把守，让我们从这里走，他跟我们的军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萧木心中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他也顾不上审问这些流寇了，快步向家中跑去。萧松看见他的动作，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他也紧随其后往家的方向跑。元宝原本还站在人群中，看见两个主人都往家跑，元宝也立刻跟了上去。有村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两个这是怎么了？李正也想到了什么，有些焦急的道：先把这些人都给我捆了，留5个人看守，剩下的都随我去萧家。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流寇的头领怕是已经去了萧家。萧长河家里虽说村中如今已经有了巡逻的人，但是大家还是没办法睡安稳觉，所以叶洛心一听见门口有声音，立刻就清醒了过来。是谁？叶洛心暗道一声不好，怕是有贼人混了进来，拿起萧木给他准备好的匕首，起身来到门边，透过门板间的缝隙向外看去，只见5道黑色的身影正悄悄地向后院移动。不好，他们的目标怕是后院的那些兔子。叶洛心正自着急，萧长河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大喝一声：什么人？听见萧长河的声音，他立刻站直了身子，一把闪亮的匕首架在了萧长河的脖子上。老头倒是挺警醒的，既然你醒了，就把你家银子都给我拿出来。放开我爹！叶洛心冲出屋子，看见杨凤手中举着一把菜刀，正抖着双手面对歹人。再不把我爹放开，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小娘子，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放下菜刀，不然伤了自己可就不好了。萧家人全都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就连住在后院的老夫人和裴神医也都走出了房门。其余4个贼人也都放弃了原本的计划，他们慢慢的向院子中间聚拢。都说这家人家有钱有本事，这么一看，这老的老，小的小，连个能打的都没有。早知道这样，我们何必等这么久？早就应该来这里。就是老大，要我说，我们就应该早点过来。你看这满院的小娘子，真是一个赛一个的水灵，让他们生活在这大山中，实在是委屈他们了。混账！你们是什么货色？竟然敢到老娘的地盘上撒野！再早10年，老娘肯定打得你们找不着北。几个大汉一起笑了起来。就你这把老骨头，我大哥打个喷嚏都能把你吹走，死到临头了还敢说大话，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老四说完就要奔老夫人去，裴神医立刻上前一步，挡在了老夫人身前。你们算什么东西，也配和他动手？哟，你这是为相好的打抱不平来了？既然你想出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今天从你开始下手。老四说着，伸手就要去薅裴神医的脖领子，没想到这位老人身手十分灵活，在他的手还没有碰到老人的衣衫，老人忽然脚下一滑，转到他的身后，一个手刀砍到他的后颈上。其余人都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就看见老四身体一歪，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你敢伤我四弟！老三看见立刻红了眼睛。干什么呢？都给我滚过来！大哥，别忘了我们今天来是干什么的，都给我乖乖站好了，不然我要了他的狗命！别伤害他！不伤害他也行，把你们家里的钱财都给我拿出来，1分都不能少，少1分我就剁他1根指头！不行，闭嘴！再说话，割断你的脖子！你们有本事就杀了我，反正杀了我，你们也拿不到钱。我儿子马上就回来，他要是回来了，你们谁都别想走。你儿子已经去村口抓我的手下了，等他反应过来，你们一院子的人早就没命了。既然你们都不识相，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杀人的手法，就从你下手好了。放心，我刀很快的。黑老大话音刚落，忽然觉得后背一凉，一阵钻心的疼痛从后背传来，他转过头，看见一个瘦弱的女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自己身后。去死吧！叶洛心没有力气搏斗，见刀锋袭来，麻利地蹲下身子躲过一击。黑老大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对手，蹲在自己身前简直是自寻死路。他顺势收回匕首，抬起左脚就要踢向叶洛心的脑袋。洛心！他惊呼出声，立刻就要上前与黑老大拼命。裴神医却伸出手臂挡住了他。春花，看住你家老夫人！
他说着，快步奔向叶洛心所在方向。眼见着这一脚就要踢到叶洛心的额头，黑老大忽然觉得身子不稳，他的腰突然被人抱住，然后在一股大力的推动下，他撑着地面的那条腿不受控制的转了半个弯。黑老大低头一看，竟是刚才自己架着的那个老头。找死！你们都活够了！用手肘狠狠砸向萧长河的后背，萧长河被砸得眼前一黑，双手立刻泄了力气，向地面栽去。趁着萧长河绊住黑老大的功夫，他立刻滚了2下，躲开黑老大的攻击范围。给我去死！立刻化掌为拳，沙包大的拳头朝着叶洛心的小脸就打了过来。叶洛心感觉到了气势的压迫，他艰难地倾过身子，将头躲开了拳头的攻击范围。至少被打断了胳膊，不会死。叶洛心如此安慰自己，他闭上眼睛，准备迎接剧痛袭来。下一刻，耳边就传来了咔嚓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哎，竟然不疼！骨头被打断了，竟然没有疼！叶洛心正觉得不可思议，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落入了一个宽大温暖的怀抱之中，这种感觉无比熟悉，不用看他就知道是萧木。萧木回来了。别怕。紧接着他一抬脚，将刚刚被捏碎了颈骨的人一脚踢了出去。堂堂流寇黑老大连个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老大！其余3人全都慌了神。敢伤我家人，你们找死！老2、老3和老5一看情势不对，立刻就往院子外面跑。萧木脚下一踢，一颗石子直奔老3的后心窝而去，只听扑通一声，老3也趴倒在地。萧木还要上前，元宝一下子从墙外翻了进来，与正在爬墙的老2撞了个顶头，巨大的虎身一下子就把老2从墙上挤掉，老虎的身子与他一起落地。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声嘶哑的惨叫。5个人里，老5的体力最差，但是老5的速度最快。就在老2扑倒的时候，老5已经上了墙头。叶洛心看他要跑，喊了一句：“虎子，上！”老5下意识地回头，看见老虎还趴在另外一边墙下，与自己有几分距离，心中正自庆幸，还好自己跑了这边，跳下墙，那个虎子未必能抓到自己。可是他转回头，忽然觉得眼前一黑，一只巨大的鸟扇着翅膀就朝他飞了过来。虎子飞过去后，锋利的爪子在他的耳朵上留下了3道血痕。老5站立不稳，一个跟头从墙上掉了下去。萧松正好赶到门外，看见从墙头掉落的人，立刻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他跨步上前，从怀中掏出细绳，将贼人的手脚绑在了一起。刚要起身喊人，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了杨凤惊恐的声音：“爹，你怎么样了？”萧松心中一凛，顾不得脚下的贼人，立刻朝院子里跑去。爹，你醒醒啊！你醒醒啊！萧松快步走过去，看见徐正香正搂着萧长河的头，裴神医也半跪在那里，正在为萧长河把脉。爹怎么了？他看了一圈，将目光定在萧木脸上。爹被贼人打伤了。裴神医，我家老头子怎么样了？内脏受损，骨头也断了2根。啊！有性命之忧吗？有我在，性命肯定能保，就是不知道能恢复成什么样。只要能保他一条性命，不管他是贪是缺，我都能照顾他一辈子。听到这里，裴神医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丝羡慕。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救治的。萧松拿来一个门板，众人慢慢的将萧长河抬到门板上，然后由萧松和萧木2人将萧长河抬到屋里。安顿好萧长河后，萧木又来到院子里，元宝和虎子都蹲在几个贼人身边，瞪圆了眼睛盯着他们。元宝更是蓄势待发，仿佛这几个人只要动一动，他就能上前咬断他们的喉咙。李正也带人赶了过来，看见院子里躺着几个人，李正松了口气。小木，你家里人都没事吧？我爹被贼人打伤了，怎么样？危险吗？裴神医还在救治，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些贼人怎么处理？我刚才审过了，他们一共来了23个人，村口的那18个加上这里的5个，正好是23个。不过他们在山头那里还有10几个人，我准备将这些人交给刘县令，让县令大人立刻派人上山抓人。不用了啊？李正没明白萧木是什么意思。把他们带到县衙，再由县衙派人上山，时间太久，我怕山上的人得到消息已经逃跑了。我现在就带几个人上山，把这伙贼人一网打尽。好。裴神医施过针后，萧长河的呼吸终于平稳下来。萧景也被人从学堂叫了回来，他看见萧长河现在的样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爹，你没事吧？我再也不去学堂住了，我要留在家里。如果我在家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傻孩子，你就是在家，你爹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裴神医，你能治好我爹吗？放心吧，我会
尽力的，只是现在缺少接骨木，我明天得去山上找接骨木回来才行。接骨木什么样子？我去。你好好读书，家里的事情我会处理的。读书，你们总是让我读书，可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爹受伤，什么都不管呀。行了，你们就不用争了，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认识药材，去山上又能有什么用？我认识，我去吧。嫂子，你怎么什么都会？你一定要带着我去，我不想做一个只会读书的废物。小景，家里人不是只想让你读书，别的都不让你做，而是现阶段你好好读书，才是能为家里做出最大的助力。萧景听到这里，表情有些迷惑。为什么？因为这个家里你2个哥哥都不能读书，只有你有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身份。我们虽然现在能赚钱，但是官场上没人，将来早晚要遇到大的问题，而这一切就只能指望你了。萧景听完，感受到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责任感。他以前只觉得家里人人都有事情做，只有自己是个吃白食的，直到现在他才知道自己身上担了多么大的重任。嫂子，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读书，将来做大官，保护你们。好。还有，以后我每天都要回来照顾爹，不然我内心难安。好。这一晚，萧家人全都没有睡觉，萧长河中间醒了几次，又很快昏迷过去。好在有裴神医守着，大家也都比较安心。萧家婶婶，小二哥让我来报个平安，他们已经把山上的流寇全都抓起来了，现在正往县衙那边送呢。太好了！徐正香走出门，一夜过去，他似乎苍老了许多，连鬓边都多了几根白发。这次也是巧了，我们不光抓住了那些流寇，还找到了他们偷走的宝贝。宝贝？什么宝贝？二小子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听说是个什么印信，在流寇头目睡觉的皮褥子下面找到的，看样子他也是随身带了挺久的了。竟然还有这种事儿！具体是什么，小二哥说他也不知道。要我说，问问那个流寇头目，打得他屁股开花，他肯定会说。众人无言。现在别说是把他屁股打开花，就是在他屁股上种花，他都不会说一个字了。昨天那个头目的脖子都被萧木扭断了，众人也没有解释。昨天那些人不管活的死的，都被李正带人送去县衙了。后面的事情，县令大人会亲自审问，直到天黑之后，萧木才从县城回家。萧长河也终于清醒了过来。让老二去就行了，洛心身子弱，让他跟着去山上做了什么？你以为我不心疼儿媳妇吗？可洛心是福星，这事要是没有洛心出马，得猴年马月能找到那接骨木啊！要我说，还是我去，他们2个去了，也未必能找得到。哎呀，不行，裴神医，你得在家守好病人，万一有什么情况，有裴神医在，也好及时处理啊！大家还没争论出个头绪来，一向在白天休息的虎子突然从外面飞了进来。他停在堂屋，收好翅膀，放下嘴里叼着的一截树枝。虎子，和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屋子里飞，弄得全是灰尘。叶落心话音刚落，就看清了虎子叼着的那截树枝。这不是接骨木吗？还真是接骨木。他兴奋地看着猫头鹰，你这个家伙是不是开智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想要这个东西？高冷的虎子并没有理他，回过头用嘴巴整理自己的羽毛，仿佛根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还真是接骨木啊！哎呀，这下好了，家里的一鸟一兽都立了大功。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犒劳一下他们。娘，这个我知道，虎子还爱吃鱼，元宝喜欢吃肉，晚上我做给他们吃。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也都放松了心情。这一放松，杨凤似乎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哎呀，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吃坏了东西呀？不是，我吃的和大家都一样，没有偷吃别的。快，趁着神医在这里，让神医给把把脉。杨凤坐在堂屋的桌案前，3根指头搭上手腕，只片刻功夫，裴神医嘴角就露出了一丝笑容。恭喜弟妹，这是要做奶奶了。奶奶？什么奶奶？盯着裴神医的笑脸看了半天。我要当奶奶了！好事，这可是大好事。老夫人第一个站出来贺喜，她从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插在杨凤的头上。这喜事来得太突然，我这个客人也没备什么礼物，这只金牡丹的钗子就送给你，祝你平安，诞下灵儿。杨凤哪收过这么贵重的礼物，立刻就想把钗子拔下来还回去，戴着好看。是好看。嫂子，恭喜你了。洛心，我真高兴，我肯定是沾了你的光了，才能有这个孩子。嫂子，你傻不傻？这事儿和我能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儿有我的功劳。哎呀，你可小点声吧！一家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躺在床上的萧长河虽然不敢大笑，但是觉得身上的疼痛都减轻了许多。一根接骨木肯定是不够。第二天，萧木就带着元宝和虎子一起上了山，有虎子带路，他一定能很快找到接骨木。但是临走前，萧木和叶落心说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叶落心有些不安。萧木
木说的是关于那个印信的事儿。这颗印章是我的，所以我并没有交上去。你的？叶洛心有些惊讶，萧木的东西怎么会在流寇的手中？萧木怎么会有这种印章？这个到底是什么？萧木从随身的荷包里拿出了那枚印信，准确的说，并不是一枚印信，而是半枚。这个是做什么用的？不过下一刻，萧木又拿出了半枚印信，两颗印信的材质一看就知道，原本应该是一对。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信物，这一半可以调动她给我留下的人马，另外一半，这个却是一个司库的凭证，只有见了这个印章，才能打开司库的门。这么厉害？虽然他早就知道萧木隐藏了身份，但是没想到竟然是这种大佬级别的。这2个印信你帮我收好，其他的事情等我从山上回来之后再告诉你。叶洛心点头答应下来。有了虎子带路，萧木果然很快就找到了接骨木。第二天早上，他就从山上赶了回来。元宝似乎是在家关得很了，这次有机会上山，他一下子捕了7、8只野鸡，个个咬断了脖子，却没有吃。萧木将野鸡串成一串，和药材一起背回了家里。裴神医将他带回来的药材赶紧入药，给萧长河外敷加内调。这药回来的及时，用不上半个月的时间，小老弟身上的伤肯定全都能养好。晚上吃鸡肉火锅，再煮2只鸡给元宝解馋。娘，野鸡这么多，光做火锅也吃不完，不如我给你们做个别的尝尝。新花样好！一家人都在等着吃烤鸡，谁也没有想到村子里又来了不速之客。这次来的是一队人马，一共12个人，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身上统一穿着黑红色的利落短衣，腰间挎着长刀，一看身份就不简单。这些人的后面跟着一辆异常华丽的马车，这些人没有丝毫的停留，进了村子之后就直奔萧家而来。当马车停在萧家门口时，惊醒的虎子和元宝早就守在了门前。有村民听到动静，也跟着马车一起往萧家这边来。来人显然也被萧家门口的一鸟一虎吓了一跳，山村里果然民风彪悍，竟然能养老虎看家。大家看着横在门口的元宝，倒是很自觉地退了2步。厨子，是家里养只老虎，你先别下来，我这边先确认一下安全。可车上的人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说辞，倒像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自己掀开轿帘从车上跳了下来。此时萧木、萧松已经走到门口。你们是什么人？到我家里来做什么？来人本来神情悠闲，即使看见老虎也面不改色，可是当他看见萧木的时候，显然是吓了一跳。你不是成王家的小公子吗？萧木没有否认，老夫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被认出身份的准备。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自小就生活在这里，这里有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不在这里又能在哪里？萧松更是难以压抑住眼中的震惊。爹不是说萧木是他一位老友的儿子吗？怎么成了王爷家的儿子？他竟然一直跟王爷家的儿子称兄道弟。随着他们说话的声音，萧家其他人也走到了门口。老夫人一眼就认出了侯爷，面上露出的不是惊喜，而是抗拒。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不是派人告诉你了吗？我在这里住够了，自会回去。夫人，你出来的时日也不短了，该回京了。我回不回去对你有什么影响？反正你心中想的是当今圣上，心心念念的也都是朝中的事，有我和没我，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区别？怎么会没有区别？夫人不在的时候，我寝食难安。要我看是过得太安稳，有些不适应吧。老夫人显然没有被侯爷的话哄到，眼见着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尴尬，徐正香站出来道：侯爷大驾光临，大家都别在门口站着了，快请屋里坐快请屋里坐。老夫人什么也没说，一转头回了自己的房间。侯爷也紧随其后跟了进去，几个丫鬟留在外面，一众侍卫也留在院子里，十分自觉地排成一排，守在门前。萧家人也都盯着那个房间，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半晌之后，老夫人和侯爷都从屋里走了出来。让大家见笑了，这位是我家侯爷，大家不用害怕。好。侯爷远道而来，快坐下歇息，我赶紧去做2道菜，为侯爷接风洗尘。快别忙了，入乡随俗。他在京中是侯爷，到了这里就是洛心的外祖父。咱们晚上不是准备吃火锅吗？就按照原来的准备，多1双筷子就好。按夫人的意思办即可。徐正香赶紧下去准备菜品。侯爷将目光移到了叶洛心的身上，那个小姑娘瘦瘦小小，和自己去世的女儿长得十分相像，就连那灵动的眼睛和脸上倔强的表情看起来都一模一样。你就是洛心。叶洛心并不觉得害怕，上前施了一礼。侯爷，你看看他竟与我这般的生分。孩子10多年没有见过你了，早就忘记你长什么样子了，和你生分不是应该的吗？去把我车上带来的瓷瓶和名画拿下来。手下得了命令，立刻跑出门去，从车上倒下了3个大盒子和5幅卷轴。手下将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你看看，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红梅落雪的瓷瓶，当初我收藏的那对被你打碎了，你哭了半天，这是我后来命人去江南寻到的。说完，他又打开另外一个盒子。还有这个杨之玉的瓶子，是咱们家供在佛龛前的，
小时候你非要不可，还因为这个被你娘揍了一顿。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不过是一个瓶子而已，何苦因为这个伤了你娘和你之间的感情？叶落心的眼眶有些热。侯爷说的这些事情，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记忆，但是老人家娓娓道来，仿佛那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或许是他在心里重复了千万遍，直到今天这一刻，才终于说了出来。外祖父，我和娘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伤感情。没有生气就最好。侯爷说着，打开第3个盒子，里面竟然是一些玻璃的碎片。你把这些东西带来干什么？我这不是怕他埋怨我吗？我把他小时候弄碎的我最心爱的琉璃盏也带过来了，让他自己也内疚一下，这样我们2个不就扯平了吗？幼稚，都是我小时候不懂事，让外祖父生气了。你别理他，他家里的琉璃盏没有10个也有8个，他偏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要我看呐，这玩意儿长得都差不多，他不就是故意的吗？孩子不知道也就算了，你难道也忘了这个琉璃盏可是那年女儿回京的时候送给我的，结果我还没等把玩就被小家伙给弄碎了。难怪外祖母说外祖父那时候防我跟防贼似的，我小时候真是太不听话了。等明天我一定给外祖父买一个最漂亮的琉璃盏。只要你有这份心意，我就满足了。眼见着这3个人其乐融融了，丫鬟和侍卫的心也都放了下来。看着自家夫人不像之前那样绷着脸，侯爷也终于转移精力到了萧木身上。长生，你怎么会在这里？长生是萧木的小名，小时候娘见他身体不好，故意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小名。苏老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屁！你顶着这样一张脸，还想跟我说你是这家人吗？有何不可？外祖父，他是谁？他就是从小和你定了娃娃亲的成王家的小儿子呀。娃娃亲？叶落心也愣了一下，他看看萧木，萧木朝他微微点头，竟然是真的。这下轮到萧家人惊讶了，什么娃娃亲？洛心不是叶家悔婚替嫁过来的吗？怎么就成了娃娃亲了？还真的是他。怎么不是呢？他可是我的外孙女婿，就算是化成灰我也认识。大家全都震惊，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也不是很早，在见到老夫人之后才知道的。我养大的儿子竟然是你家自小定下的女婿。何止呢，他可是成王的小儿子。哎呦喂！徐正香腿一软，直接跪坐到了地上。她一个乡村妇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竟然能够和侯爷、王爷关联在一起。好不容易接受家里娶的儿媳妇是侯爷家的后人，这一转眼儿子也成了王爷的后人。娘，哎呀，你还是别叫我娘了，我有点承受不起呀。娘，萧木却扶着他到座位上坐下。你将我养大，我就是你和爹的孩子，没什么承受不起的。你们2个现在也是夫妻？是啊。命中注定的事儿，你们2个孩子还真是想分都分不了啊。好啊，想不到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一切都按照最初定好的方向去了。是啊，谁能想得到呢？萧松和杨凤2个人也在一旁不停地唏嘘。躺在床上的萧长河听见了，也暗暗感叹命运的神奇。就在这一大家子全都沉浸在这种悲伤又幸福的感觉中时，裴神医举着2只烤好的野鸡走了进来。我说你们怎么回事？鸡都烤好了，到底吃不吃饭？侯爷，裴神医。定安侯再一次惊讶，这萧家到底有什么魅力，竟然连裴神医也留在了这里。你认出他来了？我又不瞎，我怎么不认得他？他承认了。他为什么不承认？我都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了，这个孩子不是萧公子，他一直都不允许我说出他的身份，还威胁我，如果我说了，他就再也不回京城了。那还不是因为你没用？这些日子辛苦裴神医了。以前我确实不想暴露身份，也不想回京，不过如今情况有变，我可能还得抽空回去一趟。如今我家里有病人，有孕妇，还望裴神医能够帮我照顾一下。我可谢谢你全家，我是神医呀，名震京城的神医，你说让我留下我就留下了。不过他的话并没有说出口，他看了看萧木的神色，照顾就照顾，我又不是照顾不好。晚饭吃的是火锅，还有烤好的2只野鸡。你们平时就吃这个？侯爷有些不敢相信，他还以为农民能吃饱饭就已经很难了，谁知道吃的比侯府还要好啊！虽然没有侯府的饮食精致，但是胜在味道新奇，食材新鲜。并不常吃。对，
常吃这个也会腻，我们总是换着花样吃，什么卤兔肉、红烧鱼、鳝鱼面、野狍子炖干笋。我以为夫人在这里过得苦，所以迫不及待地赶过来，想带着夫人和孙女回去。谁能想到你们在这儿是乐不思蜀呢？我乐不思蜀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只要我孙女在的地方，就算是吃糠咽菜，我也觉得是仙境。这种吃法值得在全国推广。等回了京城，我要让圣上也尝尝我孙女研究出来的火锅。裴神医倒是勤勉，他一个大夫，这一身筋骨倒是修炼得十分好。侯爷夫人，裴神医好身手，侯爷过奖了。裴神医擦了擦脸上的汗，我这不过是花拳绣腿，侯爷才是真功夫。这话听着顺耳，侯爷不由点了点头。他那一身真功夫都不知道多久没练了，现在的身手还未必赶得上神医。什么？夫人竟然觉得他比不上一个大夫？我看裴神医这一身功夫也不是花拳绣腿，不如我们两个比试比试。什么？神医不肯赏脸？裴神医若是心里没底，这根竹竿你拿着做武器，我们点到即止。你只要碰到我，就算我输了，如何？裴神医下意识地接过竹竿。我用不惯兵器，还是吃手空拳好一些。行，既然裴神医这么有自信，我们就都不用兵器，徒手过上几招。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没用过武器，根本不会用啊。裴神医一看这个架势，连平时练习的招式都忘记了，他连连后退，几招之内就被逼得捉襟见肘。正好侯爷一招袭来，裴神医转身欲躲，一个没注意，后脚跟正好踩中了一个石头，一个踉跄闪到了腰。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哎呦，不小心扭到腰了。我都说了，我不是侯爷的对手，根本不用侯爷出手，我就败了。老夫人也走了过来。春花、秋月，快把裴神医扶进房间里，要不要叫个大夫过来看看？不用，我自己就是大夫，身体的情况我心里有数，一会儿我稍微活动一下就好了。春花，你们动作轻一点，一会儿就伺候在裴神医的身边，听裴神医吩咐。是啊，侯爷，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做事讲究章程、进退有度的人，你明知道裴神医不是你的对手，又为什么非要和他比试呢？说好了点到即止，我并没有想要伤害他呀。可他确实也是因你受伤。哼，本来以为你来这里是真心给我认错的，没想到你是来添乱的。昨天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回去。你和景儿一个只知道关心朝政，一个只关心赚钱，我在那侯府里无聊得很，不如落心生活在这里舒服。明天你收拾收拾就回去吧。你赶我走？你因为一个裴神医就想赶我走？反正你早晚都得回去。那行，我回去，裴神医也得和我一起回去。昨天萧默已经说了，裴神医要留下来照顾他的家人，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回去？再说了，人家裴神医想回就回，也不是你能决定的。他在这儿，我就不走。你什么毛病？我没什么毛病，就是不想让他和你在一个地方待着。老夫人无语至极，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叶洛心走过来道：外祖父、外祖母，吃早饭了？不吃了。不吃就不吃，我也不吃了。哎呀，你们两个怎么回事？一大早上就生气了。外祖母，早上是你最喜欢吃的鳝鱼面哦，奶白的鱼汤，里面煮的细细的面条，里面还放了脆笋丝和木耳丝。闻言，老夫人紧绷的身子软了软，不过还是没有转身。配菜是一盘芥菜丝，还有炸好的焦脆的银鳍鱼肉，另外还有都没做的牛奶鸡蛋羹。您就赏脸去吃一个呗，好不好嘛？就吃一碗，不然孙女怕您饿坏了身子。老夫人终于转了过来，孙女撒娇，她怎么顶得住啊？我们去吃饭，不许她和我一桌。好嘞。说着，她扶着老夫人离去，留下侯爷独自一人在风中凌乱。面条又鲜又软，口感十分好。老夫人舒舒服服地吃了一碗面条，又喝了小半碗汤。侯爷吃了吗？外祖母放心吧，外祖父那边也吃上了。哼，谁不放心他了？裴神医的房间，侯爷面前摆着一大堆的食物。洛心说侯爷今天早上要单开一桌。徐正香询问侯爷开在哪里，侯爷就选了裴神医的房间。侯爷，我这腰疼的不能动，就没办法陪着你一起用饭了。没事，我知道你不能吃，本侯特意来吃给你看。吃给我看？对呀，味道还不错，鲜润适口。想不到普通农家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侯爷来的时日太短了。这萧家上上下下做菜都十分好吃，反正我住在这里这么久了都没有吃腻，是吗？侯爷倒是对他的话没什么反应，接下去他也不再说话，只是夹起咸菜嚼得咯吱响，又夹起一块鱼，咀嚼间发出酥脆的声音。好吃。春花，你去我的匣子里帮我找到一个黑色的瓷瓶，把那个瓷瓶给我拿来。春花手脚麻利地找到瓷瓶，
裴神医伸手接过瓷瓶，就着趴着的姿势，从瓷瓶里倒出2粒黑色的药丸，吞了下去。半炷香后，裴神医试着活动了一下，腰部的疼痛感果然减轻了，几乎感受不到。不过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还得麻烦把我药箱里的药酒拿来。春花拿来药酒，裴神医倒出一点，伸手到自己的后腰，慢慢的按摩起来。片刻后，只听咔的一声，他似乎是按中了什么关节，又试着动了动，这回算是彻底好了。呀，裴神医，这么快就好了？哎呀，生什么气呀？既然没事了，就快点出去吃饭吧。没什么胃口，不行，多少还是要吃点。要我说，裴神医你自己是大夫，在调理身体方面应该是内行，可是我看着你这身子骨怎么这么脆弱呢？裴神医已经觉察出不对了。早上侯爷要和他比试的时候，他还只是稍微疑惑，以为侯爷只是一时兴起。裴树算是彻底确认了，这老侯爷就是故意针对自己的。侯爷，我自认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吧？没有啊，那你为什么针对我？这可是冤枉我了。我没有针对你啊，你就是有，我又不傻。哪里，神医受伤也是因我而起，我只是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我已经让人去买了猪骨回来熬汤给神医喝，帮着神医补一补。裴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侯爷话里话外的总是在影射自己身子骨不好，可是他说出的话办出的事儿又都是善意的，这让裴神医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哪里知道侯爷这样做只是想让自己的夫人知道，这位裴神医只是看起来还行，但是身子骨一点也不好，比起自己差远了。裴神医一个单身汉，哪里懂得臭情侣之间那些弯弯绕绕的花花肠子。侯爷，清河县县令前来拜访，既然来了，那就让他进来吧。侯爷远道而来，下官有失远迎，还望侯爷见谅。起来吧，我这次来为的是私事，没有公事，没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是。两人说话的功夫，元宝正好走到院子里，而是直接走到了刘勉的身边。刘勉伸出手，在老虎宽大的后背上撸了2把。元宝抬起头，在他的手掌上蹭了蹭。侯爷看得很是意外，你经常到萧家来？也不是经常来，但是我和萧家的老二还有……他刚想说慧如人，又立刻反应过来不对，和侯府家的小姐还算是有些交情。好，你说你和萧家老二有交情，是何种交情？什么交情？就是简单的关羽民的交情啊。萧家做出了脱力机，我帮着他们向上请了功。另外就是萧木偶尔帮我跑个腿，从我这里赚点银子。他帮你跑腿？萧木这个人做事还算牢靠，不过那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话说到这儿，刘县令正好看见萧木从屋里出来，为了表现他与萧木关系匪浅，他招了招手。萧木，过来。萧木走了过来。这次山匪的事情处理得很好，我这边已经为你记上一功，有机会我会为你向上请功的。年轻人还是很有前途的。萧木面无表情，侯爷的脸色却有些不好看。可等他看过侯爷的脸色，才想到完了，刚才手滑了，别介意，别介意。萧木的脸色立刻黑了下去。正在这时，叶洛心也扶着老夫人走了过来。老夫人笑着让县令坐下，询问县令来此处的原因。如今这青山村又立了大功一件，我定要向上请功，为萧木争来功名一件。老夫人点了点头。当她将目光转移到徐正香和萧木脸上时，发现这2个人好像也都没什么反应。不应该呀。刘勉有些狐疑，但是在座的谁也不会告诉他，萧木是京中王爷的儿子。还有上次那个印章的事，那个印章不说是你的吗？这个我就不向上汇报了。可是你总得告诉我，这个印章是用来做什么的？施主家的东西找到了，难道还要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这个东西是用来吃饭的，还是用来睡觉的？可是那个流寇头目将印章带在身边好几年，说明这个印章并不简单。你一个山里长大的孩子，你怎么会有这么重要的印章？我身为县令，虽然能看在你剿匪有功的份上将东西给你，你也总得给我解释清楚了，你这个是做什么用的不是？萧木觉得刘县令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个印章的来历他确实不方便说。这个东西是一位故人给我的，我敢保证不是为非作歹用的，也对朝廷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县令能不再追问了吗？这孩子讲义气，他说的话句句事实。既然他不方便说，刘县令还是不要追问了吧。行吧。中午时分，杨凤和萧松也从店里回来了。本来卖了26两，另外的1两银子被我付给车夫了。听大哥说支付了银子给车夫。糟了，怎么了？今天是给这些绣娘支付工钱的日子啊，我差点就忘记了，幸亏大哥提了一嘴，不然我真的就忘记了。哎呀，那怎么办呢？家里有的银子够发工钱吗？要不要和他们说一声，晚一天再发？那哪能呢？钱我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到日子这天呢。外祖父、外祖母，孙女
孙女今天要给干活的村民发工钱，就没时间陪你二老了。要不你们进屋去歇歇？歇什么歇？你尽管发你的，我们就坐在这里看个热闹。小花，让大家过来领工钱。啊！小花高兴地应了一声，撒腿就往他们的绣房跑去。小家二嫂真的给我们发工钱啊！在绣房打杂的桂花娘兴奋地问徐正香：“让你们干活了，当然得给工钱。我家要是不付工钱，你们不得背后骂我呀？”这哪能呢？今天叫大家过来，是因为咱们绣房也开工满1个月了，大家干的都不错，所以咱们今天发工钱。店铺开业这段时间活紧任务重，大家都辛苦了。咱们店铺的生意还不错，大家做的荷包也很受客人的欢迎。现在每天都有人去铺子里看新花样，已经有别的县城的人专门跑过来，就为了买我们的荷包。能有这样的成就，和在场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分不开。我觉得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听完了叶洛心的话，好多人都红了眼眶。他们一辈子生在山里，长在山里，每天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好像这一切都是他们应该做的。平日里总是不闲着，可就是这样，稍有不慎还会被父母或者家里的男人责骂。从来没有人称赞过他们做得好，也没人说过他们非常重要。虽然上个月大家表现的都很好，但是还有几个人我要特意奖励一下。一个是萧朵，上个月萧朵自己手头的活都完成得很好，同时她也对我们的花样提出了意见，给出2个很好的建议。萧朵听见这话立刻红了脸。还有2个人，一个是赵二娇，一个是萧桂花，他们2个上个月都是荷包最多，同时也是没有浪费原材料的。桂花和二娇互相看了看，全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桂花娘一听见自己女儿被夸赞了，我闺女，知道了，你闺女真好。这3个人上个月表现的比较突出，所以要特别奖励一下，每个人100个铜板。你们3个上来领钱吧。嫂子，怎么还有奖励呀？对，有奖励，快来吧。 3个女孩子全都不好意思地走上来。桂花和二娇扭扭捏捏地伸出手，萧朵倒是痛快，可是叶洛心也看得出来，她接钱的手是抖的。以后这个奖励会保留下来，谁的活干得好，谁提出的新点子给我们带来了帮助，我都会给他奖励。这个月奖励2个人，那要是下个月有3个人活干的都好怎么办呢？那就增加1个奖励名额。说起来我也有个想法，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既然洛心说有奖励，那我可要试试了。下个月我一定更加小心，可不能再出错了。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得更好。其他的我们等回去绣坊之后再讨论。现在大家上来领工钱，按照我叫到的名字，大家一个一个的上来。叶洛心拿着账本，一个一个的喊名字。萧朵、刘秀娘、萧敏敏，大家一个一个的走上来。萧松负责记账按手印，杨凤和徐正香负责数钱。领到钱后，大家已经开始讨论自己要买点什么。等休息的时候，我想去买1盒胭脂，我和我家男人提过好几次了，可是他总说那玩意儿没用，从来都不肯让我买。你这么年轻，该打扮就好好打扮，现在手头有钱了，想买就去买。那二婶子，你想买点什么？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就不买胭脂了。我打算给我家二小子买身衣服，他都到了该说亲的年纪了，家里连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现在我手里有钱了，我先给他置备上，剩下的钱就攒起来，等攒够了，就可以给我家二小子说媳妇了。娘，我现在挣钱了，可以买桂花糖吃吗？桂花将挣来的钱全都交给娘。行，赶明儿娘就去给你买桂花糖，给你买1大包回来，让你慢慢吃。听见大家的议论，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幸福的笑容，叶洛心也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明天正好有急，就给你们半天的休息时间，想去买什么就去买，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好好干活。行，太好了，多亏了洛心，我终于能挣钱了。突然间，一个妇人领到钱后，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再也不是废物了。徐正香赶紧弯腰将人扶了起来。哎呀，徐二媳妇儿，你快起来！萧二婶，谢谢你们，你们就是我的恩人啊。嗨，什么恩人不恩人的，这钱都是你们自己干活赚来的。要不是你们开了这个绣坊，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挣钱，一辈子都要被徐二那个王八蛋叫废物。这次你赚钱了，回家就把这些钱砸在他脸上，看他还敢管你叫废物。就是咱们挣钱了，底气也足，回去好好收拾他。我才不拿钱砸他呢，美的他有了这钱啊，我想买什么买什么。以后我每天上工，家里的活他也得分1半来做，做不好那他才是个废物。行，有志气。对，咱们就这么办。咱们这工钱都发完了，奖钱也发完了，我还有2句话想和大家说说。掌柜的，你有什么话尽管说。既然有奖，我们也要有罚。这1个月以来，虽然大家做的都很好，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咱们绣坊里的针线偶尔有丢失的情况。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以为这只是个小东西，顺手就拿回家里自己用了，但是今天我要郑重的跟大家说，再小的东西你自己偷偷摸摸拿回家，那也叫偷。我们绣坊绝对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以后再有人偷绣坊里的针线，被发现后立即扣发本月的工钱，而且我们绣坊再也不会用这样的人。说得对，说得对，这里所有东西都是东家的，我们干活要有干活的规矩，怎么能偷东西呢？就是啊，都给这么高的工钱了，还有贪那一点针头线脑，真是改不了那占便宜的臭毛病。有几个曾经揣了针线回家的妇人，这会儿手心里全都是汗，现在想来真是
是后悔，萧家人这么信任他们，他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该说的我都说完了，大家都去忙吧，大家都好好干，希望你们下个月都能拿到奖赏。好，一定好好干。众人兴致高昂，纷纷散去。老夫人看着叶洛心的表现，忍不住拍起手来。突兀的掌声响起，几个丫鬟看见老夫人拍手，也纷纷附和。侯爷正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拍手，老夫人一个眼刀就甩了过来，侯爷的2只手也赶紧拍了起来。外祖父、外祖母，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孙女儿做的这么好，外祖母太开心了。不错不错，赏罚分明，张弛有度，是个做生意的好材料。那当然了，也没看看是谁的孙女。那是，也没看看是谁的儿媳妇儿。她是我的媳妇儿，这应该高兴的，难道不是我吗？这些长辈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娘，我现在月份还小呢，什么都不耽误干。哎呀，家里人手多，也不差你这一个。娘，裴神医都说了，凤儿身体好着呢，不用天天躺着休息。再说了，休息多了对孩子也不好。切，你一个男人知道什么？女人怀个孩子有多累，你知道吗？不心疼媳妇，还在这里说风凉话，一边待着去。娘，真的没事儿，我要是觉得累了，我就自己回去休息，您看行吗？话都说到这儿了，许正香只好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叶洛心没和他们一起包饺子，而是带着老夫人和侯爷去了后院，参观了他们家的兔子养殖场。侯爷见过养马的、养牛的，倒是第一次见到养这么多兔子的。竹片和竹片之间留有缝隙，兔粪能从缝隙中掉下来。另外，竹床里面还放了很多干草。兔子也很聪明，排便什么的基本都不在干草上面。晚上冷了，它们可以趴在干草上睡觉。这兔窝差不多2-3天打扫一次，1个月要撒一次石灰水杀毒。这么整齐有序又庞大的养殖规模，实在是侯爷没有想到的。你们养这么多兔子，可有销路？你别看这兔子有这么多，但人家根本就不愁卖，3天一车，2天一车，想要的人多的是。不错，依山傍水，正好有这便利条件。兔子娇贵并不好养，能养成现在这样，也算是一种本事了。侯爷说着，接着往前看，突然看到一个兔窝和别的兔窝似乎有什么不同，里面养的竟然全都是秃毛雪白的兔子。怎么还有这种毛色的兔子？这是我专门培养出来的。这些兔子本来也是杂色，只是一代一代，我们会挑选最接近纯色的兔子来配种，慢慢的就能养出毛色纯正的兔子。洛心，你一只兔子能卖多少钱？按只卖给别人的价格并不高，不过若是自己加工了乳兔，再加上兔皮做的荷包，一只能卖到10多两银子，甚至更多。侯爷闻言摇了摇头。外祖父不信，这兔子虽然不算是值钱的玩意儿，但利用好还是挺赚钱的。孩子，我不是不信你，而是觉得这个价格太低了。太低了。或许京城与我们这里的物价不同，但是在清河县，这个东西的价格确实不算低了。我不是说你做的荷包和乳兔，你可能不知道，京中一些大户人家的小姐或者少爷很喜欢养一些小东西。我看这兔子就很好，又干净漂亮，又不会伤人。若是他们买来养，你猜能卖到多少钱一只？多少钱？叶洛心看着侯爷，只见侯爷伸出2根手指。20两？不，最少200两。最少200两？这个价格，叶洛心都觉得有点离谱的程度。这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姐还真是舍得呀。这种品相的兔子并不多见。我曾看见安宁公主养了一只兔子，不如这个好看，还是花了500两银子购置的。500两？叶洛心已经惊讶的不想再惊讶了。对，不过不是人人都会像他那般舍得，所以我觉得200两的价格还算合理。那我要怎么卖给他们呢？傻孩子，既然你外祖父都提出来了，你想卖的话，自然找他啊。我并不擅长这些，要说这些事情，还是你外祖母更擅长一些。哼哼，说什么不擅长？我看你就是不想帮孙女。那些王爷公子我倒是行，可是那些后宅里的夫人小姐，难道我也能去和人家说吗？我要是真去了，你还不得话都不和我说了？因为这种事情，麻烦您二老，孙女心里过意不去，要不然就缓缓再看吧。其实这些事情哪用得着我们操心？只要你舅舅出面，没有办不成的。叶洛心的舅舅，侯府的大公子，那是整个大梁最会做生意的人，所以老夫人这话说的没毛病。舅舅能看得上我们这个小生意，他敢看不上？是，只要你开口，明宇哪有敢不答应的？哼，等我回去就和他说，我孙女培养出来这么好的兔子，怎能就这么埋没在这小县城里？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嘛。所以我说，你早日和我回京，孙女的事情也能早日提上日程。我过几天就和你回去。侯爷闻言一喜，立刻对身后的春花道：今天晚上赶紧把老夫人的东西都收拾出来，我们明天就启程回京。明天就回？老夫人忽然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她看着侯爷，上下打量一番，
然后说道：“我可算是明白过来了，合着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想劝我回京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了吗？你喜欢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咱们刚才说的不是孙女赚钱的事吗？为了帮助孙女儿，你该回去也得回去。虽然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但是老夫人也知道侯爷说的有道理，不光是回去命令儿子，关系到后宅的事儿，还是他亲自出面比较放心。反正孙女赚了钱都揣在孙女的兜里，他赚的越多就越好。哼，回去就回去，大不了办完了事我再回来。三个人还在说话，前面徐正香已经过来喊人了：“洛心，侯爷，夫人，回来吃晚饭。”晚饭除了饺子，还有几样酱菜。徐正香本来说想要给老夫人和侯爷单开一桌，但是两个人都不同意。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吃饭才香，就是怕咱们吃饭没规矩，再冒犯了侯爷。都是一双筷子一张嘴，你们不用管，就把他当成和裴神医一样的客人就好了。我和他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我不会动不动就扭了腰，你没完了是吧？裴神医一生气，端起一盘饺子，夹起一块兔腿，站起来道：“你们大家喜欢凑热闹，偏我这个人爱清静，我回屋吃了。”裴神医一走，大家还有些不自在。侯爷却高兴地说：“来来来，咱们大家吃。”这边吃开了，徐正香又端了一盘饺子去喂萧长河。你还别说，那个接骨木确实很好用，短短2天的时间，萧长河已经能轻微的动一动了。你就出去和他们吃饭呗，我晚点再吃也不迟。晚点饺子都凉了，哪有现在好吃？那你一会儿吃不就凉了？还是你先吃吧。嗨，我没事儿。不行，要不就咱们两个一起吃。说完，他就紧紧地闭上了嘴巴。一听这话，徐正香也不再坚持，把伸出去的手收了回来，把饺子放进自己嘴里。哎呀，有点咸了，那咱就不蘸酱醋了。好。当天晚上，侯爷就盯着老夫人收拾行李。老夫人来的时日虽然不长，但是东西却是不少。看着丫鬟们来来回回整理箱子，老夫人越来越不是滋味。我说我不想走吧，你非得让我走，不是为了孙女儿吗？那行吧。过了一会儿，要不我还是不走了。孙女儿的生意耽误不得。好吧，外祖母，要不你把常用的东西留在这里吧，反正你以后也会回来，省得来回搬运。对呀，我孙女说的对，东西就全都留在这里，等我回来再用。老夫人京中的衣服也都是有备用的，确实不用拿回去。有了希望，眼下的事情就变得没那么难过。叶落心服侍着老夫人歇下，老夫人临睡前：“我过几天就回来啊。”等到老夫人睡着，叶落心将侯爷叫到了门外。外祖父，你也能看得出来，这段时间外祖母的身体恢复得很好。侯爷闻言点了点头。他其实并不想回去，而且裴神医就在这边，外祖父也不用担心没有好大夫照顾。我知道你们祖孙两个感情深厚，只是京中局势有些变化，我实在不放心他留在外面。我本来是打算将你一起带走的，只是萧木那小子不同意。我相信你肯定也不会抛弃他和我走，所以只好暂时将你外祖母带回去。不过我会派人来保护你们的。我们远离朝堂，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本来你是可以远离朝堂的，可是人的命啊，就是上天注定的，兜兜转转又转了回来。你和萧木在一起，这朝堂也不是说远离就远离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些事情你都不用管，有萧木那个小子在呢，他要是敢照顾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外祖父放心，我们会处理好自己的事，你和外祖母也小心身体。我们两个都老了，其实还是想看着你们过得好好的。第二天，苏中赶着马车，拉着几个丫鬟，老夫人和侯爷同乘一辆马车，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青山村。马车走得很慢，叶落心和萧木在后面慢慢地跟着。本来说好的送到村口他们就转回来，结果马车还没转过村口的弯，对面就有另外一辆马车跑了过来。侯爷有密信，是800里加急。侯爷将信接过，小心地打开，刚刚看了个开头就变了脸色。怎么了？我恐怕不能和夫人一起回京城了，皇上来了口谕，让我去惠州办一件事，实在是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情。夫人可以先启程，我办完了事立刻就回京城。老夫人二话没说，掀开轿帘就从马车上蹦了下来，把几个丫鬟侍卫都吓得大叫：“夫人这是干什么？”侯爷若是有事，就不必挂心我了，反正在你心里，国事永远比家事重要。夫人，你也知道，我坐苏中的马车回去，你就不用管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上了另外一辆马车。外祖母，您一个人上路，孙女也不放心，要不然您还是留在这青山村再住一段时日吧。没关系，你就放心吧，我回京去办我该办的事。至于那个老头子，他爱回不回，等我办完了事，我就回来找你。咱们祖孙两个就住在这青山村不走了。好。说完了话，老夫人也不停留，让苏中赶着马车，一行人先行离开了。侯爷站在原地，直到老夫人的队伍没了踪影，他才稍稍缓了一口气。你看你外祖母就是这么个火爆的性子。外祖母的脾气其实一直很好，也许真的是有什么事情让她生气了。
你这个孩子。侯爷将自己带来的侍卫分出了一半，让他们跟着老夫人一起回京。外祖父，说是你那边事情都办妥了，也差人给我们送个信，我们也好放心一些。好，心儿不必牵挂，我心中自有成算。侯爷坐上马车，6个侍卫分列两旁，一行人也匆匆离去。都走了，天气也凉了，我是不是也该回去了？哎，那可不行，裴神医，你都住了这么久了，也别急着这1-2天，过了年再走吧。裴神医抬头看了看站在不远处的萧木，过了年走，你愿意和我一起回京吗？萧木摇了摇头。哎，我努力了这么久，还是没用，我这个老头子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喽。虽然年后不能和你回京，但是过年之前我可能会回去一趟。真的？萧木点头。那真是太好了，既然回去，你可一定要跟我去见见人，你师傅还在京城呢，你这个小子总不能连自己的师傅都没时间见吧？其他的等到了京城再说，这段时间就麻烦你先把我爹照顾好。有我在，啥问题都没有。萧木和叶洛心也回到房间。自从上次萧木和叶洛心说完之后，他就一直都有心理准备。可是刚才萧木突然说年前就走，他一时间又有些慌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慌张，叶洛心打开放衣服的柜子，一件一件挑选着给萧木带在路上的衣服。这件黑色可以，还有这件，京中也不知道天气怎么样，这几件是不是有些薄了？要不然再出去做几件夹棉的，应该来得及。你在发抖？没有，别担心，不会有事的。你要走多久？我会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见完之后我就会回来。是谁？是我娘。你娘不是？我也以为我娘早就死了，后来是听我师傅提起，我才知道原来她一直都活着，只是隐姓埋名出家做了尼姑。啊，萧木的娘，也就是成王的正妻，他娘放着好好的王妃不做，却出家做了尼姑，莫非是跟王爷有什么深仇大恨？想什么呢？我就是随便想想。我听我师傅说，我娘和我爹也是自小定的娃娃亲，但是娘从小身子弱，家里的长辈就送她上山学艺，于是就做了师傅他们的小师妹。哦，看来自己刚才是猜错了，这不是什么宠妾灭妻的剧情，恐怕是强娶豪夺的戏码。据师傅说，娘在山上的时候和他们的小师弟娘的小师兄互相爱慕，想要回家退亲，嫁给自己的师兄。后来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母，硬逼着她嫁给了我爹。啊！后来我娘生了我，却与我并不十分亲近，我爹也陆陆续续娶了几房姨娘，两个人愈发疏远。不过那时候我还小，对这些事情记得并不清楚。然后呢？你娘，也就是我婆母，她为什么要出家？本来我一直都以为她去世了，直到我出事之后，师傅才带着我去见了她一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娘原来一直都活着。至于她为什么要出家，可能是因为我爹杀了她的小师兄吧。真的？就算是王爷，也不能想杀谁就杀谁吧？那为什么你娘没有去告发你爹，说他滥杀无辜，反倒自己出家了呢？因为没有证据。师傅说他们的小师弟只是突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于是我娘就猜是我爹杀了他，因为在失踪前，他那位师兄正好和他见了一面。一直都没找到吗？至今没有音讯。那你娘是因为恨你爹，所以才假死出家的？是，小的时候他可能也恨我。应该不会，他毕竟是你娘，哪有娘不爱自己孩子的呢？谁知道呢？那些日子太久远了，久到我根本就想不起来。出事之后，师傅将我带出王府，见了母亲一面后，就把我送到了这里。我对现在这对父母的感情远远超过对他们两个的感情，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可能就是在这里出生的。那上次我们在山上守护的望凤河就是给你娘治病用的吧？那你这次回去就是想看她的吗？对，师傅之前来了几封信，都是催我回去见见他。那裴神医呢？裴神医一直劝你回京，也是想让你见你娘？不是，他是想让我见见我爹。裴神医说，当初那场大火之后，我爹处死了很多人，他也因为这件事一下子就老了许多。你爹不是不关心你吗？所以我说不用担心，我这次回去就是见见他们两个人，又没有什么危险。那你以后会回到王府吗？不回，我不喜欢朝堂上的那些事，也不愿意被拘束。再说了，家里的兔子还等着我喂，店里的事情也需要我帮忙，这些都是你的心血，我要和你把这些生意做得更大更好。那要是你爹或者你娘以死相逼，想让你留下呢？我都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如果他们不怕死，大可以试试。不会的不会的，我就是瞎说的，你早去早回，我在家里等着你过年。其实除了见他们，我还有一件事需要去办。还有事？就是上次从刘寇那里缴获的印章。你要去那个库房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不是，里面的东西倒也没什么紧要，只是这么重要的东西竟会流落到一个刘寇手中，我是恐怕萧家已经有了什么变故，因此想去查探一番。那你可要小心啊。娘子放心。这天中午，两个人从工艺品店里出来，想要找个地方吃饭。徐才屁颠屁颠的跟了上来。我说两位东家，你们也太不体贴下人了，既然我都赶上了，这中午的伙食，你们怎么也得请我吃这一顿吧。好呀，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徐才得意的看了萧木一眼，跟在两个人身后进了一家馄饨店，三个人一人叫了一碗馄饨，萧木又叫了4个小菜，还没吃几口，徐才就后悔了。我说你们两个真的不腻吗？能不能照顾一下我这个单身汉的情绪？吃个饭，这菜也不用你给我夹，我给你夹的吧？我说肖二哥，下饭的是菜，不是嫂子的脸，你一直盯着嫂子看，能吃得更香吗？不盯着她，难道盯着你吗？吃完饭，萧木擦了擦嘴。我过几天会离开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店里的事你就多费点心，你嫂子这边你也多照应一些。这个你放心，我肯定把嫂子照顾得好好的，绝对不让她少1两肉。你要是不放心，我就寸步不离的跟着嫂子，怎么样？倒也不必，不用你形影不离。来店里的话
话，不是有刘家小姐吗？你照应好就行。提起刘希月，徐才立刻红了脸。行，反正刘叔也说让看着他呢，我一起看着就是了。店里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萧木就打算着和裴神医商量一下出发的日期。谁知两个人还没商量好，侯爷那边却传来了消息，来送消息的是侯爷的一个侍卫，唤作初一。哎呀，你怎么自己回来了？侯爷呢？侯爷让你回来送信。小二公子在吗？啊，你说老二去县城店铺里了，你找他做什么？哎呀，是不是侯爷那边出了什么事啊？初一一听萧木不在，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侯爷有难，说是让来找萧二公子救命。救命啊！萧长河也听见了外面的动静，他拄着拐杖慢慢从屋里挪了出来。老二在县城，让老大立刻坐牛车进城去找他。牛车太慢了，我去。哎呀，行了，就算不心疼你自己，你也心疼马。这马都累成什么样了，还跑？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坐着歇着，我让人去县城里找。大娘，不是我急，是侯爷那边真的10万火急啊！着急也没用，你就算去县城，你知道我家店铺在哪里吗？哎呀，有你打听的功夫，人家也早就到了。徐正香边说边走。我这就去叫老大，你歇一会儿，我给你准备吃的和水，正好家里有马槽，一会儿把你的马也拉去吃点草。萧长河安慰了他2句，又回到屋子里躺下休息。小兄弟，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挺长时间没吃东西了？来，你快把这面条吃了，垫垫肚子。谢谢嫂子。初一接过面条，连碗都不用，直接在盆里吃了起来。我不能哭，吃个面有什么好哭的？可是，一想到自己还能吃饭，侯爷如今却下落不明，初一更加忍不住了，一口面条刚咽下去，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哎呀，咋的了？是面条太烫了？不是，面条太好吃了，就是侯爷吃不到，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刚刚说让你休息一下，你还不听，你那匹马和你一样，吃东西连头都不抬。哎呀，看看孩子都饿成什么样了。初一还是大口的吃着面，口中含混说道：多谢大娘。不用谢，都是自家人，谢什么？哎呀，别愣着了，这还有鸡蛋没吃，把鸡蛋吃了。果然如徐正香所说，萧木回来的很快，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叶洛心。我外祖父怎么了？初一见到2人，立刻屈身行礼。小姐，别浪费时间，到底怎么了？侯爷接了皇上口谕，让他去惠州查一件相识舞弊的案子，结果我们还没到惠州，惠州知府不知道怎么的就得到了信息，到路口来迎接我们。那知府设案焚香欢迎侯爷大驾，可是侯爷根本没给他面子，马车没停，直接带着我们进了惠州城。那惠州城出现了舞弊案，与他是惠州知府肯定脱不开关系。他摆了如此大的阵仗，恐怕不只是要巴结侯爷，也是想让外人知道他已经把侯爷拉入了自己的阵营。侯爷也是这么和我们说的，所以进入惠州城后，我们立刻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师武本来还问我们要不要住的隐秘一些，但是侯爷说，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咱们的行程，就是住的再隐秘，也摆脱不了他们的监视，不如就住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然后呢？那惠州知府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外祖父动手吧？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侯爷怎么说也是皇帝的亲信，他惠州知府这个地头蛇就是再厉害，还能真的动手不成？后来惠州知府宋磊还到客栈找过侯爷几次，结果都吃了闭门羹。侯爷说就是要晾他们一段时日，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结果谁也没想到，他们竟然真的敢动手。前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已经十分小心了，谁知道那些家伙把毒下在了筷子中，等吃的时候还什么事都没有，谁知道吃了一半，大人和几个兄弟就全都人事不知了。京中有人去报信了吗？去了，初3去的。当天是我和初3还有初7值班，所以我们3个都是清醒的。可是侯爷昏倒后，客栈外面忽然进来了7、8个蒙面人，是初7死命拦住我和初3才能跑出来送信。这里距离惠州近，等我们出发到了惠州，估计你那位兄弟还没到京城，所以你送信来给我是对的。等京城那边得了信息，再安排人手过来，恐怕黄花菜都凉了。那些攻击你们的蒙面人是什么来路？能看出来吗？看他们的招式像是江湖上的杀手组织，手法干脆利落，但是招式却没有什么派系，乃凶杀人。如果真的是江湖上的杀手，倒还好办，可如果是他们自己培养的人，那惠州的水恐怕是深不见底。夫君，这可怎么办？放心，交给我。惠州的水这么深，你一介布衣身份，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要不我多拿些银子给刘县令，让他派一些人给我们。你这是让刘县令收受贿赂？夫人，你的这个想法很危险呢。这怎么能算是收受贿赂呢？只能算是帮忙吧。侯爷出了事，他去救侯爷，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刘勉只是一个7品县令，远远不够。这样啊，想要对付惠州知府，怎么也得是和他同级的知府吧？知府？可是我们不都说安昌府知府冷不言，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吗？我想我们是时候找他了。冷不言，那个为他请了功的知府。事不宜迟，我现在出发，今天半夜之前应该能够和冷知府谈好这件事。萧公子，侯爷的事你现在还能上路吗？能的话，现在跟我走，你先跟我去安昌府，等到了地方再给你换一匹。夫人，我也要担心，我自会早日回来。说完，他双腿一夹马肚，木儿他本事大，自会平安，你呀就不要担心了。
宋磊，你又想耍什么花招？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算死，我也不会帮你做那些龌龊事的。刘院长醒来之后，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刘院长，您觉得身体怎么样？侯爷，您怎么在这里？此事说来话长，待我日后慢慢跟你说。只是刘院长，你怎么会被宋磊关在这密室之中？都怪我一时大意，相信了那个小人的说辞。他骗我到他府上商议，却暗中在茶里下药，将我迷晕了过去。他可是要和您商议那孟昭之事。是啊，以孟昭的学识，当年若是参加乡试，一定能够考取前3甲。可是偏偏在考试前，有人故意打断他的腿。身为本地的父母官，宋磊理应为孟昭主持公道。可惜我那个时候看走了眼，不对，应该说我低估了宋磊的野心。为了孟昭，我几次求见宋磊，他都以公事繁忙支吾了过去。我也是在偶然之间听人说起，那殴打孟昭之人与宋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也知道，圣上最讨厌的就是结党营私，可是下面这些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居然敢在科举上动手脚。你可知当我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到底有多惊讶？结党营私，科举舞弊，这犯的可是死罪。不瞒刘院长，我此次来也是来处理这件事的。我也算是见识了宋磊的胆大包天。侯爷英明神武，你来了之后，那宋磊所做的坏事当然是无所遁形。哪里，我与柳院长差不多落入了同等境地，要不是我孙女婿带人来救，恐怕咱俩此刻就并排躺在那宋磊的密室之中了。当真那宋磊还敢对侯爷下手？我看他没什么不敢的。看他们下手下得这么决果敢，那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宋磊在惠州为官8年，这8年里参加乡试考取上功名的，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经过他挑选过的。你是说？侯爷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是说从惠州考上去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和宋磊有瓜葛的？不能说全部，但是肯定有一部分是。说起来，孟昭的这个情况其实和另外一个考生也有相似之处。侯爷想起了在萧家时叶洛心曾经提起过的周夫子。那位周夫子当年的成绩也是非常好，后来在考试之前被几个盗匪打断了腿，再后来他再次想参加考试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夹带，永远失去了考取功名的资格。那位周夫子他是何方人士？难道也是惠州的？不是均州。均州那不就是宋磊的师傅周宪当初所管辖的地方吗？此话一出，所有的疑问似乎都得到了解释。怪不得周夫子和孟昭的遭遇如此相似，原来是因为那使手段的人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从周县算起的话，他们的这条线应该铺设了很久了。我似乎想明白了，为什么宋磊的胆子会这么大。我也明白了。两人既然已经达成共识，事不宜迟，侯爷立刻就写了一封密信，快马加鞭送到京里。他没敢让信件走驿站，而是安排了自己的心腹亲自将密信呈递到宫中。宋磊一伙已经筹划密谋了这么久，很难说驿站里面没有他们的人。侯爷，这边的局面已稳，冷某也该回去了。侯爷知道冷知府亲自带兵来惠州已经是不合规矩，因此并没有挽留，而是双手抱拳对着冷不言道了声谢。不客气，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侯爷。冷不言撂下一句话后就离开了。他找到房间里写信的萧木，也跟着萧木提出告辞。冷大人，你也太客气了，您是知府大人，不管是来还是走都不必和我打招呼。怎么有事的时候知道请我来，没事的时候连句客气话都不想和我说了？冷大人此话何意？他的手伸入怀中，从中拿出了一张纸，那张纸正是当初徐家案子时的证据，上面还盖着萧木手里的那枚印章。你知道是我了？萧木见到自己的身份被拆穿，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你既然第2次来找我帮忙，就肯定知道我能够认得出你的字迹。我也不是故意瞒着大人，只是那时候我只想做个农夫，并不想被人找到。那如今呢？如今你愿意出面帮助侯爷解决问题，又大张旗鼓的拿着印信来找我帮忙，这是准备回京继承王爷之位了？王位？你们都看重的东西，在我看来还不如我家夫人新开的新月斋重要。那狗屁的王位就留给喜欢的人去做吧。大丈夫理应志在四方，你手握凌渊阁阁主印信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整日沉浸在温柔乡里？那这阁主的印信给你，你要不要？萧木说着从怀中掏出印信，把印信递到冷不言的面前。
冷不言像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立刻向后退了2步。怎么，冷大人不敢要？这印信是你父亲祖上传下来的，你怎么可以随便送人？送给了我就是我的，我当然想送谁就送谁。我若是愿意，还可以去大街上找个乞丐，把印信送给他。你送给他，也得看他能不能享得了这份福气。说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房间。原来，萧木当初是萧家祖父选中的凌渊阁阁主继承人，萧木的父亲，也就是现在的成王。虽然也得萧家祖父的赏识，奈何成王见到萧木的母亲后，就变成了一个恋爱脑。2天后，京里也来了人。萧木因为救侯爷有功，皇帝特意下令封赏，不过这赏赐需要他进京去领。萧木与侯爷作别，并与京中来的公公约好5日后在驿站相见。这边都安排好之后，他就快马加鞭赶回了青山村。萧木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杨凤和叶落心一起坐在院子里给孩子缝肚兜。萧木站在门口看了许久，直到徐正香从外面回来。哎呀，老二！哎，娘。哎呦喂，我都喊你急嗓子了，你怎么就听不到呢？叶落心听见声音也看了过来，萧木立刻不好意思地说道：娘，可能是太累了，脑子有点恍惚。哎呀，累了还不快点进屋休息。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动静，干活的萧松和在院子里遛弯锻炼的萧长河也朝着这边看了过来。夫君，放心，侯爷已经没事了，侯爷还在惠州处理后面的事，过几日应该会押解宋磊一行人回京，京中已经派了人马过来保护他，你就放心吧。看见萧木本人，又听他说了这么多话，叶落心本来有些紧张的心立刻放了下来。夫君可有受伤？他拉起萧木的手仔细查看，没有。萧木立刻将手藏到了身后，还说没有，疼吗？不疼，不过现在突然又有些疼了，娘子要不帮我吹一下？好。叶落心低下头，捧起他的手，轻轻地吹了口气。我这么大的儿子竟然会撒娇。萧松看到这一幕暗暗点头，学到了，学到了。哎呦，我的腰好像也有点疼了，老伴儿，要不你来给我看一下？哎呀，我都问多少遍了，你都说不疼不疼，这怎么又突然疼起来了？就说你不要在外面走太长时间，陪审医都说了，你还得再休息一段时间才行，你逞什么能啊？他一边说一边走过去，一手轻轻扶住萧长河的腰，一手扶着他的胳膊，陪着他慢慢走回屋里去。萧长河嘴上哎呦哎呦的哼唧，面上却带着隐藏不住的笑容。受伤这么久了，老伴儿今天是最温柔的，看来该服软的时候还是得服软，这个老二还真是有办法。怎么又在发呆了？是真的累了吧？等涂完了药，你就赶紧去床上休息一下吧。娘子，你怎么一下子看这么多账本？怪不得我觉得你气色都差了，以后可不许这样了。真的吗？真的很差吗？是不是有黑眼圈了？毛孔有没有变大？萧木忍不住埋头低笑。你骗我！洛洛，我好想你。我也想你。过几天我们一起去京城吧。去京城？萧木松开怀里的人，自己坐到凳子上，又让叶落心坐到他的腿上。这次去京城肯定要耽搁些时日，这些日子我也想了很多，我觉得你只有在我身边，我才能够放心。可是你之前不是说刘县令的女儿也很有做生意的天赋吗？他家夫人也很开明，不如就让他们帮着打理工艺品店，你觉得怎么样？好，那我明天就去找刘小姐。当晚月色迷人，月色下蜜色与白色的纠缠也显得越发动人。虎子和元宝又听到了久违的窃窃私语，虎子在元宝的头上啄了2下，示意他仔细听。萧松习惯性的先找虎子和元宝，这2个家伙每天早上都会和他打招呼，然后就回各自的窝里睡觉。转了半天都没看见虎子的身影，直到去了他的窝里，才看见虎子瘫软在窝里，似乎是累坏了。这是怎么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难道昨天晚上有贼人进来了？萧松一脸疑惑地看向元宝，元宝只瞪着铜铃大的2只眼睛，懵懂地歪了歪脑袋。你也不知道，看来是没什么事儿。二弟不是累了吗？店里的事就交给我，你尽管歇着就成。不歇了，不过新月斋的事情还得大哥多费心，我要和洛洛去把工艺品店的事情安排一下。行，弟妹，如今加盟咱们新月斋的店可没有一开始那么多了，但是之前做出的调料包却还有很多，这调料包一直放着没问题吧？放上大半年都没问题。不过大哥也不用担心，这次我和夫君去京里也要带一些调料去，要是在京中打开了销路，怕是有多少都不够卖的。要么怎么都说你脑子灵呢？弟妹，感觉在你那里就没有难的事。大哥怎么和别人一起夸起我来了？我其实没什么本事，能有今天这个成就都是大家伙的功劳，这些日子也辛苦你和嫂子了。嗨，有什么辛苦的？快别这么说，我和你嫂子才做哪一点活，以前就是比这累上10倍100倍，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收入。我俩能有今天，还不是多靠了你们2口子。我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咱们一家人不说2家话。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叫我们去做，我们2口子脑子笨，没那么多主意，但是能保证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一点都不带偏的。好好，洛心，我和你说，我们2个是什么都不懂，就像你大哥说的，你有什么想法尽管指使我们，反正你说
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就完了。我多懂一些，将来孩子也能聪明些。雪儿哥，你那边的事都解决好了？那太好了，有你在，以后我就不用天天盯着嫂子了。我们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想要和你商量。什么事？我和夫君要离开一段时间，这些日子没有人帮着你看店，我想找个人帮你一起。不用。徐才想也没想就拒绝了。我想让刘小姐过来帮忙，不过你要是觉得自己可以应付的话，我就不去找她了吧。嫂子，我刚才想了一下，我确实一个人应付不来，还是找个人帮我吧。好。通过这一句，他就知道徐才对刘希月的感情了，他更知道刘希月对徐才的想法。这一下子倒也算是给他们两个创造了一个交流的机会。去刘府的路上，叶洛心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怎么这么开心？就是觉得你们两个小孩挺好玩的，明明互相喜欢吧，一个赌着气不说，另外一个也故意闷着。你说，如果当初我们两个也是这样互相喜欢，又不肯说出来，到底谁会先让步啊？肯定是我。叶洛心不信，当初萧木那个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先让步的人。谁知下一刻，萧木说道：“谁让我见色起意呢？”去你的！两个人笑笑闹闹的走到刘府门口，刚想叫人进去通报，刘希月就从里面走了出来。希月，你这是要出去啊？姐姐，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想来找你，那太好了，我们进去说，会不会耽误你的事？你不是要出去吗？这有什么的？别人都没有你重要。我一会儿让如月去告诉宋小姐一声，我不去了就好了。两个人进了刘希月的闺房，萧木则在丫鬟的陪同下去了偏厅。县令夫人听得这个消息，立刻放下了手中的事，过来陪着萧木喝茶。闺房里，叶洛心把此次的来意和刘希月都说了。你要进京？也是突然决定的，本来是打算夫君自己去，我还在这边照顾生意。不过这次外祖父那边出的事也让我知道了，两个若是分开的太久，会因为担心而茶饭不思。现在信息又不发达，要想通个信都得10天半个月的。我也想了，与其天天在家里担心，倒不如和他一起去京城。虽然你说的是挺让人担心的，可是我还是挺羡慕的，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有人对我这么好的话，我也愿意和他一起去犯险。徐才呢？切，他懂个什么？冷血无情的一个傻子。其实他就是比较胆小，他内心还是喜欢你的，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或者看你总是不理他，他就不敢说出来。但是那份心还是有的，你信我总没错啊！真的吗？叶洛心点点头。这不就是个机会吗？你这次去店里帮忙，正好和他有了相处的机会，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好好考验他一下。他要是实在冥顽不灵的，咱们就换一个人喜欢，好吗？他要是一直这样，我非得把他的脑子揪下来，打开看看里面到底装了多少屎。另外一边，萧木也和县令夫人把此次的来意说了一下。县令夫人一听，立刻来了兴致。太好了，我本来就喜欢做生意，原来也想自己做点什么，可是我家老爷一直不同意。既然你们夫妻两个相信我们，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好了。我虽然不会别的，但是店里的账目保准给你管得明明白白。那就多谢夫人了。两个人的茶刚喝了一半，叶洛心和刘希月就过来找他们了。娘，你是不是都知道了？乐姐姐让我去店里给她帮忙。哎呀，娘，你到底同不同意嘛？之前你不是说不让我到处乱跑？我对这个生意很感兴趣，去店里帮忙，我就再也不用到处乱跑了。想去就去呗，我又没说不行。反正过段时间我也没时间管你啊！刘希月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娘。娘，你要干什么去？你要离开刘府了？瞎说什么呢？刚才萧公子和我说了，也邀请我去店里帮忙呢。那真是太好了，我们两个一起去，爹就不会说我什么了。四个人又坐下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往后店里的销售监督由徐才负责，补货和款式沟通由刘希月负责。两个人分工不同，却又需要紧密的配合，其中少不了各种磨合。至于县令夫人，不需要在店里露面，却需要严格把控店里的账务往来，出出进进的库存，还有各种往来的账目，他都要列出个明细。当然，叶洛心也不能让人家白干，说好了，每个人每个月10两银子，若是卖得好，1个月还能有奖金拿。刘新月母女两个倒是不缺钱花，可自己赚来的钱用着也觉得格外的豪气。剩下的2天，他们从颜色最漂亮的兔子里选出100只，又安排库房的人装了500份的调料。除此之外，还把作坊里做好的荷包拿了100多个。这些东西都准备好，萧木又从马行里雇了4辆马车和车夫，作为上京的准备。至于家里的马车，就留给萧松和杨凤作为往来的工具了。等东西都装好，时间也到了第4天头上。晚饭的时候，徐正香看着一桌子的菜没有胃口。娘，你怎么不吃啊？今天晚上的菜不合胃口吗？哎呀，不是不合胃口，我是想着老二和洛心这就要走了，心里总是放心不下。娘，您就别担心了，京城那边虽然没去过，但是外祖母和外祖父都在，有他们照拂着，总归不会出什么大事的。哎，那倒是，那倒是。本来就是，孩子都大了，一个个的都比你有本事，他们去了肯定比你做的要好，咱们就好好的，别让他们担心就行了。爹说的对，你们2老保重好身体，我们在外面也放心一些。有我们呢，我会照顾好爹娘的。对，有我们呢。萧景难得回家，
回来之后就听说了哥哥和嫂子要去京城的事儿，他有些难过，心里也明白这可能是好事，没什么可难过的。哥哥和嫂子本来身份就和他们不一样，早晚都会回去的。那你们还会回来吗？当然回啊，我们还要回来过年呢。家里的事情你们就不需要操心了，大哥要是忙不过来，还有我可以帮忙呢。行，知道你也很能干了。这天晚饭吃了很长时间，大家没有再讨论去京城的事，反倒说起了小时候的事。唉，那时候家里多穷啊，每天蒸上2个馒头得5个人分，你爹1个人吃1个，我和老大分半个，老二和老三分另外半个。那个时候根本吃不饱，我们还去河里挖泥螺捉鱼，可是饿肚子的人太多了，河里的人比鱼都多，还上哪儿抓去？我记得有一次二哥掏了一窝鸟蛋，里面一共是4个，我们放了好久都没舍得吃，后来还是娘用那4个鸟蛋煮了一锅汤，那汤的味道老鲜了。哎，老二刚来家里的时候啊，就是个闷罐子，每天往门口一坐，望着路口也不说话。我们那个时候都以为他家里出事，父亲又过世了，这孩子心里难受，可谁知道这背后还隐藏着这么多事儿呢。就是，早知道他是什么王爷的孩子，我们哪敢用他干活啊。不过也多亏了老二，后来他跟着师傅学了跑山，能挖一些药材来补贴家用，要不是他卖何首乌赚了钱，老大呀连媳妇都娶不上呢。怎么说着又转到我这里来了？不光是那个时候，就是现在，我也是仰仗着二弟，不过大家都是兄弟一场，我也就不那么客气了。我知道了，我们现在都是沾着二哥和嫂子的光，等我长大了也让你们沾我的光。行，那我们就等着沾你的光了。众人又笑了起来。这一晚上时间过得很快，等到回屋休息的时候都快要半夜了。叶落心和萧木都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叶落心有些不舍，又和虎子和元宝说了半天的话，2个小家伙都十分热情，以至于他觉得刚刚闭上眼睛天就亮了。娘，你怎么起这么早？我们路上买点馒头吃就行，你不用准备这么多。外面的哪有家里做的好吃，而且现在天冷了，带着饼和肉的也不容易坏，万一路上没有歇脚的地方，也不能饿着你们不是？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走了吗？裴神医也从外面走了进来。裴神医，快来，先吃个饼垫垫肚子。哎，裴神医接过装饼的盘子，真香，就是可惜了，这么香的饼子，我以后恐怕都吃不到了。这是哪里的话呢？以后只要裴神医想吃，随时都来家里吃。我听说裴神医喜欢云游四方，以后若是路过这附近，一定要过来看看才行。就是咱们这里穷乡僻壤的，裴神医别觉得委屈了就成。委屈？哼，还有什么能比给马、给兔子看病更委屈？这行了，我就是说说，当时觉得委屈，可是现在想起来也没什么委屈的。咱们学医不就是为了给人看病的吗？管他是人还是马的，那都是一条生命，也算是一种缘分了。是。萧长河连连点头。吃过早饭后，也终于到了离别的时候。雇的4辆马车，2辆里面装货，还有2辆，一辆坐着叶落心和萧木，另外一辆坐着裴神医。爹娘，你们要保重身体啊！哎，你们路上也小心。送别的话说再多也不够。迎着朝阳，这4辆马车终于出发了。村里人照旧都出来看热闹，看见车上装的兔子，大家只以为叶落心和萧木是要出去做生意，不过看着架势，应该是有新的生意要做了。哎呀，这小2口的脑子就是好用，赚钱的点子也是层出不穷。是啊，人家那是聪明，那萧木的媳妇可是侯爷的外孙女呢，侯爷家的后人那能不聪明吗？你还别说，人家就是比咱们强，不过我们这也算是占便宜了。他们吃肉，咱们跟着喝口汤也是好的。就是肉汤它不香嘛，有的人想喝也喝不到啊。桂花娘说这话的时候本来也没有多想，原本只是想说外面村子里的人。说完之后，她才在人群中看到了李翠花的身影。李翠花听见桂花娘的话，狠狠地剜了她一眼，然后一转身离开了。李翠花一家现在是村子里唯一没有喝到这口热汤的了。不过她能怨谁呢？只能怨他们自己。瞪什么瞪？嫌你眼大，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你当初要是不使坏，作为亲戚，那徐正香如今多少也能拉你们一把。李翠花听见这话，脚步微微顿了一下，然后又头也不回地往家走。如今徐正香家里的日子是越过越好，村里这么多人全都跟着他家挣到了钱，唯独自己家，因为当初那件事，徐正香说什么都不肯与他们再来往。他之前让萧长水上门求情，徐正香竟然放出话来：你家儿子有的是钱，想来也看不上我们这小买卖。村里没钱的人这么多，还是把机会呀留给有需要的人吧。这话说的滴水不漏，他竟然没有反驳的余地。最可气的是，村里人也全都觉得徐正香说的对。事已至此，他就是再后悔也挣不到这份钱了。
只能跟在人后跟着看热闹。娘子昨天睡得晚，还是再休息会儿吧。萧木说。叶洛心也不逞强，轻了轻身子就闭上了眼睛。等他醒过来时，太阳都快下山了。醒了？车夫说一会儿前面有一个村子，我们去村子里住。好。叶洛心伸了伸懒腰，刚想坐起来，忽然觉得车身一震。怎么了？老虎，有老虎啊！老虎！叶洛心和萧木对视了一眼，都想到了同一种可能性。元宝，停下！元宝像是听懂了命令，立刻停下了脚步。马车刚停，就从车顶飞起了一只大鸟，竟是虎子。东家，真的要停在这里？那只老虎跑出来怎么办？是我家的老虎，不用怕。啊！车夫们一听都傻了眼，啥家庭啊，还能养老虎？叶洛心和萧木让马车停在原地，他们两个则沿着原路返了回去。几百米后，在一个转弯处，看见虎子和元宝正坐在那里乖乖地等着他们。叶洛心飞扑过去，一把把元宝搂在了怀里。你们怎么来的？老虎伸出舌头，乖乖地舔了舔他的手背。猫头鹰则飞到空中，盘旋在他们的头顶。好了，我知道你们也舍不得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老虎立刻低下头，叶洛心这才发现地上还放着4只被咬死的野鸡。这是送给我们的。老虎低下头，又把野鸡往他们跟前送了送。真乖呀。可惜这次去京城路途遥远，不能带你们两个乖乖在家看好家里，等我回来。叶洛心这么一说，老虎仿佛听懂了他的话，就乖乖地往回走了。虎子本来还在他们的头顶盘旋，看见元宝走了，他便依依不舍地跟着去了。这场景连萧木看了都觉得神奇。我一直觉得我们家的虎子和元宝好像能听懂人话，他们两个是真的跟你心意相通吗？叶洛心看着两个小家伙的背影，笑着说，哪里来的心意相通？就算心意相通，我也是和你心意相通呀。萧木被他突然来的情话弄得有点呆，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送走了元宝和虎子，两个人又回去和车夫会合。晚上住店之后，累倒是不累，只是在家的时候总是到处乱跑，如今圈在车里不能动，有些不习惯。那明日坐车累了，我们就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样走走停停，要何年何月才能走到京城去啊？倒也没什么急事，晚个1-2天也不算什么。晚上吃饭的时候，萧木就把这个想法和裴神医说了。裴神医听得牙疼。我说祖宗，咱们出门在外的就别讲究太多了吧，从这里到京城的路还有好远呢，万一拖延了下了雪，那可就要耽搁好几天呢。裴神医若是着急，大可以先行一步。行，我服了，你们想怎么歇就怎么歇吧。裴神医立刻败下阵来。小姐，春花，你怎么站在这里？老夫人让我们轮流过来，在城门口等着姑娘呢，怕姑娘找不到回家的路。外祖母也真是的，堂堂定安侯府，我让人稍微一打听就打听到了，怎么会找不到？叶洛心招呼春花赶紧上车，春花便爬上马车，坐在了车辕的另外一头。车夫按照春花的指示，七扭八拐的就走到了侯府的门口。老夫人听闻人已经到了，亲自开门出来迎接。外祖母，叶洛心飞扑到老夫人的怀里，老夫人赶紧将人搂在怀里。我的心肝呀，你可算是来了，路上累坏了吧？不累，外祖母走的不也是同样的路，您老人家都不累，我一个小辈怎么敢说累呢？谁说我不累的？我回来躺在床上休息了2天，才觉得好一点呢。后面的马车依次停在那里等候吩咐。裴神医从马车上跳下来，和老夫人问过好后，裴神医便告辞回了自己的家。老夫人吩咐府里的管家把车上的兔子、荷包还有调料包全都卸下来，放在合适的地方。自从你母亲嫁人之后，这里的东西我一样都没动，还是按照你母亲喜欢的风格做的，也看你喜不喜欢。喜欢。雕梁画栋，古香古色，每一处的陈设和摆件看着随意，却又都透着取巧的小心思，让整个院子里看着生机勃勃。这样的布置还能挑出什么错出来？那你们2个先把东西放下休息，一会儿晚饭好了，我让人过来叫你们吃饭。老夫人说着就离开了。叶洛心躺在铺着软软的蚕丝被的床上，满意的发出一声喟叹，好舒服啊。萧木微笑的看着他，打开窗子，却发现外面飘雪了，雪花很大，却飘得很慢。下雪了。叶洛心立刻从床上蹦了起来，这是京东的第一场雪，也是他在这个年代见到的第一场雪。我们运气真是不错，这一路上都没有下雪，偏偏到了之后，这雪就下起来了。可能这雪花也是怕你在路上受苦，便多等了几天呢。面对外面的美景，叶洛心便也不觉得冷，与萧木隔着窗子欣赏外面的雪景，就像是在欣赏一幅画。小姐，老夫人请小姐和姑爷去前厅用饭。好，洛心，快过来，挨着祖母坐。叶洛心走过去，坐在老夫人右边的下手。萧木也走过去，坐在了叶洛心的身边。两个人刚刚坐稳，这才注意到坐在对面的人。你对面的这个就是你舅舅。叶洛心赶紧将屁股从凳子上抬起来，恭敬的道：“舅舅。”萧木也站起来，微微颔首。
坐下吧，都是一家人，别客气。叶洛心也是第一次见这个舅舅，这个就是传闻中大梁最会赚钱的商人，为什么看着没有商人惯有的那一脸精明的样子，反倒是透着一脸的书卷气？上次去你们那里，觉得这个火锅非常好吃，我回来和你舅舅一说，你舅舅马上就研究出来了。你们快尝尝，看看咱们家这个火锅的味道怎么样？叶洛心夹起自己碟子里面的菜，吃了一口，好吃。按照舅舅这个做法，都可以开店了。你怎么知道他开店了？他研究出来2天，就在京中开了一家天天捞火锅店，生意那是好得很呐！啊！叶洛心听见都吓了一跳，这速度，这决断力，他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书卷气的舅舅，怪不得生意做得好，下手还真是稳准狠呐。舅舅，你怎么想起做火锅店了？也没什么，我的生意里本来就有做酒楼的。我想着火锅这个虽然吃法不一样，但是本质上也都差不多，而且做火锅还要简单些，食材上也没那么多的限制，可以不断的推出新菜。我第一个店天天人满为患，现在我准备在城西再开一家更大的。舅舅下手这么快，这锅底的味道调得也好。我就是想开店，如今也占不到先机了。什么？你也想开店？没有，我就是开玩笑的。舅舅的火锅店面向的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苏秋白想了想，一顿饭不到10两银子，百姓也能吃得起，要想吃得好，几百两也花得，所以达官贵人也适合。既然百姓吃得起，那我提一点，舅舅你看，这种天气里吃火锅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一直保持食物的温度，让吃到嘴里的食物是热乎的。可若是有人帮我把食材先捞出来了，凉了就不好吃了。大小姐，是奴婢的错。不是，吃火锅大家在一个锅里，要下什么下什么，想吃什么捞什么，看着好像不太干净，但是吃的就是一个热闹和烟火气，有人伺候反而不太好了。不过有的场合确实需要分开食用，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准备2种锅底，一种是大锅，就是像我们今天吃的这样的，大家都在一个锅里煮，一个锅里捞。还有一种就可以命人做一些小锅，大小正好够一个人用，样子就和现在的大锅一样。如果想要分餐食用，就给每个客人上一个这样的小锅，让客人在自己的锅里煮，想吃什么想煮多久全都自己说了算，如何？苏秋白一直认认真真的听着叶洛心说话，等他把这一番话全都说完，苏秋白的眼神中甚至带了欣赏的神色。甚好，看来母亲之前夸了你那么多，并不完全是因为私心，你对做生意这件事还是很有想法的。都是随便想的，况且我对酒楼确实不熟悉，舅舅要不问问我做荷包的事，我对这件事情可熟了。好啦，吃饭就好好吃饭，一见面就聊起这些做生意的事，我老太太也听不懂，要聊吃了饭你们自己聊去。好，那我们就聊点外祖母喜欢听的，不如我给说说孙东头那头母牛最近刚生的小牛吧。什么？已经生了？对啊，生了一头黑色黄花的，咋还是黑色的呢？不是说小牛的父亲是村西头的那头大黄牛吗？2头明明都是黄牛，怎么还生出个花的出来？看样子是搞错了。2个人讨论得很认真，萧木和苏秋白无奈的相视一笑。侯爷有来信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应该快了，也就是最近这几日的事了。侯爷此行查处徽州知府科举舞弊的事，这拔出萝卜带出泥，怕是近期朝野会有大动荡。我听说这次父亲遇险，还多亏了你出面相救，实在是感恩不尽。虽说你和洛心是夫妻，算起来咱们也是一家人，但是这件事我还是必须谢你，不如就用这杯酒聊表一下感激之情。苏秋白说着，举起手中的酒杯。舅舅客气，那我就确实不恭了。你既然回京了，成王那边要去拜访吗？明日我去府上拜见王爷。好，你们的家事我就不多过问了，只是洛心她明天我自己过去，这几天洛心就在府上叨扰了。一家人何必客气。一顿饭吃得十分尽兴，我就说之前吃的火锅总觉得差点什么，这东西还得自己动手，吃起来才香。饭后，萧木先回了西跨院休息，叶洛心却被留下来与苏秋白继续讨论关于生意上的事儿。回来了？是不是累了？有一点儿。想到明天就要面对成王，我觉得更疲累。需要我陪你吗？不用，事情过去了这么久，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更何况你了。你就安心的住在侯府，等我办完了事，我们2个就回去。好，那我这几天就和舅舅一起研究工艺品店的事。昨天我把我们做的荷包都给他看过了，他说在京中开个店应该很有前途。那就好，有了舅舅帮忙，咱们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了。对，我还可以和他合伙做，这样会省去很多的麻烦。第2天，萧木用过早饭后，直接拜别了老夫人和苏秋白，去往成王府。成王府那边早就得了消息，裴神医回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拜访了成王，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一一说明。不是我想在那边耽搁这么久，只是大少爷性子太倔，根本不肯回来。我也是担心他在我离开之后会再次找个地方藏起来，那以后再想找他就难上加难了，所以才会迟迟没有回京。他还沉浸在这个惊人的消息里，不敢相信。你是说那真的是我儿萧木？如假包换，他小时候我也见过的，耳朵后面不是有颗小痣吗？我仔细看过了，人虽然长大了，那痣还在，
那他这么多年为什么信都不给我来一个？还能是为什么？因为恨呗。你是说那个孩子他恨我？要不然还能因为什么呢？可是为什么？你自己想想，那些年都干了什么吧？光是我知道的，你打骂他都不止一次吧？我那是因为他不好好读书，生气了忍不住，所以才……拉倒吧，你那哪里是因为他不好好读书，你就是因为他的娘，因为他娘不相信你，因为他娘不爱你，因为他娘离开你，所以你把一腔恨意都转移到了孩子的身上。裴神医说着说着都激动起来。他那个时候多小啊，有时候我路过看见他一个人挺着小身板倔强地跪在祠堂里，每次都会于心不忍。有一次他还问过我爹为什么不喜欢我，你说我该怎么答？你也别觉得他恨你这件事挺离谱的，你好好想想，难道那些年你不恨他吗？成王哑口无言。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初的满腔恨意和难过也全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变淡，除了思念和遗憾，他心中好像已经没有了别的情绪。那个男孩，他的嫡子，有着同他母亲一样倔强的眼神，每次受罚那个孩子都一声不吭，可是从他的眼神中，成王能够看得出来，他心中根本不服。那时候他母亲死了，为了另外一个男人死了，他的愤怒无处发泄，就全都发泄在了一个孩子身上。那莫尔他现在还恨我吗？他有没有和你说过怎么样才会原谅我？没有，他这些日子从来都没有和我提起过你。那他会来见我的吧？会的，他说了要来看你的。第二天，成王如愿地等来了萧木。给王爷请安。回自己家了，别见外。我此次前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王爷。什么事？萧木并没有狮子大开口，反而把手伸进了怀中，从中取出了从流寇那里得来的印信。他把印信放在王爷面前。这枚印信怎么会流落在外？成王拿起萧木手中的印信，这枚印信他十分熟悉，是开启凌渊阁宝库的钥匙之一，他一直好好的锁在柜子里，怎么会出现在萧木手中呢？你是从何处得来的这个印信？一个流寇手中。不可能，我一直锁在库里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流落到外面去？不过看萧木的表情不像是撒谎，成王又有些怀疑起来。王伯，去库里取我的宝箱过来。是。管家王福赶紧应下，立刻带人去了库房。没多一会儿，就端着一个宝箱走了进来。当着萧木的面，成王打开箱子，还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绣着金丝的小盒子。这枚印章是你祖父留给你的，虽然你去了别的地方，但是印章我一直都没动，是一直存在这里的。言外之意，我箱子里的这个才是真的，你的那个肯定是假的。他不知道的是，萧木从小就见过这枚印信，印信的真假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王爷在萧木眼前打开了那个盒子，他本来自信满满，可是当那枚印信出现在眼前的时候，王爷傻了眼。盒子里的这枚印信，论大小和形状，和萧木手中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是若是仔细看，它的做工十分粗糙，用料也非常廉价，在萧木手里那个的衬托下，更是显得一文不值。王伯，有谁动过我的这个箱子？管家听见这话，立刻跪倒在地。回王爷的话，没人动过这个箱子，王爷让奴才守着这个箱子，奴才是一点都不敢放松。下人们值夜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更何况这个箱子的机关只有王爷自己知道，别人是万万打不开的呀。是啊，这个箱子的机关只有自己能解开，可是为什么萧家这种重要的东西会流落在外？他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其中的原因。王爷也不必担心，想要打开宝库的大门，须得2枚印信同时出现，就算这枚出现在了外面，可是没有我手中的另外一枚，还是什么都做不了。是啊，怕是那小人以为得了这枚印信就能取出宝物，万万没想到竟然没有用处。只怕当初取出这枚印信的并不是什么小人，而是王爷你的家人。萧木一句话又让王爷愣在当场，他说的是你的家人，而不是我们的家人。也就是说，萧木并不把自己当成是这个家里的人，可他明明是自己的儿子。你说的是什么话？这个家里现在除了我就全都是你的兄弟，谁会干这种事？那你得问问他们，问我有什么用？我问他们，黄伯。王管家听见这声怒吼，赶紧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王爷，我问你，家里的几位少爷有谁问过你关于这个箱子的事？王管家十分认真地想了想，2少爷、3少爷、5少爷，他们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箱子的存在？不是，他们都和我打听过关于这个箱子的来历，还问过我箱子里都有什么，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透露啊，王爷。这件事情你之前为什么不和我说？那个时候少爷们都还小，我合计着小孩子好奇，问一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王爷重重拍上身边的桌角，吓得管家出溜一下跪在地上。王爷，奴才知道错了。除了他们，还有谁问过你关于箱子的事？没有了。你放心，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等
看过之后，只要库房里的东西没有少，我也懒得追究，那毕竟是王爷的家事。不过若是少了什么，日后有得罪的地方，还望王爷不要怪罪。好了，若真的是家里的这几个逆子弄出来的事，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说完，王爷就叫人备好马车，准备和萧木一起去宝库查看一番。怎么停下了？不往里走了吗？不能继续走了。萧木答：哦，也对，外人不能跟着一起进去，那我们两个下车走过去吧。不行，为什么？因为你也是外人，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我到底还是你父亲。是与不是，恐怕要问了我娘才清楚。王爷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娘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谁能说清楚这件事？不对，为什么要问他娘？他不是我儿子，难道还能是别人的儿子？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在暗示他娘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小木，你小的时候，我虽然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这并不是你能如此放肆的资本。你今天，王爷无需动怒，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个宝库需得凌霄阁阁主和下一任阁主才能进入。当初祖父没有让您进，如今我也不能坏了这个规矩。行，那你进去吧，我就在这里等你。王爷说完，冷着脸重新回到了车上。萧木迈着悠闲的步子，自己往街里走。当萧木走到一座大门紧闭的宅院前，伸手敲了敲门，当当当3声之后，门里忽然探出一个脑袋，一个看起来只有10几岁的孩子看向萧木。你找谁？找一个和你长得一样的人。没有和我长得一样的人，那就找镜中月、水中花。那不就是我吗？欢迎主人回家。萧木抬脚就往里走，男孩却不知道从哪里拎过来一个匣子，好像是一直准备着，就等着人来似的。他将匣子打开，对萧木恭敬的道：请主人落印。萧木从容的把手伸进怀里，拿出自小从祖父那里得来的印信，在匣子内的宣纸上盖了一下。很快，一个复杂的八卦图案从宣纸的下面透了出来。这个图案和匣子里模板的图案一模一样。男孩仔细端详了一下，立刻放下匣子，单膝跪地：属下七伤，欢迎主子回来。七伤，小小年纪怎么取这么不吉利的名字？不如叫七喜。是，谢主人赐名。这院子里管事的人呢？三叔他在后院，主人稍等。男孩说着跑向后面。很快，一个面相朴实无华的男人走了过来。主人，刘三给您见礼了。这些年有没有别人带着印信来过此地？按照凌渊阁历代留下来的规矩，只认印信，不认人。没有，有的。哦，三叔，你忘记了？大概是5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开宝箱的印信曾经来过我们这里，只是当初他只有1枚印信，没有进门的印信，结果在门口就被爷爷赶走了。我想起来了，确实是有这么回事。当时那个人还带着帮手，说自己的另外1枚印信丢了，结果当时柳大爷还在，就带着我们一起把他们赶走了。你还记得那个人的模样吗？模样嘛，刘三好像有些模糊起来。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他已经不记得那些人长得什么样子了。我记得他那个时候还戴着半边脸的面具，我没有看清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不过我看到他眼睛下面有一颗红痣。你真的看见了？我记得，因为当时爷爷让我开的门，他一进来就大吼大叫的想硬闯，一把将我推倒在地，摔得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要不是爷爷救我，我的小命那个时候就交代了。所以我一直都记得眼睛下面一颗红痣。萧木立刻就抓住了这个关键信息，看七喜的样子不像是撒谎，巧的是他刚好认识这么一个眼睛下面长着一颗红痣的人。除了这个被赶走的人，就没有人再来过了是吗？没有了，肯定没有了。刘三赶紧回答，七喜也跟着点了点头。那现在带我去密室看一下。是。刘三带着萧木往后院走，七喜则留在原地继续看守着大门。按照规矩，七喜既然坐了这个位置，那他便一步也不能离开门口。凌渊阁的规矩，他们要时刻警醒，随时等待阁主的到来。你和我一起进去吧。我还是不进了，不能破了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规矩都是人定的，既然现在我是阁主，我说你能进，你就能进。刘三脸色变了变，面上有些控制不住的紧张，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既然阁主说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只见几百平的室内堆放着各种各样的箱子，有的箱子直接半开着，露出里面闪着金光的财宝。萧木随手翻开了几个箱子，只看了一眼之后，又重新关上了箱盖。刘三随着他每关一次箱子，身子都要跟着抖一抖。看了一圈之后，萧木走到一个锁着的箱子跟前，抽出腰间的佩剑，咔嚓一声砍断了锁头。可是当他打开箱子时，发现箱子里面却是空的。刘三，这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吗？萧木将剑尖换了个方向，指向刘三。小的真的不清楚。刘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阁主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允许进到密室内的，而且没有印信，我们也进不了这里。这些年我们一直兢兢业业的守在外面，实在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是怎么少的。不知道，没进来过。说是没有进来过，方才进通道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在拐角处需要抬高脚步才能过来？若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去了哪里，你刚才为什么要害怕？小的，刚才在外面，连一个10几岁的孩子都记得5年前有人来过这里，为什么我问的时候你要说没有呢？我那时确实记不清楚了。你10年如一日的守在这里，除了看守整个宝库，没有别的任务。这里有没有来过人？来的是什么人？我不信你会不记得。你和他达成一致，合伙偷了这库里的东西。当初祖父让
让我继承凌渊阁，就已经把阁内所有人的底细信息全都给了我。我知道你的父母、你的家人都在哪里。刘三闻言一僵，还是说你有把握把我杀死在这里？如果你不怕之后找你家人清算的话，那可以试一试，看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剑快。小人被猪油蒙了心，受人蛊惑，私自动了这阁里的东西，请主人责罚。哦，既然你说你是受人蛊惑，那你倒是和我说说是什么人蛊惑你？具体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就像七喜说的，他每次出现都会戴着一个面具，连对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就敢和对方合作，你胆子也是不小。刘三心中的悔恨几乎能将他扼杀。回主子，我那时候真的是鬼迷了心窍，因为那个人说能够找到神医治好我儿子的病，所以你就答应跟他合作了。你们从库里到底偷了什么东西出去？我当时也很害怕，但是他跟我说他本来就是凌渊阁的阁主，只是当时其中一枚印信找不到了，又急需用到库里的东西。我问的是他拿走了什么？就是一些普通的金银珠宝。我是想着这宝库里的金银财宝这么多，就算拿出去一些也不会被发现，而且他说他是阁主，我就侥幸的想，只要他将来找到了另外一个印信，这宝库里的东西不全都是他的吗？现在我通融一下，让他拿走一些，解了燃眉之急。等他将来找到另外一个印信，确定了阁主的身份，肯定也会记着我今日的功劳，会格外给我赏赐的。你这么想，怕是忘了凌渊阁的规矩。在凌渊阁，想要打开宝库，需有2枚印信同时出现。你无视章法，私自放人进来，还敢指望真正的阁主能够对你委以重任？主子，属下犯下错误，请主子责罚，只求主子能放过我体弱的妻子。孩子早夭，已经对他打击太大，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既然你们已经达成了合作，为什么没把这里的东西都搬走？属下不敢，属下原本以为他是真的阁主，但是后来见他急着从此地拿宝物出去，就觉察出了不对劲。特别是他当初承诺能找到神医治好我儿子的病，可是他叫的那个大夫根本就不是神医。属下就……你又做了什么？属下就悄悄跟踪他，想要探查他到底是什么人，结果不小心被他发现了。属下和他打了一架，因为不是他的对手，只好又跑了回来。在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年，属下一直活在心惊胆战之中。歇班的时候，我偷偷出去找过，但是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说是现在你再见到他，可还能认得出来？说是长相变了，我未必能认得出来，可若是能再次和他交手，我一定能够认出来。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先留你一条命在。若你能将功补过，我会考虑从轻处罚的。属下一定尽心竭力。两人又从密室走了出去，不过离开之前，萧木从里面选了一套好看的头面随身带着。这套头面是用白玉打造而成，色泽温润，做工精细。萧木看见的时候就觉得与叶落心的气质十分相配。萧木出去的时候，七喜从门房处立刻就看到了，他紧跑几步迎出来给萧木见礼。阁主，此处门房有你守着，我很放心。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七喜心中十分欢喜。刘叔，阁主夸我了。好。刘三心不在焉地应道。他看着萧木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怎么样？可问到了什么？库里可曾丢了什么东西？萧木眼神复杂地看着眼前的王爷，这是他爹，可是他却叫不出口。这些年，他早已习惯叫另外一个人爹了。东西丢了，人我也大概知道是谁了。接下去，只希望王爷能够配合我，将丢失的东西找回来。我配合你。虽然已经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可是当成王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心间还是忍不住颤了颤。到底还是自己家里出了事儿。王爷家的大公子不知道如今有没有袭爵，若是袭爵了，我恐怕还要尊称他一句小王爷。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他就算是袭爵了，也是你的兄长，更何况我身强力壮的，哪里轮得到他？我记得小时候兄长书读得好，也十分得王爷喜欢，不知道他如今怎么样了。他如今在礼部任职，很得上司赏识，怕是明年又要晋升一级了。王爷家里一共4个儿子，除了自小就离开的萧木，剩下的3个儿子中，只有这个大儿子最得他的喜欢，同时也是最出息的一个。礼部，侯爷不是刚刚查处了惠州的科举舞弊案，这礼部内部如今怕是会很忙吧？王爷难道就不担心？成王听出了萧木话里的意思。科举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礼部内部肯定有作奸犯科之人，等侯爷回来，皇帝也会下令明察。不过我相信你哥不会趟这个浑水，对于他这样洁身自好的人来说，出了这种问题反倒是好事。所谓富贵险中求，乱世出英雄，这不正是他显露自己才能的机会吗？所以我刚才才说他明年一定会晋升。那我就祝王爷能够得偿所愿，千万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到时候再被他连累了整个王府。就算成王在心中有愧，萧木说出这样的话，他也觉得刺耳。景荣不是这样的人，你休要胡言乱语。萧木笑了，没再多说。不知道侯爷查到了哪一步，嫌犯们都供出什么，他自然也不知道科举舞弊案与这个萧景荣到底有没有关系。
巧的是，今天七喜说盗走凌渊阁宝物的人是一个眼睛下面长着红痣的人，而萧家正好有这么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萧景荣。不出意外，那个骗走宝库财物的人就是他。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了，兄弟们都生疏了，不想大哥已经这么出息，不如我就顺路去府上拜访一下，正好回原来住的地方再看一看。成王听见萧木这么说，心中自然高兴。虽然你离开了，但是当年你住的院子一直都没有动，我还让人一直打扫着。既然回来了，你就还住你本来的院子。萧木没有再说话，成王只当他是累了，便也不再说话，端坐着身子，闭目养神。马车走得很稳，萧木以为剩下的时间，他们就这样一路无话的回到王府。谁知道半炷香后，王爷突然睁开了眼睛。停车！等马车停稳之后，王爷没有说话，掀开车帘下了车。谁知没一会儿，这里的桂花糖糕是京城卖的最好的，我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他把桂花糖糕放在小桌子上，往萧木的面前推了推，见萧木没有动。吃啊，怎么不吃？这个桂花糕有热的时候才好吃，凉了就硬了。太腻了，我长大之后已经不吃这个东西了。王爷的脸色僵了一下，不过下一刻他就看见萧木拿起桂花糕，轻轻地咬了一口。可王爷的嘴角的笑容却彻底绽开了。爹，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他刚开口问出这句话，就看见了在王爷身后跟着一起走下马车的萧木，立刻愣住了。景荣，你怎么在家？在家正好，你来看看这个人是谁。萧木抬头看见萧景荣，拱了拱手。大哥。萧景荣像是被吓了一跳，他不自觉地后退半步，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后，他又立刻躬身上前。二弟，你是二弟，真的是你吗？萧木笑着点了点头。想不到吧？我也没有想到，老天有眼，让我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自己失踪的儿子，我再也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二弟，能再次见到你，我实在是太高兴了。盯着萧景荣眼下的红痣，萧木也开口道：大哥，我也很高兴。公子回家这么好的事儿，得好好庆祝一下。我这就吩咐厨房，让他们做些好菜。去吧，王爷，那我就先回西院去看看了。好，我这就让丫鬟带你过去。不用了，夫人不喜欢我与别的女子走得太近，我自己过去就行。不能与别的女子走得太近，丫鬟也不行。自己这个儿子看起来冷冷的不好相与，竟然也是个妻管严，一个下人而已，到底是什么样的妒妇，竟然苛责成这个样子？夫人善良柔弱，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我不能让我喜欢的人因为这种小事劳心伤神。既然不喜欢丫鬟相陪，那管家陪同你过去。萧木不置可否，抬脚向后院走去。萧木很快走到原来所住的院子里，出乎意料的，当年被大火烧毁的房子竟然恢复如初，一砖一瓦，就连院子里的花池都和当年一模一样。萧木四处看了看，问跟着过来的管家：这里一直有人打扫？回公子，王爷在院子里安排了专门的人打扫，并且下令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擅自处理。正说着，从院子里跑出两个梳着圆髻的小丫头。这位就是原本住在院子里的二公子，还不赶紧行礼？见过二公子。起来吧。萧木面无表情，抬腿继续往里走，见管家还要继续跟着。王管家送到这里就可以了，剩下的路我自己会走。好，那我在这里等着公子。萧木走进房间，发现屋子里的陈设也和当年一样。时间久远，他原以为自己对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是在看见屋中陈设的一刹那，想起了很多之前已经遗忘的事情。那个时候，母亲有空的时候也会陪他读书练剑，不过他好像总是不开心。每次母亲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颗麦芽糖来送给母亲，告诉她吃一颗糖，日子就会变得甜起来。萧木走到床头，打开床头柜子上的木盒，里面装的满满的麦芽糖，竟然都是新的，看得出来是王爷命院子里的人定期更换的。另外一边，成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费尽心思保留下当年的痕迹，想要给萧木一个惊喜，结果却起了反作用。萧木在房间里坐了良久，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儿。1个时辰之后，他才重新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公子，您可算是出来了，王爷喊您吃饭呢，我怕打扰到你，所以一直没有赶进去叫。这么快就准备好了？那麻烦管家带路了。是。赶紧在前面引着萧木往主院里走。怎么样，对院子里保持的样子还满意吗？萧木点了点头。二弟如今能回来，父亲心中十分欢喜。刚刚父亲还在和我商量，能不能在朝廷给二弟谋个差事，这样你也好长久的留在这边。不必了，我这些年没有读书，也没有习武，就算是你们帮我谋到了差事，以我的能力也难以应付，还是不要做这种无用功。哎，不会的东西可以学嘛。我记得你小时候很聪明的，只要你肯学，没有什么能难倒你。王爷，你是不是记错了？小时候聪明的不是大哥吗？那个时候我因为读书不好，经常被罚去祠堂下跪，难道王爷忘了？王爷听见萧木的话，顿时哑口无言，愣在当场。二弟，父亲这么做也都是为了你好，你千万不要多想。萧景荣做着和事佬，言外之意却是在指责萧木了。萧木本来不予理会王爷，可是看见萧景荣这样子，他倒是觉得有点意思。徐正香曾经说过，对付那些阴阳怪气的人，要么就是阴阳怪气回去，要么就直来直去的直接打他的脸。大哥这是说的哪里话？我当然知道父亲都是为了我好，只是我刚刚说的也是事实。我毕竟在偏远的山村长大，这么多年了，早已不适应这纷乱复杂的官场。相比而言，还是市井之地更加
适合我一点。你刚才叫我什么？父亲。哎呀，我就说嘛，父子之间哪有隔夜的仇？就算是你心里有些怨气，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早就该化解了。萧景荣本来还想在父子两个并不和谐的关系上浇点油，没想到萧木一句父亲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化解了。你不喜欢官场，那就不去官场。你媳妇儿的那个舅舅不就是做生意的吗？你若是喜欢，就和他学着做生意，也能有一番作为。我家里的生意都是娘子在打理，我只需要在后面帮忙即可。没出息。哎，对，反正家里还有我撑着呢，二弟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好了。那还真是辛苦大哥了。不过我本来也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晚宴开始时，除了萧景荣、老三萧景深，还有老五萧景玉，也都按照王爷的意思回了府中。我说当年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二哥的院子怎么会突然失火？那时候不是说二哥已经不在人世了吗？如今怎么又突然回来了？我脑子笨，实在是想不清楚，你们谁能给我说一说？既然今天人齐了，我就来说一下当年的事。当年西院走水，我一条小命差点搭在里面，若不是师傅突然出现救了我，恐怕就没有今天我们兄弟重逢之日了。老三和老五却在心里暗道：谁要和你重逢？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只觉得当时情况紧急，有些害怕，因此不敢回来。可是随着我年岁长大，我却越来越觉得那次西院走水恐怕没那么简单。什么？怎么不简单了？就是别以为你回来了，我们大家就都得让着你。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一回来就要闹得府里鸡犬不宁吗？开饭前，萧景荣就和这两个弟弟简单的沟通过。他告诉他们，如今老二回来看起来并不简单，好像是要独吞王府的财物的。三弟五弟何故这样紧张？我这么说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你们两个这么急着反驳，难不成真的知道点什么？不知道，你少血口喷人。父亲，刚才我本来是随口说说，既然三弟和五弟对当年的事情这样感兴趣，那我就再把我心中的怀疑说一说如何？免得他们两个又觉得我是想平白冤枉他们。那你就把你心中的疑惑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听一听。首先，出事的时候正值盛夏，本也不是天干物燥的时候，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起那么大火呢？我记得当时火势很大，我在屋子里听见有小厮喊储水的缸里根本就没有水，仆人做事疏漏本也正常，可是在那之前2天刚下过一场大雨，缸里怎么可能一点水都没有？现在想来，应该是有人故意为之。王爷沉吟着，不着痕迹的点了点头。萧木说的这2件事，当年他也查过，还让人把西院里下人的底细都查了一遍，可是查来查去也没有头绪。你说的情况，当年我也注意到了，但是查到后来，发现这件事真的只是一个意外。也许吧，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再去追查也徒劳无功，不如就当做是一个意外吧。反正我也没有事，这些年不也过得好好的。是，只要萧木心中放下了这件事，那当年的那些恩恩怨怨就都能一笔勾销了。不过萧木显然并不想让大家把这顿饭踏踏实实的吃下去，他继续说道：就是不知道这个家里到底是谁还惦记着祖父给我留下的那点产业，凌渊阁的东西是被谁拿走了呢？什么？凌渊阁的东西可是他们祖父留给萧木的，虽说他们当时都很嫉妒，但是那不属于王府的产业，他们只能干瞪眼，毫无办法。听萧木的意思，他们兄弟中竟然有人对那笔财物动手了，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有了凌渊阁，谁还看得上王府的这仨瓜俩枣的？想到这个问题，老三和老五全都将目光投向了大哥。萧景荣本来也是一副吃惊的表情，可是看见大家都在看着自己，他立刻变了脸色。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干的。大哥，这事要是有人做，肯定是你。我和老五都没有那个本事，我做什么做？他说有人动了凌渊阁的东西，就有人动了。从老二离开京城到现在，都多少年过去了，谁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再说了，人都没有找到，凭什么说是我们兄弟干的？对啊，老三心想，这个萧木还真是有心眼儿，转来转去的，为的还是王府这些产业。若是真有人动了凌渊阁的东西，父亲到时候就要从我们3个下手，最后就算是查不到，为了补偿萧木，也会把家里的东西多分给他一些。这心眼实在是太多了，别被他给带偏了。他有凌渊阁，还想回来抢我们的东西呢。老五一听也不干了，萧木，你别血口喷人，你说我们动了凌渊阁的东西，你有证据吗？萧木等的就是这句话。证据我当然是有，不过现在还不能说。你少故弄玄虚，你如果真的有证据，这会儿肯定早就向父亲告状了，又怎么会跟我们在这儿云里雾里的讨论？我不说，当然有我的理由。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们，那人虽然取走了库里的东西，但是当时看管库房的人还在，他已经向我坦白了当日之事。不过因为他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并不能把对方的名字告诉我。可是他说了，只要让他见到人，他立刻就能认出来。老三和老五对视了一眼，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出了一点兴趣和好奇。他们2个又将目光同时投向了萧景荣。萧景荣在萧木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神色不自然地僵了僵，不过他又很快缓了过来。既然都有证人了，二弟又何必和我们费这番口舌，直接让你那个下人出来认人就好了。
大哥说的是，我也想着要快点安排。王爷一直没有说话，就听着他们兄弟几个言语间你来我往，好在最后也没有说出什么来。他的心暂时往肚子里放了放。不过如果萧木说的都是真的，王爷突然觉得心中没底。他不着痕迹地看了看老大萧景荣，难道真的是他干的？晚饭后，王爷留萧木在府里喝茶，若是时间太晚，就留在府中过夜。家里夫人还等着，我不回去，她不会睡的。不如明天你就将你夫人接来王府住，也省得你跑来跑去的。这西跨院说起来可十分不吉利，我当年在这里出了事，就不想让我夫人再在这里出事。我都说了，那是一场意外，我王府这么多的下人，岂能让同样的意外再发生一次？即便不出问题，也还是不行。我夫人自小就被迫与父母阴阳两隔，是被亲戚养大的，与老侯爷和侯爷夫人这么多年不见，自然有很多贴心的话要说。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欲就不让他待在亲人身边。那也罢，既然你喜欢住在那里，那就先在那边住一段时日，日子久了，你们早晚也是要出来住的。萧木没有回复他的自言自语，乘着夜色回了侯府。回来了，听见开门声，迎了过来。怎么还没休息？发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就一直看到了现在。什么书这么好看？书的上一会儿和你说。倒是你今天事情办得怎么样？顺利吗？还算是顺利。凌渊阁内部出现了叛徒，但他胆子小，已经把所犯之事全都交代了。还有这种事？叶落心震惊，他以为像凌渊阁这种神秘的地方一定是组织严密的，想不到竟然有叛徒。你还记得我之前从流寇手里得到的那枚印信吗？叶落心点了点头。那个是我进入凌渊阁的其中一把钥匙。凌渊阁的人告诉我，5年前曾经有人带着这把钥匙去凌渊阁，想要拿走里面的东西。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我记得你和我说过，一把钥匙没用的吧？他连这个都不知道，能成功吗？他虽然不知道这其中的规矩，但是他善于利用里面的人，还真让他拿走了一些东西。是叛徒配合他的。是啊，不过好在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了。谁？成王家的大公子萧景荣。你的大哥？那你今天和他摊牌了吗？他现在知道你发现了吗？还没有，对方那么狡猾，没有完全的把握，我暂时还不会拆穿他，而且我需要他自己先动起来，我才能抓到他的把柄。他先动起来？今天吃饭的时候，我故意和他们透露了叛徒的事，不过我说的半真半假。我告诉他们，叛徒记得那个人的长相，只要看到就能认出来。实际上，刘三需要和对方交手后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只要萧景荣心里有鬼，这几天他一定会有所行动。只要他动了，我就能确定他的身份了。到时候他想赖都赖不掉。那这几天你都不能回家了？放心吧，凌渊阁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算我不出面，他们也能解决。可是有一件事我还是想不明白。什么？拉着叶落心的手走到床边。据你所说，那个印信原本是在你大哥手中的，可是为什么会落到流寇的手里的？这确实是个问题。一开始萧木也想不明白，不过听刘三说完那些事情后，萧木也有了个猜测。刘三今天说他知道那人不是真正的阁主后，曾经去找对方拼过命，不过最后输了。我猜测可能是在那场战斗中对方丢掉了印信，不过是与不是还要等萧景荣招供了之后才知道。那就希望他尽快露出马脚吧。见他再也没有别的问题，萧木又提起了刚才的话题。你不是说看到了一本好看的书，到底是什么书？说到这个，叶落心暂时抛去了心中的担心，高兴地把书拿了过来，递给萧木看。就是这个。萧木接过书，翻到封皮，看到了书的名字：风流王爷俏王妃。原来是画本子啊！这本书中难道描述了什么之前没见到过的姿势？才不是你想的那样呢！你脑子都装着什么呀？见萧木红了耳根，叶落心便不打算继续为难他。他打开书，翻到中间的部分，指着其中的几个字给萧木看。你看，这里写的是什么？萧木定睛看去，叶落心指着的几个字竟然是新月斋，我们店的名字。你再往下看看。萧木遵从叶落心的意思，又沿着他刚刚指的地方往下看了2页。看着看着，他才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这本书里所写的新月斋，不光是跟他们店的名字一样，就连所做的东西也是一模一样的。书中甚至还描写了他们新店开业时热闹非凡的场景，一些对话和细节跟当时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你忘记了，当天开业的时候，我们店里来了一位书生，他说要把我们的新月斋写到画本子里的。你说的那个书生姓吕。对，那个吕姓书生因为白得了一只鲁兔，说是要把新月斋写到画本子里，帮助我们宣传的。就是这个，我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想着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帮我宣传。没想到这半年过去，他还真把我们的店名写到了画本子里，而且还卖得这么好。我今天去买书，店里的小二极力向我推荐这一本，说是现在京城卖的最好的。吕秀才言而有信，我们不如借着这个东风，就在京城也开一家新月斋，怎么样？我真有此意，既然夫君也同意，那我明天就开始操办起来了。可惜我这几天要忙着那边的事，不能和夫人一起张罗。本来也不需要你，有舅舅在，找店铺做门面这样的大事，就让他帮我处理就好了。到时候拉他一起经营，他肯定十分愿意。你和你舅舅的关系倒也十分融洽。舅舅就是个彻彻底底的生意人，你别看他现在有这么多的铺子，根本就不缺钱，可但凡他看到自己感兴趣的生意，做起来比谁都积极，可能这就是他把生意做得
这么大的原因吧？生意无大小，只看怎么经营。看来这2日你跟舅舅在一起也学到了许多。那是自然，我活到老学到老，聪明着呢。对了，还有我们带来的那些兔子，外祖母很早就为他们找到了买主。你猜猜，一共卖了多少钱？多少？1000多两。叶洛心伸出一根手指来，50只兔子，1000多两，合着一只兔子价值200多两银子，这简直是天价了。我已经让人送了信回去，让他们再送100只兔子过来。一方面开店要用，另一方面舅舅说要挑几只成色好的，找专人培养，养成的兔子能卖到更高的价格。好，萧木也十分高兴。虽然凌渊阁的财物够他们几辈子吃喝不愁，但是他更喜欢像夫人这样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银子。至于凌渊阁里的东西，只要天下太平，就一代一代传下去，能传到哪一代就看造化了。等叶洛心把心中盘算的想法都说完，萧木终于从怀中掏出了自己今天带出来的那一副珍珠头面。怎么买了这么贵的东西啊？喜欢吗？喜欢。叶洛心揽镜自照，左右歪了歪头，很是欢喜。娘子这份容貌真是令珠宝都黯然失色了。别胡说了。叶洛心不好意思地捶着萧木的胸口，萧木却趁机搂住他双手，将人带入怀中，好好欣赏了一番。外祖母，您这么早就起来了？叶洛心来到后院，看见老夫人正在院子里喂兔子。年纪大了，觉就越来越少，倒是你天气这么冷，也不多睡会儿。我也睡不着，想着早点过来陪外祖母说说话。好好好，外祖母若没什么想吃的，不如明天我给你做鳝鱼面吧，就是我婆婆做的那种，你以前很喜欢吃的。大冷天的就别忙活了，我是担心你外祖父什么都吃不下。唉，外祖母不用太过挂心，萧木不是说了吗？那惠州知府都已经拿下，朝廷也派了人过去，相信用不了几日，外祖父就能回来了。我明白，就是见不到他这个人，我心中总是放心不下。你外祖父这个人兢兢业业，为朝廷出了一辈子的力，总不能老了再把自己搭进去啊。我知道外祖母是太担心了，不如我们做点什么吧，做点外祖父喜欢却一直都没有的，作为他回来的庆祝礼。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难了。不过幸好老夫人心中有数，老夫人从小就是大家闺秀，年轻时琴棋书画在一众贵女中也算是出众的，可她唯独不擅长的就是刺绣，所以叶洛心说要做荷包，简直是戳了老夫人的痛点。我可不会做，做出来丑的要死，谁要看？外祖母，就是因为你不擅长，所以我才提议这个嘛。你想想，这么多年，外祖父可曾收到你送的一个荷包了吗？没有的话，你突然送他一个，他会不会十分惊喜？那咱们就做一个，那必须做一个。叶洛心说着，就让秋月去自己的房间拿来了一张纯白的兔皮。普通的荷包叶洛心也不会，但是这种用兔皮缝制的，叶洛心却学会了一些。两个人弄得认真，完全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等到丫鬟过来喊他们吃饭的时候，也才做了1/4。怎么这么快就吃饭了？算了算了，我不吃了，你自己去吃吧。外祖母，您忘了吗？有一句古话叫慢工出细活，咱们不能一直弄这个，吃了饭还得去花园里转一圈，休息一下眼睛才行。您这个眼睛最近才刚刚恢复，这要是累坏了，外祖父回来肯定不会放过我，到时候遭罪的可就是我了。老夫人听见孙女这又是撒娇又是嗔怪的，只好放下手中的活。行了，就你最会劝人了，那咱们就吃饭去。另外一边，萧木并没有去凌渊阁，而是坐在一个茶楼里喝茶。萧木独自一个人喝着茶，半晌之后，一个人就来到了茶楼之中。萧木像是早有准备，看见来人，大哥政务繁忙，怎么还有时间来喝茶？你昨天说凌渊阁的下人能够认出来人是谁，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直接出来指认？我看你昨天意有所指，你怀疑的人不会真的是我吧？大哥怎么会这么认为呢？我好像也没说那个人是谁吧？哼，昨天你说的那些话，只要不是傻的，都会怀疑到我身上。我做事向来不喜欢遮遮掩掩，既然你怀疑我，那从今天开始，只要不去办差，我就和你待在一处，任你随便盘问，如何？大哥这又是何必？我们亲兄弟，只要你说没有，我自然会信的。萧景荣还想说什么，外面突然跑进来一个人，来人戴着面具，单膝朝着萧木跪下。主子，那个冒充阁主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抓到了？这么快？萧木有些意外，听见这话，萧景荣不由自主地放松了身形。他端起刚刚小二倒的茶，尽管茶已经有些凉了，他还是一饮而尽，然后看着萧木，怎么样？我就说不是我吧。我本来也没说是大哥，一直都是大哥误会了。不过既然大哥碰上了，那不如和我一起看看这个胆大包天的贼子到底是谁，把他带上来吧。是。没一会儿，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被推了出来，来人五短身材，面色黝黑，一副十分害怕的表情。大哥，你觉得这个人是吗？萧景荣想到了什么，立刻起身告辞。二弟，这个是你们凌渊阁的事情，我就不参与了，告辞。大哥，来都来了，你不坐下来看看热闹吗？还是不了。万一他说出什么东西了呢？大哥难道就不好奇？既然二弟盛情邀请，那我就不客气了。只是若是听到了不该听的，二弟可别灭我的口呀。见萧景荣又坐回来，萧木这才审问被抓的人。你是何人？谁给你的胆子，竟敢擅闯凌渊阁？阁主饶命，阁主饶命！我也是受人指使，实在不是我自己的意愿，还希望阁主看在我为人蠢笨，什么都没做成的份上，饶了我
这条狗命？受人指使，受何人指使？听到萧木这个问题，萧景荣也立刻竖起了耳朵。我是受成王家大公子指使，是他让我去的凌渊阁。什么？萧景荣万万没想到，吃瓜竟然吃到了自己的头上，他立刻怒从中来，起身指责道：你好大的胆子，晴天白日竟敢栽赃陷害，血口喷人！我王母从来都是敢做敢当，既然我承认了，就绝对不会说谎，就是萧家大郎你指使我的。萧木听见这话，也将头转向萧景荣。大哥，这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说，我什么时候指派的你，又是为什么找上了你？大公子，虽然你不想承认，但是我们两个不是已经相识很长时间了吗？昨天你突然找上我，说自己5年前去凌渊阁取了一点东西被发现了，需要我帮你处理，你还给了我1000两银子。你告诉我，凌渊阁有一个叫做刘三的，这次去就是为了找到他，找到之后，要么去收买他，要么就杀掉他。萧景荣听见王五的话，冷汗顺着脸颊就流了下来。他昨天确实找到了人去做这件事，但是找的并不是眼前的这个矮胖子。萧木看见萧景荣不说话，像是确认了王五说的都是真的，于是拿起手边的佩剑。大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当年和你合作的那个人一眼就能够认出你，现在倒是好了，不需要他出面，你自己的人就已经把你给卖了。你胡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找的人也不是他。哦，那大哥找的人是谁呢？萧景荣看着萧木的笑容，忽然明白了什么，他退后2步，指着萧木道：你在诈我，你们两个是一伙的。萧木看了他一眼，却又将目光转向门外，把人带进来吧。很快又一个人被带了进来，被绑着的人第一时间看见的就是萧景荣。大公子，大哥，刚才只是个玩笑，这个才是你安排的人，他已经全都招认了。小木，我本来想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和你井水不犯河水，既然阳关大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要闯进来，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话音刚落，萧景荣便将手指弯起，放在嘴上，吹出一个响亮的哨音。原来他在来之前早就安排了人手埋伏在左右。随着这声哨响，几道黑影破窗而入，站在了萧景荣的身后。在房间伺候的下人早就察觉到了不对，他想要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可是没等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小二立刻被吓晕了过去。萧景荣立刻抽出腰间的佩剑，指向萧木。老天既然给了你一次重生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珍惜？既然在清河县住了那么久，为什么还要回来？本本分分的待在那里不好吗？当年的那场大火没有将你烧死，已经用掉了你这辈子所有的运气。今天你既然又撞到了我的手上，那没办法，算你倒霉，就让我送你去见你那早死的娘吧。不急，我有一事不明，想要问清楚。怎么想做一个明白鬼？刚才听你的意思，当年那场火也是你的手笔，可是你才比我大2岁，当年你也不过是个孩子，怎么会有如此周密的计划？怎么你不信？只有你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孩子，因为你是这个家里的嫡子，不管得到什么你都觉得是应该的。父亲宠溺，祖父宠溺，就连凌渊阁这样的组织，祖父都直接传给了你。而我们呢，同样是父亲的孩子，就因为母亲的地位低，我们就活该什么都没有吗？不过没关系，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靠别人，没有的东西我可以自己去争取。你看，只要你死了，我的地位不就提升了吗？现在家产是我的，将来的爵位也是我的，而你不光什么都没有了，还要因为你的莽撞带着一腔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对了，听说你的夫人也很漂亮，我倒是不介意将来帮你照顾你的遗孀，给她一个侍妾的位置，保证她吃穿不愁，让她为我开枝散叶，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死到临头你还在想着有翻身的机会吗？萧景荣握紧了手中的剑，谁知道萧木却对着他轻轻地笑了笑。看见这个笑容后，萧景荣不再迟疑，立刻朝后挥手：给我上，我不要活口，只要死的。说着他退后半步，打算躲在暗卫身后观战。可意外的是，他退后这半步却正好撞在了一个宽厚的胸膛上。他用了用力，那个人也十分没眼力劲儿的没有挪开身子。萧景荣怒极回头：怎么办事的？活得不耐烦了？你是谁？萧景荣意识到了大事不好。他是我的人。大哥是在找你带来的那31个人吗？他们现在都睡着了，为了方便看管，我的手下已经将他们全部挪到了隔壁的包间里。大哥要去看看吗？萧景荣一听，脸色都白了。萧木是什么意思？难道自己的人全都抓起来了？萧木挥剑指向萧景荣：大哥是乖乖的伸手让我绑呢，还是想要挣扎一下，被我打趴下以后再绑？萧景荣闻言立刻挥剑向前，嘴里发出啊的声音，对着萧木的脖颈就砍了过来。萧木没有还手，侧身错过，另外一个身影立刻从旁边迎了上来。他戴着面具，手中拿着的是软剑，只2招就将自己的剑身缠到了萧景荣的剑上。萧景荣察觉到不对，立刻用内力弹开他的软剑，两人缠斗在一起，一时间难分高下。
7、8个回合后，蒙面人忽然跳出圈外，对着萧木道：“阁主可以确认，这个人就是当年到凌渊阁拿走宝物的人。”萧景荣这才想起，为什么刚才觉得这个人的招式这么熟悉，原来是凌渊阁的刘三，他是通过和自己动手才确认了自己的身份。我和你拼了！他飞身向前，直指萧木，完全没有留神斜刺里冲过来的人。那人借着他的力量，一脚踢到他的膝弯之上，只听咔嚓一声，腿骨断裂的声音在房内响起，随之而来的就是萧景荣的惨叫。把他捆起来！下人们立刻上前将萧景荣捆了个结实。这些人要怎么处置？要不要我带去凌渊阁？不必，我心中自有打算。别的下人倒是好说，可是萧景荣是成王的大儿子，是户部的官员，当然不能这么轻易的就处置掉。萧木打算先带他回王府，让成王也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正打算走，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来报：“成王驾到！”成王脚步匆忙进到房间后，看见屋子里的场面，立刻就变了脸色。木儿，你这不是胡闹吗？你总把你大哥打成这个样子！萧景荣跪在地上，因为嘴被堵上了，根本说不出话来。木儿，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兄弟2个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王爷，萧木上前一步抱拳道：“不是都叫父亲了吗？怎么又改回去了？”父亲，木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儿子已经确认，大哥就是当年那个从我凌渊阁盗走了财物的人。果真？成王大吃一惊。是的。萧木点头，然后朝着刘三使了个眼色。刘三赶紧上前，跪在王爷面前说道：“回王爷，小的可以证实，大公子确实是当年从凌渊阁盗走宝物的人。当年那个和他合作的人就是我。你确实是我。当年大公子和我约好，只要我给他帮忙，他便找到神医治好我儿子的病。结果他言而无信，财物到手之后，神医却迟迟没有找到。我儿死的可怜，我与大公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认错人的。他说的可是真的？”成王指着萧景荣，手都在抖。萧景荣挣扎着摇头，不肯承认。父亲，除了这件事，大哥刚才还承认了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大哥说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东西需要靠自己去争取，所以当年我院子里的火是他放的。成王指着萧景荣，好似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从何问起。木儿，父亲知道你心中有恨，你大哥做了这些事，你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可是木儿，为父我活到这把年纪，就这一个儿子能够在朝堂上有所建树，那些老臣们对他也都是赞赏有加。你让我把他带回去，回去之后我一定对他严加审问。若他真的做了那些事，我一定重重的罚他。但是家丑不可外扬，你就饶了他这一次，不要把他送官了，好不好？王爷，你也是朝廷重臣，难道不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这样里外不分，包庇一个罪犯，可对得起你自己的身份？你难道就一点不顾及我们的亲情吗？您以为你最看重的儿子只是犯下了这些罪行吗？就算是我想放过他，恐怕有人也不会放过他的。谁？还有谁不会放过他？这些事情只要你点头，我肯定能处理得让你满意。一直跪在地上的萧景荣听见父亲这样护着自己，他眼中流出了感动的泪水。我不会放过他。就在萧景荣以为事情有了转圜余地的时候，外面又走进来一个人。定安侯，成王。定安侯朝着王爷拱了拱手，成王接旨。成王立刻屈膝跪地，萧木以及周围其他人也都跟着跪了下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成王之子萧景荣在任职礼部侍郎期间，勾连多地地方官员，结党营私，暗箱操作，扰乱科举考试制度，致我朝大量人才流失。杜崇小人却得以在朝中担任重要官职。今有定安侯已将事实查明，特命成王将其长子萧景荣捉拿归案。钦此。成王在听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双腿发软，等到侯爷全部念完，他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王爷接旨。臣接旨。待侯爷将圣旨放在他手上之后，王爷立刻站了起来。老苏，这是怎么回事？景荣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你是不是查错了？哎呦，老萧，你给我放手！你这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成王缓了缓神，却还是不肯放手。他抓着侯爷的袖子，是不是他们户部尚书有问题，把罪责都推到了景荣的身上？我从小看着他长大，他做事从来都是温和有礼，举止有度，怎么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温和有礼，举止有度，你确定说的是萧景荣？老萧，不是我说你，你只是老了，又不是瞎了，连他这点伎俩都看不出来。萧木的事情我都听我孙女和我说过了。定安侯与成王走到了一处人少的地方。方才你说的话我也听到了一点，怎么为了保全你的大儿子，就想让二儿子忍着委屈？我告诉你，现在他不光是你的儿子，也是我孙女婿。
你肯让你的儿子受委屈，我不能让我的孙女婿受委屈。我并不是想让他受委屈，只是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觉得其中或许会有别的内情，所以还想回去查一下。这么多年没查清，那是你自己没本事，犯人就在你眼皮子底下，你却一日一日纵容他到今天。景荣他真的犯了那么大的错？你以为呢？那惠州知府为何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干涉科举？若是他上面没人，他怎么敢把一些草包送上去的？那不是一下子就露馅了吗？是惠州的那个宋什么昭了？宋磊不是他，他还算是个硬骨头，虽然对他动了刑，但是他半个字都没说。那你是怎么查到的？这件事说起来也要谢谢你家老二，那个宋磊不是一直不肯招供吗？我本来想着时日一到就把他押回京城，由大理寺慢慢的审，就不信撬不开他这张嘴。不过好在我突然想到，当初在青山村的时候，萧家曾经提过，他们小儿子的老师一位姓周的教书先生，当年也是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我于是派人到了均州，一番查访之后，当天晚上就派人偷偷的将均州知府拿下。一番连唬带吓，他不仅招认了自己的事，就连他上面的人是谁，一直是和谁联络的，这些事情全都招认了。这其中不仅牵扯到了宋磊，也跑不了萧景荣和他上面那个。就这么招认了？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越有钱的人越怕死。他们在那些百姓面前可能作威作福惯了，但是真正遇到硬茬子，遇到能要他们性命的人，立刻就变成了怂包一个。那个宋磊呢？宋磊和他们又不一样。宋磊自己杀人成性，岂是那些文弱的读书人能比的？不过他不承认也没有用，我已经将所有的证人证词上奏给皇上，皇上下令捉拿礼部尚书和你儿子归案。皇上既然下旨让你亲自抓捕，就是给你一个机会。现在皇上怀疑你也参与其中，这个中的事情我只能给你说到这儿，其余的你自己和皇帝解释吧。成王听了侯爷的话，也知道这件事情是8、9不离10了。不过你也算运气好的，一个儿子不争气，另外一个儿子却又给你争了大气。此次捉拿宋磊归案，萧牧是立了大功的，况且他救了朝廷命官，也就是我。皇帝一直等我回来要给他赏赐呢，所以就算是你的长子将你拉下水，到底还有这个老二能够将你拉回来，顶多就是来个功过相抵，你也可以安全的度过这一关了。两人说完之后，又一前一后回到了刚才的查房之中。把大公子带走，送到大理寺。是。不可以，不可以！萧景荣被押送到大理寺，成王跟随一同前往，萧牧则跟着侯爷回了家。侯爷，您是一回京就来抓人了吗？是啊，多谢侯爷关心。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你当初在惠州冒险救我，现在我及时出手帮你，这不是应该的吗？不过我看你好像也不用我帮，自己处理的都挺好。好在凌渊阁这边有人手，所以不至于处于被动。凌渊阁阁主，你小子可真能隐藏身份呢！这么多年过去，你竟然放着王爷嫡子和凌渊阁阁主的身份不要，只蛰伏在青山村那么一个小地方，这种韧性，我一个老头子都自愧不如。侯爷过奖了，这哪里是任性，我不过是不想回来面对京中的人和事而已。侯爷闻言不再言语，只是慢慢的点了点头。我知你难处，当年你父亲和母亲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既然你不愿面对你的父亲，那么以后你就住在侯府，省得回去看老萧的那张臭脸。多谢侯爷收留。两人回到家中之时，老夫人和叶洛心早就得到了消息，正在院子里焦急的等候。看见他们进来，两人立刻高兴的迎了上去。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事情全都解决了吗？萧牧点了点头，叶洛心如释重负，握着他的手轻轻的笑了笑。另外一边的画风却有些不一样。你还知道回来？这都多少日子了，连个报平安的家书都不会写吗？侯爷连忙握住老夫人的手。夫人慢着些，我这盔甲这么硬，夫人小心手疼。哼，少给我弄这些虚的。你说说你都和我保证过多少次了，说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朝堂上的事情自己一定会少伸手，让那些年轻人去做。可是现在怎么样？这次差点把老命都搭上了，要不是孙女婿去救你，你现在头七的纸都烧完了。夫人夸张了，夸张了，哪有那么久，顶多是3期。哼！老夫人一扭头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叶洛心和萧牧见了不由相视一笑，也回了自己的房间之中。正房内，侯爷还在苦口婆心地哄着老夫人，一边承认自己有错误，一边脱下盔甲来让夫人检查他的身体。你看看哪里都好好的，一点也没受伤。这次虽说是惊险了一点，但是好在有惊无险，而且通过这件事，咱们的孙女婿也立了大功，这不也是好事吗？皇帝还要择日封赏他呢。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孙女婿那么优秀，早晚都会得到这个封赏。再说了，被皇帝器重有什么好的？一辈子给他卖命也没见得有多大的好处，还不如两个人消消
潇洒洒的在民间过日子，靠自己的本事挣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知道多开心。哎呦喂，夫人慎言，你这个想法自己心里想想就行了，可不能到处乱说。哼，我就知道咱们两个永远都想不到一处去。夫人这是说的哪里话？先不说别的，就说咱们的儿子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逼着他入仕了？他说做生意就做生意，他说不成家就不成家，这还不都是因为尊重夫人的意思？哼，别说是尊重我的意见，你之所以这样，还不都是因为咱们的女儿出了事？若是她不出那事，恐怕你到现在也是死脑筋。这件事咱们不提了，不提了。夫人，你消消气。侯爷说着要给老夫人倒茶，忽然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的荷包。这个荷包，侯爷把荷包拿起来看，样子很特别呀。少动我做的东西。这是夫人做的？这荷包看起来并不像女子能戴的，难道夫人是给我做的？说着，他把荷包往自己的腰间比划了一下。很合适。谁说是给你做的了？你少自作多情。那就当我向夫人求个人情，就把这个送给我吧。我第一次做荷包做的太粗糙了，你若是想要，我回头再给你做一个。怎么不够好了？这不是挺好的吗？夫人不必费神重新做了，我就带着这个。说着，他把荷包拴在了腰间。你看多合适！你这个老顽固，我这就去给别人看看，让大家评评理，看看到底合不合适。说着，侯爷倒退着走出了院子。老夫人知道侯爷的性子，一旦强起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想带你就带，就是别人问起来，千万别说是我做的，我可丢不起那个人。知道了。走到门口，恰巧遇到管家来给老夫人送账本。侯爷，您这是要往哪儿去？需要我叫人备车吗？不用，我就是随便走走。说着，他还故意走到管家身边，故意抻了抻腰。侯爷连日舟车劳顿，还是要好好休息才行。我不累，就我这身子骨，这点路途算什么？说着，他又拍了拍自己的腰间。这次管家就是再迟钝也注意到了，这个荷包很是好看，一定是夫人前几日给您做的那个吧？怎么，你看到他给我做荷包了？哎，夫人虽然心思机敏，但是于绣工上却并不擅长。没想到这个岁数了，还要操劳亲手为我做荷包。是啊，这都是夫人对侯爷的一番心意，谁说不是呢？我们两个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夫人对我的关心却是有增无减。是，想不到夫人的手艺还是这么好，还是我们侯爷有福气。行了，你去忙吧。说完，侯爷又继续向外面走去。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光是给下人们看。他想，他得去让那些同僚们好好看看。刚走到街上，迎面走来了御史家的李大人。李大人，侯爷。简单寒暄几句之后，李御史始终没有注意到他腰间的荷包。御史大人，可发现我今日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他赶紧上下打量侯爷。侯爷今天穿的官服之前也见过，相貌上也没什么改变，到底是有什么不同？见他答不上来，侯爷失望地点了点自己腰间的荷包。这个御史觉得怎么样？这个呀。李御史擦了擦自己额角的汗。这个荷包很是特别，这是我夫人亲手给我做的。好像谁的不是夫人亲手做的一样。以前大家都说侯爷从来不肯佩戴荷包，就连香囊都没有，腰间佩戴的只有常见的几块玉石。那么今日看来，以前他不戴是因为夫人没给他做呀。想明白了这其中的关窍，李御史豁然开朗。侯夫人果然手艺精湛，连荷包也很衬侯爷的气质啊。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侯爷立刻笑着说道：哪里，过奖过奖。说完，两人彼此别过。在那之后，侯爷又见到了户部的王大人、刑部的赵大人。人家问他侯爷吃饭了吗？他就回一句：这荷包啊，我家夫人给做的。别人再问侯爷这些日子辛苦了，你这可是办了好大一个案子呢。他就回一句：我夫人非要让我带着这个荷包，我说不带，他都不肯。很快，京中很多人都知道侯爷的夫人给他做了一个纯白色的兔毛荷包，侯爷很是喜欢。侯爷在京中转了小半圈，眼瞅着天都黑下来了，这才打算往回走。走到半路，就遇到了从大理寺回来的成王。大理寺怎么说？成王正在思考着什么，听见他的声音还吓了一跳。押后再审，其余的什么都没说。你也不要太过忧心了，反正你儿子多，少了这个还有3个。人呢，总是得认清现实，不要太执迷不悟了。老苏，你这是来安慰我的，还是来给我添堵的？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当然是来安慰你的，不管你信不信。要我说，费尽心思养了个白眼狼，你知道的越多，可能就越伤心，不如及时认清现实的好。早知道这样，我宁愿他像老3和老5那样碌碌无为，倒是也省得我老了还要受这份折辱。人生在世，总要经历起起伏伏，你也想开一些。只能如此。成王收回望向远处的目光，不经意间看见侯爷腰间的荷包。你这个荷包这么显眼，戴着是不是太过突兀了些？这个荷包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看？这可是夫人亲手做的。原本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但是女人嘛，你也知道的，总是喜欢在这些小事情上花心思。你说她想送礼就送礼，这么一把年纪了，我还能挑这个礼不成？可她偏要自己动手做。这份心意呀，可真是难得。成王本来也不指望侯爷能安慰自己，可是他竟然在自己面前秀起恩
恩爱来了，不能忍，真的不能忍。老苏，我有些头疼，就先回去了。头疼是不是被气着了？你身上带着药没？我这有头痛散，你先吃着。侯爷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从瓷瓶里倒出一颗黑色的药丸。见老友如此恳切，王爷不好意思，便将药丸放入口中。下一刻，就见侯爷将小瓷瓶塞到了荷包里。太好了，有了这个荷包，以后身上的小东西都有地方放了，再也不用身上到处塞了。怎么样，老肖？要不你也让你家夫人给你做一个吧？不必了，不方便啊。哦，对了，我忘记你家里没人给你做这个，那要不然我让我家丫鬟做一个给你。这荷包毕竟是贴身之物，我家夫人送你就不合适了。我说不用了，你明知道我心里发堵，还拿这种小事来烦我。一个破荷包而已，我家里有几百个，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大半辈子都没带过荷包？说完，王爷头也不回地离开。定安侯没想到成王突然发火，见他离去的背影，悄悄骂道：好心当成驴肝肺。侯爷哼着小曲儿回到家，发现家里人都在等着他。你们都在等我啊？这个家里是放不下你了是吗？刚到家就到处走，这不是出去随便逛逛吗？你们怎么都聚在这里？还不是因为等你。秋柏让我们今天去他的汇银庄里吃，说他那边又添了新的菜色。不去，出去折腾干嘛？要我说，外面再好的山珍海味，也不如家里的粗茶淡饭来的香。我好不容易回来，咱们就在家吃。出去吃。好，出去吃。我们也好久都没去过他店里了，去尝尝汇银庄的新菜，看看秋柏又整了什么新花样。闻言，萧木和叶洛心又相视一笑。这种夫妻相处方式，他们太熟了。之前在青山村的时候，萧长河和徐正香就是这样的。这荷花还开着呢，浪费了这么多钱，就为了养这几株花，也亏你想得出来。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你喜欢兵器，喜欢这天下最锋利的剑，不是也会费尽心机得到吗？我不过是爱好与你不同，但是初心都是一样的，不过是为了心爱之物，舍得一掷千金罢了。我那宝剑可以杀敌，你这花有什么用？不能吃不能喝的。秋柏喜欢，又没让你花一分力气，一文钱你管这么多？侯爷本来还想说什么，听见老夫人这么说，他立刻闭了嘴。既然大家都来齐了，那我就让厨房上菜了。说着，苏秋柏对站在门口的小二点了点头，小二会意，立刻走了。看着一桌子的菜肴，侯爷又忍不住说道：够了，我们几个人吃不了多少，还有2道青菜也就上齐了。果然，小二又端上一道白灼菜心和一道虾仁酿黄瓜后，就退出去，关上了门。客房的门一关，屋子里立刻安静下来，外面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到了。这里的隔音很好。确实，这里修建的时候，我特意让匠人们加厚了墙壁，就算是把耳朵贴在墙上，也听不见隔壁在说什么。这样一来，到我这里吃饭的人就不用担心隔墙有耳了。听到这里，叶洛心赞赏的点了点头。想不到舅舅真的把我做的卤兔放到了酒楼的菜单上，我这道菜和酒楼里其他的菜比起来，倒是显得有些粗鄙了。哪里？菜肴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味。我尝过了，你的这个卤兔鲜香适口，味有回甘，光从味道上来讲是完全符合我们店里的要求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需要在摆盘上下些功夫就可以了。那就多谢舅舅了。我也和后厨说过了，我们做的时候不会只局限于兔子，其余的像山鸡、狍子、狼肉都会尝试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店里只是从你那里拿调料，不会惯用你原来的名字。行。叶洛心点头同意。好了，既然菜都上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我敬外祖父，恭喜您得胜归来。好。侯爷也高兴地举起酒杯，这么看起来还是自己孙女和孙女婿更乖巧，不像夫人和儿子总是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你们2个现在在京城也有事情做，这店里做卤味的事情，洛心也能帮帮手。要我看，你们就别走了，就住在侯府，你们看怎么样？叶洛心和萧木对视一眼，都没有开口。侯爷看出2人不同意，问道：你们不喜欢住在侯府，也是年轻人嘛，都喜欢自由一点的，那就让你们外祖母给你们在外面买一套宅子，挑一处你们自己喜欢的，怎么样？叶洛心和萧木还是没有说话。大喜的日子，他们不想扫侯爷的兴，也不想违心说自己会留下来。吃饭，说这些没有影的事儿，离不离开的还早着呢。好，快吃菜。你舅舅啊，别的不行，但是研究这些菜式还是很在行的。对，你们尝尝这个鱼翅，是我让人从东海那边运过来的。这道菜只有冬天才能吃到，夏天天气太热，运到这边食材就坏了，唯有天气冷下来，京中的人才能有这个口福。一桌人都默不作声地吃起菜来。酒足饭饱之后，刚才没答应外祖父，是因为我和萧木商量过了，并不打算在京城定居。你们……侯爷和老夫人眼中都闪过失望。不过也不是回清河县就不回来了，我们是想着以后京城这边的生意也要做，家里那边也不放下，所以打算2头跑。这样啊？2位老人都松了口气，2个孩子毕竟在清河县长大，对那边的亲人有感情也是情理之中，只要他们愿意回来就好。可是这样跑来跑去，你们会很辛苦啊。
不辛苦，我们不做那种日夜兼程赶路的商人，一路走来吃吃玩玩，再到邻近的几个城府逛逛，就当是散心了。那你们每次来可得多住上一些时日啊。那是自然，外祖母能不能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间给我们留着？每次回来我们都在家里住。怎么不行呢？你们尽管放心，西边那2间屋子以后谁都不许去，就给你们留着了。不过想了想，侯爷又说道：“你们每次是不是也回成王府住上2天？萧木的父亲他……外祖父请放心，父亲那边的事情我会处理。至于洛心，就让他多陪陪你们。那你们这次还会多住些日子吧？还会住些日子，等见好我母亲和师傅，我和洛心再走。”闻言，侯爷和老夫人都吓了一跳。你母亲不是没了吗？世人皆以为我母亲已经过世了，但其实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她尚在人间。从王府出去后，她一直在山中养病，也就是今年身体才好了一点。侯爷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你爹知道吗？他知道你娘还活在这个世上吗？他们这些人只要是和成王熟识的，都知道成王对这位夫人的感情。若是他知道夫人并没有故去，不定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父亲他还不知道，也请外祖父暂时不要告诉他。若是母亲同意与他见面，再告诉他也不迟。对，人家要是不想见的话，可千万不要勉强。都这么多年了，该放下就放下，演那个神情给谁看呢？这怎么能说是演的呢？我看老萧他挺真的，当年的事情他多伤心。狗屁，就他还有真情。当时他夫人还在的时候，他就左一房右一房的娶回家。就这种男人，你跟别人说他就喜欢大夫人，谁能信啊？他们2个当年不是情况特殊吗？2个人之间有误会，成王当初娶他夫人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只是他夫人看不清。你又跟我犟这件事，我不管他是赌气还是委屈，娶了几房小妾，又生了几个儿子，难道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别人还能逼他娶亲，还能逼他过夜不成？夫人，孩子都在呢，你这是说什么话？反正你别做那烂好人，让成王那个家伙又缠上他夫人。当初要不是看他夫人人品好，我也不会同意洛心的这门亲事。要是他儿子和他一个德行，我肯定让孙女回家来住。萧木在一旁听着，觉得话音不对，怎么说着说着说到自己头上来了？无妄之灾呀！外祖母，我好孩子，外祖母没想说你，你比你父亲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好了，这毕竟是萧家的家事，我们没必要因为别人的家事伤了自己家的和气。小木，你去见母亲，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说。好，谢谢舅舅。第2天，萧木和叶洛心去街上买了4样水果，便奔着南山的昭月庵而来。叶洛心和萧木到的时候，给他们开门的是2个不到1米高的小姑娘。我家主子今日身体不适，不想见客，请问2位是有什么事吗？我们不会打扰太久，只是过来说几句话就走，麻烦你们给通传一下。那你们是谁？我们是你家主子的故人，后面这个是你家主子一直想见的人，你们给通传一下，他肯定会见的。好，你们在这里等着。没多一会儿，其中一个小姑娘欢快地跑出来，主人请2位客人进屋说话。2人便跟在小姑娘的身后走进了房间。小女孩钻到屏风之后，没多一会儿，从屏风后面浮出一个美人。说是美人，真的一点儿也不夸张。虽然岁月已经在她的脸上刻下了痕迹，但是眼前的这个女人仪态端庄，气质在出尘，再加上有几分病气，更是我见犹怜。夫人，站在对面的萧夫人先是看了看叶洛心，又看了看萧木，然后露出一个微笑。你就是木儿的妻子，不用客气，叫我娘就可以。娘，哎。萧夫人轻轻应了一声，眼睛看着萧木，不自觉的就红了眼眶。你们2个回来多久了？路上辛不辛苦？萧夫人让2人坐下，便关心的问道。不辛苦，我们倒是回来一些时日了，只是家里那边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忙活了好久，所以来得晚了一些。萧夫人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挑理，她看着萧木，希望他也说点什么。可是平时就寡言少语的萧木，此时更像是被封锁住了嘴巴，一句话都不肯说。见2个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尴尬，叶洛心只好再次开口说道：夫君在家的时候就和我说了，娘是个大美人，我实在是没想到娘看起来竟然这样的年轻漂亮。真的，木儿是这样跟你说的。不过我现在也老了，实在谈不上什么漂亮。哪有，说句不恭敬的话，您看起来就像是夫君的姐姐，一点也不像是她的娘亲。听了这句话，不光是萧夫人不敢相信，就连萧木都坐不住了。他家小娘子平时挺稳重的，怎么见到他娘说话风格就变成这样了？娘，您的身子还好吗？身体没什么大碍了，多亏了你们给我找来的望风盒。你师傅说这望风盒是你一直守着的，辛苦了。没什么，顺便而已。我想起来了，当初夫君带我去山上，就是为了去保护这株望风盒。后来师叔来了，把望风盒带走，我们2个才从山上下来。洛心，你也跟着受累了。没有，娘可千万不要这么想。现在想想，在山上的那段日子真的很快活。哦，是吗？挺快活的。年初的时候，我的身体因为常年服药，积累了大量的毒素，已经难以为继。服用了望风盒后，才开始慢慢好转。这么多年了，我没想到我身体能好起来，更没想到还能见到木儿。当初你走得那么坚决，我以为你并不想见到我。萧夫人听见萧木的话也愣住了，当年的事儿确实是她太冲动了，
要不是他非要和萧木的父亲赌气，事情也不会变成后来的样子。只是那个时候心气太盛，忘了顾及孩子的感受。刚刚离开王府的那几年，他几乎常年处于昏迷状态，是师兄他们一碗一碗的药给他灌下去，才保住了他一条命。偶尔清醒的时候，他也会想起自己这个年纪尚小的儿子。师兄们说他在王府生活得很好，这才让他安心了一些。只是那次他不知道又昏睡了多久，再醒的时候，于逍遥忽然跟他说孩子那边出了事儿，一场大火烧了整个西院，还是师兄他们出手才将孩子救出来。那时候他自顾不暇，孩子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又双双离世，他实在没有什么可托付的人，再加上他心中有恨成王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两个人的儿子，于是便求师兄给孩子找一个可靠的人家托付，让他远离京城，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也不会被王府的人找到。就这样，萧木便被送往了青山村。其实当年于逍遥送他到青山村，也正是因为那里有一株望风荷，有了望风荷，他可以一边守护着药材，等待药材长大，也可以同时顾及萧木，教他识字学武。正好身边有和萧长河熟识的侍卫，便把孩子托付给了萧长河。你们难得来一趟，我已经让小厨房备下了菜，中午就在这里吃，好吗？好的好的，厨房在哪里？要不要我去帮帮忙？都到我这里啦，哪还能用你动手？只是我这些年都吃素，你们能吃得惯吗？能。夫人吃素是因为一直挨着安堂住的原因吗？我是因为喜欢吃素，才特意找来这处地方住。昭月庵的斋菜挺好吃的，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了，我就让张妈去安堂里买2道菜来吃。那夫人以后会考虑下山去住吗？不了，唉，我在山上住了这么多年，早就习惯了山上的生活，况且山下也没什么吸引我的，就不下去了。那要告诉成王您还在世的消息吗？这么多年，我和他都生活在京城，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次，这说明我们2个确实没有这个缘分。既然如此，就没有相见的必要了。您这些年一直住在山上，恐怕想遇见都难吧？我知道，回去之后我也会和外祖母和外祖父说清楚，让他们帮忙保守这个秘密，那就有劳了。很快，2个小丫头忙里忙外的，和另外一位妇人一起把准备好的午饭端了上来。娘，你平时就吃这些吗？我平时哪里吃得了这么多的菜？我们2个妇人再加上2个孩子，只要4道菜就够了。只是你们能吃习惯吗？闻起来很好吃，一定能吃习惯，喜欢就多吃点。萧夫人笑着让婆子给盛了3碗米饭，然后加了一个香菇丸子放进叶落心的碗里。这道菜张妈妈最拿手了，你尝尝看。叶落心夹起丸子，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立刻赞道：外酥里嫩，味道刚刚好，那就再来一个。萧木坐在2人对面，一边默默地吃米饭，一边看着2人的互动，心中的那份紧张和不适的情绪也早就烟消云散了。萧夫人一直默默地观察着萧木，见他只低头扒米饭，也不夹菜，便拿起筷子把每一样菜都给他夹了一点。你看看你都多大了，还挑食呢？我记得你小时候最不喜欢吃的就是绿叶的青菜，这道蔬菜包味道很好的，你倒是尝尝看。娘，我自己夹就行，而且我现在已经不挑食了，什么都能吃。哦，这样啊。娘，萧木他现在确实是不挑食了，我看着他，你放心吧。萧夫人点头，脸上慢慢露出一个笑容。师傅和师叔他们平时住在什么地方？今天怎么没见他们过来？他们知道你和洛心要来，前天就去山中找宝贝去了，说是送你们一份见面礼。山中的宝贝不会是千年人参吧？吃过了饭，叶落心和萧木就起身告辞了。娘，您在这边静养习惯了，我们就不多打扰了。那好，你们在京城若是留的时间久，就抽时间再来一趟，到时候你师傅的礼物肯定就准备好了。娘放心，我们还会再来的。2人沿着山路向下，回到侯府之后，叶落心便把萧夫人的话对着侯爷和老夫人2人说明白了。夫人她看起来不想下山，而且她住在安堂旁边，应该是有进修的心思，我们就别把这件事情告诉王爷了。行，我知道了，我不告诉他就是了。不过洛心，我还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什么不同的想法？你说那位萧夫人，她虽然一直住在山上安堂附近，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既没有剃度，也没有皈依，这是不是代表着她其实还留恋着这凡尘俗世，只是没有一个好的机缘让她重新返回来而已？就算她对这红尘还有留恋，那留恋的也是自己的儿子，绝对不会是那个风流成性的萧长远。你别好心人办坏事，这话要是从你嘴里说出去，我可跟你没完。夫人这是怎么看我呢？我都已经答应洛心了，我肯定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你放心，要是发现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肯定不会放过他。处理完了凌渊阁这边的事，又看完了萧夫人，萧木此行的目的就已经基本完成。这天，叶落心又和苏秋柏一起去验收卖荷包的铺子。苏秋柏突然问道：洛心，你们是不是准备回去了？我昨天和你说的，把你荷包的工坊转移到京城这边来，你想的怎么样了？舅舅，我昨天仔细想过了，你说的虽然有些道理，把工坊转过来可以节省陆运的成本，又能贴合京城这边人的喜好，可是我实在挑不出合适的人过来这边。一个都没有吗？是，我那边工坊里的人都是村里的姑娘媳妇，他们自己出来，家里肯定不放心，要么拖家带口的一起出来，要么就是干脆放弃这个活。他们和我不一样。
样，对于他们来说，家的意义要大于一切的。这样，苏秋白点了点头。其实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我昨天问你，也是考虑或许会有姑娘想到京城这边来发展。既然没有，这个问题其实也好解决。我从京城这边找2个绣娘，让他们去青山村的作坊里学习一段时间，等他们全都学会了，再回来开店不就行了？这样最好。舅舅果然有经验，就没有能难倒你的事。你这个孩子。苏秋白也笑了起来，她的这个外甥女只有相貌上和妹妹一样，性格上真的一点也不像。不过她这么精于商道，应该是像自己更多一些。外甥像舅舅，没毛病。我想着等京城这里的手工坊开起来，定期让两边的人见面，互相交流一下经验，这样他们也能做出更有创意的荷包来。舅舅，你也太有想法了吧？这不就是后现代的员工交流会吗？交流工作，顺带着旅游了，互相了解一下对方当地的风土人情。他的这个舅舅真的是超级优秀的人物。想什么呢？我在想，舅舅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还是一个人啊？这个呀，可能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吧。享受黄金单身汉的生活。什么金什么汉？意思就是说很有钱的单身汉。舅舅长得这么帅，又这么有本事，当年肯定有很多姑娘吵着要嫁你吧？有吗？我当年其实没钱，长得也不好看，姑娘看不上我也是正常的。叶落心一听，这里面好像有情况啊，可是看苏秋白好像没有说下去的意思，便停住了自己打探下去的欲望。舅舅若是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倒也不必顾及别人的看法。是啊，最难的时候我都过去了，现在我到了这个位置，别人就算是想说什么，也都只能在背后偷偷的说，不敢让我知道。那我还有什么可在意的呢？是，舅舅就是牛。你将来啊，肯定不比我差。苏秋白见外甥女竟然这样理解自己，心中也高兴起来。又过了2天，200个荷包和300只兔子从青山村那边运送过来，苏秋白全部安排妥当，就开始和叶落心研究开业的日期了。舅舅不是找人算了好日子吗？我对这个不太懂。算是算过了，不过几个先生算的黄道吉日都在年后，那样的话，你回了青山村，怕是赶不及这边开业。原来舅舅是担心这个，开业的事舅舅张罗就好了，有我没我都一样。那怎么能一样？你自己也要分成的，算是半个老板，开业时怎么能不在？我只管分钱，经商上的事情还得舅舅多操心了。京中的几个店，叶落心与苏秋白都是合伙经营。说是合伙经营，其实是叶落心提供原材料和创意，其余的事情都是苏秋白来管。店铺经营所得，两人5-5分成。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就不坚持了。还有20多天就过年了，这个铺子我就等过完年后再开张。多凭舅舅做主。你们不是说走之前还要去南山上去一趟？夫君说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行，你不是说我那家点心店里的点心你很喜欢吗？今天回去的时候先去铺子里选一些点心，明天一起带着。谢谢舅舅。第2天，萧木刚想抬脚进去，突然一个锅盖从屋里飞出来，差点砸到了他的脸。有贼人！你快进去看看。刚踏进去一只脚，一个勺子从他头顶飞过。小心！此时屋里的人也都听见了动静，不约而同地喊道：老二、木儿、爹、娘，你们2个怎么来了？娘，你还好吗？挺好的，没什么事。需要我帮你把他赶出去吗？老二，你怎么回事？你还想赶你老子不成？对不住了，这里是母亲的亲兄弟，外人不宜打扰，还请王爷先出去吧。萧木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见王爷不肯动，他直接动手将王爷从屋子里拖了出去。小木，你这个不孝子，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告诉你，你快给我松开，你松手！我还会再回来的。屋子里，叶落心和萧夫人相视一笑，真是不巧了，让你们看到这么乱的局面。叶落心刚想安慰他，忽然看见桌子下面钻出来2个小不点儿。哎呀，吓死我们了！大哥算是走了。夫人，今天的勺子够用吗？你们2个去把屋子收拾一下，让张妈妈给客人端茶。是。王爷最近是经常来吗？从半个月前开始，天天都来。半个月前不就是自己和萧木来的时候吗？难道王爷是跟踪他们找到了这个地方？这时萧木也将王爷送走，回到了屋内。娘，他是怎么寻到这里的？夫君，可能是我们泄露了娘的行踪。原来是这样。萧木也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他就说怎么会这么巧？萧夫人在此生活了这么久都没有被发现，结果他们一来，成王就寻过来了。他竟然跟踪我们！我今天晚上就去找他，让他以后不要来这里。没事的，这些事你们也不用放在心上，反正他也不是我的对手，我只是讨厌他每天在我房前絮絮叨叨。叶落心和萧木对视一眼，你们上次说在走之前会再来看看我，今天过来是不是代表着你们2个要离开京城了？是的，眼看着快要过年了，当初走的时候我们答应了家里会回去过年，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是啊，快到年关了呀，那对父母一定对你们很好吧？爹娘对萧木很好，对我也很好，虽然娘的脾气不好，但是她都是对外很厉害，对家里人很心软的。那就好，那就好。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小时候没有好好的带阿木，让他吃了很多苦，要不是我那个时候逞强斗狠，阿木后来也不会遭遇那些事情。说起来是我对不起他了。娘，叶落心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位母亲，但若论起来，萧夫人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谁没年轻过呢？有些事情发生就是发生了，后悔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娘，虽然夫君小时候受了些苦，后来还被迫离开了王府，但是你看他现在身体健康，站起来有别人1个半高，而且事业有成，家里的好多生意都在赚钱，并且还娶了一个好媳妇，也就是我，夫妻还算和睦，日子过得也
算幸福。只要你们日子过得好，我就放心了。娘，您知道萧木的大哥，也就是萧景荣发生了什么事吗？您肯定不知道，他在礼部侍郎的位子上不好好干，勾结地方官员，干预科举考试，企图扰乱朝政，前几天被抓进大牢了，这么严重。萧夫人虽然不关心其他几个妾室生的孩子，但是对于这件事情还是大为震撼。娘，你想想，那萧景荣可是在王爷跟前由王爷一手带着长大的，若是萧木当初不离开王府，那在王爷身边长大的孩子是不是就会换成萧木啊？萧夫人一脸懵懂，如果那样的话，今天进大牢的人没准就要变成萧木了。一直在旁边静静喝着茶水的萧木听见这话，猛地被呛了一下。他一边咳嗽，一边转头不可思议地看向叶洛心。娘，洛心说的对啊！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若是生活在王府，每天受到这种权势和金钱的熏染，没准儿也会变得贪心不足，到时候也会犯下这种大错，或者比这更严重的错误。会吗？会。所以说，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事，对我来说是一种好事。对，帮助他摆脱了可能犯罪的环境。那你是说我那个时候阴差阳错，是做对了？萧木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是。他一边点头，一边想起之前叶洛心对自己说的话：为人父母，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父母。你娘之所以那么做，肯定是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况且她并没有做实质上伤害你的事，看得出来，这些年她也一直活在悔恨之中，实在不需要你再去帮她加重这个悔恨了。若是你不能理解，你就想想，若是有一天我们两个为人父母了，我因为不小心丢了孩子，你会希望孩子恨我一辈子吗？萧木心中的恨意本来就不多，听见叶洛心这样说后，更是敛去了自己的那一点恨意，因为他实在是不希望将来的孩子会对洛洛有一丁点的恨，若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那也一定是不得已的。所以在面对萧夫人的重重疑问时，他也能够很坦然地安慰她：过去的种种就让它过去吧，以后我们向前看就行。好。萧夫人眼含热泪，这一刻她才觉得自己的身子是真的好了过来。对了，你们的师傅和师叔到现在都没回来，你们若是走了，这一时半会儿的也不会再回来了吧？那你们的礼物岂不是送不出去了？谁说我们的礼物送不出去了？萧夫人话音刚落，院子里就传来了爽朗的笑声。一会儿，两个身穿白衣、打扮儒雅的男人走了进来。师傅，好，成熟了，也稳重了不少，也厉害了不少。当初和我打架的时候，可是一点也不手软呢。师叔好。好，知道给你师叔问好，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师兄，你们怎么才回来？当初说走个7、8天的就能回来，这一转眼都快1个月了。这个说来话长，你们且等一下，我去给你们拿好东西。说着，他走出房间，再回来的时候，手里就拎着一个笼子。众人这才发现，笼子里面竟然是一只浑身雪白的狐狸。银狐？这周边的山上竟然有银狐吗？可不是，我们也没想到这边的山上还能有这好东西。本来是打算挖一颗人参就回来的，没想到半路看到了这只小狐狸。这只银狐十分狡猾，和我们周旋了大半个月，带着我们翻了好几座山。后来师兄摆了八卦阵，才好不容易将这玩意儿抓住了。萧夫人对着笼子端详了半天。师兄，银狐也是有灵性的，你们何苦将它拘在这笼子里？我哪里想到这么多，只不过是觉得你平日里一个人无聊，想抓个小玩意儿回来解闷而已。我们也没害他性命，你养着他肯定也亏待不了他。多谢两位师兄，不过这狐狸我不能留，还是放它自由吧。好。于逍遥毫不犹豫地说。于明却老大不高兴，小声嘟囔道：好不容易抓来的，早知道就不费这个劲儿了。师兄，你们这次也辛苦了，我让张妈准备了几道菜，你们一会儿都留下来吃饭。一听说要留下来吃饭，于明立刻高兴起来。好。说完，他便抱着笼子走出门去。到了屋子后面，他打开笼子，这里就是半山腰，我在这里把你给放了，也算是放狐归山了。你要是自己不认识路，再被别人捉了去，那可不能怪我了。他把狐狸放到地上，然后直起腰来，准备看着他逃走。这只小狐狸却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于明气笑了，让你走你不走，当初让你别跑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听话呢？快走！他说着，抬起脚准备踢在狐狸的屁股上。看到他的动作，小狐狸立刻就动了，不过不是逃走，却是往反方向朝着屋子里跑去。你关了你几天就变傻了，你那股机灵劲儿呢？于明从后面跟着狐狸进屋，本想对师妹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却见狐狸此时已经规规矩矩地趴在了叶洛心的怀里。这是怎么回事？别说于明愣住了，就是屋子里的几个人也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小东西难道是傻了？萧木看见小狐狸把脑袋扎进叶洛心的腋下，趴在那里动也不动。我家夫人惯来招这些小东西的喜欢，这只狐狸可能是喜欢上洛洛了吧？还有这种事？当初要是有你夫人在，岂不是不用费力气，这只小狐狸就会自投罗网了？也许吧。想不到洛心还有这样的机缘。狐狸机敏，只有至纯至性之人才能获得他们的认可。洛心定是个善良的孩子，原本是给你带的，结果这狐狸自己认主，那没办法了，就把你们的礼物换一下吧。于明说着，从地上的背篓里又拿出一个东西，那东西用树叶包裹的
严实。打开树叶，一根快有小臂粗的人参露了出来。你们这是把人参精给挖出来了吧？这人参得是多少年的？没有1000年，也得有800年了。这么多年了，他是怎么活到现在才被发现的？丫头，你一定是不知道这京城西边的玉龙雪山。确实不知。这玉龙雪山常年飞雪覆盖，山脚下和半山腰都积了很厚的雪，普通人想要靠近都难。既然那么冷，山上怎么会长人参呢？听了叶落心的话，于明哈哈笑了起来，仿佛等的就是他的这个问题。这雪山奇就奇在，虽然雪脚下和半山腰都是雪，可是山顶上却有一处四季如春的地方。不可能，那雪山顶上地势更高，应该更冷才对。说完，他看着于明和于逍遥，心想：别以为我读书少，你们就想骗我，这点地理常识我还是有的。半晌没开口的于逍遥缓缓道：你说的很对，按照常理，确实应该如你所说。不过凡事都有例外，雪山上这一特别之处，也可以说是一处奇景。哦，除了于明之外，在场的其他3个人也都来了兴致。到底是什么样的奇景能够造就这种机缘？之所以有此奇景，是因为那山上有一处温泉水。温泉水？对，那山中腹地不知怎么的生出一股温泉来，受温泉水的影响，水流经过之处，周边都是生机盎然的。别说是人参，还有其他好东西呢。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处水流只在地面走了一小段，然后又没入了山体之中，所以别的地方看不到这处景象，须得爬上去才能发现。原来如此，众人恍然大悟。一座常年冰雪覆盖的雪山，因为路途艰险，很少有人会靠近，这也是成就了这根千年人参的根本原因。我们也是在偶然之间发现了这块地，这人参发现之后，我们一直都没动，总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再把它挖出来。要不是为了给你们送礼，恐怕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这么大的礼，我们怎么敢收？现在倒也不用你们收了，你收了师妹的狐狸，这颗人参就是我师妹的了。我不需要，我这身体虚不受补，这么大颗人参我也不敢随便吃，还是给2个孩子吧。行吧，算你们运气好，这2样都归你们了。不用了不用了，我们真的不能要。这玩意儿虽然说起来值钱，但是在我们眼里却啥都不是。说给你们，你们就收着，哪来的那么多的废话？你们师叔就这个脾气，既然给你们了，你们就收着吧。要不我们带着人参去找裴神医，让他用这颗人参做1味补药，再把补药送给几位长辈，你看怎么样？行，这个方法不错。你们刚才说谁？裴神医是那个裴树吗？他不是和萧长远那个老家伙关系好吗？不行，不能找他。这萧木和叶落心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师兄，上一辈的恩怨就不要牵扯到2个孩子了，更何况裴神医多少也算是帮过我们，就不要计较这个了吧。那他也是那个萧长远一伙的，萧长远差点害死你，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都得滚得远远的。萧木和叶落心听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要说成王身边的人，他们2个怎么能不算呢？师叔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把他们2个也算在里面。算了，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事儿也掰扯不了那么清楚，只要那个萧长远别来沾边就好。别来沾边？一听这话，萧木、叶落心和萧夫人3人又变了脸色。怎么了？那个萧长远还真来沾边了呀？萧长远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师傅，都是我们不好，肯定是我们上次来的时候不小心被人跟踪了，让成王找到了这个地方。他还真敢来，被我碰见，看我不打断他的腿！不行，他要是不来了，我这个气发不出去，我现在就去找他，看我不打断他的腿！师弟，切勿鲁莽。师兄，当年的事情咱们没有参与，可是如今我可不能再让那个人欺负师妹了。师弟，你别忘了，不管萧长远和师妹怎么样，那都是师妹的家事，你不能擅自做主，还是要看师妹的意见。我不去找也行，希望他不要撞到我面前来。师兄，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这些年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也都是因为你们。现在我身体也好了，我自己的事情就让我自己去处理吧。萧长远他毕竟是王爷，我们若是惹了他，也难免会有麻烦。更何况我听阿木他们说，萧长远的大儿子如今锒铛入狱，就算我们不动手，他的日子也不好过。真的？好呀，他也有今天，这都是他的报应。当年若不是他害了我们师弟，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哼，萧木，这只狐狸既然喜欢跟着你们，那你们便带走。至于人参，既然给你们了，你们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不用理会其他人的意见。你们回到青山村后，也替我向家里的2位老人问好，若是有什么需要师傅帮忙的，你们也尽管说。谢谢师傅，如今我们的日子过得都很不错，师傅若是有时间也可以回去看看。师兄也不必挂心，我闲聊时听洛星说了几句，2个孩子现在生意做得很不错，都把店开到京城来了，他们以后还会经常来京城，来的时候就能来看我们了。好，以后常见面就好，你们母亲其实也挺想见你们的。师兄，这些就不用说了。好，不
说了，不说了。大家全都哈哈笑了起来，山间小屋的气氛很融洽。另外一边，王府里的氛围却有些紧张。王爷，您喝杯茶吧。王管家觑着王爷的脸色，小心翼翼地端上一杯茶，却被王爷一掌扫到了地上。老二真是太过分了，身为人子，他不知道为自己的父亲解忧，竟然还对父亲动手。王爷，您消消气。你说他是不是个逆子？王爷，二公子是个孝顺的孩子，他今天将我推出门，你竟然说他是个孝子？王爷，您也说了，二公子他身为人子，应该尽人子的孝道。可是王爷忘了，他也是王妃的儿子，他今天这样做也是为了尽孝道。那他也不能光孝敬一个人吧？王爷，您想想，这么多年王妃受了多少委屈，她现在住在山上的破木屋里，而您却住在这王府中，妻儿成群。二公子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心疼王妃多一些。况且王妃心中的怨气那么大，若是二公子跟您站在同一战线上，谁去安慰她，谁去开解她？现在二公子和王妃关系这么好，要是时机成熟，让二公子帮您说上几句，王妃不是就消气了吗？他真的能帮我开解吗？会的，会的。那得多长时间？明天能行吗？哎呦，王爷，那可不行，您这太心急了。我不心急不行啊！他的两个师兄如今都不在，我尚能进到屋内。若是他两个师兄得到消息过来了，哪还有我说话的机会？那您给二少爷一些时间。不行，过几天那个小子就回清河县了，到时候他哪里还记得我的事？况且这件事情也不一定非得他出手，我自己也能搞定。王爷，你是打算……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王爷，这么多年了，您终于同意把这件事公之于众了，老奴为您高兴啊！这有什么好激动的？您之前一直都不肯说，老奴是觉得您受了委屈啊。小玉都不在了，我这些话说给谁听？反正别人怎么想，我又不在意。那现在小玉又回来了，说明老天还想给我一次机会。只要小玉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生我的气了。说完，王爷起身，快步向外走去。王爷，您这是要去哪里？管家追了上去。当然是去找小玉。王爷，您先别急，这事咱们还得慢慢谋划一下呀。不行，等不了了。王爷站在门前朝马夫招手，马夫立刻牵来一匹骏马，王爷一个翻身就坐到了马背上。王爷，你等等老奴啊！王爷却一夹马肚，疾驰而去。小玉不喜欢别人靠近他的住所，你们谁都别跟着。王爷的性子怎么还是这么急？他这空口白牙的，王妃怎么会相信他呢？不行，这次我一定要帮王爷才行。说着，他立刻唤来车夫，走，驾上马车，随我去一个地方。叶落心、萧木正在屋里陪着几位长辈吃饭，冷不丁的就听见院子里传来王爷的声音：“小玉，你出来，我要把当年的事情和你说清楚。”萧长明他还敢来，正好省得我去找他了。说着，他站起身，拿起放在一边的佩剑。师弟别冲动，师兄你总是让我不要去找他，可今天是他自己找上门的，这就不能怪我了。冲动解决不了问题，况且他现在的身份毕竟还是王爷，王爷又如何？怕他干什么？师兄，你现在立刻将我逐出师门，我给他一命换一命。师弟，师兄，虽然他是王爷，但是在我心中，你们的性命比他要重要许多。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人与他换命，因为他萧长远根本就不值得。这样吗？可当年师弟的事情，还有你的事情，难道就这么算了？小玉，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进去了。他还敢进来？看我今天不打死他！完了，叶落心和萧木同时看向对方。今天这件事情恐怕没有办法善了。正在这时，于明已经冲出房门，和站在院子里的成王打了个照面。师兄，谁是你师兄？萧长远，你给我拿命来吧！师兄有话好说，你先听我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再敢喊我师兄，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下酒喝。几个回合之后，于明抓住了一个机会，反手一剑削掉了成王鬓边的一缕头发。成王见于明下手丝毫不肯留情，心中的火气也上来了。师兄，我不想和你真的动手，你就这么想杀了我吗？我早就想杀你了，今天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别怪我不客气。于明本来想要抽剑刺向对方的喉咙，没想到这一碰之下，他的剑竟然断了。萧长远，你竟然弄到了北都玄铁！于明大惊失色，跳出圈外。师兄，承让。此时屋子里的人已经全都走了出来。萧长远，我之前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也请你不要再到我这山上来。小玉，我知道你为什么恨我，这些年虽然你不在，但是我已经把府里那些女人们都送到外面庄子上了，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个，可是有一件事我必须和你说明白。我不想听，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前的种种过往我也不想再回忆，否则我们师兄
兄妹3人联手，你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小玉，我说别说了。好，就算你我恩断义绝，难道你连你师弟的下落也不想知道了吗？什么？你在说什么？你是说我们的师弟还活着？是啊，一直都是你们说他死了。你把他关在什么地方了？这么多年，你一直都知道他的下落，竟然什么都不肯说。当年你眼睁睁看着师妹伤心，却什么都不肯说，如今你却又故意来透露师弟的事，你到底想干什么？10几年来，成王心中的委屈一直无人诉说。当年明明他什么都没做，所有人都怪罪到他的头上，如今明明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把那个于江找回来的，结果他们又是不分青红皂白，连问都不问就把罪名安在他的身上。你们也不想想，你们的师弟现在在我的手中，你们还敢对我这个态度？你把他藏在哪里了？快点把他放出来！怎么，师兄觉得你那把破剑还能打得过我？那加上我呢？再加上我呢？成王可觉得还有胜算。叶洛心这才注意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手中也握了一把剑，执剑在手，他仿佛已经不再是那个病弱的夫人，而是一位仗剑天涯的女侠。小玉，成王脸上浮现出一抹伤心的神色。果然，不管自己说什么，在小玉心中最重要的那个男人还是他的师弟于江。好啊，那你们就一起上吧。成王在每个人的脸上扫过，然后对着萧木说：你若是想给你母亲帮忙，也可以提剑上来，就算是以1敌4，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说完，成王将剑横于胸前，摆好了决斗的架势。现场气氛紧张，一场战斗一触即发。等等，大家先等等，我将人给带来了，我家王爷是个好人呐。这句话就像一个炸雷，让在场的人全都朝着他看了过去。只见王府的老管家走进院子，在他身后还跟着一顶轿子，轿子里的是师弟，是你吗？师弟。轿帘缓缓地被人从外面打开，一张熟悉的脸庞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真的是师弟。于明踉跄了一下，忙快步上前，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于江的眼睛一直紧闭着，对于他的呼喊完全没有反应。师弟，师弟，你把他怎么了？成王没有开口，只是高傲地以手环胸。你，于明刚要发脾气，这位道长不要生气，我家王爷一向不喜欢解释，这件事情我知道，我来说给你听。叶洛心也往前凑了凑，事情的真相要浮出水面了吗？老管家示意侍卫们将轿子的帘子盖住，又对着大家施了一礼。外面风大，于公子身子弱，将帘子盖住能暖和一些。去，把我的手炉拿来，放到轿子里。不必了，夫人，来之前我已经让人在里面放了3个暖炉，再多一个恐怕没地方放了。这位于江于公子确实是在我们府上的别院之中养身体，不过他不是在别院住了10年多，而是1年多。1年多，这就意味着于江本来不在成王的府内，那他原来是在哪里呢？王爷1年前去南疆寻访，碰巧在那边遇到了身受重伤的徐公子，因为认识他，也知道王妃心中一直关心这位公子，王爷这才出手相救，并把于公子带回了京城。萧长远，有人说师弟在消失之前去了府里见你，这件事可是真的？千真万确。那他到底和你说了什么？他只说让我好好照顾你，这话我很多年前已经和你说过了，可是你一直都不肯相信。他真的只说了这个？我什么时候骗过你？那你在南疆见到他，他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哼，你们不是一直说你们的小师弟是被我杀死了吗？现在终于相信我说的话了。王爷啊，这位道长想要知道南疆发生的事，不如您就把南疆的事告诉大家。成王一脸不屑。王爷，您做了这么多，要是不说出来，别人怎么会知道啊？既然我家王爷不肯说，那就由我替他说一下吧。1年前，我陪王爷去南疆巡视，在一处客栈休息时，遇到了于江少侠。为什么能够一眼认出来呢？实在是因为我家王爷对这位少侠的印象太深刻了。王妃虽然嫁进我们府里，但是心中却一直忘不掉这位少侠，而且他临走前还特意去见过我家王爷，导致王妃一直有误会，我家王爷也是一直耿耿于怀。王喜，好好讲南疆的事，平白的说这些干什么？是王爷，那我便接着往下说。那日在客栈遇到于少侠时，他已经身受重伤，我们王爷便施以援手，将于江少侠救了下来。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南疆内部发生叛乱，于江为了帮助南疆王平叛，以一人之力抵御了大批叛军的进攻，这才导致身受重伤。后来呢？后来当然是我们王爷亲自出手解决南疆的事。王爷英明神武，骁勇善战，仅用了7天的时间就帮助南疆王击退了叛军，也将躲在地道中的南疆王和他的孙子救了出来。因为这件事，南疆王对我家王爷感恩戴德，说什么都要在他们南疆的大慈寺中为王爷供一个长生牌位。可是我家王爷是什么人，当然没有同意。后来
你说是就说是，别说那些有的没的。是王爷，可我说的都是事实啊。我们在当地为于公子找了大夫，也让随军的大夫帮他检查了身体，但是几位大夫都说他伤势过重，恐怕回天乏术。听着管家的话，再看着眼前的轿子，大家也都同时想到了。虽说当时情况危险，但最后还是找到了办法。后来还是王爷将自己的保命丹给他吃了，这才保住于公子的性命。那他在昏迷之前有和你们说过什么吗？我们王爷对这位公子感情复杂，第一时间就问了他一个问题，问他为什么不告而别，跑到南疆这边来。听到这句话，大家都将目光转移到了管家身上。在场众人都被这个问题困扰了这么多年，若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这位小师弟不会不告而别。当时于公子对我们家王爷说，他之所以不告而别，是因为与南疆公主有了私情，南疆公主要回自己的领地，他也只能跟着一起回去。什么？竟然是为了这样的事儿？没有家国大义，也没有难言之隐，只是为了一段儿女私情？不可能，师弟一向知书达理，绝对不是这么自私的人。可这话也确实是于公子说的，当时我家王爷也不相信，追问之下，于公子才说，因为当年师姐对他有情，但是师姐嫁人之后，他就知道他们两个人已经绝无可能，所以自己既然要走，就走得彻底一点，彻底断了师姐的念想。还有就是你们门派门规森严，他也不想让两位师兄知道他的打算，免得到时候师兄将他强行扣住。管家这话一出，于明和于逍遥脸上都是红一阵白一阵的。当年师弟最是得师父疼爱，师父若是知道他要投奔南疆，肯定不会同意。可这也不是他不告而别的理由吧？让人平白无故的担心了这么多年，这怎么也不像他师弟能做出来的事儿。在场众人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萧夫人更是白了脸色，转身回到了房间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我怎么解释，你们都不肯相信这件事不是我做的。可事实上呢，你们一直担心的人根本就没有把你们放在心里，甚至避之唯恐不及。这样的结果，你们满意吗？这些都是你说的，师弟到现在还没醒，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猜我为什么要救他，又为什么要把他从南疆那么远的地方带回来？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让你们能够亲耳听到事情的真相，让你们都为了曾经冤枉我而心怀愧疚。屋子里的萧夫人听见这话，再也忍不住出来骂道：萧长远，从成婚到现在，你一直认为我心中只有师弟，既然如此，你又为何要来找我，守着你的一群妻妾过日子不好吗？是啊，你问的对，都已经如此了，我还心心念念做什么呢？可我就是他妈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能怎么办？控制不住自己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既然师弟的事情不是你做的，那咱们就彻底两清了。希望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程王妃说着又要转身回去。小玉，你别忘记了，你可是我的王妃，我既没有休妻，也没有和离。如今王妃之位还在空悬着，就等着你回去重新坐上那个位置。小长远你，凤玉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凤玉，你可知道这些年凤家示威，你的那些兄弟子侄也都靠着我的维护，才能有如今的地位。若你不是我成王府的王妃，他们凭什么得到这些？小玉，就算是看在凤家的面子上，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萧长远，就算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你就不能放我一条生路吗？你好，既然你这么说，那你这个师弟我也一起还给你，希望你们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说完，成王头也不回的走了。管家还想说什么，可是王爷已经走了，然后也追着王爷跑了出去。王爷，你就这么把于公子扔在这里了？不然呢？昨天王爷不是还让裴神医给他诊脉，要将他医治好吗？现在把他丢在这里，难道王爷不想给他医治了？你听听他们说的，既然不需要我又何必自己凑上去？王爷，可是……行了，别可是了。成王跳上马背，策马而去。另外一边，他们把于江安排在2个小丫头住的房间内，萧夫人一个人躲进房间，再也没有出来。我进去看看娘吧。好。叶洛心进到屋内，看见萧夫人正对着铜镜发呆，眼角有几滴清泪滴下，饶是叶洛心看了也觉得十分心疼。娘，你怎么了？没什么，是不是被王爷的话气到了？萧夫人叹了口气，拉住叶洛心的手。唉，洛心，虽然我是你娘，但是看见阿木对你那么体贴，娘还是有些羡慕的。除了羡慕，我也很安心。好在我养的儿子没有随他的父亲。娘，我刚刚听你话里的意思，你这些年其实也对王爷动过情的，并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心里只有于江师叔。我之前确实是喜欢师弟，可是嫁人之后，我就已经和他断了联系。不过成王是个小心眼的，他总是不相信我已经收了心思，想要好好做他的成王妃，言语间会时不时的试探我。果然是个小心眼，心中有什么疑问直接问就好了，何必这样呢？说的就是啊。不过我那个时候也是个倔脾气的，他越是问，我就越是不说；他越是怀疑，我就越是不解释。2个人都没长嘴，所以有今天的这个局面，也不能说全怪他吧。
但是主要责任肯定是他。那当年为什么说您因为师弟的事直接气病了，直至撒手人寰？这件事是真的吗？是真的，不过他们都弄错了我伤心的根本原因。师弟出事，我当然难过，但是最让我难过的也是王爷他不分青红皂白，因为嫉妒一个人就出手杀了他。我觉得我们走到那个地步，就绝对没有再和好的可能了。再加上因为我的原因害了师弟，我实在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其实还有萧默，对，可惜我当时被仇恨迷晕了眼睛，等到出事之后再后悔也来不及了，一切都来得及。如何来得及？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受到的伤害能一笔勾销吗？并不是要一笔勾销。娘，其实您自己是受伤害最重的人，如今身子大好，您不能原谅10几年前的自己吗？我自己是咎由自取，谈何原谅？好，那就剩下萧默了。萧默的事之前我们说过了，如今他所得到的果都是当年您给种下的因，你若问他，他也不会怪您的。可是我虽然年纪不大，却也知道这人间之事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只要人还活着，其他的都有可能。您说呢？萧夫人缓缓地点了点头。至于您的师弟和王爷，他们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和您无关。要不要原谅，要不要帮忙，也都全凭着您的心愿行事。洛心，听你这么说，我突然觉得心境开阔了不少。本来就是这样，能困住自己的通常是自己的内心，只要您想开了，没有什么能困住您，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去处理。适当的放开自己，或者换个环境，没准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既然说到这儿了，娘，这次我们离开，您和我们一起回青山村吧，走出京城，看看外面的世界。离开这里，大梁这么大，您还没有走遍吧？大梁之外还有别的地方，比京城美的地方数不胜数。只要走出去，您就会发现，原先困扰你的那些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对了，我们认识那位陪神医，今天晚上我们把师叔带下山去，然后找陪神医给他医治。您放心，都会好起来的。萧夫人重重点头。这10几年来，她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么轻松过。她转过身去，从帐子后面拿出一个匣子来，她将匣子交到叶落心的手中。这些东西你拿着，可以换钱，治病需要的药材和诊费就从这里面出。娘啊，我们来出就好，况且夫君和陪神医交好，也用不上什么钱，给你就拿着，给你师叔治病，哪儿还用得着你花钱？况且这些也不多，若真的用不完，剩下的就给你们做生意用。见萧夫人态度坚决，叶落心只好收了下来。她走出房间，和萧默一起打开匣子，这才发现刚才萧夫人给的实在是太多了。这是不是太贵重了？我不应该说，我还是给娘还回去吧。既然娘非要给你，你就收着吧，事后她有什么需要，我们再还她就是了。那好吧。叶落心将东西收了下来，同众人商议之后，最后都同意由叶落心和萧默将于江带回侯府，然后请陪神医医治。老夫人照例在院中等着两人回家，没想到这走的时候是2个人，回来时候就变成了3人1兽。这是怎么了？外祖母，这位是娘的师弟，因为受了重伤，我们把他带下山来医治。原来是这样。老夫人放下心来，立刻招呼丫鬟道：快帮忙把人抬到屋里去，要请哪位大夫来给医治？咱们府里的大夫恐怕不行吧？他这个病情非同一般，除了陪神医，别人都不行。那还等什么？快去请陪神医过来。陪神医一向与王爷交好，如今这个局面，王爷会不会不许陪神医为师叔医治？裴叔那个老匹夫，他要是赶不来，我亲自上门去请他。还有那个萧长远，他要是不许陪神医来，就让你外祖父上门去找他。以你外祖父和他的关系，这点面子他还是得给的。几个人正在商议，忽然外面有仆人来报：老夫人，外面有一位大夫，自称姓裴，要求见夫人。快请他进来。叶落心和萧默走出门去，看见裴神医已经被请到了院中，两人立刻上前。裴神医突然到访，可是有什么事？不是说你们院子里有个快病死的病人吗？我当然是来给他诊治的。裴神医怎么知道的？我还没派人上门去请。裴神医已经随着众人来到屋内，看了看躺在床上的于江，然后回过头对众人说：是王爷告诉我的。王爷？叶落心对这个答案很是意外，没想到王爷竟然会亲自派裴神医过来给于江医治，他不是都恨死这个人了吗？怎么看你的神色是不相信了？其实王爷这个人吧，就是嘴硬心软，在这之前他已经让我帮着这位于大侠诊过脉了。今天王爷又突然找到我，告诉我于大侠已经被转移到侯府来了，让我到侯府来给他医治呢。我说你们一个个的这都是什么表情？是觉得我不会来，还是以为我治不好他呀？我告诉你们，这全天下除了我，没人救得了他。病人已经安顿好了，那就有劳陪神医了。他这个病情和我前段时间看的一样，脏腑多处受损，全身经脉尽断，都靠王爷的那枚续命丹才活到现在。那可有什么办法医治？若是落到别人手中，或许不能救，但是有我在的话，尚有一线希望。只是药方好开，药品却难寻，要想救他的命，
非得有1000年的人参不可。据我所知，这1000年的人参现在只有皇宫里面有1颗，想要拿出来那是难上加难呀。1000年人参，叶落心和萧木对视一眼，两个人面上都带了笑容。怎么，你们有办法把皇帝的那颗参给弄出来？不用那么麻烦。然后在裴神医诧异的目光下，叶落心拿出一个箱子，打开来，里面正躺着于逍遥他们找到的那颗人参。裴神医眼露金光，他把人参拿起来仔细端详，这颗人参也有1000年以上，看个头和纹路是难得的上品呢。你们这是从哪里得来的？萧木正要解释，一直抱在叶落心怀里的小狐狸却突然激动起来，他一下子从叶落心怀中跳出来，企图扑上去抢夺人参，还是萧木出手一把扣住了他的脖颈，这才保住了人参。夫君，这只狐狸怎么这么激动？师傅说这狐狸是他们挖参的时候偶然撞到的，看他这个样子，难道这人参是他守着的？裴神医将人参收了起来，狐狸果然安静了几分，他再次把盒盖打开，狐狸又开始激动起来。应该没错，看样子这只小狐狸应该是对这颗人参很熟悉。既然有了这1000年人参，剩下的事情就好解决了。其余的药材我家里都有，等明天我把药配齐，就来府上给这位于大侠熬药，不出3天，人一定能行。太好了，裴神医需要多少？什么需要？药材我都有，熬药也用不上你们，我还能有什么需要？诊费啊，听说裴神医出诊不仅难得，而且价高，这次为师叔医治需要多少诊费啊？这个呀，你不说我都忘记了。王爷只说让我来看诊，却没有说要给我多少诊金。等下我就登门问问他去。你是说这个诊金不需要我们出？那当然了，谁请的我就找谁要钱，天经地义。除此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件事相求。说吧，什么事要求我？裴神医最是精通药理，这颗人参入完药后，剩下的部分能不能麻烦神医顺手给制成补药，能够治病救人的那种？可以，最好还要有驻颜美容的功效。也可以吧。那再加，行了，你小子没完了是吧？我就知道你对我客气，绝对没什么好事。再加上延年益寿的功效，做好之后送给裴神医1颗，你觉得怎么样？老子有的是药，不差你这1颗。裴神医先是很大声，转而又小声嘟囔道：再多1颗也行，毕竟是1000年人参做的，别的药材还得配齐，你得付给我800两纹银。银子的事没问题，我这就让管家去账上支取。处理好这边的事，裴神医起身告辞，叶落心和萧木也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想不到1天之内能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是啊，不过于江师叔终于有了消息，这也算是解开了母亲和师傅他们心中的疙瘩。今天算得上是一个好日子。是啊，刚刚外祖父和我说，明天皇帝要召见我了。皇帝总算是想起你来了，不然我还真怕他在年关前才想起你来，我们就不用回家了。你明天去街上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东西，有想带回去的就买下来。好，那你明天进宫小心些，多说皇帝喜怒无常，千万不要惹他生气。皇帝贵为天子，自然是有能容人的气度，你这都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道听途说，道听途说。放心，有外祖父从旁指点，我不会犯什么错的。第二天天还没亮，萧木就已经起床洗漱更衣。时间还早，我走以后你再睡会儿。好，早点回来。外面侯爷果然已经准备好了，见萧木出来，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叶落心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发现没有睡意了，干脆起床洗漱，去陪着老夫人吃了早饭。刚才我让人去看过于江了，情况倒也算稳定，就是不知道裴神医今天什么时候过来。外祖母，您不用担心，既然裴神医肯出手，剩下的就交给他去做吧。我一会儿想带着春花他们去街上，给家里买点年货，再给大哥家的孩子买点礼物。行。老夫人继续喝着粥，有些欲言又止。等碗里的粥见了底，老夫人放下勺子。今天裴神医过来，让他顺便再帮你看看，怎么样？我不是好好的吗？外祖母，我没有受伤。哎，傻孩子，你在家的时候，你婆婆他们就没有提过吗？啊，孩子呀，孩子。对，你和萧木成亲也有半年了，肚子一直都没有动静，你婆婆他们就没提过吗？原来是这个呀。外祖母，您别操心这个，孩子的事情讲究个机缘，现在没有，应该是机缘没到吧？机缘这件事怎么还讲机缘呢？之前在青山村，裴神医在你家里住了那么久，他有给你们诊过脉吗？他是怎么说的？也没说什么，都没有问题。那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次数多吗？外祖母，那神医之前有给萧木检查过吗？会不会是他有什么问题？外祖母，真的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将来会有孩子的，只是现在还不着急。你们不着急，我还着急抱重孙女。行，不过你也要有个心理准备，大哥和大嫂也是成亲了好几年才有的孩子，这样啊。有了萧松和杨凤做参照，老夫人终于勉强接受了他们两个都没有问题，只是暂时不想要孩子的这个事实。见老夫人不再追问，叶落心赶紧开溜。外祖母，那我去街上了，很快回来。等他们大包小包的回到府里时，侯爷和萧木也回到了家中。本以为侯爷会很高兴，结果他却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怎么了？怎么了？你倒是问他，到底怎么了？今天在殿前，皇上说是要封赏我做大内侍卫，被我拒绝了。啊，大
内侍卫，保护皇上的。你看看，连洛心都觉得这个职位很风光吧？那可是从4品的官职，你也不说回来商量一下，直接就拒绝了。虽然你爹是王爷，可就算你将来承袭了爵位，那也是个没什么用的闲散王爷，这样的机会未必会再有了。没答应真是太好了啊！你夫君若是个从4品的官员，你出门不是也威风些？这样不好吗？外祖父，咱们都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天了，你难道还不知道我们夫妻2个吗？我们是有钱万事足，可不追求这些功名，更何况我们将来要在青山村生活的。小木若是进宫陪了皇帝，那谁回家陪我呀？也是这么个理。你说的对，女子一定要有人陪着才行，千万不能像我和你外祖母这样被你外祖母埋怨一辈子。只是想不到我一辈子为朝廷鞠躬尽瘁，我的后人却没有一个是上进的。侯爷说着转身离去，叶落心和萧木相视一笑。洛洛，你会不会觉得有些可惜？你现在还是儒人，本来有机会更进一步。那你现在还是白身呢，也没见你想着更进一步。皇帝跟前的活不好做，这个我支持你。不过皇帝倒是赏赐了很多田产和银子，银子我明天存到钱庄里去。至于田产，我想和舅舅商议一下，让他帮忙一起管理。我看行，1亩田也是管，100亩田也是管，舅舅肯定不会拒绝的。更何况舅舅夸我生意做得好，这点小事他一定愿意帮忙。好，那就麻烦舅舅了。小夫妻俩一商议，就把这件事定了下来。片刻之后，裴神医也来到侯府。这次他不是自己来的，而是带着一个小药童。于公子这个伤需要针灸、服药、泡药汤，反正你们也不懂这些，我干脆自己带人过来。为了避免人多打扰我施针，这3天你们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这个房间。有什么需要，我会让药童找你们的。裴神医尽管救人，其他的事情我一定会安排好的。叶落心和萧木本来已经可以走了，但是为了于江，他们只能再留3天。3天之后，萧木把凤玉、于逍遥和于明全都请到了侯府，大家一起站在门外，从早上等到傍晚，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就在于明的耐心几乎耗尽，想要冲进门去看看里面的情况时，客房的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怎么样了？可是从里面走出来的却只有药童一个人。你师傅呢？可成功了？药童点点头，侧了侧身子，大家这才注意到从后面走过来的裴神医。裴神医，这是怎么了？裴神医没有说话，只摇了摇头。难道人没救回来？你们自己进去看吧。于明3步并作2步，立刻向屋里冲去。师弟，你怎么样？屋子里没有任何回应。于明和于逍遥内心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等叶落心进到屋里时，看见于明几个都站在床头，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躺在床上的那个人。师兄，你的嗓门还是这么大，让人连觉都睡不了。醒了，真的醒了。还睡什么觉？你都睡了多久了？你知道吗？床上的于江这才睁开了眼睛。师兄师姐，让你们担心了。说什么废话？你快点养好身体，我们也能少担心一点。你说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当年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呢？师兄，我……这时裴神医从外面走了进来。好了，人你们也见到了，现在都该放心了吧？他现在身子还弱，不能太劳神，你们赶紧出去吧。师弟的身子已经大好了，有什么话我们可以日后再问他，也不急于这一时。是啊，没准明天就休息好了，可以说很多话了。师弟，那你好好休息，我们就先出去了。裴神医也跟着退了出来。人虽然救回来了，但是以后还需要好好照顾他这个身子，没有半年将养不过来，那就有劳裴神医给师弟开出药方，我们一定谨遵医嘱，药方肯定是要开的。另外你们还得注意了，他以前中过蛊毒，之所以伤得这么严重，也和蛊虫反噬有关系，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1年之内不要让他靠近血腥味重的地方。蛊虫是什么蛊虫？师弟怎么会中蛊虫呢？你问我怎么知道？我又不精通这个。据说南疆女子擅长巫蛊之术，应该是和那边有莫大的关系。这个等师弟好些了，直接问他吧。行了，救人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房子我也写好了，我就先回去休息了。这3天不眠不休，我要回去睡觉喽。第3天，于江的精神已经好了很多，于明就和于逍遥商议着带于江出去住。师傅，师叔现在身体还没恢复，可以再休养几天再做。外祖母说这侯府的院子大，几位想要住多久都行。侯爷和侯夫人热情款待，我们师兄妹感激不尽，只是我们不好一直在府中打扰，正好几年前在京郊买了宅子，我们就搬到那里去就行。对，多心，你们不用担心，若是京郊的宅子不合适，我还有几处别的宅子，这里终究是侯府，我们一直留在这里也不合适。那你们出去也要小心，别让他靠近血腥气重的地方。我们一定注意。主意已定，等庄子上安排妥当，几人就带着于江搬了出去。叶落心和萧木一路跟着帮忙，直到把于江安排好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事情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师弟你也不用着急，安心在庄子上养着，安排的事自有师兄回去处理，我可以一直在这里陪着你。于江点了点头。对了，你为什么要去南疆？身上又怎么会中蛊毒啊？此事说来话长，待我慢慢给你们说。于是于江便把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给大家说了一遍。
事情和成王说的差不多，却也有些出入。之前于江确实是告诉过成王，自己到南疆是因为与南疆公主两情相悦，但那是在他受伤的情况下不得已编出的理由。事实上，事情要比这个复杂。当初凤玉嫁给成王，于江不顾师父劝阻，执意要下山来找师姐。不过下山之后，凤玉却已经嫁进了王府。那几年只要没有任务，他就整日在王府外游荡，有时候会坐在距离王府不远的酒楼里喝酒，就等着远远的看凤玉一眼。不知怎么的，他的这些举动正好被南疆来的公主看到了。公主先是以男子的装扮与他把酒交心，熟悉了之后才说出自己是个女子，并且倾心于他，让于江跟自己一起回南疆。于江一开始只以为他是开玩笑，后来发现他是认真的，便直接拒绝了。谁知道南疆女子行事极其霸道，见于江不同意，公主便用自己的血在于江身上下了同心蛊。此种蛊毒会让中蛊之人不能离开下蛊之人3里地之外，一旦离得远了，便会有万重噬心之痛。于江将往事娓娓道来，于明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件事情背后竟然还藏着这样的原因。那个南疆公主也太欺负人了，她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扭的瓜不甜。师弟，既然你身上的蛊毒已经解了，以后就不要回去了。那个什么南疆公主要是还敢来找你，就由我来对付她。师兄放心，她不会再来找我了。怎么着，她良心发现，愿意放你走了？不是，此蛊本来没有解法，除非是施蛊的人离世，蛊虫就会在我的身体里全部死去。她死了？南疆发生叛乱的时候，公主为了保护主上被叛军杀了。我想起来了，那个成王说见到你的时候，南疆内部正在发生叛乱，你还求他去解救南疆王。那个南疆公主那么对你，你怎么还帮他们？你就不恨她？恨吗？于江两眼空空的望向窗外。其实他除了给我身上下蛊，别的方面都做得挺好的。于明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师兄，事情已经过去了，既然师弟不愿意追溯，那我们也不要再提了。于明转身走出房外，叶落心也拉着萧木悄悄退了出去。本来他还以为这位于江师叔不顾师兄弟间的情谊，真的追求自己的爱情去了，结果他也有不得不这样的苦衷。而且听起来他之所以走得决绝，和萧夫人也有很大的关系。这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刚刚我在房间里看见娘的眼睛红红的，可能是心疼师叔的遭遇。上次我和他提了去青山村过年的事，他本来答应了，如今师叔的身体不好，也不知道娘会不会想要留下来照顾他。稍晚一点的时候我再问问他。叶落心和萧木待到天黑，便和几位告辞回侯府去了。马车上，我放肆问过娘了，她说不和我们一起回去了。我已经猜到了，希望娘能够为自己多考虑一些，过得开心就好。两人到京城的时日不短，可是真的到了要回去的时候，又觉得这段时日过得太快，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就已经到时间了。老夫人帮着叶落心清点她要带回去的东西，又让丫鬟加了一样又一样。这个南岳摘的桃酥最好吃，给你婆婆带回去一些。这个许记家的衣服做的最好看，给你婆家美人带回去一套。他家婴孩衣服用料最是柔软，我帮你买了10套，回去给你哥哥家孩子换着穿。还有这虎头鞋，我准备了从1岁到3岁的，1年4双。外祖母，这些我都准备了，准备了也没什么，多了总比少了好。可是多了的话，车里该装不下了。有些东西我们回清河买，就不大老远的带回去了。倒是也行，那我再多给你带些盘缠。外祖母，我手里的银票真的够了，况且皇上还赏赐了5000两银子，我们都存着呢。你没听说吗？穷家富路。再说你们的是你们的，我给的是我的心意，给你就拿着，家里有。是。简单的盘点了要带回去的东西，陪着外祖母外祖父聊聊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回家的日子终于来了。这次回去虽然没有来时那么多东西，但是光是要带回去的礼物也装了整整2辆马车。舅舅，我回青山村了，这铺子里的生意就全交给你了，你做事我放心。我做的你要是再不放心，就没人能给你做掌柜的了。这是这个月的利钱，我帮你存好了，你带着吧。舅舅，这还不到1个月呢，这么早就分利钱了？叶落心乐呵呵的接了过来。别人的可以晚些给，但是你的我必须早点给你。回去路上小心些，过完年可以等天气暖和了再过来。谢谢舅舅。行了，天色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上路，也能早点找个客栈休息，这就出发吧。外祖父、外祖母，孙女不孝，今年就不陪着你们过年了。明年我一定来京城陪您二老一起过新年。知道了，明年你就是想走，我也不同意，把你关起来，让你出不去门。叶落心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趴在老夫人面前哭出来，便一转身上了马车。别难过，过完年很快就回来了。叶落心带着哭腔点头，眼泪晕湿了一大片衣襟。她擦了擦脸，然后将头伸出窗口。外祖父、外祖母，你们快回去吧，舅舅，你照顾好他们。马车缓缓前行，来，我给你擦擦眼泪。马车却突然一晃，停了下来。怎么了？
灰公子，前面有一辆车横在路中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拦住了。正在疑惑的时候，对面车的帘子挑起来，露出了一张熟悉的脸庞。娘，你怎么在这儿？我改主意了，我想和你们一起回青山村，可以吗？当然可以。叶洛心兴奋地跳下马车，往对方的马车跑去。夫君，我过去陪娘了，你自己坐车不会无聊吧？行，我不孤单，你过去陪娘吧。就这样，马车的队伍又增加了一辆，朝着清河县而去。多谢，你冷不冷？这个手炉给你，谢谢娘。对了娘，之前您不是说不和我们一起走了吗？怎么突然又改主意了？这个啊，我昨天夜里睡不着觉，突然又想起了之前你和我说的那些话。你说人还是要多为自己考虑一些。这几日我心里总是惦记着和你们回青山村的事，也想去阿木长大的地方去看一看。想了半宿，今天早上我就突然想要和你们走了。只是这次走得太匆忙，我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了几件随身的衣服，什么都不用带。这不是有我们的吗？吃的喝的我都准备的特别充足。娘要是还有其他需要，咱们可以随时停下来，在路上买。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娘，这马车看起来是准备了很久的，不是早上刚刚收拾的吧？你可真是个机灵鬼。这马车确实不是我早上准备的，而是很多年前就准备好了。车夫已经习惯了，每到冬天，我的马车里都会准备这些东西。唉，其实我早就想离开京城了，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也过不去心中的那道坎。现在我终于放下心里的包袱了，可以跟着你们离开这里了。太好了，打开了心中的樊笼，娘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反正娘有的是银子，就四处去散散心。若是手里银子不够了，就从我和萧木的账上支取，够着呢。娘手里的银子花不完。说到这里，多谢，谢谢你啊，谢谢你说的那些话，让我终于想通了这些事情。娘只是太善良了，有的时候容易钻牛角尖。追上来的人是成王，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路疾驰，老远就喊着前面的马车等一下。娘，是成王。阿玉，你这是要去哪里？萧木从马车上跳了下来。王爷，您这是要做什么？王爷，用我的时候管我叫爹，用不上了，现在就叫王爷了。父亲，大家都看着呢。小玉，你这是要去青山村？你身子不好，为什么不留在京城好生静养？你这次走了，什么时候回来？多谢王爷关心，我的身子已经大好了，京城已经没有我需要记挂的人，就不回来了。我呢？你难道不想再看见我了吗？你别忘了，你还是我成王府的王妃，就这么走了，成何体统？求王爷给我一纸休书，放我自由。你别以为我不敢，若是我休了你，看你凤家的脸还往哪里放？多谢王爷成全。好，你就是想离开是吧？那我告诉你，你不会如愿的，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你休想过安生的日子。王爷，王爷！气氛正焦灼着，管家从后面追了过来。王爷呀，您现在正在禁足，可千万不能离开京城啊！王爷，皇上不允许您离开京城，您可不能在这个时候犯糊涂。我们走。马车就在成王眼前缓缓驶出了城门。父亲，您放心，这一路上我会好好照顾母亲的。萧木说完，也转头上了马车。成王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很快，几辆马车已经看不到任何踪影，成王却还坐在马上，对着城门外出神。王爷，王妃和公子已经走了，要不咱们也先回府吧。成王又往远处看了看，发现确实连马车的影子都看不到了，这才收回目光。那我暂且放过他们，等过完了年，我再去找他们也不迟。成王勒紧缰绳，转身往城里去了。主子什么都好，要是嘴硬的毛病能改改就更好了。3天后，他们就到了清河县。萧木本打算直接回家，叶洛心却说要去铺子里瞧瞧。他们到铺子门口时，正好看见萧松和杨凤在关铺子门。我说姑奶奶都和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种粗活你不要沾手，放着我来，你怎么就不听呢？门板又不重，我拿得动，哪有那么金贵啊？快进屋坐着，我很快就收拾好了。收拾好了，带你去吃你最喜欢的腊鱼。哎呦，这位公子很会心疼老婆吗？客官，今天的卤兔已经卖完了，想要吃的话，明天赶早。店里的杨凤却第一时间听出了声音，激动地喊道：哎呀，洛心，老二，你们回来了！萧松听见杨凤的话，也猛地回过头来，看见叶洛心和萧木，他也笑得合不拢嘴。二弟妹，你们回来了！大哥嫂子，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杨凤已经迎了出来，他抓着叶洛心的手，辛苦什么呀？你大哥现在什么都不让我做，我轻松得很。我看弟妹神色有些疲惫，这一路上很辛苦吧？还行，就是着急回来，所以路上休息的时间比较少。那还等什么？咱们快点回家吧，一会儿让你哥去买点肉和菜，我们晚上包饺子吃。太好了，我好久都没吃饺子了。这时候，凤玉也从车上走了下来。杨凤冷不丁看见车上走下来一位美人，很是吃惊这位是？这是萧木的母亲，也是我婆母。娘，这是大嫂见过伯母。快起来，别这么客气。你这位婆母看着好美呀。那当然，娘当年可是京中的大美人。凤玉没有计较2个孩子的窃窃私语，她和萧松也打了招呼，几个人便都上了马车，向家里驶去。娘，看谁回来了？进了院子之后，杨凤不顾的拿东西，直接就奔向了后院。慢点儿。徐正香正好洒完了一桶石灰水，看见杨凤快步走过来，立刻大声制止道：哎呀，你给我站那儿别动，告诉你多少次了，这后院少来，而且你刚才走路走得太快了，要慢一点儿，记住了吗？
知道了，娘，我这不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吗？所以就忘了慢点走的事儿了。什么好消息啊？今天卖的钱比往日多？哎呀，不是，娘，哎呀，洛心呐，我的天，你终于回来了！叶洛心很高兴，看见徐正香也这么高兴，她干脆冲过去与徐正香抱了个满怀。怎么样，京城好不好玩？你们这一路辛苦不辛苦啊？不辛苦。然后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拉住徐正香的胳膊就往前院走。娘，快过来，家里来客人了。来客人了？谁呀？不是侯府的老夫人又跟着你们回来了吧？不是，是夫君的娘亲。说完这句话，叶洛心突然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徐正香是萧木的娘，凤玉也是萧木的娘，那这两个娘该怎么相处啊？徐正香见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萧木的亲娘，对吧？叶洛心点了点头。那快带我去看看吧。院子里，凤玉站在中间，正打量着眼前院子。这就是阿木从小生活的地方，虽然简陋了点，但是看起来却很温馨。萧夫人，不知道您远道而来，有失远迎啊。身后有一道声音传来，凤玉立刻转了过去，就看见徐正香正大步往这边而来，叶洛心乖乖跟在他身后。萧夫人，凤玉施了一礼。一看你就比我年轻，咱们呢就别夫人的了，我叫你妹妹吧。那好。凤玉也入乡随俗，然后她将裙子一撩，双膝跪了下去。姐姐，请受妹妹一拜。凤玉的这一举动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徐正香赶紧伸手去扶。哎呀，妹妹，你这是干什么呀？谢谢姐姐将木儿养大，妹妹万分感激。我养大她，要感谢的是她，怎么也不用妹妹你来行此大礼。更何况这些年来，我们家里没少跟着老二沾光。我们家虽然养着他，可是吃没吃好，穿没穿好，反倒是他长大了以后又给家里修房子，又和媳妇一起带着我们致富。真论起来，是我们萧家占了你们的便宜，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是。两位娘亲，你们还真是一见如故，既然这么有缘，不如就真的认作姐妹吧。好啊，我从小就想要个姐姐，若是萧夫人不嫌弃，我们就义结金兰吧。妹妹，哎，姐姐，哎。徐正香高声答应，娘几个同时笑了起来。爹的身体怎么样了？好着呢。萧松抱起一个箱子，边走边说：他老人家一刻都闲不住，这会儿听见声音，估计很快就要过来了。说曹操道，兄弟两个东西还没搬完，萧长河就从熟皮子的院子里走了出来，看见萧木，萧长河也大吃一惊。老二，爹，我回来了。萧长河脸上立刻堆满笑容，招呼自己的徒弟道：快去给你们两个哥哥帮帮忙。8个徒弟一齐扑上来，把萧木和萧长河手中的东西都抢了过去。你们在京城耽搁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们要在京中过年了呢。没有，说好了回来过年，肯定是要回来的，只是这次在京中发生了很多事，生意上也有事情需要处理，才一直拖到现在。生意上的事顺利吗？那你们回来了，那边生意怎么办？那边有可以托底的人吗？有，洛心的舅舅的打理，我们在京中的所有生意都挂靠在舅舅的生意上，舅舅派专人管理，我们不必太操心。还能这样啊？萧长河有些吃惊，他活了这么大岁数，还不知道原来可以这么做生意，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等着分钱了。那你们这次回来是不是就不走了？萧长河有些犹豫地问出这句话。萧木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而且他现在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人家又是京中的王爷王妃，那地位与条件与他们现在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过了年还是要走的。好，还有一些新的生意需要去京中跟舅舅再商议一下，处理完那边的事，我们还会回来。以后我和洛心恐怕要青山村和京城两边跑了啊。这样啊，那你们还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爹，我自小在这里长大，这里当然是我的家。好。萧长河转过身，悄悄擦了擦眼睛，转而问道：我刚才听你娘他们几个笑得开心，可是有什么喜事？算不上是什么喜事，是我娘，就是京中王府的那位，她也来到这里，今年跟我们一起过年。萧长河立刻站了起来：你这孩子，家里来客人了，怎么不早点跟我说？说完，他便起身进到屋内，与凤玉几人说话去了。二弟，你们这么来回奔波，会不会太辛苦了？若是担心家里，你尽可放心，我一定把这边打理得好好的。大哥，我不是担心家里，是在这边生活的久了，实在割舍不下。而且我和洛心商议了，以后往返京城，我们不急着赶路，一路上顺便去别的地方看看，就算是游玩了。那好，等你嫂子生了，我也要带他们娘俩出去见见世面。兄弟两个还没聊完，屋子里的人已经走了出来。娘，今天晚上就让我和面吧，我和得好。哎呀，和面多累，你包饺子就行了。不累呀，娘，你总是不让我干这些。裴神医说，怀孕的时候也要适当活动，才有利于生产。娘，大娘说的对，适当的运动有利于生产。大嫂想和面就让大嫂和，我在一旁给她打下手。哎呀，
你们呢？哎，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孩子们想帮你分担一些，你就让他们做吧。哎，想当年我生老大和老三的时候，家里要啥没啥，我还得和他爹早出晚归的下地干活，想休息都没机会休息。现在他们有这条件了，我让他休息，他还给我说要活动。看来这事儿啊，得找县官老爷给评评理。就告诉他，这家婆媳两个因为干活闹了矛盾，结果你猜怎么着？不是两个人都不想干活，而是婆婆不让媳妇干活，媳妇非要干。就你鬼点子最多，人家县令听见这话能信都怪了。我看是。县令怕是要觉得这婆媳两个脑子都坏掉了。几个人又大笑起来，萧长河一脸的欣慰。还是人多了好呀，你看这老二和老二媳妇一回来，家里的笑声都变多了，还是二弟妹会哄人。萧木看向笑得东倒西歪的叶落心，眼睛里都是骄傲的笑意。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谁还记得当年那个胆小怯懦的叶落心？几个人热热闹闹的进了厨房，杨凤和叶落心和面，徐正香就剁肉拌馅儿。晚上的饺子是猪肉白菜馅儿的，1多半的肉加1少半的菜。这些活我都没干过，姐姐要不教教我该怎么做？这些活都简单，一会儿就干完了，不用你伸手。可是你们都那么忙，我要是什么都不干，显得我好没用啊。那要不你帮我把这几根葱给扒了？行。凤玉高兴地蹲下身子，拿起葱看了看。家里洗菜的地方在哪里？我顺手把葱洗干净吧。徐正香奇怪，这么快就扒好了？刚还说不会干活，看看这巧手多能干。干字还没说完，徐正香就回头看到了凤玉手中掐着的葱叶，以及地上被扔掉的葱白。不对吗？地上被扔掉的葱白，其实也可以吃。可以吗？以前我虽然不进厨房，但是我记得吃到的葱是绿色的。可能是白色的不显眼，所以没看出来。这个葱白的味道才好呢，放在饺子中提鲜。姐姐，我是不是太笨了？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们富贵人家的女子，从小学习的是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写字作诗，会的多呀。不像我这老婆子，大字都不识一个，我才是笨的那个呢。那些东西只是附庸风雅，若说到实用处，做菜的技术更有用一些。要么怎么说，你们这些读过书的人最会说话。你看看你现在说的这些，哄得我多开心，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更有用了。本来就是。徐正香很快调好了馅料，那边的面也和好了。凤玉又面临着与刚才同样的尴尬。我好像也不会包饺子，还是太笨了。谁说不会包饺子就是笨呢？你看我家里4个大男人，没有一个会包饺子的，也没人说他们笨，不会就不会呗。都到姐姐这里来了，你只管吃，我给你包，管够。对啊，娘，您平时也不做这些，刚开始肯定不习惯，您不用伸手，我们来包就行。可是我还是想试一试。行啊，想试就尽管来试。来，这个皮给你，我教你包。你看着啊，把皮放在掌心，加一些馅儿放在中间，然后2只手这么一捏，就可以了。你来试试看。萧长河听见了，忍不住说道：萧夫人，你看看我家这个老婆子跟你可是一见如故。以前我说帮她包饺子，她嫌我笨手笨脚，给我骂了个狗血淋头。我看她对家里几个孩子都没这么耐心过。可能是因为我太笨了，姐姐自然不好意思像教训小贝那样教训我。笨什么笨？第一次就包成这样了，很不错，最起码没露馅儿。下一个肯定比这强100倍。凤玉听完，捏着手中那个和第一个一模一样的饺子，不知道该不该放下去。正犹豫的时候，院子里旋风一样的跑进来一个人。嫂子回来了吗？回来了。你看你二哥都在院子里了，你嫂子能不回来吗？萧景没有理他，更没有理还在一旁忙活的萧木，而是一口气跑进厨房，看着站在那里的叶落心。嫂子，你可算是回来了。老三，你怎么跑回来了？学堂里下课了吗？娘，我出来的时候跟孔夫子告了假了，孔夫子都同意了。同意了，你也不能逃学呀，上完课再回来又不是来不及。娘，小景心里都有数，少上1节2节课不影响的。真的？真的，咱们家小景最聪明了。好，既然你嫂子都给求情了，这次我就放过你。过了年就要考试了，你最好心里有数。有数。这是你姨母，快点叫人。姨母好。娘，我什么时候有这么漂亮的姨母了？以前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位姨母一看就是富贵人家出身，不过长相上倒是和娘一样的好看。油嘴滑舌，这是你二哥的亲生母亲，我们2个刚刚认了姐妹，以后这就是你姨母了，记住了？记住了。萧景保证道。安抚好了母亲，萧景凑到叶落心的身边。嫂子，你们去京城好玩吗？那边是不是很繁华？嫂子，你这次回来有没有给我带礼物？给你带了很多呢，等吃完了饭让你哥给你拿。好哎。转身要去外面找他哥哥。你先等会儿，我有话要问你。嫂子，有什么要问的尽管开口。我刚刚听你说你是向孔夫子告的假，平时不是周夫子给你们上课吗？周夫子啊，周夫子去安昌府了。是有什么事？
嫂子，你刚回来，肯定是不知道，我们周夫子要翻身了。听说朝廷礼部尚书都被抓起来了，就是因为当年科举舞弊的事情。他们翻了很多年前的案子，发现周夫子当年也是科举舞弊案的受害人之一。所以啊，周夫子去面见知府大人说明情况，很快就能恢复举人的身份了。这么快？周夫子肯定很高兴吧？那是当然了，周夫子听到消息，高兴的一夜都没睡。别说他高兴了，就连我们这些学子还有孔夫子都为他高兴呢。县令派人来送的消息，说是有人帮他上报了，要帮他翻案呢。是有人帮他上报的？叶洛心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看来不是朝廷效率高，而是有人在他之前就行动了。叶洛心朝院子里看了看，看到那个正在忙碌的男人，这个男人不声不响，却默默地做了很多事。等周夫子招选了，咱们可得好好给他庆祝一下。嫂子，你跟我想到一处去了。我和同窗们也商议着，等周夫子回来了，我们要凑钱请他去吃酒。嗨，凑什么钱呢？到时候让大家伙都来咱们家里来，我们在家里吃火锅。真的呀，娘？那周夫子自从来了以后，对你照顾有加，你这段时间又多吃住在书院，咱们请人家吃饭不是应该的吗？平时周夫子都不肯来，现在正好借着这样的喜事，咱们好好的请一请他。娘，你可真是我的亲娘，你真的太好了。哼，我不是你亲娘，难不成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哪能呢？晚饭除了饺子，还有虾仁豆腐、冬瓜排骨、凉拌青笋，以及一碗酱红色的红烧肉。对于吃惯了精致食物的凤玉来说，排骨和红烧肉这些东西都过于粗糙了。不过她也是第一次吃到味道这么丰富的食物。妹妹喜欢吃红烧肉，若是喜欢，我明天再做给你吃。也不是多喜欢吃，只是很少吃味道这么重的菜。那妹妹算是来对了，我们乡下人讲究的都是菜少多放盐，这样好下饭。咱们家里就没有味道不重的菜，你要是喜欢，我以后换着花样给你做。对，反正娘还要住好久，我娘的手艺可好了。两个娘叫起来都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叶洛心说的是什么意思。吃过晚饭，终于到了萧景最喜欢的环节。其实不光是萧景，大家也都对叶洛心带来的礼物十分好奇。不过萧景到底是小孩子心性，大家还在收拾屋子，他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卸车的时候，萧木就把礼物单独放在一个角落。到了这会儿，他让萧景和萧松一起帮着自己把装礼物的箱子都搬过来。东西有些乱，我们就不按顺序来了，我随便开箱，打开哪个我们就分哪个。行，嫂子，咱们现在就开始吧。好。叶洛心先打开第一个箱子，里面是一堆花花绿绿的小东西呀，这箱是给宝宝，也就是我们的侄儿准备的。说完，他看向杨凤，杨凤的脸立刻就红了。虽然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小孩子嘛，不管男女都能穿得鲜艳一些。这是我外祖母给孩子买的虎头鞋，这个是肚兜，还有这个是我给孩子买的拨浪鼓、小衣服，还有陶像球、竹哨、竹蜻蜓。杨凤看着满箱子的衣服和小玩具，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洛心，孩子还没出生，你怎么连长大的玩具都给买了？当时逛街的时候看着喜欢就都买了，咱这以后慢慢玩嘛。这个都是孩子的，让大哥和大嫂回去之后慢慢看。说着他又打开另外一个箱子，这里是外祖母给大家买的衣服。装箱的时候已经分好了，爹和娘的在一起，大哥和大嫂的在一起，萧景的自己收在一个包袱里。叶洛心把包袱分别分给大家。徐正香拿出一件紫色的袄子，比划了一下，啊，大小正合适，颜色也好看，老夫人费心了。萧景抱着衣服没有打开来看，反而盯着叶洛心，等着他打开下一个箱子。叶洛心拉过一个十分精致的小箱子，连开都没开就推到萧景面前。这个是给你买的。这一箱子都是我的？对啊，你先打开看嘛，还不止这一个呢。萧景放下手中的包袱，伸手去开箱子。在箱子打开的那一瞬间，整个人都呆住了。箱子里是一方上好的端溪水砚，还有几支大小不同的狼毫笔，一看就价值不菲。嫂子，这也太贵重了吧，你怎么选了这么好的笔砚？这可不是我选的，我根本就不懂这个，哪里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那是……萧景立刻就明白了，他看向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的萧木。这是你二哥给你挑的。萧景立刻向萧木鞠了一躬。谢谢二哥。萧木点点头，没有说话。别光顾着谢，你二哥给你买这么贵的笔砚，那是要让你好好读书，将来考上秀才，考上状元，知道了吗？娘，我都知道，这话你说了很多遍了，明年我一定好好考。萧长河站在最外面，看着叶洛心一样一样的拿礼物，他都跟着心疼。虽说家里现在赚了不少银子了，可是开销也比原来大了，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可不好。爹，你来看看，这个是我专门给您买的呢。给我买的？他这个人不好吃不好穿，平时也没个什么爱好，给他买什么礼物啊？虽然这么想，但是他还是往前凑了凑。就见叶洛心打开一个箱子，箱子里面是一套十分轻薄的衣服，还有帽子和手套。
这个是？这个据说是用鱼皮做成的防护用具。爹，熟皮子不是经常要沾石灰水吗？时间长了伤皮肤，我看到有卖这个的，就给您买了一套。萧长河万万没想到，叶洛心给自己买的是这玩意儿。我这皮糙肉厚的，哪里用得着这东西？这一套要不少银子吧，实在是浪费呀。爹，这可是在京城买的，就算是想退也退不了了。所以呀，你就勉为其难的用着吧。孩子给你买的都是一片孝心，你就收下呗。那咱就收下。收下。萧长河这才把箱子拉过来，小心翼翼地盖上。你们有心了，但是以后啊，可别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了，记住没？知道了，爹。娘，你看见这个大箱子没？这里的东西都是你的。啊，这个大箱子里的东西全都是我的？看见没？洛心到底还是对我最好，连送的礼物我都是最多的。说着，他自己打开了箱子。出乎徐正香的意料，箱子里并不是什么衣服配饰，而是一整套的琉璃盏，有茶壶、茶杯，还有碗碟。哎呀，这也太好看了吧！哎呀，这得是大户人家才用得起的吧？娘最喜欢这些盘子碗什么的。上次去集市，她相中了2个盘子，因为太贵，到底没舍得买。这回好了，直接用上琉璃盏了。哎呀，这么贵重，我哪里舍得用啊？万一打碎了一个，我可要心疼死。娘，器具是死的，用了它才有价值，您说呢？话虽如此，但是我还是不舍得用，每天光是看着我就心满意足了。娘要是喜欢，我以后还给您买。徐正香刚准备把茶碗放回去，忽然哗啦一声，从外面飞进来一只庞然大物，朝着他这个方向就冲了过来。徐正香吓了一跳，差点就手抖把杯子掉在地上。哎呀，虎子，你是不是找打呀？骂完虎子，徐正香正准备弯腰把杯子放进箱子里，结果另外一个庞然大物也闯了进来。元宝腾空而起，朝着徐正香的方向扑了过来。徐正香眼疾手快，立刻把杯子放进箱子，并且盖上了箱盖。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谁都没有预料到，还是萧木反应最快，他一把拖住虎子的腹部，借着他往前的力道，让他转了个方向，落在另外一边。元宝听见萧木的声音之后，元宝立刻趴在地上，尴尬地舔了舔自己的爪子，想装作无事发生。哎呀，这俩玩意儿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都冲到屋子里来了？对呀，他俩平时都挺听话的，怎么这会儿这么凶？莫不是这箱子里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萧木走上前，从最后面拎起一个笼子。他在虎子和元宝刚进来的时候就想到了，他们2个肯定是冲着这个笼子过来的。一只浑身雪白的狐狸就出现在众人面前。哎呀，这只狐狸好漂亮啊！怪不得他们2个这么凶。虎子和元宝看见露出来的白狐，又开始有些躁动，但是看了一眼萧木后，一鸟一虎又都安静下来。元宝，这是家里来的新朋友，你怎么能这么凶？这只狐狸刚来，胆子还小。夫君，你让元宝和虎子先出去，等熟悉了再让他们一起玩。所以叶洛心的命令，他们有的时候会不听，但是萧木的话，他们却不敢不听。萧木甚至都不用驱赶，只需要抬手往外一指，2个小家伙都灰溜溜的滚出去了。野兽都有领地意识，这俩玩意儿可能是觉得狐狸要抢他们的地盘，所以才这么凶。是我的问题，我刚才只顾着抬礼物，忘记这里装的是狐狸。我也忘记了，应该回来就把它放出来的，结果一高兴，忘记还带回了一只狐狸。这只狐狸什么情况？也是黏着你不肯走的？是师傅他们抓来想要给娘做伴的，结果他就赖着我不肯离开了。这狐狸是和洛心有缘分。嫂子，我喜欢这狐狸，能让我摸摸吗？原本瑟瑟发抖的小狐狸忽然朝着萧景呲牙，吓死我了！小狐狸，你要是再敢凶，就趴在笼子里不要出来了。夫君，既然虎子他们总想欺负他，那就把他留在咱们屋子里吧。好。萧木把小狐狸重新放回笼子里，剩下的这2个箱子，一个里面是给大哥和大嫂买的衣服，还有一个是路上给娘单独买的衣服，这个我们就不打开了，你们一会儿回去自己看。洛心，你都给孩子买这么多了，怎么还给我们买衣服呢？实在是太破费了。不光是衣服，还有给嫂子你买的胭脂水粉什么的，等生完了孩子，你就把这些都用起来，做咱们村里最漂亮的孩子他娘。嗨，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漂亮什么？你岁数大，那我不成老妖怪了？哎呀，娘，我不是那个意思。哎，行了，既然你弟妹已经给你买回来了，以后你就都画上，你每天漂漂亮亮的，我们看着也高兴，不是？是娘，我也是突然决定跟着洛心回来过年的，所以没有准备什么见面礼。路上我也想了，我和大家不熟，就是买东西也不会像他们小2口这样买到大家心里去，所以我决定简单一些。这些年肃静惯了，我随身带着的也没什么好东西，就把这些银票给大家分分吧，你们喜欢什么自己去买。姐姐，这个给你。徐正香惊讶地看过去，瞥见银票上的面额是100两。哎呀，妹妹，咱们乡下可不讲究这么送礼啊，你这给的也太多了。姐姐，没有多少，我身无长物，身边只剩下这些银票了，你不肯收，莫不是嫌弃妹妹太不用心了？妹妹，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萧木的亲娘，又是王府的王妃，肯来咱们这小地方过年，已经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了，哪用得着见面礼呀？哎呀，你快收起来，快收起来！妹妹，你的力气这么大。娘，您还不知道吧？这位娘亲那可是学过武功的，别说是您了，就是萧木也不能轻易从娘手上讨到便宜。这么厉害？姐姐，既然你赢不了我，那这件事就按照我说的来吧，我也不多给，每人1张，若是不够的，还可以向我多要。娘亲初来乍到，心里难免有些不自在，这钱您就收着吧，以后我们再补给她。这样能行？会不会让萧木的娘瞧不起咱们呢？咱们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呢。不会的娘，都是一家人，不用想那么多。而且娘亲虽然是王妃，但是心思单纯，她不会想那么多的。那行吧。徐正香这才接下银票，并向凤玉道了谢。姐姐不必客气，只要你们不嫌弃我敷衍就好。姨母，这可一点都不敷衍，我长这么大还没人给过我这么多银子，实在是太惊喜了。真的吗？屋子里冷，快去床上躺着。好，这个给你抱一会儿。你抱着，我抱着你就行了。行，那就让你抱。今天怎么这么乖？萧木在叶落心耳边低语，沿着耳垂往下，吻得愈发缠绵。让我看看你最近有没有偷学新花样。寒风敲打在窗棂上，啪啪作响。虎子和元宝蹲在院子里，侧耳倾听屋里的动静。那只小狐狸好像没有听过这种声音，有些焦躁地在笼子里转了几圈，然后又俯下身子，跟外面2个一样，侧耳细听。第2天，一会儿先去绣坊看一下，看看大花小花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样，然后去手工艺品店看一下，找机会和徐掌柜碰个头，再和刘小姐一起吃个饭。刚一到家，你就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这么满，都不好好休息一下吗？休什么休，我又不累，更何况除了这些，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呢。看来是我昨晚不够努力。你还敢说？都怪你，我都说了不要了，你偏不肯。若是你都听我的，何至于我今天这么累？我不是都听夫人的了吗？你说轻一点，我就轻一点；你说重一点，我就重一点了呀。别说了，我错了，以后都听夫人的。这还差不多。叶落心带着凤玉参观了他们的绣房。凤玉自己不会绣花，但是也知道这个天气里冷的手都拿不出来，更别提做绣工了。可是等她进到绣房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凤玉发现绣房的场面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里面的姑娘妇人们都穿着薄衫，坐在自己的工位上认真的做活，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彼此还开着玩笑。叶落心和大家打了招呼，就开始询问最近生产的情况。大花小花分别拿着账目给他看，他们好像过得都很开心。大家喜欢这里，所以也比较放松。原来女子还可以这样活呀！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又这么能干的女孩子？好像每天都生活在快乐中，唯一发愁的事就是怎么多赚钱。他还以为叶落心这样只是因为萧木宠溺的结果，直到来到这里，看见这一屋子的女子，他才明白，原来不只是叶落心一个。好像人有了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快乐。交代好大花小花需要做的事情，又简单查阅了账本，叶落心便要去城里了。娘，城里的铺子也不远，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不去了，我就留在这里看他们干活，再和你娘聊聊天。你们自己忙你们的去吧。好，那娘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等我回来给娘买最甜的桂花糖吃。好，前面是不是有什么热闹？咱们过去看看。还没等靠近，就看见刘希月叉着腰站在店门口，与对面的2个妇人对峙。2个妇人一黑一白，体型却都差不多，腰和胸部一样粗。你们这个荷包根本就不是我家做的，谁给你们的勇气到我这里来敲竹杠？刘希月的指尖捏着一个荷包，看起来很嫌弃，说完又扔到对面妇人的怀里。谁说不是你家的？这清河县除了你家，还有谁卖兔子毛的荷包？哼，长毛的兔子满地跑，你随便弄块兔皮自己缝2针，难道也说是我家的？我家卖出的荷包出了问题，我们自会负责，但是你得拿出买荷包的凭证来。我凭证弄丢了不行吗？再说了，谁立下的规矩？看凭证不看货？你写的那一张纸算个什么凭证？我家的买卖当然是我家立的规矩，没有凭证，你在这闹什么闹？赶紧哪儿凉快回哪儿去！不给我赔钱，你别想走！你个粗鄙婆子，竟敢抓我头发，赶紧给我松手！你赶紧把荷包给我换了，要不我跟你没完！愣着干什么？还不上来帮忙？你快去帮西月！但是萧木却没动，他伸手指了指，叶落心朝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看见了徐才已经扒开人群跑了过去。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这会儿刘希月也反应了过来，他怒吼一声，一把扯烂了抓着自己的妇人的头发。徐才瞅着一个机会，一手捏着一个妇人的肩膀，只听咔嚓咔嚓2声，2个妇人的肩膀都脱了臼。西月，你有没有受伤啊？洛心姐，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了实在是太好了。他打伤了我，我要报官。我说你们岁数不大，怎么眼睛早就瞎了？刚才打伤你们的人是我，跟这个姑娘有什么关系？你们都是一伙的，我要报官！大家伙都看到了吗？这个工艺品店，它店大欺客啊！我妹妹花了15两银子从这里买的荷包，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还没用上几天就坏掉了。我们来找店家给我们退钱，
结果他们不仅不退，还出手伤人，这样的店家不是该封店啊？大家伙说说，你们说是花了15两从我店里买的荷包？对，就是这家店里买的，这荷包就是我的证据，你们休想毁尸灭迹。毁尸灭迹，他配吗？我是这家店的老板，不用看真假，我都知道这个荷包不是从我们店里出去的，因为我们店的荷包从来都不用品相这么差的兔皮。你胡说，这清河县就你家卖兔毛的荷包，不是从你这里买的，还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就要问你自己了。既然说要报官，我们也别在这儿说了，就去县衙走一趟吧。哼，我们有伤在，还怕他们不成？对，这个伤不能白受，这回不仅要让他们赔荷包钱，还要让他们赔我们的伤钱。他们横行乡里，无缘无故伤人，这回绝对不能放过他们。既然大家都无异议，一行人便自行往县衙而去。等敲完了鸣冤鼓，往堂上去的时候，萧木不着痕迹地走到两位妇人身边，轻轻地在他们的胳膊上拖了一下。两个妇人心里紧张，没有留意萧木的这个动作，自然也没想到脱臼的胳膊已经被接回去了。堂下何人？击鼓所谓何事？大人，民妇求大人做主，这兴业手工艺品店店大欺客，卖给我们破损的荷包不说，还出手伤人，将我和姐姐全都打成重伤，求大人为我们做主。大人，这两个妇人拿着假冒的荷包，企图到我们店里索要钱财，我们拒绝，他们就胡搅蛮缠，还出手伤人，求大人为小女做主。大人，你休要听他胡说八道，此女子心肠十分歹毒，不仅以次充好，甚至让人打断了我们的胳膊。若是大人不能为我们做主，我们就没法活了呀。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这个荷包是从兴业买的，你可有购买凭证？大人，民妇并没有什么凭证，可是大人，这个清河县只有兴业一家卖这个东西的，民妇自然是从他们店里买的。那这位姑娘，你可有证据这个妇人的荷包不是从你们店里买的？县令大人，您好歹也是读过几十年书，考过功名的，怎么他说的清河县只有我一家卖这个荷包，就是我一家卖了，别的小店就不能卖吗？他们就不能自己做吗？您是不是应该先问清楚了再来问我？大胆！回大人，我们店里出去的东西其实是有凭证的，这样的凭证我们店里卖出的每一个荷包都会有一个，这个妇人拿不出来，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给她退钱。大人，我不是没有凭证，而是不小心弄丢了。大人，其实就算是丢了，只要是从我们店里出去的东西，我们也会负责的，只是这位妇人的荷包确实不是我们店里所出。这时有衙役上前，从妇人手中拿过了荷包，呈了上去。县令翻了翻荷包，大人可以看一下缝制这个荷包的线是否是银色的蚕丝线，我可以和大人保证，我们店里出售的荷包全部是用蚕丝线缝制的。大人，他一定是说谎的，他故意这样说，故意说成和我们荷包不一样的线。大人，这位妇人敲诈我们在先，欺骗大人在后，又在人群中污蔑我们打伤了他们，横行乡里，求大人为我们做主，让他们给我们赔礼，并且赔偿我们的损失。你胡说！他指着徐才痛斥，刚刚那个男人就是他打断了我们的胳膊，我们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三个字还没有说出口，白脸妇人忽然察觉到了什么不对，黑脸的妇人也发现了，刚才白脸妇人指着叶落心的手，正是那只受伤的手臂。大胆妇人，光天化日，你们竟然公然欺骗本县令！大人，大人，我们刚才真的受了伤，大家伙都看见了。赵县尉，你去查看一下。一个高大的男人起身上前，他在两个人的肩膀、胳膊处都摸了一下。大人，这两位妇人身上没有任何骨头断裂的伤痕，小人可以确定他们说了谎。我们真的受伤了，大家伙刚才明明都看见了。求大人为我们做主啊！带他们两个下去严加审问，直到他们说实话为止。是。剩下的萧木、叶落心、刘希月和徐才都被县令叫到了后堂。怎么弄的啊？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还不是刚才那两个小人，我都说他们是撒谎了，你怎么就不信我？我怎么会不信你？可刚刚那是在公堂之上，我作为县令肯定要有审案的流程，不能因为你是我闺女我就偏心你啊！哼，就知道关心你的案子，我不和你说话了。刘希月说着转身就去了后院。对不起啊，都是我店里这边出了事，连累了刘小姐，她只是一时生气，心中肯定懂得大人的难处，我这就去劝劝她。好，你去劝劝也好。萧木和徐才也跟着叶落心去了后面。外面风凉，小心别冻着了，我们有话进屋说。刘希月倒也听话，带着几个人进了正厅之中。今天的事情让希月受委屈了，你是县令家的大小姐，本来可以不必受这个委屈的。落心姐姐，你说什么呢？我不是在为这个生气，我是气为什么有那么厚颜无耻之人，光天化日的就敢凭空无赖。更可气的是，他们还敢抓我的头发，我一个姑娘家当街泼妇打架，颜面全都丢光了，以后要被人笑话死了。我看谁敢笑你，谁要是敢笑你，我就打的他笑不出来为止。你小子行啊，几日不见有长进了。萧木也偷偷给徐才比了个大拇指。刚才那种情况，你插什么手啊？要不是萧大哥帮忙，以我爹的性子，你恐怕要吃牢饭了。我告诉你，你要是进了大牢，我可不去给你送饭。
哪能呢？我要是进了大牢，以后谁在外面保护你？我告诉你，今天这件事原本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他们敢对你动手，我就吸了他们的胳膊，好好教训他们一下。等他们吃够了苦头，我再给他们把骨头挣回去，保准找不到一丝痕迹。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还差不多。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现在和好了？二哥、嫂子，你们离开这段时间，我和小月我俩又重新了解了一下，然后我们觉得可能是以前对彼此有什么偏见，于是我又重新上门提亲了。哦，那你答应他了吗？我记得你以前好像说过，天下男人都死绝了，也不会嫁给他。什么？小月，你居然说过这样的话？对呀，我说过怎么了？我说天下男人都死绝了，也不会嫁给你。可是现在天下的男人不是没死绝吗？所以你还有机会。那就好，那就好。那你们的喜事打算什么时候办？到时候我可要包个大大的红包给你们。不知道。年后，小月，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我答应你了，可这不是没到日子吗？谁知道我到时候会不会反悔？好，那我爹明天回来，我让他立刻上门，把日子提前。这半年真的是辛苦徐掌柜了，咱们的加盟店也开了有10几家了，明年再多雇上2个人给徐掌柜做帮手。是该找几个帮手了。本来我这个做儿子的应该带着我爹东奔西走，但是我大婚在即，以后也不能经常离家，让小月独守空房，所以这事儿啊还得要我爹撑着。工艺品店本来就离不开你们2个，以后你们成了亲，那更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至于徐掌柜那边，让他多培养几个人出来也是好事。嫂子，我和你说，我爹其实也喜欢像现在这样到处跑。以前我和他说要出去看看，他一点都听不进去。现在我要守店了，他却又喜欢到处跑了。所以这人呢，30年河西，30年河东，总能找到自己当下最喜欢的事儿。只要你们喜欢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好，反正咱们家现在做的生意也挺多，若是不喜欢了，我们再换。嫂子，反正这辈子我和我爹肯定是跟着你们干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我求之不得，况且我雇你一个，你还能给我找来更能干的。要不小月这样的，我可拿什么能拴住他？你们要是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们了。他们这边聊得热闹，刘县令那边已经审问好了2个妇人。大人，我们那个时候胳膊真的断了，我疼得冷汗直流，底裤都打湿了，现在下面还凉飕飕的。这件事真不是我们说谎。胳膊这件事有事实可以证明，荷包的事他们又供认不讳，2罪并罚。县令就罚他们赔偿工艺品店150两银子，并下入大牢之中。判完案子的县令回到后院，叶洛心他们已经准备起身告辞。对了，你们知道周夫子的事情吗？知道一点，萧景和我们说了一点。我得到一点消息，说是当年均州知府虽然已经告老还乡，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又被抓了回来。起初他还一口咬定是周夫子作弊，后来朝廷的钦差大人将其他人的供词给他看，他又装作自己年老痴呆，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这么让他逃过了？哪能呢？咱们钦差大人阅人无数，自然一眼就认出来他是装的。而且他们这一党也算是树倒猢狲散，上面没有说话的人也没有什么大用，所以啊，钦差大人稍微用了一点刑，他就什么都招了。那周夫子岂不是能够恢复举人的身份了？是啊，不光是恢复了举人的身份，还给他赔偿了一笔银子，让他年后参加科考呢。想不到周夫子活到这个岁数，竟然峰回路转，又有了与我同朝为官的机会，这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啊！这下不光是周夫子，就连孔子都能圆梦了。眼见着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一雪前耻，孔夫子心中的执念也可以放下了。除了这个，二位真的不打算说点别的吗？说什么？周夫子能有这样的际遇，恐怕与二位的照应分不开吧？据我所知，均州当年发生的案子不止周夫子这一例，但是最先被提起的就是他这个案子，说是上面有人打了招呼。这本来就是事实，我们不过是在其中助了一把力而已，不值一提。话不能这么说，我知道你二位素来低调，但是这情还是得领的。行了，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件事，二位若是没什么事，就早点回去吧。怎么这么热闹？等牛车走近了，2人这才发现被围在人群里的竟然是他们白天提到过的周夫子。周夫子，看萧家老二2口子回来了。刚刚周夫子还说呢，他能够翻案全都是靠你们，萧公子、萧娘子，我周某能有今天全靠你们二位啊！周夫子千万不要这样，咱们村里终于有举人了。可不是嘛，咱们的娃都是举人教出来的，这说出去多有面子呀！你们别想没事了，周夫子恢复举人身份之后，人家还要去科考的，以后可就不在我们村子了。什么？周夫子要走了吗？就算走了又怎么样？至少我们有过举人老师，总比没有强。乡亲们，我刚刚回来，还没来得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老师，我现在要回学堂拜见孔夫子。对，是应该和孔夫子说一声。刚才谁说的周夫子走了，我们就没有先生了？咱们孔夫子可是教出了举人老爷的，举人老爷的老师，那不是比举人更厉害？周夫子向众人告辞，回到学堂之中。还没有到放学的时间，一群孩子却从学堂蜂拥而出。周夫子回来了！周夫子回来了！你们怎么全都跑出来了？这些天可要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了。孔夫子凶得很，孔夫子听说周夫子回来了，特许我们早放学，让我们出来迎接夫子。老师，周夫子眼中含泪，紧走几步上前。老师，不孝学生回来了，回来了好，回来了好，你的案子可解决了，
解决了，解决了！知府大人已经为我翻案，也很快会为我恢复举人的身份。老师，这么多年过去了，学生终于没有给您丢脸了。你本来就没有给我丢脸，一直都是我最骄傲的学生啊！夫子曾教导学生说，成大事者不虚小尺，立大功者不拘小量。夫子的教导，学生一生都不敢忘记，请夫子恕学生一拜。夫子，我娘说等夫子回来了，要请2位夫子去我家里吃火锅，要不我们今晚就去家里庆祝吧？我这就回去和爹娘商量。不用了，小景。周夫子话还没说完，萧景就已经飞快地跑掉了。这孩子，萧景一路奔跑回家。娘，周夫子回来了！我早就知道这个好消息了，不需要你告诉我。娘，萧景跑到徐正香身边。娘，你不是说等周夫子回来要请他和孔夫子吃火锅吗？现在周夫子回来了，今天晚上就请吧。家里菜都没有买，怎么请人家吃饭？可是我刚才已经和2位夫子说过了呀，要他们晚上过来吃饭。你这个倒霉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不和家里商量一下呢？我没买菜，你让周夫子他们过来吃什么啊？吃老虎啊，还是吃鸟肉？在一旁看热闹的虎子和元宝听见这话，全都瞪大了眼睛。什么？刚才是不是听错了？怎么要吃老虎了？虎子和元宝互相看了一眼，都飞快地跑出院子，逃离了大家的视线。娘，您别生气，我和萧木今天买了一些肉和菜回来，虽然没那么多，但是咱们再杀只鸡，杀2只兔子，请李正他们一起过来吃饭，应该就够了。正在商量着，桂花娘和另外一个妇人走了进来。萧二嫂，听孩子说你家晚上要请周夫子和孔夫子2位夫子吃饭，我家也没什么好东西，单独请夫子又请不起，我就想着干脆把家里的菜拿过来，你们做给夫子吃，也算是全了我的一点心意。说着，妇人递过一只篮子，篮子里面装着干笋、莲藕、土豆，还有一颗白菜。哎呀，不用了，我家里的菜够用，这些你拿回去给孩子吃。小二嫂，你可也别嫌少，我也带来一些卤好的下水，还是照着洛心当初教给我的方法做的，虽然不如你们做的好吃，但是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哎呀，我知道你们的心意，我心领了还不行吗？但是东西我不能收。正在双方拉扯的时候，外面又进来了一群妇人，手里都拎着东西。萧家二嫂，你就别推辞了，请周夫子吃饭不是咱们大家一致的心愿吗？怎么能让你一个人破费呢？主要我家什么都有，不想让大家花钱。二嫂，我知道你是心疼我们，但是现在大家借你家的光，手里也没那么紧了，家里也都能吃得上鸡蛋和肉了，一家拿点东西出来也不费什么劲儿。就是，我家里这鱼还是今天刚买的，这不正好派上用场了。我这鸡蛋也不是买的，都是家里的鸡下的，二嫂千万别嫌弃。既然这样，大家伙晚上也都别开火了，全都在我家吃。小景，去喊你李正伯伯，让他晚上来咱们家吃饭。听说今天晚上要宴请周夫子和孔夫子，为周夫子接风洗尘呢。是啊，都是临时决定的，老三也没问过家里，自己就把这个事儿给定了。不过孩子也是一时激动，反正周夫子今天也刚好回来，选日子不如撞日子，就干脆定在今天了。好，我看今天也行，正好我家里还有一些新鲜的肉，一会儿我让我家小朵全都给带过来，就是不知道晚上要做什么吃食。本来想的是做火锅，可是这么多人吃火锅就有些不方便了。既然各家都拿了菜过来，我们干脆就来个大杂烩，上什么咱们就吃什么，怎么样？行，这有什么不行？娘，刚才我看了一下，大家带了菜，有生的，有熟的，有干粮，也有糕点，青菜什么的，看着是够了，就是肉少了一点。要不然我和萧木现在赶着马车去城里买一点吧。现在出发，等你们到城里，恐怕卖肉的铺子就全都关门了。那我们就想想办法，去酒楼里面买一些。状元楼买卖做的那么大，总能分出一些给我们。好吧。萧木去马圈里面牵马，还没等走出来，就听见前院里面传来了尖叫声。元宝，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也太大了吧！萧木把马重新拴好，走过去看，元宝规规矩矩，他高昂着头，头上蹲着虎子，脚下却躺着一头半人长的野猪。这老虎好厉害呀，从来没见过它捕猎，居然能捉到这么大的猎物。是啊，这野猪和它差不多沉了。这老虎通人性啊，在咱们村里待了这么久，却从来都没有祸害过家畜，这老虎莫不是来报恩的？是啊，老大老二，你们快点去烧水，这就把野猪毛退了，咱们研究几个菜。娘，看吧，今天真的是好日子，就连元宝和虎子都知道给咱们夹菜。夹菜那也是虎子和元宝的功劳，你在这要什么功？给我一边待着去！看什么看，赶紧回来吃饭，人家热闹关你什么事？你自己吃吧，出去走走。你去哪儿走走？家里这么大的地方也放不下你，你非得出去。我出去怎么了？我也没干丢人的事。肖长水说完这句话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肖大伯，你这是要去二伯家吧？等会儿的。肖大哥，二哥家弄的百家宴呢，你带点啥过去啊？肖长水正打算回头往家里去学堂请了周夫子和孔夫子的萧景正好往这边来。大伯，小景啊，请先生去了，快点回去吧，别让家人们等急了。说着，他也对两位先生拱了拱手。他大伯，你怎么还没去？要不跟咱们一起走吧？那就请吧。
两位夫子先请，我稍后再过去啊，稍后再过去。那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孔夫子说完，3个人一齐抬脚继续向前走。萧长水站在原地，心中纠结了半天，这才回身往家里去。家里，李翠花正坐在院子里嗑瓜子，一边嗑一边嘴里还骂着：长了2条腿，家里就搁不住，还想上赶着贴人家冷屁股，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人家能看上你吗？怎么去你兄弟家碰钉子了，让人给撵回来了？我要是你，绝对不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人家领养的儿子和媳妇都是赚大钱，那萧长河和徐正香如今眼睛都长到脑瓜子顶上去了，还能瞧得起你？嗑，就知道嗑你那个破瓜子儿，怎么不让瓜子壳掐死你？萧长水，你竟敢和我这么说话！你老萧家要是没有我，能有今天的日子吗？你别忘了，我儿子可是这村里唯一的秀才，我秀才娘可轮不到你这么骂。我还是秀才的爹呢，秀才也不是你一个人生的，你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说完，萧长水就越过李翠花，就往厨房里走。你乱翻什么？我昨天买的肉呢？昨天炒菜的肉你没见到啊？吃你肚子里又没吃到狗肚子里，你怎么转眼就忘了？我买了整整5斤的肉，还说过年留一点的。昨天那点肉连1斤都没有，你跟我说吃完了，你当我傻吗？那你也是吃了。你别跟我说有的没的，你告诉我，你到底把肉弄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有本事你就继续翻，我看你能翻出什么不？你不知道，今天我还就不信了。你给我说，到底把肉弄到哪里了？你敢打我，我就和你拼命！那我今天就打死你！萧长水发了狠，真的一条就打在了李翠花的后背上。好啊，你敢打我今天就不活了！我要和你拼命！别打了！我把肉都给我弟弟家了。昨天翠山来说，家里1个月都没吃肉了。我想着咱们2个能吃多少，就都把肉给他了。你想吃肉还不简单？我明天再给你买。我就说我家那个菜怎么3天2头的变少？你说你还给他们拿什么了？你要是这么想和你家里人过，那你干脆就回娘家跟他们过算了。你什么意思？你要休了我？你要是不想回去，那以后就别和你兄弟他们一家来住。这么多年，你爹妈给你兄弟也想了不少办法吧，帮他开脚店，让他做货郎。结果呢，他自己一事无成，连几斤肉都要来咱家要。这样的亲戚，你还留着他干嘛？可怎么说，那也是我兄弟呀。你的兄弟是兄弟，我的兄弟就不是兄弟了。那你说说，我现在和老二家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不都是因为你吗？既然我和老二家都不能走动了，那你和你弟弟家还走动什么？可是什么？我今天非得好好治治你们家人不可。不要以为养了个秀才儿子，你们李家就能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下次你弟弟再来，门都不要给他开。若是让我看到，我非得拿扫帚把他打出去不可。不行。怎么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翠山还欠着我50两银子呢，我要是和他断了联系，这银子他就不能还我了。50两银子？你哪来的50两银子？你把儿子给咱们过年那点钱都给你弟弟了？是借，怎么是给呢？翠山说了，过年之前就还给咱们。还有几天过年了啊？我问你还有几天过年？这几天年菜就该买了。现在你告诉我，你把银子借给你弟弟了，儿子和儿媳妇回来，你拿什么招待他们？儿媳妇那个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最能挑3拣4，本来就瞧不起我们。儿子给你这个钱是要你好好安排的，现在你告诉我，银子全都寄给别人了，我看你也别在这个家里过了，趁早给我滚回娘家去。你知道心疼儿子，难道我不知道吗？我那弟弟家也有难处，我能怎么办？李翠花还在为自己辩解，萧长水却再也不想听他的话，直接举起笤帚朝人打了出去。萧长水，你就是个没有用的窝囊废，除了打媳妇，你还会点什么？同样都是萧家的种，你看看徐正香他们家过得风生水起，我呢，为了50两银子，你就把我逐出家门，你一个大男人，你有什么用？你给我滚回你们老李家，永远都别回来了。李翠花的额头被打出了血，她嗷呜一声跑出院子，顺着小路就朝着村口跑去。萧长河的家里却越来越热闹，周夫子一进院子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周夫子，周举人。现在周夫子可是举人大老爷了。周夫子可真厉害呀！周某，谢谢大家的盛情款待，我实在是受之有愧呀。周夫子，你如今恢复举人身份了，还能留在咱们村里做教书先生吗？以后孩子们是不是得不到您的教导了？是啊，大家不要为难周夫子。还没等周夫子说话，李正先开口道：大丈夫志在四方，周夫子既然恢复了身份，那肯定要去参加科考的。我们青山村是什么地方？地方小，人又少，总不能为了一己私欲影响了周夫子的前程，你们说是不是？扪心自问，若是以后你们的孩子考上了举人，你们希望把他留在这里吗？那当然是不行。对，好不容易考这么好，那肯定是要接着考，出去见见世面。对，就是这么个道理。既然大家都明白，就不要再问周夫子这个问题了，免得周夫子感到为难。不过我向大家保证，周夫子就算是离开了，我也一定给咱们村里的孩子们找到一个好的教书先生。都听李正的。李正叔说的对。我这个人不善言辞，不过我知道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很不好意思，朝廷给了我重新科考的机会，我真的想去试一试。不过我觉得我这个脾性并不适合做
关，不管我考没考上，我都会回来继续教书的。真的？太好了，周夫子说还继续教咱们呢。咱们这娃有福气呀，周夫子说不走呢。周夫子仁义呀，我们虽然不强求周夫子留下来，但夫子若真有这个想法，来年蜀绣给夫子加上1倍，从咱们村的公账里出。对，应该的。我明年也给夫子多送2只鸡。那我给夫子多做2身衣服。我今年赚了点银子，来年就不送东西了。我给周夫子多加点银子，让周夫子自己买需要的东西。那我明年出钱再修缮一下学堂，给2位夫子改善一下居住的条件。姐姐，明年重修学堂，我也出一份力，我出1000两银子，够不够？什么？1000两？这也太多了。哎呀，不用你出钱，咱们村里有钱，这点事情还是能解决的。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就是见村民们如此团结友爱，就忍不住想要帮帮大家，这样我的银子也算是用到了正地方。况且默儿自小在这里长大，我看着大家也倍感亲切，想为大家做点什么。既然你坚持，那我也不拦着，回头我和李正说一声，你呀，要是真捐这么多钱，咱们村里怎么也得谢谢你。那倒是不必了。男人们讨论完了周夫子的事儿，倒是慢慢的转移了注意力，开始讨论春耕的事情。今年冬天雨水不足，不知道来年春天会怎么样。雨水倒是靠老天，但咱们自己得把这肥料给备足了。我已经从肖大哥家的长工那里学了沤肥的方法，准备的肥料可是比去年多了2倍呢。希望明年撒到地里能有个好收成。肖二哥家里真是什么人才都有，能养兔子，能种田，咱们倒是省事了。只要跟着二哥干，准保差不了。是，有二哥这一家子在，都是咱们的福气。男人聊得热火朝天，女人们在一旁干活，也同样聊得十分热闹。大山娘，听说你家大山也去学堂读书了。之前你不是说他不喜欢读书，就让他好好研究种地吗？我家大山虽然脑子笨了点儿，但是人家自己想读书了，咱们做爹娘的就支持呗。哎呀，以前一个是觉得他不成才，2个呢也是因为家里实在是穷，现在手头宽裕点了，我也不求他考个秀才举人的回来，只要他多识字，能写个名字，会算个简单的账目就行。而且明年我打算买2只种兔回来，咱们也学肖二哥家养兔子，到时候该买多少粮食，该放多少草，都得有个能算账的人。对，学点总比不学强。咱们村这是赶上了，有周夫子这么好的先生，愿意教孩子们，别的村哪有这样条件呢？就是啊，像二哥家现在生意做得好，咱们村不管男女老少，只要勤快就都能赚点钱，那书修费就不算什么了。村里二牛刚娶的新媳妇不好意思的道，我娘家村里就没有这么好的事儿，现在我自己没孩子，若是有孩子了，我肯定要送他去读书的。那你就和二牛加把劲儿，争取明天呢就生个大胖小子，过个3-5年孩子就能去读书了。哎呀，张大嫂你说什么呢？你看看他还不好意思了。笑声中，大花仰头看着不远处的那位男子，他一身正气，谈吐儒雅，被一群孩子围在中间，微微有些慌乱。姐，看什么呢？没看什么。我知道你在看周夫子。我才没有。我明天就去找姑娘，求她给你做主，找媒婆给你们说亲。你敢？我告诉你，这话你千万不能对姑娘说，你要是敢说，我就不理你了。很快，菜一道一道的被做了出来。肖长河已经带着男人们把绣房的屋子收拾了出来，屋里暖乎乎的，放了10几张大小不一的桌子。李正和2位夫子以及村里的长辈做了主桌，其余的桌子大家就随意去坐，男人和男人一桌，女人和女人一桌，孩子们自己占了2桌。凤玉和大家不熟，本来说要自己进屋去吃，可是绣房的姑娘们已经拉住了她。您是肖大婶的妹妹，我们就叫您姨母，您也别嫌弃我们粗鄙，就让我们这些粗鄙之人有一次和贴心同桌吃饭的机会吧。我也不懂你们这里的规矩，你们不嫌弃我就好。那哪能呢？大家都嘻嘻哈哈的落了座。乡亲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就是为了给咱们村的周夫子接风洗尘。周夫子不容易，不过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我们就一起举杯，为周夫子贺喜，恭喜周夫子！男人们纷纷举起酒杯，女人和孩子也以水代酒，纷纷举起了杯子。周夫子站了起来，谢谢大家，感谢的话说了太多，我就不再重复了。只要大家还看得起我周正，我一定竭尽所能，把我毕生所学教给这里的孩子们。好，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准确的说是一家人。谢谢肖长和肖二哥一家人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周某人全都记在心里。往后余生，不管肖家有什么要求，我定当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而周夫子也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也没做什么。长河兄，你来说2句吧。对，说2句吧。这可不行，长辈还在，哪有我说话的份儿？长河，那你就说2句吧。既然大家都让我说，那我就说2句。大家都知道，我们家这些生意都是木儿和他的媳妇儿搞起来的。其实我和他娘还有他的大哥大嫂都是给他帮忙。当初周夫子来村里也是老二他们做的决定，这次周夫子犯案那也是老二他们的功劳。所以这么一看，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你是把肖木养大的人啊，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肖木。对呀，
对呀，是你养大了萧木啊。你不会做生意，但是你会养儿子。对，虽然我儿子很能干，但是他是我养大的，我也有功劳。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半年多来，我们萧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房子盖了，生意也有了，甚至还得到了宫里的封赏。这些都要从萧木娶了洛心开始。我儿媳妇是福星啊，这儿媳妇当初可是我挑的，所以啊，我不光会养儿子，还会挑儿媳妇。不对吧？我们怎么记得不是这么回事呢？就是啊，这儿媳妇怕是萧木自己选的吧？熊二哥，你过了，就算是他自己选的，那当初的桥也是我给搭的，没有我，他能选到这么好的媳妇儿吗？都是缘分，都是缘分。你家儿子和儿媳妇儿就是命定的缘分，要不怎么会这么恩爱和睦，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呢？就是当初婚宴上可是有大雁自己送上门来呢。孔夫子当初怎么说的来着？这叫天作之合。萧长河的话就在众人的嘻嘻哈哈中被盖了过去。徐正香看着叶洛心，露出一脸欣慰的笑容。村民们看着叶洛心，也都露出羡慕的神色。大家心中都明白，萧家的好运还只是从叶洛心进门之后开始。那个时候，大家伙都没有把这个小姑娘看在眼里。可是不到1年的时间，她不光是改变了大家对她的印象，更是改变了整个村子里人们的生活。也许叶洛心不是萧家自己的福星，也是青山村的福星。往后的日子还很长，她的好运会一直影响着大家，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娘，想那么多干什么？不如直接问娘亲，看她想吃什么。我这不是想给她一个惊喜吗？问了惊喜就没有了。我记得在京城的时候，娘的贴身厨子做过炒蘑菇，还有油炸豆腐，我看她夹菜的时候多夹过几次。好，这2个没有什么难度，我都会做。夫君，看了这么多竹子，这么冷怎么不进屋？不冷，看这么多竹子回来是要做什么？放爆竹啊，你以前没放过？叶洛心摇了摇头，露出一副好奇的神情。那今天带你放个够。早饭还没吃完，外面就飘起了雪花。下雪了，下雪好呀，希望雪下的大点儿，明天就能是个好年景了。瑞雪兆丰年啊，瑞雪兆丰年，哎，对，就是瑞雪兆丰年。娘2个相视而笑，像是为了应和他们2个的话。外面的雪也越下越大，从稀稀疏疏的雪片变成密集成片的大雪，整个村庄立刻银装素裹，地面的雪也铺了薄薄的一层。就在天地间白茫茫一片的时候，村口处却出现了一个黑点，黑点移动的速度很快，再近一点就能够看得出来，那是一人一马。骑马的人似乎不认识路，进了村子后速度开始慢了下来。他四处瞭望，想找到一个能够问路的人，但是家家门户紧闭，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要是王管家在就好了。他沿着村路一户一户的走过去，希望能有人看见自己。就在这时，旁边高大的院墙里，一只老虎忽然跳了出来，随着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只肥硕的猫头鹰。萧长远被这一虎一鸟吓了一大跳，但很快稳住了身形。马儿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立刻变得惊恐不安，于是他本能的抬起前蹄，一个后仰就将没有准备的王爷掀下马去。那马儿失去了控制，更是不管不顾，拖着缰绳撒腿就跑。在院子里赏雪的叶洛心和凤玉听到了声音，不好，以为元宝他们惹了什么祸，赶紧跑到门口查看。凤玉也紧随其后，两人打开大门，立刻就看到了坐在门口一身狼狈的成王。王爷，你们住在这里？你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放心不下你，过来看看你。元宝看见这个陌生人想要往院子方向走，嘴里立刻发出威胁性的低吼，吓得成王立刻站住，不敢轻易动弹。元宝，给我回来！元宝立刻低眉顺眼，夹着尾巴从大门回去了。萧长远这才看明白，原来这老虎和猫头鹰都是萧家养的。小玉，萧长远立刻上前，谁知道凤玉却拉着叶洛心进了门，哗啦一声将大门给关上了。小玉，你怎么把门关上了？你听我说，你不说来看我过得好不好吗？你看到了，我过得很好，看完了你就回去吧。回去？我可是千里迢迢赶来这边的。今年大年夜，凤玉，你就不能让我在这里过完年再走？姐姐，外面的那个男人，你们谁都不要放他进来。洛心，他要是敢进来，你就放虎咬他。怎么了？什么人呐？怎么了？什么人呐？娘，外面的人是成王啊！王爷，妹妹，你看这天也下大雪了，要不咱们让王爷进来说话？你们2个是不是吵架了？哎呀，但是那个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你看看，姐姐，我不是和他吵架，我是要和他和离啊！和离？妹妹，你和姐姐说，那个男人是不是对不起你？当初萧木被人送到这边，我还以为他家里发生了什么惨事。既然你和他父亲都在，那当年的事情你一定是迫不得已的，对吧？所以那个王爷想害你们母子2个，当年他想杀了木儿，如今又想浪子回头。姐姐，不是你想的那样，但是事情过去这么多年，确实没有回转的余地了。我不想见他，更不想和他多说话啊。我懂，你放心，姐姐绝对不让他进咱们的家门。凤玉没让他进门，他便老实的站在门口，没有硬闯，也没有大声敲门吵闹。叶洛心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萧木。成王一直站在门口，这样会不会不好？要不你和成王说说，请他去县城先找个客栈住下，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他们之间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插手的，而且他也不会听我的，不如顺其自然。也是，
雪越下越大，成王站在门口，很快就变成了半个雪人。天慢慢的黑了下来，凤玉内心有些不安。等到所有的菜都端上桌子的时候，徐正香便喊大家都出来吃饭，因为吃饭前要去门口放爆竹，而如今大门口还站着一个人，他们不知道是直接掠过他，当作看不见，还是把他请到屋内。今年这爆竹，咱们就不在外面放了，我们在院子里也一样放。好，我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他既然是萧木的父亲，今天又是年30，就让他进来吃个饭吧。妹妹，咱们不用心疼男人，谁也没拴住他的腿，他喜欢站，就让他在外面站着呗。算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必在这个时候争一时之气，反倒让他拿了错处。那行，阿木，你去请王爷进来。萧木出去的时候，王爷浑身都已经堆满了雪，看样子像是从来都没动过。母亲说让您进屋，你娘她终于肯原谅我了。没有说原谅的事，只是说让您进屋一起吃饭。那我还是不进去了。您要实在不想进，就去别处站吧。一会儿我们要在门口放爆竹，您站在这里挡住地方了。你小子！两人正说话的功夫，萧家人全都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萧松和萧景每人都抱着一捆砍好的竹子，叶落心拿着一瓶煤油，杨凤手里拿着火折子。将竹子搭好之后，萧木将煤油接过来，全都撒在竹子上，然后将火折子吹着往上一靠，火苗便燃烧起来。竹子有些湿，所以燃烧的比较慢。可是当水汽被烤干了之后，竹子立刻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果然像放爆竹的声音。爆竹声中1岁除，祝爹娘、大哥大嫂、二哥二嫂还有姨母、王爷在新的一年都能心想事成。好好，大家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互相问了好，成王也在这看似愉快的氛围中跟着大家一起进了屋。因为之前发生的事情，只有萧长河和成王简单的客气了几句。待入座之后，萧长河第一个拿出红封来分给大家。今年咱们家里收成不错，跟着老二两口子也分了不少钱，所以今年我和你娘给你们封个大的。几个孩子高兴地接过红封，给萧长河和徐正香拜年。凤玉也早就准备好了红封，她给每人都包了一张银票。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款待，这是我过得最高兴的一个年。成王见状也连忙拿出管家给自己准备好的红封。虽然第一次见面，但还好我准备了，就祝你们新的一年都得偿所愿吧。终于开饭了，他们一边品尝着菜肴，一边聊着天，一会儿谈着明年的收成，一会儿说起萧景的功课。夜越来越深，成王和萧长河慢慢的喝起了酒，倒是有点相谈甚欢的感觉。其他人吃完了饭也都没有回去睡觉，而是坐在一起聊天守岁。小玉呢？他抓住迎面而来的萧景问，萧景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他又喊住了正在干活的萧木。小木，你娘呢？我娘已经走了。走了？去哪里了？不知道，娘只是来这里过新年的，过完新年自然就走了。不可能，她一定是为了躲我。你不知道，你夫人也一定知道。他走到前院，洛心，你可知你娘去哪里了？叶洛心就知道成王醒来之后一定会问这件事，不过这个时间娘亲应该已经出了清河县，就算是想追也追不上了。他想起昨天晚上凤玉说的话，这次出来我真的长了很多见识，原来女子不囿于那一方后宅是可以做出很多事情来的。记得当初学武的时候，我一心想要行侠仗义，救死扶伤，可是下了山就把这一腔抱负忘在脑后了。现在我想去试一试，娘说想要行走江湖，去行侠仗义，至于去了哪里，应该是随遇而安吧。他去行走江湖了？他不是喜欢种花吗？怎么去行走江湖了？我记得以前要带他去狩猎，他都不喜欢的。娘亲说这是他小时候的梦想，之前因为很多东西束缚着，所以一直没去做，现在终于有机会了，他想去外面看看。好，这次出门我本来就是打算带着他出去散散心，同时打开我们之间的心结。既然他想去行走江湖，那就我陪着他。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娘亲往哪个方向去了。没关系，不管他去哪儿我都能找到。成王进屋简单收拾了自己随身的衣物，不顾萧长河的挽留，直接走到了门口。他将2根手指放到唇边，一声哨音响起，村口处立即传来了马匹的嘶鸣声。追风是我亲自驯服的烈马，只要听到我的哨音，无论在哪儿他都会立刻过来。啊，到底是名驹，不是我们家这普通的马可比的。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到马的影子，场面一时有些尴尬。我家老虎太凶了，这马儿怕虎本就是天性，也难怪他不敢过来。既然他不肯过来，那我就自己过去吧。诸位不用送了，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说完，成王转身离去。过完了年，青山村的人都喜欢在家猫冬，在家的日子除了吃吃喝喝还是吃吃喝喝，所以叶洛心觉得自己最近胖了。我看昨天的酸枣糕你挺喜欢吃的，要不我再去给你拿一块吧。叶洛心最近也不知怎么了，特别喜欢吃肉，吃多了就想吃一口酸的解解腻。还是算了吧，吃完酸枣糕开了胃就又该饿了。我怎么觉得我最近胖了？没有啊，我怎么觉得一点都没大。大。叶洛心看着他的目光，真不知道他说的是脸还是别的什么地方。院子里传来叫喊声，叶洛心知道
那是萧景和杨凤准备好了炭火，让他出去吃烤兔肉。懒得理你，我帮嫂子干活去。叶洛心走出去，萧景正把烤肉的签子往火上递，他刚要上前，就闻到一股肉腥的味道。这个味道他都不知道闻过多少次了，可是这会儿不知道怎么了，胃里忽然翻江倒海，压都压不住，他跑到墙角，恶心的干呕起来。嫂子，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闻见这味道，突然有点犯恶心。萧木听见动静，也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他看见叶洛心的样子，脸色不太好看，一把将他抱起，往屋子里走去。是不是外面太冷，着了凉？杨凤看着叶洛心的样子，心里却泛起了嘀咕。弟妹这个情况啊，还是得让城里的许大夫给看一看。不用，我没病，就是刚才突然有点犯恶心，这会儿已经好了。夫君，你快点把我放下来。嫂子说的对，是该让许大夫给看一下。怎么了这是？洛基生了什么病啊？萧木动作不停，赶着马车就走。娘，我们很快就回来。怎么回事啊？娘，您别担心，让老二带弟妹去找大夫看一下。弟妹呀，好像是有了啊，有了！哎呀，老天爷呀！你一定要保佑我2个儿媳妇都身体健康，顺利生下大胖小子。说完，他又虔诚地拜了拜。小木，我这茶刚开始喝，你就喊我过来，你这逗我呢吧？不好意思啊，徐大夫，我只是有点恶心，没什么事的，就是夫君不放心。请许大夫给我夫人诊脉。徐掌柜虽然不太高兴，但是回来都回来了，认认真真帮叶洛心诊起脉来。片刻之后，徐掌柜紧皱的眉头舒展开。徐大夫，可诊出来什么问题了？能有什么问题？不过是你小子要当爹了而已。什么？我要当爹了？是啊，你个臭小子。徐掌柜也为萧木感到高兴。我记得你当初说我夫人身子不好，很难受孕，现在有孕会不会对洛洛的身体有影响？你夫人这个身体，当初我说她很难受孕，那是因为看出她体质亏虚，很难补上来。可如今再看，她脉象平稳有力，完全没有了当初的亏虚之象，所以现在受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就麻烦大夫再给我夫人开一些安胎进补的药，我们得回去好好养着。说着，他放了一大锭银子在桌上。今天打扰了徐掌柜喝茶，剩下的银子就当是我请你喝茶的。行，你小子很会疼媳妇儿，我果然没看错你。得知有孕的消息，不光是萧木不敢相信，就连叶洛心自己也觉得有些不真实。他摸摸自己平坦的小腹，这里真的有一个孩子了吗？我们有孩子了。两人回去的时候，萧木先转去县城，买了一堆糕点和食物，枣子糕、桂花糕、云片糕、酱鸭、卤鹅、烟鹅掌。看见有卖糖葫芦的，萧木甚至把人家的糖葫芦摊都包了下来，全部装走。吃不完这么多。没事，还有嫂子呢，你们2个慢慢吃。只要叶洛心看了一眼的东西，他都要买下来带回去，直到把马车里面快塞满了，萧木才停了下来。不买了，下次来了再买，不然马车装不下会挤到你。叶洛心无奈极了。2个人回到家里，刚到门口，徐正香就迎了出来。好呀，今年你和你嫂子都生孩子，娘啊什么都不干，就在家给你们伺候月子。娘，我也帮您。切，哪用得上你呀，粗手粗脚的，孩子肯定照顾不好。自己的媳妇自己照顾，哪能让娘一个人受累？算你会说话。杨凤也挺着肚子走了出来，她和叶洛心相视一笑。弟妹，你不用怕，嫂子在你前面给你趟路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什么不能做的，你尽管问我。正说话的功夫，元宝和虎子也凑了上来。元宝围着叶洛心转了2圈，像是有所感应似的，将头在叶洛心的肚子上轻轻蹭了蹭。老虎能看得上的孩子，将来肯定错不了。洛心，你将来要给咱们萧家生个虎将出来。5年后，萧家扩建的宅院里，叶洛心看着书房一地的狼藉，怒从心起。文章文轩，你们2个给我滚出来！我数到3，你们要是再不出来，我就让你们尝尝竹笋炒肉的滋味。1、2字刚出口，2个团子就从屏风后面滚了出来。他们都长着和叶洛心相似的面容，皮肤雪白，眼睛又黑又亮。女孩梳着2个丸子头，男孩则是光洁的额头。他们2个一个叠着一个。你别压我的衣服！你压到我的手了。这地上的账册是谁撕的？还有，你父亲收藏的名家真迹是谁翻出来的？2个小团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达成了一致，异口同声道：是他。这2个小孩顽皮惯了，叶洛心知道他们2个是不见鸡毛掸子不落泪，于是抄起手边的鸡毛掸子。既然你们都不承认，那我只好2个一起罚了。看见母亲生气了，元宝，快来救我！听见他的喊声，老虎元宝从外面跑了进来，长乐一把抓住元宝的颈毛，身子一翻就骑到了虎背之上。确认文轩坐稳之后，元宝瞅了一个空隙，就从书房窜了出去。又逃跑！元宝，你从现在开始别想吃肉，你妹妹跑了，所以那就罚你吧。娘，账本真的不是我撕坏的，是妹妹自己算错数，一生气就撕坏了账本。那你父亲的收藏呢？我只是想拿出来看看。这时小狐狸也跑了过来，坐到文昭的身边，
伸出舌头舔他的手，像是在安抚他。叶洛心正想继续责问，萧木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一只手拎着刚刚逃跑的文轩，另一只手拖着文轩的坐骑元宝。娘亲救我！萧木将文轩放在地上，让他和文昭一起在地上跪好。说吧，你们两个又怎么惹我夫人了？爹娘，我们错了，再也不敢了。这话听了很多遍了，换个说法。我要是再惹娘生气，我就去罚写四书。我要是再惹娘生气，就罚我吃2块桂圆枣糕。你倒是不吃亏。叶洛心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看见他终于笑了，一大两小都松了口气。行了，去把你们猫脸洗干净，一会儿周夫子和你们花姨来看你们。花姨一家的小妹妹也来吗？来啊，太好了！文轩欢呼着跑出去，正好碰到了搬着板凳想来看热闹的文清。咦，今天婶婶怎么这么快就放过你们了？早知道我就不拿瓜子来了，浪费了时间。你又来看热闹，我这就去告诉大伯娘，说你昨天又刮坏了她刚刚做好的新衣服，还是找我娘给你补的。妹妹，你等等，你别说啊，薛妹妹。外面几个孩子吵成一片，屋里叶洛心和萧木相视一笑，相依相伴，可抵岁月漫长。他们希望日子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才好。